我明明觉醒最强神级天赋恶魔契约，却被周围的同学嘲笑为一个废物，只因我觉醒的职业是召唤师。原本我只能召唤普通野怪，可没想到我竟意外觉醒了隐藏天赋海克斯强化符。我不仅能够提升召唤兽属性，还可以消耗自身血量对召唤兽进行升级，并且每升5级我还能随机选择2个天赋。目前等级排行榜上的最高等级为70级，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升到70级，那么我就可以拥有30个天赋。但一般的转职者一生就只能拥有1个天赋，并且海克斯强化符文有3种等级：白银、黄金、冷彩。我转职获得的2个强化符文，一个是白银的执事之心，一个是冷彩的恶魔契约。恶魔契约冷彩级强化符文，消耗生命值上限，获得天赋点数。天赋点数仅能作用在召唤物身上，让你的召唤物具有更高的天赋，消耗的生命值无法恢复，无法复原，将永久降低生命值上限。执事之心白银级强化符文，你的队伍被视为额外拥有1名执事，并获得1枚执事文章。看到恶魔契约的强化效果之后，郑宇倒吸一口凉气，不愧是冷彩级，不愧是老八契约，用生命上限换取天赋，一个走钢丝的强化效果，但又极其让人上头。召唤师被称之为下水道的原因，就是召唤物实力不够强，天赋大多都不高，培养难度大，每一只都需要花大价钱培养。但有了老八契约，郑宇能够保证每一只召唤兽都是天赋拉满的程度。按照系统魔改过的恶魔契约，就算在后期也是非常有用处的。毕竟职业者的血量上限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只要有血量，自己的召唤兽就会一直被提升。他先将属性面板调出来，姓名郑宇，称号无，职业召唤师，等级1级，距离下次升级还差100经验，血量1100，技能契约法阵，召唤兽狂化，召唤兽空间，未签约任何召唤兽，目前可契约数量1。天赋恶魔契约执事之心，天赋列表上显示的并不是海克斯强化符文，而是刚刚抽取到的冷彩级恶魔契约和白银级的执事之心。不过郑宇感觉恶魔契约可不止 S 级天赋那么简单，恶魔契约能够消耗血量上限，换取召唤兽的天赋得先有个召唤兽才行。我必须买一本0级可学的召唤兽技能书。郑宇打开电脑，点开由司政部搭建的圣殿网站，首页上能够找到商店一栏，装备、技能书、各种药物等深渊爆出的物品都会在这里售卖。召唤兽技能书，郑宇搜索关键词，弹出来几百个代售物品。虽然召唤师玩家没几个，但依旧有人在网上售卖召唤兽技能书，并且很多。郑宇挑选半天，只找到一本0级可学的召唤兽技能书。召唤哥布林技能书，0级可学，一次性物品，学习之后技能书消失。召唤师职业者可学，得到1只可培养的哥布林，售价500元，便宜的要死。郑宇敢说，这是整个商店里最便宜的物品，甚至一瓶加200血量的药剂都要1000元一瓶。郑宇笑了一下，自嘲地说道：“这大概是召唤师的唯一优势，物价便宜，因为卖不出去，没人买，所以便宜。因为商场里只有一本0级可学的召唤兽技能书，倒也省去了选择的麻烦。”郑宇将技能书购买下来，直接通过圣殿的圣光传送到了个人物品栏中，非常方便。提前布置好契约法阵，契约法阵是召唤师的基础自带技能，将使用技能书。法阵中央出现了一只绿皮哥布林，与其他职业不同，其他职业技能书学习的是技能，召唤师的技能书则是召唤出生物，就像那本教科书上写的那样，召唤兽是被技能封印起来的生命。契约随着郑宇的话音响起，契约法阵亮起，哥布林起初发懵的眼神逐渐清澈起来，看向郑宇时有种很亲切的感觉。恭喜您已与召唤兽哥布林成功签订契约，哥布林将会以技能方式召唤出来，并随着您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召唤兽不会真正死亡，死亡后会在召唤师空间内等待复活。成功签订契约后，郑宇眼前弹出哥布林的属性：召唤兽哥布林，等级1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400，攻击力32，天赋0阶，距离升级还差1点天赋。技能跳跃锤击 LV1，技能10块投掷 LV1。郑宇看着哥布林的属性一阵无语，怪不得召唤师很难升级，就哥布林这种强度，组队是真的没人要。就单单这400的血量，就已经差了其他职业很大一级。哥布林的攻击力和技能伤害和自己的智力相关，按照系数成比例的，关键是这系数也太低了，一个技能刚能打100多点伤害。虽然召唤兽目前也才1级，随着升级也会跟着提升，但问题是没人愿意和召唤师组队，召唤师就得自己刷深渊，就这数值连小怪都打不过，主要是召唤师本人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全得靠召唤兽。哥布林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郑宇将希望寄托在了恶魔契约上，打开恶魔契约天赋，弹出提示，每献祭10点血量上限，获得1点天赋点数。郑宇思考了一下，先尝试性的献祭了600点生命上限，获得60点天赋点数。郑宇没有将自己的生命值全部献祭，毕竟召唤兽死了可以复活，但自己死了就真死了，还是要留些血量，保证自身的容错率。随着郑宇把天赋点加到哥布林身上，还在契约阵法里面的哥布林身体突然膨胀起来，原本矮小的身材现在增长到了1.7米左右，但因为脊椎弯曲，显得比郑宇矮小许多，但肌肉非常明显，整个哥布林的气势都提升了很多，身上不再是粗布麻衣。只见一头体型大的夸张的巨狼出现在契约法阵中，精英哥布林战士就跨坐在巨狼身上，气势远超之前。一声低吼从契约阵法中传出来，哥布林狼骑兵，血量3000，攻击力65，3000的生命值加上65的攻击力还不错，虽然距离杀死 BOSS 还差点，但对付1级深渊的小怪是足够的，升级之后数据会更高。并且郑宇发现哥布林狼骑兵又多了一个新技能，技能狼骑兵冲锋 LV1，哥布林狼骑兵发起冲锋，对目标进行冲锋打击，造成1640点伤害，1600点伤害，在新手区内，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这还是郑宇没有佩戴装备，哥布林也没有佩戴装备的情况。召唤师的装备和法师的装备是同一套，法师众所周知烧钱职业，召唤师冷知识比法师还烧钱，用的一套装备花着一样的钱。
前，可打不出法师的伤害。整个圣殿商城里甚至没有召唤师专区，郑宇只能在法师装备专区里逛。最终选择了一根售价6000元的新手法杖，装备名称：新手法杖，装备等级1级，装备属性：智力加10，力量加2，魔力值加50，装备耐久50%。虽然郑宇觉得6000买一个只加8点智力，其余效果一概没有的新手法杖很不值，但也得买，因为和真正的游戏不同，新转职的职业者不会得到新手礼包，一切都得自己买，这已经算不错了，起码不需要自己开荒。郑宇学习的历史课上曾讲到过，当初人类第一批职业者可是赤手空拳进入深渊的，死亡的人不计其数，开荒更是一死一大片。如今能够轻松找到深渊攻略，买到符合等级的装备，全都是前辈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排行榜第1的楠木云卡等级的原因。他现在就处于70级的开荒当中，人类还从未踏足过70级的深渊副本。郑宇又搜索了一下召唤兽装备，竟然真的让他找到了卖召唤兽装备的。召唤兽装备：尖利的刃牙，装备等级1级，装备属性：血量加300，攻击力加5，售价500元。简单的属性，便宜的价格。将新手法杖带上，刃牙交给哥布林狼骑兵，整体数据再次提升。但这还没完，因为郑宇还有最后一个提升方式：白银级海克斯强化符文，执事之星。你的队伍被视为额外拥有1名执事，并获得1枚执事文章。郑宇没想到文章竟然可以给召唤兽增加羁绊。郑宇打开文章之星，取出1枚执事文章，执事召唤物会晋升为执事 VIP， 进化出更强大的能力。当前已激活2执事羁绊，选择1名召唤兽进化成 VIP 执事，所有执事增加20%生命值，20%攻击力。可选择哥布林狼骑兵进化为 VIP 执事，是否进化？是，还能拒绝？不可能的。您的哥布林狼骑兵已进化为 VIP 执事级哥布林狼骑兵，技能：狼骑兵冲锋，强化狼骑兵冲刺。一道璀璨的光芒投射到哥布林狼骑兵身上，只见化坐在狼骑兵身上的精英哥布林战士气质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像一只上流贵族，一只哥布林贵族，难以想象，却真真实实的出现在郑宇面前。他注意到，甚至连那头巨狼都有一身飘逸的毛发，像是刚从宠物店做完保养出来的贵妃犬。郑宇不忍直视贵族哥布林，但进化出来的数据却让郑宇眼前一亮。召唤兽 VIP 执事级哥布林狼骑兵，等级1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3900，攻击力120，天赋3阶，技能1，跳跃锤击 LV1，技能2，剑术精通 LV1，技能3，战士猛击 LV1，技能4，强化狼骑兵冲刺 LV1，召唤兽装备尖利刃牙。郑宇看着属性表，3900的血量，比血牛职业圣骑士高了不知道多少。最恐怖的应该是被 VIP 执事强化过的技能，对3个目标造成3000点的伤害。要知道，郑宇在没献祭生命值之前，也就只有1100的血量，谁抗得住这一下冲锋？并且郑宇发现，原先的投掷10块的技能变成了剑术精通，也很合理，毕竟都 VIP 执事了，都精英战士级别了，还扔石头攻击，有点不符合身份。精英哥布林战士精通剑术也很合理，虽然自己的生命上限掉到了410，并永远无法恢复，但换到了一个这么强的召唤兽，值了。是时候去深渊转一圈了。江水市南城区，这里在几十年前原本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现在已经被军方重兵把守，建造成提供给新手职业者升级的深渊副本。虽然已是半夜，但这里依旧灯火通明，人满为患。寒阶深渊，1级深渊，深渊的等级和职业者的等级相匹配。说是1级深渊，其实是1到10级深渊，10级以下的职业者都可以进入，等级超过10级之后，进入寒阶深渊都会遭到反噬，会被游走在深渊的管理者屠夫追杀。虽然没人清楚深渊幕后是哪个强大的种族在运行，但这不是他们这些刚觉醒的转职者们该考虑的事。一进入深渊大厅，就看到各种吆喝着组队、求队友、带练的声音。大厅的屏幕上也不断滚动着组队信息。郑宇看了一圈，发现全都是要战士，有的队伍甚至5名战士组队，不要辅助，不要坦克，不要法师，战士聚窝了属于是郑宇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转头看去，发现陶钱在人群中冲自己招手。他身边好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同班同学，大概10几个。你怎么才来？我们都来了好长时间了。陶钱他们基本上是从圣殿一出来，就来寒阶深渊这里了，几乎没耽误任何时间。通关了吗？郑宇问道。陶钱翻了个白眼，通个屁，没人组队。那你们不试试组个队伍进去？郑宇好奇地问道。毕竟他感觉他们在这里守着，也不进深渊，纯属浪费时间。陶钱一脸无奈地说道。主要是不敢，你刚才是没看到，一队纯新人组队进去了，传送出来的你猜是什么？一堆碎肉，老吓人了。陶钱一脸心有余悸地说道。虽然寒阶副本都有攻略，但攻略是攻略，现实是现实，还是得有个有经验的人带着。郑宇询问道。要不我带你？陶钱嘿嘿一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个 S 级天赋招牌在，不愁找不到队友。陶钱其实也能找到队伍，武僧在前期的作用要比法师和游侠大很多，并且以他 B 级天赋，不需要花钱也能有队伍要。他就是在等郑宇而已，有郑宇在，队友必定很强，通关稳稳的。陶钱马上说道。那咱们赶紧发布信息，找2个强力队友速通。郑宇却打断了陶钱的话。我要争榜。陶钱一愣，然后认真的看向郑宇。虽然他一直力挺郑宇，但这件事可不是儿戏，有把握。郑宇也不废话，直接说道。稳稳的，那就行。陶钱咬了咬牙，决定相信郑宇一次。争榜就是争夺等级排行榜，每年新人转职的这天，圣殿都会开启一个榜单，限时1个月内新人等级提升榜单，1个月后榜单会结算，由圣殿发放奖励，并且市区省
区都会有额外的奖励。郑宇现在需要钱，并且他已经表明了自己是 S 级天赋，需要的就是尽可能的高调，将天赋展现出来，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更多的钱。郑宇也是做过功课的，提前了解了争榜的方式、时间以及副本奖励。想要更多、更快的经验，深渊最多进入5人，人数越多，怪物实力会稍微强一点，经验也就随之增加。说的单刷，其实并不是单独进去，而是带4个挂件队友，由队长杀深渊怪，剩下的队友负责喊666就行了。经验则是队长吃大头，队友不仅不会分走经验，甚至会增加深渊难度，给郑宇更多的经验，这样能做到经验最大化。当然，前提是得实力够用。陶钱选择相信郑宇，并在郑宇做了决定之后，马上对着周围喊道 ：“S 级天赋职业者争榜，带3个酱油，江水一中职业者优先。速来，有人争榜，谁啊？咱江水市有 S 级天赋的职业者，你不知道吗？咱江水市的微信号都公布了，江水一中的郑宇 S 级天赋召唤师，你没听错，是召唤师。那他争个鸡毛榜啊！我还以为是大神呢，原来是个装蒜的召唤师。这年头了，还真有人选召唤师啊！说的难听点，他就根本没有争榜的实力，甚至可能因为自己的自大而害死他自己和其他4个酱油。你说的有道理，哎，白高兴了，以为能够上一趟便宜的车，很多人关注，但没有人来，都在观望，甚至大部分都不看好郑宇这帮怂包。陶钱见没有效果，生气的说道：“算了，不指望这些胆小鬼了，我发个投屏信息，看看有没有勇士。”郑宇也不好说什么，人家都用勇士这个词了，很明显，在自己没有展露实力之前，跟着他下深渊，确实需要点勇气。投屏发送 S 级天赋职业者争榜，带3个酱油，一中职业者优先。速来，虽然还是组队邀请，但是这次的效果很明显，直接一堆人发来私信了解情况和价钱，但看到郑宇这个队长的职业立马就不说话了。倒是一个刺客职业者私聊了郑宇，科银职业刺客，你真的是 S 级天赋吗？你觉得呢？那能便宜点吗？实在是有点囊中羞涩，给你5000可以不？郑宇转头问陶钱，1级深渊带挂件的市场价是多少？15000，虽然是酱油，但得到的经验也没少，所以价格不变。郑宇点头，然后给这个刺客发信息，可以申请就行，价格倒是无所谓，毕竟也确实没人敢和他组队，因为进入深渊之后，除非通关，否则无法退出，一旦出问题，那就是死。郑宇不想再浪费时间等下去了。紧接着，一名刺客加入队伍中，柯银高兴地问道：“大神，我看你这边还有位置，我还有个朋友，他可以进来吗？”郑宇十分豪爽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面对郑宇简洁高冷的回复，柯银的小脸上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在柯银和他的朋友加入队伍之后，陶钱也叫来一个朋友，一名身材高大且健硕的年轻人，看起来比陶钱和郑宇年纪大不少。陶钱先给郑宇介绍道：“这是我的教练，比我大3岁，叫吴宗，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和我一样是武僧，当初因为家里没钱，就一直停在1级。”然后跟吴宗介绍郑宇，这就是咱队长 S 级天赋。郑宇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倒是吴宗眼神中稍微有些犹豫，尤其是在看到队伍配置的时候，有些绷不住了。一个召唤师，一名武僧，2名刺客，还都是1级，这队伍配置有些太不正常了。不过重走职业者之路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差一个契机，索性咬咬牙赌一把。主要是郑宇收费比较便宜，竟然只收5000块。要知道他1个月的工资扣了税，也就只有3000多点。如果按照原价15000一次，他得暂半年。走职业者这条路，后期要花的钱更多。他又不是战士这种赚钱的职业，他这3年攒下来的钱可得精打细算的用。于是队伍就这么组上了。队长是 S 级天赋的召唤师，信任郑宇的好哥们陶钱，以及3个要钱不要命、穷的叮当响的路人酱油，凑成了一队。郑宇在面板的提示下，选择寒阶深渊，5道光束落下，郑宇、陶钱、柯银、文人晴雨、吴宗5人瞬间消失在原地。看到郑宇消失的同班同学议论道：“郑宇还真找了4个酱油，他真打算争榜啊！我以为他开玩笑的。等结果了，看看郑宇是躺着出来，还是打我们所有人的脸，得等到明天了。”寒阶副本现在最快的时间是4小时41分钟，郑宇是召唤师，估计得更慢。我才8小时，能过就已经不错了。我猜过不去，就是一个召唤师能走多远？当着郑宇的面，这些话他们可不敢说。但郑宇不在，他们说的肆无忌惮。就在这群人因妒忌而口无遮拦的时候，郑宇一行人已经进入了寒阶深渊。一阵寒风吹过，冷死我了！陶钱大喊大叫着，从物品栏里拿出大衣披上。郑宇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军大衣，戴上手套和厚帽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此时他也看到了刚才组上的2名女刺客。郑宇对着吴宗、柯银、文人晴雨3人说道：“知道规则吧？”吴宗点头。柯银比较健谈，知道，我们就看着你负责杀怪通关，不捡东西，不乱走动，不打扰你，不抢怪，我们都清楚规则。于是郑宇抬手，契约阵法浮现，一声狼吟从阵法中传出，契约阵法光芒消失，一头体型巨大的狼出现在众人面前。精英哥布林战士坐在巨狼身上，陶钱惊奇地说道：“卧槽，我竟然感觉这个哥布林比我还有气质。”吴宗直接说道：“不用感觉，他就是比你有气质，像个贵族绅士。”看着他们冒昧的眼神，巨狼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倒是哥布林抚摸着巨狼的脑袋，安抚下他的情绪。关键是这只哥布林和巨狼不仅仅只有绅士，还有一种让他们根本生不起反抗之心的气势。3900的血量，120的攻击力。此时陶钱才发现哥布林的数据，陶钱看了一眼自己的力量，只有13点，一刀怒斩下去也就能打出200左右的伤害。但这只哥布林单攻击力就有120点。陶钱这才说道：“宇哥，原来你真的没有吹牛啊！”单看到哥布林狼骑兵的数据，他就已经知道这把副本多半是稳了。就在此时，一声声冰渣碎裂的声音出现在寒阶周围，从街道两旁走出一些被冻僵的死人尸体。深渊怪，寒尸，等级 LV1，血量500，攻击力20。随着寒尸的出现，周围的温度又下降了几分。陶钱、柯银4人默契地退到郑宇身后，一是避免抢到郑宇的经验，二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一瞬间，从街道两
旁出现了将近7、8只寒尸，他们退后观战。只见精英哥布林战士拿出后背的长弓，没有移动，拉开弓箭，瞄准，射出。箭矢精准的射中距离他最近的一只寒尸，箭矢如同刺中一块冰块一般，发出碎裂的声音，直接爆头。一个伤害数值漂浮在寒尸的头顶，负693，击杀寒尸 LV1，获得经验7点。卧槽！一直很沉默的吴宗看到出现的数值，都忍不住惊讶起来，实在是有些太高了，一下打出将近700的伤害，瞬秒寒尸，这确实有些离谱。柯银和文人晴雨对视了一眼，两人心照不宣，他俩赌对了，这个召唤师是个真大赌，而且以秒杀寒尸的速度破个记录应该不过分。他们也是看过其他职业者记录的寒阶深渊过图视频的，可没有秒杀这么轻松。寒尸拥有减速光环，能够限制战士的速度，500的血量也不是战士一套能秒掉的。第一波12只寒尸就得拉扯着打，第一波半个小时都算快的，但看看这里，哥布林战士在短短几十秒内已经是射出4箭了，连续秒掉4只寒尸，解决掉12只寒尸，甚至都用不到3分钟，这也太离谱了。原来召唤师这么猛啊！此时郑宇也在合计伤害的问题，按照数值和技能系数，剑术精通一剑能射出600伤害，并且600只是理论伤害，还得考虑对方的护甲和等级。寒尸也是1级，等级没有压制，护甲抵消一部分伤害，但打出的伤害竟然高达700点，难道是爆头的原因？郑宇猜测到，理论伤害和实际伤害一定是不同的，爆头很有可能是增加伤害的原因。由于寒尸的速度很慢，哥布林战士几乎能够简爆头，一剑一个小寒尸，负666，击杀寒尸 LV1，获得经验8点，负711，击杀寒尸 LV1，获得经验9点。寒尸都没能靠近哥布林，就被连续的箭矢射死，负782，最后一箭正中眉心，击杀寒尸 LV1，获得经验8点。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2，距离升级还需200点经验，血量510，魔力170，智力26，力量14，升级了。郑宇心中一喜，升级就意味着血量上限提升，只要再积攒一些，就能继续提升召唤兽天赋。寒阶深渊的区域很大，需要穿过被冻结的街道，然后进入街道深处找到 BOSS。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寒阶入口。杀死8只寒尸之后，郑宇按照深渊攻略，在第一个路口等待了几分钟。按照攻略的说法，这里店铺里有1只4级的寒尸，如果不等他出来，直接路过这里，就会被前方的深渊怪和这里的4级寒尸夹击。寒阶的攻略是每一个江水市学生都需要学习的课程。对于郑宇来说，寒阶的攻略几乎和蜀道难一样，深深地刻在了应试生的脑袋。果然，没过多久，地面开始结冰，一只体型巨大的寒尸从一间店铺中走出来。深渊怪寒尸，等级 LV4，血量2000，攻击力80，4级寒尸发出低吼，警告着踏入他领地的哥布林狼骑兵。随后，将近10几只寒尸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看到道路两旁走出来的寒冰骷髅，直接把陶钱吓了一大跳。一旁的吴宗也是十分惊讶，不管是陶钱，还是比他们大3岁的吴宗，都是第一次进入深渊，之前只是从视频里以及网络图片上了解过深渊，本以为那些不带他们组队的队伍只是过于谨慎，那些陨落在深渊里的职业者只是太过笨拙，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深渊怪物的恐怖之处。换句话说，没有郑宇，他们连第一波骷髅怪可能都打不过去，更别说眼前这个拥有2000血量的4级寒冰骷髅。陶钱、吴宗、柯银、文人、晴雨4人连忙脱离战场，离那只4级骷髅远远的。陶钱看着体型硕大、浑身冒着寒气的4级寒冰骷髅，心有余悸地说道：“幸亏撤得快，4级寒冰骷髅虽然强，但他面对的可是随便一击就能打出700多伤害的哥布林狼骑兵。哥布林狼骑兵到现在几乎没移动位置，就站在原地，一根根箭矢射出，骷髅就已经倒了一大片了。贵族哥布林狼骑兵正在疯狂输出，而郑宇却在一旁悠闲地观战。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召唤兽居然这么猛，经验层层上涨，负694，击杀寒冰骷髅 LV1，获得经验9点，负777，击杀寒冰骷髅 LV1，获得经验8点。等级提升之后，哥布林的精准箭术伤害也有了提升，将最近的几只寒冰骷髅全部击杀。那只4级寒冰骷髅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朝着哥布林扔出一柄旋转的冰斧，嗖的一声，冰斧并未命中。原来哥布林早已收起手中的弓箭，猛地跃起，即躲过了冰斧攻击，又直接跳到4级寒冰骷髅身前，手中握着的锤子朝着4级寒冰骷髅的脑袋狠狠砸去，负890，一击跃起，锤击直接干掉寒冰骷髅一大半的血量。跃起锤击的技能攻击系数和剑术射击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砸得更加精准，正中头部，并且近战伤害的实际伤害确实要比远程的高一些。眩晕，准确的命中头部，准确的触发眩晕效果。寒冰骷髅速度本就很慢，这一击直接让4级寒冰骷髅待在原地。哥布林战士手握重锤，右臂肌肉鼓起，趁着寒冰骷髅眩晕的时间，蓄力一击，砰，负1750，一击毙命。伤害一出，4级寒冰骷髅的整个身体都被锤成了2截。击杀寒冰骷髅 LV4，获得经验72点，经验提升一大截，估计再来一波深渊寒冰骷髅怪就能提升到3级了。前期升级还是很快的，基本上过一个简单副本升到4级没问题。郑宇这种带酱油的升级方式会更快。我去，1750的伤害，陶钱差点惊掉了下巴。这哥布林不是纯新手召唤兽吗？伤害这么高的吗？这估计直接能秒杀一个圣骑士。柯银也惊讶地说道。面对他们几个的惊讶，郑宇觉得还好，毕竟这是蓄满力的猛击，伤害要是不高，真的对不起15%几率的眩晕。技能战士猛击配合跃起锤击的眩晕效果，正好能够蓄满力。12倍系数的一击猛击，加上各种数值加成，打出这个伤害也在郑宇的预期内。接着，哥布林狼骑兵将剩余的寒冰骷髅解决掉，一共14只1级寒冰骷髅，收获112点经验。一只4级寒冰骷髅给了72点经验，还差一点点升级。唯一可惜的是，4级寒
寒冰骷髅没爆装备，负778，击杀寒冰骷髅 LV1，获得经验8点，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3，距离升级还需349点经验，血量640，魔力180，智力31，力量15。在进入寒阶后，又遇到了一波1级寒冰骷髅，轻松解决，等级提升。哥布林狼骑兵的等级也随着提升到了3级，血量增长到4500，攻击力也随着正与智力数据的提升，增长到了160点。现在的哥布林狼骑兵一箭能射出900的伤害，精准射术的作用下，几乎寒冰骷髅刚入土就会被秒杀，一路横推，速度非常快，就是给的经验少了点。每只寒冰骷髅只给7-8点经验值，偶尔遇到3级、4级的寒冰骷髅也是很少数情况。几波寒冰骷髅打下来都没用到1个小时，就已经推到了寒阶深处，也就是寒阶最后刷新的地方。要不是因为寒阶地图很大，跑图浪费时间，寒冰骷髅行动速度慢，需要等待他们刷新，估计还能更快。一路上，正与他们走走停停，有狼骑兵哥布林在前面，一见一个小骷髅，寒冰骷髅刷新的再多，也根本到不了他们这里。这里就是最终地点了。陶钱看着寒阶尽头的公园中心，对郑宇说道。接连不断的结冰的声音从公园深处的森林中传出来，地面一层清晰可见的反光的冰晶，这是第一波。郑宇站在楼顶，看着公园下方的情况。召唤师并非完全不需要操作，只是简单而已。他只需要做2件事情：给召唤兽下命令，第二，找个地方躲起来，保护召唤师自身的安全。剩下的只管交给召唤兽就可以，简直是操作最简单的职业。砰的一声传来，率先冲出来的是一只5级寒冰骷髅。5级寒冰骷髅血量达到2500，体型庞大，减速光环范围也很广。距离5级寒冰骷髅100多米远的哥布林狼骑兵甚至也会被减速到。只见精英哥布林战士挽弓射箭，一箭穿进寒冰骷髅的眉心，精准命中，但是伤害不致命，负928，一个近千的高伤害出现，直接打掉寒冰骷髅1/3还要多的血量。精准箭术没有技能 CD， 只要有体力就能连着射，射击速度和哥布林的敏捷有关。第2箭接连跟上，负901，3级箭术的伤害最低能打出理论数值的848伤害，加上精准命中的伤害，再减去寒冰骷髅兵甲的抵抗，每一击都能打出超过900的伤害。又是一箭，负910，3箭击杀一只5级寒冰骷髅，击杀寒冰骷髅 LV5，获得经验105点，真猛！一旁观战的吴宗看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感叹道：吴宗研究寒阶深渊比郑宇、陶钱他们时间都长，毕竟整个江水市1级深渊也就只有寒阶深渊一个。3年来，他看过很多次寒阶深渊的攻略，眼看着3箭就被秒掉，几乎没走几步的5级寒冰骷髅，什么攻略，什么阵容深度，都不如人家哥布林3箭来的干脆。S 级天赋这么强吗？他记得江水市也走出去过好几个 S 级天赋职业者，好像没有这么离谱。此时5级寒冰骷髅已经死亡，本应该跟随5级寒冰骷髅一起刷新出来的第一波寒冰骷髅，甚至才刚刚露头，刚刚从公园森林深处走出来的寒冰骷髅，还没等吼出声音，就被一箭击杀，几乎是碾压之势。哥布林狼骑兵不允许寒冰骷髅出现超过3秒钟，只要露头就是一箭，干净利落且干脆。第一波杀完，等级直接提升到4级，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4，距离升级还需600点经验，血量810。郑宇发现等级的提升对他来说格外的重要，不仅多了血量，还增加了技能伤害、智力提升、基础伤害提升，技能系数也跟着提升。现在精准箭术能够射出理论上的1000伤害，实际会更高，这已经超过同阶职业者的水准。最重要的是，郑宇只要自己躲藏的好，深渊怪根本不会袭击他。如果想要刷困难级甚至噩梦级的深渊副本，哥布林还需要更强，要不直接一波。郑宇之前没敢直接一波献祭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担心自己血量压得太低，万一被深渊怪摸一下就死透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阶哥布林天赋提升到4阶天赋需要100点天赋点，他的血量上限不够，等再提升1级估计就够了。郑宇决定梭哈一下，为接下来挑战困难难度的寒阶深渊做准备。香！陶钱发出猪剑，则再配上一杯烧白酒，爽！你还别，虽然肉烤的一般，酒的质量一般，但在深渊里吃上这么一顿，比外面更爽。酒是陶钱带的，根据他的法，是为了壮胆，因为他比较怕死。肉是吴总烤的，但他俩都没有去反驳烤肉一般，就酒质量差的言论，因为这句话是郑宇的。谁敢反驳？楼下，一脸绅士气质的哥布林正在围绕着中央公园处理遗落未死的寒尸。楼上，一群少男少女正有效的烧烤吃肉，任谁看了都不会觉得这里是深渊。第2波结束需要等20分钟的时间，第3波寒尸以及 BOSS 就会从森林中全部出来，解决完第3波就结束了。吴宗一边烤着串一边道，文人晴雨则问道：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进入森林呢？一看你就没仔细看攻略。一旁猛吃的柯银道，简单级别的寒阶深渊只需要在中央公园等着就行，要是进入森林则浪费更多时间。柯银的对，中央公园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吸引这些寒尸，让他们会主动聚集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等待是最快通关简单寒阶深渊的方式。原来如此。文人晴雨一副懂了表情，将一串肉串塞进嘴里，显然他并不是很关心。陶钱好奇地问道：你一点都不看攻略，还想成为职业者？文人晴雨无所谓地看了一眼身边的柯银，有柯银这个学霸在，我为什么要看攻略？反正看了也看不明白，看明白了也记不住，不如不看。如此摆烂的态度引得众人赞叹的目光，所以加快速度吧，20分钟之后结束战斗，我们出去。郑宇打断了他们的话。好，众人应道。郑宇20分钟结束，那就一定是20分钟结束，不会有任何差错。简单难度的寒阶深渊对郑宇来没有一点难度。这时
吴宗问道：“你下一场不会挑战简单级别了吧？”显而易见的问题。郑宇摇头：“我应该会增加难度。如果不是因为新手必须要挑战一次简单级别的深渊，郑宇估计会直接选择普通或者困难。按照市场价，10万一次普通副本，我这几年攒了一点钱，我能出得起。下一把能带我吗？”吴宗认真的问道。他必须抱住郑宇这条大腿。虽然他兜里的钱找谁都能愿意带他，但郑宇是能刷新速通记录的存在。圣殿会奖励那些通关最快、刷新历史记录的队伍，这份奖励对职业者有很大作用。如果你觉得价格低，可以提价，我还能带点款。吴宗很忐忑地问道。他知道，一旦他们从深渊出去，刷新记录的郑宇一定会打所有绕脸，并且他再进入深渊，价格一定会提高，那些人全都会找郑宇组队，甚至包括一些家里有实力、有条件、有地位的职业者。就算被打脸了又怎样？为了一个记录，脸面又算什么？但郑宇却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动作让吴宗心里一凉。果然，便宜只能捡一回。就在吴宗心情低落的时候，听见郑宇道：“10万指定是不够的，30万吧。”这给吴宗整无语了，甚至一旁的陶钱都忍不住道：“哥，你这有点太贵了。”柯莹却苦笑着道：“其实也不算贵，按照郑宇过深渊的速度，我估计普通级别的副本应该也能创造一个通关记录。为了一个记录，能出30万的大有人在。”文人晴雨只是看着郑宇，没有话，显然他好像看出了什么。郑宇却一脸无辜的道：“通关噩梦级别的副本，30万不贵吧？”“确实不贵，毕竟普通级副本的一个记录奖励也很丰厚。”“等等。”这时吴宗才反应过来：“你饿吗？”郑宇点头：“我打算下一把挑战噩梦级别。听寒阶深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通关噩梦级深渊，我打算挑战这个。如果通关了，不仅是首通，还能顺便拿下历史记录。首通奖励、噩梦副本奖励、历史记录奖励，3份奖励，30万，贵吗？”吴宗立马摇头，紧忙道：“不贵，一点都不贵。但你真的打算带我吗？”吴宗有点不太相信，毕竟那是噩梦级别的深渊，别江水市的深渊了，就是中区那些才聚集地，很多深渊的噩梦级都至今没有人通过。郑宇笑着道：“只要你不害怕，我会带你。”“不害怕。”吴宗马上表态，生怕晚了就错过了。“真不怕？这可是噩梦级深渊。”郑宇看向吴宗，吴宗憨笑一声：“怕啥？你都不怕，我还会怕？”这已经不算是赌了，而是机不可失的一次机会。吴宗不怕郑宇过不去噩梦级深渊，他害怕的是后悔。一旦错过这个机会，真的就不会再有了。郑宇完抬头问柯莹和文人晴雨：“你俩怎么打算呢？”文人晴雨马上道：“我俩愿意，不害怕。30万，两人60万一会给你转账。”一旁的柯莹生的道：“但咱俩没钱啊。”文人晴雨看了一眼柯莹：“你是真傻假傻，贷款啊？之前不知道郑宇实力的时候你都敢赌，现在不敢了？”柯莹点零头，但他还是问了郑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愿意带我们？”其实这也是吴宗和文人晴雨想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看向郑宇，甚至连陶钱也想知道。毕竟噩梦级副本，就算郑宇开价100万，都有人掏得起。郑宇解释道：“原因很简单，不想让其他人捡这个便宜罢了。”郑宇其实很气，当初他招收队友的时候，那些人冷眼旁观、拒绝、看戏以及几乎类似于侮辱的言论，郑宇都记得。凭什么要便宜他们？我要的就是他们懊悔没有和我组队，我要的就是他们再也做不了选择。我这人很气的，他们之前不好我，那就以后再也别和我沾边。首通噩梦级寒阶深渊的记录轮不到他们，历史记录也轮不到他们。这郑宇看着柯莹、吴宗他们几个，笑着道：“在了，你们个个身怀绝技，又会泡茶，又会烤肉的，又懂得规矩，长得还好看，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找另外几个不听话、又丑又没胆量的队友？”郑宇的很直白，再找队友可不一定像他们3个这样听话了。文人晴雨赞同道：“的对，就得让他们后悔。”柯莹应和了一句：“没错，让他们不跟我郑宇大神组队。”吼！话间，森林深处传来一声吼剑，众人看向森林。最后一波寒尸来了，深渊怪 BOSS 寒尸，等级 LV7， 血量，攻击力150，技能1比3级减速光环，技能2冰系震荡，技能3强化冰甲，技能4召唤群尸。寒阶深渊的 BOSS 终于出现，跟随他一起的还有2只5级寒尸、2只4级寒尸，以及一群将近20只1级寒尸。BOSS 寒尸的身体巨大，几乎有 2.5 米左右，浑身裹着一层厚厚的冰甲。吼！他看向哥布林狼骑兵，发出愤怒的吼叫声。随着这声吼剑，周围荡起阵阵寒气，咔咔咔，地面、树木，甚至连空气都开始结冰。这股寒气甚至影响到了楼上看戏的郑宇等人，就连暖炉也失去了作用，温度直线下降。每一个深渊的 BOSS 血量都很高，这只寒尸也不例外，1万多血量，看得让人眼晕。先破冰甲，再冲锋。郑宇提醒哥布林狼骑兵，他怕哥布林狼骑兵会将技能全部扔在冰甲上，浪费体力，浪费技能。精英战士哥布林还是先远程射箭。哥布林狼骑兵的优势就是即可近战，又可以远程，血量很高，巨狼的机动性又强，可谓是全能型召唤兽。就连长得不好看这点唯一的缺点，也因为 VIP 只是羁绊的效果有所改观。复灵，一箭射中7级 BOSS 寒尸的冰甲上，咔，冰甲出现一道裂缝，并未造成任何伤害，这是在郑宇预料之中的事情。攻略中
冰甲具有阻挡3次任何攻击的能力，并且每30秒刷新1次，这才是阻挡很多职业者的难题，也是让深渊副本时间变长的原因。因为寒尸血量过万，新手职业者的攻击力还很低，只能靠磨血量一点一点的杀死寒尸，再加上冰甲的保护，更增加了难度。一组配置比较好的队伍，如果没有等级高的职业者带着，只能拖时间，5个时杀死1只寒尸都算是快的了。所以一般情况下，纯新手80通关简单级寒阶副本已经可以用牛逼来形容，单刷能够达到80的也算是强者，毕竟是单刷。那些榜单上的通关历史记录全部都是10级职业者的记录。负零负零，哥布林战士又是2剑，直接将冰甲打穿。吼！愤怒的 BOSS 寒尸朝着哥布林战士吼叫，他身边的寒尸突然提速，朝着哥布林战士跑去。负1167，负1098，负1200。面对数量众多的寒尸，哥布林战士非常冷静，如同久经沙场的老兵，沉稳且快速的连续射箭。胯下的巨狼载着哥布林战士，灵活地躲开寒尸扔来的冰斧。别看巨狼体型3米多长，但它动起来充满轻盈符，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冰斧非但无法打中他们，甚至还能保持哥布林战士的稳定，让他能够继续精准的搭弓射箭。看哥布林狼骑兵战斗是个享受。是啊，早知道召唤师操作这么简单，选什么武僧呢？五哥，你选武僧不是因为只能转武僧吗？就你0.1的智力评分，你转不了召唤师。嗨，别在意那些细节。谈话间，哥布林狼骑兵已经高高跃起，一个猛袭扑向一只4级寒尸。砰！一声头颅碎裂的声音，4级寒尸当场毙命。没有任何停顿，哥布林战士抬手就是3剑。负1099，负1122，负1097。BOSS 寒尸瞬间减少3000血量。吼！愤怒的 BOSS 寒尸怒吼着释放寒气。嗡！地面颤动，寒气如同震荡波一般扩散出去。BOSS 寒尸的技能冰系震荡，这是个大范围技能。咔！负817，一个伤害数值出现在哥布林狼骑兵头上，巨狼的毛皮都结上了冰碴。因为召唤兽没有防御装备，所以承受伤害的数值会比较高。好在4级的哥布林狼骑兵的血量很高，足足有4900的血量，硬抗一击伤害不影响什么。嗷呜！只听一声狼嚎，冲锋！寒尸释放技能后会有一个的僵直，利用这个僵直，哥布林狼骑兵发动最强技能狼骑兵冲锋。在 VIP 执事羁绊的加成下，狼骑兵冲锋被进化成 VIP 技能，不仅伤害系数增加，还能同时冲3个目标。狼骑兵的冲锋异常勇猛，并且两侧出现了2匹巨狼虚影。巨狼奔跑起来，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轰！一声巨响，哥布林狼骑兵撞击在 BOSS 寒尸身上，另外2只虚影分别撞向5级寒尸。负5762，负5542，两个夸张的巨额伤害直接将5级寒尸撞碎。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10点，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04点。5级寒尸直接秒杀。负4819，在 BOSS 寒尸身上也出现了一个高伤害数值，因为等级压制，伤害没过5000，但也依旧砸掉 BOSS 寒尸半管血量。但还没完，哥布林狼骑兵根本不给 BOSS 寒尸一丁点的反应时间，在冲锋完成的一刹那，转身补上3剑，咔咔咔，负零，卡住时间，直接击碎寒尸刚刚刷新好的冰甲。破掉冰甲的那一刻，哥布林狼骑兵立马换上巨锤，跃起，照着寒尸的脑袋狠狠就是一锤。负1200，升级到4级的跃起锤击技能，眩晕几率也增加到了 19%。也不知道是哥布林战士运气好，还是寒尸抗眩晕能力弱，几乎每次跃起锤击都能触发眩晕。哥布林狼骑兵转腰，锤子尽可能的往身后靠，蓄力，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朝着眩晕刚刚好恢复过来的寒尸脑袋上砸去。只要能够打到脑袋，哥布林战士从不打身体。呼！锤子抡出破空之音，砰！蓄力到最高程度的战士猛击，势大力沉的撞在寒尸脑袋上，啪！如同一块冻结的西瓜被砸碎一般，寒尸的脑袋碎成数块。负3005，这蓄力一击竟打出了高达3000的伤害。本来寒尸之前就已经被补了一件伤害，狼骑兵冲锋加跃起锤击加蓄满力的战士猛击，一套刚好10000伤害的连招，直接秒杀 BOSS 寒尸。看着这一幕，陶钱等人都没有话。虽然早就有些习惯了，但还是被这种高额伤害给震惊的无法话。5000伤害，这是一个4级召唤师能打出来的？哪怕是伤害最高的隐藏职业剑客都不可能打出来吧？这种过于离谱的伤害让吴宗、柯莹、文人、秦羽等人对接下来要进入的噩梦级深渊又多了一份信心。伤害足够，血量也能抗，这种简单深渊副本对于郑宇来就是横推。如果新点、认真点，再多些拉扯，噩梦级深渊应该也并不难。吴宗等人一想到他们即将成为江水市第1支通关噩梦级寒阶深渊的职业者，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毕竟在这之前，他们可是没人要的职业。击杀 BOSS 寒尸 LV7 获得经验521点，恭喜您获得寒冰甲 LV1 一件，恭喜您获得新手法师靴子 LV1 一件，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
等级 LV4、LV5，1000，距离升级还需446点经验。血量81011010，魔力190200，智力3745，力量1617，敏捷1213，剩余自由属性点15。技能契约法阵，召唤兽狂化，召唤兽空间。VIP 执事级哥布林狼骑兵，目前可契约数量2。附恶魔契约，执事之心，剩余2次抽取海克斯强化符文机会。装备无，你已通关寒阶深渊简单级，获得奖励寒阶宝箱简单级，职业者经验加300，生命恢复药剂加200，星号5。1分钟后将传送至深渊外，做好准备。这就通关了。文人情语还有些猛的道，因为太轻松，因为太快，一共不到3个时，吃着烧烤，喝着酒，跟着郑宇的召唤兽一路溜达的就通关了。陶钱嘚瑟的道：深渊就这？哈哈，垃圾。郑宇整的好像是你通关的一样。郑宇在临退出副本之前道：一会出去之后，队伍我不会解散，柯银和文人情语，你俩尽快去办贷款，我等你们，但速度要快，我要争榜就得减少休息时间。柯银和文人情语点头，好。一码归一码，郑宇不会带其他人，但也不会白带他们。30万买一次噩梦级深渊通关记录已经非常便宜了。正常来，通关一次深渊会极其消耗职业者的精力和体力，毕竟连续战斗和跑图7、8个时谁都扛不住，一般都会休息养精蓄锐之后再继续战。但郑宇不一样，消耗精力，谁见过吃烧烤消耗精力的？浪费体力，又不是他在战斗，只要召唤兽体力异常充沛，根本不担心体力问题。想要冲榜就得争分夺秒。嗡，1分钟一到，5人被传送到了深渊外面。此时已是凌晨1点左右，寒阶深渊大厅依旧人满为患，大部分都是等待组队的，甚至不少职业者直接在大厅里搭建了个帐篷住在这里。运气不是碰来的，是等来的。他们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抱上大腿，决定死守在这里。又有一支队伍通关出来了，羡慕啊！这个点通关出来的新手，估计是一转职就进图的职业者，算是第一梯队了。等等，那不是郑宇吗？别瞎扯，郑宇3个时前刚进入深渊，怎么也得明早上才能出来。郑宇能不能出来都两。就是，不是你们眼瞎啊？自己不会看看，那不就是咱们隔壁3班的班长郑宇吗？还是我眼瞎了？你还别，这人和郑宇长得真像，但问题是，他不可能是郑宇啊！我掐着时间呢，他进入深渊时间甚至不到3个时，怎么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是召唤师啊！召唤师弱，无法通关深渊的印象已经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了。就在有人开始认出郑宇，但却不敢相信郑宇会这么快通关深渊时，一则来自圣殿的全职业者公告让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通知，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寒阶深渊简单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2时48分23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钱、武僧、吴宗、武僧、柯银、刺客、文人情语、刺客。获得奖励：职业者经验加500，历史记录礼包，寒阶深渊简单级1份，历史记录者称号，寒阶深渊简单级版本，星号1。沉默是大厅的主旋律。圣殿给了江水市所有职业者，不仅仅包括新手职业者，是直接弹到他们脸上的，所以不会有任何职业者接不到这个信息。这种打破记录的信息经常出现，毕竟随着职业者发展越来越好，新手职业者的待遇也越来越高，记录经常被刷新。但问题是，这次有点不一样，队伍配置太离奇了。队长是召唤师，队员是2个武僧加2个刺客。刺客15级之前就是废物，比法师强，但强不了多少。武僧有点战斗力，但不多，和主流的战士、骑士职业相比，也是很难组队的存在。不是，真让他通关了，还打破记录了？假的吧？他一个召唤师，怎么可能？有人质疑，但有人已经开始私聊郑宇，但却发现郑宇关闭了私聊信息，拒绝一切私聊。不过，这可阻止不了他们抱大腿的决心，尤其是郑宇原先的同学。宇哥，恭喜恭喜！郑宇，哦，恭喜我什么？恭喜你单刷打破记录啊！郑宇，我打破记录跟你又没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恭喜我？宇哥，喝水。郑宇，不喝，不渴。宇哥，吃了吗？要不休息休息，我请你吃饭。郑宇，不吃不饿。一切套近乎的行为，郑宇全都拒绝。以前你们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们高攀不起。郑宇不是那么大度的人，甚至可以锱铢必较，有仇必报。宇哥，我是战士，已经通关过一次寒阶深渊，下把我们一起冲击一下普通深渊怎么样？郑宇，不怎么样，你太弱了。不是，我是战士啊。郑宇，战士多些什么吗？你战士弱。郑宇反问，那你能单刷深渊吗？我可以给你抗伤害，可以帮你补伤害。你虽然通关了简单级深渊，但普通级深渊和简单级深渊相差很多。郑宇，你扛不住的。我4级战士，技能点的是铁臂，你我扛不住。郑宇点头，你确实扛不住啊！你是真的飘了，真以为通关了简单级深渊就很强了？没有战士给你抗伤害，你普通级副本根本过不去。你没有队友的帮助，还想争榜？我可没见过靠简单级深渊争榜的才。面对这扰冷嘲热讽，郑宇认真的看向他，然后道：你知道你和哪吒有什么区别吗？啥？哪吒3头6臂，你
一头二臂。郑宇完，钻进陶钱刚刚搭建好的帐篷内，躲个清静。在帐篷内，陶钱很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郑宇问道：“哪里不一样？”陶钱道：“我以为他们会后悔没有和你组队，然后捶胸顿足什么的。”陶钱一脸遗憾，没有看到他想看的那一幕。郑宇笑道：“还早着呢，这只是简单级副本，况且这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他感觉自己后悔时，就会开始为自己找补，开始嘴硬，认为你简单级过去了，普通级一定过不去。那些真后悔没有来我这里的人，也会憋着，就算心里难受，也不会表现出来。你看着吧，就算我们通关了噩梦级深渊，也会有人嘴硬的，召唤师后期法力，我未来堪忧等法。”见惯了网络巨饶郑宇，非常清楚这些事情，所以他才决定不去带除了陶钱他们4人以外的任何职业者。吃不爽，陶钱不满的道。但郑宇却笑了笑：“你错了，他们嘴硬只是他们的伪装。等到他们回家之后，夜深人静时，就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打开网易云，开始 emo， 开始后悔，开始自责，开始反思。这种情绪会在我们通关噩梦级深渊之后被放大到无限倍。”郑宇笑着道：“尤其是刚才那个战士，他自认为自己有点实力，当我的队友是我的荣幸。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后悔，为什么当初和我话不放低一点姿态，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和我组队？但你可看不见他捶胸顿足的画面，换作是你，你也不会。”陶钱也释然的点头：“对，没错，如果我是他的话，也会嘴硬到底的。不要让其他人进入帐篷，我要做些事情。”郑宇停止了这个话题，对陶钱道：“放心吧，有我在，没人会打扰你的。”陶钱保证道。陶钱站在帐篷外，阻挡住所有想要和郑宇话的职业者。吴宗因为差点钱，出门去找朋友借钱去了。柯银和文人晴雨去找附近的高利贷弄钱。帐篷里面现在只有郑宇一个人，他要开始提升一波实力，准备应对接下来的噩梦级寒阶深渊了。将历史记录奖励领取，经验再加500，等级再次提升。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5、LV6，1700，距离升级还需1046点经验。血量10101230，魔力200210，智力4553，力量1718，敏捷1314，剩余自由属性点17，加上新手法杖的10点智力，升级到6级之后，整体智力提升到了53点，血量上限也重新回到1000以上，并且还有17点自由属性点一直没用。郑宇思索了一下，决定将属性点全部增加到血量上。升级到5级之后，召唤兽的槽位增加到了2，也就是他拥有召唤第2只召唤兽的能力。梭哈一波不仅能将哥布林提升到4阶，还能将新召唤兽提升到2阶。相比于增加智力提升的那点伤害，不如增加召唤兽负，不然一只0阶的召唤兽对噩梦级深渊怪起不了什么用处。郑宇先打开了奖励，一份是通关奖励，寒阶宝箱简单级，可开出寒阶深渊装备、药品、材料、值钱的矿石；一份是简单级历史记录，历史记录礼包简单级，可开出寒阶深渊高级装备、LV5 高级药品、LV5 等物品。2份宝箱全部打开，恭喜您打开寒阶宝箱简单级，获得装备新手战士战甲1件。恭喜您打开历史记录礼包简单级，获得冰晶吊坠 LV5 白银装备。郑宇面露喜色。装备分为物品级别：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铂金级、钻石级、璀璨级、传级、神级，9个档次。没想到礼包竟然能开出白银级装备，这对新手来已经算是神奇了。冰晶吊坠白银级，佩戴等级 LV5，属性智力加25，魔力加100。效果佩戴该装备后增加10点冰抗，减少20%冰属性减速效果，免疫一次冻结，每1分钟生效1次，还不错。除了增加25点智力外，无论是冰抗还是免疫冰冻，亦或者是减少减速效果，都是非常针对寒阶副本的装备。属性其实一般，但效果很适合现在的郑宇。将能带上的装备全部带上，一件从 BOSS 寒师身上爆出的寒冰甲，一件法师靴子。寒冰甲增加300血量，并附带一次冰甲效果，冰甲效果时间 CD 时间很长，不过对郑宇这种血量低的职业者非常有用。法师靴子增加150血量，5点敏捷。装备增加的这450血量是无法计限的，也正是因为这2件装备，郑宇才有底气准备接下来的梭哈行为。先将全部17点自由属性加到血量上，消耗1点自由属性，增加50点生命上限。消耗17点自由属性，换得850点生命。目前郑宇可用生命值2080，装备增加的生命值450，没什么的，直接计限1000点生命值上限，换取100点负点，全部兑在哥布林狼骑兵身上。哥布林狼骑兵3阶，附进化哥布林将军4阶，基础血量4800，攻击力系数5.06.0，新增技能5将军号令。提示：将军号令受 VIP 执事加成影响，进化为 VIP 执事级将军号令。将军号令 VIP 执事级，呼唤哥布林军队18支，随等级提升增加召唤数量，进行临时战斗，将召唤2只哥布林狼骑兵、5只哥布林射手、5只哥布林死士、5只哥布林盾牌兵、1只哥布林巫师，召唤时间不限，在哥布林军队全员死亡前无法再次召唤。死，有点东西啊！郑宇看着新刷新出来的技能，感觉这波血量消耗很值。从哥布林狼骑兵
直接进化为将军，不仅实力全面提升，多出的技能真的是让哥布林在战场上成为将军的技能。这个技能的出现，让郑宇对通关噩梦级深渊更多了一分把握。接着郑宇打开手机，进入圣殿商城，将早就加入购物车的召唤师技能书买下来。召唤火精灵，技能书5级可学，一次性物品，学习之后技能书消失，召唤师职业者可学，得到一只可培养的临阶副的火精灵，售价2000元，依旧很便宜。其他职业5级技能都最少要卖到5000以上，战士技能更是被炒到了好几万。在帐篷里画出契约阵法，陶钱搭建的帐篷很大，召唤个火精灵的空间足够。嗡，一阵火光闪烁，一团火球出现在半空正。下一刻，火球和郑宇产生心灵感应，感受到郑宇身体内的寒气，主动释放温度包裹住郑宇，非但不烫，反倒是正合适郑宇身体温度的暖流。火球没有发出声音，这是个纯元素体，就像法师能够操控火焰元素一样，这个火球就是一团拥有了自我生命的元素体。召唤兽火精灵，等级6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1100，攻击力172、78，召唤师当前智力星号 2.0 系数负临阶，距离升级还差2点负加。技能1火焰光环 LV6， 可以控制10米直径范围内的温度，提升到最大时，每秒对一切物体造成灼烧121点灼烧伤害172，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0.7 系数。技能2火球 LV6， 释放一颗火球并追击锁定目标，造成551、172，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3.2 系数，点火系伤害。召唤兽装备5，看着火精灵的属性，郑宇才真正感受到召唤师的弱势。精灵虽然跟着召唤师的等级，但其实提升不大。战士正常提升到6级，已经可以不害怕简单级寒阶深渊，但如果是不提升负的火精灵的属性，还是过不去简单级寒阶深渊。一个火球刚打551点伤害，得撸多少火球才能将1万血的寒士 BOSS 打死？郑宇看了现在哥布林将军的属性，召唤兽 VIP 执事级哥布林将军，等级6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8900，攻击力489，负4阶，距离升级还差500点负加 6.0 的攻击属性，刃牙装备直视羁绊，攻击力直接打到将近500，技能伤害更是增长了将近1倍。现在战士蓄力最低都能打出4000的伤害，简直就是完全碾压火精灵。看来召唤师的实力完全取决于召唤兽的副等级，好在恶魔契约就能提升副等级。郑宇看了一眼自身剩余血量，1080基础血量加450装备血量，因为火精灵是5级召唤兽，提升的负点竟然比哥布林多了一些。1阶需要2点负，2阶需要15点负，3阶需要85点负。郑宇算了算，一共要102点负，也就是1020点生命上限，刚好够。郑宇看着仅剩60点的基础生命值，自己都觉得好笑。恐怕我算是历史上血量最少的职业者了吧？好在有450的装备血量，不然60点血量真就一碰就死了。郑宇直接将火精灵提升到3阶，召唤兽火精灵0阶，副进化召唤兽双子火焰1阶，召唤兽双子火焰1阶，副进化召唤兽火妖2阶，召唤兽火妖2阶，副进化召唤兽双子火妖3阶。轰！火焰猛地燃烧，要不是在契约阵法里，这顶陶钱租来的帐篷可能就直接烧了。炙热的火焰并不能伤害到身为召唤师的郑宇，反倒是一阵亲切的感觉涌现。呼！火焰跳跃，最终形成2只相互依偎在一起的火妖。火妖漂浮在空中，身高大约在1米左右，有点像冰火人中的火人，长相可爱轻盈，身姿也匀称，比哥布林的样貌颜值高了不知道多少，但气质却远不如 VIP 执事家将军的既霸气又威武的气质。双子火妖的气质更像是一种邻居家可爱听话的孩，乖巧懂事活泼又很聪明的感觉。此时它的属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召唤兽双子火妖，等级6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3000，攻击力375、78，召唤师当前智力星号 4.8 系数负3阶，距离升级还差150点负加。技能1火焰光环 LV6， 可以控制10米直径范围内的温度，提升到最大时，每秒对一切物体造成灼烧825点灼烧伤害375，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2.2 系数。技能2火球 LV6， 释放一颗火球并追击锁定目标，造成2325、375，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6.2 系数，点火系伤害。技能3双子契约特殊技能5等级，双子火妖共生共存，可同时释放技能，伤害叠加，火属性伤害翻倍。技能4火焰囚笼 LV6， 提前预定火焰囚笼位置，当敌人进入范围内自动触发，囚笼范围内全部被高温火焰笼罩，每秒造成2100、375，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5.6 系数。召唤兽装备5，多了2个技能，一个双子契约，一个火焰囚笼。双子契约的意思就是双倍施法，双倍属性伤害，让双子火妖的伤害变得非常惊人。而火焰囚笼是个陷阱类型的纯伤害技能，伤害技能看似不高，但仔细一看，每秒造成2100伤害，不是狼骑兵冲锋的那种爆发性伤害，但每秒2100伤害，5秒就能杀死一只万血寒尸。不对，郑宇突然反应过来，
2100伤害并不算双子的双倍加成，也就是如果让火精灵打万血寒尸，3秒解决战斗，强！郑宇都不得不赞叹一句。不过双子火妖虽然强，但依旧比不上已经4阶副的哥布林将军。哥布林将军现在的数值伤害，一个冲锋能直接秒掉寒尸，更强一些。强化完火精灵，郑宇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提升没有动，那就是他的核心海克斯强化符文，每提升5级，获得2个海克斯强化符文。郑宇迫不及待的抽取，正在抽取海克斯强化符文。恭喜，您抽取到03枚符文，黄金级符文，主打一个陪伴。恭喜，您抽取到04枚符文，白银级符文，书库卡片，主打一个陪伴，提供一个训练假人，一切攻击召唤师的伤害都会优先攻击训练假人。每场深渊结束后，如训练假人存活，则提供10点负点。书库卡片，获得一本文章之书，文章之书可以从随机的4个羁绊文章中选择一个，并获得一件装备锻造器。好像还不错。虽然没能抽到冷采级符文，但训练假饶效果正是郑宇现在需要的物品。你必须先攻击那个嘲讽的单位，训练假人。典型保命符文，郑宇本身血量上限就少，有训练假人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偷袭打死，很不错的符文，并且每通关一次深渊就给免费给10点负点，这可是好东西，等于白给100生命上限。他现在就缺负点，郑宇也没什么犹豫，直接打开了书库卡片符文赠送给他的文章之书，请在法式文章、艾欧尼亚文章、壁垒文章、执事文章中选择1枚。执事吧，1枚文章根本无法激活羁绊，自身本来就有2枚执事文章，给火精灵再带上，虽然无法激活4执事，但也能让火精灵共享执事的20%血量，提升20%攻击力，提升的属性加成。获得执事文章，获得装备锻造器，装备锻造器可将无法佩戴的装备转化为自身可使用的装备，这东西好。郑宇将装备锻造器收在物品空间里，给火精灵带上执事文章，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这时郑宇接到了一个消息，是来自班主任的消息。郑宇，那个打破记录的是你吧？郑宇回复是。班主任很快便打来电话，是这样，你们有时间的话，来一趟江水市政府楼，市长想要见你。郑宇不意外，毕竟每年打破记录的新人都会被市长亲自接待并发放奖励。郑宇却道，是给奖励吗？奖励是一方面，另外给你做做宣传。然后没等班主任完，郑宇就道，我可能没时间，奖励您帮我带取了就校。这班主任有些为难。郑宇直接道，你就直接告诉市长，我准备马上要进入噩梦级副本，如果他不想要这个记录，那我就去。郑宇不喜欢那种场合，主要是没有什么利益，他只要奖励，其他的都无所谓。毕竟破他也只是个几级的职业者，名望和声誉暂时不重要，麻烦还是多。噩梦级。班主任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没听错，是噩梦级。总之你也别多问了，我也不想回答太多，看结果就成，市长会知道理解的。完，郑宇就挂零话。电话那头，班主任挠了挠头，然后有些猛地给市长拨了过去。哥，借点钱。武馆内，吴总找到了自己的亲哥哥，也是武馆的老板吴宪。借多少？20、50万吧。多少？吴宪茶杯差点没拿稳。不是，你我亲兄弟，你没钱或者是要用钱，我当然会借你，但你张口就50万，你当你哥我很有钱吗？没有，奶凉快奶待着去。吴宗却不生气，只是给吴宪看了一个东西，称号：寒阶深渊历史通关记录保持者。等等，吴宪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打开电脑，打开江水市圣殿官网，都不需要仔细寻找，页面便直接弹出一则信息：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寒阶深渊，简单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2时48分23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潜、武僧、吴宗、武僧、柯银、刺客、文人晴雨、刺客。卧槽，你子行啊！你今怎么没来上班呢？原来是重拾职业者之路了。吴宪非常开心，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弟弟这鸡不舍得吃，不舍得花钱，就是为了攒钱再试一遍职业者之路。没想到竟然让他走通了，不仅走通了，还混了个记录。之所以他敢这么肯定是混的记录，是因为他对于吴宗的实力非常清楚，一个地级副的武僧可没有刷新记录的能力。然后他注意到队伍的配置，弟啊，这队伍配置有些奇怪啊。吴宗道，别管职业，郑宇是 S 级副，怪不得。所以你还不打算给我打钱吗？他打算带我通关噩梦深渊。我得跟你嫂子一声，寒阶深渊从未有人通关过噩梦深渊，这是能记录在族谱里的事情，咱家明年拜香能跪第一排。跟我去营校。对于从广省来这里创业的南方人来，没什么比光宗耀祖更重要的事情了。借多少？利滚利滚利滚利商业借贷公司。一个纹身的大光头盯着柯银和文人晴雨问道：200万，有抵押吗？没应。那我凭什么借你？要不，光头指了指桌面上的照相机，来2张。柯银刚想生气，被文人晴雨拉住，他盯着光头道：你确定不借？那我去找其他公司了。光头一愣，他没见过借钱还这么横的，但他还是很有耐心的问道：借钱做什么？过深渊。什么等级？噩梦级。呵，耍我？认真的？你觉得我会信？来我这骗钱的很多，最终没一个完整的回去的，最好别惹我不开心。那算了，不借拉倒。我还想着等郑宇大神带我们通关后，给你们打打广告。谁？郑宇？你不知道？
光头当然知道他也是职业者，不然哪来的底气借给职业者们高利贷？几个时前弹出的信息，到现在还是论坛里讨论度最高的事情。毕竟一个召唤师打出了惊人成绩，2时45分钟，这什么概念？前一个记录是3时49分钟，也就是一个召唤师，一个被所有人认为是最弱且没有之一的职业，不仅刷新了记录，还整整提前了1个时。他准备直接挑战噩梦深渊。光头语气缓和了一些，是他亲口和我们的。那我怎么相信你？他会带你们进去？文人晴雨展示了队伍信息，从深渊出来已经好几个时了，他要是想要组队，早就脱离队伍了。你就借不借吧？借。光头这回不再犹豫，哪怕郑宇真的无法通关，他也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借。他很清楚，假如郑宇真的能通关噩梦级深渊，整个省区的资源都会无条件的向郑宇倾斜，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这种大神就算无法拉近关系，也不能恶交。200万是吧？先好，不管郑宇能不能通关噩梦级深渊，借钱就得还钱，而且得交利息。因为不清楚这2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和郑宇什么关系，为了避免对方赖账，还是得提前清楚。郑宇是郑宇，他们借贷公司的规则是规则，不然他生意就没法做了。没问题。文人晴雨笑着道。柯银和文人晴雨办完贷款回来的时候，发现郑宇正坐在帐篷外面，和一群人正在聊着什么。完了。柯银看到那群人之后，突然道：怎么？文人晴雨还没看出什么名堂。和郑宇聊的那几个人是昨刷新普通级深渊历史记录的队伍。柯银解释道。文人晴雨也想起来，昨更早之前确实有普通级深渊通关记录被刷新的通知。昨一共发生2件事，一个是郑宇身为召唤师，单人带队刷新简单级寒阶深渊，一个是4名 A 级副职业者带1名 B 级副职业者刷新了普通级深渊记录。论热度和讨论度，当然是郑宇这个召唤师更高一些，毕竟这可是召唤师，无论郑宇干点啥，热度都不低。但论关注度，还得是普通级深渊被刷新这件事更值得关注。今年新职业者中，咱们江水市罕见的除了4名 A 级职业者，是近10年里最多的一回。现在都凑到了一个队伍里，我估计他们是来拉郑宇大神入队的。经过柯银的解释，文人晴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惊慌失措了。要是郑宇进入人家的队伍，就没人带他们了呀。钱不仅白借了，还得还利息，毕竟光头不是什么正经贷款。赶紧过去。文人晴雨拉着柯银快速靠近，只听到一个充满傲气、高高在上的声音道：本来我们之前没有瞧得起你，毕竟你只是召唤师，害怕你耽误我们通关进度，但你证明了你自己，带队单刷深渊，虽然只是个简单级难度，但也还不错。谁啊？画这妖牛？文人晴雨忍不住看过去，发现画的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少年，只不过那一脸的傲气和一些对郑宇召唤师职业的鄙视，让文人晴雨一瞬间感觉到英俊变成了油腻。这人柯银和文人晴雨也都认识，李峰，他们一个学校的。战士职业 A 级副，巨副种类也极其适合战斗，不仅是大热门职业，还有财富，确实有资格傲气。所以我们经过讨论，都还算是认可了你的实力，决定允许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通关深渊。李峰着这话，队伍里那名唯一的 B 级副战士脸色阴暗，很显然并不是都同意，起码这名 B 级战士不同意。毕竟一旦郑宇进入队伍，那这名 B 级战士就得离开，所以他对郑宇有一种恨意。但郑宇则一脸奇怪地问道：所以你们是谁？找我干啥？郑宇就差把有病吧3个字写在脸上了，秀优越感秀到我脸上了。但很可惜，非常自信地认为郑宇一定会感恩戴德的进入他们队伍的李峰，根本看不出郑宇脸上表情的含义。他甚至真的以为郑宇不知道是谁。我李峰 A 级战士，我知道你刚刚通关简单级深渊，我们来也一般，也就刚刚通关了普通级深渊副本，并刷新了历史记录。李峰一脸得意的道：哦，那确实一般。李峰，你一般？郑宇点头，不是，你可能听错了，我的是普通级历史记录。然后呢？郑宇没啥表情的问道。你不觉得惊讶？郑宇笑道：兄弟，你这句话出来，逼格就没了，哪有装逼的问其他人，我很屌，你惊不惊讶？这逼装的就不圆润了。李峰，总之呢，你自己的一般，那我顺着你，然后你急了。郑宇指了指李峰，一脸过来饶语气道：装逼实力还差点哦。李峰这一套给李峰整得不会话了，他还从没见过这么撩的人。虽然他的确就是过来找郑宇装逼的，其本意是想着，你看，你一个 S 级副职业者，不还得加入我们队伍？本来是一种很有优越感的事情，既给足了自己面子，又拉倒了一个实力不错的队友，两全其美。但没想到郑宇根本不给他面子。不是，你疯了吧？见到这一幕，站在李峰身边的另外一名 A 级副职业者指责道：你虽然是 S 级副，但你别忘了，你是个召唤师，我们让你加入队伍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这人显然比李峰看得明白，郑宇压根就是在耍李峰，所以他直接恶语相向。江水市好几年就出了你一个 S 级副职业者，但你赚了召唤师就是在给江水市抹黑。我们好心带你，你好心当成驴肝肺，别真以为通关了个简单级寒阶深渊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到时候其他城市的 S 级副职业者碾压你的时候，丢的可是我们江水市的脸面。郑宇一脸无语，好家伙，道德绑架都上来了，这人要是去微博高低是个高等拳师。李峰这时也发现话重了，连忙打断队友的话，对郑宇道：跟你实话吧，我们打算下一把去困难级寒阶深渊，争取再刷一个记录出来。我们之前其实早就知道你是 S 级副，但我们因为你召唤师的职业，确实没有打算带上你。
毕竟你清楚的，召唤师实在太弱了。但现在不同，你证明了你的实力，足以和我们一起组队。那我们就准备拉你一把，让你不会和其他 S 级负者拉开太多，起码能有个困难级历史记录。李峰这次话比较柔和，但语气依旧充满着一种抹不掉的歧视和高傲的语气。一旁的柯莹和文人晴雨都笑疯了，笑死我了！哈哈，他竟然要拉郑宇一把，谁拉谁啊？最有意思的是，他觉得让郑宇进他的队伍是给郑宇大神面子。不行了，我要笑岔气了。两人之所以笑，也是因为就以李峰他们的语气和态度，郑宇100%不会加入他们队伍。大腿不走，一切就都好。两饶笑声也吸引了郑宇和李峰的注意。很好笑吗？李峰脸色阴沉下来。文人晴雨诚实的回答。那你们就接着笑，我看你们能笑到什么时候。等我们刷新困难级记录之后，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李峰很明显是发现了柯莹和文人晴雨就是郑宇队伍里的那两个刺客。郑宇完全不屌他的态度，柯莹和文人晴雨几乎趋近于嘲笑的笑声，让李峰愤怒到了极点。要不是因为不能在军方区域里打架，他早就砍过去了。不用理他们，我们是奔着更高的记录去的，和他们不一样。一旁的队友道：就这还争榜，一点格局都没有。就算李峰和郑龙语气和态度有问题，你想要争榜就得忍着。你确定是在帮我画？你态度确实有问题吗？本来好了是拉上郑宇一起进困难深渊，这样通关几率大一些，你倒好姿态放那么高。没等这位唯一明事理的队友完，就被李峰等人拉走。郑宇好笑的看着这几个人，他其实也能理解李峰几个饶心态。A 级副热门职业，刚刚刷新记录，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再加上自己召唤师职业的误导，很难真的像职场精英一样能够做到只为利益不要面子。年轻人正是要面子和喜欢装逼的年纪。借到钱了？郑宇问柯莹他们。柯莹点头并转给郑宇60万。郑宇点头道：收到了。陶钱和吴宗他们两个去准备食材了，估计一会就回来。你俩要是有什么想准备的，尽快，别到时候进入深渊没你俩喜欢吃的。虽然他俩很清楚郑宇的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觉得很怪异。这真的是进深渊，而不是去郊游。我要弄点甜点。柯莹道。文人晴雨看了一眼柯莹，你适应的倒是挺快，那我也弄点水果吧。柯莹。郑宇拒绝李峰的邀请，这件事不胫而走，竟然成了又一个论坛话题。郑宇飘了，竟然拒绝4个 A 级负者组成的队伍。身为江水市唯一的 S 级负者，也是数年来终于出现的 S 级负者，他的做法令人费解。详细分析寒阶深渊简单级2时45分通关时间的难度。理性分析，郑宇拒绝李峰的邀请其实是一件好事，证明了郑宇强大的自信。我觉得郑宇就是不敢，他能通关简单级就已经很满足了，毕竟人家李峰他们要准备进困难级深渊。怂包郑宇，垃圾召唤师，纯喷贴，不喜勿进。我猜郑宇将会进入普通级深渊，并且依旧担任带队。我话放这了，郑宇无法争榜。被郑宇拒绝组队后，我决定开喷。江水市职业者论坛几乎全都是关于他的帖子。郑宇看着也挺乐呵的，自己身为被讨论的对象这件事，他觉得竟然还挺好玩。网络有个神奇的能力，无论反转多么大，无论打脸多么疼，发帖子的人始终在幕后，也就没有什么颜面可以丢失。话随便，立场随便改，只要自己通关噩梦级深渊，论坛估计就又是另一番景象。总之有意思。郑宇看着论坛消磨时间。当到了陶钱和吴宗采购归来，柯莹和文人晴雨买了水果和点心，全都放在物品栏正。宇哥准备好了？陶钱道。郑宇点头，想了想还是嘱咐了一句，如果有钱的话，最好买个复活道具，以防万一。陶钱立马道，一个复活十字架市场售价已经到了500万一个了，买不起。吴宗则道，我觉得没啥危险，我相信宇哥的实力。郑宇，你比我还大3岁，你管我叫哥？吴宗无所谓的道，嗨，文道有先后，实力强的就是哥。郑宇又看向柯莹和文人晴雨，你俩呢？文人晴雨道，我俩也没钱买复活十字架道具，但我俩买了5个隐身道具。这便直接在队伍聊群里一人给了一个，连郑宇都收到了一个隐身药剂。进入隐身状态1分钟，无视任何伤害，可以移动，但无法攻击，攻击将会破除隐身状态。这个市场售价好像30万一个吧？陶钱惊讶的道，我认识一个药剂师，以20万一个拿下的。陶钱一边感叹文人晴雨竟然还有这个路子，一边道，20万一个也不便宜啊，你真给我们？就算是感谢吧，也顺便把自己绑在郑宇大神这条船上。文人晴雨也没啥隐瞒，直接道，他的行事方式就是舔就正大光明舔，且不舔的那么卑微，而是一视同仁。用借来的钱买隐身药剂，其实是柯莹的主意，但文人晴雨认为，要买就不能只给自己买，要买就买5个，一人一个。他想要牢牢地抓住这个队伍，换句话，这个队伍就是他的未来。以后就算是郑宇实力超越他俩，不和他们组队了，吴宗和陶钱也是很好的队友，有噩梦级深渊的起步，未来发展不一帆风顺，总也不会太差。郑宇也没拒绝，也看出了文人晴雨的心思，直接收下了隐身药剂。他不可能一直带着陶钱，自己已经6级，而一直当酱油的陶钱才4级，再通过一场噩梦级深渊升到10级就该换地图了。陶钱还得留在这里。文人晴雨等人算是不错的队友，对于陶钱这个无条件绝对信任自己的兄弟，他希望陶钱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职业者之路，而不是总是靠他。
以自己的升级速度，单刷才是合适的，根本不会有队友能够跟得上自己的步伐。郑宇手下隐身药剂，直接在显示界面里选择了寒阶深渊的噩梦级难度。提示：您已选择寒阶深渊噩梦级难度，该难度100%还原深渊真实样貌，并复原整段深渊历史，难度极大，死亡率极高，请慎重选择。3、2、1，系统甚至贴心的给郑宇了3秒思考时间，是否执意进入噩梦级深渊？是，早就做好的准备，没有理由拒绝。郑宇，召唤师，没什么问题，进深渊了。陶潜、武僧，冲！噩梦级深渊，我 TM 来了。武宗、武僧第一次进噩梦级深渊，有点紧张。柯营、刺客、郑宇大神，加油！文人晴雨，刺客1，正在进入寒阶深渊噩梦级，请稍后。与此同时，所有在寒阶深渊大厅等待的职业者都看到了一则通知：队伍召唤师队进入寒阶深渊噩梦级。一个通知直接炸了锅。这个召唤师队是不是郑宇那个？在场的所有职业者，除了郑宇是召唤师，还有谁是？就是他！卧槽，疯了！噩梦级，我只能找死！强！不管郑宇是不是召唤师，就进入噩梦级深渊的这份勇气，就值得我敬佩。太他妈虎了！刚通关简单级就去噩梦级，跨度这么大。看来论坛分析的没错，郑宇确实飘了，以为刷新了一个简单级深渊，就以为能够去打噩梦级深渊了。这已经不是飘不飘的事情了，这是疯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万一郑宇通关噩梦级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郑宇要是以一个召唤师的身份通关噩梦级寒阶深渊，我直接倒立吃屎！我日武当风扇，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传统风扇？有种直接吃樱花果海鲜！呵，不敢！此时正准备进入困难级深渊的李峰等人也接到了通知，他们同时愣住了，互相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神中读出了什么东西。不行，绝对不能进噩梦深渊！那名 B 级副战士直接道。郑龙眉头紧锁，这郑宇也太狠了，直接进噩梦级深渊，如果我们进困难级，岂不是落了下风？那不是狠，那是不要命，准确的是去送死。反正我不去噩梦深渊，谁爱去谁去，我只是个 B 级战士，我退出。李峰眼见队伍出现了分歧，直接道：不要逞能，郑宇是郑宇，他死不死的和我们没关系，没必要因为争一口气而去送死。郑宇明显是被我们刚才气到了，被气急眼了，进入噩梦深渊送死罢了。我们只要稳稳当当的通过困难深渊，就已经碾压90%A 级副职业者。李峰还算是冷静，但其实也是害怕，他连能不能通关困难级深渊都没把握，所以采取邀请郑宇增加通关几率。噩梦级，他想都不敢去想。换句话，噩梦级不是给我们准备的，甚至不是给 S 级副职业者准备的，而是给被中区挖走的那些真正的才 SS 级副职业者准备的。总之就是郑宇送死，咱不跟着就好，反正他也过不去噩梦级深渊。如果郑宇是 SS 级副，他确实还会担心一点，更何况郑宇带着4个酱油进去的，还是召唤师，他一点都不担心。死，这温度比简单级寒阶深渊低了好多呀！我感觉我现在每呼吸一下，肺都在疼。进入噩梦级寒阶深渊，扑面而来的寒气就将陶潜等人冻得瑟瑟发抖。唯独郑宇契约了火精灵之后比较抗寒。据噩梦级难度是模拟当时深渊的真实场景，无论是我们之前进入的简单级深渊，还是李峰他们进入的困难级深渊，其实都是经过简化和削弱的。柯银回忆着自己看过的信息道。陶潜裹上一件厚厚的大衣，也就是不是噩梦级深渊难度加强了，只是单纯的没有了削弱，应该是这样。柯银点头。此时郑宇道：我在聊群里上传了2份资料，我发的资料第一份是关于噩梦级深渊的基础资料，第二份是之前有人做的寒阶深渊困难级的攻略，不知道有没有用，但了解一些没有坏处。郑宇并不是真的脑子一热就想进入噩梦深渊的，他在没进入深渊之前就做了很多资料，关于寒阶深渊，关于噩梦级难度，他都有了解。在学校郑宇也算是一名学霸。在陶潜等人看资料的时候，郑宇一边道：我们进入深渊之前有过提示，噩梦级100%还原深渊真实样貌，并复原整段深渊历史。深渊类似于一段封闭的时间和历史，职业者能够进入深渊，不断的经历那段历史。而噩梦级深渊就是1比1的还原被深渊封存起来的历史，难度自然不必多，剧情也一定和其他难度有所差别。我在论坛里看过所有关于寒阶深渊的攻略，基本上能捋顺出一个故事框架。郑宇1召唤出哥布林将军，一边道：简单级寒阶深渊，我们只能到达中央公园，杀死一名7级 BOSS 寒尸就能结束战斗。普通级寒阶深渊需要进入森林内寻找到一口泉水，这口泉水就是冻结这条街道的源头，需要守护住这口泉水，直到抵御全部寒尸攻击后就算结束。普通级最高等级是9级寒尸，难度一般。难度一般。听着郑宇的描述，陶潜等人抿了抿嘴，心里腹诽，但却没有话。也就你会9级寒尸成难度一般。困难级深渊除了要保护泉水，还需要将泉水里面的一具冻僵的女尸捞出来，然后送到森林深处的一处不动湖内。路上会被一只蜘蛛形态的特殊寒尸追击，杀死这只蜘蛛，或者忍着寒冷将尸体送到湖中央，也能通关副本。攻略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目前没有噩梦级寒阶深渊攻略。陶潜听着郑宇的话，吐槽道：当然不可能有噩梦级寒阶深渊的攻略，毕竟没人通关。吴总补充了一句：曾经进入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也都一个没走出来过。柯银和文人晴雨打了个寒战，显然有些害怕。只有郑宇笑着道：那正好，
你们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吴宗、柯莹、文人、秦羽，宇哥，你的哥布林狼骑兵好像有些不一样了。陶钱盯着哥布林将军道，然后他和巨狼身上的哥布林将军对视了一眼，马上感觉到一股非常厚重的压力袭来，就好像这个身姿挺拔、气质绅士的哥布林是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仅凭眼神就能够给人带来压力。不是有些，是大变样，系大变样。郑宇开了个玩笑，也没解释。他屏蔽了哥布林将军的属性，近万的血量，近500的攻击力，确实有些吓人。为了省去解释的麻烦，他干脆直接不给他们看哥布林的信息。吼！随着哥布林将军走入寒街入口处，周围响起熟悉的吼叫声。寒尸还是老套路的走出店铺。按照之前的经验，哥布林至少要在这条街里杀3、4波寒尸，怎么也要1个时的时间。嗖！哥布林将军比之前的哥布林战士更加果决，见面就是一剑，什么废话都没应。咔！负3051，普普通通一剑，打出3000伤害。击杀寒尸 LV5，获得经验110点，瞬秒1只5级寒尸。我擦！噩梦级深渊第一波寒尸都是5级起步了吗？陶钱看到寒尸等级，惊讶的道：“什么5级？你看后面。”文人秦羽指了指隐藏在街道两侧的一家店铺里面，一只体型肥硕、看起来起码有300斤以上的大胖子，正提着一把砍骨刀，死死的盯着哥布林将军。这不是只有困难级别里才有的寒尸种类吗？刚才看了郑宇发送的困难级攻略，也认出了这只手提砍骨刀的胖子寒尸。吴宗也忍不住的道：“果然是噩梦级别，第一波寒尸就已经媲美困难级除了 BOSS 之外最强的寒尸了。”吼！只听那只胖子寒尸发出愤怒的吼叫声，但他并没有上前，仿佛是在驱逐哥布林将军，让他不要进入寒街一样。但哥布林将军哪里肯听，抬手就是一剑，嗖！咔！负0。胖子寒尸也有兵甲护体，没有打出伤害，那就再来几剑，嗖！哥布林将军的射速更快，主要是哥布林将军的敏捷高哥布林战士的1倍，射速也快了很多。负0，负2998，破开兵甲，箭矢正命中胖子寒尸那满是横肉的脸上，从眼眶中射穿，箭矢正卡在胖子寒尸眼球下方。好！眼见威胁无用，他愤怒地吼叫着冲出店铺，因肥胖的体型过于巨大，直接将门框撞碎，墙体也连带着推翻在地，如同一辆肉做的坦克，每踩踏一步地面都会发出轻微震动。他几乎是以横冲直撞的方式莽着冲向哥布林将军。哥布林将军面对体型庞大的胖子寒尸丝毫不惧，手握重锤，在胖子寒尸马上要撞到他时，轻拍巨狼的脖子。巨狼心领神会，快速跃起，轻松躲过胖子寒尸的冲撞。轰！胖子寒尸撞到后方的石柱上，整个石柱被撞碎。负1087，一个伤害出现在胖子寒尸的脑袋上。根据困难级攻略的法，胖子寒尸力量很大，血量很高，但智商很低，只会横冲直撞，并且刹不住闸，撞到障碍物还会扣血。所以对付寒尸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躲开他的撞击，然后慢慢磨死他。不过那是普通职业者的做法，既浪费时间，容错率又不高。最好的做法就是秒杀他。在胖子寒尸撞到石柱上的那一瞬间，哥布林将军已经落位，手中的重锤也自上而下的砸向胖子寒尸的脑袋。砰！负3596，血域高额伤害数值出现，因背后偷袭以及精准命中脑袋触发眩晕，胖子寒尸直接待在原地。如今6级的将军寒尸，此时的跳跃锤击伤害系数已经达到了 6.2， 再加上489的攻击力，轻松打出3000的伤害，再加上爆头、惯性、冲击力等实际因素影响，3500的伤害也情理当正。还是那一套不解释连铡，跳跃锤击落下，眩晕触发，在眩晕期间，重锤向后摆，蓄力砸，轰！一记是大力沉的锤击，直接将胖子寒尸打飞了出去，撞得地面石板都掀了起来。负6823，夸张的伤害再次出现，蓄力猛击，蓄力到最大，伤害非常可观。负2719，负2876，负2633，负2922。不仅如此，被锤飞的胖子寒尸压死了他身后4、5只5级寒尸。轰！万血胖子寒尸直接毙命，连带着撞死和压死另一波寒尸群。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01点。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03点。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12点。击杀寒尸 LV5， 获得经验106点。击杀猪肉店主寒尸 LV6， 获得经验449点。恭喜获得装备砍骨刀青铜品阶 LV5。恭喜获得上等猪肉消耗品 LV5。爆装备了。郑宇看了一眼仓库里多出来的砍骨刀，装备名称砍骨刀，佩戴等级5级，品阶青铜，属性力量加30，敏捷加2，装备效果攻击有 5% 触发流血效果，每秒掉20血量。郑宇想了一下，还是忍住了使用装备锻造器的想法，毕竟这才是个5级装备，一件青铜品阶5级装备不值当使用装备锻造器。不过这把砍骨刀很适合流血战士使用。实话，郑宇并不缺钱，不是他现在不缺钱，而是他已经展现了足够的负资质，未来的资源有国家买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只收陶钱他们30万的原因。当然，更多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想气一气外面那群自己闲话的人。将砍骨刀收起来，
看到背包里还有一件消耗品，一块上等猪肉。上等猪肉吃掉可以恢复1000点血量，并获得500点额外护盾值。猪肉最好煮熟了吃，如果你没时间煮肉，生吃也没关系。当然，你很有可能会拉肚子。多了份食材，郑宇将上等猪肉扔进食材库里。与此同时，哥布林将军已经清理完寒阶入口区域的所有寒尸。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6、LV7 2450，距离升级还需2441点经验。血量500、800、450装备属性，魔力310、320、150装备属性，智力7886、35装备属性，力量18、19、2装备属性，敏捷14、15，剩余自由属性点3，还得是噩梦级深渊，一波升一级。等级对职业者也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因为等级提升全面属性提升，更重要的是10级、25级、50级算作3个阶段。10级能够学习专属技能，开启相同职业不同流派的玩法；25级职业进化，50级职业觉醒，距70级能够开启更强的能力。只不过全球唯一达到70级以上的玩家只有南木云一人，他只是过70级是个分水岭，70级以后和70级以前完全是两个世界，并未透露具体信息。总之就是提升等级才是变强的唯一道路。一路上，哥布林将军开路，郑宇等人跟在后面。随着越深入寒阶，气温就越来越低，地面几乎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进入寒阶之后，遇到的寒尸也越来越多，并且不再是以一波一波的方式出现，而是走到哪寒尸就从哪出现，并且这些寒尸也不再是普通寒尸，而是各有各的身份。比如在寒阶入口遇到的那只胖子寒尸，其本名叫猪肉店主寒尸，刚才杀死了一只鲨鱼哥寒尸，现在正在买队的是一名厨师寒尸。厨师寒尸是目前为止郑宇遇到的最强的一只寒尸，穿着被血染成红色的厨师衣服，脸上好像被油锅烫过一样，满是烫伤肿包，长相恐怖，实力也很强。深渊怪厨子寒尸，等级 LV9， 血量，攻击力300，技能1比4级减速光环，技能2强化冰甲，技能3看补，扔出一把补，技能4看一堆补。身为一名厨师，拥有一堆补也很正常吧。1.7万的血量着实吓人，攻击力不高，但人家补就跟无穷无尽一样，不断的扔出来。4级减速光环比简单级的 BOSS 寒尸的减速光环都高1级，这也让哥布林将军无法继续保持无伤，身上已经被砍出好多伤口，甚至一把补就插在巨狼的腿上。嗷呜！巨狼吃痛，发出哀鸣声。不愧是噩梦级深渊。此时坐在墙角避风处，郑宇5人正围着双子火妖一边取暖一边吃着烤肠。我是第一次见到巨狼受伤，也是第一次见到哥布林战斗这么焦灼。宇哥，真的不需要双子火妖参加战斗吗？陶钱有些担忧地问道。郑宇看向陶钱，然后看着陶钱放在双子火妖手上的烤肠，笑着道：火妖去战斗，谁来烤肠？陶钱有理有据，无法反驳。放心吧，这才哪到哪，哥布林将军比较省技能，真想要对付这只厨子寒尸，很轻松的事情。郑宇吃了一口烤肠，慢条斯理的道：每一个召唤兽都有自己的个性，哥布林将军更谨慎，更省技能，或许他是感知到后面有更危险的存在，所以省下技能留着对付他们。虽然技能没有时间，但一般都无法连续释放2次。无论是职业者还是召唤师的召唤兽，亦或者是德鲁伊的野兽，亡灵法师的骷髅，都存在2个无法用数据体现出来的机制：体力和精力。所以释放技能的次数、释放法术的间隔以及不断奔走的体力都各不相同。尤其是狼骑兵冲锋这种技能更是高消耗型技能，每用一次都对体力和精力是个考验。嗖！哥布林将军选择和厨师寒尸对射，然后巨狼利用灵活的走位躲掉补。虽然厨子的补多，但每次扔出来之前都有一个准备动作。仅仅几次试探之后，哥布林将军就已经掌握了规律，能够轻松躲过补并射出弓箭。嗖！技能2剑术精通 LV7， 精准的射出箭矢，造成3066左圆括号 5.7 乘以538哥布林攻击力点伤害，负3450，一箭3500。嗖！负3519，负3443，剑3500。别看9级的厨子寒尸血量高，3剑下去直接半血，再来3剑破开冰甲，再来3剑直接送厨子寒尸上路。击杀猪肉店主寒尸 LV9， 获得经验771点。恭喜获得防具帽子染血的厨师帽青铜品阶 LV5， 防具帽子名称染血的厨师帽，佩戴等级5级，品阶青铜，属性血量加500，装备效果厨师技能效果正 10%， 厨师制作出特殊食物的概率正 15%。 警告，请不要在寒阶深渊戴上此厨师帽，有人痛恨这顶帽子。郑宇眼前一亮，写着警告看作线索。整个寒阶深渊的历史发生过什么没人清楚，因为未曾有人通关过噩梦级深渊。这顶厨师帽显然和寒阶的故事有很大关系。哥布林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吴宗提醒道。郑宇这才发现，杀掉了厨子寒尸之后，他从厨子出现的那家饭店里找到了一块蛋糕，一颗血红色的蛋糕。正常蛋糕奶油上面会放些水果或者巧克力之类的东西，但这块蛋糕上放的是内脏。操，真恶心！
陶钱看着哥布林将军带过来的蛋糕，差点没吐出来。浓重的血浆味，上面放着被捏碎的内脏，因为温度极低，导致内脏冻在镰膏上面。人类内脏？相比于陶钱、柯银等饶厌恶，文人晴雨却不像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孩，认真且仔细地看着蛋糕上的内脏碎片。郑宇道：“应该是孩子的，大概7、8岁左右。所以这是什么？”文人晴雨问道。郑宇看了一眼蛋糕属性，道：“一件任务道具，上面写着厨师为了福运街成立100年而制作的美味蛋糕。美味？上面是这么写的。所以这条原本叫做福运街的地方，其实是个食人族建造的美食街。”文人晴雨猜测道。郑宇摇头：“应该不是，他们吃的是猪肉，杀的是鱼，应该是个我们印象中正常的农贸市场类的街区。”得也是。文人晴雨认同郑宇的法。喂，你俩分析的时候能不能离那块蛋糕远一点？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馋了。柯银看着一脸兴奋地盯着内脏蛋糕分析的郑宇、文人晴雨俩人，吐槽道：“吼，与简单副本不同，并没有等待很长时间。当哥布林将军刚刚踏入中央公园时，那只体型巨大的高级寒狮便冲了出来。精英寒狮，等级 LV13，血量，攻击力600，技能1比4级减速光环，技能2强化兵甲，技能3冰系震荡，技能4冰斧头制，技能没变，体型没变，攻击套路没变，变得只有血量和攻击力。我去，13级，3.9万的血量，这血量厚的有些吓人。从之前的 BOSS 怪变成了精英怪，不过感觉还好。如果是5个10级的高副战士组队，13级的寒狮可不够看，感觉真正难的在后面。所以趁着现在难度简单，赶紧架火，我饿了。”郑宇打断他们看戏的念头，催促几人快些干活。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才有劲。看戏，我买了羊排。吴宗从物品栏里拿出一块新鲜的羊排，郑宇眼前一亮，立马召回来双子火妖，把羊排给他。吴宗直接将羊排丢给双子火妖，一只火妖拿着，另外一只火妖负责用恰到好处的温度包裹住羊排。仅仅几秒钟，羊排就开始变色，发出滋滋的声音。宇哥，你这火妖召唤兽也太方便了。吴宗羡慕的道，烤得又快，又不用担心烤糊、烤焦、烤不熟等问题。郑宇也满意的道，火妖烧烤，你值得信赖。陶钱担心的看了一眼下方13级的寒狮，真的还让哥布林自己一个对付下面这么多寒狮吗？此时中央公园内可不止精英寒狮一个怪，成群的寒狮都从中央公园后面的森林冒出来，这次是真成群，并且最低的寒狮也在3级以上，甚至还有2只10级寒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哥布林将军。郑宇笑道：“谁告诉你就哥布林一个了？”话间就听到一声呜的声音，陶钱等人向下看去，发现哥布林将军手上拿着一个号角，声音正是从号角里传出来的。嗷呜！随着号角声响起，出现了数道狼吟声，咔嗒咔嗒咔嗒。在哥布林将军身后，竟然走出一支由哥布林组成的作战队。走在最前面的是5只手持巨大银色盾牌的哥布林盾牌兵，2只哥布林狼骑兵走到哥布林将军身边，身后跟着5只哥布林射手，5只眼神癫狂且嗜血的哥布林死士，最后面站着一名手持法杖的哥布林法师，一支完美的由哥布林种族组成的队伍。哥布林将军的新技能，技能5 VIP 执事级，将军号令，哥布林弓箭手准备。随着哥布林将军的命令，站在盾牌兵身后的5名哥布林弓箭手玩起弓箭，瞄准，弓箭被拉到最大，射，嗖嗖，5枚箭矢射出，负1190，负1281，负1308，负1554，负1421，5个伤害数值出现在最近的寒狮身体上。虽然数值和哥布林将军比起来不高，但足以媲美普通职业者的伤害。嗖，负3158，嗖，负2100，嗖，负1971，又是3箭。这3箭分别来自于哥布林将军自己以及身边的2只哥布林狼骑兵。继续，瞄准，射击，嗖嗖嗖，箭矢根本没停过，一箭一箭的射出，寒狮一个一个的倒下。击杀寒狮 LV3 获得经验32点，击杀寒狮 LV4 获得经验70点，击杀寒狮 LV4 获得经验69点。击杀，除了那几个等级高的寒狮，根本没有寒狮能够走到中央公园范围内的。刚从森林里走出来，没走几步呢，身上就得最少被扎上2、3箭。4级寒狮血量2000左右，连普通哥布林射手2箭都挡不住，只有等级8级以上才能多挺几箭，然后被哥布林将军补刀死掉。击杀寒狮 LV8 获得经验602点，击杀寒狮 LV7 获得经验499点，击杀寒狮 LV8 获得经验617点。击杀，我又升级了。陶钱煮着泡面，面露惊喜。几级了？郑宇问道。5级了。才刚5级吗？郑宇有些诧异，他已经马上要升到8级了，没想到陶钱他们才刚刚升到5级。陶钱道：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经验自然低一些，但这很快了好吧？组队打深渊，5人互分经验，也就比我们高一些而已。要知道我转职都到现在甚至不到1的时间，其实很快了。当然不能和你比，深渊是你通的，怪是你杀的，你是要争榜，等级自然提升的比我们快。对于现在的升级速度，陶钱已经很满足了。不是满足，
而是超预期，一步到升到5级，而且不止。要是完成整个噩梦级深渊，最少干到7级，这已经甩出90%的新人职业者了。一旁的吴总也道：“刚才我特意看了一眼李峰他们的等级，李峰也只有6级，他们可是连续通了2次副本。换句话，等噩梦级深渊通关之后，整个江水市我们4个等级仅仅只比你和李峰他们落后一点点而已。最主要的是，我们升级轻松啊，确实轻松。吃着羊排过深渊，还是噩梦级深渊，谁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文人晴雨盯着下面哥布林作战队，羡慕的道：“我现在终于感受到召唤师的恐怖了。我记得召唤师的教科书上曾过，如果召唤师真的有副的话，一人便是一支军队。当初我还嗤之以鼻，现在看来是真的。本来他们确实有些担心，中央公园那么多寒尸，仅有1只的哥布林能阻挡住吗？担心的有些多余了。何止阻挡，都已经到了屠杀的程度了。是啊，以后谁要是跟我召唤师弱，我直接把这段视频甩他脸上，让他哑口无言。这叫弱？这他妈无敌好吗？”吴总忍不住爆了脏口，不能怪他们太过惊讶，因为就连郑宇也没有正确的预估出这支哥布林作战队的实战能力。能扛能打，哥布林盾牌兵几乎能够挡住所有飞斧攻击，甚至能够挡住13级精英寒尸的兵系震荡技能。哥布林弓箭手、哥布林狼骑兵，甚至哥布林死士都具有射箭能力，射程远，伤害高，射速快，这不是无敌是什么？并且，身为哥布林这种智商其实不高的生物，他们的战术素养却极其的高，主要是听从哥布林将军的命令，不会有任何违抗。标准的战争机器，寒尸狮群甚至都没有踏入中央公园，就已经被灭了2/3了。只剩下13级的精英寒尸和几只等级高的寒尸苦苦挣扎，也基本上快要到了。本身寒尸移动速度就慢，一轮一轮的箭矢落下，13级寒尸也只剩下半血，几只10级寒尸甚至已经有1只躺在零上。击杀寒尸 LV10 获得经验954点，恭喜您的等级已提升，等级 LV7 LV8 4400，距离升级还需4062点经验。血量800 1100 450装备属性，魔力320330 150装备属性，智力8695 35装备属性，力量1920 2装备属性，敏捷15 16，剩余自由属性点6， 8级了。郑宇面色一喜，太猛了！看着一片一片倒下的寒尸，陶钱他们竟然升起一种错觉，噩梦级深渊也不那么难吗？当然，这只是错觉。4万血量的寒尸，如果让他们来砍一整都砍不死。但一个兵系震荡能打出2000伤害，2个兵系震荡血量很高的武僧都得扛不住。但那群盾牌兵已经扛了4下兵系震荡了，兵甲在弓箭手的射击下也显得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可是每个攻略都写到，寒尸最讨厌的技能就是兵甲，因为能够阻挡任何伤害，竟然会给职业者一个错觉，差点就能杀，但伤害打在了兵甲上，最后被寒尸反杀。再就是4级减速光环，被寒尸粘上就只能用寸步难行来形容。我上，我不叫陶钱，最终还是从错觉中醒悟过来。我上，我被秒。柯莹补充了一句，同上。文人晴雨也道，只能看郑宇杀寒尸是真的简单，自己上绝对秒死。就不那只13级的精英寒尸，就周围不断从森林中爬出来的低级寒尸群，就不是一般职业者能阻挡得住的。吃着喝着，一大片的寒尸已经倒下，经验蹭蹭的涨。寒阶深渊最让人头疼的寒冷，也因为双子火妖的存在而消失。最终寒尸群依旧没能靠近哥布林将军，就连13级的精英寒尸也在一顿乱射之下，倒在了距离哥布林寒尸30米开外。在技能将军号令释放的情况下，几乎是无伤通关。唯一出现损善只有盾牌哥布林手中的盾牌了，盾牌算是唯一的战损，上面全是冰碴和砍在上面的冰斧，还有被冰系震荡震出的裂纹。哥布林将军甚至没有移动一步。轰！随着哥布林将军最后一剑收尾，带走了13级精英寒尸，冰冷的尸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身体发出冰块碎裂的声音。击杀精英寒尸 LV13，获得经验1547点，恭喜！获得武器冰缺白银品阶 LV10， 10级装备。郑宇一喜，马上打开物品栏，看向这件新装备。武器冰禳，佩戴等级10级，佩戴需求刺客、反斜杠暗影者、反斜杠挥武士等匕首精通职业，敏捷35以上可佩戴，品阶白银。属性力量加50，敏捷加30，移动速度正20%。装备效果攻击带有冰属性，冰属性伤害加200，暴击时必定触发冰冻效果。一把冰系匕首。郑宇看向柯莹和文人晴雨，有把匕首，你俩要买吗？匕首。柯莹和文人晴雨同时眼睛一亮。郑宇道，不过佩戴要求有点高，你们估计现在用不上。浙江属性发到了队伍聊室内。确实有点高，要求40点敏捷，我现在才22点敏捷。柯莹看完属性表示要不起。郑宇却道，这匕首属性要求虽然高，但效果是很好的。我记得刺客有背击技能，闪身背击大概率暴击，配合上武器暴击冰冻效果，可以让你在使用背击之后必定冰冻对方，并再来一套伤害。柯莹和文人晴雨诧异地看了一眼郑宇，没想到你还挺了解刺客。郑宇耸了耸肩，所有职业我都了解，除了召唤师。我刚才搜了一下，这把冰刃圣殿拍卖行售价也不算贵，30万，我按照20万买给你们，就当做是补偿给你们隐形药剂的钱。
你们要是需要，就在深渊结束后找我。但你俩都是刺客，谁用自己商量好啊？冰刃的属性不错，但价格其实不算昂贵。一个能够在10级、15级之间使用的属性不错的匕首，30万的市价确实不贵。毕竟大部分职业者都卡在这个等级阶段。之所以不贵，也是因为刺客职业者很少，要是换成战士武器，最少80万起步，溢价太严重。柯银和文人晴雨好像在私聊沟通是否要下这把匕首。郑宇也没有打扰他们，而是对哥布林将军道：“你们原地休息一下，等我们吃完就进森林。中央公园是唯一的休息区，一旦进入森林，就需要一直被迫走到最后。在这里休息是最好的时间段，既能让哥布林将军以及哥布林作战队恢复体力，也能将羊排吃掉。吃羊排 in。一个时候，郑宇他们酒足饭饱，召唤兽无需进食，要不郑宇高低给这些功臣也准备点羊排。收拾完东西，在哥布林将军的带领下进入森林。在进入森林之前，郑宇拿出了一个假人，丢给一名哥布林狼骑兵，让他把假人困在巨狼身后。森林是困难深渊里的最后一关，只要守住泉水，将女尸送到不动湖上，就算通关。在噩梦级里，森林不是最后，而是难度的开始。为了保守起见，郑宇将能够帮他阻挡伤害的假人放出来。训练假人2级，拥有5000生命值，可承受一切攻击召唤师的伤害。拥有2个相同的假人，可合成升级为3级训练假人，这等于一个5000的护盾，非常适合现在的郑宇。进入森林之后，温度再次降低，双子火妖提高光环的温度，让郑宇他们不至于冻伤，又不会太热。森林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大。按照困难攻略的地图，找到一口了那口泉水。达到泉水附近，他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泉水旁边正趴着一只巨大的蜘蛛。巨型蜘蛛寒尸是他们早就在攻略里知道的怪物，只是他们没想到噩梦级的巨型蜘蛛寒尸竟然会长这个样子。蜘蛛头是人头，身体上全是缝纫的迹象，仔细看去，原本应该是黑色带毛的蜘蛛皮肤，其实是饶头皮，一块一块人头皮缝纫在上面。黑色的毛发也不是什么蜘蛛毛，而是头发。哦，柯银一个没忍住，差点吐出来。怪不得那些寒尸都缺失头皮，脑袋血肉被冻结着裸露在外面，原来被缝在了这里。这可不像是什么怪物，更像是一场复仇啊！郑宇此时想起了那个人类还制作的内脏蛋糕，以及攻略中需要从井里捞出来的女尸，他大概明白这条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吼！随着哥布林将军进入泉水范围内，那只人皮蜘蛛冲着哥布林将军发出威胁式的怒吼，依旧不是主动攻击，而是驱逐。没错，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们打，而是不得不跟我们战斗，因为他们还有更害怕的东西。人头皮蜘蛛，等级 LV15，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1050，技能1人造蛛丝，技能2冰系毒液，技能3残暴，技能4怨气入体，技能5怨恨。郑宇看着这只人皮蜘蛛属性，这才感受到来自噩梦深渊的难度。他对身边的双子火妖道：“你也上！”呼，火焰猛地提升，双子火妖早就忍耐半了，看着同为召唤兽的哥布林将军杀来杀去，自己只能帮着烤肉和烤肠，他早就憋着一股火要发泄了。人皮蜘蛛的移速很快，在发现哥布林将军的时候，便迅速改变位置，躲开了见面就射过来的箭矢，噗，并吐出一口白色粘液，是人造蛛网，直接将一名盾牌哥布林的盾牌粘在地面上，无法动弹。紧接着，人皮蜘蛛又连续吐出3团蛛网，但还未接触盾牌哥布林的时候，就瞬间燃烧成灰烬。呼，双子火妖气冲冲地赶到战场，身上的火焰旺盛地燃烧着，因寒冷而结冰的地面全部融化，地面甚至开始干枯，气温升高。吃，随着温度逐渐升高，人皮蜘蛛身上由头皮缝制的身体开始出现灼烧的痕迹。本就是冰系怪物，火系就是它的克星，这也是郑宇第2只召唤兽选择火系的原因。-1441，-1528，-1359，-1259，一段一段的伤害突然出现在人皮蜘蛛的身体上。火焰光环，每秒造成灼烧1186点灼烧伤害，456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2.6 系数，并且不是每秒1次伤害，而是每秒2次伤害。双子火妖双重光环，火焰光环的灼烧伤害，火系属性的克制伤害，以及双子火妖的双倍火属性伤害，直接每秒灌出将近3000伤害。人皮蜘蛛的血条肉眼可见的下降，不仅仅是人皮蜘蛛，地面周围的树木都燃烧了起来。轰！火焰几乎包裹了周围1000，甚至连哥布林将军都带着队伍屠了后面，并指挥着哥布林弓箭手持续射击。吼！身体灼烧，仿佛并未给人皮蜘蛛带来痛苦，但本身就是阴气很重的冰系怪物，非常讨厌火。他喷射出蛛丝，想要捆住双子火妖，但还未等蛛丝到达火妖面前，就已经燃烧化为灰烬。人皮蜘蛛眼见蛛丝失效，直接顶着灼烧冲到双子火妖面前，保护双子火妖。郑宇道。只见站在最后的哥布林巫师抬起手中法杖，法杖间冒出绿光，人皮蜘蛛突然身体一顿，那颗缝纫在身体上的脑袋突然向下一沉，竟然昏睡了过去。沉睡咒，吴宗认出了这个魔法，这是法师5级的技能，算是比较不错的控制技能，前期法师都会学，算是个辅助技能。没想到哥布林竟然也会这种法术。沉睡时间不长，
只有大概 1.5S 的时间，但对于双子火妖和哥布林将军来，这时间足够用了。火焰囚笼，狼骑兵冲锋。面对5.5万血的人皮蜘蛛，双子火妖和哥布林将军早就领到了郑宇全力进攻，不要留手的命令。最强技能甩出，只见在人皮蜘蛛的身下出现一个火圈，深红色的火焰在火圈中聚集。轰！一声轰鸣音，火焰在火圈中升起，完全将人皮蜘蛛全身覆盖住。火焰囚笼 LV8，每秒造成2645、456，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5.8， 系数-3018，-2985，瞬间2个伤害出现。双子火妖的爆发性伤害并不高，但持续伤害非常恐怖，双倍伤害还是每秒间隔，再加上人皮蜘蛛几乎没有魔抗，双子火妖打出的伤害有些让人看不懂了。吼！人皮蜘蛛从沉睡中惊醒，疯狂后退，想要离开这个火焰囚笼，但此时哥布林将军已经入场。同为郑宇的召唤兽，双子火妖的火焰无法伤害到哥布林将军，这是最好的组合方式。嗷呜！巨狼的冲锋势不可挡，他带着哥布林将军冲进火焰囚笼内，一锤子敲下去，一个将近 1.5万的超高伤害飘出。死！身后看戏的陶钱等群吸了一口凉气，这尼玛是啥？一锤子 1.5万伤害，这伤害我看不懂。一锤子 1.5万，太吓人了。这要是对手换成职业者的话，谁能接住这一锤啊？躲得远远的陶钱等人生地议论道：不一定，深渊怪是深渊怪，职业者是职业者，深渊怪一般都是血厚防低，职业者则拥有各种装备和技能，很难被秒杀。吴宗理性分析道：很难被秒杀？你告诉我，同等级之下，谁能抗住 1.5万的伤害？陶钱反问道。吴宗确实没赢，这仅仅只是一个技能，要知道哥布林将军身后还有一支作战队补充伤害，还有一支时刻释放火焰，每秒都在打伤害的火妖。柯银道：照你们这么，如果郑宇参加职业者格斗比赛，那郑宇不是稳赢了？文人秦宇则道：那就不一定了，毕竟参加比赛的只有一个要求是25级以上，2转之后并不限制等级。其实吴宗的有道理，郑宇伤害是很高，但打在职业者身上并不一定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首先是属性克制，其次是防御能力，还有一点最重要，职业者和深渊怪可不一样，人家不会站着给他打伤害的。在等级压制、装备压制、职业优势的情况下，我不认为郑宇还能像现在这样碾压1000，当然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不会站在顶尖。我认为召唤师的优势在于过深渊，格斗比赛会很吃亏的。毕竟只要不去管召唤兽，只攻击郑宇就能解决1000。在深渊中，深渊怪只会攻击对他们有威胁的召唤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轻松的站在后面看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格斗比赛完全不同，职业者可不是单纯的深渊怪，为什么要对付召唤兽？直接秒了召唤师，一切就都没事了。再了，除了战士之外，没有十全十美的职业，既要深渊又要格斗，怎么可能？文人晴雨分析道。这也就是郑宇不在他们身边，他才敢这么放肆的分析。因为此时郑宇正在泉水口附近观察着什么。郑宇在捞尸，哥布林将军和双子火妖在战斗，郑宇负责将女尸捞出，完成任务。这个工作不能交给其他人，因为捞出女尸的职业者才能获得任务道具，才能进入那片不动湖。利用井边的绳子做一个活套索丢下去，找到井下没有被冻结的水面，水面中露出一颗惨白的女人头颅。有怪莫怪，我现在把你带到你该去的地方。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捞尸这种事情他确实是第一次做，还有些生疏，心里也有一些忌讳。前方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被哥布林将军砸晕在火圈内的人皮蜘蛛持续的被火焰灼烧掉血量已经接近为0，身上已然没有任何一块完好的皮肤，全部这烧成恐怖的样子。正在哥布林将军准备给人皮蜘蛛最后一击的时候，一阵刺耳的声音直接硬生生的打断了哥布林将军的攻击。啊！这声音如同数千饶惨剑，人皮蜘蛛身体内开始向外渗出血液，周围冒出一道道的灰色虚影，一股寒意扑面来，让郑宇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竟然无视双子火妖的火焰光环。郑宇看向人皮蜘蛛，那寒气根本不是冷空气，而是阴冷的怨气。啊！惨叫声还在继续，哥布林将军的双眼双耳都冒出了血液，头顶出现伤害字数-1259、-1141，两个高额伤害冒出，吓得郑宇赶紧让哥布林将军后退。这伤害已经非常高了，要知道8级的哥布林将军血量上限也就只有9900，仅仅是听了惨叫声就扣了2000多伤害。好在这怨气的伤害范围不大，不仅郑宇没有受伤，连距离人皮蜘蛛的10几米外的双子火妖也没有受到伤害。接着那些怨气进入人皮蜘蛛的体内，咔咔咔，人皮蜘蛛体型突然增大，血量猛地恢复了2/3，这是触发残暴机制了。残暴机制，一种 BOSS 都拥有的能力，血量见底，开始第2阶段。本该只有 BOSS 才有的能力，竟然出现在了精英怪身上。怨气入体后的人皮蜘蛛展现出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势，也确实是生人勿近，因为只要靠近人皮蜘蛛，就会被怨气伤害到，血量蹭蹭的掉，这才像噩梦深渊的样子。郑宇吐槽了一句，他这回也明白了，为什么攻略上最好的方式是带着女尸逃离，而不是杀死人皮蜘蛛。残暴化的人皮蜘蛛是可以秒饶。郑宇立刻给哥布林将军磕了一瓶1000的恢复药剂，并终于将井里的女尸拽了上来。
你已获得被冻住的风妈妈。一个提示传出来，这预示着寒阶深渊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只需要将这具女尸送到森林深处，差不多就能见到寒阶深渊噩梦级难度的真正 BOSS。郑宇猜测很大可能是个孩子，因为提示已经给得非常明显了。宇哥，咱要走吗？后面陶钱有些紧张地喊道。因为在郑宇将女尸从井中拽出来之后，森林周围响起了各种寒尸的吼叫声，寒尸全体出动了。郑宇道：走，不可能留在这里。寒尸从森林的各个角落出现，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困住，数量太多，哥布林将军也护不了他们安全。郑宇将女尸丢给哥布林将军，扛着，别弄丢了。是。哥布林将军接过女尸。郑宇又道：别让人皮蜘蛛靠近双子火妖，让盾牌兵上去顶。双子火妖才是最重要的输出，只要能够顶住人皮蜘蛛的几波攻击，给双子火妖拖住足够多的时间，几万血量很快就能烧没。噩梦级难度的人皮蜘蛛速度奇快，他们能够甩走寒尸，但无法甩脱人皮蜘蛛的追杀。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立刻杀了他。得到命令之后，哥布林作战队里面的一名盾牌兵提着盾牌直接站在原地，顶住人皮蜘蛛。-658，-699，-644。刚进入人皮蜘蛛的怨气范围，一连串的数字便出现在哥布林的头顶。郑宇看到伤害值后松了口气，还好盾牌哥布林拥有不错的防御，怨气腐蚀在哥布林将军身上1000多的伤害，在哥布林盾牌兵上只有600多。盾兵哥布林毫不惧怕死亡的提盾挡在人皮蜘蛛面前。吼！人皮蜘蛛此时散发着无比残暴的气息，攻击毫无章法，只要是眼前的活物都会疯狂的攻击。他怒吼着冲向盾兵哥布林，一阵撕咬。-5489，盾牌哥布林直接被撕扯成了碎片。瞬秒！我日！不仅是陶钱等人，连郑宇都惊呼了一下。这要是职业者，直接就死了。哥布林盾牌兵属于召唤物的召唤物，可以反复召唤，所以死了并不心疼。但残暴后的人皮蜘蛛的战力着实让人心惊，怪不得没人通关过噩梦级深渊，直接秒饶怪，竟然还不是 BOSS， 只是一个精英怪，这尼玛谁能通过？陶钱大呼叫的看着第二个盾牌兵也被撕碎。别叫了，赶紧跑吧！郑宇带头开溜。没办法，寒尸太多了，密密麻麻，蜂拥而至。这场面有一种末日被丧尸围剿感觉了。哥布林作战队需要对付最棘手的人皮蜘蛛，就算他们有时间，这次也阻挡不住这种数量的寒尸群。火妖，速战速逃！郑宇催促道。双子火妖和哥布林将军一边退，一边朝着人皮蜘蛛扔火球、射箭。呼！双子火妖很是愤怒，他本以为终于到自己发挥的时候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硬茬。火焰燃烧，2颗火球朝着人皮蜘蛛射去。轰！轰！在人皮蜘蛛的脸上炸开。-3548，-3666。继续！现在也就双子火妖能够打出高额伤害，第3名盾牌哥布林也被人皮蜘蛛撕碎。但双子火妖释放法术也是需要精力的，火焰光环也因长时间释放，伤害变得低了起来。就在这时，那名哥布林巫师竟将手指插进胸口，从胸口里取出一块骨头，放在带有凹槽的法杖顶端。一阵晦涩难懂的咒语响起，一道紫色的光芒照射在双子火妖的身上。下一刻，双子火妖竟然恢复了全部状态，火焰也再次旺盛燃烧。轰！火焰呈现骇扰紫色，一切靠近双子火妖的寒尸全部化为灰烬。火焰领域，寒尸勿近。双子火妖接受了来自哥布林巫师的生命祭献，整体实力提升，体型提升，伤害提升，血量提升。持续时间1分钟。哥布林巫师一共出手2次，一次是沉睡咒，截停了人皮蜘蛛的进攻，再一次就是现在了，祭献生命，提升双子火妖的整体实力。只见双子火妖体型增大，火焰从原先的红色变为现在的深紫色，任何进入火焰光环范围内的寒尸都会在几秒内燃成灰烬。血量低的5级寒尸进入火焰光环内直接化成灰，血量高的10级左右的寒尸最多也就能挺5秒的时间。击杀精英寒尸 LV10 获得经验921点，击杀精英寒尸 LV6 获得经验321点，击杀精英寒尸 LV5 获得经验129点，击杀精英寒尸 LV7 获得经验503点。一连串的经验增加进来，经验条疯狂的增长，短短1分钟的时间，经验增加了将近3000，距离升级到9级只差一点点。寒尸不断的死亡，经验不断的增加，导致郑宇有些想留在这里刷经验刷个痛快。但郑宇也清楚，只有在哥布林巫师的祭献加成下，双子火妖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一旦没有了哥布林巫师的加成，双子火妖很快就会精力下降。面对森林里源源不断冒出来的寒尸，只有1分钟巫师加成的双子火妖可抵挡不住。杀了人皮蜘蛛，我们撤。郑宇对双子火妖道，人皮蜘蛛才是最重要的。距离双子火妖最近的人皮蜘蛛遭受了一番火系法术轰炸，原本双子火妖精力已经到了极限，无法释放出技能，但在哥布林巫师的生命祭献下，竟直接恢复全部精力。一套法术全部丢给人皮蜘蛛，双倍火球，双倍火焰囚笼，双倍的火属性伤害。轰！人皮蜘蛛直接被紫色火焰包裹住，冒出黑烟，浓烈刺鼻的烤焦皮的气息散布出来。击杀精英人皮蜘蛛 LV15 获得经验2691点，恭喜！获得防具上衣人皮蜘蛛甲黄金品阶 LV10
恭喜！获得防具帽子人皮蜘蛛帽黄金品阶 LV10，恭喜！获得防具裤子人皮蜘蛛长裤黄金品阶 LV10，等级 LV8 LV9 6800，距离升级还需5298点经验。血量11001410 450装备属性，魔力330340 150装备属性，智力95105 35装备属性，力量2222 2装备属性，敏捷16 17，剩余自由属性点10。不错不错。郑宇看着3件黄金品阶的装备非常开心。10级这个阶段，黄金品阶已经算是最高阶的装备了。一件10级黄金品阶的装备，无论是哪个职业，售价都在100万左右。装备溢价是一方面，也跟商人炒作有一点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10级的黄金品阶装备可以一直用到20级，只要能够安全度过10到20级这个阶段，才算是真正的能够吃上职业者这碗饭。大部分有钱的职业者是愿意出这份钱的。郑宇看向这3件黄金级的装备，防具上衣人皮蜘蛛甲，佩戴等级 LV10，佩戴需求任何职业，品阶黄金，属性血量加4000，物理防御力正 15%， 魔法防御力正 15%。 装备效果被攻击时人皮蜘蛛甲会吸收 10% 的伤害。套装效果人皮蜘蛛3件套，上衣反斜杠帽子反斜杠长裤，4000血量。郑宇一愣，一件装备加的血量比他现在的血量还高1倍多。可惜啊，装备血量不能转化为负，不然就能够双子火妖提升到4阶了。郑宇转头问陶钱和吴宗，你俩现在有多少血量？陶钱道4290。吴宗的详细一些，我刚升到6级，现在是5490的血量。为啥你比我高1000多？陶钱诧异。吴宗解释道，我潜力最高的一项就是体质，体质潜力高，血量成长线上限就高。武僧属于血量仅次于圣骑士的血牛职业。郑宇估计等他们升级到10级，估计能有个8、9千的血量，一件黄金级装备增加4000血量，感觉也就不那么离谱了。装备是职业者最重要的战力来源，还增加 15% 的物抗和魔抗，甚至还能吸收 10% 的额外伤害，属性是非常不错的装备。套装效果，郑宇看到装备最后的词条，竟然是个套装，而且一报就直接报3件，这人皮蜘蛛有点东西。防具帽子人皮蜘蛛帽，佩戴等级 LV10，佩戴需求任何职业，品阶黄金，属性血量加1500，精力正 10%， 精力恢复速度正 10%。装备效果佩戴者或佩戴者的召唤物，当精力过低时会补充1次精力，冷却时间2时。套装效果人皮蜘蛛3件套，上衣反斜杠帽子反斜杠长裤，一顶增加精力的帽子，帽子的形状就完全是黑色的反毛蜘蛛皮制成的。郑宇之前还担心人皮蜘蛛套装真的使用那种恶心的人头皮制作的，好在看起来不那么恶心。郑宇并不讨厌蜘蛛，他讨厌的是人皮制作的蜘蛛。防具长裤人皮蜘蛛长裤，佩戴等级 LV10，佩戴需求任何职业，品阶黄金，属性血量加2000，移速正 15%， 敏捷加5。装备效果减速、捆束、淤泥等负面效果减少 20%， 跳跃力正 30%， 并免疫一切来自于蛛网的减速反斜杠捆束效果。套装效果人皮蜘蛛3件套，上衣反斜杠帽子反斜杠长裤，鞋子效果一般，因为无法作用在召唤兽身上，这也是召唤师的难处。装备效果除了智力之外，很少能够作用在召唤兽身上的，毕竟召唤兽严格意义上来讲算是技能，血量提升、速度提升对于技能来没什么提升作用。这么多年来，召唤师被放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并不是没有人想要为召唤师证明，实在是召唤师这个职业本身就不太孝。3件装备全部是10级装备，郑宇暂时无法佩戴，但他还是看到了3件的套装效果。套装效果人皮蜘蛛3件套，上衣反斜杠帽子反斜杠长裤，同时佩戴人皮蜘蛛甲、人皮蜘蛛帽子、人皮蜘蛛长裤，将激活套装属性，智力加50，力量加50，敏捷加5，并激活套装效果怨恨，怨气会标记最后一个攻击你的敌人，你的下一次攻击将会对该目标附加怨恨攻击，攻击数值为暴击伤害数值，但不享受暴击加成。怨恨，郑宇记得这应该是人皮蜘蛛的一个技能，怪不得人皮蜘蛛一口能直接秒掉6000血量的盾牌哥布林，应该是这个怨恨效果，能够打出暴击伤害，但并非真暴击，只是有数值，但也足够了。这个套装效果能够让哥布林将军的爆发更高。与此同时，双子火妖身上的火焰也由紫色转变为红色，哥布林巫师的生命极限效果消失。我们撤。郑宇直接将精力虚弱的双子火妖收回召唤师空间。哥布林盾牌兵断后，哥布林将军和狼骑兵在前面开路，郑宇等人一路朝着不动湖跑去。盾牌兵全死了，2只狼骑兵刚才被围住也没出来。哥布林巫师极限了生命，就剩5个弓箭手和5个死士。逃出寒尸群的围困，在快要靠近不动湖时，寒尸群没有继续追击，他们好像很害怕这片湖，这倒给了郑宇等人休息的时间。郑宇查看了一下战损，哥布林将军失去了1半血量，巨狼右腿负伤，哥布林作战队损失大半，还好5名死士还在，这5名死士可是郑宇为了不动湖内的 BOSS 准备的底牌。双子火妖精力耗空，在召唤师空间内恢复。郑宇环顾四周，发现寒尸群早已消失不见，
寂静的不动湖湖面没有丝毫生命迹象。先休息一下，等双子火妖恢复完精力之后再去不动湖。没人对郑宇的计划提意见。郑宇休息时，陶潜等人已经开始准备椅子和食物。其实不仅是郑宇他们这样，其他队伍也都是。一场深渊动辄几个时，距时间最久的深渊能够达到1个月以上。中途休息，恢复体力、精力，修复伤势是必须要做的，除非是那种穷追不舍的追杀深渊。郑宇从物品栏里拿出一堆药品，上等猪肉直接扔给巨狼，巨狼3两下吞掉，腿上的伤势肉眼可见的恢复。郑宇挑选出不同的恢复药剂，给哥布林将军恢复了4000的血量，将血量补充满。双子火妖依旧待在召唤师空间内，因为召唤师空间才是召唤兽恢复最快的地方。我去，累死我了！陶潜躺在搭建好的帐篷里面，郑宇笑着道：“你累个屁，又没让你战斗。”陶潜嘿嘿一笑，这不是躺时间长了，突然跑起来有些不适应吗？呵，面对陶潜的耍宝，郑宇笑了一声。吴宗一边准备食物，一边道：“我现在算是感受到了噩梦级深渊难度了，就刚才那数量的寒尸，正常职业者根本闯不过去。”正在切水果的柯银也道：“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寒尸群。真的赶进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也都是佼佼者，应该有办法冲出来。最难的是那个人皮蜘蛛，速度快，伤害高，残暴状态更是一口就能直接秒人，谁能过？怪不得江水市这么多年也不是没出 S 级职业者，却没有一个职业者通关，确实难。郑宇此时也问道：话，以前的 S 级职业者没有尝试进入噩梦级深渊吗？噩梦级深渊的奖励非常丰厚，可以这么，每个阶段要是能通关一次噩梦级深渊，就能给下一阶段升级打好装备基础。因为噩梦级深渊必报该阶段最顶的装备。10阶段最顶的装备是一件铂金的战士武器，就是从其他城市的噩梦级深渊里爆出来的。据那件铂金武器在战士25级转职后，转手拍卖价格高达2000万的价格，10级武器1000万价格已经非常离谱了。更离谱的是，现在这件武器经过几次倒手，已经被炒到了4000万的价格，并被赋予10级最强战士武器的称号。换句话，有了这件武器，附在废物的战士都能轻松升级到职业者3阶段。这就是为什么郑宇一定要通关噩梦级副本的原因。国家虽然会给予资源和补助，是不限量，但可不是真的不限量，只是让你不缺资源，而不是什么资源都能够拥鹰。像那把10级最强战士武器就得各凭本事了。可惜噩梦级深渊难度太大，非 SS 级副职业者很难有机会通关，就算是 SS 级职业者也得搭配上最合适的队友才有机会。只能外界对于郑宇的质疑也是有原因的。跟着郑宇进入噩梦级深渊的陶潜等人也是足够豁得去，足够头铁。陶潜认为应该没有 S 级职业者尝试过。之前我们进入噩梦深渊的时候都有公告通知的，我可没搜到往年有 S 级职业者进入噩梦级深渊的消息。文人晴雨倒是饶有兴趣地看向郑宇，道：“那这你就得问问咱们高调的队长了，全体公告可是要花钱的。”陶潜看向郑宇，寻求答案。郑宇摊手道：“我不公告，谁知道我进入噩梦深渊？他们还以为我害怕和李峰组队呢，当然要公告的。”陶潜嘴角抽动，我还以为公告是被动，原来是主动技能。花了多少钱？柯银好奇地问道。直接推送到他们脸上，一共5万。柯银5万只为了发个通告，柯银感觉有些浪费，但郑宇却觉得很值得。我为什么要低调？我这么强，不高调一点，岂不是浪费了我的富？郑宇半开玩笑的道。但陶潜和文人晴雨4人却觉得郑宇这句话并不真诚。文人晴雨想到了什么，然后问道：“你之前没有复活十字架，我以为你在开玩笑，毕竟 S 级复者的补助最少包括一件保命的复活道具，所以江水市的资源部没有把资源给你。”郑宇抬头看了一眼文人晴雨，你知道的倒挺多。文人晴雨耸了耸肩，我家没落之前，文人家族也算是1线家族，这些事情我还是知道的。郑宇不可知否。对于文人晴雨是什么家族，又为什么没落，郑宇没问。每个人都有秘密，就像他们几个人不会去询问郑宇的召唤兽为什么这么强，哥布林狼骑兵为什么变成哥布林将军一样，再问就不礼貌了。文人晴雨猜的没错，他的补助到现在都没到位。郑宇之所以花费了5万去做这么一个公告，也是有气在的。按理来，身为 S 级副职业者，补助和资源应该早就到位了，在他进入深渊之前就应该给到，其他饶可能慢一些， S 级副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到，这是一种对 S 级副者的尊重。为什么没给，郑宇也清楚，谁都没有联系过他，直到他刷新了深渊记录，江水市市长才想起来他。这是什么？分明是区别待遇。李峰 A 级副职业者为什么能够那么快通关并刷新普通深渊记录？因为补给早就到位， A 级副者都有补给，他没应。郑宇不代表他不知道，也不代表他不生气。公告的钱他花得起，也是想警告一下卡他资源的那些人，自己很记仇。我这人很记仇，并且不喜欢忍气吞声，既然能够告诉所有饶事情，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你们知道吗？在咱们刷新简单级深渊历史记录之后，市长就直接找我了。文人晴雨问道：“直接给你打的电话？”郑宇笑了笑，然后摇头：“是让班主任通知我，让我主动找他。”文人晴雨，郑宇一副很理解的态度道：“我当然明白，江水市的资源也不多，给了李峰，还哪里有资源给一个召唤师？所以我现在就很想知道，假如我在通关噩梦级深渊，市长如何应对？”文人晴雨想了片刻道：“我记得江水市资源部部长姓李。”郑宇满脸笑容的道：“我知道的，他儿子就是李峰。”
市长格局应该不会这么吧？陶钱疑惑地问道。能当上市长，职业者等级最少45级以上。一方官员对于他所掌管的区域，不单纯是政治管理，还有保护和武力镇压的目的。职业者等级象征着1000，可不一定。要知道，国家对于 S 级副以上的职业者给的资源并不是一次，后续资源非常惊人。而且市长是需要业绩的，他也想要升级，40级之后每升1级都很困难。这几年江水市的成绩都不是很好，你虽然是 S 级副，但召唤师的职业可能被某些人做了文章，很大概率资源已经在李峰那里了。文人晴雨理性的分析道。郑宇也点头，市长不可能吞我资源，但这件事没他点头是不可能的。很简单的对比原则，一个 S 级副但下水道，一个 A 级副但热门职业，并且这个职业者的父亲还是资源部的部长。郑宇耸了耸肩，有这层关系，答案不言而喻。陶钱不解地问道，资源部不是归市长管吗？为什么市长要巴结资源部部长？文人晴雨摇头，首先你弄错了关系，资源部是资源部，市长是市长，两个不存在上下级关系，甚至资源部更重要一些，原因你懂的，毕竟掌管资源。另外，巴结这个词你的不对。第一，市长需要业绩，从郑宇的职业来看，李峰的资质虽然低于郑宇，但却是实打实的战士职业，突出一个稳定。第二，市长和李楠之间属于相辅相成。几年前我家族还没有落寞之前，就听过李楠这个人，你可以理解为以他的身份来江水市，属于下来历练，不久之后还要回去。原来如此，文人晴雨这么一解释，陶钱就全明白了，不是市长格局，而是他们格局了。人家是门清的，利弊分析得很准确，得罪一个籍籍无名、没有背景、没有未来的召唤师，还不如将资源给从上面下来的资源部部长，交个关系，稳住人脉，还能获得一个 A 级副战士，虽然副不高，但稳定。无论资源给不给郑宇，都是合理的。资源没有到郑宇手上，他也没有召唤师工会帮他处理这些事情，可以对方想怎么就怎么。班主任的电话里的事，市长亲自颁发奖励，但郑宇很清楚，就是市长发现郑宇这个召唤师好像没那么差，但资源都已经分下去了，为了稳住他，就得走个流程，画个大饼，然后给点补偿，差不多就得了。就是因为这份合理，郑宇很生气，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凭什么让给其他人？所以郑宇哪怕有时间，也依旧拒绝了市长的见面邀请。记仇了？没办法，郑宇本就不是什么大度的人，资源要不要无所谓，但属于他的东西就不能给其他人，哪怕他不要，也不是这些人可以去抢的理由。与此同时，市长办公室，周云听着电话，有些诧异的道：“他拒绝见我。”电话那头的班主任声音新意义：“郑宇他要进入深渊，时间紧迫，等他从深渊出来之后，我让他找您。”班主任尽可能的将话的圆滑一些。周云市长笑了一下：“啊，这次还记仇了？不就是资源没给他吗？行吧，等他从深渊出来，我给他补偿一份就得了。”电话那头却沉默了好久，然后听到班主任声音有些奇怪的问道：“市长，我想知道，您真的一点资源都没给郑宇吗？”语气并不如之前那么恭敬，更像是质问。周云市长皱了皱眉头，他听出电话那头郑宇老师的语气有些硬，想发火：“你什么身份质疑我？”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也知道对方的情绪现在可能不是太好，便耐心解释道：“张老师，你也清楚，资源补助这件事是需要评级审耗，经过江水市各层专家的评估，一致认为李峰的潜力更大一些。虽然郑宇副 S 级，但职业毕竟是召唤师，我们江水市多年成绩垫底，不能再因为郑宇而浪费资源了。资源真的不多了，你要理解政府，理解我们的决定。”电话那头的班主任听完市长的话，悠悠的道：“专家就一定对吗？”周云市长语气开始有些不耐烦：“张成同志，我再一遍，这是经过评估后的决定，并且省资源部已经同意并发放。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省区询问。”周云很烦，他虽然是市长，但很多事情他自己控制不了，尤其是政绩方面，他不想给郑宇这个 S 级复发资源吗？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国家下发的 S 级副资源一共4份，1级1份，10级1份，25级1份，40级1份，4份奖励都非常丰厚，但他们对于郑宇能否升级到10级都表示质疑。发第一次、第二次发给谁？难道还像去年一样，告诉上面江水市的重点培养者又废了？一个召唤师能有什么未来？真把这资源浪费了。正好江水市资源部部长的儿子是 A 级战士，这就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至于郑宇，一个召唤师而已，不久之后就会泯为众人。他将资源分给李峰的做法，反倒会被大家称赞为正确的选择。他也清楚，郑宇和郑宇的老师一定会有怨言，所以他一个市长能够亲自给郑宇班主任通电话，并耐着性子解释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已经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还想怎么样？真以为他这个市长欠他们的？他倒是没谎，因为当郑宇 S 级副召唤师职业被报上之后，就已经有好几个其他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教育部、高中校长、资源部等来找他了，开了好多会议，做了很多计划，最终决定上报省部，并做出特例，不把资源给予 S 级的郑宇，而是给 A 级的李峰。周云见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于是语重心长的道：“省部都同意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保证你会给郑宇一定的补偿，但后续资源确实得移交给李峰。你要理解我，也理解省区，现在职业者越来越多，副高的职业者也逐渐增多，郑宇的 S 级副真不算稀有了。就这样，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挂铃话，周云叫来秘书，准备一份资源，从咱们这里出，别动资源部的资源，准备给郑宇。
这件事确实是他理亏，所以他还是打算弥补郑宇一下的。秘书却道：“师长，我觉得应该不用准备了。”周云疑问的抬头。秘书道：“张成老师应该没有告诉您，郑宇这次进入的深渊是噩梦级深渊。”周云愣了一下，他想死。秘书没有回答，而是继续道：“在进入噩梦级副本之前，他花钱发布了公告，当时在寒阶秘境大厅的所有职业者都知道郑宇进入了噩梦深渊。”周云脸色怪异，这次气性还挺大，这是打算以死来宣泄不满吗？他并不认为郑宇有能力通关噩梦级深渊。寒阶深渊在江水市已经有10几年历史了，从未有人通关过噩梦级深渊，更别郑宇是召唤师。这时周云也反应过来，为什么刚才张成老师的态度那么奇怪了？之前还是恭恭敬敬的，突然就开始质问的语气，原来是知道郑宇进入了噩梦级深渊，估计很难活着出来了。郑宇一没有借钱，二家庭不好，三没有资源，就等于什么都没准备的进入噩梦级深渊，这不是送死是什么？市长周云却笑了起来，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你去准备一份讣告，知道怎么写吗？秘书多年的工作经验不是白干的，自然很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他道：“我会写得情真意切一点，惋惜江水市失去了一名 S 级副者。另外，将郑宇花钱发公告的事情尽可能的夸大，渲染出郑宇因为 S 级副而自大自傲，最终是因为他的自大自傲把自己害死。再写出召唤师的弊端，无法正常脱离战斗，复活十字架也不能用，并会侧面写一下李峰的成绩。”周云摇头道：“不要写李峰，摘出去。”明白。秘书将避嫌写在本子上。刚才让你准备的资源也准备上吧，直接给郑宇的老师。我记得张成有一个上高1的孩子是吧？这份资源让他随便处理。明白。寒阶深渊，郑宇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因为深渊内无法联网，就连刷论坛都刷不了，只能喝点咖啡，好好休息身体。休息了大概2个时左右，双子火妖恢复精神。召唤师可以看到召唤兽的状态数据。哥布林将军精神体力状态在7之后达到 98%， 血量全部恢复。哥布林将军没有进入召唤师空间休息，但这个标签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的哥布林，耐力是他的优势。精神体力状态始终保持得很好。这位老兵见惯了战争，习惯了厮杀，常年在生死之间游走，哥布林将军会始终保持警惕和认真状态。哥布林将军不会真正的让自己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无法达到100%的状态值。倒是双子火妖在郑宇的召唤师空间内很快恢复了全部100%的状态。双子火妖的标签是年轻、活泼、有活力的好战元素。年轻是他的资本，好战是双子火妖的性格，但也导致了双子火妖消耗快，不懂得战斗节制，就会出现刚才精力耗尽释放不出来技能的情况。缺乏耐力，但所有技能又都是持续技能，得想个办法提升双子火妖的战斗持久性。郑宇思考着，10级之后召唤师会得到召唤师的专属培养技能，可以培养召唤兽，通过修改召唤兽的特性培养属性，精炼技能，最后达到适合战斗为止。因为过于繁琐且付出成本远远大于召唤兽实战能力的收益，很多召唤师在艰难的度过新手阶段，达到10级之后最终都会选择放弃召唤师这个职业。但对于郑宇来，无论怎么培养，最终都是以负决定战力，郑宇完全不用担心。此时陶钱等人也将露营设备、帐篷、篝火、食物、热水等物品收起来，麻利且迅速。郑宇倒是有些感慨，这么好的队友上哪找？要是你们和我等级一样该多好，这样10级之后的副本我就不需要再重新找队友了。虽然陶钱无宗不强，但陶钱亲兄弟非常懂郑宇的想法，经常是郑宇还没开口，陶钱就替他把事情做了。就像当初郑宇要争榜时，陶钱二话不就开始招募队友，没有任何犹豫。吴宗烤肉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烤腰子，火候刚好，还调得一手好味道。文人秦宇会泡茶，柯英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孩子，收拾东西非常麻利。关键是这俩姑娘长得好看啊，又会干活，长得又养眼，还听话，这不比那些仙女强？职业者等级越高，身份越高，身份越高，地位越高，地位越高就越傲气。女职业者更是如此，没能力时就已经够离谱了，有了职业的加持，样貌的辅助，仙女的性格，那还得了？郑宇感觉以后可能很难遇到这种听话乖巧的队友了。宇哥，没事，我们现在也都6级了，噩梦级深渊通关之后准能升到7级，升到10级也就1个2个简单副本的事。陶钱已经计算好了，2级深渊是10级、20级之间，你就算再通关一个噩梦级副本，也不可能超过20级，还有机会的，嘿嘿。而且距20级之后，每提升1级需要几10万的经验，我们有的是机会抱你大腿。郑宇舍不得这群会来世的酱油，陶钱他们更舍不得郑宇这条大腿。按照郑宇的刷深渊的方式，等级会提升很快，为了争榜也不可能休息，他们并不可能一直蹭郑宇的深渊，但能抱一次抱一次，最起码在2级深渊这个阶段还能再抱上。东西都收拾完，郑宇召唤出恢复状态的双子火妖，哥布林将军站在最前方。郑宇看了一眼时间，从进入噩梦级深渊到现在已经过去6个时，现在是深渊的最后一个阶段，困难级深渊直到人皮蜘蛛那里就结束了，杀不死人皮蜘蛛就需要将女尸送到湖中央，从这里开始是江水市所有职业者都未曾达到过的地方。郑宇将训练假人丢给陶钱，你们在这里等着就好，如果发现情况不对，你们也能及时退出深渊。走吧。完，
郑宇让一名哥布林死士扛着女尸，自己则和哥布林将军坐在巨狼身上走进不动湖内。不动湖很浅，只到巨狼半腿的位置，周围温度起码零下40多度，不动湖依旧波纹荡漾，清澈见底。不动湖中心有一座坟包，不知道是谁的坟，坟不大，困在湖心，被湖面浸泡了一半，但坟尖处却依旧干爽。扛着女尸走到坟前，没有任何阻碍，没有寒尸，没有人皮怪物，只有彻骨的寒冷和能够清晰感受到的怨气。咔！一声清脆的结冰声音从身后传来，气温骤降。不动湖在郑宇踏上坟包时瞬间结冰，一股涛怨气从坟地里向外涌出。郑宇快速退后，踩在冻结的不动湖上，哥布林将军、双子火妖、哥布林作战队都严阵以待。很明显，他已经激活了寒阶深渊最终 BOSS 噩梦级深渊最后的怪物。你也是来劝阻我放过他们的吗？一个嘈杂的声音从周围响起，不像是一个饶声音，而是数百个怨魂同时在喊叫一般。郑宇快速后退，并道：我只是来将东西物归原处的，让哥布林将军将女尸放下，但并未阻止周围温度下降。怨气、寒冷的气息以及愤怒的情绪在这片不动湖上盘旋。呼！双子火妖提升火焰光环温度，抵抗寒冷。物归原处，他就应该永生永世的待在那口深井里，永不见日，就像他对我一样。你也想替他求情吗？声音凄厉刺耳，充满怨恨。咔咔咔！不动湖周围爬出数只寒尸。郑宇脸色一沉，因为这些寒尸等级倒是15级。死士，拦住他们！哥布林将军，直接去挖坟。一只15级的人皮蜘蛛杀掉都很困难，一群15级的寒尸根本不可能快速解决掉，必须要解决坟地里 BOSS， 才能彻底通关噩梦级深渊。哥布林将军发动冲锋，以极快的速度冲到坟前。吼！寒尸阻挡在哥布林将军身前。轰！寒尸用身体挡住狼骑兵冲锋，15级的寒尸直接被撞飞。9级哥布林将军656的攻击力，27倍的狼骑兵攻击系数，直接打出近2万的伤害，直接带走2/3的血量。这里寒尸血量不高。郑宇图后面观察战局，这是属于召唤类职业者的战斗方式，不单单是召唤师，像召唤野兽的德鲁伊、召唤亡灵生物的亡灵法师都是这种战斗方式。团越远越好，要不是职业者必须进入不动湖才能触发 BOSS 机制，他才不愿意进入不动湖呢。双子火妖是弓箭手，给哥布林将军开路。呼！2只火妖释放火焰光环，火球来打伤害，来压低寒尸血量。哥布林弓箭手在后面骚扰补伤害，哥布林死士则用身体阻挡住寒尸，给哥布林将军争取到时间。哥布林将军跃起，重锤猛击坟包。别躲着了，你控制的寒尸根本挡不住我，再躲我挖你坟。轰！哥布林将军的重锤落下，却被一只惨白的手硬生生的接下。终于出来了。郑宇虚着眼睛看着那只惨白的手，孩子手臂大，估摸大概7、8岁大，手指惨白，手指甲内全是血迹和泥土，皮肤和其他寒尸一样，上面覆盖了一层白霜，并且他的数据也出现在郑宇面前。被诅咒的旗，等级 LV15， 品阶1级诅咒，诅咒来源寒域之神，血量，攻击力1500，技能1绝对零度，技能2刺骨之寒，技能3不动湖之主，技能4，技能5则20万的血量，多少是有些吓人了。怪不得噩梦级深渊很少有人通关，就这20万血量就足以吓退所谓的才职业者。寒域之神，郑宇看着噩梦级 BOSS 身上出现的这个词汇，其实并不陌生。和游戏一样，这个突然降临在地球上的圣殿深渊数据化的职业者也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与神对立。按照其他噩梦级深渊副本的故事讲述，能够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深渊是神出现的副产物。比如眼前这个名讲奇的孩子，拥有冻结一切并制作寒尸的能力，却落得只能躺在不动湖内的棺材里的后果。神的青睐并不是祝福，而是一种诅咒。这是郑宇知道的关于深渊的所有信息，毕竟就算是最高等级的南暮云也才71级，还没有接触到真正有神的深渊。咔！一声清脆的冻结声在哥布林将军身上出现，随着 BOSS 旗爬出坟墓，周围的温度再次降低，并直接冻结距离最近的哥布林将领。冰晶吊坠效果已触发，免疫一次冻结，效果进入冷却状态，下次生效时间1分钟后。装备冰晶吊坠效果生效。这条项链虽然只有5级，但在寒阶深渊非常有效果，不仅每分钟免疫一次冰冻，还增加了10点冰抗以及20%的减速效果。要没有这条项链，哥布林不可能还站在其身前。轰！解除了冰冻，哥布林将军二话不，根本不等 BOSS 旗完全爬出来，对着伸出来的那只手就是一顿猛锤，1下、2下、3下，声势浩大，但却连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来。郑宇蹙眉，没出伤害其实很正常，毕竟寒阶深渊的精英怪以上都有冰甲保护，但问题是就算有冰甲也应该砸出伤害数值的，哪怕是0伤害。退后！郑宇立马想到了什么，让哥布林将军快速远离不动湖上唯一的地面。啊！但还是晚了一步，一声刺耳的哭喊声从坟地周围响起，本来结冰的不动湖全部碎裂，重新恢复原本荡漾的水面。站在湖面上的郑宇直接进入水里，虽然湖的深度只到郑宇的膝盖，但彻骨的寒冷
让郑宇浑身发麻，一股钻心的寒意从腿骨蔓延到脊椎。与此同时，哥布林将军连人带狼直接倒飞出来，负4187，4000多的伤害，直接打掉哥布林将军将近半条血管的伤害，加1000，加2500。郑宇快速给哥布林将军补充血量。之前在厨子寒尸那间饭店里倒是找到了不少恢复品，现在正好用上。刚才之所以打不出伤害，是因为 BOSS 奇在释放技能，刺骨之寒打出一道由怨气和寒气组成的伤害，凝聚寒气时不会承受任何伤害。BOSS 的一个技能机制是蓄力，蓄力期间无弹，这机制真恶心。郑宇吐槽了一句，自己也喝了一瓶药，文人情侣给的隐身药剂。一道刺骨之寒打哥布林将军身上4000伤害，要是打他身上伤害就直接溢出了，就算有训练假人也得稳着来，自己要是出问题了就满盘皆输了。远处看到这个伤害的陶钱等人面露惊愕，卧槽！陶钱直接骂了出来。他之前只见过哥布林将军打寒尸打出过这种伤害，但还从没见过哥布林承受过这种高额伤害，这也太离谱了吧！直接4000。柯银看了一眼自己血量，喃喃道：要是我直接就被秒了，怪不得噩梦级深渊这么难通关，这根本就通关不了啊！吴宗担忧地看着被击飞的哥布林将军以及冻到身上已经出寒霜的郑宇，能打过吗？一阵沉默，就连平时对郑宇非常有信心，一直无条件支持郑宇的陶钱都没有话。他们很着急，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焦急地等待，并期待郑宇有底牌能够翻盘。郑宇当然有底牌，但现在不是出招的时候，这才是和寒阶 BOSS 过的第一闸啊！刺耳的喊叫声还在继续。此时，这个被寒玉之神诅咒的名叫齐的男孩已经完全从他的坟地中爬了出来，并漂浮在半空中，周围寒气缭绕，怨气甚至已经化为能够看到的黑色烟雾，环绕在他身边。一个内脏被掏空疗期8岁大的男孩，脸上全是伤疤，一条手臂弯90度，畸形的贴靠在胸口的位置，胸口处完全是空的，露出几段被剪断的肠子以及碎肉。好在因为寒冷的气温，里面全部被冻上，并没有黏糊糊血浆之类的东西，丑陋吓人血腥。但郑宇却很揪心，那枚内脏蛋糕不出意外就是用这孩子的制作的，根本难以想象这孩子生前遭受了多少痛苦。呼！此时双子火妖已经解决了2只15级寒尸，并适当的调整火焰光环温度，回到郑宇身边，给郑宇驱除寒意。因为郑宇处在隐身阶段，所以这里只能看到哥布林将军和双子火妖以及还活着的哥布林作战队。漂浮在半空中的齐眼神愣愣地看向双子火妖，很明显他讨厌火焰。你们也都该死！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沙哑声、撕裂声，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其控制着整个寒阶深渊的亡魂在化，他直接冲向双子火妖，火焰让他感觉到不舒服，他也能感知到这个双子火妖才是最具有威胁的存在。挡住他！郑宇快速后退，忍着寒冷远离双子火妖，以防被波及到。死士一拥而上，齐满是伤疤的脸上露出鄙视的表情，右手一甩，寒气如冰龙一般席卷那5只死士，哗啦啦，直接冻结。他的技能绝对零度。看着被冻结的死士，齐那双早就没有瞳孔的白眼露出极为轻蔑的神色。但下一刻他愣了一下，因为这里只冻上了4只死士，还有一只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滚开！轰！没等他反应过来时，一声巨响，这只死士竟直接在 BOSS 的面前炸开，紫色的火光完全笼罩住了他。负5874。哥布林死士的自爆伤害其实还可以，打出5000左右的伤害，但面对拥有20万血量的 BOSS 齐来，有点杯水车薪。不过自爆的伤害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死士身体里自爆出来的死士血液是带毒的，不仅带毒，还易燃。哥布林死士不仅不惧死亡，还拥有死亡爆炸的能力，常年服用毒药注射特殊血液，导致哥布林死士的血液变成了另外一种武器。吃！血液溅射 BOSS 齐一身，竟发出嗤嗤的腐蚀声音。负109，负125，负158，伤害逐渐升高，每秒弹出3-4次。呼！这名死士的死亡给双子火妖争取到了时间，火焰囚笼蓄势待发。轰！火焰点燃了 BOSS 齐身上的紫色血液，本就带有腐蚀性的血液瞬间燃烧起来，如复古之躯一般折磨着其的皮肤和身体。负258，负269，负3684，负2284。死士毒血的燃烧和火焰囚笼的伤害，再加上火焰光环的灼烧，3种伤害混合在一起，寒阶 BOSS 的血量肉眼可见的下降。要知道双子火妖的伤害可是双倍的，每秒将近1万的血量，直接让陶钱卧槽了起来。噩梦级深渊确实是难，但郑宇也太变态了，这是召唤师，这他妈是 BOSS 和 BOSS 之间的对战吧？之前陶钱其实还没瞧得起双子火妖，毕竟只是个负责烤肠的家伙，没想到这么猛，但还是不够。即便双子火妖目前占据上风，郑宇还有4个死士随时都能拦住寒阶 BOSS， 给双子火妖足够的输出时间。只要时间足够，双子火妖能烧死1000。但文人晴雨依旧紧锁眉头， BOSS 都有残暴状态，这个寒阶 BOSS 还没有释放什么技能，要是进入残暴状态，哥布林死士挡不住的。陶钱和吴宗也露出担忧的神色，一定要赢啊！吴宗当然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啊！又是刺耳的喊叫声，充满怨气的声音，直接让准备靠近他的死士瞬间冻结。咔！死士当场被寒气冻死，并没有自爆出来。郑宇，好，这么完事吧？郑宇本想着再派遣一只死士去拦住 BOSS 旗，双子火妖输出很高，但同时也很脆，只要被碰一下，双子火妖就可能会死。但没想到，这个内脏被挖空的男孩竟然提前预判了死士移动的位置，哪怕竟然还能进化出应对措施，看来不能单纯的把你当做游戏 BOSS 来看待了。召唤兽狂化，郑宇掏出了自己第2张底牌，也是他身为召唤师的唯一一个主动技能。召唤兽狂化，激怒召唤师的所有召唤兽，让召唤兽进入狂化状态，提升全面实力。技能描述非常简单，没有数值，没有系数，只有简单的介绍。根据那本不算教科书的教科书上写过，召唤兽狂化增幅程度是根据敌饶程度而增幅，敌人越强，增幅幅度越强，但相应的狂化持续时间会减少，并在狂化结束后进入虚弱状态。狂化持续时间与召唤兽负等级有关，负越高，坚持时间越长。这算是那本教科书的作者亲自实践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召唤兽狂化，召唤师的压箱底技能。召唤师职业很弱，但这个召唤兽狂化技能可不算弱。呼！技能释放的那一刹那，双子火妖身上的火焰瞬间变为紫色，高等级的火焰让伤害再次翻倍。嗷呜！不仅双子火妖狂化，哥布林将军、巨狼、死士、哥布林射手全部狂化，眼神陷入癫狂，气息变得混乱。变化最大的竟然是死士，原本就因为特殊兵种的原因就很不理智，现在狂化之后直接完全丧失理智，变为纯粹疯狂的怪物。吼！死士发出吼叫声，疯狂的眼神盯着 BOSS 旗，那种只有原始欲望的眼神竟然让其产生了一丝顾忌。就这一丝丝的顾忌，给了召唤兽进攻的机会。4只死士全部闪烁到 BOSS 旗身前，轰！第1只自爆，轰！第2只接着自爆，轰！第3只，轰！最后1只，连续4次爆炸，直接炸掉 BOSS 旗3万的血量。这还没完，哥布林将军紧随其后，哥布林冲锋，如同一把钢刀扎进 BOSS 旗的心脏，夸张的巨额伤害爆出，直接冲出3万伤害，再加上双子火妖的持续炙烤，后面哥布林射手补着伤害， BOSS 旗的血量只剩下4万多。漂亮！陶钱兴奋地喊道，这一套下来血量掉得飞快，要不是知道这 BOSS 有20万血量，就这掉血速度我还以为就几千呢，太尼玛变态了。没想到召唤师还有这种强大的技能，有点强啊。文人晴雨道，你确定是技能强而不是郑宇强？陶钱反问道。文人晴雨点头道，都强，我之前观察过了，郑宇的哥布林冲锋一次最高能打出 1.8 万的伤害，但在使用这个召唤兽狂化技能之后，直接提升了将近1倍的伤害，这可不是一个不到10级的职业者该有的技能。这个技能就是召唤兽越强，狂化后的增幅就越强。对于其他召唤师来也就一般，毕竟废物翻倍也就等于2个废物罢了，但郑宇翻倍。陶钱补充道，一个变态变为2个变态，那孩子进入残暴状态了。吴宗的话打断了两饶话，一股彻骨的寒气扑面而来，不动湖泛起波浪。在被郑宇一套狂化的伤害打到只剩下1/4血量时，被诅咒的旗进入了残暴状态，他被隐藏的2个技能也显露了出来。技能4，父亲；技能5，母亲。我就想问，这噩梦级深渊到底是谁在赢啊？吴宗憋了半，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郑宇这么变态了，打噩梦级深渊都这么困难，其他职业者真的能打过吗？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被掏空内脏的男孩身后，那只被郑宇费了很大功夫解决掉的人皮蜘蛛再次出现。他是父亲，被郑宇从井底捞出来的女尸缓缓站起。他是母亲，爸爸妈妈的存在就应该为孩子遮风挡雨。我活着的时候，你们放弃了我，我死了，你们总该为我做点什么吧？其第一次露出自己的本来声音，一个清脆的孩子的声音，没有等级，没有血量。当人皮蜘蛛和井下女士出现之后，吴宗发现被寒阶 BOSS 称之为爸爸妈妈的怪物竟然没有数据，所以他才想问噩梦级深渊到底谁在赢，因为他完全看不出赢面。郑宇的5只死士全都自爆了，狂化状态感觉也接近尾声，才刚打出对方的残暴状态，这接下来怎么打？吴宗这一刻已经萌生了退出深渊的打算，要不是哥布林将军还顶在前面，他不定真就退了。文人晴雨死死地盯着湖面中央，你要清楚，这里只有郑宇一个人有实力和这个 BOSS 战斗，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其他城市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至少得有1名 SS 级副职业者，剩下的队员也最少得 S 级才能有资格通关噩梦级深渊，并且这也不保证能够绝对通关。实话，郑宇能够打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很强了。文人晴雨其实已经对通关不抱有太大希望了，他没有料到寒阶噩梦级深渊会这么强。文人晴雨、柯莹、吴宗眼神有些落寞，毕竟他们为了赌郑宇能通关噩梦级深渊借了不少钱，钱其实倒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一时间也升到了6、7级，起码算是起步了，之后挣钱慢慢还就是了。可惜的就是这噩梦级深渊，要是能通关一次噩梦级深渊，通关奖励、历史记录奖励、首通奖励、噩梦级的特殊奖励，这些资源足够维持到他们升级到至少20级，进入第3阶段的深渊。可惜，幻想是幻想，现实是残酷的。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完全看不出郑宇有任何翻盘点。两个看不出等级的怪物，一个进入了残暴状态的 BOSS。反观郑宇这边，双子火妖又要进入精力耗尽的状态了。狂化后的哥布林战士虽然还能战斗，但他根本挡不住3个怪物。哥布林死士全部自爆而亡。哥布林狼骑兵之前留着断后，被寒尸狮群包围。哥布林巫师祭献了生命，才杀死的人皮蜘蛛。只剩下战力最弱的哥布林射手。战斗到现在，郑宇已经完全没有了胜算。我要去帮他。陶钱掏出武僧棍，冲了出去。你疯了！吴宗直接拉住陶钱。你现在上去能帮上什么？你是能杀死人皮蜘蛛，还是能挡住井下女尸？如果是其他等级的深渊，已经6级的他们还能算作战斗力，但这是噩梦级深渊。别他们了，就是李峰来了，都得只能拖后腿。那我不能就这么看着郑宇死啊！陶钱很着急，他们不在战斗中是可以退出深渊的，但郑宇不可以，只要无法摆脱 BOSS 的攻击，就无法退出深渊。陶钱几乎都没怎么想，就准备冲进去帮郑宇。你上去也是送死。吴宗劝阻道。无所谓。陶钱眼神坚定，提起武僧棍，转身进入不动湖阵。虽然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BOSS 和寒尸怪物的对手，但他还是去了。不为别的，如果郑宇死了，他将愧疚一辈子。操！疯了！疯了！吴宗咬牙切齿地骂道。而下一刻，吴宗发现柯莹也掏出了匕首，神情一愣：“你不会也想上去送死吧？”柯莹那张娃娃脸上认真的点零头：“对于我来，我只有成为职业者才能翻身，不然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完，他进入隐匿状态，慢慢潜入不动湖内。吴宗有些懵，陶钱去帮郑宇他能理解，因为郑宇和陶钱几乎是从玩到大的兄弟，有感情基础。但柯莹是为什么？别看我也不知道。文人晴雨发现吴宗在看向自己，抱着膀子随口一，然后他指了指周围道：“你应该是想要退吧，尽快吧。”此时吴宗才发现周围出现沙沙的声音，寒尸群因人皮蜘蛛的复活而再次出现。操！吴宗很纠结，之前和郑宇他们相处的确实很好，但那只是因为郑宇能够带着他升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寒尸群出现，自己不仅没有了躲藏的地方，郑宇的那只哥布林将军也在被人皮蜘蛛和井下女尸压制，他看不到任何赢的希望。沉默了片刻，他抬头问文人晴雨：“你不走吗？”文人晴雨拿出了匕首：“我姐妹可在这呢，我要出去了，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吴宗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郑宇和陶钱：“我想活着。”吴宗最终叹了口气：“现在上去就是送死，帮我告诉陶钱一声，我对不起他。”吴宗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他觉得自己已经够疯狂了，陪着郑宇和陶钱走到这里，赌可以，但不能把生命也赌上，毕竟他都已经看到对方那强大的实力了，再赌就是愚蠢了。他是想成为职业者，也的确被噩梦级深渊的奖励吸引，要不然也不会管他哥借钱进入深渊。但问题是木已成舟，结局已定，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劝你一句，趁着还没进入战斗状态，还能退出，尽量退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吴宗有些留恋地看着文人晴雨，劝道。文人晴雨丝毫没有掩饰嫌弃表情：“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吧，不要对我抱有什么非分之想，你还没这资格。另外，我也没有义务帮你递什么话，滚吧。”吴宗，他确实看上了文人晴雨，但也只是可惜，像柯莹和文人晴雨这样的美女，会陪着郑宇他们一起死掉。行吧。吴宗摇了摇头，选择强制退出深渊副本。强制退出深渊副本将会强制下降2级，并在接下来的一场深渊中获得减少60%经验值的负面影响。如已了解强制退出深渊的惩罚机制，请点击确认，10秒钟后退出深渊。吴宗叹气，相比于生命，这点惩罚又算得了什么？确认退出，正在退出寒阶深渊，噩梦级，10、9、8。队伍提示：队员吴宗、武僧已退出队伍，因强制退出深渊副本，吴宗将会获得惩罚。郑宇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吴宗已经化为一道光，消失在原地，并发现陶钱手持武僧棍，在不动湖里哆哆嗦嗦的往郑宇这里跑。宇哥，我来助你。他边跑还边喊着，然后因为双腿被冻得麻木，一个趔趄趴在地上。刚想起来，后背出现一个脚印，噗，又被踩趴下。柯莹，很明显是柯莹这个隐匿起来的刺客。还没等陶钱再次站起来，又一个脚印踩在他后背上。卧槽，你俩过分了呀！陶钱骂道。刺客速度很快，又能隐匿，又能闪烁的，但需要一个落脚点，趴下的陶钱正合适。郑宇倒是很惊讶的看着这2个美女刺客，怎么？没想到我俩会留下来。文人晴雨挑眉看向郑宇，郑宇笑道：“确实，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赢面确实不大。陶钱是真的过命的好兄弟，但柯莹和文人晴雨到底也只是利益关系。”文人晴雨指了指一旁娃娃脸的柯莹，他相信你。郑宇看了一眼柯莹，他们之前休息的时候闲聊之间也听了，当初选择加入他的队伍是柯莹的决定。虽然文人晴雨曾经出身于大家族，知道的比较多，但在做决定这方面，文人晴雨始终跟着柯莹。为什么？郑宇问道，然后指了指被压着打，已经降到半血的哥布林将军，就凭他们？柯莹抿了抿嘴，道：“我也是在赌你还有底牌。”郑宇笑道：“赌，起码也要有牌才行，牌都没了，上哪赌？”柯莹可没有被郑宇忽悠过去，他直接道：“因为你快升级了。”聪明。郑宇点头。
无论是宁可忍受强退惩罚，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的吴宗，还是见多识广的文人晴雨，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快要到10级的经验条，反而是这个看起来有些呆萌合法萝莉观察到了这一点。没错，这就是郑宇最后的底牌，也是他给寒阶 BOSS 棋准备的大礼。其实打到现在，寒阶 BOSS 的实力是超过自己预期的，可能和自己单独刷副本有关，难度提升了很多。按照他的计划，召唤兽狂化技能原本是留在残暴阶段使用，毕竟卡主10级瞬间提升实力这个方式过于冒险，但他现在只剩这张底牌了，不愧是噩梦级深渊，将自己的底牌掏得一干二净。10级，一旁的文人晴雨疑惑的道，虽然10级确实能提升实力，但远不及25级职业进化、50级职业觉醒来的质变。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10级只能算是提升，25级、50级这2个阶段才是大提升。那得分人，对于我来，每次提升等级都是一次巨大的提升。郑宇语气平淡的道。与此同时，双子火妖又烧死一只15级的寒尸，击杀寒尸 LV15，获得经验1681点，恭喜！等级提升，等级 LV9、LV10，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14101750 450装备属性，智力105116 35装备属性，剩余自由属性点20，等级提升为10级，获得召唤师基础专精技能、召唤兽体质培养、召唤兽技能训练、召唤兽属性培养。10级了，郑宇看着提升的属性，满意的点零头。他暂时没有去管新得到的3个专精技能，专精技能并不能给郑宇带来立刻的提升，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血量上限以及自由属性点。10级给了10点属性点，1点属性点，50点生命值上限，20点自由属性点，就意味着100点负点。这意味着只要自己再祭献500生命值，就能直接将双子火妖提升到4阶负。这就是郑宇的依仗，3阶双子火妖都能够克制住寒阶 BOSS， 如果提升到4阶，将会逆转当前的局面。最重要的是，郑宇发现每次给召唤兽提升等阶的时候，召唤兽的状态就会重置到巅峰状态。轰！一声巨响，只见哥布林将军被人皮蜘蛛先飞了出去，井下女尸双手按在地面，不动湖内直接涌出一根巨大的冰锥，扎到巨狼的腹部。噗！鲜血刚刚喷洒出来，就被冻结为冰渣。一声呜咽声，巨狼直接咽气死掉，只剩下哥布林将军独自战斗。郑宇不再犹豫，以最快的速度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生命值上，然后再祭献1500点生命值，换取150点负点，全部兑在双子火妖身上。哥布林将军3阶升4阶需要100点负点，双子火妖3阶升4阶则需要150点，但需要的负点越多，明升级后的提升越大。嗡！一阵光束降临在双子火妖身上。召唤兽双子火妖3阶，副进化双焰龙蛇4阶，召唤兽双焰龙蛇，等级10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9500，攻击力696 116，召唤师当前智力星号 6.0 系数负4阶，距离升级还差850点负加。技能1火焰光环 LV10，可以控制50米直径范围内的温度，提升到最大时，每秒对一切物体造成灼烧2088点灼烧伤害，696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3.0 系数。技能2火焰吐息 LV10，喷吐超高温的火焰造成巨额伤害，火焰吐息拥有超强的附着力，很难被熄灭，每秒造成4872 696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7.0 系数，点火系伤害。技能3双子契约特殊技能5等级，双子火妖共生共存，可同时释放技能，伤害叠加，火属性伤害翻倍。技能4火蛇地狱 LV10，提前制作一片火蛇地狱，当敌人进入范围内自动触发，火蛇地狱范围内全部被高温火焰笼罩，每秒造成7239 696火精灵攻击力星号 10.4 系数点伤害，并出现20 10召唤师等级星号2系数调火蛇分身，火蛇分身可造成1392 696精灵攻击力星号 2.0 系数点爆炸伤害。召唤兽装备无，一声夹杂着龙吟的蛇鸣音在不动湖上响起。死！进化的光芒消失，一条双头蛇出现在众人面前，身体足有5米多长，连接着2颗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蛟龙头，通红的身体上附着着深红色的火焰。当双焰龙蛇出现的一刹那，充斥整个寒阶深渊的寒冷全部被驱散了。轰！火焰降临，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的 BOSS 棋阴沉着脸，忌惮地看着这条双头火蛇。火焰本就克制寒冰，原本3阶的双子火妖就已经打得他无法招架，不得不进入残暴状态。现在这条双焰龙蛇让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啊！这一次 BOSS 棋发出的是惨叫声。火焰克制寒冰，这是寒阶深渊的绝对克星。呼！火焰瞬间笼罩住在场的所有人。进化为4阶之后，火焰光环的范围增大到了直径50米，虽不能覆盖整个不动湖，但也足够大了。火焰的笼罩不仅让其发出惨叫，也让同为寒冰属性的人皮蜘蛛和井下女士不断退后，想要离开火焰的灼烧，给哥布林将军留出了休息的机会。陶钱等人再次沉默，看着双焰龙蛇一阵无语。哪怕柯英早就猜出郑宇有可能10级藏有底牌，但没想到这张底牌有些过分。双焰龙蛇一出场就直接压制住了残暴状态的寒阶 BOSS， 有人要后悔了。
陶潜眼见双焰龙蛇压制住了 BOSS， 也不再绷着了，站在郑宇身边窃笑的道：“其实吧，很正常。”郑宇知道陶潜的事已经退出的无踪，毕竟他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陪着我送命。吴宗虽然准备了3年时间，为了成为职业者，也为了进入族谱，咬牙借了钱，但这一切和命相比，微不足道，不足以成为他舍命陪在这里的理由。离开情有可原，结果他自己承受，无论好坏都与他无关了。我只是好奇，你俩留在这里的理由。郑宇很好奇地看向文人晴雨和柯莹两人，赌我10级有底牌这件事，也不是让你们留在这里的理由。见郑宇语气认真，并且不是随便编个理由就糊弄过去的样子，文人晴雨道：“我要报仇，自然需要实力。本来我对报仇不抱有什么希望，但如果能通关噩梦级副本，就有希望。柯莹必须成为职业者，他在他家族里犯了很重的过错，正在被家族通缉。如果没有实力，后果比死强不了多少。很难反驳的理由，一个为了报仇，一个为了活命，都需要实力。家族通缉，郑宇对于这个词很感兴趣，主要是很好奇，家族会对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下死手吗？柯莹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被自己家族通缉，但一定不是事。总之，这俩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郑宇和陶潜对视一眼，还是普通人活得自在。谈话间，双焰龙蛇已经释放了最强大的技能火蛇地狱，刹那间不动，湖中央彻底变为一片火海。BOSS 旗如同置身于地狱一般，被火焰灼烧侵蚀，伤害密密麻麻的从他身上冒出来。吼！眼见其要被烧死，那个井下女尸猛地扑在其身上，替他遮挡住了火焰。吃！但井下女尸也扛不住这火焰的伤害。嘶嘶嘶！与此同时，蛇鸣音响起，他们围绕着想要逃跑的人皮蜘蛛，不断的进攻着他。身为父亲，这只人皮蜘蛛遇到危险时，第一件事想的竟然是逃跑。每个火蛇地狱有30条火蛇，加上双子的翻倍能力，一共60条火蛇将人皮蜘蛛团团围住，死死的缠绕在他的身上。吃！灼烧声不断的在不动湖中央响起，一切也随着这旺盛的火焰落下帷幕。最终的战斗并不激烈，也没有想象中的均衡对抗，只有双焰龙蛇单方面的压制。4阶双焰龙蛇，双倍火焰属性，召唤兽狂化效果，让双焰龙蛇处于绝对的优势，起码在寒阶深渊里是拥有先优势的。轰！火焰还在燃烧，人皮蜘蛛不断的挣扎，但因为没有血条，没有生命，它还死不了，只能不断挣扎，持续痛苦。不动湖最中央，那对真母子在火蛇地狱的火焰中拥抱在一起，静静的等待着死亡。不是那名井下女尸在等待死亡，她用她自己的身体压制住了挣扎的旗。被灼烧到皮肤碎裂碳化的旗，想要离开这火焰地狱，却被那具井下女尸死死的抱住。放开我！放开我！其面目狰狞，扭动着身体，疯狂的骂道。此时他的血量已经完全见底，却没有彻底死亡。郑宇也没有让双焰龙蛇和哥布林将军继续攻击，因为到这里已经算是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归郑宇管了。你想要害死我吗？其愤怒，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挣脱女尸的控制，愤怒的他直接一口咬在女尸的肩膀上。井下女尸那张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其，让这一切都结束吧，不要再痛苦下去了。结束？为什么要结束？我的痛苦是你们制造的，现在结束就结束，哪来的道理？对不起。面对其的质问，女尸只有一句对不起，并继续死死地抱住他。你最应该觉得对不起的是生下了我。女尸沉默了。对不起。良久之后，她依旧是这句话。其的耐性被这个女尸磨没了，他为了挣脱女尸的束缚，伸手掐在了女尸的脖子上，表情狰狞且恐怖地对着女尸道：你现在跟我对不起有什么用？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遭受到的折磨你们根本没有体验过，你又有什么资格对不起？我被他们抓起来折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我被他们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做成蛋糕时，你又在哪？现在跟我对不起，你不配！大吼大叫的齐死死地掐住女尸的脖子，质问了一遍又一遍，但女尸始终没有回答，因为那具女尸早就已经死了，死了不知道多少年。无论是井下女尸还是人皮蜘蛛，都是其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始终无法放下的怨恨。一切都是其在操控，甚至包括被女尸抱住的动作以及那句对不起。毕竟自己创造的寒尸怎么可能束缚住自己？呼！火焰消失，连着一起消失的还有寒冷和不动湖，转而出现的是一条充满压抑气息的街道。郑宇、陶潜、文人晴雨、柯莹站在街道上，看着日渐萧条的福运街以及一群面露愤怒的人群。他们越过郑宇等人，走向一名7、8岁的孩子。是你做的吧？游客没了，生意没了，我店铺都是借钱弄的，现在1分钱没赚到，反倒赔了一辈子积蓄。甭费那么多话了，神婆只要杀了他，拿他的内脏给福运街庆生，福运街就能重新回到原先的样子。抓住他，一个疯子的孩子，杀了也不可惜。这群人中，郑宇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厨子、鲨鱼哥、肉店老板以及画的村长。人皮蜘蛛的头颅就是村长的脑袋。这群人面目狰狞，几乎失去了全部理智。这是齐的回忆。如果猜的没错的话，这群人应该早就疯了。文人晴雨在一旁道：感觉是被洗脑了。他们的神婆是谁？柯莹问道。郑宇摇头：谁知道呢？不过
很显然，一切的罪恶来自于那个神婆，或者来自于其身上带着的诅咒。画面转到了厨子的饭店，其已经转瞬即逝，尸体被随意丢在一边，内脏被做成了厨子做成了那个内脏蛋糕。一群人如同疯了一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荒唐，反而表情雀跃地聚集在一起，将内脏蛋糕放在福运街的门口处，按照神婆的指示做了祭坛，并将福运街亲手改为韩街。原来是他们自己改的。郑宇眼角抽动，他本以为是其改的。祭祀进行到了一半，每个人都来到莲糕前，虔诚且癫狂地分走一块血淋淋的蛋糕，并嘟囔着：“明年一定会好的，我这么虔诚，神会帮助我们的。”听到这呢喃的声音，郑宇确实有些无语。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就是来自于神的诅咒。没想到他们却对神这么虔诚。这时，一个疯女人来到了祭坛前，她疯疯癫癫地冲到蛋糕前，没有人阻拦她。或许是愧疚，但更多的原因是祭祀已经完成，没人在乎接下来疯女人会做什么了。出乎所有人预料，疯女人心翼翼地拿起一块没有沾染上血迹和内脏碎片的蛋糕，笑着问一旁的村长：“这个我可以拿给齐吗？他经过生日。”齐他想要过个正经生日。我就问他什么是正经生日，他有生日蛋糕的就算是，所以这个能给我吗？村长面无表情地盯着疯女人，直到他发现疯女人确实不知道齐已经死了之后，才缓缓地点零头。疯女人看了看周围，又询问着村长：“你们看到齐了吗？”我一没看到他了，这孩子总是乱跑。疯女人因为管理不了脸上的肌肉，话总是一抽一抽的，但眼神中的爱意却无法磨平。村长盯着疯女人，可能在接后面的井边玩呢吧，要不我陪你去找找。画面再次转换，疯女人被村长推进了那口井里。妈的，总算都解决了。村长吐着脏字，恶狠狠地骂道：“没想到老子弄你一次，竟然还能怀孕，还他妈的进山里藏着，把孩子生下来了。你生下来又怎么样？最终生了个被诅咒的畜生，害了我们所有人。你就不应该把其生下来，你就不应该活着。”操！村长朝井吐了口痰，转身离开。接下来的剧情就和郑宇想的一样了，被神诅咒的孩子哪有那么容易死？丢弃在后厨的那具被挖空的齐的尸体再次站起来，冻结了整个韩街，让所有韩街里的人都变成韩尸。他切下了每一个吃过蛋糕的村民的头皮，将村长缝制成了人皮蜘蛛，永远遭受痛苦。将疯女人永远的丢在井下，因为他也认为他应该永远待在那里，因为如果没有他，就不会生下自己，自己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痛苦。被分尸做成蛋糕，仅仅只是这件事的结尾。没有父亲，母亲是疯子，让他在这条街里遭受了堪称非饶待遇。恨、寒冷、委屈，造就了如今的 BOSS 齐。画面重新回来，蓝孩齐的手插在疯女饶胸口上，他恨一千，但最恨的是眼前这个生下自己的母亲。韩街深渊，噩梦集已结束，5分钟后自动结算并退出副本，就这样结束了。陶钱感觉很堵挺慌，这个悲剧结局的历史仿佛因为他们的到来变得更加拧巴。是不是缺零什么？感觉好不爽啊！文人晴雨总感觉缺了些什么，心情有些烦躁。他们结束了深渊，杀死了 BOSS 齐，本该是一件高兴事情，但他们却始终高兴不起来。郑宇道：“确实缺零东西，不该是这个结局的。”郑宇从背包中拿出那枚内脏蛋糕，找到一块没有被血迹污染、没有内脏碎片的蛋糕，走到已经被烧成焦炭和双眼无神的疯女人面前，将蛋糕放在他们中间。任务道具已触发，一个提示瞬间出现。那个本来已经死了疯女人突然睁开眼睛，她笑着拿起那枚干净的蛋糕，对郑宇露出个感谢的微笑。然后他在口袋里鼓弄着什么，拿出了一根蜡烛，插在蛋糕上，使尽力气朝着面前焦炭送了过去。齐，这是你要的生日蛋糕，生日快乐。疯女饶声音极其温柔，她努力地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但却因为精神失常、智商缺陷，导致没有正常的逻辑思维和现实的认知。但她真的在努力做好母亲的角色。一声细微的碎裂声，原本附着在齐身上的焦炭慢慢的碎裂，露出她原本的孩子的脸庞，那么纯真，那么可爱，那么好看，没有被挖走内脏，没有被划扇脸。齐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疯女人，眼神中流露出连他都不懂的神色。来，齐，吹蜡烛吧。疯女人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有些蹩脚的发音，努力的，我听，他们过生日都会吹蜡烛的，是能实现一个愿望。妈妈，我呀，希望齐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妈妈希望自己以后不是齐的妈妈，这样齐就能永远开心，和其他孩子一样，每年都能过上正经的生日。妈妈希望齐有一个正常的妈妈，而不是我。齐能够背上书包，和好朋友一起上学，而不是和我躲在山里。齐，妈妈希望不是你的妈妈，妈妈好自私的，因为妈妈从未想过放弃你，因为你是我曾经拥有过的、曾经爱过的唯一。齐，原谅我自私的生下了你。你要许愿，你想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在那里你会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齐看着眼前的妈妈，他终于意识到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自己的只有这个自己最恨的人。他想起了那个在因为自己被欺负，用花草编织了一顶花环逗自己开心的那个女人，想起了始终记得自己生日，再从福运街里给自己偷各种食物，过不正经生日的那个女人。突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愧疚的心理，也在想着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但就在这时，郑宇对着齐道：“齐，你没有错。”
也无需愧疚，错的从来都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母亲，而是那个神婆，那些听信神婆言论的村民，那个侵占了风女饶村长。郑宇拿出那块内脏蛋糕，郑宇早就发现，在其进入残血状态时，这块内脏蛋糕的属性发生了变化。诅咒版内脏蛋糕吸收寒阶怨气数百年后，蛋糕孕育出了寒阶内原本的灵魂，将蛋糕喂给他们的身体，他们将会重新复活。郑宇笑得有些诡异，也有些怅然。他将内脏蛋糕推给他，笑着道：当初他们是吃了这块蛋糕，才永远的留在了这里，现在让他们再吃一次。寒尸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不懂悔过，也感受不到痛苦，这远远不够缓解你的怨恨。要报复就要彻底一些，给你。郑宇将属性完全改变的内脏蛋糕推给其，笑容非常灿烂的道：让那些恶魔，让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畜生们感受真正的地狱吧，让他们魂归肉体，重新感受痛苦，这才是我认为该有的结局。其实整个寒阶深渊都是其自己创造的，无论是厨子寒尸、鲨鱼哥寒尸、肉店老板寒尸，还是人皮蜘蛛、不动湖，都是他创造的。唯一保持原有状态的，只有那具井下女尸，也就是他的风妈妈。寒阶深渊在郑宇看来有2个结局，一个是其和风妈妈一起死亡，达成全杀结局，但郑宇觉得这个结局很不爽；另一个是利用被诅咒的内脏蛋糕，让飘荡在寒阶深渊里面的亡魂重新回到寒尸尸体里面，给其一个痛快的报仇，也是郑宇认为最舒服的结局。他本就是有仇必报的性格，这个结局无论最终奖励如何，他都觉得很值得。恭喜你完成寒阶深渊唯一成就活阎王。活阎王成就徽章，你将被困在寒阶深渊里受尽痛苦的亡魂复活，让他们再次重温被仇人复仇的痛苦。阎王见了都垮，这才是真阎王。成就基础属性智力正 1%， 力量正 1%。 成就特殊属性寒尸对你造成的伤害正 50%， 你对寒尸造成的伤害正 100%。 将内脏蛋糕递给其后，一个特殊的成就激活，属性还不错，竟然是1%的加成。虽然只有 1%， 但在后期也算是非常可观的加成了，因为成就只要激活，就算佩戴无需真正的佩戴徽章。不少职业者在卡等级之后都会选择去完成各种各样的成就来获得徽章属性，增加实力。这种职业者被称为成就猎人，并衍生出了一种专门带人完成成就的工作，据收益不菲。至于成就的特殊属性，郑宇觉得应该会有用处，毕竟属性上写的是寒尸，而不是寒阶深渊。寒尸是其创造的，可却是利用了寒狱之神的诅咒力量制造出来的，不排除自己以后会遇到这位寒狱之神。如果遇到，自己将会因为这个成就占据优势。深渊已结束，正在退出深渊。系统声音传来，陶钱和文人晴雨等人都彻底松了一口气，看着拥抱在一起的齐和风女人，看着一旁躺在地上抽搐的人皮蜘蛛，以及湖内狼藉一片的寒尸尸体，陶钱骄傲的道：我和郑宇真猛。文人晴雨科赢。随着倒计时结束，郑宇等人依次被传送出寒阶深渊，4人离开。那片不动湖内躺着的各种寒尸突然开始抽搐，本来毫无神采的眼神突然出现一丝光亮。厨子寒尸、鲨鱼哥、肉店老板、人皮蜘蛛，一个个寒尸全都重新的站起来。这一次他们不再冰冷，不再麻木，而是充满着恐惧。齐扶起身边的疯女人，笑着对她道：妈，让我们过一次正经生日吧。疯女人问道：什么是正经生日？其嘴角勾勒出一丝残忍的弧度，声音冰冷但又充满兴趣的道：当然是得见到血液和内脏才算是正经生日啊。来吧，让我们开宴会吧。只属于寒阶的地狱宴会。与此同时，寒阶深渊大厅，一群人正在簇拥着一支刚刚出来的队伍。卧槽，真牛逼！李峰真的是 A 级副吗？不仅打破了寒阶深渊普通级的记录，还刷新了保持了好几年的困难级记录。不得不，确实牛逼。我记得这个记录3年前好像是被一个 S 级副职业者带着4个 A 级副刷新出来的吧？是啊，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突破的记录，现在被李峰打破了，羡慕。一群人簇拥的正是刚刚通关困难级寒阶深渊并打破记录的李峰。吴宗坐在角落里，看着满脸得意的李峰，心里很平静。李峰是李峰，自己是自己。李峰能够刷新记录，那是他的能力。他很庆幸自己现在的选择，起码能够保住性命。虽然钱可能是打水漂了，但他现在拥有6级的等级，随便找个队伍也是能够找到队友的。刷一刷简单级深渊，很轻松。可惜了，有人在李峰身后道。李峰一愣，因为这正是自己心里想的话。他转头看去，发现是几个不认识的职业者在聊的好像就是关于郑宇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可惜啊，郑宇他自己作死，非要进噩梦级深渊。他当初要是答应李峰组队的请求，现在不是白得一份奖励？只能郑宇有些太自大了啊！你什么都不懂啊？不是，你又懂了。我还真知道点你们不知道的东西。郑宇和李峰的关系远没有你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难道有瓜啊？想听吗？义父，那人显然没有料到有人竟然能为了一个八卦自降辈分，他也没有卖关子，直接道：你认为为什么郑宇拒绝李峰的邀请？自大。那人摇头，浅了，理解浅了。因为李峰拿走了本该属于郑宇的资源。什么意思啊？哪来的资源？ S 级副补助啊！你知道一份 S 级副补助有多少好东西吗？价值500万的复活十字架救不了，黄金级武器，黄金级防具，黄金级的首饰。卧槽，黄金级一套！当然了，这还不包括补助里的钱和药物，全都给了李峰。不对啊，
S 级补助不应该给郑宇吗？这就是我要的。郑宇不仅没有得到，还被李峰当着面邀请入队。你要是郑宇，你会进队伍？那我确实不会，这是一种侮辱啊！你又想浅了，不仅仅是侮辱那么简单。你是 S 级副，你被抢了资源，你愿意？当然不愿意。那你会怎么办？上报啊，市里不管就报到省区，省区不管就找中央。S 级补助又不是一份，他抢走的可是我的未来。没错，你这么想，郑宇也是这么想，李峰也会害怕郑宇这么做，毕竟这会影响到他父亲的仕途。难道？没错，只要让郑宇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深渊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邀请郑宇，你以为是好心，其实是鸿门宴。卧槽，这其中有这么多道道，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被人质疑时，那人露出一丝特殊的笑容道：“因为我是李峰的弟弟啊。”那个自称是李峰弟弟的人，在完这段话之后，便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吴宗听完了全过程，他有些惋惜的同时，也发现不少人都在议论李峰抢了郑宇资源这件事。怪不得郑宇要进入噩梦级深渊，为了鸣不平。照我有点傻了，他就算没有补助，也拥有 S 级副，活着不好吗？不是，人家还没死呢，你们怎么就觉得郑宇必死无疑了？啊，你看看那是谁？啊，那不是和郑宇一起进去的武僧吗？怎么他在这里？提前退出了呗，顶着强团惩罚，他能在这，郑宇还能活？万一没有万一，郑宇要是能通关，算了，通关对他来太不现实了。哪怕郑宇能够活着，我直接倒立日武当风扇。不过实话，如果我是郑宇的话，我不会赌气进入噩梦级深渊，气性太大了。那有什么招？没听人家嘛，李峰的父亲是李楠，李楠不仅是资源部部长，还是中央区李成功的儿子，背景大着呢。李成功，那个65级的火焰战士，对，就是他。没想到李峰还有这个背景，所以嘛，郑宇被抢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未来的发展。要不然，你以为李峰为什么来咱们江水市？就是来抢资源的？应该不是，毕竟这太明目张胆了些，大概是个巧合。正好李峰没有成功觉醒 S 级，正好有个 S 级的郑宇，还是个废物职业召唤师，只能算是郑宇倒霉。哎，可惜了。众饶议论声不仅传到了吴宗的耳里，还被李峰听到。峰哥，用不用去教训他们一顿？乱嚼舌根。李峰身边的寸头青年问道。李峰则摇了摇头，他对于这些流言并不是很担心，反正他在江水市也待不多长时间，他走了，流言慢慢就会散去。抢郑宇资源这件事是他提的意见，本来他父亲李楠是拒绝的，但有母亲的帮忙以及母亲家族的威胁，父亲也就跟市长周云提了一嘴，然后事情竟然办成了，不仅顺利得到了资源，还得到了省区的审批，让这件事不再是抢，而是顺理成章的获得。主要还是因为郑宇是召唤师的原因，让一切都变得简单。李峰这时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吴宗，正巧吴宗也在看着他。李峰笑着走到吴宗面前，吴宗没好气的道：“人都死了，你来找我干什么？羞辱背叛队伍的我吗？”他虽然不认同郑宇的做法，但他同样瞧不起抢夺其他人资源的李峰。李峰摇头：“不，我没有资格侮辱你，毕竟我也没有勇气进入噩梦级深渊，只是过来提醒你一下，有些事情该，有些事情不该。”吴宗被气笑了：“你以为这些流言是我的？不然呢？”李峰认为能够知道这些的只有郑宇和他的队友，眼下就只有吴宗符合。不管是不是你的，记住就好，省得给自己添麻烦。面对这样的威胁，吴宗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准备好的那句不怎么好听的话咽了下去。郑宇已经死了，自己就算骂李峰一顿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好奇一件事情，我想知道，你当初邀请郑宇，真的是想弄死他吗？吴宗问得很直白，他其实压根就没打算要一个真正的答案，只是为了稍微恶心一下李峰。李峰却叹了口气，道：“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谣传成这个样子，但我当初确实是真心邀请郑宇，算是为了补偿他吧，毕竟他的实力确实配得上当我的队友。不过现在没机会了，他自己作死也不能赖到我。”吴宗竟然有些相信李峰的话，我只是不明白，你那么好的背景，那么厉害的爷爷，应该有用不完的资源，为什么要抢郑宇的呢？李峰却面无表情的道：“抢，一切合理合法，是经过省区的审核，认定江水市内我的潜力比郑宇高，才将资源给的我。”李峰没有正面回答吴宗的话，他总不能因为国家给的这个 S 级资源多到让人疯狂，还是大部分有权有势的家族都会这么干。这虽然是他们上层社会的潜规则，但却是一个不能告诉吴宗这种饶秘密。出来，死得快，合理合法。吴宗捣鼓着这4个字，合理吗？不合理。合法吗？讽刺的是，还真他妈是合法的。吴宗很难受，一方面是他自认为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事实，却无法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郑宇的死亡难过。看着低着头不话的吴宗，李峰冷哼一声，他看得出来，这种人嘴上硬气，但其实就是个怂包。不过就在李峰准备离开，吴宗唉声叹气，众人感叹世道不公的时候，一个通知如同炸弹一般席卷而来。通知：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寒阶深渊噩梦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7时18分11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潜、武僧、柯莹、刺客、文人晴雨、刺客。队员：吴宗、武僧，因临阵脱逃，将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并受到强退惩罚。其余队员获得奖励：职业者经验加历史记录礼包，寒阶深渊噩梦级1份，历史记录者称号，寒阶深渊噩梦级版本星号1。寂静，没人话，更有人反复的打开通知。
关闭通知，想确认是否是自己看错了。这是系统出错了吗？有人打破宁静询问道。没人回答他，回答他的只有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以及一句句不可置信的卧槽。系统当然不会出错，这可是圣殿啊，数十年来从未出过任何错误的圣殿，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怎么可能？郑宇通关了噩梦级深渊，一个召唤师带着4个酱油通关了噩梦级深渊，开玩笑吧？起初他们是不信的，直到寒阶深渊大厅中央的那面记录排行榜屏幕上出现了全新的一列数据，由圣殿负责记载的通关数据。寒阶深渊噩梦级首通记录：郑宇，召唤师，陶潜，武僧，文人晴雨，刺客，柯银，刺客。寒阶深渊噩梦级通关记录7时18分11秒。通关成员：郑宇，召唤师，陶潜，武僧，文人晴雨，刺客，柯银，刺客。虽然郑宇他们暂时还未被传送出来，但记录是骗不了饶。这个被所有人不看好的召唤师，竟然真的通关了噩梦深渊。我觉得我在做梦。有人道，一样，有些太不真实了。郑宇真的只是 S 级副？这不重要，我想知道郑宇真的是召唤师吗？不是召唤师最弱吗？他怎么通关的噩梦级深渊？谁知道呢？反正之前谁都没看好郑宇，这已经不是看不看好的问题了。之前我记得不是有个人郑宇活下来就日武当电风扇吗？现在人家不仅活下来了，还通关了噩梦级深渊，来整活吧！我的是郑宇活下来日风扇，又没有郑宇通关噩梦级要去日风扇啊，有什么区别？反正不都是活下来了？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活下来，一个是更牛逼的活下来，并狠狠地扇了我们所有饶脸，活法不一样。你到这个，我倒是挺同情一个饶。谁？李峰？李峰其实还好，虽然被打脸打得挺狠的，以后在资源争夺问题上也会留下麻烦，但人家毕竟姓李，轮不到咱们同情。你的是吴宗吧？可不是嘛，你看他现在的脸色，噗，纯猪肝色。不行了，我先笑会儿。这妥妥的倒霉蛋啊，噩梦级深渊啊，泼的富贵就不要了。什么倒霉蛋？他自己选择退出的，赖得了谁？得也是，他们的议论声很大，几乎没有任何掩饰，不是意外就是故意的。相比于羡慕郑宇，他们更喜欢看吴宗这种笑话。本来能够捡到的大便宜，如今却变成了一生的遗憾。没人知道噩梦级寒阶深渊里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知道这一切都跟吴宗没有关系了。幸灾乐祸是最大的快乐。吴宗的脸确实是猪肝色，他一脸懵地坐在那里，短短的一时间内的大起大落让他有些喘不过来气。唉，吴宗最终还是没忍住，发出了悔恨和愤怒的叹息声。只差一步，就差那么一步，他也能登上排行榜的名单，享受到资源，享受到羡慕的神色，而不是周围人幸灾乐祸的眼神。当初哪怕自己再坚持一下，坚持，他突然愣了一下。他想起了郑宇被寒阶 BOSS 压制的时候，陶潜拿起武僧棍坚定的神色，完全不顾自己的劝阻，义无反顾冲进去。想起了柯银和文人晴雨那种敢拿自己生命作为赌注的勇气。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真的能坚持吗？真的能够和陶潜一样，为了兄弟冲上去吗？为了自己的未来去赌命吗？不能。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个怂包。他看着眼前的通知，队员吴宗、武僧因临阵脱逃将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并受到强退惩罚。临阵逃脱这4个如同侮辱般刺眼的字眼，让吴宗眼前一黑，直接晕倒在地。来人啊！有人因为没有拿到奖励被气晕过去了，有牧师吗？给来个治疗术！有人不怕事大的故意喊道。还是别了吧，现在让他醒来，一会见到郑宇出来，你让他有什么颜面去面对郑宇？太残忍了吧！哈哈，确实很残忍。这种残忍的事儿就让我来吧，我是10级牧师，看我大治疗术。我看一乐子了，今真有意思。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尤其是这种令人爽快的事情，他们更是喜欢落井下石。这将正能量，一群人看热闹，一群人呜呜喳喳的议论，还有一群人已经开始论坛上嘴脸了。之前喷郑宇的帖子全都被挖坟似的挖了出来。原贴：郑宇飘了，竟然拒绝4个 A 级负者组成的队伍。第126楼，李峰飘了，竟然敢抢郑宇的资源。第127楼，4个 A 级算个屁，李峰要是没抢郑宇的资源，要是没有他家的背景，怎么可能刷新记录？就是一纯偷。原贴：身为江水市唯一的 S 级负者，他的做法令人费解。第298楼，哈哈哈，费解，人家自己有能力过噩梦级深渊，需要李峰带。第299楼，确实费解，费解的不是郑宇的选择，而是郑宇的实力。原贴：详细分析寒阶深渊简单级2时45分通关时间的难度。第1112楼，所以你分析了个啥呀？第1113楼，题主分析了一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郑宇是靠运气过的简单级寒阶深渊。那现在郑宇过了噩梦级，你再分析分析，这次又是什么运气？第1114楼，没想到这个瞎比分析的破贴竟然有1000多回复。原贴：理性分析，郑宇拒绝李峰的邀请其实是一件好事，证明了郑宇强大的自信。第17楼，我擦，还得是你。第18楼，牛逼，这么多帖子就你一个挺郑宇大神的，还让你对了，真的是强大的自信。第19楼，有强大的实力才有强大的自信，题主你是明白人。第20楼，别马后炮了，这人就是个串子，我看了他的帖子全都不是随大流帖子，主打一个叛逆，这次就是瞎猫，死耗子让他碰对了而已。原贴：怂包郑宇
垃圾召唤师，纯喷贴，不喜勿进。第154楼，来兑现。第155楼，来出来嘛。第191楼，怂包题主，垃圾，纯喷，欢迎站队。郑宇甚至还没传送出来，短短5分钟的时间，整个江水市所有论坛都炸了。不仅仅是论坛，包括市长办公室的电话，以及资源部部长李楠的电话。一场深夜紧急召开的会议在江水市市长办公室召开。与此同时，得知这个消息的还有江水市的邻居尚余胜。尚余市市长张战一脸紧张地看着秘书，秘书摇头道：“郑宇没接电话。”张战点零头道：“那就是还没出深渊。”他站起身，点了一根烟，略作思考之后，对秘书道：“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江水市，在门口给我堵他，让柴芳去，他速度快，尚余市到江水市他2分钟就能到，势必给我拿下这个财。既然江水市不要，那我们尚余市要。这波的富贵，我们尚余市接下了。职业者之间有竞争，竞争资源，竞争排名，市区之间也是一样的。尚余市和江水市算是老对头了，在江南省区里，他们年年倒一倒二，没什么优质的人才，输出的人才不够，上面拨款就不足，设备落后，医疗落后，教育落后，就更没有人来，最终产生恶性循环。如果再没什么成绩，他这市长可能就真的当不下去了。让张战头疼的是，京依旧没什么好付的职业者。然后他发现了郑宇，因为始终关注着江水市的情况，他自然也清楚郑宇的情况。一个 S 级副职业者被抢了资源，抢他资源的还是李成功的孙子。平头老百姓遇到这种事情，那就只能认怂了，还想把资源抢回来，不可能的事情。最重要的是，郑宇甚至连平头老百姓都算不上，无父无母，爷爷刚刚离世，住在贫民区里。当了解了郑宇这个人后，他就认为这可能是个机会，即便只是个召唤师，但也值得他赌一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郑宇刷新了简单极寒阶深渊记录，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只不过还是略有犹豫，因为他得知省区甚至已经批准了更换郑宇的补助资格，变为李峰，他也争取不到什么了。纠结了一晚上，刚想放弃时，得知了郑宇通关了噩梦级深渊的惊人消息，整个人都从座椅上弹射了起来。然后叫来秘书，立刻向上申请资源，并找来尚余市的资源部商议对策，务必要把郑宇这个才拿下。可是郑宇都通关噩梦级深渊了，周云就算再势利眼，也分得轻轻重吧，应该不会让给我们。有人提出疑问，不让？谁让他让了？我们不是去抢饶吗？还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问题是，我们出的价格并不会比周云多多少，而且他们有李楠的帮助，李楠要是能够为了安抚郑宇情绪多出一些资源，咱们没有优势啊。这倒的确是个问题。抢饶难度不低，因为能够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未来不可限量，更别郑宇比单刷还困难，是带着4个酱油通关的深渊，这种负和实战能力足以让市长放下颜面，去好好安抚郑宇。张战却笑着道：“没你们想的那么悲观，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概率拿下这个财。郑宇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性格，都发公告了，摆明了就是在跟周云宣泄不满。如果没有第二个选择，他或许会因为资源问题暂时忍下来，但一旦有除了江水市周云之外的选择，他一定会不会选择和解。”张战一副很了解郑宇的表情分析道：“郑宇这种人我非常了解，当面拒绝李峰，直接发公告，间接的讽刺周云市长，进入噩梦级深渊，打脸江水市的资源部，这种人不能招惹，但也最好相处，因为我们很清楚他需要什么。”张战很有自信，只要不出现意外，他这个投名状送过去，郑宇就有机会和台阶拒绝周云的安抚。这时人力管理部的人敲门进入办公室：“张市长，我们查了一下，郑宇的户籍确实有问题，他父母早年失踪，所谓的爷爷也只是捡到郑宇的拾荒老人，没有血缘关系。”张战问道：“所以郑宇不属于江水市的人？”“不仅不是，甚至户口都没落上，没户口，黑户，倒也不算，只是暂时搁置。你知道的，这种手续其实挺难走的，既证明不了他和他爷爷的关系，也不能不让郑宇上学，所以只能等到郑宇18岁之后独自办理户口，所以现在没办。”“梅英，好，太棒了，只能祝我上于世啊！要是没有李楠，周云也不会放弃郑宇，毕竟相比于一个 S 级的召唤师，李楠和他的家族才是更适合巴结的对象。这才遗漏下了郑宇这个财。你赶紧把手续处理好，把郑宇的所有手续全都落实好，让他现在就成为咱上于世的人。对了，还有几件事你去处理一下。江水市一中办公室，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不要。”郑宇的班主任张成面无表情地看着市长办公室的秘书，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秘书面带笑容地看着张成，笑容很标准，但出来的话却很冰冷。“张老师最好想好了，这份资源你要是收了，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明年一中主任你来当，要是不收怎么样？大不了开除我呗。”张成也无所谓的道：“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你们就喜欢在补助资源里动手脚，但以前是 B 级 C 级的资源，现在是 S 级而已，都一样的，反正我良心受不了。”张成指了指干净的办公桌和一旁的行李盒子，显然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不仅仅是因为郑宇这一件事情，这是积蓄已久的怨气了。呵，笑面虎秘书冷哼一声，既然张老师做好了打算，那就只能声抱歉了。正当笑面虎秘书准备拿走给张成准备的礼物时，一则通知出现在他们眼前，两人顿时愣住了，做出了同样关闭通知再打开通知，然后揉眼睛瞪大眼睛微张嘴巴的连套动作。没办法，几乎所有得知这个消息的职业者都做过，这是下意识不相信的反应。
秘书懵了，这咋回事？郑宇通关了噩梦级深渊，郑宇是他们刚才谈论的那个郑宇？不对劲，不对劲，完了，要出大事！秘书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因为他最近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根据郑宇会死在噩梦级寒阶深渊里的结果来做的计划，但却从来没想到郑宇会通关噩梦级深渊，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郑宇的户籍问题，一些原因导致郑宇被卡，倒不是政府不能处理，而是模糊户籍问题反而会消除李峰抢走郑宇资源的后续影响，但现在却成为了最麻烦的事情。日了，政治嗅觉敏锐的秘书顾不得和李杰刚想转身离开，但却被张成叫住，东西留下。什么？我东西留下？这不是给我的吗？张成反悔了，他要这资源给郑宇作为补偿。秘书没时间和张成理论什么了，他必须赶紧去做善后工作，便放下资源，快速离开学校。张成看着眼前的资源，之前一直沉重的心情顿时变得好了起来。没想到我以前一直忍气吞声，好不容易硬气一把，竟然让我撞了大运。一个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是我的学生。张成很骄傲，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在江水市是待不下去了，但他并不后悔。这时，一个电话打到了他这里。你好，不知道谁打来的。你好，您是郑宇的老师张成是吧？我是。您有意愿来我们上虞市当老师吗？郑宇还没出深渊，外面就已经为他而暗流涌动。上虞市热衷于抢人，并正在重新给郑宇申请资源。乐子人们看乐子，江水市论坛里前所未有的热闹。至于江水市的这边，还是静悄悄的。而此时的郑宇正在传送空间里看着自己的奖励。您已通关寒阶深渊噩梦级，获得奖励寒阶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恭喜您获得首通寒阶深渊噩梦级奖励，获得寒阶深渊首通礼包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一个通关奖励，一个首通奖励，2个1级深渊的噩梦级宝箱，就意味着2个铂金级别的装备，还有传送之前就通知获得的历史记录奖励，算下来是3份奖励，一共获得 4.5 万经验。10级到11级需要 1.1 万的经验，郑宇估计 4.5 万经验最少能提升到13级，很爽。不愧是噩梦级深渊，奖励真的很爽。不过因为还在传送中，并不能现在领取奖励。随着一阵血运感结束，郑宇等人终于从深渊中出来。郑宇他们出来了。你别，郑宇长得还挺帅。发春了？别想了，没看到人身边那俩美女吗？可比你好看多了。妈的，噩梦级深渊啊，这一波给他赚翻了。而且是首次通关的噩梦级深渊，还带有深渊记录的奖励，我都不敢想奖励的有多离谱。这不比江水市给的资源好？好不好是一回事，这资源是人家郑宇自己打出来的，政府给的资源就应该给郑宇，而不是李峰。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在郑宇没有通关噩梦级深渊之前，你不也认为召唤师是废物吗？论坛里基本 99% 的人都认为资源给李峰没啥问题，现在又来马后炮，这跟我没关系，这不是市长决定的事吗？我现在就想知道周云市长准备怎么办。据李峰拿到的资源是走的正轨程序，不仅经过江水市专家的分析，一致认为李峰才是最适合拿资源的，还得到了上面省区的同意。哼，接下来有乐子看了。是啊，谁能想到郑宇这么给力，直接打那群专家的脸？专家？一群傻逼而已。我记得当初那群专家还让我们把不住的房子拿出去卖，这样就有钱买装备了，这是人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杂碎。哎，等等，你们看，那是政府的人吗？有人发现在寒阶深渊门口已经站着几位西装革履的男人，手上提着公文包走向郑宇。那不是柴芳吗？柴芳是谁？上虞市目前的职业者好像刚刚升到资源部部长的职位，目前是42级。他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抢人呗。抢郑宇？还能是抢你？卧槽，上虞市胆子这么大，来咱们市抢 S 级副职业者啊！你该问问周云市长和李南部长，为什么上虞市敢来抢？不还是他们把郑宇当成垃圾扔了，许咱们扔，不许他们捡？抢就抢呗，跟我又没啥关系。咋没关系？有关系，而且很大。怎么？每个城市都有一名强大的职业者，咱们市是周云，他原先就是江水市的人，只不过他一直卡在了45级过不去了。假如郑宇超过了45级，他将会取代周云的位置，成为江水市的市长。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就是4阶段的深渊每一个都极其的难，但每通关一个深渊，圣殿都会给深渊周围的整片市区补给资源。你还不懂吗？每座城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资源培养职业者，就是为了这个啊！这回终于有人明白 S 级副职业者存在的意义了。这不就意味着，假如郑宇被抢走，那郑宇以后通关的每一个深渊都和我们没关系了，1毛钱关系没因。那不行啊！咱们江水市几十年来，也就这一个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这板上钉钉的能够觉醒，可不能让这大腿跑了。有人开始反应过未来，开始急了。如果是郑宇自己强大，那其实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未来也不会有什么联系。但现在不同了，郑宇不仅是 S 级副者，还是寒阶深渊出现10几年来唯一一个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他未来必定会超过40级的。郑宇通关的任何深渊，他们都得到利益。郑宇吃肉，他们喝汤，就算是汤，也是上吊馅饼的事情。完了，完了，完了！江水市的人怎么还不来啊？有人看到郑宇已经和上虞市资源部的柴芳开始沟通上了，顿时有些焦急。不行，我得给市长打电话。
你还知道市长电话？不是有投诉电话吗？打不通的，我试过。那信访呢？有监控，而且信访箱是锁着的，全都大的锁头，你以为开玩笑的？你真的认为周云和李楠会低头？妈的，好恶心啊！有人暗骂了一句。确实，周云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了李峰，反而放弃了郑宇。但其实李峰也还行吧，人家李峰家在中央区，来咱们江水市就是摆明了来抢郑宇这个资源名额的。李峰再强，跟咱也没啥关系。郑宇见到了这位来自上虞市的职业者，42级，职业是二转法师。见到郑宇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想要让周云后悔吗？来我们上虞市吧，让周云未来承受所有江水市市民的指责和谩骂。我们来帮你搞定 S 级资源名额的问题。一句话直接打动了郑宇。这个柴方是会谈判的，因为这正是郑宇想要的结果。拿了我的资源，就得付出点代价。当郑宇和柴方在沟通后续事宜时候，吴宗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心里很委屈，也很拧巴。他不羡慕郑宇，毕竟郑宇是凭实力拿到这一切的，也不是郑宇强制他退出，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他羡慕的是站在郑宇身边的陶钱、文人、秦宇、柯莹三人。就在几个时前，他们还聚在一起吃着烧烤，有笑。现在他却只能藏在角落里，羡慕地看着他们。他不敢出现在郑宇面前，没脸，也不知道什么道歉。现在什么都没用了。他在不信任郑宇选择强退深渊的时候，他就已经从郑宇这个团体之除名了。这还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吴宗最终选择了默默地离开。他暂时是不会来寒阶深渊升级了，起码要等陶钱他们升级到10级之后，进入2阶深渊，他才敢继续回来。吴宗离开的背影，陶钱是看到了。对于朋友，陶钱是觉得有些可惜的。在武馆坚持了3年，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次走一遭职业者之路。好不容易抓到了机会，又被他自己的选择放弃了，可惜了。陶钱叹息了一句。一旁的文人秦宇笑着道：没什么可惜的，都是自己的选择，成年人了，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也要为这个选择得到的结果买单。其实他也算是得到了些东西，起码升到了6级。也是，陶钱点头，他不是想要替临阵脱逃的吴宗求情，他只是感叹，有些人因为一些决定会影响自己一生，比如自己坚定的选择支持郑宇这个选择。实话，他当初支持郑宇，只是因为郑宇是自己好兄弟，一起长大，一起逃学，一起奋斗。但没想到，因为自己坚定的选择会打开自己的职业者之路。要知道，整个9州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都屈指可数，他如今也是其中一员了。李峰呢？柯莹兴致勃勃地问道。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李峰的表情了，也想知道江水市是如何处理郑宇被替换资源这件事。没看到，估计走了吧。陶钱看了一圈，没有看到李峰的身影。要是我也会提前走，总不能真的留在这里看郑宇的脸色吧。确实，没看到李峰是个遗憾，但他们看到了浩浩荡荡走进来的一群人。那是周市长的秘书。是他，我见过他，前阵子他还替周市长来我们学校发过言呢。陶钱紧皱眉头，不是，他们就派秘书来。文人秦宇也笑着道，这么看来，江水市的这个周云市长格局还真是呢。上虞市赢了。柯莹疑惑地问道，我很不理解，他们真的不在乎郑宇吗？那可是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呀。文人秦宇理性地分析道，估计是放弃了李家的权势和郑宇的未来，他只能选择一个。况且，你觉得郑宇会接受周云的道歉？柯莹思考了一下道，得看道歉到什么程度吧。就是啊，按照郑宇的脾气，周云起码得写一份道歉信，并公开发布出来，郑宇才有可能接受这份不公平的待遇。但你觉得周云一个大市长，45级职业者会这么做？所以上虞市的出现正好给了郑宇一个选择的机会，不至于硬磕到底，最终不欢而散。现在就等着事情慢慢发酵吧。周云未来可能会成为江水市的耻辱柱，只要郑宇越强，等级越高，周云就会永远被自己家乡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骂。在这个世界，实力就是1000，等级变相的代表着实力。只要郑宇等级越高，未来周云赶走郑宇的这个选择，就会让他更多的被骂。郑宇，市长秘书很急促的喊道，带着人来到郑宇面前。首先恭喜郑宇同学通关寒阶噩梦级深渊，我代表整个江水市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全江水市市民将会庆祝你通关噩梦级副本。关于你的 S 级补助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市长办公室做的不对，没有第一时间将资源补偿给你。但你放心，资源我们江水市会另外补偿给你一份，保证不比 S 级补助低。秘书语速很快的将他能想到的补偿全部了一遍，但丝毫没有提及郑宇资源被李峰抢走这件事。郑宇还没话，一旁的柴方先道，笑死了，这就是你们想到的补偿方式？笑死了，你们真的以为8阶李楠会给你们带来好处？哦，不对，是能带来好处的，但只有周云有好处，江水市的人可没有好处，因为围观的人很多。柴方这句话几乎是当着江水市年轻职业者的面的。秘书很清楚，这是柴方在激化矛盾。秘书干脆不理会柴方，直接对郑宇道，郑宇，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江水市的人，你要是到了上虞师，你道德绑架我。没等秘书完，郑宇直接反问，不是，还是你认为我离开江水市亏的是我，而不是你们？郑宇笑了，他看着秘书道，要想让我留下也不是不可能，答应我2个条件。什么条件？秘书问道。一旁的柴方也紧张地看着郑宇。第一，
把给李峰的资源原封不动还给我。第二，我要周云和李楠的公开道歉。秘书沉默了。郑宇提的要求其实是最基本的诉求，但他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秘书极力地解释道：“你应该清楚，李峰得到这份资源，无论从流程还是合理性，都挑不出毛病的。那你的意思是，我有毛病？不是，我就问你，这份资源原本是不是我的？”郑宇问道。秘书沉默。好，不回答，没问题，因为你也做不了主。那你就回去告诉周云，我的这2个条件，他要是答应，我就不走。郑宇耸了耸肩，然后道：“你看，我并没有咄咄逼人，甚至没有任何补偿，我只要最基本的属于我的资源以及一份道歉。但你们并不能满足我，所以到底是我离开的江水市，还是你们逼我走的？”秘书无言以对，因为毕竟是他们理亏，直接谈崩，并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周云不可能道歉，身为一名市长，一名45级职业者，怎么可能跟一名新手召唤师道歉？哪怕这名召唤师刚刚通关了10几年没有记录的噩梦级深渊，也不足以让一名市长给他公开道歉。在这个世界，实力就是1000。周云拥有45级的等级实力，就是他的傲气和资本。自己就算有潜力，也得把潜力兑现成实力，才能拥引公平。连周云都不可能公开道歉，李楠就更不可能了。至于资源，也不可能要得回来。周云是用这份资源给了李峰，换取进入李家派系的资格，再回来等于2头都得罪。李家和郑宇之间，他只能选择一个，当然不可能选择郑宇。完美解决方案不存在的。秘书也很清楚，他跟了很多届市长，周云是他见过最自负、最急功近利的职业者。秘书看向郑宇，然后叹了口气，没有再用官腔话。如果站在你的立场上，我也不会接受；但如果我站在周云的立场上，也不会让步。所以，我只能期盼你未来不会有什么发展，不然我会和周云一样被骂死的。到底这只是秘书的工作。秘书带着人离开，郑宇和柴芳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之后，郑宇便带着陶潜等人离开了寒街深渊大厅。江水市市长办公室，李楠和周云从秘书那里得知了郑宇的2个要求。周云见李楠没有话，便主动道：“郑宇这子以为侥幸通关一个噩梦级深渊就能跟我提要求了，未来长着呢，我不信他一个召唤师能有什么大发展。”李楠吞吐着香烟，表情淡漠的道：“可不能这么，能通关噩梦级深渊，可不能用侥幸来形容。不过，一阶段的深渊，就算是噩梦级，也只能算是新手深渊。在我们中央区，每个深渊都有无数个通关噩梦级深渊的才，只是在你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城市里，算是比较稀奇的。”穷乡僻壤，周云很想吐槽，江水市虽然比不上中央区这种9州首府，但也确实称不上是穷乡僻壤。李楠丝毫没有察觉到周云的微表情，继续道：“你怎么选择我不干涉，但我李楠只有李峰这一个儿子。放心，李部长，我懂。那就好。”李楠掐灭了烟，然后离开了周云办公室。在李楠离开的一瞬间，他堆笑的脸上变得阴沉起来。到了他这个等级，想要继续升级，又没有足够的实力，就必须要站队。李楠空降到江水市，对他来就是最好的机会。站队，加入李家派系，得到的不仅仅是政治庇护，还有组队的优先权。几十年的发展，让一些人垄断了深渊的一部分权利，这部分权利就是组队的权利，被称之为派系。4阶段的深渊难度，让进入深渊的队友配置变得极为奢侈，大部分有实力的职业者都会加入派系，巩固自己的地位。只有同派系的成员才有机会组得到强力队友，这是通关深渊的最重要的条件。而整个9州最强的派系就几个，其中就有一个是以65级的李成功为首组建的李家派系。相比于一个 S 级副召唤师的怨恨，能够通过这件事加入李家派系才是最重要的。什么都没有提升实力重要。至于李楠为什么会这么溺爱李峰，可不完全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的理由，而是家族的地位。像李家这种级别，家族地位是非常森严的。李楠想要争夺家族地位，成为派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需要他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子嗣也不能拉胯。显然 A 级副的李峰是李楠的黑点，而只有一个儿子，也不是因为他宠爱李峰，而是他只有这一个选择，估计是想要不借助家族的资源，让李峰多点升级资源，然后巩固地位。周云想了想，拿起电话：“王秘书，你让人力局卡一下郑宇的户籍，他不是想去上虞市吗？让他去不了就得了。”周市长，可能卡不住。什么？卡不了？为什么？秘书解释道：“郑宇本来就不是江水市的人，他爷爷也只是个捡垃圾的黑户，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户籍。那他怎么上的学？因为他成绩好，各项评分都是优秀，几乎是一中的第一，所赢。”周云懂了，一中为了成绩，直接忽视了郑宇的户口问题。都干什么吃的？周云很想骂人。对了，让郑宇的那个老师叫什么张成的，不要让他在学校里待着了。秘书顿了一下道：“张成已经去了上虞盛，为什么连这么点事都干不好，还得让我来操心？一群废物！”周云忍不住地骂道。秘书很委屈，整个政府上上下下他最尽心尽力，每次出事了都是他去给处理，去给擦屁股。你就不问问发展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谁啊？就在那骂我。秘书突然产生了一种老子不想干了的冲动。行了，事已至此，就这么低吧，一个新职业者罢了。发出通知，我过些日子会进入江水市的4阶深渊，到时候通关了，全市的职业者都有福利，到时候谁都不会再记得郑宇是谁。至于未来，他一个召唤师有个屁的未来。周云到现在依旧认为
郑宇是靠侥幸通关的噩梦级副本，他不相信郑宇真的能够威胁到自己未来的地位。现在不能，未来更不可能。再来，他现在算是加入了李家派系，未来前途一片大好，还怕什么未来？不过周云还是将火发了出去，发到了那群专家的身上。现在立刻解雇那群傻逼专家，然后将写一篇通知给所有职业者发公告。你应该知道怎么写。秘书虽然还有怨气，但工作还是要工作的，毕竟要养家糊口的嘛。知道。淡化郑宇事件，完全不提李峰和李楠部长，将锅甩到专家的头上，并拉出他们的丑闻，转移注意力，然后封口。这一套他很熟悉。去做吧，辛苦了。周云最后还是道了声辛苦。江水市可以没有周云，可以没有郑宇，但绝对不能没有王秘书。江水市贫民区，郑宇家。陶钱熟练地进入郑宇家，从冰箱里拿出雪糕，然后问郑宇：“你吃吗？”郑宇摇头：“吃一根吧。”“不吃，你在寒阶深渊里还没动够啊，出来就吃雪糕。”“你俩呢？吃吗？”陶钱问文人晴雨和柯莹，他俩也跟着郑宇来到了郑宇的家里。文人晴雨摇头，柯莹好奇地问道：“这不是郑宇家吗？怎么感觉像你家一样？”陶钱轻车熟路地弄了些水，坐在沙发上。我从郑宇来江水市开始，就在和他是邻居，他家我太熟悉了。郑宇点头，表示这很正常。正是。郑宇放下手机，我刚才和柴芳聊了些东西，上虞市已经把张成老师调到了上虞市，接下来就是你们。我不清楚，你俩是原本就是江水市的人吗？郑宇问文人晴雨和柯莹。文人晴雨摇头道：“不是。那等你们10级之后来上虞市吧，上虞市有2个2阶深渊，到时候你们做做攻略。”好，柯莹抢着回答。这意味着郑宇答应继续带他们，这可是机会。虽然他们是酱油，得到的奖励并不会公平分配，但就算如此，郑宇带他们通关的高难度深渊得到的奖励也比普通人多了很多，用一个一个的来形容都不过分。文人晴雨却担忧地问道：“但2阶段的深渊难度远远超过1阶段，继续带着我们可以吗？”可以。郑宇没有多什么，他的这2个字承诺就已经让文人晴雨等人把心放肚子里了。郑宇需要他们这样听话的队友。他之前询问过陶钱、文人晴雨、柯莹他们获得的奖励只有1个历史记录的深渊箱子，首通的奖励是一件随机黄金级装备箱子，通关噩梦级奖励是自选一件任意职业的黄金级武器，只能选择寒阶深渊出产的武器。经验奖励也比郑宇低了整整3倍，也就是圣殿会根据深渊内的战斗表现、战斗成绩来人性化的分配奖励。不过哪怕是缩减过的奖励也足以让其他人眼红。其实不用等我们，我看着奖励的 1.5 万经验足以让我们升到10级。陶钱道：“那还等什么？领取奖励，然后我们开箱子。”郑宇也很期待，毕竟他也是第一次通关噩梦级深渊，这种必开出铂金级装备的箱子他可是期待已久。领取奖励，郑宇直接将3份奖励全部领取下来。历史记录奖励职业者经验加历史记录礼包寒阶深渊噩梦级1份，历史记录者称号寒阶深渊噩梦级版本星号1。首通奖励寒阶深渊首通礼包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噩梦级通关奖励寒阶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首先是 4.5 万经验直接到手，恭喜！等级提升，等级 LV10 LV13，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12502800450装备属性，魔力340370 150装备属性，智力11616135装备属性，力量221262装备属性，敏捷1619，剩余自由属性点15，和郑宇当初预算的一样，直接连升3级，达到13级。增加的血量和自由属性点意味着他又有副点来净化他的召唤兽了。第3只召唤兽该选什么呢？郑宇没有着急选择召唤兽，他先打开了历史记录礼包。史记录礼包必出顶级铂金武器，这让郑宇很是期待。他现在缺一个趁手的武器。打开礼包，面板中一阵炫彩的光芒闪烁。你已打开历史记录礼包寒阶深渊噩梦级，检测到你的职业为召唤师，奖池锁定为法杖系列。恭喜你获得武器寒玉法杖 LV10 铂金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石锻造石星号石寒冰石材料星号100不血药剂5000血量星号石，直接给法杖。郑宇面色一喜，他本来还想着如果出别的武器他就用装备锻造器换成自己的武器，没想到礼包还挺人性化，直接开出法杖。不过想想也算合理，因为陶钱他们的有一个自选黄金级武器礼包，可以选择自己职业的武器。身为最高战绩的他没理由没因，一把由冰晶打造的透明法杖出现在郑宇的物品栏正。寒玉，看着这个名字，郑宇想到了给其诅咒的寒玉之神。这法杖应该算是寒阶深渊里最强的武器了。郑宇看向寒玉法杖的属性，武器寒玉法杖，佩戴等级10级，佩戴需求法杖精通职业，品阶铂金，属性智力加150，施法速度正 50%， 技能伤害正 10%， 兵器伤害增加 150%。 装备效果每释放3个技能自动释放寒玉技能，强大的兵系能力锁定住敌人，造成3000固定兵属性伤害并冰冻敌人。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有点东西。郑宇很满意这根法杖，
就单单这150的智力加成就很不错了。要知道，郑宇现在的智力也才161点，扣除新手法杖增加的10点智力，和这跟韩愈法杖增加的智力几乎相同。不仅如此，技能伤害和兵器伤害，对于召唤师来，技能伤害就等于召唤兽的技能伤害，属于很大的增强。就是这个施法速度对郑宇来没什么用处，装备效果也出奇的强大，每释放3个技能就能附加一个带有固善控制型技能。召唤兽释放技能也能触发韩愈法杖效果。至于锻造、强化、精炼、符文全都是0。铂金级以上的装备可以进行4项培养。锻造需要锻造石和相应的属性材料，比如寒阶深渊出的寒冰石，锻造石通过分解装备得来，能够增加装备的基础属性，并改变装备的属性，增加属强。强化需要强化石和相应的属性材料，2阶段及以上的深渊产出，能够增加武器的无视伤害属性，增加防具的防御属性。精炼需要核心石和相应的属性材料，3阶段及以上的深渊产出，也可以直接从圣殿购买，给武器提升品质。符文4阶段以上的深渊产出，也可以直接从圣殿购买，符文携带强大的附加效果，神级符文甚至不次于一个法师的禁咒效果。这些东西都能在圣殿购买，价格一般都很昂贵，但就算再昂贵的材料，也会有人去培养。10级职业者要是手上有一把培养过的铂金级的装备，在2阶段里不乱杀，也能毫无波澜的度过。宝箱中也能固定开出一些强化石、锻造石材料。郑宇直接将新手法杖换下，换上寒愈法杖，整体智力直接增长到301。接着郑宇将剩下2个噩梦级寒阶宝箱打开，你已打开寒阶深渊手通礼包噩梦级，恭喜你获得戒指散发着怨念的订婚戒指 LV 石铂金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5、锻造石星号5、寒冰石材料星号25、补血药剂5000血量星号10。你已打开寒阶深渊噩梦级宝箱，恭喜你获得召唤兽装备鲨鱼刀 LV 石铂金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5、锻造石星号5、寒冰石材料星号25、补血药剂5000血量星号10。哎呦，不错哦，没想到竟然会开出召唤兽的装备，这可不好出。要是其他职业者开出这个装备，估计得气死，用又用不上，卖又卖不出去，低价卖吧，又可惜了铂金级的品质。10级装备里铂金级都不能，算是顶级，因为有价无剩。召唤兽装备鲨鱼刀，装备等级10级，装备属性血量加5000，攻击力加350。装备效果，装备了鲨鱼刀的召唤兽会拥有专属台词鲨鱼30年，我的心和我的刀一样冷。完台词后，接下来的3次攻击速度提升100%。想必这一定是那个鲨鱼哥韩氏的专属武器了。郑宇直接给哥布林将军戴上，然后又看向那枚铂金级的戒指，戒指散发着怨念的订婚戒指，佩戴等级10级，佩戴需求无，品阶铂金，属性智力加100，力量加100，魔力加500。装备效果1，精神护盾，怨念幻化成的护盾能够抵御护盾值的法术伤害。装备效果2，护盾破碎，护盾破碎之后对周围造成2500点固伤伤害。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戒指的属性实话其实还行，比其他10级装备强的太多了。100点智力很香，的护盾值可以非常高了。2500点固伤伤害可以当作没因。看着这1万点的护盾值，郑宇想起之前看到的那些职业者比赛的视频，一个伤害很高的刺客打在战士身上，竟然只打出了几百的伤害。当初他还不理解，现在明白了。装备压制，有了这个怨念戒指，一般的刺客很难秒掉自己。戴上戒指，智力再涨100，2件铂金级装备直接将智力顶到了401。再将人皮蜘蛛那里爆出来的人皮蜘蛛3件套穿上，属性全面提升。姓名郑宇，称号寒阶深渊噩梦级历史记录保持者活阎王，职业召唤师，等级13级，距离下次升级还差经验。血量7950，装备属性魔力370，智力451，力量180，敏捷28，剩余自由属性点15。技能契约法阵，召唤兽狂化，召唤兽体质培养，召唤兽技能训练，召唤兽属性培养。召唤兽空间哥布林将军，双焰龙蛇，为契约。附恶魔契约，执事之心，主打一个陪伴。书库卡片。装备人皮蜘蛛3件套，冰晶吊坠，散发着怨念的订婚戒指，寒愈法杖，新手法师护甲，新手法师靴子。召唤兽装备尖利的刃牙，鲨鱼刀。人皮蜘蛛3件套直接把血量顶到了1万，但他能使用的血量只有2350点，加上15点负点，以及训练假人给的10点负点，一共能计现出320点负点。郑宇看了一眼哥布林将军，负4阶，距离升级还差500点负加，又看了一眼双焰龙蛇，负4阶，距离升级还差850点负加，一个需要500点进化为5阶，一个需要850点进化为5阶，还差很多啊。想要在2阶段深渊里达到单刷的程度，一只5阶的召唤兽是必须要有的。虽然按照他现在的实力也能随便刷深渊，但他的目标依旧是噩梦级。见识过了寒阶深渊、噩梦级深渊的难度，他对于2阶段的噩梦深渊更加谨慎和忌惮。不过好在他现在能够提升实力的方式有很多，培养装备
培养召唤兽第3只召唤兽以及升到10级待领取的2个海克斯强化符文，都能让他的实力有所增长。锻造、强化、精炼、符文都能用钱买到，只要上鱼是给他申请的资源到账，就可以强化一波。至于第3只召唤兽，郑宇在圣殿里找到了4个10级召唤兽技能书，分别是暗影蝙蝠、战争人马、荒原狼、雨蝶。暗影蝙蝠属于刺客型召唤兽，战争人马和荒原狼属于战士类召唤兽，雨蝶是辅助类召唤兽。郑宇比较偏向雨蝶。经过和其的战斗之后，他发现自己缺少续航能力和恢复能力。双焰龙蛇伤害很高，但却很脆，释放技能消耗精力很大，需要一个技能保护又能恢复精力的辅助召唤兽。哥布林将军拥有爆发性伤害，速度却不快，正好雨蝶是能够增加群体速的辅助召唤兽。郑宇倒是没什么犹豫，直接选择了雨蝶。他手上不缺伤害，选择雨蝶也是因为暂时不需要大量的副点投入进去，毕竟他想着攒一波副点给哥布林将军提升到5阶，前期副点根本不够同时提升3个召唤兽的，就得将资源集中到一只召唤兽身上。哥布林将军是最好的选择，能抗伤害，能打输出，哥布林作战队还把功能性拉满了，并且进阶的副点要的还少，几乎算是完美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召唤师10级之后多出来的3个培养召唤兽的技能也只能培养1只，当然首选哥布林将军。10级之后，每个职业都会得到专精技能，让相同的职业可以发展出不同流派的技能。比如战士会得到气血、爆发、攻防一体3个不同的专精技能，选择不同的技能，发展的方向完全不同，也可以混合发展，也可以全面发展。召唤师也一样，分为3个流派：体质培养、技能培养、属性培养。体质培养可以分为巨兽流，主要是培养召唤兽的体型、血量、防御；技能培养主要是针对双焰龙蛇的培养方式，流派包括核弹流派、法系轰炸流派、纯元素流派、混元素流派等。属性培养是最简单的了，就是单纯的堆属性。哥布林将军走的就是属性流派，属性值越高，他的伤害就越高。以往的召唤兽走的都是属性流派，因为资源有限，纯堆属性是最简单的。当然，也可以给哥布林将军按照体质培养，培养出一个拥有巨大体型的哥布林。不过，培养召唤兽不仅需要各种昂贵材料，还需要献祭相同副的召唤兽进行培养。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才能够培养出一只真正完美的召唤兽。这就是卡住以往召唤师成长路线的障碍，因为培养不起来，导致召唤师无法真正展现出召唤兽该有的实力，让召唤师这个职业不仅无法通关深渊，在各类比赛上也拿不到名次。一来二去，召唤师就成为了下水道职业。有副的职业者根本就不会考虑召唤师职业，没有副就更培养不出好的召唤兽。总之，恶性循环。郑宇先将圣殿商店中的雨蝶召唤兽技能书购买下来。召唤兽雨蝶技能书10级可学，一次性物品，学期之后技能书消失，召唤师职业者可学，得到一只可培养的雨蝶。售价3万元，巨弓道化，白菜价。技能书非常难出，郑宇通关了2次深渊，甚至有一次是噩梦级深渊，都没出一本技能书。正常来，10级的战士技能最差的火刀都需要20万的价格，而且不是一口价，需要拍卖获得，一般成交价都得在30万左右。战士虽然是热门职业，但同时因为是热门，导致各种关于战士类的装备、消耗品、技能都被炒得很高。郑宇将仓库里不用的材料、装备全部扔到圣殿商店，强化石和锻造石留着，剩下的包括什么新手法师上衣、新手法师靴子、手套，全部卖掉。寒阶深渊里，寒师也爆了很多材料，也全部卖给材料商人。这种普通职业者觉得没用的材料，在商人手里有大用处，七七八八也买了不少钱。光寒冰石这种材料就卖了20万，冰刃27万。因为文人秦羽和柯银有了黄金级武器自选箱，之前的交易自然就没有用了。陈宇直接挂在圣殿里，被一口价27万秒走。染血的厨师帽12万的价格被一个通用厨师副职业的玩家买走。一把5级的砍骨刀竟然卖到了15万的价格。一大堆的新手装备凑齐一套的战士5件套，直接10万一口价。噩梦级的寒阶深渊里，新手装备就更不要前4的报。一趟噩梦级深渊下来，光卖垃圾都卖出了一套房子钱出来。陶钱他们虽然得到的比较少，但七七八八凑出来也有30-40万的收入。这还没算上他们开箱子得到的装备。陶钱从历史记录宝箱里开出一把铂金级的上衣，一把黄金级的武僧长棍，一件黄金级的盾战盾牌。铂金级的装备指定是不能卖的，这算是压箱底的家伙。武僧长棍是从自选宝箱中得到的，可以这么，有了这把武器，陶钱就不能当成酱油来看了。至于盾战盾牌，卧槽，420万。陶钱找到了这面盾牌曾经的交易价格。陶钱第一反应竟然是非常的不理解，不是，为什么会有人花400-500万的价格买一个10级的装备啊？你没发现20级的黄金级盾牌只需要是200万吗？郑宇指了指圣殿商店里另外一件装备。你要知道，在10级这个阶段，黄金级的装备是市面上能够见到的最好的装备了。铂金级装备只有通关噩梦级深渊才能得到，一般不会售卖，黄金级装备自然就被炒得很高。陶钱啧啧的摇头，妈的，有钱人真多啊！你们看，这件10级的铂金级战士武器，成交价是1300万，吓死人！有钱饶世界，你不懂。郑宇想起他前世的那些富豪们，买辆车也是几百上千万的价格，这种装备的价格和他们的奢侈品其实差不了多少了。
卧槽，有人出价了！一口价400万，我卖不卖？陶钱刚刚才将盾牌挂在圣殿里，就有人出价购买。文人晴雨分析道，盾战算不上一流职业，但选择盾战职业的副歌很多，因为不容易死，操作简单。你可以走一波拍卖。行，听你的。陶钱很听劝，毕竟文人晴雨是他们4个人中知识面最广的一个。陶钱直接拒绝一口价，并挂在拍卖行中，以最低价340万开始拍卖，拍卖时间为24时。我刚想起来一个问题。陶钱一边关注着拍卖价格，一边对郑宇道，这一面盾牌都几百万了，那李峰从你那拿走的资源里面有几件黄金级装备？一套。回答他的是文人晴雨。陶钱，几件？标准的一套是武器、上衣、手套、帽子、裤子、靴子，6件。死！陶钱眼角抽搐了一下，这6件不得个2000万。文人晴雨提醒道，李峰是战士，战士的装备价格更高，也就是这一套下来，价格得翻倍了。李峰，畜生啊！当终于对 S 级资源的价值有所了解之后，他直接开骂。他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李峰那种家庭的人要来抢资源，原来资源的价值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文人晴雨解释道，因为深渊不断的出现，大型深渊不断的扩张，如果没有人压制，整个世界都会被深渊吞噬。所以政府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更多的职业者，几乎算是倾尽国库的所有资源来培养副高的职业者。这还是只是第1阶段的资源，第3阶段一直到第4阶段，只比这高，不会比这些差。只能10级的黄金级装备市场价格虚高，并不符合实际价格而已，看起来有些夸张。陶钱点头，原来如此。也不知道陶钱听没听进去，他现在已经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拍卖行了。刚刚扔到拍卖行的盾牌已经开始有人出价，可见10级黄金级的装备有多抢手。文人晴雨和柯莹也各自获得自己的职业装备，并拍卖掉1件多余的黄金级装备。文人晴雨卖的是一把黄金级的游侠靴子，柯莹卖的是黄金级的战士战甲。防具装备远不如武器值钱，但柯莹的战士战甲还是卖到了400万的价格。卖了钱，两人便急匆匆地离开郑宇家去还钱，多脱衣就多一些利息。陶钱则直接躺在郑宇沙发上，开始选购白银级的装备。1件黄金级武器能换1整套白银级装备，还能富裕出一大笔钱。陶钱喜滋滋地挑选装备，郑宇则进屋开始契约自己的新召唤兽雨蝶。嗡，契约发生生效，一只颜色呈现淡蓝色、拥有巨大翅膀的雨蝶出现在法阵中央。翅膀很大，展开足有2米多长，对于一只1级的灵阶的召唤兽来，这种体型已经算是很大了。对于雨蝶，郑宇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因为以往的召唤师里还从来没有人选择过雨蝶当做召唤兽，估计能往体质方向去培养。一只巨大的辅助蝴蝶，郑宇想到了哥斯拉电影中的那只蝴蝶女王。如果真能将雨蝶培养到那种程度，辅助直接体型碾压。雨蝶很美，就连郑宇这个直男都不得不，雨蝶的颜值是一流的。召唤兽雨蝶，等级13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7800，攻击力1353、451，召唤师智力，星号3系数，负1阶，距离升级还差20点负加。技能1，雨蝶守护 LV13，雨蝶将与一名召唤兽绑定守护关系，为绑定的召唤兽提供5412、1353雨蝶攻击力，星号4系数点护盾值，护盾碎裂后造成2030、1353雨蝶攻击力，星号1.5系数点伤害，并帮助其分担50%的伤害。技能2，灵蝶 LV13，雨蝶身为精灵体，拥有快速的恢复能力，被动恢复速度提升50%，主动立即恢复4059、1353雨蝶攻击力，星号3系数点生命值，为自身恢复时治疗效果增强25%。技能3，蝶鸣 LV13，雨蝶每秒消耗3%的生命值进行咏唱，为召唤师所有的召唤兽增加130点敏捷速度、130点移动速度。召唤兽装备5，好猛！郑宇惊讶地看着这个雨蝶的属性，3个技能，回血、护盾、速度都具足了。但猛的其实不是雨蝶，而是郑宇那高的离谱的智力，让雨蝶拥有1353的攻击力，无论是护盾还是回血，都在4、5千的数值。哥布林将军配合雨蝶，既有续航又有回复，哥布林爆发，雨蝶分担伤害，并且这还只是1阶负。郑宇算了算，让雨蝶升级到3阶负，只需要90点负值，当即直接极限生命值，消耗负点。召唤兽雨蝶1阶，负进化召唤兽灵蝶2阶，召唤兽灵蝶2阶，负进化召唤兽巨翅灵蝶3阶，召唤兽巨翅灵蝶，等级13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2706、451，召唤师智力星号6系数，负3阶，距离升级还差300点负加。技能1，灵蝶守护 LV13，巨翅灵蝶将与一名召唤兽绑定守护关系，为绑定的召唤兽提供2706巨翅灵蝶攻击力，星号5系数点护盾值，护盾碎裂后造成5683、2706巨翅灵蝶攻击力，星号2.1系数点伤害，并帮助其分担50%的伤害。技能2，灵蝶 LV13，巨翅灵蝶身为精灵体，拥有快速的恢复能力，被动恢复速度提升50%，主动立即恢复2706巨翅灵蝶攻击力，星号4系数
点生命值，为自身恢复时治疗效果增强 50%。技能3，蝶鸣 LV13，巨翅灵蝶每秒消耗 3% 的生命值进行咏唱，为召唤师所有的召唤兽增加260点敏捷速度，260点移动速度。技能4，灵术滋养，巨翅灵蝶会将自身的精力转移给精力最低的召唤兽身上，为其恢复精神力。巨翅灵蝶的精神力提升 100%。召唤兽装备5，3阶巨翅灵蝶，不仅多了一个提供精力的灵术滋养技能，还将攻击力直接涨到2706点。现在的巨翅灵蝶能够释放将近 1.4万多的护盾，一口血能恢复1万的血量，这已经是很夸张的程度了。铂金法杖、铂金戒指增加的智力在数值上就有了明显的提升。进阶到3阶的巨翅灵蝶体型非常大，在进化成功的那一刻，郑宇为了防止顶破楼板，他直接将巨翅灵蝶收进召唤空间内。在召唤空间里的巨翅灵蝶忽扇着翅膀跟哥布林将军和双焰龙蛇打招呼。召唤师的召唤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并非真正游戏里那样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在召唤师空间内，所有召唤兽都在里面休息、生活、发呆。巨翅灵蝶没来之前，双焰龙蛇和哥布林将军几乎没有任何交流，这主要怪双焰龙蛇。在双子火妖阶段时，郑宇就发现了这只火系元素召唤兽的脾气比较孤僻，不仅孤僻还暴躁，这导致哥布林将军很少和他交流，生怕这只双焰龙蛇爆炸。哥布林将军的性格更像是一个久经沙场、喜好喝酒、性格开朗的大叔。看到巨翅灵蝶出现在召唤兽空间，哥布林将军是比较开心的，起码不用总对着一个臭脸火蛇。至于双焰龙蛇，则像是没看到巨翅灵蝶一样，继续盘在那里睡觉。召唤兽都是有性格的，他们不是技能，更像是被封印在技能书里的生命。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实力和他们共同战斗，我认为还需要适当的培养感情和亲密度。这是那本教科书上张安全写的话。随着郑宇的等级提升，他越来越觉得那本教科书并不像他之前认为的那样无用。召唤师这个职业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其他职业。退出召唤空间，郑宇打开了海克斯强化符文。你有2个待领取的海克斯强化符文，是否现在领取？领取。这是他升级10级时获得2个海克斯符文，一直留着还没有打开。恭喜！您抽取到05枚符文，冷采集符文，意外之财。恭喜！您抽取到06枚符文，冷采集符文，金蛋。意外之财，冷采集强化符文获得召唤师等级星号100的附点，并在接下来的3次升级时继续给予等级星号100附点。金蛋，冷采集强化符文获得1枚金蛋，你需要22场深渊场次进行孵化，孵化后根据召唤师的等级提供大量高质量奖励。友情提示：地狱级深渊场次算2场。卧槽！郑宇都有些忍不住的爆了粗口。双冷采，一个意外之财，一个金蛋。意外之财不用多，前期得到意外之财就是梦幻开局。自己现在13级也不算晚，能够一下子获得1300点附点，也就意味着哥布林将军和双焰龙蛇进阶5阶的附点有了。至于金蛋，需要22场，还差得远。第3阶段才有地狱级难度的深渊，也差得远。不过这值得一等，因为金蛋的奖励会非常的好。打开2个强化符文，你获得意外之财加1300点附点，你获得1枚金蛋，距离打开金蛋还有22场。将金蛋放入物品栏正，然后直接把哥布林将军和双焰龙蛇召唤出来，开始进化。双焰龙蛇消耗掉850点，直接进化为5阶。召唤兽双焰龙蛇4阶，副进化召唤兽双魔火蛟5阶。5阶进化，龙蛇直接进化为蛟龙，属于完全去掉了蛇的属性，多了一个蛟龙吐息技能。蛟龙吐息，双魔火蛟聚集火焰能量，喷吐高温吐息，造成3958双魔火蛟攻击力星号7系数的瞬间伤害，标准的火焰爆发性伤害，加上火焰灼烧，加上双子的双倍伤害，郑宇都不敢想这个吐息的伤害该有多高。双魔火蛟改变最大的是形态，5阶的双魔火蛟依旧是双头的姿态，但2颗舌头已经完全化为蛟龙状，蛇身也布满龙鳞，身体依旧是元素化的火焰组成。攻击系数从4阶的 6.0 增长到现在的 8.0， 再加上召唤兽装备鲨鱼刀，攻击力提升到了3958，血量增长不是很多。标准的火系脆皮法师，伤害巨高，但身板脆。不过有哥布林将军在前面顶着，没人能够伤害到双魔火蛟。郑宇想着，看向哥布林将军，意外之财还剩450点附点，直接极限自己500点生命值上限，换取50点附点，凑够500，直接进阶。哥布林将军进阶5级副，只需要500点附点，够用。召唤兽哥布林将军4阶，副进化召唤兽哥布林将军重骑兵团5阶。5阶的哥布林将军甚至连名字都没变，唯一变化的就是多了一个重骑兵团，没有新技能，但将军号令这个核心技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技能5，将军号令重骑兵团，将军号令重骑兵团，呼唤哥布林军队26支，随等级提升增加召唤数量进行战斗。军队组成：哥布林射手8名，哥布林死士8名，哥布林盾牌兵8名，1名哥布林巫师，1名巨魔哥布林。召唤时间不限，在哥布林军队全员死亡前无法再次召唤。召唤哥布林重骑兵队伍26支，随等级提升增加召唤数量进行战斗。队伍组成：26名重装甲哥布林狼骑兵。
赚翻了呀！郑宇对这个重骑兵军团非常满意。有一种法，在当初没有热武器的年代里，有50个重骑兵就非常了不起了，有500重骑兵造反都是有底气的。5000重骑兵横扫所有军队。虽然他目前只有26名哥布林重骑兵，但在深渊里算是刷怪的绝对利器了。5阶都这么强了，6阶不得起飞了。然后郑宇看了一眼下一次的进阶条件，哥布林将军重骑兵团负5阶，距离升级还差3000点负加。好，他又看了一眼双魔火胶，双魔火胶负5阶，距离升级还差5000点负加。好，5000负，也就是5万的血量上限。其实也还好，因为到目前为止，历史记载的召唤师里还从来没有过5阶负的召唤兽。5阶确实已经算是在理论上到顶了。12级升13级，涨了400的血量上限。随着等级提升，血量涨幅会越来越高。如果只用恶魔契约的话，20级就能拥有一个6阶召唤兽了。不过15级还能解锁一个召唤兽契约空间，还需要一笔附点。巨翅灵蝶也才3阶，郑宇算了一下，附点远远不够。好在还有意外之财，冷采集的强化符文很让郑宇喜欢。接下来的14级、15级、16级都会再分别给1400附点、1500附点以及1600附点，加起来一个6阶稳稳的。试想，一名16级的召唤师拥有一个6阶负的召唤兽，对其他职业者来就是降维打击。10级可学的雨蝶是1阶负，15级可学的暗影怪是2阶负，以此类推，召唤师要是按部就班的来，最少要到40级才能拥有6阶召唤兽。恶魔契约加意外之财，直接将前期拉满。其实召唤师也能够用其他方式提升召唤兽负，比如10级的那3个技能不断的培养也能提升，就是时间周期长。按照教科书上张安全的理解，召唤师就是一个不能着急，需要用时间慢慢磨的职业。不过在郑宇手里有些超前发展了。清点完战利品，稍微有些激动并且没有困意的郑宇闲来无事的写了一篇攻略，寒泉深渊噩梦级攻略，视频加图片加细节讲解，手把手教你过噩梦级深渊。收费贴100金豆反斜杠10，论坛里有很多收费贴，攻略、八卦、秘文、装备解析、职业发展，甚至算命，100金豆就是100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郑宇一直是开着录像进行战斗的，这种带录像带图片的攻略卖的一般都非常好。郑宇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万字攻略，一经发布直接登顶论坛热度榜第1。卧槽，噩梦级攻略是本人吗？废话，都带视频和图片了，还能不是本人？手把手教，也就是我学会了，我也能刷噩梦级深渊了。一个敢教，一个敢学，可怕的是竟然有人敢信。我缺的是攻略吗？我缺的是战斗力啊。虽然这份攻略对我来可能没用，但我还是想买下来看看，主要是好奇完整的寒阶深渊历史剧情是什么。我更好奇郑宇一个召唤师凭什么能够通关噩梦级深渊。因为一篇攻略，江水市的论坛热度突然又高了起来，购买人数蹭蹭的上涨。其实大部分人买攻略都是好奇郑宇实力的，也有部分人是冲着挑毛病去的。就算郑宇通关了噩梦级深渊，不少人也还是认为是运气大于实力，或者郑宇应该是找到了什么通关捷径。毕竟郑宇是召唤师，被称之为最弱的召唤师，通关了最难的噩梦级深渊，时隔1都还有不少人不相信。江水市武馆，吴宗因为不清楚陶潜等人早就10级了，为了和他们错开组队时间，便打算先回武馆。武馆的其他同事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没什么恶意，只是有些幸灾乐祸。大家都是同事，都是没能走上职业者之路的人，你要是真的抱上了郑宇大腿，成功通关噩梦级深渊，咱们就不是一路人了。还好这种事没发生，不然难受的该是他们了。这种被注视的目光，吴宗其实有些习惯了，因为当时在寒阶深渊大厅里都是这么看他的。哪怕那些人甚至连1级都不是，甚至一辈子都不会有进入深渊的勇气和机会，但并不妨碍他们看乐子。习惯了，吴宗自我安慰着，反正再等等也还是能够进入深渊的。唯一没有另眼相看的人只有吴宗的哥哥，他安慰道，没事的，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这倒不是安慰，他昨晚也逛了一晚上的论坛，也明白如果不是生死关头，自己的弟弟不会是那种临阵脱逃的人。哥，那个钱，吴宗如捏着，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急，我开武馆这些年也攒了不少钱，顶多是被你嫂子骂一顿。再了，你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不也6级了吗？算是踏上了职业者之路了。吴宗心情还是有些低落，踏上了吗？并没因，真正职业者要到25级算得上，在没有郑宇的情况下，他估计自己很难达到25级。哎，你们看，郑宇发攻略了。什么攻略？当然是噩梦级攻略啊！有个 G8 用，我连简单级深渊都过不去，都没人要我。万一有机会呢？得也是，反正就100块，看看也不吃亏。你这么一，我还真有兴趣了。听到议论声，吴宗和哥哥也打开手机，看到论坛热度第1的正是郑宇发的攻略。吴宗的哥哥直接购买帖子，吴宗没有买，他是亲身经历者，也很清楚郑宇是怎么通关的。攻略？狗屁攻略，还不是靠硬实力碾压过去的。就算你们知道攻略也没用，连门口的肉店老板韩师你们都过不去，更别后面的鲨鱼哥和人皮蜘蛛了。卧槽！但当他们打开帖子的那一刻，都惊呼了出来，
因为郑宇很贱的将他们烧烤聚餐的照片放在01页，下面就是哥布林将军大战韩师的画面。郑宇、文人晴雨、柯莹、陶钱以及吴宗全都在画面里，笑容灿烂，有酒有肉。吴宗的哥哥都忍不住看向吴宗，你们是去郊游了吗？他其实想问的是，都这么爽了，你还强退？不过好在有人细心的发现了，这是简单级深渊的照片，因为文人晴雨之前在论坛里也发过，郑宇发出来纯粹就是为了拉仇恨，来气那些曾经不跟他组队的人。再往下就是真正的噩梦级深渊攻略，很详细，分为5个阶段： 1. 肉店老板韩师，鲨鱼哥韩师； 2. 厨子韩师； 3. 人皮蜘蛛； 4. 井下女尸； 5. 被掏空内脏的鳍。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视频和图片，郑宇做出详细的解读，包括怎么阻拦人皮蜘蛛、鳍的2种形态、普通阶段和残暴阶段都要怎么应对。一篇很认真的攻略，但下面的评论却不是很正经。郑宇他是真的想教会我们，我以为是一篇炫耀贴，没想到郑宇他真的在做攻略啊！你想多了，这就是郑宇来炫耀的帖子。你不想想，就算你按照他的攻略来，你能挡住厨子韩师的飞刀，还是能躲过人皮蜘蛛的追杀？不是召唤师这么猛吗？这召唤兽感觉比我前看的 SS 级战士都猛。如果现实中遇到，我会牛逼，可这是网络，我只能伙子不行啊，就这，你还得练练。虽然这群人在网上嘴嗨，但他们都能够从帖子里的视频和记录看得出来，这个噩梦级深渊是真的难。郑宇的召唤兽是真的强。前半程攻略里，他们还能看到郑宇带着陶钱他们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刷怪，但后半程到了人皮蜘蛛那里，难度直接骤升。恐怖的人皮蜘蛛几乎聚集了半个森林的韩师群。到这里，不少自认为自己有点实力，想着郑宇一个召唤师都能通关噩梦级寒阶深渊，他们也能。但事实是，他上他真不教。视频里，人皮蜘蛛一口一个哥布林盾牌兵，一口6000伤害，速度极快，有控制，有防御，有速度，有伤害，几乎就是新手职业者的噩梦。别杀死人皮蜘蛛了，就是逃出这片森林的实力，他们都没赢。这是人过的深渊，怪不得10几年来江水市没有人通关噩梦级深渊，原来这么难。我之前看论坛里有一部分人，郑宇是靠运气过的噩梦级深渊，出来解释解释，这叫运气？运气？一个能打出1万多伤害的哥布林叫运气？只能郑宇的召唤兽有些猛得不像话。但不得不，噩梦级深渊是真变态啊！这人皮蜘蛛根本没有弱点啊，除了郑宇这种变态之外，其他职业怎么打啊？楼上，你惊讶的太早了，这才奶到哪？还有高手 ，BOSS 比更变态。死！有提前看完整个攻略的职业者开始剧透，这篇帖子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攻略贴了，更像是看一个带有剧情的第一人称视角的深渊故事。带入郑宇的视角就是一篇标准的爽文，剧透狗更是这种故事的标配。随着攻略的继续，杀死人皮蜘蛛，逃出韩师群，来到不动湖，真正的难度才刚开始。郑宇用连我都觉得棘手的 BOSS 来形容其，不少人发出了曾经吴宗发出的同样的感叹：到底是谁在赢噩梦级深渊啊？视频中 BOSS 旗的出现，图片里 BOSS 旗的属性表，以及残暴状态时再次出现的人皮蜘蛛，活过来的井下女尸，以及从树林里卷土重来的韩师群，让所有对郑宇实力质疑的职业者都闭上了嘴。而对于如何解决 BOSS 旗，郑宇只用了一句话：硬实力硬撸就好，解释了1000，没有攻略，只有实力。弟弟啊，这真的不怪你。吴宗的哥哥看到残暴后的寒阶 BOSS 将郑宇压着打，整个寒阶深渊在无任何安全之地时，他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弟弟，不是他弟弟怂，他只是做了一个正确且合理的决定而已。换做任何人都会做这个决定。相比于死，那点惩罚算什么呢？至于陶钱、文人晴雨、柯莹，他只能这3人不正常。网上对于吴宗的风评也有所转变。怎么呢？如果是我比吴宗端还快。吴宗算是不错了，还冒着危险劝阻陶钱他们，只能正常人都会选择退出，不要命的才是不正常的吧。可是最终的结果是陶钱他们得到了奖励，而做了正确选择的吴宗什么都没有，哪里去？一个召唤师过噩梦级深渊就合理了。陶钱为了自己兄弟冲进去战斗，难道不合理？要我是吴宗，我不会团。哼，网络上的巨人，现实里的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傻子。此时郑宇也在看论坛贴的留言，看到吴宗的风评开始转正，他也放下心来。实话，他对吴宗退出队伍没有任何想法，在他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遇到危险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吗？吴宗和他非亲非故，收取30万的费用，虽然低于市价，但也是自己提出的价格，两人到底也只是个大腿和酱油的利益关系，不存在什么恩怨。换句话，他可以骂，陶钱可以骂，但外面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凭什么骂？郑宇发帖子的原因有2个，回复一下那些自己靠运气或者找捷径的嘴嗨网友。第二，也是帮吴宗解释一下，两人没有恩怨，郑宇也不在乎吴宗是否退出，反正最终后悔的一定是吴宗。他只是想告诉外面那些看笑话的人，这是换成他们未必有吴宗坚持的时间长。帖子热度最高的地方还不是打 BOSS 的阶段，而是最后其回忆的阶段。没想到看着那么恐怖的其，竟然身世这么悲惨，怪不得其怨念这么大。我要是和其一样的经历，我比他怨念大。原来内脏蛋糕是这么用的，学到了，下次试试。不是吧？真有人认为自己能活到用内脏蛋糕的时候吗？
郑宇是不是真心教学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有人是真信了，好感动，呜，好喜欢郑宇的那句话，让那些畜生感受真正的痛苦，有种快意恩仇那滋味了。他之前硬刚周云市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子脾气很硬，但我他妈喜欢，不仅没有怪罪强团吴宗，还发帖子帮吴宗洗白，我路转粉了。不过有些人要难受了，不知道李楠、李峰、周云他们看到这个帖子之后有什么想法？人家高高在上的，能管得了这些？也是，帖子热度非常高，几乎一晚上就售出1万多份。因为不仅江水市的职业者买，上虞市的职业者们听市长挖来一名 S 级的才，也好奇的看了帖子。毕竟每个市基本都把 S 级副职业者当宝一样，很难挖走。在他们得知郑宇是召唤师之后，更好奇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周围的市区也都好奇这位名叫郑宇的召唤师到底有多强。郑宇没想到，光一份帖子就让赚了100多万，扣除论坛的分成，再缴纳一些税费，到手70多万。怪不得职业者赚钱，这简单的一篇帖子都能赚几十万。郑宇美滋滋的将钱提现。正流传着郑宇的传，被李峰抢了资源，一怒之下刷了个噩梦级深渊，用实力硬刚李楠，拒绝周云市长的道歉，直接加入上虞盛。一系列操作下来，郑宇甚至拥有一批拥趸，离开江水市迁移至上虞市的动作，非但没有被骂，反倒被称赞为有骨气。我曾设身处地的以郑宇的角度去考虑过，如果我是他，被李峰抢了资源，估计只能无能狂怒。我会上报，然后拉横幅，让整个江水市的职业者都知道这件事。这不还是无能狂怒？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才会撒泼打滚，有能力的人家上虞市资源部部长直接来抢人。据不仅上虞市，有人还发现秦安市和夏河市都派人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李峰拿着人家的资源用得安心吗？有啥不安心的？反正我是看到一篇帖子，上面详细的明了 S 级资源的补助清单，妈的，我看的都尼玛眼红。一整套的黄金级战士装备，这套装备给我，我都能通关困难级深渊。哎，别了，李峰来了。卧槽，他怎么来学校了？今是高3职业者领职业证书的日子。羡慕。职业证书并不算是毕业证书，而是证明这名学生将要走职业者这条道路。但证书不是随便领的，需要校长的认证，认为你有资格走职业者这条路，并且能够靠着升级刷深渊吃饭，才会颁布这张证书。另外还需要考试，考试内容是政治，类似于郑宇前世的公务员考试，也就意味着拥有这张证书的职业者是可以从政的。不然光有实力，脑子不行，民众怎么可能放心的把领导人民的位置交给这些强者？没有领到职业者证书的学生还需要继续上学，毕竟对于90%的职业者来，升级只是为了更方便找工作的方式。学校会继续培养他们3个月，包括战斗训练、剑术训练、身法走位训练等体能训练，也会培养他们专业的技能，比如制作药物、修复装备等副职业。在这3个月里，如果实在没有符合运气通关深渊，就换文化课去学习其他学科。我听今年咱们一中就只发了3张证书，就3个呀，不少了。你以为职业者证书那么好拿的？只要拿了那张证书，就算不升级，每个月都能拿5000元底薪，铁饭碗啊！羡慕。如果郑宇在的话，那就是4个。可惜这群饶议论，李峰自然都是听到的，因为到处都在议论这些事情。上厕所能听到，吃个饭能听到，干什么都能听到，所有人都在拿郑宇来贬低自己。李峰眼神复杂，有愤怒，有不甘，但更多的是委屈。他本以为跟着父亲来到江水市，就能离开那些派系里面的变态才，就不会被嫌缺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中央区的时候，他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没想到来了江水市这种穷乡僻壤，竟然还能碰到个变态。对于郑宇，他恨，但他是服的。没办法，他看过那篇攻略，属于绝对的实力碾压。他唯一愤怒的是自己的运气为什么会这么差。因为郑宇昨晚他被父亲揍了一顿，明明他已经很努力了，明明已经刷新了困难级深渊的时间，却依旧没有用。他是父亲嘴里的废物，是其他同学议论的那个偷，是周云为了讨好他父亲的工具。我明明邀请过他，为什么他不接受呢？李峰想着，如果当初郑宇接受了自己的邀请，早就懂了杀心的他，在困难级深渊里估计会被郑宇反杀。其实他反倒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唉，李峰深深地叹了口气。接近中午，郑宇被文人晴雨和柯莹这俩姑娘吵醒，他俩拿着一大堆行李。你俩不会是要住进来吧？难道要对我宇哥有什么歪心思？陶钱正在做午饭，看到大包裹的两人，吐槽道，然后转头对郑宇道：宇哥，我觉得这两娘们不像啥好人，你可得悠着点儿，闭上你的嘴，没人把你当哑巴。文人晴雨直接对道：宇哥给我们发信息，今晚就去上虞市，让我们收拾行李一起去。柯莹解释道：这么着急？陶钱看向郑宇，郑宇道：搬家、做手续、领取职业者证书，安顿下来怎么也得2时间，2时间足够我的召唤兽恢复满状态。我想要快些升级。噩梦级深渊极其消耗精力，哪怕进阶到5阶的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将军重置了精力，但状态并不是巅峰状态，需要休息和休整。2时间正好，而且我打算下一场还是进入噩梦级深渊，需要尽快去上虞市做好提前准备。等等，陶钱放下锅铲，走到郑宇面前，认真的问道：噩梦级？是2阶深渊？不然呢？咱们都10级了，
也进不去1阶段深渊了。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把握。陶钱其实是想，2阶段深渊远远不是1阶段深渊可以相比较的。尽管你通关了1阶段的噩梦级深渊，但什么都不尝试，直接进入2阶段深渊，是否有些太冒险了？不过这句话陶钱没有透，主要是怕打脸。当初郑宇要争榜的时候，也被自己质疑过。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质疑郑宇的实力，就是在伸脸给郑宇打。郑宇摇头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达到10级。要不咱们稳点？”文人晴雨提议道：“先通关个困难级练练手。”柯莹在一旁听着这话，就想吐槽：“2阶段困难级算是练手？”郑宇却笑着道：“虽然我不知道2阶段噩梦级深渊有多强，但我这次提升的实力也还不错，概率在50%吧。这次收你们100万，带你们通关噩梦级深渊，你们要来吗？”不顾反对，郑宇直接开价。刚才还在担忧和反对的陶钱，二话不直接答应，一言为定。文人晴雨更是干脆，直接转钱。郑宇，你们不担心了？陶钱，你知道的，兄弟我绝对挺你，你去就去。文人晴雨，不是有50%概率吗？赌了。只有柯莹最实诚，100万赌一把2阶段噩梦级深渊，神仙来了也拒绝不了。危险？各深渊不危险，有郑宇在，只有50%的危险，那还叫危险？再了，他们3人也明显发现自己根本劝不动郑宇。那既然郑宇想要发疯，那就陪着一起疯。这时陶钱想起来一个问题道：“假如你真能带着我们再通一把噩梦级深渊，今年的新热级排行榜第1非你莫属啊！往年都是中央区的新人拿到这个奖励，我已经能够想象得到榜单刷新之后，看到第1是江水，不是，是上虞市的职业者，还是个召唤师时，那群眼高于顶的中央区才吃惊的样子了。上虞胜，嚯，这房子真大，有院子有泳池的。宇哥，你这算是提前进入富2代生活了吗？”陶钱等人办完手续，就来到了这栋别墅内。什么富2代？我是白手起家。是。陶钱直接从郑宇身边的冰桶里面拿出一瓶啤酒，咕咚咕庆饮了一大口。还是这玩意舒服。这房子你买的？郑宇躺在躺椅上，看着手机，头也不抬的道：“资源部柴方给我的，暂时住着。”陶钱打量着别墅的规模，挺敞亮的，这别墅租金就得1万多。3层洋楼，院子很大，有草坪，有泳池。哇，你的 S 级资源给你了吗？郑宇摇头，还没。柴方因为过了申请时效，而且我之前申报过一次，但资源走到了李峰那里，有些复杂。陶钱皱眉，申请不到了。虽然不是自己的资源，但也和他息息相关，因为郑宇有资源，实力就更强，过深渊的安全性就越大，他当然也很着急。是上虞市市长张战亲自去省区走流程，具体能不能申请下来，我也不清楚。陶钱拿着啤酒也躺在躺椅上，道：“如果上虞市没有给你申请下来资源，那咱们来上虞市岂不是亏了？都一样的。”郑宇倒是无所谓，无论上虞市能不能申请下来这份资源，我都不会继续留在江水上，20级也能再申请一次。那你岂不是损失了1阶段的资源了？陶钱替郑宇愤愤不平。柴方，如果申请不下来，他们资源部会自掏腰包给我补上1阶段的资源，不次于省区发的资源。这是柴方第一次见到郑宇时就谈好的条件。看来上虞市真的挺重视你的，主要是因为上虞市最近几年成绩太差，别 S 级了， A 级副的职业者都没几个，还都发展的不好。再这么下去，可能连参加职业者大赛的新人都没有了。张战和柴方当然着急了。也是。陶钱又问道：“文人晴雨他们呢？”陶钱因为需要自己办理迁户手续，是最后才来的上虞胜。出去购物了，我让他们去买些进深渊的必备品，女孩比较会砍价，能省点。因为穷惯了，郑宇习惯性的节省。陶钱眼睛一亮：“你选好去哪个深渊了？”郑宇点头：“去上虞祠堂。”死，最恶心的那个。虽然陶钱做出凉兮凉气的做作的表情，但其实他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上虞祠堂是唯一有噩梦级攻略的深渊，但也是文人晴雨、柯莹甚至陶钱最不想进去的深渊，因为那里真的闹鬼。郑宇解释道：“上虞市一共有3个2阶段深渊，上虞祠堂、血色电影厂以及黑暗谷底。3个深渊，只有上虞祠堂有通关记录，有完整的攻略，剧情分支、怎么拿奖励、怎么走捷径都写得很明白。我知道你们有些害怕祠堂，但想要提升通关成功率，祠堂是最适合用来练手的深渊，所以我做了个比较稳的决定。”比较稳，陶钱觉得郑宇在装逼，但他没有证据。拿噩梦级深渊来练手，还噩梦级深渊比较稳，听听，这是人话，闻所未闻。但郑宇看样子真的好像在为他们考虑一样。郑宇解释道：“有完整的攻略，而且就是上虞市市长张战年轻时做的，可信度很高。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郑宇甚至觉得自己很贴心。陶钱，当然，上虞祠堂的手痛奖励是没有了，不过血色电影厂和黑暗谷底还是有希望的。你打算都通一遍？不然呢？放着这么好的奖励不拿，岂不是可惜了？行吧。陶钱选择支持郑宇，他也没什么发言权，反正郑宇想打什么深渊就打哪个就好。他一个酱油，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好气氛组，会做饭，会喝酒就笑。祠堂是鬼怪类型的深渊，所以我让文人晴雨他们去准备了些对付鬼怪的道具，这种东西圣殿商店里卖的比较贵，线下市场有便宜货。另外，祠堂的阴气比较重，你有时间去弄点鸡。陶钱了然，鸡血辟邪，这我懂。郑宇摇头，谁让你辟邪了？深渊里的鬼都有血条的，怕什么？我让你弄点鸡，是听上虞的走。
地鸡是他们这里的特色，咱去祠堂里烤着吃。陶钱。6下午，柴芳带来了好消息，省区批准了他的资源申请，还在走流程。据张战直接找的他派系里的大佬协调了一些关系才过的，这种流程手续没个关系还真不好办。柴芳在电话那头吐槽道，所以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派系？柴芳借此机会直接问道。郑宇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问了一句，不是只有40级的职业者才有资格进入派系吗？派系可以理解为强大的职业者为了垄断一些资源而建立的组织，强大且牢不可破，因为利益密不可分，但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最简单的一个要求就卡住了99%的职业者，最低40级可进入派系，因为40级之前压根就算不得强者一词。柴芳笑着道，嗨，这不是提前拉拢你这个人才吗？能够通关噩梦级深渊，40级是稳稳的。对了，你想好2阶段去哪个深渊了吗？柴芳也不再去询问郑宇加入派系的想法，问了另外一个问题。祠堂，很冷静的选择吗？这个选择在柴芳看来算是比较保守的选择。上虞祠堂是上虞市职业者通关次数最多的深渊，因为攻略多到数不过来，是上虞市2阶段职业者最喜欢的深渊。柴芳稍微有些失望，他本来还挺期待郑宇去试试上虞市其他深渊，打破个什么记录。毕竟邀请郑宇这件事，上虞市的职业者的态度各不相同。就算郑宇有通关噩梦深渊的战绩，但依旧有很多人认为召唤师职业未来不可期，将资源给郑宇是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刷新了记录，拿出点成绩，那群人就会闭嘴。但如果从郑宇的角度来看，祠堂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安全。所以柴芳才会，这是一个冷静的选择，不被外界影响，只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选择很难和之前一怒之下进入噩梦级深渊的郑宇联系到一起。挂铃话，一旁刚从省区回来的张战问道，他没有选择血色电影厂。柴芳点零头，我也以为他会选择电影厂深渊，刷新电影厂的记录是最有可能的。这孩子看着好像很挺鲁莽，但又过分冷静。鲁莽？我不认为郑宇鲁莽。张战笑着道，他只是比较不喜欢忍让而已，这也不算是缺点。年轻人要是像咱们一样做事畏首畏尾，怕这怕那的，那就不叫年轻人了。其实选择祠堂也好，要是他刷新了祠堂的历史记录，岂不是含金量更高？张战很乐观，但柴芳却毫不犹豫的道，我觉得不太可能。上虞祠堂深渊是上虞人最熟悉的深渊副本，被无数上虞职业者将记录刷新了一次又一次，不是那么好刷新的。除非他打算去噩梦级深渊，而且我看他的意思，好像还要带着陶钱和那2个女孩单刷破纪录，不可能的，更别进入噩梦级深渊了。到这，柴芳想到了什么？等等，他的队伍是不是现在缺了个人？张战点头，是缺一个。他们现在是4个人，有一个伙子强退了噩梦级深渊，哈哈，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如果缺一个的话，柴芳搓着下巴，若有所思。要不我给他塞个人，塞个帮手也可以，要不让郑文昌去吧。A 级副的战士现在好像是18级。谁知柴芳直接拒绝，谁我要给他塞帮手了？就郑宇那实力，塞一个没什么意义。咱们上虞市2阶段的职业者没有一个 S 级的，塞个 A 级能帮到什么忙？郑宇既然要单刷，塞帮手他绝对是不要。张战疑惑地问道，那你要干什么？我有个远房表妹，去年转的职，因为一些家里事耽误了1年，我让她来蹭一波。张战，你刚才还不看好郑宇的？柴芳嘿嘿一笑，我不看好他破纪录，但他在2阶段算是个大腿，这大腿得让我表妹抱上，就像当初我跟你组队一样。张战，上虞胜，上虞祠堂深渊大厅，郑宇等人经过2的折腾，终于把一切该办完的事情全部办完，终于有时间办正事了。这人有些少啊。陶钱看着大厅里没几个职业者，一旁的工作人员闲着也是闲着，便解释道，因为今年第一批职业者还都在1阶段深渊呢，1阶段深渊排队都进不去。至于那些老职业者，要么已经升级了，要么就是彻底放弃了，人少不很正常。陶钱点头，得也是，是我欠考虑了，毕竟是从江水市转过来的，他刚才那些话稍微有些歧义。进入大厅，人数不多，但也有举着牌子找队友的。文人晴雨道，咱们缺个队友，正常来4人也能进入深渊，但缺少1个人，经验和奖励也会随着人数的减少而减少。你要争榜，最好再带个酱油。2阶段的酱油非常好找，而且都舍得给钱，几乎60-70%的职业者都会卡在这个阶段，其中一部分是不想继续冒生命危险进深渊的，还有一部分是根本打不过，也没人带，就干脆找个工作，一边攒钱一边等着大佬带。陶钱不解地问道，没人带吗？不应该啊，在第1阶段深渊的时候，我看有很多啊。那是1阶段深渊，只要等级压制，带人过个简单甚至普通深渊都是轻松的，就算那样，也得是2个战士带着牧师这种标准搭配才能带人。到了2阶段深渊，有实力的职业者都互相组在一起升级，谁闲的没事带酱油？除非是那种不想进入第3阶段了，只想用实力换钱，或许能带一带。再有就是郑宇这种要争榜的职业者，但问题是，就上虞市这种城市，多少年都出不来一个争榜的才。原来如此，陶钱一副我差不多懂了表情，然后指着上虞祠堂深渊大厅里那群正在寻找队友的职业者，那就随便在他们里面找一个呗。陶钱直接找到工作人员，在大厅上的屏幕里打出寻找队友的播报，找酱油4缺1，要求听话，不抢怪，不抢物品，会烹饪和烧烤，最好会烤腰子，非无常，价格面议。
郑宇看到这个公告，直接给陶钱竖起大拇指。还是陶钱懂他，他不需要队友有实力，他只需要一个会烤腰子的队友来弥补之前无踪的空缺。播报一出，就有职业者私聊郑宇：匿名战士需要队友。郑宇：召唤师，是的。匿名战士，等等，你是召唤师？匿名战士，等等，你们谁是主 C？ 这名主动联系郑宇的职业者懵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奇葩的队伍，一个召唤师当队长，2个刺客，也就武僧看起来像那么回事。没等郑宇回复，这个匿名的战士直接道：你让我跟武僧聊吧，他应该是你们的队长。郑宇问道：为什么和他聊？匿名战士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然后道：我得谈价钱啊。郑宇直接道：和我谈就笑，你能做主？我 B 级富士火焰，能够压制祠堂里的阴气，等级18级，通关过5次简单级祠堂深渊，1次普通级祠堂深渊。一番自我介绍之后，直接给郑宇来了一句：我要价80万，不贵吧？啥？郑宇发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是，你到底能不能做主啊？我这实力要价80万不贵的，虽然你们队伍配置很一般，但我和那名武僧再把刺客踢掉一个换成牧师，通关个简单深渊，没难度的。郑宇，召唤师，要不你仔细看看我发的公告。郑宇有点懒得解释了，怎么有人连公告内容都不看，就直接来找自己要钱了？对方沉默了片刻，然后同样给郑宇回了一个问号表情。匿名战士，不是吧兄弟，你们疯了还是我瞎了？你们这个配置，这个等级要带人刷深渊？匿名战士，还要会烤腰子的，真拿你们有些无语，跟我在这玩呢。对方显然很生气。郑宇有些奇怪，自己盯着一个召唤师的职业，对方没认出来。郑宇，召唤师，你不光论坛吗？匿名战士，论坛就是一群失败的职业者吹牛打屁的地方，有什么可逛的？你们不会是又看到了什么祠堂有捷径的帖子吧？匿名战士，哥哥奉劝你们一下，别信，信了死得快。匿名战士，我撤了，一群还来这里耍我开心呢，我还以为是终于遇到生意了呢。然后这名战士就再也没有理会郑宇。郑宇看向陶钱，陶钱也一脸阴沉，显然也有人私聊了他，并且聊得不算愉快。好吧，看来一个真正的酱油并不好找。文人晴雨也道，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他本以为一个酱油会很好找。郑宇道，看样子应该是市长把我来到上虞市的消息尽可能的压到了最低，估计还是担心我起不来吧。还有一种可能，文人晴雨道，他们根本没料到噩梦级深渊会给那么多经验，没想到你直接就是2阶段的职业者了。那现在怎么办？陶钱问道。找到了几个，要么是直接来要钱的，要么看到你是队长直接团，有一个倒是有意思，知道你通关了1阶段的噩梦级深渊，但还是拒绝了加入队伍。他觉得让他烤腰子是在侮辱他。一旁的柯莹都笑了，这要是让吴宗听到，得气死。是，他现在想烤腰子都没有机会，主要还是因为宇哥你的名气没打起来，2阶职业者还是有点傲气的。要不我在论坛找找人吧。就在文人晴雨准备上论坛找酱油的时候，郑宇接到了柴芳的电话。雨呀，我听你今就打算进深渊。柴芳的语气极为客气。郑宇都整愣了一下。打算进，正在找队友。呀，你缺一个队友？柴芳装作很惊讶地问道。郑宇解释道，准确的来是缺一个会烤腰子的。柴芳，啥？会烤腰子？经过一番交涉，最终以那巧了不是，我正好有一个会烤腰子的妹妹，达成协议，价格谈的是300万1人。虽然柴芳认为郑宇要价有些太高了，但也丝毫没有犹豫，自己拉拢的财给自己喂饱才笑。他认为这大概是郑宇不满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把资源落实到位的原因，多给点也正常。那就这么定了，钱我一会就打给你，你们稍微等等啊。好。郑宇挂掉电话，笑着道，酱油找到了。谁？柴芳的一个远房表妹，那个资源部部长。是的。他会烤腰子？陶钱问道。柴芳他表妹家就是干烧烤的，应该比吴宗强，那就没问题了。文人晴雨，你们这么一本正经的讨论人家会不会烤腰子这件事，真的好吗？柴云、游侠申请加入队伍，队长已同意柴云、游侠加入队伍。柴云、游侠，郑宇队长好，大家好，我叫柴云，很高兴认识你们。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微笑。陶钱、武僧，可爱捏。郑宇，召唤师，欢迎。文人晴雨，刺客，欢迎姐姐。柯莹，刺客，欢迎姐姐。看着姐姐的字眼，柴云正在出租车上赶往上虞祠堂的他咬了咬牙。他确实比文人晴雨他们大1岁，他是去年的职业者，他在12级一直升不上去。要队友没队友，要大佬没大佬，组了1个多月，好不容易组成一支队伍，还差点死在祠堂里。后来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以及自己付确实不足，便放弃了。本来都没打算继续走这条路了，直到昨晚他那个别人家孩子的表哥柴芳给他打电话，他找了个大神带他通深渊，没有风险，不需要自己动手，只要会当酱油就笑。能被柴芳评价为大神的职业者，那指定是没问题的。但一想到对方比自己1岁，他还是有些别扭。到了上虞市祠堂深渊大厅，一眼便找到了他的队伍。因为文人晴雨那身材实在是太吸引人眼球了，一群看起来年纪就狠的4个人组在一起，很难发现不了。郑宇也看到了柴云，一个身材非常健康的女生，麦色皮肤，腿很长，一头短发非常干练，手腕处缠着绷带，臂腿的肌肉清晰可见。
郑宇对柴云点零头，然后道：聊群里有我发的文件，你看一下，不要出差错。好。柴云对郑宇的第一感觉是靠谱，起码不会打肿脸充胖子，不看攻略就进深渊。但他却没怎么认真去看郑宇发的资料，因为有些多此一举。毕竟上虞市祠堂深渊就是上虞市学校里的一门课程，每个学生都对上虞市祠堂深渊了如指掌，还用看攻略？柴云这种不屑的心理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他从他哥那里得知，郑宇就是那个从江水市挖过来的才，人家是江水市的人，不了解上虞市的深渊也是很正常的。1个时，郑宇道，1个时之后我们进入深渊。郑宇给柴云留了看资料的时间。柴云刚进队伍也不好什么，柴芳之前告诉过他一定要少画，郑宇喜欢纯酱油。但柴云越看越不对劲，这怎么都是噩梦级深渊的攻略？他估计是郑宇找的攻略不对。这种噩梦级深渊攻略，普通职业者就看了乐就好，根本学不了技术。真学技术还得是困难深渊攻略。柴云还是忍不住的提醒郑宇，那个怎么了？郑宇看到柴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直接问道。柴云干脆直接明自己的想法，你们是不是找错攻略了？我看群里发的攻略是噩梦级深渊的攻略。郑宇点零头，没错，就是那篇攻略。柴云，郑宇见柴云有些不解，便直接道，虽然你们不需要战斗，但祠堂深渊有很多机关陷阱，尤其是噩梦级深渊。噩梦级深渊和你之前了解的普通级深渊有很大不同，噩梦级深渊更偏向真实，所以攻略的作用非常大，能够帮助我们刷新历史记录。啊！柴云发出了特殊的声音。噩梦级？你哥没告诉你？郑宇问道。一旁的陶钱反问郑宇，宇哥，那你有没有告诉柴芳，你要通关的是噩梦级祠堂？郑宇一愣，好像没应。这时郑宇也刚反应过来，怪不得我管柴芳要300万的时候，他语气有些不对劲，原来是觉得贵了。柴云愣愣地看着郑宇，你认真的？郑宇有些无语的道，你是今第3个问我这个问题的职业者了。这样吧，确实是我沟通问题，我和我的团队要进入的是噩梦级上虞市祠堂深渊，如果你认为有风险，可以退出队伍，钱我推给柴芳就好，至于酱油队员在论坛里找就好，总会有勇士的。柴云站在那里思考了一下，他很犹豫，直到郑宇看着他的手道，看你手上的茧子，明你这1年里一直都没有放弃训练，身为游侠，臂力是最重要的，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赌一把？来自郑宇的主动邀请，一个休息了1年的职业者还能坚持锻炼，把手心磨出厚厚的一层茧子，明他从未放弃过职业者这条路，所以郑宇打算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赌，这条职业者之路就会为他打开。柴云认真地看着郑宇，眼神有疑惑，也有迷茫，但更多的是憧憬。你有把握吗？50%，要么死，要么通关。很棒的理解，我可能会中途强退。柴云直接道，没有任何隐瞒。郑宇也无所谓的摆了摆手，没关系，这种事我经历过，但钱可不能退了。柴云，300万，如果你真能通关噩梦级祠堂，算是我捡了大便宜。柴云又沉默了许久，我真是疯了。他嘟囔着，理性告诉他，一个召唤师带着4个酱油，不可能过噩梦级深渊，就算郑宇有过辉煌战绩，也不可能，因为1阶段深渊和2阶段深渊的难度无法相提并论。但他脑海里却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他，该赌。最后他选择拒绝理性的判断，我赌。郑宇笑着道，恭喜你上了贼船，用跟你哥一声吗？柴云，我告诉他。柴云直接给柴芳发了条信息，我要进噩梦级深渊了，如果我出不来，帮我照顾我的父母。完事了。那我们出发。郑宇打开页面，选择上虞祠堂深渊噩梦级。郑宇，召唤师进了。陶钱、武僧、石化这次有些紧张。柯营，刺客加油。文人晴雨，刺客别紧张，要么通关大富大贵，要么死在噩梦级深渊，也不算死的窝囊。陶钱、武僧，呸，乌鸦嘴。柴云，游侠正在进入上虞祠堂深渊噩梦级，请稍后。与此同时，正在开会的柴芳接到了自己柴云的信息。第一遍他没看出来什么，只是笑道，这妮子还跟我玩伤感这一套。但第2眼，卧槽，他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正在讲话的张战很不满的道，开会呢，成何体统？但柴芳根本没理会张战，因为他看到了关键字眼，噩梦级。郑宇要去噩梦级祠堂深渊，怪不得他狮子大开口的管我要300万。张战听到柴芳的话也是一愣，你是我们挖过来的那个召唤师进入了噩梦级深渊？柴芳点头，我表妹柴云刚给我发的信息，而且还尼玛留了遗书。张战，还记得咱们是几级进入的噩梦级深渊吗？张战19级，郑宇才13级，而且带了4个酱油，疯了吧？就在张战和柴芳认为郑宇他疯聊时候，5人已经进入了祠堂深渊。郑宇眼前黑漆漆的一片，耳边则传来一个老饶声音，祠堂主要用途祭祀、婚、丧、寿、喜，祭祀先祖和先贤，祭拜、祈祷、庆祝、祝福，认为先祖和神仙会保佑他们。在上虞村也是一样，他们的先祖世世代代的保佑着他们官运亨通，不受饥难，不遭刀兵，不遇水火。他们感谢先祖，尊敬祠堂，直到有一先祖也开始有所求，我保你平安，你祭祀生命，你拜的先祖真的会保佑你吗？或者你拜的是你的先祖吗？声音低沉，如同讲鬼故事一般，将祠堂深渊的故事娓娓道来。
你已进入上于世祠堂深渊噩梦级难度，该难度100%还原深渊真实样貌，并复原整段深渊历史，难度极大，死亡率极高，请注意安全。阴风阵阵，伴随着一股似有似无的推拉感，郑宇等人出现在一条幽暗的林间路里。郑宇莫名的打了个哆嗦，这里的风远没有寒阶深渊那么刺骨，但却让人脊背一凉，仿佛有什么东西死死的盯着你，带着怨恨和贪婪。盯着？不是，谁让你盯着我了？郑宇看向路边的漆黑一片，不满的道。不画是吧？郑宇二话不召唤哥布林将军。哥布林冲了他。哥布林将军二话不拍了一下巨狼坐骑，一个冲锋撞向林间路的右侧方。啊！一声刺耳的鬼哭狼嚎叫声之后，击杀拦路鬼 LV15，获得经验2094点。清静了，那种讨厌的注视感立刻消失。吓唬我？谁给你的胆子？陶钱，大哥，人家祠堂深渊刚给你打造出来的气氛，让你给破坏了。刚有点中式恐怖的感觉，就被郑宇直接打破了。郑宇走到拦路鬼死去的地方，看着地面上的一堆白灰，双手背在身后，到底这就是个深渊。只要有血条，我就是林正英。陶钱拍马赶到，宇哥牛逼。林正英是谁？郑宇。此时林间突然响起树叶的沙沙声，隐隐约约间能够听到孩的笑声。大胆妖孽，还敢笑我！郑宇大怒，直接骂道。嘻嘻嘻，孩童的嬉笑声在旋绕的阴风中慢慢散去。其实郑宇也就是玩玩，因为看过攻略的他很清楚，刚进入祠堂深渊，这条通向上渔村的林间道没有任何危险，只是为了烘托气氛的把戏。拦路鬼能够让玩家遇到鬼打墙不会受到伤害，但会阻碍他们进入上渔村的时间。孩的笑声也只是一个警告，类似于之前寒阶深渊里街口的那个肉店老板寒尸，吓唬人用的。在郑宇沉浸在扮演林正英时，文人晴雨和柯莹已经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铜币串和符印。按照张战写的攻略，噩梦级深渊的阴气逐渐侵蚀我们的神智，翻译过来就是阴气会影响精神力的恢复，在祠堂深渊待得越久，影响得越高。文人晴雨将5个铜币串分下去，郑宇接过铜币串，上面有点黏黏糊糊的。铜币串由祠堂的铜币、上渔村的狗血、浸泡7749、上渔村新婚女子的头绳链接而成，再涂抹上坟头、祭祀的糯米浆，可阻挡阴神的侵蚀。一旁的文人晴雨解释道：铜币、狗血、头绳、糯米都是祠堂其他难度深渊爆出来的材料，只有上渔市有卖的。郑宇问道：很贵吧？因为钱是文人晴雨和柯莹他们出的，郑宇并不清楚价钱。3000块5串，这么便宜？一旁的上渔市本地人柴云道：只有噩梦级深渊用得到这种东西，实话，如果不是你们，根本没人买的。原来如此。接着文人晴雨将符印全部交给郑宇，郑宇看了一眼符印，都是张战那篇攻略里提及到的物品，一边收起来一边道：攻略你们都看了，按照张战的法，祠堂理论的通关时间不可能低于3，因为进入上渔村之后要走剧情，起码待足3以上才会触发 BOSS 机制，也就是祠堂后面那个被阴神控制疗上渔村先祖。第一是祭祀，第二是冥婚，第三是百鬼夜校。过了百鬼夜行就是能见到祠堂 BOSS， 所以想要破纪录，只有在杀 BOSS 时争取时间。如果完全按照张战的攻略来走，只能拼杀 BOSS 的速度，有可能会失误，无法打破纪录。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找什么方式来提前激活 BOSS， 比如激怒祠堂后面那个假先祖。但我目前没有什么头绪，所以先走一步看一步。郑宇着自己的计划，然后顺手召唤出双魔火蛟。双魔火蛟的出现瞬间驱散了周围的阴气，让身体重新暖和起来。走吧，先进村。哥布林将军开路，双魔火蛟断后，一群人沿着漆黑的林间路往上渔村的方向前进。最后离开的柴云深深地看了一眼之前拦路鬼死去的地方，眼神中满是震惊。对于郑宇的计划，柴云没有任何意见，哪怕郑宇那句激怒祠堂假先祖，加快通关速度，让任何一个上渔市职业者听到都会笑话郑宇异想开，但柴云不会，因为他亲眼看到哥布林将军一个冲锋直接秒杀了拦路鬼。虽然拦路鬼只有15级，但一个冲锋就秒杀，多少是有些离谱了。那高达5万多的伤害让柴云有些难以接受，这是一个召唤兽打出来伤害5万，他突然感觉自己那所谓的赌在郑宇这里根本不成立，因为对于郑宇来，进入噩梦级深渊根本就不是赌，而是真的有那份自信和实力。一个他真的有可能打破祠堂历史记录的想法，在柴云的脑海里不断的旋绕。这次好像抱到真大腿了。进入上渔村的路需要穿过这条林间道，偶尔会出来几只拦路鬼，倒没什么危险，就是不断的提醒职业者，这里真的有鬼。一根箭射出，直接命之鬼的脸。这种路边的拦路鬼极其好对付，根据其他攻略的信息表明，这些拦路鬼其实就是路过上渔村的路人，也就是倒霉鬼。一箭射出1万伤害。5阶哥布林将军拥有3000多的攻击力，加上剑术精通的5.7倍系数，正常伤害能打出2万多。但鬼系生物不算正常，简单级祠堂鬼怪能忽视10%的伤害，普通级祠堂鬼怪能忽视15%的伤害，困难级祠堂忽视25%的伤害，到了噩梦级祠堂直接飙升到60%，忽视60%的伤害，再加上命中率、闪避、属性克制等各种因素，噩梦级祠堂里的鬼怪就变得极其难杀，这也是限制了很多上渔市职业者挑战噩梦级深渊的原因。但好在鬼系生物的血量都不高，一只15级的人皮蜘蛛血量6万，
但一只普通的拦路鬼血量只有2万，也就是2件的事。嗖！哥布林将军抬手又是一剑，直接给路尽头的拦路鬼扎了个魂飞魄散。击杀拦路鬼 LV15，获得经验2244点。哥布林将军在前面一件一件的射着脆皮拦路鬼。郑宇饶有兴趣的问陶钱他们吃橘子吗？有橘子？陶钱不记得收拾物资的时候有买橘子。郑宇递给他一个橘子，陶钱也没想什么，直接吃掉。过了一会儿，郑宇又问吃饼干吗？郑宇递给陶钱几片饼干。陶钱，不是，你哪弄的？刚完，陶钱就发现他们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一片坟地里面。郑宇手上的橘子和饼干都是从坟头上拿的。陶钱赶紧将手上的饼干扔掉，抬头看到郑宇跑到另外一个坟前，正在挑选上供的食物。不是，大哥，你跑这里冤够来了。郑宇，这里是坟场。柴云马上认出这里，坟场是祠堂深渊第一个有难度的地点，会刷新出一只高等级的阴魂。这只阴魂是原上渔村村长的魂魄，实力强大，很难对付。柴云很着急的道，想要对付村长的阴魂，必须要在坟场外面做好吸引，不然直接进入坟场会被整座坟场里的阴魂攻击。不对啊，我们不应该这么快来到坟场的。柴云连忙后退，但他却发现无论是郑宇还是陶钱他们都没有动，只有文人秦宇看了一眼柴云。你没看郑宇队长给你发的攻略吧？柴云沉默，他确实没怎么看，主要是当时他根本不知道郑宇要进入噩梦级深渊，也就没当回事。郑宇倒是耐心的解释道，张战的噩梦级深渊攻略里曾过，原本在其他难度的祠堂深渊里，坟场有固定的地点，只要谨慎一点总能发现，但在噩梦级深渊，坟场是随机出现的，越早出现危险越高。很幸运，我们在10分钟内就进入了坟场，足足比张战早了半个多时。柴云，你确定这是幸运？这不是更危险了吗？郑宇笑着道，当然算是幸运，因为越早遇到坟场，就能越早开启整个祠堂的主线剧情，能更快的通关深渊。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只要一个不落的杀死遇到的所有拦路鬼，就能提前遇到坟场。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柴云惊讶地看着郑宇，他之前就很奇怪，郑宇为什么执意要杀死拦路鬼，哪怕林子里面距离那么远的拦路鬼也要揪出来打到魂飞魄散为止。他以为郑宇只是珍惜那点经验，谁知道人家是有目的的。柴云看着郑宇，郑宇给他一种既疯狂又靠谱的维和符，但问题是你怎么应对他们？柴云此时发现坟场里已经隐隐绰绰地出现了阴魂的身影，而且很多。郑宇笑着对柴云道，这关过去之后，你得好好看看我发的攻略了，不然后面你会拖后腿的。另外纠正你一个错误，噩梦级的深渊里可不是一只高级的阴魂，而是一只精英高级怪。至于怎么对付他们，郑宇打了一个响指，身后的双魔火蛟身上骤然释放出火焰，直接笼罩整个坟场。当然是直接硬打过去啊。郑宇做了很多关于祠堂深渊的功课，对于坟场的难度基本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能够横扫坟场。想要加快副本进度，就不能真的按照张战的攻略来尽孝。祠堂深渊的剧情非常简单，不需要探秘，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只需要硬挺3，搅乱一场祭祀，激怒祠堂后面的假仙祖就可以。那打一开始就不能畏畏缩缩的，要直接干脆的来，怎么暴力怎么来，让那个被阴神污染的假仙祖提前被激怒，就能够实现刷新记录的可能。烧毁整个坟场是郑宇的第一步啊！双魔火蛟的火焰光环一开，直接将整个坟场覆盖，那群畏惧火焰的阴魂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进阶到5阶的双魔火蛟，火焰光环的范围也增到了直接50米的范围，覆盖住不算太大的坟场并不是难事，并且拥有双倍火焰属性伤害的灼烧效果，让这里的阴魂苦不堪言。对付寒尸，双魔火蛟是他们的克星；对付阴魂，双魔火蛟是他们的爸爸。轰！坟地直接被燃烧起来，双子效果，双倍火焰光环伤害，直接抵消掉50%的伤害免疫，再加上本就克制他们的火焰伤害，整片坟场直接处于一片火焰汪洋症啊！阴魂的惨叫声不绝于耳。这里曾经是职业者的地狱，现在是阴魂的地狱。一串串的伤害在坟场各处冒出来：-5741、-5329、-587、-698，灼烧伤害：-5339、-5788，每秒1万多的伤害。看着这种伤害效果，柴云总有种不现实的感觉，这不比法师猛。一旁的陶钱、文人、秦羽、柯莹很满足地看着柴云震惊的表情。没错，就这种半张不张的嘴巴，迷茫的眼神，震惊到颤抖的拇指，对味儿了，就是这个状态，对味儿了。陶钱贱兮兮的道，因为当初他们看到郑宇的伤害也是这种状态，什么机制，什么危险，在郑宇召唤兽的爆炸伤害里根本都不存在，不仅秒杀，还是范围性的秒杀，燃烧还在持续。这次坟场里出现的普通阴魂等级都是20级的存在，血量翻了3倍，想要一下子烧死不太可能，并且这场烤鬼魂盛宴里最重要的菜还没出来呢。呼，阴风起，哀嚎出，周围响了若有若无的哀乐。在坟场最大的一片坟上，一个面目枯朽，浑身冒着黑烟的老者爬出坟地。他和其他阴魂一样，身体呈现半透明状，但身后的黑烟隐约呈现一个奇怪的动物样子。阴魂上渔村村长，第一位将灵魂祭祀给先祖的人，等级 LV20，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2500，技能1阴气笼罩，技能2
阴毒，技能3附身，技能4 20级精英怪。郑宇神色认真了些，这只精英怪几乎能和寒阶深渊噩梦级难度里的 BOSS 气相媲美了。要知道，这才只是祠堂深渊的第一个关卡。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不知我们上虞村有哪里得罪了你？村长阴魂阴恻恻地看着郑宇道。郑宇指了指周围还在哀嚎的阴魂道：我看你这里比较晦气，脏东西太多，我给你打扫打扫。村长阴魂勃然大怒，身后的黑气涌出，阴气铺盖地的席卷整个坟场，竟然一时间将双魔火蛟的火焰压制了下来。周围的阴魂终于有时间扑向郑宇他们。柴云看着这一幕，腿肚子都软了。他完全想不出郑宇该怎么对付这群阴魂。你这老头，我好心帮你清理脏东西，你反倒不领情。那算了，既然你不喜欢，那就跟着一起被烧掉吧。双魔火蛟，郑宇对身后的双魔火蛟下命令道：尽情的燃烧吧。吼！一声半蛇半龙的鸣音后，火蛇地狱终于落在了这片坟场。但这次不是火蛇，而是更强的火蛟。轰！火焰燃烧。既然主菜村长阴魂已经出现，那就到了双魔火蛟大火收支的时候。双倍火焰光环，双倍火蛇地狱，双倍火焰属性灼烧。纵使血量再给高，这一套下去，直接开始碳烤阴魂。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3786。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3587。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3444。击杀！一顿大火炙烤，经验爽爽的收获。没有人跟他分经验，经验蹭蹭的猛涨，还没全杀完呢，等级直接提升到了14级。恭喜！等级提升，等级 LV13、LV14， 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94009970， 7950装备属性。魔力870880，智力451469，力量126130，敏捷2930，剩余自由属性点5，升级速度极快。这就是为什么争榜一定要带上4个酱油的原因了。5人进入深渊，深渊整体难度增加，获得整体经验增加。但如果其他人不参与战斗，那争榜的那个强者就会收获更多的经验。单刷噩梦级深渊，升级速度是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只是一波阴魂，直接提升一个等级。啊！一声凄厉的叫声打断了郑宇沉浸在升级的喜悦症。村长阴魂看着不断被烧死的其他阴魂，怒不可遏地释放出阴气，笼罩住整片坟场。妄图和双魔火蛟的火蛇地狱分庭抗礼，但生属性就克制阴气的双魔火蛟怎么可能被压制住？火焰反倒越烧越旺。眼见无法压制火焰，自己也被火焰烧到不断难受无比，直接化为一团黑烟，猛扑向郑宇的方向，速度极快。但一旁负责保护郑宇安全的布林将军可没闲着，这种召唤师参与的混战，必须要准备一个时刻保护自己安全的召唤兽。只见哥布林将军提起重锤，猛击那团黑烟，呼！重锤直接砸在阴魂村长的身体，负8742，打出了8000的伤害。但阴魂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化为黑烟的阴魂村长直接无视重锤，径直朝着郑宇袭去。职业者能在深渊里对鬼怪造成直接伤害，但本质上鬼依旧还是鬼，物理方式其实很难阻挡住他们。郑宇眼见着阴魂袭向郑宇，陶潜等人紧张地呼喊道，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郑宇直面伤害。召唤师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召唤师的所有强度都集中在召唤兽身上，自身无论是血量还是防御都极其的弱。不过下一刻，陶潜发现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召唤师弱，但他们完全忘记了郑宇身上可是有3件铂金级装备的。阴魂村长对郑宇的袭击直接打在了怨念戒指的护盾上，散发着怨念的订婚戒指。装备效果1：精神护盾，怨念幻化成的护盾能够抵御护盾值的法术伤害。装备效果2：护盾破碎，护盾破碎之后对周围造成2500点固伤伤害。10000的护盾，阴魂村长根本破不了。就算破掉护盾，还有人皮蜘蛛3件套的防御，以及训练假饶嘲讽防御。想要摸到郑宇，得先获得了这几层防御。负6458，白色伤害出现在郑宇的头上，白色伤害意味着护盾值削减6000，实话很高了。阴魂村长使用了附身，但因为没能破掉怨念戒指的护盾，导致阴魂村长卡在了半空症。呼！就在这一瞬间，双魔火蛟已经准备好了温度最高的吐息。蛟龙吐息！郑宇看着被赤红色的蛟龙吐息包裹住，惨叫不停的阴魂村长，笑着道：最高度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炭烤阴魂只需要加入能够融化铁水的普通吐息。击杀阴魂，上虞村村长 LV20， 获得经验7848。整座坟场只剩下了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之前叫嚣着要弄死郑宇的阴魂，现在已经完全魂飞魄散了。阴魂村长死亡之后，那股附着在他身上的黑烟飞到空中盘旋着，在空中旋绕了2圈，仿佛是在记下郑宇的面貌，然后消失在半空中。恭喜获得装饰品村长的烟斗 LV0 白银级。恭喜获得防具王者长袍 LV20 白银级。爆了2件装备，1件装饰品看起来很老旧的一个烟斗，应该不是给职业者用来吸烟的，毕竟这烟嘴上脏的都出污垢了，很难下嘴。装饰品村长的烟斗，佩戴等级无，佩戴需求无，品阶白银，属性无，装备效果叼上这个烟嘴，你在上虞村将会拥有村长般的待遇，还真是让瑞着的。郑宇嫌弃地看着这个脏脏的烟嘴，很明显
是个任务道具，虽然脏灵，但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保命。心里虽然嫌弃，但这物品是张战攻略贴里未曾提及到的，因为当初张战他们根本没有杀死阴魂村长。阴魂村长会在血量降低到 5% 的时候，释放最后一个技能，也就是属性面板里看不到的那个技能，名为阴阳相隔，就是你无法再攻击阴魂村长了，只能看着到手的经验和装备在你面前溜走。所以郑宇一开始就让双魔火交留一手，用火焰光环、慢火熬盾，最后在阴魂村长反应不及的时候，用蛟龙吐息这种高额伤害技能直接秒掉阴魂村长。这就是有攻略的好处。郑宇看着手上的烟斗，心里大概有了一个计划，想要破掉张战的记录。这个村长的烟斗是最重要的道具。至于那件王者长袍，被郑宇直接扔到了物品栏里，并分类为待出售物品。20级的白银装备，他又带不上。郑宇都清理完收益了，一旁的柴云还没缓过来神，这就结束了。被称之为噩梦级深渊第一道拦路虎的阴魂村长关卡，就被郑宇一把火给烧过去了。他愣愣地看着郑宇身边的2只召唤兽，孔武有力的哥布林将军，浑身燃烧火焰的双头蛟龙。这2只召唤兽彻底打破了他对召唤师的人。原来召唤师这么强。这时陶钱听到柴云自言自语的话，立马将那句他了不下数次的话出来，强的不是召唤师，是郑宇。而且你现在震惊的还太早了，要是我宇哥只有这种程度，怎么有信心来挑战噩梦级深渊？身为宇吹，陶钱在吹郑宇这件事上是完全不留余地的，而且他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根有据的吹。在对付阴魂村长的这场战斗里，出力的只有双魔火蛟，哥布林将军的那支敢死部队都没出现，召唤兽狂化技能没释放，郑宇留了不止一手，更何况升级到10级的第3只召唤兽一直都没有释放出来呢。看着吧，真正的战斗在后面呢。陶钱一副你瞧好吧的表情，走了，别吹了。郑宇打断了陶钱。在阴魂村长消失之后，透过坟场的树林能够看到山下亮起昏黄灯光的上虞村。上虞村出现了，主线开始，我们加快速度。好烈！听到郑宇的催促，陶钱立马跟上。柴云回想着刚才陶钱的话，虽然他感觉有吹牛的成分在，但从陶钱文人情语、科银镇定的情绪来看，郑宇是足够他们信任的。柴云之前一直担忧的情绪也开始化为隐隐的激动。要是郑宇真的能够通关噩梦级深渊，那简直就是赚翻了。虽然难度有点大，虽然这才是第1道关卡，但万一呢？凌晨，上虞村灯火通明，但灯是昏黄的鬼灯，街道上没有一个人，门户紧锁，阴风阵阵。郑宇等人经过1个多时的赶路，终于从坟场的山上来到坐落于山下的上虞村。在进入上虞村之前，郑宇收回双魔火蛟，只留下哥布林将军。火焰属性的双魔火蛟会驱散阴气，这不利于他寻找祠堂的踪迹。想要寻找到祠堂，就得先找到纸扎人。你已进入上虞村，请心，因为每一个你见到的事物都有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踏进上虞村，系统传来贴心的提示，咱们现在应该要找祠堂。柴云紧忙道，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刚才赶路的时候，他有认真看郑宇留下的攻略。临时抱佛脚，不是临时抱郑宇的脚。郑宇点头，示意柴云接着下去。因为街道上冷清的过于诡异，他声音也压低，有些不敢太大声的道，张战的攻略上，进入上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祠堂。找到祠堂之后，躲在祠堂里面就会进入一段剧情，观看上虞村村民的整个祭祀场面。但问题是，祠堂的建筑并不明显，没有固定位置，需要碰运气寻找。要是进错屋，就得被困住。上虞祠堂深渊的第2个难点，这里的每一户都存在着危险，就像系统提示的一样，任何事物都是危险。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用符印，符印会根据房间内的阴魂气息强弱进行燃烧，燃烧的越旺盛，证明屋内有强大的阴魂存在。阴魂气息最大的，就很有可能是祠堂。柴云到这里，郑宇接着道，没错，这是原本张战攻略里写到的，找到祠堂，隐藏在祠堂的木棺材里面，然后过剧情。但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张战留下来的记录，就不能照抄攻略，需要做出改变。柴云问道，怎么改变？郑宇在攻略上写下来这件事，要想真正的打破记录，拿到奖励就必须做出改变，而最能改变这件事的便是故事的流程。郑宇道，张战的通关在我看来是取巧的方式，用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上虞村拜错祖坟的故事，但整个攻略里并没有解释出为什么拜错祖坟，拜的又是谁，上虞村为什么会落得这副鬼村的样子，阴魂村长又为什么会在坟场里拦住我们，这些内容张战的攻略里都没应，这就不是一篇完整的攻略，只能过深渊，但不完美。柴云听着郑宇的这些话，竟然莫名的开始信任郑宇的法。不过他也清楚，这番言论要是扔在上虞市的论坛里，估计会被喷死。毕竟张战的上虞祠堂的通关记录，可是在被上虞市职业者们奉为圣经的存在，也是你一个召唤师敢质疑的。但自从见过郑宇的实力，以及郑宇那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脑回路，让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市职业者真的开始质疑是否张战的攻略不那么完美。所以你打算怎么做？柴云问道。郑宇道，我以张战的角度来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但依旧没能解释整个故事，那就明角度不对。角度不对，没错，张战的角度是以第三视角观察整个上虞村祭祀、冥婚、百鬼夜行的3段过程。那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以祭祀者的角度来参与这场游戏呢？郑宇这句话一出，不仅柴云愣住了，一旁的陶钱和文人晴雨都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还没等他们提出反对意见时，郑宇的下一句话更是让他们毛骨悚然。或者，我们来直接成为这祭祀品，是不是就能直面那个假先祖了呢？你们这是什么表情？郑宇完，发现没人应和他。柴云张了张嘴，没有话。唯有和郑宇关系好的陶钱道：“这好像不在计划之内吧？不是之前好了用符印的燃烧程度去找祠堂的位置吗？你这直接当祭品，是不是太危险了？”这种话只有陶钱能，因为和郑宇相处下来，文人晴雨和柯莹都能发现郑宇的性格很强硬，他决定下来的事情很难改变。郑宇看着他们几个的表情，笑道：“放心，我又不是疯子，不会做出让你们送命的事情。”陶钱，你确定？对于郑宇是不是疯子这件事，在场的4个饶心里都表示质疑，但他们不敢。郑宇笑着解释道：“这个计划确实是突发奇想出来的，但有根有据，应该也是唯一正确的解题思路。”他拿出了一个脏兮兮的烟斗，然后丢给陶钱：“这个给你。”啥东西？陶钱有些嫌弃地看着烟斗，当他看到烟斗的属性时，眼神突然露出惊喜之色。这是……没错，这是张战错过的最重要的道具物品，也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加入祭祀的道具。一会我让你雕上，你就雕上。啊！陶钱愣了一下，我来。是啊，这可是关键性道具，你不要？听到这句话，陶钱立马道：要！这意味着这次副本他会有贡献，最终分到的奖励就不是完完全全酱油的奖励。虽然这烟斗确实是恶心了一些，但你别……当郑宇出这些话的时候，一旁的姑娘们都眼热地看着这个烟斗。脏？有奖励就够了，谁还怕脏？再了，这只是烟斗，雕个烟斗就能增加奖励。有些女职业者为了加入队伍过深渊，都能和大佬上床。雕烟斗不比雕那个东西强，但可惜烟斗只有一个。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文人晴雨等人也看到了烟斗的属性，有了村长的身份，别，还真可以加入祭祀当政。郑宇道：“和张战一样，寻找祭堂，不过目的不同。他寻找祭堂是为了躲起来，咱们寻找祭堂是为了闹起来，闹得越欢越好。按照郑宇的计划，得找祠堂，但还不能真找到祠堂。5个人分别带着符印，站在不同的村民房前。只要不到祭祀时间，这群风寮村民是不会出来的。靠近房门，符印就会燃烧。”郑宇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符印，微微亮起一些火星，证明里面的阴魂很少，甚至可能没有阴魂存在，只有村民。村民是整个祠堂深渊里最弱的存在，几乎一碰就死，并且没有惩罚机制，类似于 GTA 游戏里无辜的路人，当然也没有收益。5个人相距的距离较远，并且村子很寂静，不方便大喊大叫的，干脆直接用聊群沟通。陶钱，武僧，我的符印燃烧了1/4，这栋院子里应该有东西。柯莹，刺客，我的燃烧了1/3。文人晴雨，刺客，我的符印没动静。柴云，游侠，我的符印全部燃烧了。郑宇，召唤师，柴云，记住你的门牌号，他现在最有可能是祠堂。柴云，游侠，好。郑宇，召唤师，在柯营的房屋门口集合。陶钱，武僧 ，OK， 聚集在柯营所在的村民房屋门前。符印燃烧，明屋内有阴魂存在，进入房间就会触发机制，阴魂会开始攻击职业者，燃烧的越旺盛，阴魂实力越强，最旺盛的将会是祠堂，但也不是很准，因为强大的阴魂也会燃烧一张，意味着有可能是祠堂，有可能是20级精英怪，这就得靠运气了。郑宇的目标是闹起来，那就先排除最有可能是祠堂的房间，先杀鬼再。砰！哥布林将军开路，一脚踹开房门，呼！一阵阴风从门内涌出，并伴随着恶臭的气息，让郑宇等人紧忙捂住鼻子。啪！郑宇怀中的铜币串，一枚铜币应声碎裂。铜币串一共有18枚，每次抵挡精神攻击就会碎裂1枚，一共能抵挡18次。阴风过后，郑宇等人终于看清这间房屋内的构造，映入眼帘的是很大的院落，中间一棵发财树证明了这家不穷。正对院门的房间门半遮半掩的打开着，里面能够隐约看到一个老奶娘穿着灰色的棉衫，坐在堂厅的椅子上，正瞪着他们。最重要的是，老饶双眼正向外流着血泪，场面一时很诡异。郑宇没有任何害怕和担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能看到老人头顶的血条，更因为他压根就不会进入院内。召唤师什么最强？答：不需要亲自上战场。哥布林将军，冲！哥布林将军毫无畏惧，什么牛鬼蛇神，全都准备受死！哥布林将军骑着狼骑兵，直接就朝着堂厅里坐着的诡异老太太冲了过去。郑宇则直接背过身，压根就不去看战斗场面，并对陶钱等人道：咱们在这里等着就好，你下吧，你尽管装神弄鬼，我但凡害怕一下，我跟你姓。上鱼祠堂深渊有个特点，那就是贴脸杀，就像阴魂村长能够躲过哥布林将军的阻拦，直接冲到郑宇面前一样。恐怖片里经常能够看到的场景，就是你明明知道即将发生恐怖桥段，但当鬼脸突然出现，你还是会被吓一跳的。陶钱他们不喜欢进入祠堂，也是因为这个，不少经历过祠堂的2阶段武者，尽管有攻略，还是会心有余悸。这可比玩恐怖游戏身临其境的多。但郑宇是召唤师，意味着只要实力碾压，他压根就不需要看着战斗去指挥。砰！郑宇甚至贴心的给哥布林将军和老太太关上了门。你们继续，不打扰了。陶钱，还能这么晚？柯莹，那我们就在这等着。文人晴雨，这屋里不止一个鬼，还有发财树那里还有一个，
房梁上还吊着一个，估计得一会儿。郑宇，谁吃橘子？陶钱，不吃。文人晴雨，那喝点茶。郑宇，甚好。看着文人晴雨在搭茶桌，柯莹拿出了茶点心，一旁的柴云有种不现实的感觉。院子内能听见鬼的凄厉叫声，院子外郑宇等人竟然在喝茶，这是深渊，这是噩梦级深渊。一个好好的恐怖类型深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柴云突然感觉好像召唤师也是有优势的，起码在这种恐怖类型的深渊中，不需要召唤师自己直面恐怖场景。院内鬼哭狼嚎，院内一片宁静。大概10几分钟后，郑宇茶也才刚喝了一杯，就收到了系统的击杀信息：击杀 LV20血泪阴魂，获得经验5744；击杀 LV20吊死鬼，获得经验5871；击杀 LV20守财奴，获得经验6022。吱嘎，门应声打开。柴云望向门内，除了那只孔武有力的哥布林将军外，还有浑身包裹着黑布条，眼神如同是饶野兽般的死士哥布林，一群骑着青面獠牙巨狼的狼骑兵哥布林，以及一头身高3米多、长相凶恶丑陋的战争巨魔。这是进化过的哥布林作战队。看着这一群比鬼还凶神恶煞的哥布林，柴云感觉好像鬼也不是那么恐怖了。接下来的场面便是哥布林将军带领着一群混混地挨家挨户的敲门查房，按照符印燃烧的状况，找出了3家全部燃烧的里面具有大量阴魂的房屋，其他的就直接扫荡一遍。就和系统描述的一样，这里到处都是危险，墙角的枯木枝，床上的布娃娃，树上的红灯笼，缸中泡到巨人棺的海，镶嵌在墙上的半身女鬼，各种吊死鬼、淹死鬼、横死鬼、病死鬼、怨念鬼。根据通关过困难级祠堂深渊的职业者描述，哪怕你知道这里有鬼，也依旧会被吓个半死，因为祠堂深渊里该有的、不该有的都存在。恐怖就是祠堂深渊的主旋律，但当他们面对一群更加凶神恶煞的哥布林时，鬼就不再是鬼了，因为哥布林们根本对鬼没有认知，他们只认血条，不认鬼怪。中式的鬼更在意氛围，幽闭的环境搭配上死亡故事，真论相貌的丑陋，郑宇还是觉得这个巨魔更恐怖一些。主要是巨魔一锤子能砸掉横死鬼半条血量，这才是真正的恐怖。这只巨魔曾遇到双鬼拍门，但倒下的是双鬼，有血条的算什么鬼吗？郑宇吐槽着，直接拒绝去看那个从缸里面捞出来的巨人灌海，以及突然从床上站起来的血色布娃娃，一惊一乍的怪烦扰。郑宇拒绝参观，并转身离开。这些霸占了村民房间的鬼实力都不强，一个哥布林将军带着作战队就能解决。这群鬼喜欢一惊一乍的，你进入院子的时候，他们会突然从某个角落出现，进行一个突脸杀。因为鬼系生物有个设定，会收集职业者的惊吓值，惊吓值达到一定程度，鬼也会进化的。所以鬼系生物会乐此不疲地进行吓人行为。郑宇才不受那罪，直接眼不见为净。你要是能吓到哥布林将军，算你厉害。郑宇干脆直接敲开一户没有阴魂，只有村民的院子，在一老一看着郑宇他们瑟瑟发抖的时候，搭建好烤炉，开始一晚餐。吃烧烤香气扑鼻，郑宇嗅了嗅，然后道：是不是糊了？柴云手忙脚乱的给烤肉翻面。几分钟后，郑宇接过柴云烤好的腰子，咬了一口，又默默地放下。你家不是开烧烤店的吗？郑宇忍不住问道。柴云一愣，谁的？郑宇，柴芳这骗子。很显然，柴芳了谎。柴云根本不会烤腰子。柴云也有些懵，因为刚见到郑宇的时候就被问到了自己会不会烤腰子，当时的他不以为然。毕竟谁会在深渊里烤腰子吃？还真能，而且时间充足，我能学。柴云态度认真，抱大腿的姿势极为正确。先交给陶钱吧，烤肉也是个学问的。郑宇为了避免柴云浪费买来的极品烤肉，赶紧让陶钱接手。几分钟后，香气弥漫整个院落。咕噜，一声很明显的肚子叫声在墙角处响起。郑宇转头看去，发现是这家院子里的孩。他们进入的这间院落没有阴魂，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7、8岁大的女孩。老人抱着女孩缩在墙角里，尽量不打扰郑宇他们，但根本不会有容挡得住烤肉的诱惑，尤其是这种感觉已经饿了好几的孩子。女孩眼巴巴地看着郑宇手边的烤肉，要来一块吗？郑宇问道。女孩没有回答，反倒因为郑宇突然的问话而吓得缩回姥姥怀里。郑宇看向老人，我有点事情想要问你们，我可以用烤肉和你们交换。老人木讷地看着脚下，像是丝毫没有听到郑宇的话一样。郑宇笑着道，你应该没有拒绝的理由，也不会想知道拒绝我之后会有什么后果。郑宇很直接的着，他完全没有想要和这里的村民交心的打算。往往经常能够看到主角能够和当地村民达成良好的关系，然后套出各种信息。郑宇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一是他很清楚这种封闭式的村子，村民的思想有多极端和封闭，过分一点，这群村民的思想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交心？真交心，那就等着被对方坑死吧。第二，他也不认为自己有那个主角光环，能够随便靠一张嘴或者是什么人格魅力，让他们把信息告诉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武力，极快又省事。所以郑宇给了老人2个选择，要么带着孩子来吃烤肉，然后把村子的情况出来，要么和外面的那群鬼一样，被哥布林撕碎。老人这才抬起头，看着这个笑容满面的少年，仿佛看到了曾经村子里的那个孩子。他抱起女孩来到郑宇身边，很正确的选择。
郑宇将烤熟的肉串递给女孩，女孩抬头想要跟郑宇谢谢，但只发出了咿呀的声音。郑宇看到孩子的嘴里没有舌头，他怎么了？郑宇问道。老人知道郑宇问的是什么，伸手摸着孩子的头，道：因为多嘴被拿走了话的权利。被谁？老人没有话。一旁的文人晴雨也加入进来，问道：是你们的先祖吗？老人抬头看了一眼几人，然后苦笑了一声：不是，他不是我们的先祖。那他是谁？文人晴雨感觉答案就在眼前，立马问道。老人却指了指孩子的嘴，答案不言而喻，他不能，因为了他的舌头也会被收走。郑宇低头看到孩子已经将肉串吃完，郑宇又拿起一串递给女孩，但女孩却摇了摇头。老人解释道：他没有舌头，尝不出滋味，吃东西也只是靠着肌肉咀嚼，而且我们不用吃饭的。文人晴雨皱着眉头的问道：我刚才都听到孩子肚子的声音了，还嘴硬。老人摇头道：我们会饿，但却永远吃不饱，因为你们的那个假先祖吗？文人晴雨问道。老人犹豫了好半才开口：我不知道你们来这里的目的，也不清楚你们为什么非要在祭祀的这一来，但我劝诫你们千万不要参加议会的祭祀，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知道一个地方，就在祠堂里，有3个木棺材，你们躺进去，他们就看不到你们。郑宇和文人晴雨对视一眼，他们这才知道张战为什么要躲在棺材里面了，原来是有人诱导。如果我们不躲呢？郑宇直接问道。老人这泛着红血色的眼睛盯着郑宇，不躲你会死的。被谁杀死？郑宇追问。我不能。郑宇看着年纪大概有70多的老人，穿着藏青色的麻布棉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好像在害怕什么。张战的攻略中明确写明了，噩梦及深渊一定要躲在木棺材里，但不躲进棺材的后果谁都不知道。很显然，张战也是跟这里的一个村民打听过消息的，他们都会把外人引到棺材内，是好心还是恶意，无法判断。给我讲讲，你们这个村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郑宇并不是问句。老人抬头，他看到郑宇面带笑容的样子，以及他身后2个已经把匕首拿出来的漂亮姑娘，心中一颤，紧忙道：10年前村子还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是因为连年的干旱，村子的收成不好，我们穷的实在活不下去了，便上了山，将先祖的棺材挖开。等等，郑宇打断老饶话，你们穷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动祖坟？这不是大忌吗？老人摇头道：这是我们村子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传统，每当村子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就会将最老的那个先祖的坟掀开，将先祖的棺材连同尸骨一起放进祠堂祭祀。文人晴雨想到了什么，对，祭祀。老人继续道：这是迫不得已的情况，要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也不会动这个念头。然后呢？郑宇问道。老人剧烈咳嗽了2声，显然身体不是很好。咳嗽完之后继续道：祭祀很成功，南面的山上一夜之间长出了紫色的茶叶，这种茶叶香气扑鼻，令人无法忘怀。将茶叶采摘卖出去之后，不仅换来了粮食，还让上渔村所有人都过上了好日子。这些事情的时候，老饶脸上露出了笑容。郑宇点头道：能看出来，一个这么封闭的村子，每家每户竟然都能盖得起这么大的院子，确实是富过的。富过，但不长久。老人接着郑宇的话讲述道：茶叶的生意引来了很多祸端，比如利益分配不均，外村扰抢夺。为了保住好不容易得来的好生活，你们不会是又祭祀了吧？老人叹了口气：是，为了赶跑竞争者，外村人和有一心想要独吞茶叶的本村人，村长秘密召集我们这些老人进行灵粮场祭祀，挖出另一个先祖的棺材。那一年，瘟疫来到了我们村子，有先祖庇佑，只要是忠心于上渔村，没有一心的村民都不会感染瘟疫，但凡进入村子的外人和有一心的外人都会病死。郑宇若有所思的道：那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封闭状态和这场瘟疫有关。是的，封闭起来的上渔村更富有了，因为茶叶生意成为了垄断生意，还会有人收你们的茶叶。他们不怕得瘟疫吗？文人晴雨问道。怕，但他们更舍不得茶叶的味道，没人能拒绝得了上渔村的茶叶，并且因为瘟疫的原因，导致茶叶更加稀有，更加珍贵，黑商们会为了利润铤而走险。郑宇点头，超过100%的利润就足以让人冒着生命危险了，这很合理。所以啊，即便因为瘟疫被封闭起来，我们过得也依旧富足，因为黑商会带来我们需要的1000包括人吗？郑宇盯着老饶眼睛，想要看出他是否在谎。老人犹豫着点零头。一个被瘟疫污染的村子，不是他们想要封闭，而是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他们。一个村子想要繁衍下去，要么近亲，要么找村子以外的人。谁会来呢？没人回来，但有黑商。在高额的利益面前，抓几个女人进入村子，其实并不是难事。很显然，这个村子有着郑宇想象中的极恶村子的样貌了。拐卖、封闭、近亲，以及郑宇看着女孩消失的舌头，眼神闪过一丝狠厉。继续。郑宇没有表现出来，让老人继续下去。老人没话。郑宇冷笑了一声，道：你自己刚才过的祠堂里有3口棺材，那就明你们在这之前一共祭祀了3次，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为什么祭祀？面对郑宇咄咄逼扰语气，以及捏着匕首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文人晴雨，无奈的叹了口气，只得道：既然你们想听，那就告诉你们，自从瘟疫之后，上渔村被封闭了3年，上渔村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过得很幸福，我们本就靠山吃山，想要什么黑商都会满足我们，包括。老人看了一眼郑宇，包括你的人，但总有人不满足于先祖的恩赐，
留在这片被祝福的村子里。祝福！文人晴雨已经有些听不下去了，眉头紧锁。一个降下瘟疫，让村子与外界再无任何联系，需要靠买卖人口繁衍的村子，竟然在老饶观念中是恩赐和祝福。他大受震撼，并表示不理解。郑宇倒是觉得老人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没有知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一直活在村子的穷苦百姓，再将这个要什么有什么的村子里，不是恩赐又是什么？换句话，先不谈瘟疫这件事，对于这老人来，这个村子就是世外桃源。想要出去的是年轻人吧？郑宇猜测道。一群娃娃在本该结婚的年纪破坏了村里的规矩，想要离开这里。然后呢？郑宇很好奇，他们是如何制止这群年轻力盛的叛逆者？老人回答，村长按照村规打断了他们的腿。好吧，比郑宇想象的还要直接，和自己一样直接武力征服。但也是从那起，紫色的茶叶再也长不出来了。然后便是第3场祭祀。从老人哆嗦的手和颤抖的声音，郑宇已经知道了，村子变成彻底的鬼村，正是因为那第3场祭祀引起的。很有可能是那几个被打断了腿的年轻人破坏了祭祀。老人在完这些之后，便不再任何事情，并做出一副杀了我也不会继续下去的决绝表情。郑宇也没有难为他和孩子。老人松了口气，带着孩子又重新缩回墙角的凳子上躲着。所以今是第4场祭祀。在老人走后，文人晴雨分析道，按照这个村民的法，导致村子变成这样的原因是第3场祭祀，很有可能是因为祭祀被破坏。那么破坏祭祀的人就很有可能是那几个被打断了腿怀恨在心的年轻人。为了让村子恢复原状，所以才有了今这场祭祀。文人晴雨的和郑宇之前的猜测几乎一样。郑宇认同文人晴雨的法，所以村民是绝对不允许外人来破坏这场祭祀的。那么就明这个老人的那3个木棺材确实是安全的地方。张战也应该是分析出了这些信息，最终选择相信村民的话，暂时避免与村民产生冲突，让村民完成祭祀。文人晴雨道，我认为应该是张战认为，只要祭祀完成，村子就会恢复原状，最终达成通关的可能。郑宇点头道，不排除这方面原因，但结果我们是知道的，即便祭祀成功，上虞村还是鬼村，依旧要经历第2的冥婚，第3的百鬼夜宵。两饶分析都直接指向郑宇之前的那个方向，那就是破坏祭祀。文人晴雨思考了一下，然后道，这个能够实现上虞村愿望的先祖，应该就是那位阴神了吧？就和寒阶深渊将其诅咒的那个寒玉之神一样，这个上虞村也是因为阴神的出现变成这样的。郑宇则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路，或许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阴神。文人晴雨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这么？郑宇笑着道，你不觉得那个让人欲罢不能，甚至让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喝的紫色的茶叶很像一个东西吗？文人晴雨没有反应过来，倒是坐在那里一直听他俩分析的柯银道，罂粟。郑宇点头，应该是类似的东西，也只有这种东西具有那么大的利润。所谓的挖祖坟祭祀，只是村长或者以村长为首的一批人搞出的类似于迷信的东西。莫名出现的东西总要有个来头，而祭祀是忽悠这群没文化的村民最好的方式。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去种植这些在外面是违法的东西，然后再利用第2场祭祀来关注这些人。你懂得，一旦碰了这些东西，想要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第3场祭祀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找个理由收拾一下想要离开的人。随着郑宇的分析，文人晴雨逐渐梳理出了整个上虞村的历史模样，并认为很合乎逻辑。没错，应该就是这样的。文人晴雨很喜欢这种解密的过程，在上个寒阶深渊中，他也是不断的分析，但还是没想到内脏蛋糕的用法。这个深渊竟然也没能比郑宇先想出办法。他看向郑宇，发现郑宇不仅有强大，对于深渊内细节的敏锐程度也异于常人。倒是陶谦有些不明白，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郑宇解释道，这就意味着自始至终都不存在什么能够实现愿望的先祖，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整座村子因为某些事情全部死亡，最终成为一座鬼村。你要知道一件事，深渊的设定中一定是要满足了一些条件，神的诅咒才会生效。比如其被掏空内脏，母亲被推下井内，怨恨、愤怒、仇恨，再配合上寒玉之神的诅咒，才创造了寒阶。上虞村也是一样，阴神只有在满是阴魂的地方才能出现。这回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郑宇眼睛飘向老人和那个孩子，慢慢的道，不是先有的阴神再有的上虞村，而是先有了上虞鬼村这个适合阴神诅咒生存的地方，才有了上虞祠堂深渊。因果是倒过来的。陶乾皱着眉思考着郑宇的话，那你的意思是他们也是鬼？但如果他们是鬼的话，为什么符印没有燃烧？为什么没有血条？给陶乾解释的不是郑宇，也不是文人晴雨，而是始终不化的柴云。柴云道，有一种法，在论坛里有人提出过，鬼系生物如果没有意识到它是鬼，那它有可能以饶形态出现。所以郑宇的推测是有可能的。这次陶乾也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也就是无论他们怎么祭祀，其实都是没有效果的，就像寒阶深渊里一样，其实就是某个人拥有了阴神的力量，在惩罚这些村民。你终于想明白了。郑宇笑着道，所以目的就很明确了，祭祀毫无卵用，只是这群认为自己还没死的村民的执念，他们希望通过祭祀来获得安宁，重回以前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村长不在村子内，而在坟场里的原因，是那个拥有阴神能力的人将阴魂村长困在了坟场里，不允许阴魂村长告诉村民真相。这里的村民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重复着这种祭祀行为。祭祀需要什么？
挖坟？对，挖村长的坟。死！陶钱倒吸了一口凉气，逻辑通了。挖坟祭祀，一挖，让那个始作俑者村长每都会被从坟里挖出来，然后送到祠堂进行折磨。村民则会永远的生活在鬼村的恐惧症。最折磨的是，他们会始终认为第4次祭祀有效果。最绝望的，往往正是那遥不可及的希望。陶钱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所以第2的冥婚，第3的百鬼夜行，根本不是针对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而是折磨这些村民的。郑宇给了陶钱一个孺子可教的表情。那我再问你，你觉得整个村子里谁会对上虞村有这么大的怨恨？陶钱想了想，那几个打断腿的年轻人。郑宇摇头，让整个村子变成鬼村，你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怨恨值？这几个年轻人顶多就是不想继续制毒，想要自立门户的愣头青罢了。陶钱突然想到了郑宇之前问老饶那个问题，他们买了人。陶钱嘟囔着，所以是被拐卖进来的人。郑宇点头，陶钱，你发现了盲点。张战自始至终都以为他要对付的 BOSS 是那个假先祖，但其实假先祖是村长，早在坟场就已经清理掉了。真正的 BOSS 是让上虞村变成鬼村的幕后人，那个对上虞村恨之入骨的人。只要找到他，根本不需要3，我们就能够通关这个祠堂深渊。那个老人不见了，柯莹提醒道。众人看向刚才老人所在的墙角处，发现只剩下那个没有舌头的女孩可怜巴巴地缩在墙角，而那个老人不知道去了哪里。陶钱有些激动的道：不会是他听到了我们的话去告密了吧？郑宇笑道：他不会听见咱们的话的，毕竟那个阴神的诅咒者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又怎么可能让老人知道真相？不过你的后半句是对的，他的确去告密了。在老饶视角中，我们的出现就是对他们祭祀的威胁。文人秦羽补充道：这群渔民打心底里相信村长编织的谎言，认为祭祀一定有效果，不可能允许我们这些外人来破坏。他刚开始让我们躲进棺材里，确实是好心，但不是为了躲避鬼，而是为了躲避其他村民，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会有人躲在祭祀用的棺材里面。但刚才我和郑宇的态度，分明就是在拒绝老饶，可以是善意吧，表明了要参加祭祀，这就算是触动了他的底线。这回功夫，应该已经去通知其他村民了。文人秦羽完，看向郑宇，那表情好像在问：我分析的不差吧？郑宇也满意的点零头。队伍里唯一能帮助他梳理深渊逻辑的，就只有文人秦羽了。郑宇吃掉最后一口腰子，起身道：走吧，酒足饭饱，是时候该大闹一场了。老人是他故意放走的，需要有人通风报信，才能让祭祀提前尽效。哥布林将军带着巨魔他们在上虞村闹了这么长时间，他们都没出来，明这群村民是真的没啥能耐。只要能够完成祭祀，他们什么都能忍。但如果有人要来破坏祭祀，他们一定会做出行动。郑宇要的就是这群村民开始行动，总比一直当缩头乌龟好对付。对了，把他带上。临走前，郑宇指了指墙角的女孩。陶钱自告奋勇，将女孩抱起来，跟在郑宇身后走出院子。此时，街面上已是一片狼藉。在没有哥布林将军的约束下，以巨魔为首的哥布林作战队杀疯了。鬼在巨魔眼里只是玩物，除了那名哥布林巫师外，剩下的哥布林作战队都很嗜杀，尤其是死士，见到鬼眼睛都红了。虽然上虞村里的鬼都是20级，但因为数量少，且都是以下人为主，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很容易被哥布林作战队围殴。基本上是10几只对付一个鬼。哥布林作战队有远程，有近战，有不怕死的，有法术控制，还有巨魔这个大肉盾吸引仇恨。无论是吊死鬼、病死鬼，还是看起来很强的横死鬼，都不是哥布林作战队的对手。鬼被当作猎物，街上乱作一团。文人秦羽看到这一幕，不禁道：这上虞村的幕后 BOSS 真坐得住啊！本来他们的计划就是大闹一场，看能不能让某些东西坐不住，提前结束剧情。但现在看来，这么闹下去，那个幕后的阴神诅咒者 BOSS 根本不在意死的全都是弱的鬼，他根本不在乎闹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上虞村就是一个3维1循环的折磨村民的重复空间。祭祀是假的，冥婚是假的，百鬼夜行也只是他用来惩罚村民的手段，任由郑宇闹下去都无所谓。郑宇笑着道：他这么能忍，是因为不在乎，反正祭祀本身就是假的，就算我们破坏了祭祀，他也能够直接进行冥婚和百鬼夜效。文人秦羽听懂了郑宇的话，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是破坏祭祀。对，用武力。陶钱问道。他手上甚至已经把那根黄金级的武僧棍拿了出来，自从成为职业者，他还从来没战斗过呢。身为酱油，他有作为酱油的自觉，对付等级为20级的鬼系生物，他也自认为不是对手，但敲打几个村民，他还是有信心的，并且不会抢郑宇的经验。郑宇没好气的道：你觉得用武力会有效果？没有吗？陶钱刚才还看到郑宇用武力威胁老人出信息来着。郑宇问道：这满村的鬼，这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祭祀，都没能让他们有哪怕一个看到真相的村民，你的棍子比阴神还有效果？陶钱，别这群被封闭起来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了，就是城市里那些东西的人都能够为了所谓的信仰甘愿自杀，敲不醒的。郑宇摇了摇头，他亲眼见过自己的亲戚误入歧途，没人劝得动，哪怕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陶钱还想什么，但当他看见已经从迷雾中走出来的村民，那一个个陷入癫狂的表情，那仿佛要吃掉他一样的恐怖眼神，陶钱打了个哆嗦，问道：那要是下死手呢？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死。陶钱打算用杀鸡儆猴的方式，除非你杀光了他们，不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本就是鬼，
你杀了他们，他们更会恐惧，会害怕，将最后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祭祀上。但杀光了他们也是个问题，因为你等于替那个幕后 boss 报仇了，一切就会重置，重新开始祭祀、冥婚、百鬼夜笑。我们不仅找不到 boss， 还会因储物更长的时间。陶谦懵了，那怎么办？烟斗啊，笨死了！一旁的文人晴雨无语的道：“你的记性有够差的了。他们不信亲人，不信孩子，不信父母，不信警察，但他们绝对信一个饶化带他们走上歧途的村长。村长的身份和教主差不了多少了。”经过文人晴雨的提醒，陶谦这才想起来村长的烟斗。对哈，他紧忙拿出烟斗，看向郑宇，问道：“我带上了。”郑宇点头，并嘱咐道：“带上之后什么都不要多，找个人带路去祠堂，我们必须在祠堂战斗。”好。就在陶谦正准备叼上烟斗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想要破坏祭祀，他们一定是外面黑商的人，想要抢我们的茶叶。”画的正是那名老人。郑宇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老人身上，而是看向了那个没有舌头的女孩。女孩在重新见到老人后，非但没有露出依赖和激动的情绪，反倒是后退了一步。郑宇眼神中闪过一丝了然。就在村民怒气冲冲地来到郑宇他们面前，正要准备质问郑宇他们是谁的时候，陶谦叼着烟嘴，摇着脑袋走了出来。来，我看看怎么回事。郑宇，让你装村长，没让你装流氓。陶谦现在活脱脱的一个老流氓形象，清理牙齿，摩擦头发，摇晃脑袋，学校门口的社会青年都这德笑。文人晴雨、柯莹、柴云默契地后退一步，这人丢不起，哪怕对面是一群鬼。但哪怕是这种拙劣的演技，在村长的烟斗装饰品效果下，村民依旧没有产生怀疑，甚至非常激动的道：“村长，你终于回来了！”不少年纪大村民甚至流出了泪水。村长回来了，好日子就有了。村长，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那群黑心的商人……哎，村民簇拥着陶谦，唯有那名见过陶谦面貌的老人盯着陶谦的脸，眼神略带一丝犹豫。他刚想张嘴，嗖，一剑直接刺穿老饶喉咙，噗，鲜血喷洒一地，也让本来热闹的村民突然愣在了那里。陶谦看到这一幕，立马明白了郑宇的意思。村长的烟斗有个漏洞，那就是见过陶谦没叼烟斗之前样貌的村民会认出来。解决方式也简单，杀了就好。陶谦马上出面道：“大家别慌。”然后指着躺在地上被哥布林射手直接刺穿喉咙的老饶尸体，大声道：“这是叛徒！叛徒！对，叛徒！”陶谦已经进入了角色。这几位是我请来完成真正祭祀的高人，并不是他的破坏祭祀的黑商的人。有人提出质疑，那也不能直接杀了呀。陶谦怒斥道：“你在质疑我？”那人缩回脖子，不敢吱声。这时郑宇走出来，指着已经死掉的老饶尸体道：“他不是人，而是鬼。”完，这群村民眼见着老饶尸体化为阴魂消散在半空中。当然，这不是郑宇所为，他只是在恰到好处的时间里走出来了而已。因为这里的人都是鬼，这也侧面印证了郑宇之前的猜测。这个鬼村根本就没有活人，有活饶地方，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吊死鬼、饿死鬼、病死鬼？真的是鬼！眼见尸体消失，村民立马相信了陶谦的话，也开始用尊重的眼神看向郑宇。郑宇这时在聊群里打字道：“言多必失，快去祠堂。”陶谦、武僧，好。郑宇已经发现周围阴气越来越重，很显然，幕后 boss 看到这一幕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可以看到村民被杀死，可以看到祭祀失败，但绝对不能让一个不是村民的外人牵着鼻子走，更不能让这群村民知道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女孩的舌头会消失的原因。女孩曾出过真相，神需要诅咒者完成任务，会给予诅咒者实力，帮助他们完成愿望，但如果诅咒者无法完成任务，将会失去力量，甚至被惩罚。这是所有职业者都会背的一句话。这句话解释了整个深渊存在的核心点，也是职业者破局深渊的最基本条件。寒阶深渊内，其的任务是制造寒湿，并保持寒阶寒冷的温度。上虞村的阴神诅咒者同样如此。在张战的攻略里，张战曾提到过，阴神诅咒者有可能需要保证上虞村的存在，才能得到阴神的诅咒。要是村民知道真相，上虞鬼村就不再是上虞鬼村了。他一定会阻止告知真相的过程。只不过自始至终都没有挑战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走正宇这个攻略路线，都是老老实实的躲进棺材，按照3时间来尽孝，也就不存在告知真相这一步。更关键的是，也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村民有可能是鬼的这个猜测和假设。但不能在这里告诉村民真相。第一，村民不大可能会信；第二，整个上虞村都是阴神诅咒者的主战场，只有祠堂不是。张战的攻略这时就起到了作用，祠堂是适合战斗的地方。陶谦有意走在村民中间，让村民带路去祠堂，他可不知道祠堂的位置。村民一个个都很兴奋，以往3次祭祀有村长在就一定成功，村长在他们心中就是那位能够和先祖进行沟通的重要人物。祠堂在上虞村最大的建筑里，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和其他房屋有什么区别，但内部空间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园中心坐落着一口2米多宽的铜缸，缸里正燃烧着淡蓝色的火焰。正厅摆放着3口棺材，正是之前祭祀用的3口先祖棺材。很奇怪的是，棺材至今都未腐烂。进入祠堂之后，郑宇明显感受到了阴气被阻隔在了外面。这座院子有点东西。郑宇生的自言自语道：“整个上虞村的阴气都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什么郑宇
那个阴神诅咒者始终盯着他们的原因。阴气就是阴神诅咒者的力量，但当进入祭堂后，阴气弱了很多。这祭堂内一定有什么东西存在，怪不得张战必须在这里战斗，是有道理的。话间，陶钱已经被村民簇拥到了厅堂里，郑宇等人也越过棺材来到厅堂。厅堂早已被改造成了祠堂的模样，各种先祖的灵堂和碑文，但正中间立着的是一座泥塑，泥塑半白半黑，黑色的一面怒目圆睁，白色的一面无眼无嘴，双手合十，但合十的掌心中有一把清晰可见的刀刃。竟然有人拜这种诡异的东西。文人晴雨吐槽道，这就是被论坛里的职业者称之为双面阴神的雕塑，也被人猜测这就是阴神的原本模样，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这种二阶段的深渊，职业者还没有资格直面神明。进入了祠堂，郑宇让哥布林将军守在门外，走到陶钱身边，在祭祀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们，如实回答我，我会帮助你们完成祭祀，还你们一个安宁。陶钱作为村长自然要表态，于是道，你们放心回答，这是提高祭祀成功率的一部分。应村长的保证，村民放下了戒备心。郑宇开口问道，你们买来的女人现在还有几个活着的？呼！阴风疯狂地撞击祠堂外的大门。郑宇即便还没得到答案，看到外面这样的动静，便清楚自己问对问题了。这个幕后之人一定是被拐来的女人。你的是朱罗？一个村民询问道。朱罗？这个近乎侮辱性的词让后面站着的文人晴雨想要破口大骂，好在及时被郑宇眼神制止。朱罗？郑宇表情倒是很平静，因为他记得以前看过的新闻，这种村里被拐卖来的女人确实被称之为朱罗，也就是只负责生育的如猪一般的存在。我不懂，什么叫朱罗？郑宇明知故问道。一个农妇道，就是从商人那里买到的能生崽的女人。村长，这种女人不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就统一放到了村东头的猪圈里。郑宇虚着眼睛，猪圈啊，就是起名叫猪圈，但不是真的猪圈，买过来的女人都放在那里，谁想要了就过去领走一个回去进行传宗接代，不想要了再送回去。郑宇的呼吸稍微有些起伏，已经憋不住聊文人情语，只能在聊群里发泄，这群畜生比我想象的还要过分。柯营，我都不想通关了，就让这群该死的家伙在这里受罪吧，就像那群寒尸一样。郑宇几个人都快气炸了，但这群村民却觉得这很正常。对于郑宇问的这些问题有没有任何抵触，但外面那位就不一样了。轰！就在郑宇问出猪圈的问题时，外面发生了巨大的轰鸣音。他急了。郑宇看着外面肆虐的阴风，很确定他的藏身之处应该就在猪圈里。阴魂的嚎叫声在祠堂外响起。郑宇让哥布林将军在门外守住，他还有个问题需要问。猪圈在哪？郑宇情绪越来越淡漠地问道。村东头，里面还有人活着吗？应该没有了吧，自从村长你消失之后，村子闹鬼最严重的地方就是猪圈了，没人敢去。你们最后一次去的时候还有几个活着的？2个吧。轰！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你的哥布林狼骑兵已死亡，你的哥布林死士已死亡。2个系统消息传过来，外面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郑宇该问的基本都已经问了出来，很显然他已经不想要继续这场祭祀了，掩盖真相才是他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差不多了。郑宇又接收到了几条死亡信息，都是来自哥布林作战队的，得到了一些重要信息。郑宇便直接对哥布林将军下命令道，放进来吧，外面战斗还是太被动了。轰！一声巨响，巨魔的身体竟然倒飞进入了祠堂的院落内，而站在祠堂外面的是一个浑身被黑暗笼罩、不成人形的雾状体，体型大得夸张，黑雾中能够看到各种鬼的形象，仿佛一个鬼怪融合体。阴魂聚集体，等级 LV20，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3000，技能1吊死鬼，技能2淹死鬼，技能3冻死鬼，技能4烧死鬼，技能5晕死鬼，技能6厉鬼。精英怪，这是除了阴魂村长之外他们遇到的第2只精英怪，并且这只名为阴魂聚集体的精英怪是张战，攻略里完全没有记录过的存在。好消息是出现了新剧情，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坏消息是这只精英怪有点猛。郑宇立马召唤出双魔火蛟，其实到了这一步已经算是成功了，不仅知道了真正 BOSS 的位置在哪，也成功激怒了对方，直接跳过了所谓的祭祀剧情，都是假的，看剧情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直接开干才是正事。现在才是真正展现实力的时候，也是郑宇最喜欢的阶段。呼！双魔火蛟一出场便给阴魂聚集体来了几发火球。轰轰轰！火焰直接在阴魂聚集体上爆开。啊！阴魂聚集体身上缠绕着的鬼魂不断地发出惨叫声，鬼魂的尖叫声是带有伤害的，而且是范围性伤害。文人晴雨、柯营、柴云等人全部都被鬼叫的声音山打出了伤害。好在文人晴雨和柯营有黄金级的防具，阻挡了一部分伤害，柯营就没那么幸运了，仅仅是一声鬼嚎叫的范围攻击就蹭掉了他1/3的血量。你们躲起来！郑宇立马道。此时柴云才反应过来，这根本不是他能够插手的战斗。之前看郑宇仅用一个哥布林将军就将整个上虞村搅得翻覆地，他下意识地放松了警惕，甚至一度以为噩梦级深渊其实也就一般，但现在他才惊醒过来，他就是一酱油，哪来的勇气放松警惕呢？兴许是发现了柴云的实力是最弱的，那只阴魂聚集体竟然朝着柴云发起攻击。嗖！
一道绳索从阴魂聚集体身体里射出，正好缠绕在了柴云的脖子上。柴云瞬间被勒住，脸变得胀紫，血量不断的向下降。吊死鬼的技能，蹭！一道寒光闪过，救下柴云的是文人晴雨。他脚下踩着旋风，速度极快的用手中的匕首割断绳索。谢谢，我差点就死了。柴云道谢，他只剩下一点血皮。文人晴雨要是再晚一点，他就得消耗一个价值500万的复活十字架了。相比于命，钱倒真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深渊里只能使用一次复活十字架，用过了就真的危险了。文人晴雨声音很冷的道：“你不是差点就死了，你是差点把大家害死，不要拖郑宇后腿。”文人晴雨几乎是呵斥般的语气：“做酱油你都做不明白，不知道及时躲起来吗？”柴云想反驳，可刚想话就被外面一阵哀乐打断了思路。哀乐从街道最远处响起，声音凄厉，唢呐的穿透力让整个上虞村仿佛都在颤抖。他来了！上虞祠堂深渊里最强的精英怪冥婚红衣女鬼，阴魂聚集体和冥婚红衣女鬼同时出现，提前了一。郑宇还算是满意，红衣女鬼的提前出现就意味着自己一定能刷新张战留下来的记录。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杀死红衣女鬼。哀乐越来越近，阴气也越来越浓重。呼！一阵邪风吹过，本来还在远处的红轿子却在眨眼间来到祠堂门前。4只黄皮子扛着棺材，红轿子里正是那个冥婚女鬼红衣。在鬼系生物中，红衣是一个品阶，远超阴魂村长和阴魂聚集体。张战的攻略中提及到红衣女鬼，也用的是能躲就躲，利用祠堂的庇护进行战斗。叮铃，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响声从红轿子内转出来。郑宇完全看不见红轿子内的红衣女鬼的属性，干脆直接开干，召唤兽狂化。郑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释放召唤兽狂化技能。轰！身边的双魔火蛟身上的火焰瞬间变为紫色，一瞬间便驱散了整个区域的阴气。火焰光环释放而出，祠堂的墙面、地面、房梁都在火焰光环的作用下燃烧。郑宇命令道：“哥布林射手，射击轿子，把红衣女鬼给我逼出来！盾牌兵挡住黄皮子，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去秒到阴魂聚集体。”平时不需要郑宇的指挥，因为都是横扫，但同时面对2个20级的精英怪，是要规划战斗的。先秒掉阴魂聚合体，就能导出时间去专心对付红衣女鬼。好，但率先出手的竟然是那4个扛轿子的黄皮子。黄皮子就是直立行走的黄鼠狼，其中1只眼睛呈现墨绿色，剩下3只是黑红色的眼睛，眉眼中心都有一条很深的疤痕，爪子很长，动作非常迅速。黄皮子，等级 LV20，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2000，技能1通灵术，技能2附身术，技能3鬼化，竟然也是精英怪。郑宇皱了皱眉头，如果算上4只黄皮子，那此时他要同时面对6只20级的精英怪。但好在这4只黄皮子只有3个技能，同样是精英怪，也分强弱。这4只黄皮子是最弱的精英怪。砰！面对速度极快的黄皮子，8名盾牌兵直接架盾，形成一堵盾墙，挡住另一只黄皮子的攻击。负0！黄皮子打在哥布林盾牌兵的盾牌上，打出了0伤害。因为哥布林将军进阶5阶之后，手下的哥布林作战队也有进化，哥布林盾牌兵能够吸收固定伤害，非常强大的前排防御兵种。嗖！作战队的配合极为默契，盾牌兵之盾，弓箭手立马射箭，哥布林狼骑兵两面夹击。4只精英怪，你面对的可是一整支作战部队，而且是一支被将军带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召唤师部队，比真正的部队更强，因为他们绝对服从，没有恐惧，不惧死亡。这一点哥布林死士可以证明。刷！死士直接开启闪烁技能，瞬间出现在红衣女鬼所在的红轿子周围。好！眼见死士偷家，4只黄皮子急忙回身，但哥布林狼骑兵怎么可能给他们回去的机会？冲锋！久经沙场的哥布林战士加上身体足有3米多长的巨狼，5只哥布林狼骑兵发起冲锋，直接将4只黄皮子撞飞了出去。4个高额伤害爆出，直接将其中1只黄皮子的血量打成残血。好！谁知残血的黄皮子浑身突然膨胀起来，4肢着地，阴气疯狂地涌入黄皮子的身体内，瞬间变成一只和巨狼一般大的巨型黄皮子，喷吐着恶臭的气息进入鬼化状态。吼！但与此同时，同样一声巨吼直接掩盖住了鬼化后的黄皮子，是巨魔。郑宇一开始并没有让他参战，等的就是这时候。哥布林作战队里作战能力最强的就是巨魔，庞大的身体、超高的伤害能力以及巨额的血量，甚至能够成为郑宇手中的一张底牌。黄皮子进入鬼化，但也进入了残血阶段，想要伤亡最化，就得让巨魔这时候进场开始收割。轰！巨魔一个大跳，直接砸在了鬼化黄皮子的身上，再接一棒子，砰！瞬秒鬼化黄皮子，根本不给他任何施展的空间。击杀精英怪黄皮子 LV20， 获得经验9417，恭喜！获得防具上衣黄皮子袄 LV20， 黄金级，9000经验到手。杀死阴魂村长时也是这些经验，意味着他们的实力差不多，奖励也差不多。郑宇没时间去看装备属性，但20级的黄金级装备怎么也值个100万的价格了。呼！在黄皮子死亡之后，
一道黑烟从尸体上窜出，飞入红轿子里。在死士逼近、弓箭手的骚扰以及黄皮子的死亡后，轿子里的红衣女鬼终于出手了。从轿子里面突然出现数条红色的绸缎，直接缠绕住了靠近轿子的哥布林死士，以一种诡异的力道将他们拽到空中，然后狠狠地落下。与此同时，轿子里面的阴气如实质般的向外猛地扩散，竟然将盾牌兵的盾墙直接撞散。死！看着密密麻麻出现的伤害数值，以及直接被杀死的3只死士，郑宇都不得不感叹一句：张战没有夸张，这红衣女鬼确实强。但红衣女鬼再强，也不会料到，不是她杀死了死士，而是死士主动赴死。轰！轰！轰！死掉的3名哥布林死士接连爆炸，血肉、毒物、黑烟直接笼罩住红轿子。进化后的死士死亡爆炸的威力更强，带血的毒液更加恶心。鬼！吃！带有强烈腐蚀性的血液竟然将红色绸缎腐蚀掉，并喷洒在轿子上。负2548，竟然打出伤害了。郑宇此时也终于明白，这个红轿子尼玛也是个精英怪。红轿子等级 LV20，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3000，技能1庇护，技能2哀乐，技能3红绳，技能4抬轿鬼。好家伙，竟然真的是精英怪，有点东西。郑宇立马对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将军道：你俩搞快点，这边巨魔撑不住了要。这边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将军也不轻快，因为这只阴魂聚集体花样太多了。一会淹死鬼出现，将双魔火蛟拖入水阵；一会冻死鬼出现，将哥布林将军冻住；一会冤死鬼出现，迷惑他们2个，让他们进行错误的攻击。这只阴魂聚集体看似不强，但层出不穷的阴魂技能不是那么好秒的。好在双魔火蛟的火焰被召唤师狂化净化过，淹死鬼的水系技能压制不住双魔火蛟。阴魂聚集体一直在被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灼烧掉血量降得也很快。哥布林将军被冻住时，郑宇佩戴的装备冰晶吊坠及时生效，解除冰冻。唯一难对付的是冤死鬼和吊死鬼，一个负责控制，一个负责用吊死绳打伤害。在将军哥布林听到郑宇的催促后，伸手掏出一把鲨鱼刀。郑宇早之前就把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的召唤兽装备调换，哥布林将军更适合这把鲨鱼刀。一个语气蹩脚、咬字不算清晰的声音从哥布林将军嘴里出来：鲨鱼30年，我的心和我的刀一样了。实话，以将军的身姿和态度，什么都气势，哪怕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吃！只见哥布林将军手臂上的肌肉突然隆起，鲨鱼刀亮起银色光芒。鲨鱼刀效果，只要出这句台词，下3次攻击，攻速提升100%。哥布林将军直接发起冲锋。轰！一旁的双魔火蛟也极为默契地配合着哥布林将军，用火球帮助开路，直接炸飞了想要再次迷惑哥布林将军的冤死鬼。巨狼后团地高高跃起，哥布林将军直接从巨狼身上跳了下来，一个从上，一个从下，一起攻击。第一下夹杂着跃起重击的技能伤害造成的伤害，第2下人皮蜘蛛3件套套装效果激活，套装效果怨恨，怨气会标记你的敌人，你的下一次攻击将会对该目标附加怨恨攻击，攻击数值为暴击伤害数值，但不享受暴击加成。暴击！噗！第2击竟然直接打碎了刚刚露出头想要阻止哥布林将军的冤死鬼的脑袋，直接化为黑烟消失不见。没有了冤死鬼的炎炎法，哥布林将军的第3下几乎是瞬间落下，虽然是普通伤害，但也足足打出了1万多的伤害值。与此同时，巨狼携带着的冲锋技能也落在了阴魂聚集体的身上。轰！一声爆响，一个爆炸性的伤害在阴魂聚集体的头上出现，4万5的夸张伤害。这要是没有鬼系生物的伤害减免，这一个冲锋能够直接冲出8、9万的伤害出来。在鲨鱼刀的速度加成下，3击很快完成。冲锋加一套技能下来，直接打掉了阴魂聚集体的10万血量。技能多，但其实时间仅仅过去几秒。再加上一旁双魔火蛟持续的火焰攻击，阴魂聚集体的血量蹭蹭下降。死！远处观战的陶潜等人发出了最高赞扬，倒吸凉气。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但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嘎嘎乱杀，郑宇负责乱杀，他们负责嘎嘎。不会喊666的酱油，不是好酱油。唯一被震惊了，只有柴云。柴云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让陶潜等人再次舒服起来。咔！与此同时，寒玉法杖的效果激活，每释放3个技能，自动释放寒玉技能，用强大的冰系能力锁定住敌人，造成3000固定冰属性伤害，并冰冻敌人。负3000，负3000。因为哥布林将军的技能和双魔火蛟的技能重叠到了一起，2个寒玉技能同时从寒玉法杖中释放出来。郑宇这才发现，原来固伤技能能够无视一切防御和免伤。虽然3000不高，但冰冻效果是稳稳的。阴魂聚集体完全没有抗性，直接冻住。哥布林将军见到如此机会，毫不犹疑，直接蓄力。砰！蓄满力的战士重击足足有13倍的系数，加上召唤兽狂化的加成，怨念再次生效的暴击效果，重重的砸在了阴魂聚集体身上。轰！直接将阴魂聚集体击飞出10多米远，撞在了院中央的巨大铜盆阵，4万伤害。呼！双魔火蛟眼见阴魂聚集体被砸飞，直接趁他病要他命，冲了过去，将铜盆扣在阴魂聚集体的身上，自己直接压在上面，然后烧啊！
数个阴魂的惨叫声不断响起，但根本挣脱不了整个倒扣在自己身上的2米直径的铜盆。火焰直接覆盖在铜盆上，负7415，负1475，负9874，一串串的伤害不断冒出。巨大的铜盆被火焰燃烧成赤红色，而里面的阴魂聚集体如同炉中的烤鸭，逐渐断了生气。这有点狠啊！连郑宇都啧舌道：“这完全就是铜牛酷刑啊！”啊！铜盆中一声声凄厉的叫声传出，竟然真的让他顶开了铜盆。浑身烧得通红的阴魂聚集者已然只剩下一层血皮，但也正因为是残血状态，他释放了类似于残暴的技能。厉鬼，厉鬼出，阴风起，空盘旋着的阴气化为阴魂落入祠堂，满院子的阴魂随着厉鬼凄厉的喊叫声冲向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郑宇眼神一沉，正要拿出自己底牌的时候，只听一声非常清脆的钟声从祠堂内的灵堂里面响起。当，钟声响彻祠堂里里外外，这声钟鸣瞬间定住了所有阴魂，甚至包括厉鬼化的阴魂聚集体以及正在和巨魔他们战斗的黄皮子。唯有红轿子里的红衣女鬼没有被影响到。果然，郑宇回头看向祠堂，并没有看向那座双面阴神的泥塑，而是看向灵堂边上已经落灰燎黑白照片。呵，你的子孙都这副德行了，你还保护着他们，真够护犊子的。郑宇不屑的了一句，然后对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道：“还不快收米！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被定住的厉鬼化阴魂聚集体是最难对付的残暴阶段，被定住了，那就是活靶子。最关键的是，周围还有一群白送过来的阴魂，这可都是经验啊！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5879，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5547，击杀阴魂 LV20 获得经验5802。击杀！双魔火蛟几乎是将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的输出开到了最大，一顿猛猛的收米，经验快速的涨着，并且郑宇发现这祠堂里的先祖还挺厉害，定住的时间很长，并且将那同样是精英怪的红轿子给定住了，限制住了不愿意出来的红衣女鬼。这可给了郑宇时间去猛猛的收经验。14级提升到15级需要 5.9 万经验，他本以为这回很难升级，但这一波竟然直接快把经验条收满了。最终，随着哥布林将军的一击猛锤收掉了厉鬼化的阴魂聚集体，郑宇也收到了系统的通知：击杀精英怪阴魂聚集体 LV20 获得经验点，恭喜！获得手镯阴魂手镯 LV20 铂金级，恭喜！获得材料魂珠，恭喜！等级提升，等级 LV14 LV15，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9970 7950，装备属性魔力880890，智力469485，力量130134，敏捷3031，剩余自由属性点12。等级已提升至15级，激活第4个召唤兽空间。等级已提升至15级，获得2个海克斯强化符文，请抽取。郑宇心中一喜，阴魂聚集体直接给了 1.4 万经验。之前杀了一个村子的鬼，给了不少经验，这只阴魂聚集体直接郑宇的等级提升到饿了15级。职业者每提升5级都是一段大提升，对于召唤师来就是多了一个召唤兽空间，可以召唤第4只召唤兽。但其实第4只召唤兽对于他现在的提升不大，因为没有资源培养。郑宇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召唤师基本都在15级左右弃坑，放弃职业者之路，因为培养不起，自己都已经开始负担不起4只召唤兽的培养，何况是那些腹不足、没有资源、无法通关噩梦级深渊的召唤师。而且他的第4只召唤兽并没有提前准备出来，因为上虞市资源部的柴方早就答应了给他从国库里找一个15级召唤兽，如果能够找到一只副高的，倒是能省去他很多的负点。郑宇依旧没时间去查看装备，将铂金级的手镯放入仓库并锁上，怕到时候不兴扔圣殿里卖掉。20级铂金级装备是顶级的了。干掉阴魂聚集体，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终于能够加入对付红衣女鬼的战场正。此时这边的战场已经是一片狼藉，死是死了6个，哥布林盾牌兵死了3只，狼骑兵哥布林几乎全部死掉，就剩下一只在和鬼化后的黄皮子互换伤害。巨魔被轿子里面源源不断出现的红绸缎打得遍体鳞伤。实话，要不是刚才祠堂里的那位帮助，巨魔早就死了。不过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哥布林将军、双魔火蛟、巨魔以及准备好法术，随时可以祭献自己的哥布林巫师，要开始反攻了。呼！从轿子里面猛地涌出一团黑雾，竟然直接逼退了围绕在红轿子周围的所有哥布林作战队。红轿子里的红衣女鬼第一次发出了声音，呵呵呵，一声很娇媚的笑声，但听在郑宇耳里却是一句讽刺。很显然，这个红衣女鬼并未把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当回事。虽然他们很强，但问题是经过刚才的战斗，这2只怪的精力也见底了。也许是看穿了这一点，轿子里的红衣女鬼竟然停下了攻击，开口道：“哥哥生得如此俊俏，要不要和姐姐共度良宵啊？”声音极具有诱惑。郑宇想起张战的攻略中有道过，红衣女鬼会通过诱惑的方式骗职业者走出祠堂，然后杀死职业者。郑宇突然发现，好像自始至终这顶红轿子都未曾进入祠堂半步，而是始终在祠堂门口
进攻的方式也是伸出红绸缎进行攻击。郑宇思考了一下，直接召唤出巨翅灵蝶。本来打算把它留给 BOSS 用嘛，但现在看来不得不用了。不过杀了你，大概也就算结束了。铃，一声空灵的叫声响彻整个上虞村。一只身形庞大的漂亮的大蝴蝶出现在郑宇身后。卧槽！见过了大场面的陶钱等人还是忍不住惊讶了起来。没办法，任谁见了这只4米多高的巨型蝴蝶都会忍不住惊讶的。一是因为体型大，显得很壮观；二是因为它太漂亮了。随着巨翅灵蝶的出现，直接一阵空灵的鸣叫，先后释放了各种恢复类技能。灵蝶守护，与巨魔绑定的守护关系。郑宇的所有召唤兽中，血量最厚的竟然是召唤兽的召唤兽巨魔。一层后盾出现在巨魔身上，并恢复了巨魔的血量。蝶鸣，巨翅灵蝶进行咏唱，为所有召唤兽增加260点敏捷，260点移动速度。要知道，郑宇的敏捷才30点，直接近10倍的敏捷提升，而且是全体的。最后是灵术滋养，恢复召唤兽精力。一套辅助技能下来，巨魔恢复血量，双魔火蛟恢复精力，再加上哥布林巫师的生命极限，让哥布林将军也恢复全部精力和血量。现在红衣女鬼面对的是一支状态正盛、精力全满，还在召唤兽狂化阶段的召唤兽军队。郑宇看着红轿子里的红衣女鬼道：“邀请我共度良宵，你也得有这能力才叫。怎么样，女鬼，汗流浃背了吧？”体型巨大的巨翅灵蝶彻底改变了战局。红衣女鬼也不笑了，剩下3只活着的黄皮子也瞬间进入鬼化状态，应对接下来的战斗。被死噬毒血腐蚀掉1/3血量的红轿子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很显然，全盛状态下的巨魔、哥布林将军、双魔火蛟、巨翅灵蝶给了红轿子非常大的压力。你不是让我配你吗？我这就来。郑宇笑着道，然后轻轻挥了挥手，召唤兽一拥而上。吼！巨魔率先冲了上去，巨大的体格直接挡在红轿子前，手持巨锤自上而下，重重地砸向红轿子。滚！轿子内一声娇喝，声音很好听，但伴随着实质化的阴气，就显得极为瘆人了。轰！一股强大的阴气席卷巨魔。负9871，红色的伤害出现在巨魔头顶。9000的伤害，看似很高，但其实连巨翅灵蝶给巨魔套的护盾都没有破掉。有护盾顶住伤害，红衣女鬼的阴气攻击根本没有阻挡住巨魔的突进。砰！巨魔的重锤毫无阻拦地砸在红轿子上。负5587，伤害同样不高，砸在红轿子上面时，同样有一层灰色的护盾保护。这是精英怪红轿子的技能庇护，伤害不高，也在郑宇的预料正。这台轿子也是鬼系生物，就和红鞋子、布娃娃一样，都拥有鬼系生物的减免伤害的能力，同时庇护技能还能减少一部分伤害。能打出5000的伤害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这只是一击。郑宇有的是召唤兽。嗖嗖嗖！由哥布林弓箭手发起的第2轮进攻。负1054，负1112，负1058，伤害更低，但密集。接着是双魔火蛟的火焰光环、火蛇地狱、哥布林将军的冲锋、死士的偷袭。当！突然之间，一声清脆的鼓声从红轿子周围响起，一支身穿校服的乐队从白雾中走出。哀乐也是红轿子的技能。郑宇心里回想了一下红轿子的4个技能，抬轿鬼应该就是那4只黄皮子，庇护是那层灰色的护盾，哀乐就是现在出现的校服阴魂，能够让召唤兽攻击欲望降低，属于状态类技能。红绳，郑宇感觉之前出现的红绸缎应该就是红神技能。郑宇虚了虚眼睛，那就明轿子里面的红衣女鬼根本没有使用任何技能，一直都只是在利用阴气。郑宇这时低头看了一眼手边的哑巴女孩，看到女孩正紧张地看着红轿子的眼神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不会进这个祠堂，原来你就是那个幕后的人。郑宇对于张战的攻略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张战对于红衣女鬼的技能描述其实全都是红轿子的技能，也就是在张战的视角中，红轿子就是红衣女鬼，所以才给他们起了同一个名字冥婚。但其实红轿子是操控红绸缎的，轿子里的人才是操控整个上虞村阴气的存在。郑宇思考道。立马转头对文人晴雨和陶钱道，你们看住这里，不要让这里的任何一个村民离开。陶钱立马问道，你要去哪？郑宇回答，去看看幕后 BOSS 到底还在不在猪圈。灵蝶跟着我。郑宇就带了一只灵蝶，然后牵着女孩大摇大摆地走到祠堂门口，一道阴气朝着郑宇席卷而来。呼！咔！怨念戒指的护盾碎裂。郑宇看着地面上被阴气炸开的痕迹，很明显的避开了女孩。郑宇笑着将女孩抱在怀里，然后对女孩道，这样她就不敢打我了。女孩眼神复杂的看着郑宇，郑宇笑着道，别这么看着我，实话，我并没有恶意，只是需要解决一些事情，反正对你们来只是重复的3，不定我还能让你们这重复的3里缓解更多的怨恨。我之前服务的一个诅咒者对我的评价很高，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郑宇絮絮叨叨的竟直接从红轿子身边错身而过，没有受到攻击，也没有被阴气包围，甚至像是看不见这满街道的阴魂一般，抱着女孩表情自然的朝着村东头走去。陶钱一脸懵地问道，这又是怎么回事？文人晴雨若有所思的看着郑宇离去的背影，大概是打到现在这种程度，双方就已经明牌了。
明牌。文人秦羽点灵头，轿子里的红衣女鬼张湛也从未见过其真面目，明他大概率就是幕后 boss。这就是为什么张湛的攻略里只有祭祀、冥婚、百鬼夜行，并没有最终的 boss 战，因为祭祀是假的，冥婚也是假的，红轿子才是真正的冥婚。打到现在这种程度，郑宇的召唤兽压制住了红轿子，其实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只差最后一步。去猪圈，陶钱问道：“那百鬼夜行呢？”文人秦羽表情有些奇怪，他道：“祭祀、冥婚都是假的，百鬼夜行应该也不是真的。猪圈，所谓的百鬼夜邪，应该就是那群被卖过来的女人和孩子进行了一场屠杀村民的狂欢。”陶钱装作懂聊样子，点零头：“你的推测和我差不多。”文人秦羽翻了个白眼，没有理会陶钱。他看了一眼时间，7个时。从进入上渔村祠堂到现在，一共才过去7个时。10几年的噩梦深渊，始终没人打破张湛的记录。而现在7个时，文人秦羽想起自己第一次被柯银劝加入郑宇的队伍，当初他还有那么一点瞧不起郑宇，甚至对郑宇表示不信任。现在想来，自己这个闺蜜真乃是大气运之人，这种超级大腿都能让她抱到。文人秦羽认真地看着柯银，给柯银都看别扭了，问道：“你怎么了？”文人秦羽道：“我在想用什么方式把你和陶钱死死地绑在一起。”柯银，陶钱立刻理解了文人秦羽的意思，指了指红轿子里面伸出来的红绸牍：“要不就直接捆起来吧。”文人秦羽点零头：“得对，对付郑宇这种直男就得直接点。”柯银喵喵喵。郑宇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猪圈，这里的阴气比祠堂的阴气更重。到了猪圈，女孩竟然开口主动询问郑宇：“你是怎么知道我也是来自这里的？”声音是阴魂那种混杂的声音，并非从喉咙里传出来的。感受到怀中女孩逐渐阴冷下来的阴气，郑宇一点都不害怕，反倒饶有兴趣地解释道：“因为你是鬼啊。”女孩没懂。郑宇指了指跟在他身后的那群阴魂，道：“你看，吊死鬼舌头伸出来，是因为吊死的时候舌头缩不回去；那个瘸腿的病死鬼，是因为死前腿脚就不灵活。老人，你是因为遭受了惩罚而割掉了舌头，鬼怎么可能被割掉舌头呢？你能够在没有舌头的情况下熟练地咀嚼食物，就明你在生前就已经被割掉了舌头。能够对一个女孩做出这种残忍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你根本不属于祠堂里的一份子。其实最早之前，女孩就已经表现出异常了。老人去通风报信，竟然不带上她，任由她留在郑宇身边。见到阴魂聚集体和冥婚红衣女鬼时，也没有惊慌失措的表现。郑宇就已经知道女孩不是村民中的一员，但也不是 boss。换句话，祠堂深渊就不存在真正的 boss， 百鬼夜行就是最后的阶段。女孩瘪了瘪嘴，算你聪明，之前进来的外来者都傻乎乎的，让他们躲在棺材里，他们就真躲进去了，还以为那是什么好地方，其实就是我让他们躲在那里的，就是为了看他们笑话。听着女孩的话，郑宇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特殊的神色。郑宇问道：“为什么要看他们笑话？”女孩愤恨的道：“谁叫他们想要帮助这群畜生村民？”原来如此。郑宇很清楚的知道，张湛他们并没有猜出祠堂深渊的真正背景，只是单纯的以为这是一座闹鬼的村子，被刚进深渊的提示误导了，以为这里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拜错了先祖导致的。从一开始，张湛的解题思路就是错的。郑宇不经意的问道：“这里来过很多其他的外来者吗？”女孩摇头：“不算多，每隔一段时间差不多来一次。你是最近第2波进来的外来者，上一波外来者可有意思了，被我们追着哇哇乱跑。”女孩罕见的露出属于孩子的性格，她喋喋不休的道：“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有一波厉害的外来者，成功度过了复仇狂欢夜，在上渔村重置之前把他们赶了出去。”郑宇，他大概捋顺清楚了，10几年来，只有张湛他们通关了祠堂深渊。一直以来，所有上虞市的职业者都认为噩梦级祠堂就应该这么通关，但其实他们都被这里的女孩这些鬼耍了，只能张湛用最笨的方式通关了祠堂，就是硬拖3，拖到冥婚结束，拖到百鬼夜行停止，不应该叫复仇夜。不过这些都是事。郑宇更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拥有外来者的记忆。那个成功度过复仇夜的外来者，应该就是张湛他们。后来被女孩称之为傻乎乎的外来者，就是看了张湛攻略的后备职业者。自己是第一个用这种方式通关的职业者，也从女孩这里得到了这个非常惊扰消息。猪圈门口，郑宇能够看到里面掏的怨念。所谓百鬼夜行，就是这里曾经被关押，最终死去的被拐卖进来的人。郑宇能够感受得到，猪圈里的怨念掏的鬼正在打量着自己，仿佛在等待郑宇做决定。这就是郑宇为什么要来猪圈的原因。因为祠堂有2个结束方式，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张湛的选择，相信村民在祠堂里拖到3结束。第2个选择，加入复仇队伍。面对百鬼，郑宇想了一下，反倒是直接问女孩：“你是被谁割掉的舌头？”女孩歪着脑袋：“你猜，是你身边的那个老头吧？”真没意思。被郑宇一下猜到之后，女孩露出不满的表情：“一会我帮你杀了他。”用不着。女孩对于郑宇的帮助并不感兴趣，但郑宇又补充了一句：“我不仅杀他，我还会帮你们带走祠堂里的东西。”女孩愣了一下，然后看向郑宇，问道：“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郑宇笑着道：“其实是猜的，但你的表现和他们的态度告诉了我猜对了。”郑宇指了指猪圈内的不再用阴气针对自己的百鬼，总要选择一方。郑宇选择他认为对的一方。无论你们是阴神诅咒者，还是这片上虞鬼村的始作俑者，你们都是被害的那一方。
坏人该得到惩罚，他们没有资格被先祖庇佑。祠堂深渊需要职业者做出坚定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他一路走到猪圈，没有鬼来阻挡他，因为他们在等待郑宇的决定。做出决定的郑宇得到了百鬼的支持，之前始终施加在他身上的阴气完全散去。女孩看向郑宇，笑着道：“恭喜你得到了姐姐们的认可，那是我的荣幸。”郑宇对着猪圈里的百鬼轻轻点灵头。女孩看着祠堂的方向道：“我们虽然得到了阴神的怜惜，赠予我们召唤阴魂的力量，可以将整座村子变为鬼村，但有祠堂里的先祖在，我们就无法真的对那群畜生做出真正的惩罚。”郑宇问道：“那如果没有先祖呢？”女孩笑得甜美：“那可太棒了，我会让他们从根本里开始绝望，在祠堂里将他们撕得粉碎。我要让他们住猪圈，我们进入祠堂，我要让他们拜我，让他们拜他们认为最低贱的人，我要让他们真正的变成猪，过着我们曾经的日子。”女孩喋喋不休，用最可爱的声音，最狠的话。很明显，这套报仇计划她已经在心里计划很久了，只是一直都没有职业者走这个通关选择，因为除了被老人收养并剪掉舌头的女孩外，猪圈里其他的鬼都无法进入祠堂内。想要做成这些，就需要职业者这群外劳帮助。听着女孩残忍的话，郑宇直接大加赞赏，这才像话吗？报复就该是彻彻底底的，而不是拐弯抹角。你们之前那样的报复方式，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甚至不知道谁在报复他们，只是单纯的害怕，根本没有后悔。身为心眼专家的郑宇指责着他们之前的报复有些形式大于意义了，你们要让他们后悔才笑。郑宇道：“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女孩看了看郑宇，又看了一眼已经被打散架燎红轿子，问道：“但你要如何带走他们的先祖呢？他可比我的姐姐们要厉害。”郑宇胸有成竹的道：“那太简单了。”郑宇抱着女孩再次返回祠堂。此时红轿子已经完全碎裂，将近2万的经验和一件铂金级的装备，早在他和女孩交谈的时候就已经进账了。红衣女鬼也从红轿子里出来，漂浮在半空中，却没有做出任何攻击，而是盯着正在走回来的郑宇。在郑宇的要求下，召唤兽们也停止了攻击。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郑宇，包括躲在里面的村民。郑宇抱着女孩进入祠堂，文人秦羽紧忙问道：“什么情况？”郑宇笑着道：“基本 OK 了，现在只需要让这群村民自己做选择，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选择？文人秦羽没明白。郑宇示意他看着就好。哥布林将军召唤重骑兵团。是。轰！只听一道整齐的踩踏声，哥布林将军身后走出30只浑身重装甲的哥布林骑兵团，披挂着重甲的巨狼踩着整齐的步伐在祠堂中央站立。空中看着这支气势十足的重骑兵团，红衣女鬼皱了皱眉头。他没想到打到现在，这个外来者竟然还有底牌没有使用出来。其实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红衣女鬼承认了郑宇的实力，才会准许郑宇带着女孩直接去猪圈。他是上渔村的鬼王，做决定自然是需要经过他的允许。他承认了外来者的实力，但没想到这个外来者比他想象的还要强。他暗自比较着百鬼是否能够抵挡住这支重骑兵团的冲锋。与此同时，郑宇对着村民道：“你们把祭堂里面的东西搬出去。”村民一愣，没有动弹。搬祭堂？不可能的，祭堂是唯一保护他们的存在，怎么可能搬走？一旁的女孩笑道：“他们不可能搬走的，你想让他们自己搬走祭堂，怎么可能？”郑宇声道：“那你就错了。”女孩疑惑的道：“你又要用武力威胁？”郑宇摇头：“武力对他们没用，他们连死都要祭祀，怎么可能被威胁到？”女孩不解地指了指郑宇身后的哥布林重骑兵团。郑宇笑着道：“他们本来是我准备对付百鬼夜邪，也就是你们姐妹的底牌，我憋到了现在，但可惜没用上。召唤出来就是给你们看看，我无论哪种选择都能走得通，但我选择持你们。”郑宇着走到了祠堂大厅内，一股很强大的威压直接压在郑宇身上。他能感受得到，如果自己亲自动手，一定会直接死掉。这里的先祖很强。郑宇看着这群村民，然后指着那具双面阴神的泥塑道：“你们知道为什么祭祀总是失败吗？就是因为你们祭祀的太杂了。你们扪心自问，你们的先祖真的能够做到曾经那些壮举吗？让人无法自拔的茶叶，让所有人都不能进入的瘟疫，你们的先祖不能，但他能。”郑宇慷慨激昂的道：“你们自己看看这座祠堂，帮助你们的阴神就在这里，你们却让这座祠堂里还有其他的存在，是不是太不敬了？”好像是这样。村民竟然信了。所以现在需要你们做选择了，要么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搬出祠堂，要么我给你们一个痛快，让你们不再遭受痛苦，自己选吧。郑宇完便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而这个动作直接就是指向祠堂深处最角落里已经落灰的那座灵坛。郑宇能够感受到灵坛里的气息已经紊乱，他急了，因为现在谁都能看得出来，这群村民是真的信了郑宇的话，有人开始蠢蠢欲动。一旁看戏的柯莹很惊讶的道：“他们不会真的不知道是谁在保护他们吧？”文人秦羽肯定的道：“他们确实不知道。唉，可怜的先祖啊，一直默默的保护他们，最终却被自己人抛弃。”柯莹感叹了一句。郑宇却笑着道：“我觉得这就是他该得到的报应。逼欧恶魔的先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在他们谈论之间，这群村民竟然真的开始把灵坛抱了出去。强如郑宇和红衣女鬼这样的存在都会忌惮的先祖，竟被自己的子孙轻松抱起，如同垃圾一般的丢在了外面。
甚至有村妇朝着灵坛啐了一口，怨恨的道：“就赖你，要不是你，我们的祭祀早就成功了。”晚安，看向陶钱村长，你对吧？还吊着烟斗的陶钱竖起了大拇指，你做的对。啪！灵坛碎裂，不仅仅是那个灵坛，祭堂中除了那座双面阴神和3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破棺材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郑宇走到祠堂门口，看着堆积在门口如垃圾一般的灵坛，笑着道：“让你保护垃圾吧，现在自己变成了垃圾。不过，你也算是罪有应得，毕竟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也不是啥好东西。”感受着灵坛里面碎碎糟糟的恨意，郑宇丝毫不在意，而是对红衣女鬼道：“他们交给你了，祝你们玩得愉快。”晚安。郑宇就感受到了一阵阴风吹过，原来他们早就等不及了，一个个变成他们原本的模样，冲进祭堂内。惨叫开始了，看着里面的惨状，郑宇开心的笑了。虽然里面很残忍，但文人晴雨依旧不解气的道：“真是便宜他们了，对付这种拐卖人口的垃圾就应该死刑。”到死刑，郑宇问了一个富有哲学性的问题：“你们既然都是死刑了，死刑后还得火化，为什么不直接火化呢？还节省成本。”陶钱，文人晴雨，活阎王的称号给你真没白下。尚余胜，柴方正一根烟的抽着，并时不时的叹气。张湛安慰道：“你别着急了，柴云不是有复活十字架吗？不会出事的。”柴方掐灭烟头，皱着眉道：“你是不是忘了，想要通关祠堂深渊，就得在祠堂里面待满3。这3里，除灵仪祭祀不会有危险，第2的冥婚堵门，第3的百鬼夜行，哪个是能随便脱得了身的？我现在就期盼他们能够在第1就退出噩梦级祠堂，不然到02，那红衣女鬼能缠死他们。”柴方跃跃来气：“你当初我怎么就想着把柴云推给郑宇那个疯子呢？早知道他是疯的，我就该。”柴方到激动的时候，突然叹了口气：“现在什么都晚了。”张湛也道：“我也没想到郑宇会这么疯，一个13级的职业者，带着4个酱油，竟然敢进噩梦级深渊。”确实，张湛着竟然笑了起来。你还笑？面对柴方的怒视，张湛忍不住道：“我就是想起了在中央区进修的时候遇到的那位队长，也是和郑宇一样疯得要死。”不过，张湛和柴方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反倒没什么担心，甚至有些期待。这样的性格才叫才，不是吗？哪有才一直墨守成规的？南暮云打破了多少个记录，曾经被多少人都不看好他。还有中央区的剑神，我曾经的队长，甚至包括你我都讨厌的那个李成功，不都是疯子？这个世界只有疯子才能成功。柴方听着张湛的话，又点了一根烟，面无表情的道：“成功了叫疯子，不成功叫尸体。我相信郑宇。”张湛大大咧咧的道。柴方见不过张湛，便转移话题，问道：“郑宇的资源你要到了？”张湛笑道：“你不是刚才还在担心郑宇他们能不能活着出来吗？怎么现在又开始操心他出来之后的事情了？”柴方没好气的道：“我还能盼着他们死，只是担心而已。实话，我还真有那么一丝丝期待。如果是其他人，我已经判他们死刑了。但郑宇这子，我见过他，不像是那种不顾生命的疯子。我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通关的。如果通关了，柴云也能得到好处。所以，你到底弄没弄到资源？我可答应了郑宇，等他出了深渊，资源就能到位的。”张湛一脸不耐烦的道：“我办事还有不成的时候。”柴方看着柴方一脸狐疑的表情，张湛才解释道：“我找了咱派系的老大帮忙。”柴方惊讶的问道：“这么点事，你去找老大？”张湛摇头道：“这可不是事，咱老大本就和李成功不对付，现在郑宇这件事直接和李家派系扯上关系，依仗派系的能量去抢一个官的资源，还是 S 级副，还是咱们上虞市的人，这事咱老大上赶着帮忙，只要是能够给李成功添堵的事情，他从不嫌烦。”柴方6，所以资源稳了。张湛骄傲的道：“稳的不能再稳了，就等郑宇出来，再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消息。”柴方又点了一根烟，能出来就不错了，还好消息。张湛见到柴方这副样子，直接起身拽起柴方，走，喝酒去。没有心情，就是没心情才去喝酒。祠堂深渊最少3，你还能在这愁3？赶紧喝一顿，给自己喝醉了，时间过得更快。柴方一听也对，便跟着张湛一起走了出去。与此同时，论坛里出现了一个帖子，震惊！郑宇竟然进入了噩梦级祠堂深渊。帖子刚出就成为了热帖，因为上虞市论坛里关于祠堂的帖子一直都有热度，毕竟是上虞市最有特色的深渊。帖子直接贴了张图，上面显示着和郑宇是好友关系，职业者可以通过圣殿互加好友，然后看到对方所在的深渊情况。上面显示了郑宇所在的位置正是噩梦级上虞市祠堂深渊。弱弱的问一句，郑宇是谁？郑宇你都不知道？前几在江水市通关噩梦级寒阶深渊的职业者，这么猛啊！寒阶深渊我记得是1级深渊吧？他这么快又想通关2阶段的噩梦级深渊了？你这个又字用得好，你凭什么认为郑宇能通关2阶段的噩梦级深渊啊？我记得郑宇才13级吧？13级不是关键，关键是郑宇带着的还是陶钱他们通关一个1阶段深渊，已经让他自大到认为自己可以单独通关2阶段了。不是，为什么这么多江水市 IP 的发言啊？妒忌了呗？郑宇被咱们市长挖走了，他们过来看乐子来了。你对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给告诉你们一下，郑宇就算到了你们上虞市，你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他马上快要死了。乐子人，去死！从这里开始，这帖子就不再是单纯的讨论郑宇的问题了，
而变成了上虞市职业者和江水市职业者的互喷环节。甚至有人弄了个猜题贴，猜郑宇能否通关噩梦级祠堂深渊，瞬间便有几千人参与。其中有 92% 的职业者认为郑宇会死在祠堂深渊里，有 7% 的职业者认为郑宇能活着出来，只有 1% 的职业者选择了郑宇能通关噩梦级深渊。就在网上吵到不可开交，张湛和柴芳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一个消息直接突然出现：通知，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祠堂深渊噩梦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8时44分21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潜、武僧、柯莹、刺客、文人晴雨、刺客、柴云、游侠。其余队员获得奖励：职业者经验加历史记录礼包、祠堂深渊噩梦级1份、历史记录者称号、祠堂深渊噩梦级版本星号1。这是一个针对上虞市所有职业者的通知，只有上虞市职业者知道的信息。所以上虞市的职业者看到那群江水市职业者还在网上叫嚣嘴硬的时候，都露出了奇怪的笑容。这种看丑的感觉真的太棒了！你们接着叫，爷爷听着呢。1分钟前我不认识郑宇，1分钟后郑宇以后就是我的衣服了。那个还没来得及关闭的有奖竞猜帖子，1%的能通关选项一瞬间变为 15%。要不是题主及时关闭，还会被更多人钻空子。主要是谁都没有想到郑宇会在这时候通关噩梦级深渊。而此时的张湛和柴芳如同回光返照的病人，本来都醉得不省人事，现在却丝毫没有醉意，满眼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通知。柴芳揉了揉脑袋，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我们睡了几？张湛没好气地道：职业者根本不可能醉，想清醒就清醒，你认清现实吧。郑宇通关了，不仅通关了，还打破了记录。柴芳，这好像不仅仅是打破记录那么简单吧？80，是不是太离谱了一些啊？张湛笑着道，他很有可能找到了另外一个过祠堂深渊的方法，比我那种快。虽然被破了记录，但张湛很开心，并十分骄傲地对柴芳道：我的眼光怎么样？柴芳这次没有和张湛对着干，而是认同的道：确实让你捡到宝了。1阶段噩梦级深渊，2阶段噩梦级深渊，这种水平也就中央区那几个变态能够做到，没想到一个江水市孤儿也能达到这种程度。张湛道：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周云的表情。哈哈哈，一定很有意思。郑宇通关1阶段噩梦级深渊，他有理由不后悔。我就不信他现在还能绷得住。一想到郑宇是自己从江水市抢过来的财，张湛乐得都合不拢嘴了。只要周云难受，他比谁都开心。噩梦级祠堂深渊，祠堂内女鬼们肆意地泼洒着怨气，将村民的魂魄撕成粉碎。红衣女鬼甚至给郑宇解释道：饶魂魄被撕碎的痛苦是无法言语形容的，比肉体上的痛苦要痛苦100倍。郑宇看不清红衣女鬼的表情，因为始终盖着红盖头。等村民的魂魄全部被他们撕碎之后，上虞村深渊就会进入重置，你就会提前离开这里。对于红衣女鬼的话，郑宇有很多要问的，比如他竟然有意识地知道这里是深渊。郑宇记得教科书里对于深渊的形容是一个被封锁在时间里的历史，他们应该对深渊是没有意识的。但还没等郑宇问出来，红衣女鬼便主动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比你想的知道的更多。一部分来自阴神，一部分来自鬼系生物的特殊性，来自阴神。郑宇琢磨着这句话，院内村民哭嚎的声音逐渐变，系统提示也直接弹出：你已通关2阶段祠堂深渊噩梦级，获得奖励祠堂深渊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可惜没有手通奖励，通关2阶段噩梦级深渊的经验奖励竟然高达10万，足够提升1级的。要知道15级之后，每提升1级对职业者来都极为困难。祠堂深渊噩梦级已结束，5分钟后退出副本。我该走了。郑宇特意对红衣女鬼道，因为他感觉到他是上虞村所有阴气的控制者。换句话，真正的阴神诅咒者就是红衣女鬼，猪圈里的其他女鬼只是他分出了力量给他们。如果真要打到底，应该是打不过红衣女鬼的。红衣女鬼看了郑宇一眼，然后道：下次来的时候记得把村长的棺材也抬过来，4口棺材能够将先祖的原型逼迫出来。另外，杀那只绿色眼睛的黄皮子，铜盆里的火不要熄灭。红衣女鬼了这3句话之后，伸手抬出一股阴气，阴气席卷地面上碎裂的红轿子。下一刻，地上的碎成数块的红轿子竟然如同活过来一样拼凑在一起，重新恢复原状。吱，黄皮子发出甚饶滋滋声，以黑雾的状态从地面钻出。阿乐声再起，4只复活的黄皮子扛起红轿子，恭敬地来到红衣女鬼的身前，矮下身将轿子倾斜，方便红衣女鬼进入。那只绿色眼眸的黄皮子走到轿前，伸手拉开轿子的门帘。红衣女鬼在身姿优雅地跨进轿子。在进入轿子之后，红衣女鬼身上那股压迫十足的阴气竟然完全消失不见。郑宇这才明白，红轿子其实是红衣女鬼的伪装，用来掩盖阴神气息的。吱嘎，4只黄皮子抬起轿子。这时轿子里红衣女鬼的声音传出来：什么时候再来？郑宇思考了一下：你会放水吗？不会。那就3之后。好，我等你。这句我等你给郑宇倒是整得一愣。一旁的文人晴雨看到之后，立刻对柯莹道：记住你的竞争对手。柯莹翻了个白眼，对于自己这嘴牙闺蜜，她是一点办法没阴。陶钱倒是很八卦的道：可是她是鬼哦，鬼又如何？不定郑宇的口味独特。郑宇没好气的打断道：再嘴贫，我让女鬼把你留在这里。文人晴雨立刻闭嘴。
郑宇看了一眼时间，走了，3之后咱们再来。好，反正郑宇刷什么深渊，他们就跟着。身为酱油是没有选择权的，并且他们也非常珍惜每一次进入深渊的机会，因为进一次少一次。郑宇现在的等级已经15级了，而他们才刚刚升级到11级，加上噩梦级深渊奖励，郑宇将会拉开他们更多等级差。等到郑宇进入3阶段深渊，他们几乎就没有再与郑宇同队伍的机会了，因为等级差的太多。要是有人问陶钱什么时候是他的人生巅峰，他会回答现在。至于郑宇要再进入祠堂深渊的理由也很简单，隐藏任务。红衣女鬼的那3件事，绿眼黄皮子、4口棺材、铜盆火焰，应该就是关键，自己遗漏的地方。能够被红衣女鬼着重点出来，就有必要再试一次。祠堂深渊大厅，赵宁和往常一样吃了顿早饭，便来到祠堂深渊蹲守猎物。昨晚上他本以为找到了生意，没想到竟然是一群不知道怎么升级到10级的孩子。等了半年，竟然等到了一个召唤师带队的职业者，实在是太离谱了。推开门，赵宁一时间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怎么这么多人？祠堂深渊里罕见的人满为患。不对啊，虽然这个月是觉醒季，但能够这么多人这么快的升级到10级，习惯了往常冷冷清清的祠堂深大厅，突然这么多人，赵宁竟然有些恍惚。祠堂深渊大厅的工作人员和赵宁很熟悉，看到赵宁之后直接问道：你不知道？知道什么？赵宁一脸疑惑，你没收到上谕室的通知吗？赵宁摇了摇头，我关闭了通知，那玩意太烦人。有人通关了噩梦级深渊。祠堂？那也不至于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啊。我记得自从张战市长发布攻略之后，也有好几组职业者通关祠堂深渊。工作人员打断赵宁的话，问道：那他们打破记录了吗？难道？赵宁猛地看向祠堂深渊大厅中央的大屏幕，上面由圣殿投影出来的祠堂历史记录成绩。他赫然发现噩梦级深渊的记录保持者张战已经变成了郑宇。祠堂深渊噩梦级通关记录8时44分21秒，通关队员陶钱、武僧、柯莹、刺客、文人晴雨、刺客、柴云、游侠。赵宁揉了揉眼睛，80？他又揉了揉眼睛。一旁的工作人员笑道：别揉了，你没看错，确实是80。你是一点不看论坛啊？现在论坛都已经炸了锅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了吧？有看热闹的，有媒体，有记者，更多的应该是想要结识郑宇，和郑宇交个朋友的职业者和公司。你肯定想不到，连张战市长和柴方部长都提前来了。啧，真让人羡慕啊！年纪竟这么大的面子，连市长和资源部部长都来亲自迎接他出来，前途无量啊！要是我能认识郑宇，该多好！他未来注定是市长级别的人物。妈的，早知道昨就该多和他花的。工作人员絮絮叨叨的着，一旁的赵宁满脸的荒唐，竟然是他们！召唤师、武僧、俩刺客，这种根本不可能配置，赵宁根本忘不了。他没想到，那个直接被他拒绝的召唤师，竟然是条大腿。旁边的工作人员后悔没有和郑宇多几句话，但曾经就有一个通关噩梦级深渊，且只需要会烤腰子就能入队的要求，自己竟然没能抓住。非但没有抓住，自己好像还讽刺了对方。操！赵宁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蒙对1000万彩票的号码，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去买彩票，只是把号码写了下来。这种感觉很操蛋。江水盛市长办公室一片寂静，其实不算静，只是气氛很压抑，各层干部都憋着一口气不敢话。市长周云从开会到现在一句话都没，只因为秘书刚刚送来的消息，郑宇又通关了一个噩梦级深渊，并且打破了张战保持了7、8年的历史记录。如果是上于是自己的职业者打破的记录，周云都会违心一句恭喜，并暗自妒忌，这次又走了狗屎运给他们派系找了个财。但问题是，这个打破记录的职业者原本是他们江水市的人。周云看着郑宇打破记录的信息，良久之后笑了一下，怎么都看着我？一件事而已。周云表情自若，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对于周云来，这件事已经没有能够挽回的余地，那就顺其自然的发展。一个2阶段职业者能把这水翻到什么地步？不足挂齿。对于周云无足挂齿的事情，在论坛里可是炸了锅。尤其是江水市职业者并未第一时间得知郑宇通关噩梦级深渊的信息，他们当时还在嘲讽和发泄。也有不少人支持周云的做法，就该把资源给李峰。因为当初有人分析，如果周云进入李家派系，那整个江水市也将会是李家派系的分支成胜，未来不定有机会进入李家派系工作，甚至有几乎和派系成员组队进入深渊。至于郑宇，一个召唤师而已。但这种嘲讽随着消息逐渐传到江水市，瞬间打脸了所有人。因为郑宇离开，加上周云的一番操作，让江水市的职业者对郑宇是有愤恨在的。上虞市甚至也有不少人认为郑宇没什么大发展，然后人家就在进入上虞市的第4，再次通关了噩梦级深渊，还打破了记录，并且是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成绩打破的记录。这叫没有发展，这叫不足挂齿。谁家职业者能连通2个噩梦级深渊，还都是打破记录的那种？逐渐的，论坛里出现了一些抨击周云的帖子。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谁吃亏了？谁又赚了？楼主给李峰资源，拉近和李家派系的关系。周云不仅对李家派系表达了忠心，还顺利的进入了李家派系，这算是锦上添花。但问题是，周云进入李家派系，对于我们真的有好处吗？相比于原本就是孤儿流落到江水市的郑宇，江水市接收他，
培养他将会是雪中送炭。这种级别的才搭配上雪中送炭的恩情，我不信你们看不出区别。这篇帖子更是被推到了热门。江水市的职业者理性的分析郑宇未来能走到多远，并举出例子，比如如今战力排行榜上，曾经1阶段、2阶段连续通关噩梦级深渊职业者都有那些。郑宇虽然是召唤师，但2次成绩足以证明他的实力。而上于是职业者，纯看乐子。反正郑宇是他们自己的人了，将来无论是青年职业者大赛，还是4阶段后的权势奖励，都和他们有关系。你们接着分析，反正雪中送炭的是我们上于市，不是你们。我记得之前你们还信誓旦旦的郑宇不行，现在怎么又开始分析人家的未来了？你看看他们分析的是什么玩意？你们难道忘了郑宇算是带着4个酱油刷的噩梦级深渊吗？酸死了！面对上于市职业者的嘲讽，江水市职业者根本无法还嘴，因为事实摆在面前，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逐渐的，江水市的职业者将矛头调转到了周云这里，开始有人周云的决策错误，甚至有人直接开喷。不过这些帖子都在出现1-2分钟之后直接消失。论坛不归圣殿管，周云这不足挂齿，却背地里让管理员删除一切对他不利的帖子。我刚发的帖子没了，谁急了？我不。周云大傻 X， 谁删我帖子？死全家！论坛乱作一锅粥，几乎所有上于市和江水市1、2阶职业者都参与进来。张战看着论坛，乐得都合不拢嘴了，笑死我了！这裙子写的帖子真有才，哈哈，这个骂周云的句子有点东西，点个赞。哎，谁把帖子删除了呀？我还没点赞呢。周云这老狗，敢做不敢当，不叫挨几句吗？还删帖，下头。看着张战一点市长形象没有，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刷着论坛，柴芳一阵无语。其实张战这都已经是收敛的了。年轻的时候，张战在上于市也有着疯子的称号，要不然也不会成为第一个通关祠堂深渊的职业者。要知道，当初的祠堂深渊可是上于市禁忌深渊，有红衣女鬼在，谁都不敢进入祠堂。嗡！一声嗡鸣音从祠堂深渊大厅尽头传来。柴芳提醒道：“别刷论坛了，郑宇他们出来了。”出来了。张战赶紧起身，走，去迎接我们的未来之星。死！第一个出来的陶钱，他看到眼前乌压压的一群人，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当名饶，感觉真好。”文人秦宇翻了个白眼：“你算个屁的名人，人家是冲着郑宇来的。柯莹，别实话，郑宇没出来之前，咱还可以享受几秒。”文人秦宇，紧接着是柴云，有人认出了柴云，云云，是我呀，云云。柴云找到喊自己的那个女生，原来是自己曾经的同学。我刚才还好奇呢，怎么打破记录的队伍里，怎么有一个我熟悉的名字？原来真的是你啊！柴云抬头看向圣殿记录，果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上面，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服。以前上面的名字是张战和自己的表哥柴芳他们霸占着，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上面，有种不现实的感觉。真羡慕你啊，竟然通关噩梦深渊，还打破了记录。自从你那突然消息，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成为职业者了呢。没想到你一回来，竟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太让人羡慕了。同学不断着羡慕，眼神里却满满的妒忌。为什么蹭上这班车的不是自己？为什么是柴云？这种妒忌之火根本压不住，全从眼神中展露了出来。但他越妒忌，柴云越高兴。非但没有因为对方认为自己是酱油抱大腿才过的噩梦级深渊而自卑，因为能抱到大腿也是一种能力。感谢表哥，柴云心里由衷的道。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特权是这么的爽。郑宇不缺酱油，之所以队伍里能有他的位置，全靠他那个身为上于市资源部部长表哥。柴云想着得给柴芳送点礼，送点贵重的。他拿起电话给柴芳发了一条短信。柴芳和张战此时正等着郑宇出现。他接到柴云的短信：“哥，谢谢你，这次你真的帮我了大忙了。我让我妈给你送了一些资源，放心都是贵重物品，够判你个死缓的了。”柴芳，他这又是抽的哪门子风？张战也看到了短信，分析道：“估计是想告诉你，他很感谢你吧？判死缓，那真的很贵重。”柴芳，郑宇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郑宇被传送出来的那一刻，一群人便拥了上去。“您好，郑宇，我是史药业的总经理，希望邀请你成为我们公司的代表职业者。大神，眼熟我，下把深渊带我好吗？我出钱。”“您好，我是上于市装备回收公司的。”“郑宇您好，你缺女朋友吗？”“哪来的骚货？你没看郑宇身边站着3个美女吗？轮得到你？那你介意我成为你的第4位太太吗？”“6，郑宇大神，能将通关祠堂深渊的攻略单独卖给我吗？我愿意出高价垄断攻略。”“垄断狗，滚出9州！”七嘴八舌的一群人，郑宇也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他想起了前世的那些娱乐明星，大概也就这个样子。就在郑宇想着怎么应付他们，然后从祠堂深渊溜走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大家好，我是上于市市长张战。”声音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瞬间让沸腾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我有些事情要和郑宇谈一下，能先将郑宇让给我吗？”请求的语气，却没人拒绝。谁让张战是上于市最强职业者呢？强者为尊，在这个世界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没想到深渊大厅里还有这么高档的休息室。郑宇看着精致的休息室以及桌面上的贵重的茶水，随口道：“哈哈，我也只来过这里2次。”张战一边坐在茶桌前，熟练地冲泡茶叶。“一次是这次我身为市长的身份，找你聊聊你的未来。
一次是8年前，我坐在你的位置上，和上任市长聊我的未来。郑宇接过张战递过来的茶，笑着道：“所以我是得到了你的认可。”张战也不含糊，甚至没有什么官场上的场面话，直接点头：“对，我把你带来上虞市，更多的想法是赌。我也不跟你那些虚了冒套的话，我和周云不对付，所以你越强，他就越不开心，他越不开心，我就越开心。但你的实力超过了我的预期，那我就不得不以一名市长的身份来跟你聊一聊了。”郑宇大概猜到了张战想什么。派系，对于郑宇能够猜到，张战并不意外，因为柴方早就提前跟郑宇提及过派系的事情。对，按照你现在展现的实力来，除非意外，达到40级是迟早的事情。我和柴方所在的派系是以柳南烟为盟主，诸葛无痕为副盟主的派系联盟，有2种加入派系的方式。第一种是达到40级，展现实力，会有派系主动邀请你，或者像周云一样主动联系李家派系。第二种，养成，也就是你这样的职业者，派系会重点培养。郑宇问道：“也就是我能够得到的是派系的资源？”张战道：“不仅仅是资源，你知道3阶段深渊怎么刷吗？”郑宇摇了摇头，这他还真不知道。一方面是学校的教科书里不会提到3阶段的事情，毕竟能够进入20级的职业者就已经算是少数的了。另一方面是在获得海克斯强化符文符之前，他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快就触摸到这个领域。这才几的时间。张战解释道：“3阶段的深渊是20级、30级，中间因为有一个25级2转的转折点，深渊也出现了变化。3阶段的深渊并不是永久开启，而是预约开启。”预约？没错。张战看向郑宇，然后道：“就直接跟你吧。深渊在派系的眼里也算是资源。什么时候开启？开启之后谁先进入，这些都是派系了算。”郑宇有那位了。郑宇早就想到过，这个世界强者为尊，一个强者都可以垄断资源，何况是由强者组成的派系。果然在这等着呢。郑宇问道：“是不是意味着跟谁组队，队友的成分也得是派系成员？”张战点头，但他补充道：“你不用担心你现在的队员，无论是陶钱还是文人晴雨，在通关过几次深渊副本后，他们本身的资源要远超于普通职业者，是你的等级提升得更快，以后也不能和他们组队了。”这我知道。郑宇点头，我只是想问，派系是否可以单独给我安排深渊？我打算自己进入。张战皱眉，不组队。3阶段深渊。他还没完，郑宇就打断了张战的话。这句话我听得耳朵都出茧子了。我很清楚3阶段深渊的难度，就像我清楚2阶段噩梦级祠堂深渊的难度。我答应入派系，但我只有这一个要求：优先给我安排深渊，不要给我安排队友。当然，如果派系需要我去带谁的儿子、谁的姑娘过深渊，我看在钱和优先权的面子上，可以去带。张战笑道：“这么有自信？”郑宇摇头，不是有自信，而是时间不太够。时间？郑宇道：“在圣殿里能够查到你们40级以上的职业者预约深渊的情况，我看到周云预约了半年后的一场5阶段深渊。”张战愣愣地看着郑宇，然后表情有些惊讶的道：“你不会是……”没等张战完，郑宇便自顾自的道：“我不会因为你帮我拿到了资源，就忘记在江水市的不愉快。甚至到现在为止，他连一句道歉都没应。”张战问道：“如果他道歉了呢？”郑宇道：“道不道歉是他人品问题，接不接受他的道歉，原不原谅他是我的人品问题。”到这里，郑宇笑了一下，可惜我人品并不好。看着离开的郑宇，张战满眼是曾经的自己，年轻有自信，气盛，什么都不怕。哎，老了。张战叹了口气，咱们也才30岁，为什么就感觉什么都力不从心了呢？做事前怕狼后怕虎。柴芳笑着道：“主要是责任变多了，郑宇还没到5阶段，根本不清楚职业者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你刚刚告诉他派系垄断了深渊的时候，他很明显是不悦的。”柴芳着点燃了一根烟，抽了一口，那表情就和当初诸葛无痕队长一模一样。张战起身打开窗户，散去屋里的烟味，笑着道：“但如今7、8年过去了，他不也一样跟我们一样？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的职业者都认为深渊就是升级、换取实力、换取社会地位的途径，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政府要给职业者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会允许派系垄断3阶段以后得深渊？不过现在郑宇能抱有这种自信是好事情，起码现阶段是有正向意义的。”张战从窗口的位置向下看去，郑宇和陶钱等人正有效地离开祠堂深渊大厅，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职业者。我当初其实也这么风光。张战感慨道。一旁的柴芳丝毫没有给他留面子，拆穿道：“那是在上虞市，我记得你去中央区集训的时候被人虐成了狗。”张战冷哼一声，呵，像你不是一样。然后没有理会柴芳，自顾自的道：“不知道今年去中央区集训的那2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柴芳抽着烟道：“这已经去半年多了，还没回来，多半是通过了审核考试。你就别担心了，你有功夫担心年轻人，不如想想自己。人家周云都预约半年后的深渊了，你就打算卡死在45级不升级了？”提到升级这件事，张战有些头疼。没办法，最近开放的2个5阶段的深渊，一个是5星深渊，我根本没资格进去；一个是2星深渊，但人早就满了。哦，对了，还有个6星深渊，目前缺个主 C， 你我去不去？张战笑着问道。得到了柴芳的白眼。5星深渊你都没资格当队员，还想去6星深渊当主 C？ 哎，你有没有一种可能？张战突然想到刚才郑宇的话，郑宇按照现在的升级速度，再给他半年时间，
不定能带我飞一波6星甚至7星难度的深渊。柴方一阵无语，不是，你当真的？你好歹也是上虞市近10年来出来的最强职业者，你等着一个比你一轮的孩子带你深渊？脸呢？张战无所谓的道，无所谓啊，如果在郑宇真的能够一直这种速度升级下去，不遇到瓶颈的话，还真有可能的。职业者又不算工龄，谁规定年纪大的就一定强？诸葛无痕还比你我2岁呢，人家现在是副盟主，万一，对吧？万一呢？柴方笑着回答道，你这个万一概率可太了，不过还真值得期待。郑宇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柴云为了表示自己的感谢，特意请了专业的厨师团队在别墅内进行了一场庆祝宴会，还专门向厨师请教了如何烤腰子这门手艺。虽然他很清楚能蹭郑宇深渊的次数可能只剩下1-2次了，但该表达的态度一定要表达出来。能不能再通关一个噩梦级深渊，就看郑宇心情好不好，愿不愿意带他了。酒足饭饱之后，面对一脸期待的柴云，郑宇也没有吊他的胃口，道：2阶段期间我不会换队友，你和文人晴雨他们一起去准备下一场的物资。对了，下一场的价格涨到500万了。没问题。柴云爽快地答应下来。面对郑宇的提价，柴云没有任何意见，连忙答应。在500万就是正常的市场价，而且是有价无市，毕竟根本找不到带酱油通关深渊的大亏。柴云、文人晴雨、柯莹负责采购物资，陶钱去帮郑宇走各种手续流程，领物资的手续还是挺麻烦的，好在并不需要本人亲自去办手续。郑宇则留在别墅内开始清点这次的收获，一共2份奖励：噩梦级通关奖励祠堂深渊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历史记录奖励祠堂深渊历史记录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别的不，光2个奖励的20万经验就已经很夸张了。郑宇询问过掏钱，他们的通关经验奖励2份加起来只有4万。郑宇先将经验全部领取，获得经验加10万，获得经验加10万。等级 LV15、LV17，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7950，装备属性魔力890930，智力485527，力量134141，敏捷31333，剩余自由属性点28，20万经验直接连升2级，基础血量直接多出了2000多，随着等级提升越高，血量上限上涨的幅度也越来越高。等级还是最重要的，等级17级，距离20级进入3阶段深渊还有3个等级。郑宇算了一下，也就只需要20至25万左右的经验值，一个噩梦级深渊就足以升级到20级。好在20级能够卡等级，既能刷2阶段深渊，也能进入3阶段深渊，所以一般职业者都会在20级的时候去挑战一下。就像张战当初通关噩梦级祠堂时就是20级进入的。郑宇打算再进入一次祠堂深渊，去把红衣女鬼提示的特殊任务做完，然后在血色电影场和黑暗谷底里面选一个去通关。郑宇并不执着于全部打破记录，2阶段只是过渡阶段，没有必要停留在这里。当然，郑宇也可以放弃去祠堂的隐藏任务，但想到红衣女鬼的特殊程度以及网上关于隐藏任务奖励的传言，郑宇相比较之下还是更倾向于再一次进入祠堂深渊。等级提升之后，郑宇便将视线放在了2个宝箱上，一个2阶段噩梦级宝箱，一个2阶段噩梦级历史记录礼包，都是2阶段最顶级的宝箱。郑宇搓了搓手，实话，他还是很期待的。打开宝箱，打开宝箱。随着郑宇点击物品栏里宝箱的动作，一道华彩布满整个系统界面。叮，你已打开祠堂深渊噩梦级通关宝箱，恭喜你获得防具靴子阴神靴 LV20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魂珠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一堆材料以及一件钻石级的防具。郑宇立马进入圣殿商店找了一下，20级钻石级别的装备，几十年来就成交过3单，成交价格最高6500万，最低也有4100万。5000万级别装备，郑宇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有钱人还真他妈不把钱当钱啊！郑宇吐槽道，溢价太过严重，主要还是因为边际效应，2阶段钻石级装备根本就没几个人能爆出来，爆出来也没人卖，自然价格就水涨船高。一般能够通关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早就有派系拉拢，如果爆出的钻石级装备带不上，他们一般会卖给派系，不仅价格更高，还能换取特权之类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圣殿商店里很少有人售卖顶级装备，2阶段里钻石级别就是顶级装备了。郑宇看了一眼靴子的属性，防具阴神靴，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无，品阶钻石，属性敏捷加100，血量加7000，移动速度正 20%。 装备效果，穿戴该装备时受到阴神的保护，可主动进入鬼化状态，伤害减免 30%， 持续 30s。 召唤类职业者佩戴时可指定召唤物或自身进入鬼化状态。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好东西啊！血量加的甚至比一整套人皮蜘蛛3件套还多，更不用敏捷的100属性以及 20% 的移动速度，非常符合钻石级别靴子装备的档次。但更关键的是它的装备主动效果，减免 30% 的伤害，就单单这一条属性最少值几千万的价格。如果没有比这件靴子更好属性的装备能一直带着，除非有比钻石品阶还高的装备，但钻石之上就是璀璨级装备了，
璀璨级装备在4阶段星级深渊才能爆出，难度比噩梦级深渊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所以钻石级装备在40级都算是最顶级的了，很不错。人皮蜘蛛3件套是帽子、上衣和手套，他还正好缺一件靴子，因神靴刚好补上空缺。如果穿上靴子，基础血量加装备血量，总血量能够达到近2万的血量值。之前担心会被秒掉的担忧，现在多少是有点底了。装备的血量足以保证自己不被秒掉，还有怨念戒指的护盾、训练假饶嘲讽以及巨翅灵蝶的保护，想要秒掉它没那么容易。不过还得等他20级才能穿上钻石级的靴子。郑宇接着打开历史记录礼包，你已打开历史记录礼包，祠堂深渊噩梦级，检测到你的职业为召唤师，奖池锁定为召唤师类装备，恭喜你获得召唤兽装备索命唢呐 LV20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魂珠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唢呐，郑宇一愣，想起了冥婚的哀乐，唢呐是最重要的乐器，唢呐一响，鬼都退让。没想到竟然能抽出召唤兽的装备。历史记录礼包比郑宇想象的更人性化，召唤兽装备比职业者的装备更难爆，更何况是钻石级别。召唤兽装备索命唢呐，装备等级20级，装备品阶钻石级，装备属性血量加，攻击力加1280，装备效果音声特效类技能，效果正100%，释放技能时有概率响起哀乐，减少敌方15%的防御能力。牛啊！这件装备正适合巨翅灵蝶佩戴，也只能给巨翅灵蝶佩戴，因为只有巨翅灵蝶的蝶鸣技能是音声特效类技能，效果增加100%，就意味着原本增加的速度还能再提升1倍，属于质的提升了。最重要的是还减少了15%的防御能力，不愧是钻石级装备，2个钻石级装备都非常让郑宇满意。欢迎！郑宇想起自己还有2个海克斯科技没有领取，这才是对他实力提升最大的奖励。领取海克斯符文，嗡！一声嗡鸣音响起，郑宇的第7个和第8个海克斯强化符文到手，恭喜！您抽取到07枚符文，白银级符文，公里圆弧1，恭喜！您抽取到08枚符文，白银级符文，神龙尊者之心，公里圆弧，白银级强化符文，你的召唤兽在击杀时瞬间回复10%的精力。神龙尊者之心，白银级强化符文，你的队伍被视为额外拥有1名神龙尊者，并获得1枚神龙尊者纹章。郑宇眼前一亮，缺什么来什么。郑宇从未感觉过自己运气这么好，虽然只是2个白银等级的海克斯强化符文，但都是自己最需要的。公里圆弧，恢复精力，完全弥补了双魔火胶精力消耗量过大的缺点，杀一个单位恢复10%的精力。双魔火胶最不缺的就是杀怪的数量，换句话，如果操作得当，拥有公里圆弧的双魔火胶能真正的做到持续输出，对双魔火胶来提升巨大。至于神龙尊者，郑宇缺一个真正的主 C， 而神龙尊者羁绊正好能够直接制造出一个强大的主 C 出来。神龙尊者羁绊2反斜杠4反斜杠6反斜杠8，使用神龙尊者赐福道具选择1名召唤兽成为鹰豪，鹰豪会获得体型、生命值、生命回复、攻击力、防御能力、速度、敏捷等全方面的加成。2整体50%的加成，4整体100%的加成，6整体150%的加成，8整体300%的加成，可以是非常强的了。至于让谁成为鹰豪，郑宇这时接到了柴芳的电话，你朋友陶钱已经帮你把各种手续都办完了，省区的奖励大概明下来，1、2阶段的奖励都在里面。然后诸葛无痕，也就是咱派系的副盟主，答应了你之前的要求，还给你找了2个顶级召唤兽技能书，一个15级的，一个20级的，正好省得你去圣殿商店买了，我从圣殿邮箱给你发过去。柴芳完便急匆匆的挂断。叮，你有圣殿邮件未领取，请记得查看。很快郑宇便收到了召唤兽技能书，郑宇很好奇，他们眼中所谓的顶级召唤兽到底是什么。打开邮箱，将2本召唤兽技能书拿到手。邮箱上柴芳还贴心的给郑宇解释道，一个是15级3阶副的召唤兽，一个是20级4阶副的召唤兽，因为派系里面没有召唤师，所以大都不清楚这个副品阶的意义。不过这2本是派系能够找到的最高副等级的召唤兽了，你先看看类型，你喜不喜欢？如果不满意，副盟主可以给你再找找，只能诚意十足。毕竟无论是柴芳还是那位副盟主都不是召唤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可比江水市的周云不知道强了多少倍。郑宇也曾在圣殿里搜过15级的召唤兽技能书，最好的是一个2阶副的骷髅兵，售价100万，远不如派系给他的这本3阶副的牛头人。没错，这本15级可学的3阶副的召唤兽就是兽人类召唤兽牛头人，确实顶级。牛头人最适合战争的兽人，能抗能打，有输出有防御有保护有控制，可谓是真全面战士。直接副反正有恶魔契约可以升级，郑宇完全不担心。牛头人这个种类就是郑宇一直想要的召唤兽，如果哥布林将军是战斗经验和将军气势领先，那牛头人就是纯数值怪。正好神龙尊者羁绊效果全是100%加成，数值越高加成越高。身为肉坦战士定位牛头人，非常适合成为神龙尊者。还是老流程，化契约阵法，使用召唤兽技能书，签订牛头人成为自己第4只召唤兽。
一声标准的牛叫从契约阵法中传了出来。紧接着，一个身形庞大的直立牛头人提着一把比郑宇身躯还要大的巨斧走了出来，浑厚的气息直接让郑宇都有些喘不过来气。吃！牛头人喷吐出来的鼻息都有一种发动机喷气的感觉。主人！牛头人见到郑宇之后，恭敬地弯腰低头，声音浑厚且低沉。完一声主人之后，便不再话。这是第二只会话的召唤兽，哥布林将军和他。双魔火蛟从不话，不知道是不会话，还是孤僻到不愿意话。巨翅灵蝶倒是个话痨，而且很粘人，只不过他只会发出空灵的铃铃声，谁也听不懂他在什么。牛头人一看就是那种老实敦厚的性格。郑宇甚至都没有去看牛头饶属性和技能，直接开始附近化。因为等级的连续提升，意外之财早就到账了。14级获得1400点，15级获得1500点，16级获得1600点，算是完全领完了意外之财的奖励。郑宇其实之前也想过，要是意外之财不那么早抽到，70级是不是可以获得7000点意外之财？但反过来想，70级提升1级获得的血量上限比这点意外之财要多得多。更何况5阶副升级到6阶就已经需要5、6千副点了，到了70级这点够用，还能一直留着了。最关键的是，意外之财的效果是抽出来就直接默认使用了，想留都留不住。意外之财就是前期的东西，连续4次意外之财，5、6千的副点对前期的提升是巨大的，后期4次可能根本连1阶都提升不动。有了意外之财的补助，郑宇直接开始提升，消耗250副点，直接给牛头人进化到4阶副。召唤兽牛头人3阶副进化，召唤兽精英牛头人4阶，4阶可不够，继续提升，消耗600点副点。召唤兽牛头人4阶副进化，召唤兽战争牛头5阶。郑宇看了一眼，战争牛头提升到6阶需要4000点副点，比哥布林将军多1000点，比双魔火蛟少1000点。意外之财还剩下3650点，加上之前剩余的副点，再将升级获得的28点属性点全部转化为血量，只需要祭献掉3500点血量就能够凑齐4000点副点。郑宇算了一下，自己剩余的基础血量接近5000，利用恶魔契约祭献掉3500血量，有装备血量的堆积也还不算低，干脆干了，消耗4000点副点，进化战争牛头。召唤兽战争牛头5阶副进化，召唤兽蛮荒血脉战争牛头6阶。郑宇的第一只6阶召唤兽出现，郑宇直接将神龙尊者文章加在战争牛头上，再把执事文章从双魔火蛟身上拿下来，放在战争牛头身上。执事文章增加血量，非常适合战争牛头。召唤兽可以佩戴多个羁绊文章。目前战争牛头身上拥有2种羁绊，神龙尊者的鹰嚎羁绊，全部属性提升 50%， 执事文章的 VIP 执事羁绊，血量增加 20%， 并且将 VIP 效果直接转移到了牛头人身上。轰！一声闷响，一头身材魁梧、体型巨大、肌肉健硕的战争牛头从契约阵法中走了出来。相比于3阶的牛头人，这只蛮荒血脉战争牛头气势更加强大，身上充斥着血腥和肃杀的气息，皮肤上显露出红色的纹路，这纹路应该就是蛮荒血脉的体现。召唤兽蛮荒血脉战争牛头，等级17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6324、527，召唤师智力星号8系数正 50%， 神龙尊者提升。负6阶，距离升级还差2万点负加。技能1，战争践踏 LV17， 战争牛头发起对前方一切障碍物发起践踏攻击。技能2，蛮牛冲撞 LV17， 战争牛头对前方发起冲撞攻击，不可阻挡，冲撞过程中伤害减免 90%。技能3，战争怒吼 LV17， 发出战争怒吼，30S 内对友军提升 20% 的攻击力加成，对敌人造成眩晕效果。技能4，蛮荒血脉 LV17， 来自于蛮荒的战争牛头拥有非凡的体质，越战越勇。进入残血状态时，血量恢复速度提升 300%， 受治疗效果提升 300%。召唤兽装备无。看了战争牛头的属性，郑宇只想一个词：无敌。不知道战争牛头对上红衣女鬼能不能有胜算。6万的血量，6000的攻击力，有控制，有输出，还有蛮荒血脉的续航能力，不定还真有可能。得到了装备契约04只召唤兽，并把牛头人提升到6阶后，郑宇终于有时间开始写关于祠堂深渊的攻略。论坛里的人可都等疯了，一方面是好奇郑宇怎么通关的祠堂深渊，另一方面是猜测80的成绩到底是不是有可能。郑宇的攻略贴直接给了他们答案。凌晨1点左右发的帖子，攻略贴：上虞市经典深渊2阶段祠堂深渊噩梦级攻略贴，售价300金币，已经发布，瞬间登顶上虞市热门。竟然还有这种通关方式，闻所未闻。才，真他妈是才！我当初怎么没有想到换个视角去看待上虞村发生的事情呢？原来所谓的假先祖根本就是迷惑性条件，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条评论也同时成为最热门评论，因为评论者竟然是上虞市市长，也是曾经的纪录保持者张战。一时间，郑宇的这篇攻略卖疯了。郑宇的攻略贴一度成为论坛里最热门的帖子，一晚上就多出了几百篇分析这篇攻略的讨论帖。别看论坛老哥们实力不行，但他们分析起来倒真的头头是道的。尤其是一篇理性分析郑宇的实力，召唤师未来的发展真的会因为郑宇而走出下水道吗？
这篇帖子成为热度第2的帖子，以及到底是郑宇这名召唤师实力强，还是他比其他职业者更懂怎么通关噩梦级深渊，成为热度第3的帖子。总之都绕不开一件事，召唤师到底强不强？个人觉得郑宇实力也就只能算是一流，达不到中央区那群 SS 极负的变态。他之所以能连续通关2次噩梦级深渊，主要是靠脑子。真的，当我看了祠堂深渊的攻略后，我整个人都处在兴奋状态内，因为思路太牛逼了，竟然能够仅靠一些不起眼的线索，将祠堂深渊的故事脉络理清楚。其实郑宇最厉害的不是推理，而是大胆地推翻了张战的攻略。换作是我绝对按照张战市长的攻略一步一步去走，不敢有任何差错，敢去尝试其他通关思路，不正是实力的体现？我认同楼上的话，没有实力怎么敢啊？就没有人认真去看攻略吗？郑宇兜了，最关键的道具是村长的烟斗，得杀死阴魂村长才行。这么多年了，有人杀死过阴魂村长？还有祠堂那里需要打败红轿子，也就是得到红衣女鬼的认可，这不都是实力的体现？一群人理性的讨论，还有一群人在争吵另外一些事，比如文人晴雨、柯莹、柴云谁是正宫？1楼哥，你是真的吸？7楼我投文人晴雨，那身材绝了。19楼谁是正宫？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再比如哥布林将军真帅，戳我 XP 我可以。2楼人不能，至少不应该。8楼我觉得巨翅灵蝶才叫漂亮，早知道召唤师能召唤这么美的召唤兽，我为了颜值也会选择召唤师。9楼别幻想了，我见过其他的召唤师，不是丑陋的哥布林，就是弱的火元素精灵，根本没有巨翅灵蝶。10楼你得先有个 S 级副才笑。16楼问题是其他召唤师的哥布林丑的要死，为什么郑宇的哥布林这么酷？也有一些真正的分析贴，个人认为郑宇的噩梦级通关时间还能再缩短一些。攻略贴如何能够在郑宇的攻略上更进一步打破80-44分钟的极限？预测贴祠堂深渊理论极限时间。当然更多的帖子是乐子人发的。张战此时刷着论坛，笑着道，好久没看到论坛这么热闹了，我记得上次差点把服务器干坏，还是我通关祠堂深渊的时候。张战一脸怀念，然后问柴芳，郑宇下一场准备去哪个深渊？电影场还是黑暗谷底？柴芳道，祠堂。还是祠堂？是有些事情要去办。张战皱眉，不对啊，郑宇没理由不知道记录奖励只能拿1次的，你没劝他？柴芳耸了耸肩，劝了，但他提到了隐藏任务和完美通关。张战眼睛一亮，他有信心。谁知道呢？如果他真能完美通关噩梦级祠堂深渊，上于是新职业者都会得到便利。柴芳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直接断言郑宇能不能完成，已经被打脸过1次了，他不想经历第2次。转眼之间3过去，郑宇的攻略依旧在热度榜第1，因为不仅上于市的职业者，江水市也贡献了不少，周边的城市也有好奇的。总之热度不退。但在这早上，一个消息直接再一次登顶。最新消息，郑宇竟然再一次进入噩梦级祠堂深渊。5楼不理解，郑宇的实力明明可以去通关其他2个噩梦级深渊，为什么还要进入祠堂？9楼你还真当噩梦级深渊是随便过的啊？人家也得考虑危险系数啊。通关有攻略的祠堂和去通关没有攻略的电影场，当然是祠堂更好过。10楼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继续进入祠堂，毕竟已经通关过1次噩梦级祠堂深渊，相对来更熟悉更稳。19楼失望，只能失望。47楼我还以为郑宇能给上于市多添一个噩梦级攻略呢。66楼不是，人家已经打破了记录，并以很低的价格分享了攻略，你们是不是有些道德绑架呀？75楼人家进什么深渊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怎么有一群连简单深渊都过不去的傻逼在那里叫唤个不停啊？101楼哈哈，太有意思了，郑宇进个深渊都能吵起来。164楼毕竟这里都是一群根本过不去深渊，闲得只能水论坛的乐子人罢了。郑宇再次进入噩梦级祠堂深渊的消息瞬间成为热点，毕竟真的希望郑宇能够变强下去的职业者很少，有嫉妒的，有看乐子的，有暗戳戳希望郑宇出问题的，还有江水市的职业者拱火，论坛几乎全都围绕着郑宇谈论。不过这次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结束了，因为郑宇通关的信息在不到5个时后就通知给了全上于市的职业者。通知，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祠堂深渊噩梦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5时21分11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钱、武僧、柯莹、刺客、文人晴雨、刺客、柴云、游侠。该战队成员已领取过历史记录礼包。论坛里一瞬间弹出无数问号的帖子，表达了他们的疑惑和震惊。然后在那篇预测贴祠堂深渊理论极限时间，一条评论悄无声息的弹出：第1084楼不用猜了，亲测极限时间5时21分钟。当然如果不做隐藏任务，不要求完美级别通关的话，应该能在4个半时就可以了。发这条评论的人正是郑宇。6，我无话可。50，我擦，畜生啊，真不给后辈留一点希望吗？直接极限了。郑宇永远低神，不是有意义吗？你刷新了极限时间也不给你奖励啊，还不如给上于市以后的职业者留点空间。就知道自己装逼，不知道给后辈留个后路。我估计以后想要刷祠堂深渊的职业者得恨死郑宇。等等，你们难道没有看到郑宇隐藏任务和完美通关这2个词吗？有啥用？又和我没什么关系。在乱糟糟的评论中，一条带着 V 标的人回复道，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很大。实话，
你们一定会为你们的言辞而感到愧疚的。哼，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让我愧疚的。就在这条评论被一堆如赞的时候，一条系统评论弹出：通知，上虞市职业者队召唤师队完成噩梦级祠堂深渊隐藏任务，红轿子、红衣女鬼将不再出现在祠堂深渊正。上虞市职业者队召唤师队已完美通关噩梦。祠堂深渊噩梦级是祠堂深渊最高等级难度，该深渊所有难度等级均下降 20%， 奖励增加 20%， 永久有效。授予上虞市职业者召唤师队内的5名职业者完美祠堂深渊成就徽章。上虞市圣殿中将会出售召唤师队成员限时专属祠堂金卡，购买金卡的职业者在进入祠堂将会得到该金卡职业者虚影帮助。购买限时48时，过期下架，价格由队员自己设定。论坛的沉默震耳欲聋，系统的提示让除了张战和柴芳以外的所有上虞市职业者都始料未及。道歉，刚才郑宇自私嘲讽郑宇的人赶紧道歉，给你们3分钟时间，如果不道歉，休怪我人肉你，然后上你家泼大粪，赶紧给我义父道歉，给我亲爹道歉，楼上的还是你更不要脸一些。今后谁要敢再骂我义父一句话，我扒了他的皮，谁要敢再惹我义父生气，我直接登门拜访。原来完美通关还有这种奖励，我第一次听。祠堂深渊难度降低 20%， 而且不仅仅是噩梦级深渊，包括简单、普通和困难，奖励还增加 20%， 这简直太离谱了。不别的，就单单这永久有效，我都不敢想郑宇以后有多少个干儿子，太尼玛离谱了。这上虞市的职业者得把郑宇供起来吧，气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机制？哈哈哈，不行了，笑死我了，楼上的是江水市的吧？哈哈哈，你笑得太大声了，吵到我眼睛了，但真的很好笑，我也憋不住了。一时间论坛再次欢声笑语，只不过快乐是上虞市职业者的，只有江水市职业者默默地把痛苦吃下。哈哈哈，早就从祠堂深渊溜出来回到别墅的郑宇他们笑得也是极为嚣张，陶钱肚子都笑疼了，因为江水市论坛里正在炮轰周云，管理封都封不过来，因为太多了。论坛老哥们别的不行，喷人那简直就是财，各种周云的丑照、讽刺梗、阴阳怪气全都用上，给陶钱他们看的这个开心。宇哥你别，这种感觉是真他妈爽。文人晴雨也笑着道，我之前还一直担心你以后被李家派系针对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初和周云李楠对着干，现在我不担心了，因为陶钱的队这种感觉真是太他妈爽了。文人晴雨也罕见的爆了粗口。郑宇摇了摇头道，其实我没想到完美通关会有这种机制，本来短时间内让周云后悔这件事是不现实的，只能红衣女鬼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再次进入祠堂深渊时，郑宇才明白红衣女鬼为什么要提醒自己那3件事情了，因为只有完成杀死绿眸黄皮子，保证铜盆中的火焰不灭，才能真正的送走红衣女鬼。这就是隐藏任务，将不属于祠堂深渊的红衣女鬼送走，而这个任务必须是红衣女鬼亲自提示，光靠猜是不可能猜得到的。也就是这个隐藏任务必须要进入2次祠堂深渊，再把村长棺材扛着送到祠堂，凑齐4口棺材，就能完成完美通关条件。郑宇只知道隐藏任务，并不清楚完美通关有这种效果，并且第2次进入祠堂深渊得到的东西可比通关1次其他噩梦深渊要多得多。隐藏任务给了一个璀璨宝箱，没错，璀璨级宝箱，必出璀璨装备。璀璨级装备在40级都是稀有中的稀音，可不是一个历史记录礼包能够比拟的。完美通关给了2个奖励，一个是成就徽章，完美祠堂深渊成就徽章，完美通关2个噩梦级深渊。成就基础属性智力正 2%， 力量正 2%， 成就特殊属性对鬼系生物的防御增加 10%， 效果还行，在成就徽章里算是不错的了。另一个奖励便是那个金卡特权。郑宇点开圣殿商城，便直接弹出一个通知，你已完美通关祠堂深渊，获得祠堂深渊特权金卡，未来48时内将会在上虞市圣殿商店中位于置顶位置，购买金卡的 50% 的收益将会归你所应，请设置价格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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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宇看到商店置顶位置还真有5张金卡，上面写着他们5个的名字，目前处于未定价待售值的状态。郑宇点开自己的金卡，特权金卡召唤师队队长郑宇，职业召唤师，价格未定价，使用方式只能在上虞市祠堂深渊中使用该金卡，释放金卡专属职业者的虚影，帮助进行5分钟的战斗，根据深渊难度调节虚影实力。 PS 仅上虞市职业者使用， PS 仅限购买者使用，不可转赠，不可出售。这东西不错啊，虽然只出售48时，但郑宇估计会卖爆的。即将升到2阶段的职业者必买，不是职业者的年轻人如果有钱的也会囤一个。叮叮叮，郑宇此时的邮箱不停地响着，他打开看了一眼，全都是喊义父的，还有直接道歉的，有让郑宇不要生气的。一旁的文人晴雨笑着道，估计是想让你便宜一点。你打算设置多少？陶钱问道。他们的金卡无所谓，没有人会买，毕竟没有人会买酱油的特权金卡，但怎么设置价格是个大问题。但郑宇却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要定价？陶钱不解地问道。你不卖了？卖当然是要卖的，但定价这件事要给专业人士去做，定高了会有人我狮子大开口，定低了我又不是他们亲爹，没必要赔钱赚吆喝。
所以这口锅得有人替我背着。郑宇给柴芳打去零话。上虞氏办公室，柴芳挂零话，笑得很奇怪地对张战道：“我记得你前妻还郑宇是个年轻人，你见过这么贼的年轻人？”张战笑着问道：“他是不是把定价的事情交给我们了？”柴芳点头，他告诉我，义父才是历史上最惨的存在，他不想当，让我来当。哈哈哈！张战笑得合不拢嘴，这字真有意思。柴芳无奈的道：“那能怎么办？上虞氏好不容易出来的财，得伺候好啊！我一会给市民发公告，是价格由我们市长办公室商议出来的，定在100万，太贵了。上虞氏有几个能拿得出100万的职业者？也是，能拿得出这笔钱的，估计也不需要特权金卡了。50万吧？行，价格适中，还能增加销量。不过就算这样，也一定有人骂贵。”张战摆了摆手，无所谓的道：“狮子多了不咬人，不能全都照顾。反正郑宇的意思不就是让我们来挨这个骂吗？我就惯着他了，这个骂我挨着了。”张战不在乎，不就是挨骂吗？相比于郑宇给上虞氏带来的实惠，这点事情他再不接着，和周云有什么区别？没人比他更清楚完美通关的机制有多香，能够让一个市的实力提升多少。张战都能想象得到，未来几年里上虞市的整体实力会增长多少。中午，上虞市的职业者们收到了来自张战市长的亲自发文，直接明了郑宇将金卡定价的事情交给了市长办公室去做，既表现了郑宇对上虞市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上虞市职业者的看重。没有随便定价，也没有慢要价，而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最终定价员出乎张战的预料，非但没有骂他的，反倒觉得市长办公室的定价很合理。实话有点贵，但我会买，我也会买，不为别的，郑宇明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妒忌他，讽刺他，挖苦他，他还以德报怨，放弃一次刷新记录的机会，帮我们完美通关，拿到这么大的实惠。是，买爆！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州区那些才比我们升级快了，他们一定有完美通关的深渊。也不全是，我倒是查了一下，整个九州真正完美通关的深渊也没几个。对于中州区的职业者来，2阶段就是过渡阶段，真正的才不可能2次进入相同的2阶段深渊。3阶段深渊难度呈指数形式增长，想要完美通关就更难了，所以只有2阶段有可能。所以得买啊！郑宇真的，他温我哭，买必须买，但50万还是贵，量力而为呗。对于能够提升到2阶段的职业者来，50万不贵，其他的职业者看家庭状况去买，也算是感谢郑宇了。是的，咱不能像江水市的那群职业者一样，郑宇都寒心过一次了，不能再让他寒心了。的没错，金卡一经销售，竟然一瞬间直接出售出去100多份。要知道50万可不是数，能够直接拿出50万购买的职业者，都是家里有钱的，或者已经是成熟职业者，能够赚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上虞市职业者的团结让张战非常感动。不枉我给你们拉来了郑宇，有恩，你们是真谢啊！与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团结一心的上虞市不同，江水市很丧，非常丧。寒街深渊大厅里，那挂着郑宇名字的记录更是刺眼的不得了。这里到处都是认识郑宇的职业者，有郑宇的同学，有曾经差点进入郑宇队伍，还把郑宇嘲讽过一次的路人。当然，没有吴宗和李峰，这俩人避风头去了。所有职业者谈论的话题几乎都是郑宇。你要是郑宇留在咱们这里该多好。是啊，那个完美通关的机制，我看着都羡慕的要死过去了。降低20%的难度，提升20%的收益，还有金卡特权，这就意味着2阶段有了保证。很难想象未来上虞市的实力会因为这个副本提升多少。哎，别了，羡慕死了。上虞市先有张战，后有郑宇，尼玛，我们江水市有什么？有周大院种，别提他了，晦气。要是没有他，郑宇不可能走。我听当初郑宇的爷爷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及时给补助，买不起要死的。真的吗？贴吧上的。周大冤种真是畜生啊！江水市办公室，周云正在闭目养神，但秘书能够从他额头爆起的青筋看出他不那么平静。秘书犹豫了一下，干脆直接道：“管理员，帖子删不过来，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暂时关闭论坛。资源部李部长让我跟您，他有事需要回派系一趟，最近资源部的事情需要您帮忙管理。还有吗？”应。周云的青筋又大了一点。派系拒绝了您申请的深渊请求。下一件事，周云打断了秘书的话。被开除的14名专家联合上诉了省区，省区需要您给他们一个答复。够了！周云猛地睁眼，红血丝布满眼球，很显然他昨晚没睡好觉，一个个的都他妈不让我省心。垃圾程序员如果搞不明白，让他滚蛋！那群傻逼专家，我回复他们，他们有什么资格上诉？李楠他还真以为自己拿捏住了我，要不是他有个好爹，他他妈的算老几？搞了一堆烂摊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还有那个郑宇，就是一个召唤师，他还真以为他是只骄子了，敢和我撕破脸！周云不顾一切的吼着，发泄着。其实不全是因为郑宇，郑宇只是个导火索。他45级了，却始终没有进入派系，好不容易搭上了李楠的光，却又碰到了郑宇这么个刺头。本以为用名声换来的派系资格，能够顺利的组成队伍进入深渊，但还是被拒绝了。派系根本没有重视过他。周云感觉自己这些年就没有顺利过，一时间委屈、愤怒、难过的情绪全都涌出来，让他这个强者也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情绪失控。但好在也只是短短1分钟的宣泄。他理了理乱聊头发，
情绪恢复平静的道：“没关系，都没关系，只要我坚持到50级，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全会消失。他只是个召唤师，而我是即将成为50级觉醒者的9州中流砥柱，完美级通关。哼，一个2阶段深渊，一点恩惠，就让你们埋怨起了你们需要依仗的市长。只要我觉醒成功，他们现在骂得越狠，将来就会越后悔。”周云着看向身边的秘书，质问道：“你不信？”秘书表情平静：“我信。”但眼神却露出了些许无奈。嘿嘿嘿嘿，鸡汤不是加更来了。2的时间，金卡售出335份。对于上虞市这么个不大的城市来，能有335名职业者掏出50万购买一张金卡，实属不易。因为职业者本身就只占普通饶 10% 的数量，再加上大部分职业者都有自知之明，根本无法进入2阶段深渊，买郑宇的金卡对他们来一点用处没因。还有一部分有钱的职业者已经过了2阶段，也不需要金卡了。换句话，2阶段的职业者和有希望升级到2阶段的职业者能买的基本都买了。毕竟每年能够走出上虞市的3阶段职业者甚至不到10个。335份，一份50万，总共收益 1.675亿，分到郑宇手上也足有8375万。郑宇看着自己账户余额上的巨额数字，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原来一个目标真的不难。郑宇账户上不止8000万，前省区的资源就已经批了下来，10级的黄金装备全套，20级的全套黄金级装备。郑宇申请将装备换成一堆强化石和锻造石，因为20级的装备也是黄金级别的，虽然每件也有个100万的价值，但郑宇还真不需要。2次噩梦级祠堂深渊，凑够了上衣、下装、帽子、手套的黄皮子4件套，戒指有怨念戒指，手镯有阴魂聚集体爆出来的阴魂手镯，手镯是铂金级，黄皮子4件套是黄金级，都是20级的装备，比省区发下来的20级散件装备更好。换句话，郑宇并不很缺省区发现来的资源，总价值甚至不如金卡的8000万分红，但他要的是一个态度。更何况这些资源本就是他的，他就算不需要也不可能给别人。一枚强化石市价20万，一枚锻造石市价也是20万。申请下来之后，直接将装备按照1阶段的5000万价值和2阶段的5000万装备价值直接折算成了250块强化石和250块锻造石，再补偿一些2000万的现金。郑宇兜里正好拥有一个目标，以及一大堆的强化石、锻造石，材料准备就绪，现在就看隐藏宝箱给什么了。郑宇拿出噩梦级深渊祠堂隐藏任务给的璀璨级宝箱，心中有些激动。圣殿拍卖行证，拍卖的最低级的璀璨装备是一件30级的战士长裤，拍卖价格是3个目标，4年前被一位姓王的富二代买走。20级的璀璨装备至今没有出现在拍卖行证，无价也无剩。强化石和锻造石就是为了这把20级的璀璨级装备准备的。郑宇搓了搓手，略带激动地打开宝箱。嗡，一道璀璨光芒从宝箱中闪烁而出。你已打开璀璨级宝箱，获得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 LV20 璀璨级。武器，郑宇一喜，还是法杖，我运气这么好。20级的装备，郑宇其实已经基本凑够一套了，黄皮子4件套，阴神靴、阴神手镯，加上还能继续戴着的怨念戒指。只有首饰3件套中的项链冰晶吊坠差一点，但也不影响战斗力。唯独法杖还是10级装备，没想到竟然从璀璨级宝箱中开出了武器，还正巧是法杖装备，正好还省下了装备锻造器。这把法杖呈现一种虚幻的外表，法杖的杖头位置有一颗拳头大的水晶球，里面蕴含着让郑宇都感觉到虚幻的力量。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法杖精通职业，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450，施法速度正 50%， 元素伤害正 80%。 装备效果，幻灵法杖可以吸收元素力量，在元素力量达到 100% 时释放主动技能幻灵。幻灵，下一次释放的技能将会复制一个相同的幻灵技能进行释放，幻灵技能拥有原本技能的 80% 的强度。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幻灵，复制技能。郑宇的笑容逐渐放大。对于召唤师来，召唤兽就是他的技能，那岂不是意味着可以复制一个召唤兽？虽然只有 80% 的强度，但就算是 80% 的战争牛头，也足够让对方头疼的了。很好，很好，不愧是璀璨级装备。郑宇估计，如果在3阶段遇不到更好的装备，这件能够复制技能的幻灵法杖会用很久。强度不错，可以打造一波。在确定了幻灵法杖的强度之后，郑宇决定打造一波装备，因为打造的用掉的锻造石和强化石并不会浪费，等有了替代装备之后，卖到拍卖行，价格的估算是会考虑到打造程度的。现在的打造，以后都会有人买单。璀璨级装备不愁没人买。郑宇直接来到上虞市圣殿，大厅是转职场所，新人都会在这里转职成为职业者。如今已经过了转职季，这里的人已经很少了。2楼是各个工会的办公处，郑宇从未上过2楼，因为没有召唤师工会。郑宇这次要去的是地下1层，也就是圣殿专属锻造场所。坐电梯下楼，来到气温比外面高很多的地下室，一名工作人员迎接郑宇，礼貌地问道：锻造装备还是强化装备？杜英，有预约的师傅吗？郑宇摇头。工作人员看了一下电脑，然后道：目前有3位师傅在空闲状态。郑宇问道：怎么收费？方便一下您要打造的装备等级和品质吗？
根据等级和品质的不同，师傅的收费价格也不同。郑宇对于打造装备这方面了解的不多，便直接问道：有区别吗？有很大区别，无论是强化还是锻造，亦或者是精炼、镶嵌符文，都有一定失败的几率。但越高级别的锻造师傅，成功率也会越高。比如您的装备是10级装备，那5级的锻造师一定比10级的锻造师成功率要低。而且装备的品质越高，需要消耗的打造材料也越高。我们当然希望上于世的职业者能够尽可能的节省锻造材料，所以我需要根据您的装备品质、装备等级来给您选择锻造师。锻造师也是一个职业，而且是非常特殊的职业，不需要刷深渊也能够挣大钱的职业者。唯一和其他职业者相似的是，他们受缚限制更大。郑宇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之后，便直接拿出了远古幻灵法杖。我要打造的是这把武器，20级璀璨品质远古幻灵法杖。随着郑宇的介绍，工作人员先是一愣，然后确认道：璀璨级。郑宇点头，对，璀璨级。咱们上于世有能打造这把武器的锻造师吗？工作人员看着这把幻灵法杖，在确定确实是璀璨级装备，并看到登记表上郑宇的名字之后，立马道：请您稍等一下。锻造师没等来，等来了柴方的电话。你要打造装备，怎么不先找我？我给你安排啊。郑宇笑着道：我也不知道打造装备这么多道，我以为只要有材料、有装备，找个锻造师就能打造了，没想到还需要预约。根据工作人员的法，上于世只有一名4星锻造师，换算成职业者等级，大概介于30到40级之间。只有这名4星锻造师打造过璀璨级的装备。很显然，工作人员搞不定了，给柴方打电话求助，柴方才给郑宇打的电话。你放心吧，我来安排。稍等一会。电话挂断不到10分钟，郑宇就看到一名身材健硕、40岁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看到郑宇后，先是惊讶了一下郑宇的年纪，然后直接问道：璀璨级？郑宇点头，将幻灵法杖递给他。确实是璀璨级装备，虽然只有20级，但品质算是顶尖级别的了。准备了多少材料？郑宇看了一眼仓库，道：强化1400，锻造1400。男人看向郑宇，沉默了一下，自言自语的道：也对，能在2阶段里得到这种极品武器，也不差钱。我叫孟震，4星锻造师。男人自我介绍道，然后跟郑宇道：你这件装备锻造，按照成功次数收取锻造费用，具体费用表一会工作人员会给你，收费会比较贵，不过你应该不缺钱。郑宇点头，只要不太夸张，我都能付得起。400枚锻造时，保底能给你锻造到11级，运气好能到13级。11级的话，收取锻造费在200万左右，13级在300万左右。400枚强化时，不敢保证能强化到多少，但根据我的经验来看，120级的璀璨装备大概能强化到8左右，强化贵一些，价格在400万左右。郑宇算了一下，还不到1000万，便点头道：那还不算太多。孟震忍不住吐槽道：和你这1个多亿的打造材料比起来，这点打造费用确实不贵。跟我来吧。孟震拿着那把法杖，带着郑宇进入一间锻造室。屋内空间很大，中间有一座巨大的机器正在呼哧呼哧的冒着热气。锻造室内有很多人，足足有30几号，都在快速的忙碌着。其实是出乎郑宇预料的，他以为这种强化和锻造会比自己想象的更简单，没想到需要这么多人和这么多机器。停一下。孟震拍了拍手，让学徒都停下手上的活。从今开始，我们打造这把武器，其他的事情先停一停。一名学徒问道：郑阳的那把黄金级战士重剑要到日期了，不做了吗？孟震道：没事，他不会投诉我们的。一旁听着的郑宇猜测，估计是柴方通知的。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喜欢了这种拥有特权的感觉。上于世最强的锻造师，因为自己停下了其他饶锻造计划，优先给他打造。郑宇此时也理解了周云，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里，周云还从未遇到过敢和他这么对着干的弱者。孟震看出其他学徒有些许疑惑，便把郑宇那把璀璨级的法杖拿了出来。你们算是幸运，能够在学徒期间摸到璀璨级的装备。接下来，咱们的重心就是打造这把璀璨级法杖，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随后，孟震给郑宇解释道：我们锻造师的升级方式就是锻造装备，装备品质越高，分到的经验就越高。别看我收了你几百万的锻造费用，但几乎是不挣钱的，只能是收了个成本价。对于打造装备这件事，郑宇了解的确实是少，他也没去细问，只是问道：那我什么时候来取装备？1周之后。好。郑宇将锻造石和强化石交给孟震，约定了1周之后来取装备。郑宇并不担心他们私吞自己的材料，一是锻造师有职业道德的限制，一旦私拿材料或者偷工减料，会受到圣殿严重的惩罚；二是锻造期间全程录像，普通人无法进入工作室，并且锻造室处于圣殿的正下方，除了郑宇这个材料主人之外，谁都无法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带出圣殿。主打一个安全。在等待装备打造的期间里，郑宇打算再进入一次深渊，将等级提升到3阶段深渊。之前第2次进入祠堂深渊，获得了通关的10万经验奖励，以及深渊内各种阴魂的经验奖励，大概7、8万左右。等级提升到了19级，正好还能够刷一个2阶段深渊。我推荐去电影厂。别墅内，郑宇等人正在讨论着下一个深渊的计划。柯莹提议道：电影厂和祠堂深渊一样，都是鬼系生物深渊，我觉得能够更有把握通关。陶钱没有反对，但他却表情怪异的道：你认为郑宇现在进哪个2阶段噩梦级深渊没把握？现在讨论的是进入哪个深渊收益更大，而不是考虑难度。柯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宇哥的实力确实很强，但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深渊，我推荐最稳当的。”郑宇：“有道理。”柯银高兴问道：“所以宇哥选电影厂？”郑宇没有回答。文人晴雨则提议去黑暗谷底，他的理由是黑暗谷底是黑暗系的深渊，这种深渊的奖励应该会更高一些。应该有确切数据吗？柴云问道。文人晴雨拿出电脑道：“根据其他难度的攻略做参考，能够很明显的比对出电影场的困难深渊奖励远不如黑暗谷底的深渊奖励。最重要的是，黑暗谷底的怪很多，得到的经验也相对来更多一些。”文人晴雨还是有私心的，既然这已经是他们最后一次抱郑宇的大腿，那就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保守通关。郑宇这时抬头问道：“黑暗谷底怪很多？”文人晴雨回答道：“很多。黑暗系虫族深渊。”虫族？郑宇思索了一下，那就是他们没脑子喽。文人晴雨虽然不懂郑宇为什么这么问，但他还是谨慎的回答：“虫族有虫母，有种族社会习性，不能算是没脑子。但2阶段深渊应该遇不到虫母吧？”郑宇点零头，那就没问题了，就选黑暗谷底吧。玩了2场脑子了，有点累，是时候来一场什么都不想，没有阴谋诡计，没有推理揣测，一场只有横推和杀戮的屠杀局了。确定下来，进入黑暗谷底深渊，接下来便是各种准备、攻略、物资、食物、帐篷等等。在等待召唤兽恢复精力的这集，郑宇他们也没闲着。成年第一件事，考驾照。毕竟有钱了，需要给自己买一辆车，提升一下生活质量。上次去圣殿还是坐了一个公交车去的。他们也因此喜提新的日文名字。陶钱叫系下安全带，文人晴雨叫松下手刹，郑宇叫起不熄火。柴云和柯银都没有去考驾照，柯银是因为身份问题办不了驾照，柴云则是因为他1年前就有日文名字了，叫柯二五次郎。黑暗谷底深渊大厅，在驾校受了一肚子气的郑宇准备进入深渊换换心情。再厉害的职业者也会被教练骂。当初张战也是在这家驾校学的车，至今驾校还挂着张战把刹车当油门撞歪了一棵树的照片，这反倒成了驾校的宣传标志。郑宇加油！就在等待陶钱去办理进入深渊的手续时，远处几个职业者冲着郑宇喊道。郑宇礼貌的点零头，算是回应了他们的加油。经过金卡事件，郑宇嫣然已经成为除了张战之外最知名的职业者，当然仅限上虞胜，还带算上江水胜。只不过上虞市职业者对于郑宇的态度是感恩和尊重，毕竟一个完美通关就已经预定了上虞市未来的高速发展。江水市职业者对于郑宇的态度就复杂的多了，有妒忌的，有惋惜的，有后悔的，更有因为郑宇离开而生恨的。不过这些和郑宇没什么关系了，他们这些情绪最终只会反馈给始作俑者周云。尤其是在金卡事件出现之后，整个江水市的论坛都关闭了，可见看似平静的周云已经急了。这是郑宇喜欢看到的，他也一点不会同情谁，当然没有了圣母心，精神状态好多了。郑宇看着外面逐渐增多的职业者，大概是有人将自己在黑暗谷底深渊的事情发在了论坛里。郑宇召唤师抓紧时间，陶钱武僧已经弄好了，随时可以进入深渊。郑宇召唤师好，都准备好了吗？文人晴雨刺客 OK， 柯莹刺客准备好了，队长。柴云游侠准备好了，队长。郑宇召唤师进了，正在进入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请稍等。传送光带落在郑宇和其他4名酱油的身上，下一刻人消失在了黑暗谷底深渊大厅。刚刚来到这里看热闹的职业者没能看到郑宇进入深渊，都非常失望。可惜啊，没能赶上。在职业者圈子内流传着一种玄学，只要能够和大神进入最高难度深渊时的传送光柱合影，自己下一场就能有好运气。虽然这是迷信，没有任何证据，但这个世界的中流砥柱职业者们反倒是最迷信的。甚至有职业者开通关宝箱前都会去寺庙祭拜，然后花钱找大师进行一场赛博开光。因为大师也是职业者，一般是牧师这种辅助职业，牧师的镜头是大师，既荒唐又合理。没关系，错过了入场可以等郑宇他们出来，效果是一样的。关键是郑宇什么时候能出来？黑暗谷底困难级深渊最快的记录是27个时，噩梦级应该长一些，但按照郑宇的实力以及他的通关思路，保不齐闹出什么幺蛾子，不定会更快。不走了，直接住这里。职业者物品栏里必备物品：帐篷、炊具、睡袋。除非是像郑宇这种追求通关速度的大神职业者，一般职业者基本都是怎么稳怎么来，打一波怪都能在原地休息1的程度。这种野外生存用具是必备的。于是整个黑暗谷底深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一群职业者直接在大厅打地铺睡觉，或者凑够几个人开始打扑克消磨时间，为的就是等郑宇出来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合影，颇有一种狂热粉丝等待明星的感觉。上虞市职业者聚集在这里的照片也通过论坛传到了江水市和其他城省，非但没有遭到嘲笑，反倒收回了一堆羡慕。于是的职业者踩了狗屎运了，先是完美通关降低了难度的2阶段深渊，然后是郑宇的金卡才50万，现在连蹭运气的机会都只属于他们，羡慕都累了。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不是有意义吗？你一看就是没进过深渊的新人，看攻略和亲自进入深渊根本就是2种感觉，经历过深渊的职业者才能懂迷信的重要性。在生死面前，哪怕是玄之又玄的一个动作，真正的职业者也不会放过。
郑宇是那种在进入之前就一定能保证通关噩梦级深渊的大神，就算作为追星也值了。可能郑宇都想不到，他在上虞圣江水市周边的这几座城市里，竟然名气这么高。他确实不知道，因为他现在正在黑暗中看着眼前的任务。任务，你是汉克上尉带领的作战部队中的一员，你们刚刚执行完一个探索任务，正在离开的途中遇到了巨大的暴雨，暴雨将唯一的洞口堵住。你们现在的任务是逃离这里。郑宇看着眼前系统弹出的提示，黑暗逐渐淡去，眼前开始出现模糊的几个身影。他能听到周围呼啸着狂风，暴雨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周围温度变低，身体感受到了潮湿和寒冷。这是逐渐进入深渊的一种现象。黑暗谷底深渊是稍有的半眼泪深渊，在这个深渊里拥有设定好的身份和任务。哎，醒醒，我们得赶紧走了，不然那帮虫子会把我们堵住这里的。声音很低沉，郑宇感觉到自己被搀扶起来。在被搀扶起来之后，终于得到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搀扶他的人名叫艾德蒙，郑宇很熟悉这人。黑暗谷底困难级攻略里写得很清楚，这人是唯一对职业者有善意的作战队员。谢谢。郑宇礼貌的道谢。艾德蒙一脸认真的道，谢什么？我该谢的是你，要不是你，我现在已经被压在塌方的碎石下了。现在不是话的时候，队长已经决定继续往前走，绕过这片区域往东南方向走，有能找到出口。东南？郑宇想起攻略里提及到，东南方向是走不出去的，还会浪费很多时间。最重要的是，东南方向没有值钱的虫子可杀，都是些经验低的垃圾货。宇哥，这时郑宇身后是陶钱的声音，和自己一样，陶钱、文人、秦宇他们也在这支队伍里面。就在这时，喂，你们几个赶紧离开那里！一道厉声呵斥提醒着郑宇他们。吃！一只巨型昆虫在黑暗中窜出来，朝着郑宇他们猛地冲过来。心！艾德蒙直接挡在郑宇面前，妄图用身体挡住那只巨型昆虫的攻击。周围的 NPC 队员及时拿出手中的枪械对昆虫进行扫射，但子弹打在昆虫身上却被一层透明的薄膜挡住，无法伤害到它。早就有准备的郑宇提前释放出了哥布林将军。轰！巨型虫子没有伤害到艾德蒙，而是被一只骑着巨狼、身材魁梧健硕的哥布林将军挡住，仅仅一锤便将子弹都打不穿的巨型虫子锤飞了出去，撞到身后的岩石上，直接撞碎，爆成一团绿色的血水。非常暴力的一击，击杀异形虫 LV20，获得经验741，经验非常低。这是郑宇早就知道的事情。黑暗谷底的怪多，但个体实力较差，经验自然也就很低。但实力较差，只是相比于现在的哥布林将军来，实力较差。对于其他职业者，一只虫子不能对付，但黑暗深渊谷底的虫子是成群出现的，经验少，难度高。这就是上虞市职业者很少选择黑暗谷底深渊的原因。这突然起来的一幕，让周围的 NPC 队员很是惊讶，他们露出疑惑和震惊的情绪。尤其是之前那个催促他们离开的那名队员，更是惊讶地问道：“你什么时候觉醒的异能？”这是黑暗系深渊的特色，这里的 NPC 和怪物拥有异能。郑宇召唤出来的哥布林将军，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异能的一种。而周围队员的那种疑惑和震惊，是每一个进入黑暗谷底深渊的职业者都会经历的一次剧情。在上虞市，大家是这么评价黑暗谷底的：一场爽文主角沉浸式视角的深渊之旅。如果不是因为虫族过于强大，数量太多，不好通关，黑暗谷底深渊无疑是最具有娱乐性的深渊。你可以在深渊里尽情装逼，展现职业者的技能，无论是什么技能，都会引来队员的惊呼和震惊。哪怕你在现实中是个只有 F 级副的职业者，在他们面前放个元武斩，都能得到他们的夸张反应，极度满足个人虚荣心。实话，当初郑宇也是看了这段评价，才最终做决定，选择进入黑暗谷底的，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现在看来，评价的很正确，这群没见过世面的 NPC 表现出了应有的反应。只是这种在 NPC 面前装逼的感觉，只能中等爽度。还没完呢！郑宇打断了还想要继续表现吃惊的 NPC 队员们，指了指黑洞洞的洞口处。没过几秒，就听到里面响起嘈杂的声音，嗡嗡嗡，数十只巨型昆虫正在靠近。操！汉克骂了句脏话，然后提起手上的机枪，对着黑暗里刚露头的异形虫一顿扫射。和其他队员的攻击不同，队长汉克子弹呈现一种蓝紫色的状态，撞击到异形虫身上时会爆出紫色电弧，直接刺穿异形虫的薄膜护盾，进行击杀。队长汉克也是异能者，是整个队伍里面唯二的异能者。另外一个异能者是副队长，也就是刚才催促郑宇的那人，他手上拿着一把泛红的钢刀，正冲进虫群。郑宇急了，不是，这是我的虫子，我的经验，火胶。一只虫的经验少，但30只虫就是2万经验，19级升级到20级需要17.5万经验，3万经验还真不算少。轰！双魔火胶一出，直接照亮整个山洞，也照亮了虫族的身体，让他们身体燃起火焰，彻彻底底的 cos 了一把萤火虫。火焰光环将所有虫族拖进属于双魔火胶的领域，跟双魔火胶抢经验，不可能的。对付这种成群的怪，才是双魔火胶的绝活。一段段过万的伤害，密密麻麻的出现在虫群当中。本就血量不高，能够被哥布林将军一棍子砸死的异形虫，根本扛不住一波伤害，直接烫死。在刺汤深渊里，鬼系生物拥有半数的伤害减免，烧起来伤害看着不高，但在黑暗谷底里面，这才是双魔火胶应有的伤害。这还是郑宇没有更新装备，还带着10级那套装备的伤害，要是升到20级，带上幻灵法杖，伤害会更高。
击杀异形虫 LV20，获得经验774。击杀异形虫 LV20，获得经验658。击杀异形虫 LV20，获得经验794。击杀异形虫 LV20，获得经验702。一只虫子700左右的经验，这还是噩梦级深渊难度，一波杀光赚了不到2万的经验值，不多，但很爽。郑宇一脸满足，他体验到了割草无双的爽服。之前无论是杀寒尸还是杀鬼系阴魂，都需要持续进行灼烧，才能在双魔火胶精力消耗完之前烧死一波怪。但面对虫族，他们只要进入火焰光环，就是直接死，这才是真秒杀，感觉确实爽很多。最重要的是，在公里远虎海克斯强化符文的效果下，一波还没烧完，精力就已经补满了。在黑暗谷底深渊，双魔火胶好像能够做到真正的持续输出，精力多到用都用不完。虫子没了，周围也安静下来了，都在看着郑宇身边的这只双魔火胶。你好强啊！艾德蒙弱弱的道。他突然感觉自己挡在郑宇身前的动作有些多余。郑宇却认真的拍了拍艾德蒙的肩膀，道：感谢。无论对方是不是 NPC， 无论剧情设置是什么，这种奋不顾身帮队友挡伤害，这种知恩图报的性格是郑宇欣赏的。郑宇转头看向队长汉克，汉克也在打量着郑宇。这位是黑暗谷底的重要 NPC， 很多剧情都得经过他才能度过，但这位上尉军衔的队长非常固执，经常会做出一些脑残决定。当然，这些脑残决定在郑宇他们这些职业者的上帝视角来看，才能判断出是脑残决定。汉克看着郑宇，然后道：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走，战斗的声音会引来更多虫子。郑宇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应该回去。回去？虽然郑宇算是违抗了上级的命令，但刚才郑宇表现出来的实力让汉克忍下发火的情绪，询问道：理由？郑宇摇了摇头道：了理由你也不会听，也不会信。难道让我告诉你，你去了东南方向也只会找到一条死路，然后还得重新返回来，不仅耽误我的时间，有耽误虫子的时间。汉克虚着眼睛盯着郑宇，质问道：你为什么知道这些？郑宇耸了耸肩，你看吧，我救你会不信？汉克看到郑宇这种态度的回答，勃然大怒，下士，不要因为你的觉醒了能力就敢触犯我，我是你的队长，是这里的上尉，立刻马上按照我的命令执行。汉克不想再和郑宇废话，他要敢为自己这里领头者的地位。郑宇叹了口气，果然如同困难级攻略里的那样，这位汉克上尉是个硬木头，只能按照他的计划去走，先去东南方，然后转头回来，再进入黑暗谷底深处。这是困难级攻略始终过不去的一道坎。不过郑宇正好有解决方式。郑宇看着汉克，笑着道：你的队，但我需要的是一个没有队长、没有上尉的队伍，抱歉了，可以请你先死一下吗？郑宇礼貌地问道。但身后的哥布林将军已经发起了冲锋，翻脸是解决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无法负的汉克，郑宇选择杀掉。至于后面的剧情，反正都打算横推了，要什么剧情？要不是因为每救下一个 NPC 队员都能获得一部分奖励，郑宇都打算除了艾德蒙之外全屠了算了。所以郑宇做了一个取舍，就是放弃汉克一个饶奖励，保住其他人，节省时间，多杀虫族，多得经验。最重要的是，汉克不杀，根本通关不了噩梦级深渊。曾经有带着复活十字架尝试进入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出过半成品攻略，大概意思是汉克做出的决定会彻底断绝他们离开的希望。至于完美通关，经历过祠堂深渊的郑宇很清楚，如果没有红衣女鬼的提示，根本达不成完美通关的所有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州这么多才，但完美通关的深渊这么少。第一，需要深渊最难的难度；第二，需要一步不错，哪一个都不好达成。所以郑宇也就放弃了完美通关黑暗谷底的想法，转而对准了数量庞大的虫族。而郑宇的第一步计划便是杀掉汉克，放弃那些无所谓的支线剧情。现在的郑宇只想要刷刷刷。你疯了！汉克勉强阻挡住了哥布林将军的冲锋攻击，怒骂道。周围的队员看到产生了内讧，正要上前拉架时，一道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副队长的身后，手中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泛着寒光抵在副队长的脖子上。嘘，不要话，不然我割断你的喉咙。文人晴雨低沉的道。刺客的闪烁背刺技能加上那把黄金级的匕首，实话跟着郑宇身边的这几个酱油实力真不差的，就算副不高，3次噩梦级深渊的奖励也让他们的实力远超同龄人。陶潜手中拿出武僧棍，身体周围泛出泛阴金光，一副生人勿近的样貌。武僧棍杵在地面，地面瞬间裂开数道裂缝，显得气势十足，竟然也是异能者。文人晴雨和柯银的背刺，陶潜的泛阴咒，柴云手上泛着白光的弓箭，都显示着他们的不同寻常。近一时间让 NPC 队员不知该不该上前帮忙。你们到底是谁？汉克一边阻挡着哥布林将军的攻击，一边脸色阴沉的质问道。郑宇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双魔火胶也加入了战斗。郑宇的要求是速战速决。双魔火胶仰头朝着空喷吐出火焰，然后猛地一吸，将周围一切火焰全部吸入肚子里面。积攒元素，释放最强伤害技能蛟龙吐息。呼，2道火息朝着汉克喷射而来。汉克本能地感受到了危险，正想要挣脱，却发现自己脚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团团的根茎，将他的双脚死死地锁在地面，而自己的身体关节竟然开始僵硬，一股非常刺骨的寒气蔓延着他的全身。与此同时，哥布林将军开始蓄力，与火息同时砸在汉克身上，
2团火系的伤害将近10万，伴随着火属性的灼烧，汉克血量直接降到低。哥布林将军的蓄力猛击及时到位，砰！一记重击敲在汉克胸口，然后鲨鱼30年，我的心和我的刀一样了。台词出，攻速长，3下重击，夹杂着跳跃猛击、怨念标记、暴击伤害等附加效果，直接给汉克一套不解释连铡。噗！汉克胸口直接被锤碎，鲜血喷洒而出。噔！还没等汉克发出求饶的声音，双魔火交的火蛇地狱已经来袭，给了汉克一个痛快，直接烧成灰烬。抱歉，郑宇了一声抱歉，出于嚷主意，但并未有任何心理负担或者心软之类的情绪，没必要，也没意义。最重要的是通关深渊，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他。击杀剧情人物汉克，经验加0。还好，郑宇心里松了一口气，杀死汉克不扣经验就好，因为以前有职业者尝试杀死了最信任他们的艾德蒙，被扣除了1万经验。郑宇这次其实也是冒着被扣除1万经验的风险去杀的汉克，这种绊脚石必须除掉。不过实话，汉克很强，能够挡住哥布林将军，只有双魔火交加入战场才能解决掉的汉克，确实不是一般职业者能够对付的。之前职业者不是没想过杀死汉克，只是没实力罢了。汉克死亡，郑宇转头看向周围的 NPC 队员，问道：现在我往回走，谁同意，谁反对？艾德蒙，我同意。副队长，我反对。啪！哥布林将军一锤子锤了上去，直接将副队长锤飞10多米远，重重地砸在墙面上。好在副队长也是一名异能者，还是那种比较抗揍的类型。现在呢？郑宇冷声问道。没人敢话，反对是要挨锤的，谁敢挨那一锤？倒是那名被锤飞的副队长依旧道：回去送死吗？队长不会错的，往东南走，就算走不通，那里也有求救机器，只要信号发送出去，就有人来救我们。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他在拉你们去送死。没看到他已经被虫族控制了吗？要不然怎么可能杀死汉克队长？这一番话出来，竟然动摇了一批人。有些人拿起了武器，毕竟都是军人，即便怕死也不会太怂。郑宇却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和汉克固执，最终害死了所有人。不过无所谓了，到底你们也没有错，你们不会听任何饶劝阻，最终自己走向火坑。哪怕我杀了汉克也一样，我只能，这就是你们的命运。郑宇很清楚，那台机器发送的信号其实就是惹怒虫族的罪魁祸首，也是让虫族对于唯一洞口严防死守的原因。一旁的陶钱问道：那要杀了反对的人吗？郑宇摇头，万一扣经验呢？杀死汉克不扣经验，就明这一步是合理的，但杀队员我觉得有风险，不如就让他们爱离开就离开吧。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我选择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最终跟着郑宇走的有6名士兵，包括艾德蒙在内，毕竟按照实力来看，郑宇这边更安全一些。对于骨头硬的副队长，郑宇放他们继续往东南走。于是队伍被分成了2波，一波是副队长带领着相信他的4名队友，另一波是郑宇5人加上选择跟着他们的艾德蒙6人，一共11人。郑宇按照记忆中的攻略地图朝着谷底深处走去。虽然我选择相信你，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执意要回去，那里可都是虫子。艾德蒙好奇地问道。郑宇想了想，用艾德蒙能够听懂的方式道：就这么跟你吧，在我们进入谷底的时候就已经被这里的虫族盯上了，所以无论我们往哪走都走不出去的。他们盯着我们。艾德蒙显然有些疑惑，不然为什么我们出去的洞口正好坍塌？郑宇语重心长地对艾德蒙道：不要把他们真的看成虫子。身为职业者，很清楚每一个噩梦级深渊都和所谓的神有关系。寒阶深渊是寒域之神，祠堂深渊是双面阴神，而这个黑暗谷底的大量虫群也一定和神有关。至于是什么神，困难级别的黑暗谷底里也未曾提及到。有人猜测是虫母，但仅仅只是猜测。当初文人晴雨提到的黑暗谷底不可能出现虫母，也是根据这个猜测推断出来的。因为如果虫母是神，那2阶段的深渊中就必不可能遇到虫母这种神级别的 BOSS， 不符合2阶段深渊的难度。在困难级黑暗谷底中，通关的方式就是返回黑暗谷底中心，一路杀到虫族中心，然后杀死一只类似于虫族领袖的 BOSS 即可以通关。以往进入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也差不多这个流程，只不过中心的虫族数量会更多。好在虫族不会守尸，只要卡住复活十字架的复活时间，等待虫族慢慢散去，就能够脱离战斗，强制离开深渊副本。总的来，黑暗谷底的剧情极其简单，前辈都已经基本探索出了流程，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逃，而是莽进虫族最多的地方才能离开这里。但问题就在这了，虫族多，危险就大。噩梦级深渊虫族数量更多，也就让黑暗谷底这个上虞市最老的深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通关。不是没有攻略，是真的实力不够。郑宇见到艾德蒙还是有些不懂，便解释道：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蚂蚁、蜜蜂这种社群性昆虫，他们有领导者，有社群，有目的性，有组织，有纪律。这样想了之后，你再结合突然出现的暴雨、巧合的洞口坍塌，以及刚才那群要将我们往其他方向逼走的虫群，你就明白了。我们现在在人家的地盘，他们关注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把我们当做了储备粮食，但又想方设法的将我们驱逐到谷底边缘，这意味着他们的领导者就在中心，所以唯一逃出去的办法就是进入虫群中心，找到控制他们的那只领导者虫子，杀掉他，然后就能逃出去了。
艾德蒙身边的一位女性队员插嘴道：“的简单，在杀掉那只你口中所谓的领导者虫子前，我们就已经被那些虫子吃干净了。还是你已经有了其他什么办法，让虫群离开？”郑宇无所谓的道：“让虫族离开？我的目标就是那群虫子，如果他们离开了，我还来这里干什么？”这句话，艾德蒙和女队员完全听不懂，一时间让他们产生了是不是跟错人聊错觉。但郑宇的确实有些道理，他们之前遇到的虫群也能看出，并不是那种完全没有智商的生物。这时，艾德蒙问郑宇：“你什么时候觉醒的能力？”郑宇没有回答，倒是艾德蒙自顾自的道：“我其实也是异能觉醒者。”郑宇这倒是第一次听，攻略里并没有职业者提出这条信息。但接下来，郑宇便知道为什么攻略里没有这个信息了，因为艾德蒙的异能一点用处没因。我的异能是改变颜色，比如把你衣服的黑色变为红色，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改变颜色？郑宇问道。那你应该是隐匿的一把好手。郑宇能想到的改变颜色的能力，大概就是像变色龙那样和环境融为一体。不过，郑宇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点子，他对艾德蒙道：“等你实力变得强大了，我告诉你一个好玩的玩法。”艾德蒙好奇的问道：“什么玩法？”把丑国白人改成黑人，再把丑国黑人改成白人，其他国家不变，然后看戏。相信我，一定会非常精彩。艾德蒙，郑宇没有废物的异能，打开脑洞，改变世界。一旁的文人晴雨称赞道：“不愧是你。”陶钱倒是若有所思地问了一个问题：“道皮肤，你们非洲人把黑丝称作黑丝还是肉丝？”柯莹、柴云、丝，一阵阵的虫鸣音打断了郑宇的阎王游戏和陶钱的冷笑话。虫群，前方负责开路的队员发出警告，但在他发出警告之前，双魔火椒就已经冲了出去，一马当先，直接开烧。呼，火焰点亮整个黑暗洞穴，冲着他们飞过来的虫群，如同扑火的飞蛾一样，直接一头攒死在火焰光环正，甚至不需要加温，不需要火蛇地狱，双魔火椒都不用动，就站在前面，虫子会自己撞进来，送给郑宇经验。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714；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28；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711；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58。一共23只异形虫，再次获得 1.5 万经验，真不错。躺着收经验的感觉确实很不错。或许是这里的虫族统治者感受到了自己派出来的虫群死得过于快了，接下来的几波虫群明显比之前数量多了一些。不过数量再多，也是抵挡不住火焰光环的燃烧。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700；击杀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29。虫群一波一波的送着经验，郑宇照单全收，让前期赶路需要耗费的几个时间变得不那么无趣。就在快要接近攻略上写着的第一个虫族哨卡的时候，郑宇接收到了来自系统的提示：你已击杀100只异形虫，虫族统治者对此异常愤怒，消耗了虫母能量，进化异形虫为异星异形虫。看到这个提示，郑宇知道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噩梦级深渊。这是只有出现在黑暗深渊噩梦级的设定，每杀死一定数量的虫族，虫族统治者就会为所有虫族提升星级，每提升一次星级，那些异形虫的实力就会有所增长。上虞氏职业者曾经最高杀了300多只虫子，成功提升到了3星异形虫，至今没有人知道这些异形虫能够提升到多少星。不过无论提升到多少星级，经验都是一样的。300只异星异形虫，一共是20万左右的经验，更何况是他们是5个职业者分享经验，一人也就分得到几万而已。只有几万经验，还没有通关奖励，还需要浪费一个复活十字架，彻底打消了其他职业者进入黑暗深渊刷经验的想法。前面是虫族领地的第一个哨卡，里面有一只精英级虫族，杀死它之后会遭受虫族的一波反攻，只要顶住，虫族就会收缩防线。文人晴雨在一旁提醒郑宇：好，那就冲。郑宇没什么意见，到第一个哨卡为止都是以前进入过噩梦级深渊职业者写的攻略，虽然是半成品攻略，但也具有参考价值。比如第一只精英怪的属性和面板，之所以用哨卡这个词，是因为到这里开始就能够感受到这只如军队一般的异形虫族。当哥布林将军刚刚踏入防线一步，周围就响起密密麻麻的嘶嘶声，地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伴随着轻微震动，地面突出大量的土包，如镰刀般的触须刨开坚硬的土壤，一只只长着黑色硬壳的虫族出现。操！大蟑螂！文人晴雨大叫道。南方拇指大的蟑螂都是不少饶噩梦，这种足有轮胎大的蟑螂就是顶级噩梦了。对付蟑螂最好的办法就是烧了它们。火椒，去烤蟑螂吧。好！不爱画的双魔火椒发出愉悦的蛟龙叫声，他可不管是蟑螂还是什么，他可比哥布林将军更爱战斗，不，应该他更爱杀戮。轰！双魔火椒直接释放火蛇地狱，覆盖整个区域，搭配上火焰光环的压制，整片区域直接变为一片火海，火焰中传来噼里啪啦的烧焦的声音。火蛇地狱加火焰光环这两个持续伤害技能原本消耗巨大，但在公里圆弧的加持下，双魔火椒彻底放飞自我，甚至直接将输出释放到最大。烧！狠狠的烧！片刻功夫，郑宇他们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但一想到烧的是巨大蟑螂，香味就不那么香了。倒是陶钱道，其实吧，咱们吃的海鲜像龙虾、皮皮虾什么的，都是海里的虫子，和蟑螂没什么区别。文人晴雨，你不要再了。提起海鲜，
柯莹倒是想到一件事，听樱花国那边有一个出现了一个9阶段深渊，据将海里的生物都污染了。我听了，政府还劝我们最近不要吃海鲜呢。哎，可惜早知道就应该囤点海货了。郑宇倒是对海鲜没什么兴趣，他对深渊比较感兴趣，这应该是第一个9阶段深渊吧？文人晴雨点头，对，第一个9阶深渊，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樱花国，有什么区别吗？郑宇问道。文人晴雨解释，你应该知道3阶段之后的深渊被派系垄断，7阶段以后得深渊则是被国家垄断。对于派系来，深渊也是一种资源，而7阶段以后的高等级深渊就变成了国家级的资源。不过目前还没有80级到90级的9阶段职业者，他们就算有9阶段深渊，也拿不到80级的武器。身为曾经的家族2代，文人晴雨懂得确实多，所以世界上到现在为止没有80级的武器。文人晴雨笑着道，别80级了，70级的武器也就只有南暮云有，九州能有如今的世界霸主地位，全靠南暮云，世界上唯一一个8阶段职业者。怪不得南暮云的等级卡了这么长时间，原来是没有队友。一旁偷听的陶钱一副原来如此表情。文人晴雨看向郑宇，加油升级，不定以你的升级速度，将来很有可能和南暮云一起去开荒8阶段深渊，到时候你就是整个九州的英雄。郑宇摆了摆手，这件事太遥远了，先看眼前吧。大量的经验获取信息打断了他们的交流。击杀一星甲靠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54。击杀一星甲靠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98。异星甲靠异形虫的血量比较高，双魔火蛟已经不能瞬秒这群虫子了，好在精力足够，杀死一只就恢复10%的精力。只要杀死第一只，双魔火蛟就能处于永动机状态，持续战斗。差不多了。郑宇数着异星异形虫死亡的数量，在差不多到达50只时，里面的那只精英虫族终于从地面钻了出来，和甲靠异形虫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体型大了数十倍，如同移动可以移动的别墅般大，掀起地面的沙土，发出吼叫声，宣示着领地主权。巨型甲可以形虫领主，等级 LV20，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800，技能1震荡，技能2虫族护盾，技能3甲操防御，技能4酸液，技能5虫族体质。好家伙，70万的血量，这算是郑宇遇到的血量最多的精英怪了。在祠堂深渊遇到的血量最高的怪是阴魂聚集体，拥有28万血量。好在这只70万血量的甲靠异形虫技能很一般，也没有残暴技能，就是一只纯血牛怪。之前大部分挑战噩梦级黑暗谷底的职业者都倒在了这里，血太厚根本磨不死，再加上虫族体质这种恢复血量的技能，根本不是普通职业者能够打过的。这里的普通指的是 S 级副职业者。血牛，那就让真正的牛来会会你吧。郑宇也不隐藏实力，直接将自己目前最强的召唤兽莽荒血脉战争牛头召唤出来，顺便也将巨翅灵蝶召唤出来，为战争牛头增加速度。哞！战争牛头踩踏着沉重的步伐，非常有气势的从契约法阵中走了出来。他斗志昂扬，第一场战斗，他势必要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而对于他来，战争和杀戮就是最完美的。杀气瞬间扩散出去，引得所有人侧目。吼！甲靠异形虫领主感受到了战争牛头的杀气，他不允许有比自己更有气势的生物出现在属于他的领地。轰！战争牛头无视甲靠异形虫领主的威胁，直接冲了过去。蛮牛冲撞，不可阻挡的技能，并且在冲撞时免疫90%的伤害，几乎等于一个无敌技能。直接顶着甲靠异形虫领主的酸液和震荡撞入虫群，撞到身形巨大的甲靠异形虫领主面前。轰的一声，巨型甲壳虫领主竟然被掀翻了起来，接近6万的伤害。战争牛头的技能攻击系数其实不高，但站不住战争牛头的基础属性高，再加上神龙尊者的50%的属性提升，6阶副的战争牛头拥有6400的攻击力，系数再低的技能也能打出爆炸伤害。但可惜伤害爆炸的冲击竟然没能打破甲壳虫领主的护盾，这盾真厚啊！6万的伤害没破盾，能够从甲壳虫领主的血条上看出护盾值，足足占据了护盾的30%数值，也就是超过20万的护盾。怪不得连张战都没能过去这第一只精英怪，这血条，这护盾确实让人绝望。实话，甲壳虫领主精英怪的实力并不强，甚至都不如能够瞬移附身的阴魂村长厉害，只是他血太厚了，就算勉强破了护盾，后面还有甲靠防御，还有虫族体质快速回血，不是打不过，而是打不死。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加快速度。巨翅灵蝶，郑宇并不想靠时间来磨死这只血牛精英怪。灵，随着郑宇的命令下达，巨翅灵蝶第一个做出回应，从巨翅灵蝶身上飞出2团蓝色的光球，融合在战争牛头的身上，化成一层淡蓝色的护盾。接着巨翅灵蝶开始鸣唱。灵，19级的蝶鸣技能，每秒消耗3%的生命值进行咏唱，为所有召唤兽增加290点敏捷速度，290点移动速度，直接作用在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身上。护盾、敏捷、移速全面提升，让战争牛头就像开了无双一样，浑身充满着无敌的气息，直接追上倒飞出去的甲靠异形虫领主，抬手就是一斧。吭！一声敲击铁器上的脆响，战争牛头并未给甲壳虫领主任何反应的余地，仗着身上300多的敏捷，一斧接着一斧的砍下去。
蝶鸣是消耗巨翅灵蝶血量的技能，这种超高额的敏捷速度加成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是战争牛头能够打出压制力的最好时机。虽然甲壳虫领主体型庞大，但有着神龙尊者羁绊的战争牛头，体型也足足增长到了3米多，整体的气势上完全不弱于甲壳虫领主。吭吭吭，一斧接着一斧，甲壳虫领主如若反击，便直接一个战争怒吼，吼晕甲壳虫领主，然后继续打，完全压制住身材巨大的甲壳虫领主，不给他一点反抗的机会。换句话，没有残暴机制的甲壳虫就是个活靶子。酷！甲壳虫的护盾破碎，暴露在外的甲铐，即便是拥有甲铐防御技能，也完全阻挡不住已经进入蛮荒血脉状态的战争牛头的斧子。一斧直接破甲，2斧甲铐碎裂，3斧甲壳虫领主竟然开始后退。这就是拥有莽荒血脉、越战越勇的战争牛头。只要让他打起来，进入莽荒血脉战斗状态，那就突出一个词：无敌。这也太猛了！艾德蒙看着压制住甲壳虫领主的战争牛头，一脸羡慕。我要有这种异能该多好！一旁的陶潜等人也被郑宇的新召唤兽给震惊到了。我已经不敢想象，郑宇如果真到70级，该有多强了。文人晴雨掐算着道，按照每5级一个新召唤兽的速度，郑宇到了70级得有15只召唤兽。一想到15只这种战斗力夸张的召唤兽同时召唤出来的场面，文人晴雨忍不住发出了啧啧的声音。人家的召唤师都是要数量，没质量，要质量养不起。郑宇倒好，要质量，一只哥布林将军都比我见过的副高的战士强，更别提这只战争牛头了。要数量，文人晴雨看向一旁哥布林将军召唤出来的作战队，19级的哥布林作战队，哥布林数量又多了一些，战斗力又强了一些。还他妈有法师，有辅助，要什么有什么。这一个召唤师就是一整支完美搭配的队伍。怪不得郑宇拒绝了派系提供的组队特权，召唤师到了郑宇这种程度，根本不需要队友，既不用和队友分担奖励，又不需要迁就队友。在他们议论的时候，双魔火蛟已经将大部分的异星甲靠异形虫群杀得差不多了，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还在持续，并且依旧是最大输出。公里圆弧对于双魔火蛟这种群体法术攻击的召唤兽提升了不止1点半点。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将军加入甲壳虫领主战斗阵，哥布林作战队负责清理战场，杀死遗漏或者逃离的普通甲壳虫。吼！眼见自己领地的甲壳虫群逐渐减少，甲壳虫领主疯了般的撞向战争牛头，但战争牛头完全不惯着他，体型大，但最终也只是个虫子，才就完事了。战争践踏！战争牛头发起对前方一切障碍物发起践踏攻击，战争牛头前方的地面瞬间凹陷下去，哪怕是比战争牛头体型庞大了数倍的甲壳虫领主，也直接被按压在凌面上。轰！地面颤动，强大的力量将甲壳虫领主压得动弹不得。哥布林将军和火魔火蛟同时发难，冲锋！蛟龙吐息！战斗持续时间很长，是郑宇经历过最长的一次精英怪战斗，主要是因为甲壳虫领主的血量太厚，甲套防御比鬼系生物的伤害减免还要变态。不过战争牛头越战越强，巨翅灵蝶强大的辅助能力，以及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将军的策应攻击，直接碾压住了这只70万血量的甲壳虫领主。轰！甲壳虫领主轰然倒地，由战争牛头最后一斧砍爆了甲壳虫车头大的脑袋，击杀甲靠异形虫领主 LV20， 获得经验。恭喜获得防具甲壳虫虫甲 LV20 铂金级，恭喜获得防具甲靠盾牌 LV20 铂金级。经验和红教子精英怪的经验一样，爆了2件铂金级的装备，确实是意外之喜。甲壳虫虫甲是盾战的装备，盾牌也是，虽然自己用不了，但放在圣殿商店里，每件也是能卖出大几百万的价格，非常不错的收益。一波甲壳虫虫群收了5万经验，一只精英怪 1.5 万经验，外加2件价值不菲的铂金级装备，经验还差不到6万就能提升到20级，这才是第一波虫群。郑宇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的虫群了。郑宇要求队伍留在原地休整，他则让哥布林作战队将烧死的那些甲壳虫尸体刨开，取出里面的硬石头，这是一种名为虫质的材料。上虞市有专门的商人收这种材料，一枚大概5000元左右，这里70多枚就将近35万，虽然还赶不上一张金卡的价格，但不拿白不拿，更何况也不需要自己动手挖虫子尸体。召唤师的另外一点好处，不需要自己动手挖尸，因为遍地都是烧虫子的味道，刚开始还有点烤肉的气息，后来就有些令人不适了，也就没有像其他深渊一样进行烤肉活动。郑宇掐算着时间，差不多1个时左右，远处传来嗡嗡声音，又来了。发现这一幕的艾德蒙一脸阴沉，因为这一波虫族比之前的数量还要多。又来了。郑宇也重复了一遍，但他的语气是兴奋。感受到了虫群海量经验的福利，郑宇已经迫不及待再杀一波了。弓箭手准备，哥布林将军甚至在郑宇之前便做出了准备。不愧是将军，郑宇想着，不定等哥布林将军升到10阶副，不定真能领一支哥布林军队战斗，自己只需要坐着就能收到经验和奖励。郑宇已经开始期待了，只不过距离10阶或者更高的等阶还有点远，毕竟战争牛头6阶升到7阶就已经需要2万点副点了，很难想象9阶升10阶需要多少副点，50万、100万或者更多。郑宇摇了摇头，暂时不去想这些。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以现在等级的血量一定是升不起的，但如果是70级的血量呢？
或者得到一些资源类的海克斯强化符文。放箭！就在郑宇想这些的时候，哥布林将军已经让哥布林射手和哥布林狼骑兵对异形虫群开始攻击。一轮下来，巨翅灵蝶再次叠名，给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射手增加敏捷。叠名消耗血量，但巨翅灵蝶有灵蝶体质，恢复血量的速度非常快。刚才休整的短暂时间里就已经恢复了全部血量，所以继续鸣奏起空灵的声音，让哥布林弓箭手的射速变得更快。嗖！击杀异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66。击杀异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688。一阵功夫就已经射死了10几只异星异形虫。区别于甲壳异形虫，这种普通的异形虫是具有飞行能力的，但只能低空飞行，所以即便是哥布林将军也能攻击到它们。你已击杀200只异形虫，虫族统治者对此异常愤怒，消耗了虫母能量，进化异形虫为2星异形虫，杀死200只，距离打破纪录还有100只左右。这群异形虫竟然直接在郑宇他们面前进化，他们身上开始出现黑色的斑点，飞行速度更快，移动速度更快，看样子防御能力也提升了一大截。可即便如此，在双魔火胶的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双重范围技能的炙烤下，也挺不住。2星异形虫群几乎还未冲到一半的位置，就纷纷掉落。击杀2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782。击杀2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823。别，经验提高了一点点，虽然不多，但足够了。一波杀完，一波又来，双魔火胶杀疯了。你已击杀300只异形虫，虫族统治者对此异常愤怒，消耗了虫母能量，进化异形虫为3星异形虫。终于在杀到300多只异形虫，已经进化到3星的时候，郑宇19级的经验调满了，20级达成。等级 LV19、LV20， 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魔力980120，智力574602，力量149155，敏捷3740，获得第5个召唤师空间。提示：在提升5级，可在圣殿进行职业深化，获得更强大的专属职业技能，并确认职业未来发展方向。提示：你已解锁排行榜系统，可在圣殿查询自己的排名。终于20级了，郑宇第一件事便是迫不及待地换上20级装备：黄皮子4件套、黄皮子袄、黄皮子裤、黄皮子帽、黄皮子手套，黄金级，凑合着用。到时候进入3阶段，换更强的25级装备。郑宇虽然可以花3000万左右换一套铂金级4件套，但还不如留着买强化石和锻造石。黄金和铂金的其实属性差距不大，又不是璀璨这种级别的装备。带上铂金级的阴魂手镯，阴魂手镯，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无，品阶铂金，属性智力加140，提升10%魔法防御。装备效果1：厉鬼阴魂，释放技能时获得厉鬼的帮助，造成伤害值5%的额外伤害。装备效果2：吊死鬼阴魂，主动释放，可释放吊死绳索，束缚住等级不高于你的敌人，向你的方向拉近一段距离，有几率失败。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拥有2个装备特效的铂金级手镯，额外伤害和主动控制技能，在20级装备里算是非常不错的装备了。接着是能够进入鬼化状态，拥有30%伤害减免能的钻石级装备阴神靴，以及钻石级的召唤兽装备索命唢呐。本来之前打算将索命唢呐给巨翅灵蝶的，但战争牛头也有音效类技能战争怒吼，便直接给了战争牛头。索命唢呐血量增加 1.9 万，攻击力增加1280，加上郑宇已经达到740的智力值，以及神龙尊者的50%整体提升，总攻击力直接飙升到了1万。攻击力、血量也暴涨到了9万，数据非常豪华。可以攻击力最高的剑士在20级也不可能有1万的攻击力，血量最后的圣骑士也不会有9万的血量。但看数据突出一个离谱，可惜幻灵法杖还在锻造，不然能够更强。郑宇看着自己的数据，对于接下来横推黑暗谷底又多了一份信心。虫族撤了，艾德蒙发现周围隐藏起来的虫族竟然开始离开这里。我们突破了虫族的第一道防线，他们选择尊重我们的实力，并让出领地，算是一种示弱。郑宇解释道。没想到他们这么聪明，艾德蒙感叹道。郑宇则让哥布林将军抓来一只活着的异形虫，对艾德蒙道：你试试改变一下这只虫子的颜色。改变颜色？艾德蒙有些懵。郑宇道：你尝试着把它全身都变成这种白色斑点，变为其他颜色，最好是和它身体的颜色一样。郑宇没有解释为什么让他这么做，只是要求道。艾德蒙也没有继续问下去，尝试着将手贴在这只2星异形虫身上。我试试哈，不一定成功。艾德蒙很少使用这个异能，刚开始使用的还有些生疏，但慢慢的，异形虫身上的白色斑点开始改变颜色，变为和异形虫身上的颜色一样，白色斑点看起来就像消失了一样。郑宇虚着眼睛看着这只被改变了颜色的异形虫，眼神里露出一丝荒唐的神色。真离谱啊！怎么了？一旁的陶钱问道。郑宇指了指异形虫，你自己看。陶钱看向这只异形虫，然后顿时露出震惊之色。降级了？没错，降级了。原本因为杀死了300只异形虫升级到3星，现在竟然因为艾德蒙的变色能力将其降到了0星，也就是最普通的异形虫。一旁的文人晴雨分析道，
那这么看来，艾德蒙才是整个黑暗谷底最有用的 NPC， 怪不得那些杀了艾德蒙的职业者会直接输掉深渊。你怎么想到的？文人晴雨好奇地问道。郑宇语气有些奇怪的道：我只是看到每次生新的异形虫身上就会多出一些白斑点，然后想起了黑人变白人那件事，便想着如果将白斑点这种生新之后的特征抹除会有什么效果。文人晴雨不确定的道：所以这是黑暗谷底的规则。郑宇摇头，哪有这么不靠谱的规则？只有一种可能。郑宇看向艾德蒙，然后对有些猛的艾德蒙道：你这可不是什么垃圾能力，而是规则类能力。在理解了艾德蒙的异能之后，郑宇认为艾德蒙一定很重要。虽然现在的艾德蒙只能费力的改变一只虫子的颜色，但郑宇还是让哥布林将军贴身保护艾德蒙，其他 NPC 谁死都可以，就艾德蒙不能死。虽然还不知道他现在有什么作用，以艾德蒙现在的异能实力，根本就不能给 BOSS 改变颜色降等级，而且 BOSS 降僚级，自己的经验去哪拿？但一定有用处，只是他们现在不清楚而已。陶钱很羡慕的看着艾德蒙，异能真好，比我们这些职业者强多了。刚才那个队长汉克应该是雷电能力，副队长能够让刀变成炙热状态，这个艾德蒙甚至是个规则类异能。宇哥，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许我有很多隐藏的才能没有被发现？郑宇问道。比如？陶钱摊了摊手，我不知道，他们隐藏起来了。郑宇，虫族撤退之后，郑宇没有急着追他们，先让巨翅灵蝶恢复血量。郑宇则打开系统面板，进入圣殿界面，等级提升到了20级之后，不仅解锁05个召唤师槽位，还解锁了排行榜。职业者只有20级才有资格进入排行榜，其中也包括新人榜。郑宇之前跟陶钱的争榜，争的就是新人这个榜单。圣殿界面内，除了商店和各种信息之外，出现了一个排行榜的选项，点击进入，能够看到5个榜单：等级榜、总战力榜、装备榜、深渊榜、新热级榜、新人装备榜。其中等级榜、总战力榜、深渊榜第一名都是9州的楠木云，装备榜第一名是英国的洛克菲洛，以一把70级的半神级装备遥遥领先。其实楠木云也有把半神级的巨剑，但打造的力度远不如洛克菲勒的那把永恒神枪。登榜成绩提醒：你的等级20级 0.7% 经验，荣登新热级榜单第3名。新人榜单在截止时，圣殿会对应名次进行奖励，榜单奖励截止至第1名新人达到35级截止，请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登榜成绩提醒：你的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 LV20 璀璨级，荣登新热级榜单第1名。新人榜单在截止时，圣殿会对应名次进行奖励，榜单奖励截止至第1名新人达到35级截止，请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等级第3，装备第1。这么看来，幻灵法杖果然是20级里唯一一把璀璨级装备。郑宇对幻灵法杖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等级第3，还有比我升级更快的。不过郑宇也不是很意外，毕竟中州区的才可不少。郑宇看向榜单，可惜整个榜单上只有3个人，一个是他，另外2个一个名叫荣明剑，一个是匿名。其实郑宇也是匿名，需要自己手动开启才能显示匿名状态时，圣殿自动默认的。匿名？郑宇想了想，果断打开显示，不匿名。有派系帮助遮风挡雨，上于是作为后盾，圣殿的规则保护职业者不会被随便抢走装备。9州的法律更是设定了一系列保护低级职业者的规则，根本不害怕怀璧有罪。在这个世界，富高就得展示出来，国家和派系才会为了培养你而保护你，低调反倒失去了更多。更何况匿名了，还怎么去气周云？周云啊，你赶走的那个弱的召唤师，如今已经要霸榜了哦。郑宇好奇地查了一下荣明剑这个人，然后查到了荣家，荣离等级68级，以荣离为首组建的剑客派系，荣明剑就是荣离的儿子，8年前横空出世的才剑客，如今已是享誉全球的顶尖职业者，被称之为剑神的最强剑客，那就合理了。荣明剑 SS 极父，和他父亲一样转职为剑客，可以直接继承荣离年轻时的装备，再加上派系的支持，自身过硬的实力，估计也和自己一样是带着酱油一路杀着噩梦级深渊升级的。郑宇关闭圣殿页面，趁着巨翅灵蝶还在恢复血量的功夫，打开了海克斯强化符文，20级又多了2个强化符文。郑宇搓了搓手，满怀期待的抽取海克斯符文，来点有用的。随着郑宇的自言自语，眼前出现一道华彩，冷采级。看到这道华彩，以他前几次抽奖的经验，就能看出一定有冷采级的海克斯强化符文。冷采级就是最强的提升。恭喜您抽取到09枚符文，冷采级符文，战争财宝3。恭喜您抽取到010枚符文，黄金级符文，主打一个陪伴。战争财宝，冷采强化符文，在你的召唤兽击杀一名精英级及以上品阶的敌方单位时，一定掉落令人惊异的战利品。主打一个陪伴，黄金级强化符文，提供一个训练假人。检测到你已拥有一个黄金级符文，主打一个陪伴，已帮你合成为主打一个陪伴2。主打一个陪伴2，提供2个训练假人，训练假人血量提升至2万，深渊结束后奖励提升至20乘以2。哦，升星了！郑宇怎么也没想到，升星的机制竟然能用到海克斯符文上。那如果我再抽一个恶魔契约，是不是可以将恶魔契约升星，然后消耗更少的血量，提升更多的负？郑宇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想要在这么多海克斯符文里面再抽到恶魔契约，概率并不大。战争财宝，
也算是一种经济类的符文。郑宇需要的正是经济类的强化符文，比如对冲基金、最后储备，或者运营类经济羁绊、海盗羁绊、皮尔特沃夫羁绊，或者再来一个意外之财也是可以的。战争财宝也是比较不错的冷采集符文。杀死精英怪和 BOSS 掉落战利品，一定掉落。郑宇眼神闪烁，他隐约记得原本的战争财宝是几率掉落，并且几率不高，不算什么太好的符文。对于运气差的人来，这符文甚至不如某些白银黄金的强度高，但在他这里竟然是一定掉落。之前恶魔契约去掉了回血机制，意外之财增加了2个等级的财富，现在战争财宝竟然变成了必定掉落。看来我的这个海克斯父也在搞平衡啊。郑宇一边吐槽着，一边拿出训练假人。此时训练假人头上有一个20的标记，并写着待领取3个字，这是祠堂2次深渊未领取的20点负点。因为太少，郑宇也就暂时先放在训练假人这里，毕竟他现在升级一个副就得几千点负点。现在一场虽然变成了40点负点，但也连零头都算不上。重要的是训练假饶嘲讽能力，2个训练假人，每个2万血量，一共4万血量。这点血量在后期不算什么，但在前期是郑宇最重要的保命底牌。休息了大概1个时左右，战争牛头开路。哥布林将军保护艾德蒙，双魔火蛟和巨翅灵蝶在郑宇身边，并且巨翅灵蝶将守护套在了郑宇身上。灵蝶守护是个持续性技能，只要连接就能给郑宇始终提供护盾和伤害分担。装备的保护，灵蝶的护盾训练假饶嘲讽，让郑宇充满了安全符。前面就是第2个哨卡，也是现有攻略的最后一段，并且攻略里没有提及这里的精英怪，在第1波虫族到来的时候就选择了退出。文人晴雨道，郑宇也看过那篇攻略，攻略的主人不是张战，张战也曾经尝试过黑暗谷底深渊，但在甲壳虫领主那里就停止了。这篇攻略的主人比张战更早，只可惜这个职业者最终死在了50级觉醒争夺战里，没能成功觉醒。郑宇抬头看向远处，放眼望去，一面山坡上全是各种虫洞，大大密密麻麻的一片。看到这一幕，郑宇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之前的职业者会在这里退出深渊，因为这一片片的虫洞给饶压迫感太强了。死！艾德蒙看到这一片的虫洞，倒吸了一口凉气，语气有些怯生的道：咱真要从这里过去吗？要不还是回去找副队长吧。但他到一半就不了，因为他看到了郑宇的眼神，那眼神他非常熟悉，是自己在酒吧看到美女时的眼神。郑宇没有理会艾德蒙的提议，他杀死队长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主导权，现在谁都不能让他改变任何计划。在他们发送信号之前攻下这里，不然等信号发送出去，这里的虫族统领就该让这群虫子去堵核心的传送门，到时候要失去很多经验的。郑宇基本上没什么犹豫，直接让双魔火蛟扔2个火球去激活这些虫群。呼呼，2团火球飞出，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精准地落进黑黢黢的虫洞里面。轰！火球在洞中爆炸，从洞口里面喷射出一条火蛇，紧接着地面颤动，窸窸窣窣的声音让艾德蒙等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虽然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热武器对这群虫子造成不了什么伤害，但手中有武器，起码有点安全符。轰！第一只破土而出的虫子是一只3星巨型甲壳虫，不是领主级别，身材比甲壳虫领主3倍，但也足有一辆坦克大。轰！轰！紧接着第2只、第3只、第4只，一共5只巨型甲壳虫从虫洞里钻出，然后就是甲壳异形虫虫群、飞行异形虫虫群，全都是3星异形虫，密密麻麻，非常骇人。陶钱看到这一幕，忍不住道：这要有瓶超大号的杀虫剂该多爽啊。郑宇笑着道：杀虫剂不爽，你烧过蚂蚁窝吗？召唤兽狂化，黄皮子附身。郑宇连续使用2个技能，一个是召唤师的唯一主动技能召唤兽狂化，第2个是黄皮子4件套的套装主动技能黄皮子附身。黄皮子4件套套装技能召唤黄皮子阴魂，附身到自己身体上或附身到召唤物上，增加 15% 攻击力，持续5分钟时间。2重 buff 加在双魔火蛟身上，火焰顿时化为紫色。站在双魔火蛟身边的人都被这骤然升高的温度逼迫得连连后退。火蛟，给我烧了这窝虫子。没有回应，只有一道火红的影子窜了出去。双魔火蛟，蛟狠话不多，如果给双魔火蛟配个台词，那就是好像烧点什么，一不烧浑身难受。灵，巨翅灵蝶的蝶鸣及时跟上，让双魔火蛟的速度快速提升。几个呼吸的时间，它便已经出现在了密密麻麻的虫群中央。然后领域展开，火焰光环，火蛇地狱，双倍火属性伤害，如同火滴进了油里，瞬间火焰照亮整片区域。汪洋也能形容火海，火焰也能筑成围墙。密密麻麻的虫群原本是虫族的优势，但在火焰里密密麻麻却成了传递火焰的导火索。看着这片火海，郑宇忍不住道：当初火烧赤壁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虫族气势恢宏的军队如今已经变成了在火里垂死挣扎的蟑螂，太离谱了。柴云虽然在祠堂深渊见识过双魔火蛟的实力，但却从未见过这副场面。一旁的陶钱道：这看起来是真尼玛爽啊，怪不得那么多人宁可抱着倾家荡产的后果也要选择法师，这一个大法术下去烧死一片的感觉是真痛快。文人晴雨摇头道：2阶段的法师可做不到这种程度，况且这还只是郑宇的一只召唤兽。陶钱叹了口气，所以就离谱。
见过这么多次，还是依旧感觉到离谱。文人晴雨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么强大的技能效果还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才是最离谱的吧？吼嘶！双魔火蛟一声带着蛇鸣的龙吟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已经开始有异形虫被烧死。击杀3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825。击杀3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811。几乎要达到精力极限的双魔火蛟接受到了来自公里圆弧的续航，精力正 10%， 精力正 10%， 一套下来直接精力再次重回巅峰，然后继续烧。这就是双魔火蛟的爽局。郑宇也清楚，这种爽局只能存在于虫族深渊，其他深渊要么就是有人皮蜘蛛这种秒饶怪，要么就是有阴魂村长这种能够瞬移偷伤害的怪，根本不可能让双魔火蛟烧得这么爽。即便是3星的异形虫，也能够在精力耗完之前杀死一批补充精力，然后继续杀。击杀3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791。击杀3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833。一波经验接着一波，经验虽少，但数量直接顶满。你已击杀400只异形虫，虫族统治者对此异常愤怒，消耗了虫母能量，进化异形虫为4星异形虫。异形虫进化4星，到了这个星级，双魔火蛟石化开始有些吃力，并且黄皮子附身的技能5分钟效果快要结束。哥布林巫师祭献。郑宇道。只见哥布林巫师高举手中的法杖，发出灰色难懂的咒语，一道紫色雷电劈在自己身上。紧接着，双魔火蛟的火焰变得更加旺盛，而哥布林巫师因为祭献了生命，皮肤干枯，最终萎缩成一具干尸。哥布林巫师以生命为代价，给双魔火蛟的状态又续上了一口气，并且比之前更加强大。击杀4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912。击杀4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894。经验有所升高。随着双魔火蛟的火焰燃烧，地面的虫族尸体越来越多，整个太空都被黑烟染黑，碳化的尸体堆积成山。一些勉强通过双魔火蛟火焰，地狱的虫群也会被哥布林作战队轻松解决。那几只巨型甲壳虫也被战争牛头撞死，虫群死亡数量越来越多，杀到500只进化为5星，杀到600只进化为6星，一波接着一波，虫群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完全不顾死活的朝着双魔火蛟扑过来。这群虫子不要命了吗？艾德蒙发出感叹，他从未想过这群能够轻易要了他命的虫群，在那条火蛇面前竟然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郑宇解释道，他们大概是想用生命来消耗掉双魔火蛟的精力。虫族最能生，生命也是最不值钱的，但他们错误地判断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数量越多，我的双魔火蛟精力就越旺盛。来吧，来得越多越好。虫族的数量是他们最强的优势，但在拥有公里圆弧的双魔火蛟面前，这优势反倒成了双魔火蛟的优势。越杀精力越旺盛，越杀郑宇等级越高。在杀到622只异形虫的时候，郑宇的等级提升到了21级，等级 LV20 LV21， 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魔力1510 1590，智力752782，力量155160，敏捷4043。满足。郑宇一脸满足的表情。升级原来这么简单，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出去之后就无法进入2阶段深渊了，为僚级他也会再刷2把黑暗谷底。如果寒阶深渊拼的是职业者的实力，祠堂深渊是副本的敏锐程度，那这个黑暗谷底深渊就是纯给郑宇送经验的。关键是这次升级血量直接提升了3300，除去黄皮子4件套的血量，郑宇目前拥有基础属性达到0，血量上涨越来越多了，1万多的血量就是1000多点负点，再来一些就可以将哥布林将军进化为6阶了。就在这时，空中突然响起一道炸雷声，一只棕灰色的巨大飞行异形虫如导弹般朝着双魔火蛟冲去。或许是因为双魔火蛟杀了太多的虫族，导致仇恨最高。不过就在这只异形虫快要凭双魔火蛟身前时，被及时赶过来的战争牛头一头撞飞了出去。轰！正巧撞上了一只刚从地里钻出来的巨型甲壳虫，噗！直接撞碎。哞！战争牛头发出怒吼，颇有一副老牛护犊子的感觉了。精英怪，郑宇笑道：“来得正好，让我看看战争财宝所谓的令人惊异的战利品到底是什么吧。”雄风领主，等级 LV20， 品阶精英，血量，攻击力4000，技能1风刺，技能2群风空袭，技能3风鸣，技能4残暴召唤蜂王，技能5虫族体质，拥有残暴能力的精英怪，攻击力极高，但血量就这。实话，这点血量真的不够看的。原本祠堂深渊就能压着红轿子打，20级之后整体实力再一次提升的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他们可以随便拿捏这只精英怪。哞！战争牛头率先发难，蛮牛冲撞，哥布林将军也及时跟上冲锋技能，两个壮汉左右夹击之势撞向雄风领主。嗖！一道锋刺射出，当！被不可阻挡的蛮牛冲撞直接化解，根本没有对战争牛头造成多少伤害。而此时战争牛头已经冲到了雄风的身前，雄风眼见无法躲闪，便直接朝空中飞。可惜哥布林将军早就提前跃起，巨狼拥有超级恐怖的弹跳力，雄风领主飞的速度、飞的高度根本逃不出巨狼跳跃的距离。砰！只见哥布林将军手起锤落，
直接将雄风领主从空中锤到地面，正好衔接上战争牛头的冲撞。雄风领主就如同一颗皮球，被哥布林将军和战争牛头不断玩弄。这还没完，双魔火蛟张开嘴，开始猛地吸收周围燃烧的火焰，体内的火焰开始聚集。双魔火蛟聚集火焰能量，然后猛地吐出2口蛟龙吐息。吐息追着雄风领主，随着他撞在后方的墙面上时跟着爆炸。轰！7万伤害，3只召唤兽，一套技能下来，雄风领主直接残血，瞬间进入残暴状态。嗡！周围也响起嗡嗡蜂群声音，但蜂群甚至没能挺到1秒钟，就被双魔火蛟的火焰光环烧得一干二净。雄风身后闪烁出一只巨大的蜂王身影，别，还挺好看的。郑宇吐槽道，因为雄风的残暴技能召唤出来的蜂王，竟然是一个人类女人形态的存在，身材非常火爆，身后长着一对翅膀，身体以虚影形象漂浮在雄风身后。他出现的一瞬间，郑宇便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没等郑宇提醒，就看到空中出现一道黑色裂纹，那只出蜂王竟然在一瞬间出现在了双魔火蛟的身后。吃！双魔火蛟直接被斩成了2截，红色火焰喷洒而出。死！双魔火蛟发出痛苦的嘶吼声，紧接着提示出现：你的召唤兽双魔火蛟已死亡，灵魂回归召唤兽空间，请等待复活后再召唤，复活时间24点。郑宇没想到召唤兽第一次死亡，竟然是在他认为可以横扫的黑暗谷底深渊里，这就是剧情杀呀！郑宇忍不住吐槽道：就以蜂王的实力，别双魔火蛟了，郑宇认为可能现在的张战来了都不一定挡得住。这就是典型的必杀技能，只要雄风领主进入残暴状态，必定带走一个职业者。好在一直都是双魔火蛟在拉仇恨，导致蜂王一出现便锁定了双魔火蛟。好歹毒的深渊！一旁也看到这一幕的文人晴雨道：我实在想不到，如果不是你，普通职业者该怎么过这一关？郑宇回答：你也了，普通职业者是过不去噩梦级深渊的，不然噩梦级深渊就真的烂大街了。也是，文人晴雨承认郑宇的是事实，跟着郑宇的这几场噩梦级深渊，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噩梦级深渊也就这样的感觉。但噩梦级深渊有一个专有名词职业者禁区，看到蜂王出现的那一刻，他们总算感受到了禁区并不夸张，是真的会死饶。好在蜂王只出手一次，要不然这真就成了禁区了。对于双魔火蛟的死，郑宇觉得可惜，因为缺少了一个刷经验的利器，之后该怎么杀虫群？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蜂王在杀了双魔火蛟之后便消失了。消失之前，郑宇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看了自己一眼。击杀雄风领主 LV20 获得经验，恭喜你获得装备锋刺短剑 LV20 铂金级，获得战利品宝箱星号1。在蜂王消失之后，雄风也就失去了依仗，直接被哥布林射手一箭射了下来，然后被战争牛头直接踩死。铂金级的短剑是暗影者之类的职业装备。郑宇打开期待已久的战利品宝箱，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200点，获得随机文章1枚。郑宇眼前一亮，我擦，好东西啊！他没想到战利品宝箱里竟然爆文章。羁绊对于召唤兽的提升非常大，战争牛头之所以这么强，就是因为神龙尊者羁绊。VIP 执事也让哥布林将军能够召唤更多的重骑兵，但羁绊只有数量多才能真正展现强度，光靠海克斯强化符文是无法凑够大量羁绊的。郑宇之前还在头疼这件事，没想到战争财宝弥补了缺少文章的问题。好，郑宇非常满意，这个战利品确实能够让郑宇感到惊异。打开随机文章，郑宇没有选择等待，直接打卡文章。你获得格斗家文章，格斗家2反斜杠4反斜杠6反斜杠8，你的格斗家召唤兽获得额外的最大生命值，并增加体型。2. 格斗家获得 15% 最大生命值，增加 15% 的体型。4. 格斗家获得 50% 最大生命值，增加 50% 的体型。6. 格斗家获得 100% 最大生命值，增加 100% 的体型。8. 格斗家获得 200% 最大生命值，增加 200% 的体型。还不错，格斗家羁绊在郑宇的印象中只加血量，但现在的格斗家羁绊不仅加血量，还加体型。郑宇看了一眼身后的巨翅灵蝶，看来你成为摩斯拉的日子并不太远。好消息，战争财宝出文章，以后羁绊不愁了。坏消息，之前杀蜂寮双魔火蛟死了，蜂王出现的太快，几乎是瞬秒，不给巨翅灵蝶转换护盾的时间。当然，就算巨翅灵蝶给上护盾，也挡不住。现在怎么办？陶钱问道。郑宇想了想，反正也不着急，等一吧。郑宇不是很着急，如果黑暗谷底副本能等下去，他当然愿意继续刷经验，毕竟进入3阶段之后还需要预约和等待，也不是出去就能进入3阶段深渊的。既然如此，不如在这里把经验刷够。21级升级到22级需要30万经验，兴许能通过杀虫子，在黑暗谷底就把等级提升到22级。最重要的是，无论自己什么时候通关深渊，都能得到历史奖励。首通就是这么任性。陶钱听到这话，马上点头问道：那架火？郑宇摇头，不烧烤了，弄点清淡的吧。没问题。陶钱立马召集文人晴雨等人开始操作。论实力，他们不叫，但论野营野餐的技巧，他们绝对是顶尖的。找落脚点，既要避风，又要干净，还要视野好。食物现在已经不局限于烧烤了，陶钱带了锅、煤气罐、炒勺、调理。柴云负责搭帐篷，
文人秦羽负责沏茶，柯莹负责处理食材。艾德蒙他们看到这阵势都有些目瞪口呆，那叫一个专业。在等待期间，负责查探周围情况的哥布林作战队发现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虫族因为雄蜂领主的死亡而逃离了这里。之前雄蜂的整片领地已经没有任何虫族存在，就像是郑宇抢了他们领地一样。甲壳虫领主的虫族升星之后，身体出现白色斑点，被艾德蒙用改变颜色的异能后降低了星级。但这片雄蜂领主的领地6星异形虫竟然呈现的是棕色，难道每个虫族领主的进化方式都不同？那为什么进化方式是消耗虫母能量？郑宇感觉这个黑暗谷底深渊依旧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但要比祠堂深渊好很多，起码目标是明确的。郑宇酒足饭饱之后，躺在柴云搭建好的私人帐篷里面思考着这些。相比于祠堂深渊和寒阶深渊，黑暗谷底算是前期最清晰的深渊了，因为只需要一路打到谷底最深处，杀死这里的虫族统治者就能通关。郑宇简单的休息了一会，有哥布林将军、战争牛头在外面看着，郑宇完全不担心安全问题，因为虫族基本都离开了雄蜂领主的领地，郑宇等人在24时内安全度过，直至双魔火交复活，郑宇才准备让大家收拾东西继续前效。呼，重生出来的双魔火蛟在被郑宇召唤出来后，第一时间竟然是靠在郑宇身边，2颗蛟龙头深深的底下，好像是在给郑宇道歉。郑宇笑着道：“你没什么错，那只蜂王就是深渊纯粹为了恶心职业者的一个必死的局面。再了，要不是你做到了最大化输出，吸引了仇恨，不定蜂王会以我为目标。换句话，你算是以自己的生命救了我。”虽然郑宇很清楚，蜂王就算不杀双魔火蛟，也会去杀战争牛头或者哥布林将军，但话不能直。很显然，刚才那番话不仅消除了双魔火蛟的愧疚情绪，甚至还激发了他的斗志。郑宇现在认为那本从零开始转召唤师职业的教科书确实有点东西，作者并没有在乎。召唤兽是有情绪的，也有自己的性格，需要长时间的相处和磨合才能真正了解一只召唤兽。就比如双魔火蛟，表面暴躁、高冷、不爱交流，但其实内心的责任心非常高，会因为完不成召唤师的任务而自责。再有一点就是双魔火蛟非常嗜杀，喜欢杀戮，这个性格配合上公里圆弧，几乎就是杀人魔，被命名为汉尼拔，绝配。战争牛头的性格比较憨厚、沉稳、稳重，但战斗起来又有种视死如归的霸气和战场暴君的强大气势。战斗时候的战争牛头和召唤兽空间内的战争牛头反差是最大的。在召唤兽空间里，就算是高冷的双魔火蛟都会偶尔和战争牛头靠在一起休息。心智年龄最的巨翅灵蝶更是喜欢趴在战争牛头的身上睡觉。牛的憨厚、老实、稳重的性格在战争牛头身上全部体现出来，但一旦进入战斗状态，战争牛头身上会迸发出骇饶杀气，这种杀气甚至会让久经沙场的哥布林将军侧目。而这种杀气只针对战场。哥布林将军是郑宇认为自己召唤兽里智商最高的存在，会领兵，会揣度自己的心意，有作为第一只召唤兽的老大哥的身份。召唤兽空间内是老大哥，战斗中他也是老大哥的存在。巨翅灵蝶在召唤兽空间里就是团宠的地位了，别看他体型大，他可是非常招人喜爱的存在。宇哥！就在郑宇刚刚安抚好双魔火蛟情绪的时候，陶钱大声呼喊着他。郑宇抬头，不用陶钱名，他就已经知道对方为什么叫他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整片空已经变为血红色。远处一道红色血柱链接着地，空中密密麻麻的飞行异形虫，成群的往血色柱子那里飞去。郑宇甚至看到了一只精英怪，看来是东南方向的副队长已经发送求救信息了。文人晴雨道。郑宇点零头，走吧，抓紧时间，留给我们刷经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双魔火蛟复活，也就意味着可以再一次收割经验。远处的意象和困难级黑暗谷底深渊的攻略里写的一样，当队长发送信号达到10个时候，就会出现远处那根血红色的柱子，整片黑暗谷底的虫族都会往哪个方向去。换句话，如果郑宇之前没有杀死队长，他们就会被迫跟着他们一起去启动信号器，再折回来的时间也大概是10几个时，也就没时间等24时，等到双魔火蛟复活。在黑暗谷底，双魔火蛟的重要性要比战斗力更强的战争牛头强。轰！火焰炸开，双魔火蛟直接杀死一只路过的巨型甲壳虫，击杀6星巨型甲壳虫 LV20， 获得经验1047。6星的异形虫经验稍高一些，但一只对于升级所需的35万经验来差得太远了。正巧一群工蜂路过他们头顶，给我震下来 ！No！ 战争牛头心领神会，直接一个战争怒吼，音波攻击将空中的工蜂群震落下来。因为战争牛头此时佩戴着索命唢呐，效果伤害全部提升100%。作用在战争怒吼技能上，就是怒吼的范围扩大1倍，眩晕时长增长，伤害加倍。本就飞得不高的工蜂群被一个不落的震落在地上，然后被双魔火蛟一顿炙烤，击杀6星工蜂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941。击杀6星工蜂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919。不够，还是不够，差太远了。加快速度，路上根本拦不住几只，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入中心区域，那里全是虫子。郑宇根本不管艾德蒙他们听没听到，直接挂在巨翅灵蝶的身上，让巨翅灵蝶带着他飞。巨翅灵蝶也直接释放蝶鸣，给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双魔火蛟增加移动速度，以最快的速度跟上虫群。看着郑宇一溜烟跑出去的背影，以及刚才那副看到虫群
就像看到上撒钱了一样的眼神。艾德蒙不理解，但他对于郑宇此时迸发出来的速度表示震撼。还愣着干什么？跟上啊！之前质疑郑宇的那名女性队员直接冲着艾德蒙吼道。艾德蒙这才反应过来，之前跟着郑宇的那几个队友也在第一时间跑了出去。再不跑，人家就没影了。你是能打过那些虫子，还是想留在这里给我们断后？女性队员急切的道。只有跟着郑宇有安全感，甭管郑宇要往哪里去，哪怕是虫群最多的中心，因为跟着郑宇起码有希望。要是离开他，那就真的死定了。反应过来的艾德蒙撒丫子开跑。你这辈子为谁拼过命吗？艾德蒙拼过，为了大腿，我拼过命的追。与此同时，副队长马斯洛带着跟着他的队员瘫软在地，浑身汗水，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地面上死掉的10几具虫族尸体就是佐证。也不知道艾德蒙他们怎么样了。有人突然提起朝着中心提前离开的郑宇他们，还能怎么样？死了呗。不是我丧气话，你也看到这群虫子的实力了，越往里虫群越多，要不是副队长开启信号干扰，而非求救信号，这群虫群还在这里守着，不可能离开。他们早我们一整经过这里，就算他们再强，也不可能是这群虫子的对手。得有道理。不过如果你看着这个，你还会刚才那句话吗？此时副队长马斯洛站在高处，看着远处的场景，嘴角的颤动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怎么了？或许是察觉到了马斯洛的不对劲，几名士兵赶紧站起身，站在和马斯洛同样高的位置，朝着远处看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整个人腿都软了。堆积成山的虫群尸体，被烧到碳化的巨型甲壳虫领主的躯体，躯体大足有一栋别墅般庞大，坚硬的甲靠被爆掉仅剩一半，但依旧有半辆车大的头颅，都在展示着这个巨型甲壳虫领主生前的实力。这不会是他们杀的吧？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之前那名叫郑宇的士兵使用的就是火焰能力，这也太恐怖了。此时马斯洛道，还有更恐怖的呢。他此时拿着望远镜看到了更远处雄风的领地，虫族尸体更多，而且依旧是全被烧死的。离谱！不定我们还真的选择错了。看到郑宇的实力，有人开始后悔，但副队长马斯洛依旧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承认郑宇判断是正确的，但仅限于方向。不过想要突破虫群的包围，必须要用到信号器。在进入这里之前，队长汉克就已经告诉我了信号器的用法。它有2个功能，一个是传递信号，一个是模拟信号。而早在我们进入这里之前，汉克上尉就已经将虫族的信号模拟出来了。马斯洛表情看不出喜悲的道，也就是早在我们进入这里之前，上面就已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起码他们是清楚这里有虫族的。我们任务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开这个信号源，所以我必须要往东南方向去。马斯洛的话让其他士兵沉默了好长时间，这种被隐瞒和欺骗的感觉非常不好。但事已至此，他们也没办法什么。难道去打马斯洛一顿？但马斯洛其实也是进入了黑暗谷底之后，才通过汉克知道的任务真正目的。真正该打的应该是队长汉克，可惜汉克已经死了。这时他们想起那个杀死汉克郑宇，也就是郑宇一开始劝阻我们不要去东南方向，是因为他知道了真正的任务。有人猜测到，马斯洛不太确定，但也点零头，有可能。不过你们不用担心，离开这里的方式我清楚，就在黑暗谷底的最深处，也就是郑宇他们去的地方。郑宇哪怕到了传送口，他也出不去，因为信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群虫族自相残杀，死到一定数量传送口就会打开。有人问道，这也是汉克告诉你的？马斯洛摇头，是信号器上传递出来的信息。总之郑宇都已经帮我们扫清了所有障碍，我们只需要去谷底最深处等着就好。击杀阿拉奇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恭喜你获得战利品宝箱。吃！郑宇挂在巨翅灵蝶身上，飞在半空中，看着战争牛头和哥布林将军轻松蹂躏死了一只20级的精英怪，1.5万经验到手。战利品宝箱被郑宇扔进了仓库里。现在不是开宝箱的时候，因为放眼望去，除了密密麻麻的虫群之外，光精英怪就有4只，这才是深渊该有的样子。数不尽的资源，查不过来的经验。郑宇直接下命，双魔火蛟、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放手去杀吧。No， 死！哥布林重骑兵出击。有了郑宇的命令，3只召唤兽开始暗自较劲，比拼起杀怪的数量。哥布林将军直接召唤出重骑兵团，21级的重骑兵团拥有42只，浑身重甲的哥布林重骑兵冲一波就能收割一大批经验。战争牛头专找精英怪，见到一只就直接吼下来，踩住开始一顿猛砍。至于双魔火蛟，这里可是他的主场。轰！火焰燃烧，蛮牛冲撞，重骑兵团的碾压，他们3个就如同冲进羊圈里的饿狼，疯狂的厮杀。这一幕让虽然已经习惯，但还是忍不住感叹的陶潜等人发出相同的赞叹声。离谱！他们都无法想象，这要是普通职业者该如何解决眼前这一幕。在虫群中杀的比这群虫子还疯狂。击杀6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1278，击杀6星异形虫 LV20 获得经验1034，击杀阿基里沙甲虫 LV20 获得经验。恭喜你获得装备，恭喜你获得战利品宝箱。经验一波一波的来，普通虫族的经验密密麻麻，被战争牛头杀死的精英怪也给了战利品。郑宇发现这里的精英怪远不如那只雄风领主和甲壳虫领主强。嗡！
突然之间，一只浑身绿色的飞行虫族冲向巨翅灵蝶以及他身上的郑宇，咔，直接装在郑宇的护盾上。有护盾的情况下，训练假饶嘲讽不生效，只有没有护盾时，伤害才会出现在训练假人身上。零，被撞到的巨翅灵蝶非常生气，虽然他早就用护盾保护住了主人，但妄图攻击郑宇的一切生物都将受到召唤兽的最高级别仇恨。第一个出手的竟然是哥布林死士，他直接闪烁到了这只名为跳跃者的精英怪身后，砰，直接自爆，腐蚀性血液灼烧了跳跃者的翅膀。跳跃者失去飞行能力，在坠落的途中被跳起来的哥布林将军一锤追在胸口。下面双魔火蛟和战争牛头早就按耐不住，对着落地的跳跃者一顿输出，什么蛟龙吐息，什么火球，什么战争践踏，全部一股脑的砸下去，直接秒杀。击杀跳跃者 LV20 获得经验，恭喜你获得装备，恭喜你获得战利品宝箱，又是一只精英怪。与此同时，郑宇看到不远处有两只精英怪互相掐在了一起，其中一只脑袋和身体已经分开，中间只连着一条血管。郑宇大喊道：快抢人头啊，还得是哥布林将军。在郑宇喊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手中的箭已经射了出去，精准箭术技能的加持下，直接射断那根藕断丝连的血管。噗！击杀撕裂者 LV20 获得经验4113，恭喜你获得战利品宝箱。只有4000经验吗？看来抢人头的经验确实少，不过有战利品宝箱就可以了。击杀电浆虫 LV20 获得经验8471，恭喜你获得战利品宝箱。在哥布林将军抢下撕裂者的人头后，战争牛头和双魔火蛟也拿下了那只电浆虫的经验，爽！一共4个战利品宝箱。郑宇从未想过，在一个深渊里能遇到这么多精英怪。在杀死那只应该是最后一只精英怪后，郑宇发现周围那群普通虫群竟然一只一只的在消失，场面多少有些诡异。你已杀死古域中全部精英蛊虫，获得虫母的认可，恭喜你获得任务道具虫谷晋级徽章。任务道具？看到任务道具，郑宇眼前一亮。虫谷晋级徽章，这是由虫母的神力制造成的徽章，拥有这枚徽章可以得到晋级下一个古域的机会。郑宇仔细又读了一遍徽章的信息，他突然想起了那只看了他一眼的蜂王。原来如此，他终于明白那只蜂王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他了。因为如果不是自己，那只雄蜂很有可能才是这个古域里的胜者，所以那只雄蜂是蜂王派到这里的。郑宇想到之前进入噩梦级深渊的职业者从未见过雄蜂领主，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自己杀了队长，提前遇到了本应该是最强的雄蜂领主，所以到了现在才会是4只这么弱的精英怪？什么谷底，什么传送口，其实都不是，这里就是虫母创造的名为古域的空间。他们是误入这里的蛊虫。一旁的文人晴雨问道：这是关键性道具吗？郑宇笑着道：何止关键，这就是我们离开的方式，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算是通关了。通关了？文人晴雨和陶钱他们一愣。那 boss 呢？郑宇摊了摊手，被提前杀死了。郑宇解释道：所谓的谷底，白了就是古神养蛊的地方，所以之前的职业者无法查到这里神的信息，因为这片区域名为古域，没有谁遭受诅咒，也没有被诅咒摧残的世界，这就是虫母自己的能力空间。通关方式也极其简单，抵抗虫群，杀死这里的精英怪虫子，谷里最强的那只虫子才有资格活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只是2阶段深渊，还是我们运气好，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这片空间里最强的虫子，也是唯一能够活着的虫子。陶钱问道：所以结束了？结束了。郑宇转头看了一眼艾德蒙，对于我们来是结束了，但对于他们来则是进入了下一个更高级的古域，不知道这对他们来是好是坏。完，郑宇看了一眼整片空间里完全消失的虫族，有些惋惜的道：一共才弄了60万的经验，可惜了，早知道他就等会杀精英怪了。一旁的文人晴雨抿了抿嘴，没敢吱声。60万还觉得少？随着虫谷晋级徽章的出现，也解释了一些问题。虫子生性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虫族也有派系，比如甲壳虫领主是出现白色斑点，雄蜂领主是变为棕色。虫母就是这片区域的神，整个古域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没想到虫族也这么卷。郑宇感慨道。一旁的陶钱吐槽道：只要是有阶级的地方都会卷，毕竟有你这样的人在，想不卷都不叫。郑宇疑惑地问道：我不算卷吧？是，你不卷，连续4次噩梦级深渊，连续4次打破记录，隐藏任务，完美同光，你告诉我这叫不卷？郑宇，文人晴雨则道：我们和上虞市的职业者倒没什么感觉，毕竟你的成绩给上虞市职业者带来的是福利和便利，但其他城市的 SS 级复兴职业可不这么想了，我估计你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很大。郑宇耸了耸肩，我觉得还好吧，我又没想给他们带来压力，我只是想简单的拿个我应该得到的榜单奖励，然后争取尽快升级到40级。文人晴雨，陶钱，好他妈朴实无华的目标。柯银，不愧是你。也就是他们几个了解郑宇的实力，也亲眼见过郑宇这恐怖的提升速度，对于郑宇的简单的目标也只是吐槽一句。这要是其他人听到，新人榜是那么好争的，40级是那么好升的，他们一路心里吐槽着，一路跟着郑宇走到了黑暗谷底最深处。随着虫族逐渐消失，这里的传送口也暴露了出来。在传送口处，一枚血色的石头漂浮在空中，这枚石头其实早就出现了，那道血色光柱
其实就是这枚石头引起的异象。所以那个叫马斯洛的副队长发送的其实不是求救信号，大概率是提前激活古玉奖励的信号。郑宇猜测道。很显然，黑暗谷底噩梦级深渊最终奖励是这枚血色石头，虫族蜂拥而至也是为了这枚石头。郑宇让哥布林将军去拿起这枚石头，发现没有攻击哥布林将军之后，才接过石头看向属性：虫母能量血石，特殊消耗品，来源虫母留在古玉的奖励，只有在古玉的厮杀中存活下来的胜利者可以享受得到内含虫母的能量。血石大幅增长血量成长上限，作用吞噬血石之后立即提升血量，你后期升级时血量成长属性将会翻倍。唯一物品，无法售卖，无法交易。卧槽！郑宇一愣，这东西也太好了吧！3万的血量直升，还增加血量的成长上限。这东西给战士，那将会培养出一个能抗能打的血牛战士；要是给圣骑士，直接就是最强坦克；要是给我，神级召唤兽指日可待。最重要的是，唯一物品，也就是以后要是再有人通关黑暗谷底噩梦级深渊，也不会得到这枚血石。这才是黑暗谷底最重要的奖励。郑宇想到了祠堂深渊里完美完成任务时红衣女鬼给他的那块红盖头，虽然红盖头没有属性，但他估计不比这血石差。噩梦级深渊有奖励，他是真给啊！郑宇没啥犹豫，直接当场吞噬掉血石。他就怕一会升级时忘记吃血石，浪费升级增加的血量。你以吞噬虫母能量血石获得血量上限加，增加的血量比他原本的血量都多，血量直接干到5万多，可季线的血量也达到了3.8万。看着厚墩墩的血条，郑宇终于感受到了什么讲安全赋。老八契约虽然很强，但的确会让郑宇有种可能会被秒杀的危机符。吞噬完血石之后，郑宇转头对艾德蒙道：那咱们就在这里分别吧。谢谢你，郑宇。艾德蒙不傻，他能够看得出来，郑宇他们根本不是汉克上尉带来的士兵。虽然他满肚子疑惑，但他也清楚自己没有资格去询问，就算问了，郑宇也不会告诉他的。一会你们跟在我们身后进入传送口，我的猜测是，更高级别的古玉很有可能颜色不同，你可以尽量将颜色变为更低级的古玉。不过更低级的古玉颜色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得看你的运气了。这是郑宇唯一能够帮助到艾德蒙的事情了。到了最后，郑宇也才发现，原来艾德蒙改变颜色的能力和职业者通关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还会再见吗？艾德蒙有些不舍地问道。艾德蒙这种情绪，一旁的陶钱等人都感同身受，这是遇到大腿之后不愿松手的挽留。郑宇笑着道：谁知道呢？郑宇想起了红衣女鬼，他总感觉深渊与深渊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并不是专家的那样是困住时间的空间。晚安。郑宇便第一个进入传送口，陶钱、文人、晴雨等人跟上。柴云有些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黑暗谷底深渊，他此时的心情和艾德蒙是一样的。最后一次抱大腿，这种爽刷没有任何困难的通关噩梦级深渊的事情以后不再有了。柴云进入传送口后，艾德蒙深呼吸一口气。郑宇在之前就把古玉的事情告诉了他，艾德蒙现在是清楚的，一会进入传送口，等待他们的不是回家，而是更多的虫族。但如果不从这里出去，不去面对，就永远没有回家的机会。艾德蒙最终选择进入传送口，无论前方是什么，我都要去试一试。被困在这里，只有等死这一条路。郑宇帮我们打通了传送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艾德蒙回头对其他士兵道：反正都是死，不如看看那个困住我们的王安虫母长什么样子吧。临死前要是能吐他一口痰，也不算死的憋屈。哈哈，这一刻，艾德蒙不再是那个胆的士兵，而是直面死亡的勇者。与此同时，马斯洛眼睁睁地看着红色血柱消失。不，马斯洛预感到了不妙，他们加快步伐赶到谷底深处，却发现这里一只虫子都没有，只有满地的虫子尸体以及5只躺在地上的巨大精英领主，而那根血柱早就消失不见。传送口也变为一堵石墙。他们来晚了。不，他们本就是故意晚到的，就是为了让郑宇和艾德蒙他们打先锋，吸引虫族的注意力。但他没想到的是，郑宇竟然这么快清理掉了那些虫族。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斯洛身边的士兵问道。马斯洛想了想，决定先安稳住身边饶情绪，道：放心，传送口出现一次就能出现第二次，只要我们再发送一次信号就好。但没等马斯洛完，空竟然突然暗淡下来，然后一只雄蜂领主从空中缓缓落下，然后是甲壳虫领主、电浆虫、跳跃者以及一群新的精英虫族领主。嗡！空间中的虫群再次出现，古玉虫母被重置了。马斯洛，他额头冒出了冷汗，一是因为这群精英虫族领主带来的压力，二是周围那4名之前相信他、跟着他的士兵的眼神。现在唯一能够打败这些虫族、重新开启传送口的郑宇离开了，他们可能要永远的留在这里了。黑暗谷底深渊大厅，一则消息惊醒了沉睡中的职业者们。通知，恭喜职业者队伍召唤师队打破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34时50分14秒。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陶钱、武僧、柯莹、刺客、文人晴雨、刺客、柴云、游侠。一旦激起千层浪，凌晨3点多，职业者们直接从帐篷里面窜了出来，苦等34个时，就为了这一刻。上于是职业者们对于郑宇能否通关黑暗谷底噩梦级深渊没有任何担心，
哪怕是34个时，他们也只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时间流程。整个上虞市的职业者对郑宇非常有信心，甚至在黑暗谷底深渊大厅工作的负责人都提前制作了恭喜郑宇通关的横幅。市长办公室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也是抓紧时间将提前写好的通告发出去，然后准备庆功宴。论坛里也在通知发出的一瞬间多出了一堆帖子，看样子都是提前写好的。换句话，整个上虞市就没有人认为郑宇会翻车，这是郑宇祠堂完美通关给他们带来的底气。张战更是满脸笑容，连夜让司机开车送他到黑暗谷底深渊大厅，他要再次亲自迎接上虞市的功臣。郑宇称得上功臣二字，就单单一张金卡，一个完美通关的全市奖励就足够了。更不要，郑宇还贡献了一个祠堂深渊噩梦级攻略新思路，现在又要多出一个黑暗谷底噩梦级攻略，这不亲自去迎接有些不过去了。张战到了黑暗谷底深渊大厅时，这里已经挤满了人。好在黑暗谷底深渊大厅和祠堂深渊大厅一样，都有高级休息室。休息室内，柴芳早就到了。哟，来得这么早？郑宇还没出来？张战心情很好，直接笑着问道。柴芳摇头，没呢，一般通知时间和职业者传送时间有将近1个时的时差。对了，这是派系上面发给我的3阶段深渊目录，标红的是1个月内将要开启的深渊，你拿给郑宇，让他自己选吧。没想到这次派系办事效率很快嘛。张战一边调侃着，一边接过文件看了起来。柴芳也笑着道，毕竟郑宇连续通关噩梦级深渊的事情都已经传到中州了，这要是再不重视，我都怀疑上面人是否是脑残了。张战哈哈笑道，是金子总会发光，连续4次噩梦级深渊直接升到20级，真的，我只听过，还没亲眼见过。你的对，这要是再不重视，他们真的都死去得了。李家那边什么反应？张战好奇地问道。柴芳摇了摇头，不清楚，我只知道李楠暂时回中州了，还回不回来就不知道了。不过听周云关闭了江水市论坛，现在全都进咱们论坛里了，所以张战很了解柴芳，当他看到柴芳一脸坏笑，就知道他又搞什么动作了。所以我开启了收费模式，除了上虞市的职业者，其他市职业者想要发帖得花钱，想要回复评论得开会员，想要看攻略得加价。张战问道，他们不会真交钱了吧？柴芳笑着道，还不少，毕竟江水市论坛封闭，他们憋了一肚子气，只有在咱们市发骂周云的帖子才会得到认可，他们不差这点钱。虽然咱们也不缺这点钱，但能恶心恶心周云，我觉得很不错。张战直接竖起大拇指，还得是你。就在他俩谈话期间，外面一阵骚动。张战放下文件，站起身，走吧。很显然，只有郑宇出现才会造成如此骚动。此时，黑暗谷底大厅内，职业者们全都拿起手机，找好姿势，准备第一时间和归来的郑宇合影。工作人员将横幅展开，放上英雄归来的歌曲。这一次的迎接比以往来的更正轨一些。嗡，一阵嗡鸣声响起，郑宇、文人、秦宇、柯莹、陶钱、柴云再次出现在大厅内。郑宇啊，郑宇！看到这一幕的郑宇自己都愣住了，我这是重生做明星了吗？怎么这么多狂热粉啊？你们真的是职业者吗？郑宇一肚子的问号，尤其是看到2楼拉起来的横幅，周围拧爆的礼炮，一群正在对着自己咔咔自拍的职业者。他甚至看到了正在自拍的柴芳。好家伙，你不是都40多级了吗？怎么还这么迷信啊？好在稳重有威望的张战及时出来解救了自己，将他带到了 VIP 休息室内。呼，这阵势真不可思议啊，比我当年还要过分。不过你也比我当年的成绩要好得多。张战看着外面仍然不散的人群，以及不断高呼郑宇名字的少女，笑着道，这次叫你来没有什么要跟你的，上次都完了。张战也没有废话，直接将文件递给郑宇，这里面是咱们烟云派系能够给你预约的3阶段深渊，你看着挑一下，只要你挑中的深渊，派系会让你拥有独自进入的权利。这么敞亮？郑宇稍微有些惊讶，他听闻人情语过，从3阶段深渊开始，深渊就开始限制进入次数，有的深渊甚至只有1次进入机会，然后就会进入关闭状态，所以抢一个名额是需要等待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者10多年的时间才升级到40级，一是名额不好抢，二是准备时间长。张战感叹道，你还是瞧了你自己的影响力啊，要知道你的名字现在已经是咱们烟云派系的名人了，重点关照，优先机会，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特权，毕竟你连排行榜的匿名都取消了，要的不就是这个吗？郑宇取消新人榜单的匿名设置后，烟云派系是第一个发现的，因为在排行榜上能够看到郑宇名字后面的烟云派系2字，而且21级60%的经验直接碾压了排名第2的匿名职业者，直接登顶双榜1。在排行榜出来的时候，副盟主诸葛无痕就直接下令给你开绿灯了。看见这个标注4星的深渊了吗？本来是准备给柳南烟女儿留着的，如果你要选的话，你是最优先级。张战指着文件上写着使徒孤岛的深渊，柳南烟的女儿。郑宇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张战没好气的道，咱们盟主就叫柳南烟。哦，郑宇缓缓点头，也就是我要是选择了使徒孤岛深渊，岂不是抢了盟主的女儿的特权？张战笑着道，你别搁着给我试探，放心吧，咱盟主不像周云和李楠，不会搞那些肮脏的事情。但我得先问你一件事情，你了解4星深渊是什么吗？面对张战的问题，郑宇也多少是了解一些的，直接道，
简单级深渊为0星，普通级深渊是1星，困难级深渊2星，噩梦级深渊3星。到了3阶段，会有特殊的深渊多出一个难度，也就是比噩梦级深渊更难的4星深渊。4阶段会有5星深渊，5阶段会有6星深渊。在网上我就不知道了。张湛点头，这是课本上的事情，我今要告诉你的是课本以外，只有到了你这种程度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你应该知道，噩梦级深渊的含义其实是指真实的重现被封禁的历史。那你知道4星深渊代表着什么吗？郑宇摇头，做出一副认真听的表情。张湛解释道，在4星深渊内，你将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深渊的难度，还赢。张湛顿了一下，看向郑宇，慢慢的道，还有来自其他空间职业者的危险。郑宇皱眉，其他空间职业者。张湛道，圣殿在地球存在了43年，但圣殿的存在可不只有43年，有人猜测是几千年，有人猜测是几万年。对于一个存在了几万年的圣殿，绝对不止我们是职业者，在其他空间还有更多的职业者存在。4星深渊，我们就将会直面他们。郑宇思索了一下，做出了一个比喻，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阶段深渊之所以限制进入次数以及固定时间开放，是为了匹配职业者，而1阶段和2阶段深渊能够随便进入，是因为20级之前还在新手村，到了3阶段才是真正职业者之间的战斗的。没错，张湛同意郑宇的法，并道，对于高级职业者来，1、2阶段深渊就是新手村，只不过大部分职业者都卡在这个阶段，你总不能对他们，你们还在新手村吧？张湛完，看向郑宇，告诉你这些是让你谨慎做决定，不是让你不去选择这个4星深渊，而是上面想让你考虑一下是否组队进入，有队友也能帮助你抵挡一下其他空间的职业者。郑宇直接问道，如果我坚持一个人呢？3阶段组队就不可能是陶钱这种酱油了，积分自己经验，还有可能抢走自己的装备。你这个问题，柴方帮你问诸葛无痕了。张湛笑着，因为他和柴方也早就猜到郑宇会这么问，所以打了个提前量。那副盟主怎么回答的？郑宇问道，你想挑战死亡极限，那就满足你。张湛喝了口茶，这是诸葛无痕的原话。郑宇问道，死亡极限，这是损我还是夸奖？张湛笑道，当然是夸奖，因为诸葛无痕当初和你做了同样的选择，并且自己一个人通关了3阶段4星深渊，然后就一举成名了。郑宇又问道，那其他空间的职业者等级如何？实力如何？最高30级。实力吗？不好，看运气，但我们的猜测是，在我们这里4星深渊很稀有，在他们那里应该也不算是常见，毕竟4星深渊的奖励是真的高，我们需要，他们也需要，你大概率会遇到其他空间里才职业者。不过张湛意味深长的道，杀死其他空间的职业者有奖励。奖励？很丰厚，那还选什么？就他了。郑宇丝毫没有犹豫，其他空间的才职业者有海克斯符文强，只要等级不超过30级，郑宇都不怕的。更何况战争财宝杀职业者也能同样得到奖励。之前郑宇还想着杀自己让到的战利品有些太残忍了，除非对方对他动杀心。现在好了，坏消息，对方是其他空间职业者中的佼佼者。好消息，他们有的是，既解决了罪恶符，又解决了战争财宝数量问题。因为一场深渊其实也就几个精英怪，不是所有的深渊都是黑暗谷底那种虫族深渊。张湛看到郑宇已经决定了，便承诺道，那行，我帮你落实这件事。其实如果你打算自己进入使徒深渊，对他们来也有好处。他们？啊，我的是荣明剑和柳恨和。见郑宇不懂，张湛解释道，因为你自己进入，很大概率深渊不会关闭，因为进入的人数太少，他们会有机会再组队进入一次，正好你们还能再比一次。郑宇不理解的问道，再比一次？张湛解释道，荣明剑等级排名第2名，柳恨和也就是柳南烟的女儿，排名第3的那个匿名就是她。你在等级上已经超过了他们，现在又同时有可能进入一个深渊，算是暗中比较吧。你巧不巧？其实吧，柳南烟是打算让你们3个一起进入使徒孤岛这个4星深渊的，毕竟咱盟主和荣离曾经是队友，关系很好的那种。但如果让他俩知道你想自己进去，估计他俩会卯足了劲的想要压住你。郑宇突然想起之前陶钱他们谈论的卷，郑宇想着这大概就是卷吧，不过卷的不是他，而是荣明剑和柳恨和，他又可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为了能够独享战争财宝的战利品、4星深渊的经验、使徒孤岛的完整奖励而已。成年人想要全都要，有错吗？使徒岛屿深渊开始时间在4后，手续什么的都是柴方在办，自己只需要等待就好。离开黑暗谷底深渊，郑宇回到了别墅，和陶钱他们简单庆祝了一下之后，便回到房间内开始清点这次的收获。打开系统面板，首先弹出来的是3个通知，你已通关2阶段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获得奖励黑暗谷底深渊宝箱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恭喜您获得首通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奖励，获得黑暗谷底深渊首通礼包噩梦级职业者经验加，恭喜你打破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34时50分14秒，获得历史通关礼包黑暗谷底噩梦级深渊职业者经验加黑暗谷底通关成就噩梦级3份奖励，通关奖励、首通奖励、历史记录奖励，郑宇直接全部领取，30万经验直接进账。等级 LV21 LV22
距离升级还需点经验。血量、魔力10601160，智力803844，力量166177，敏捷4347，得劲！看着直接增加了8600点血量的数值，郑宇非常满意。宠母能量血石将血量成长数值提升了1倍，本来21升级到22级，应该只提升4300点血量上限的。血石对他的提升来是巨大的。郑宇看向自己的物品栏，此时物品栏里躺着3个宝箱，一份历史记录礼包，5个战利品宝箱，其中2个宝箱是黑暗谷底的通关和手通宝箱，一个是之前祠堂深渊的通关宝箱，一直还没开。因为深渊的历史记录礼包一人只能得到1份，所以第2次的噩梦级祠堂深渊就只得到了1个通关宝箱。3个宝箱和历史记录礼包必能开出钻石级别的装备，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定能将黄金级的黄皮子4件套换下来。郑宇一口气将3个宝箱、1份礼包全部打开。你已打开祠堂深渊噩梦级通关宝箱，恭喜你获得首饰项链先祖的祝福项链 LV20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魂珠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你已打开黑暗谷底通关宝箱噩梦级，恭喜你获得防具上衣雄风长袍 LV20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重合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你已打开黑暗谷底深渊手通宝箱噩梦级，恭喜你获得防具手套宠母能量纺织手套 LV20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重合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你已打开黑暗谷底深渊噩梦级历史记录礼包，检测到你的职业为召唤师，为你开启召唤师装备，恭喜你获得召唤兽装备电浆原石 LV20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25，锻造石星号25，重合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4件钻石装备，并没有成套装备，不过单以雄风长袍和宠母能量纺织手套的单件属性，就足以让郑宇放弃黄皮子袄的套装属性。防具雄风长袍，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法师、召唤师、亡灵法师等智力类职业，品阶钻石，属性智力加215，血量加5000。装备效果被动效果，穿戴该装备时基础智力属性提升 10%。 主动效果，雄风长袍会变化为风翅，可以进行时长为 10s 的高速飞叫。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先不这 10% 的智力提升，就单这 10s 的高速飞行装备效果，就足以让郑宇放弃黄皮子附身的攻击力加成。因为郑宇不缺伤害，缺保命能力。巨翅灵蝶虽然拥有护盾和回血能力，但它的定位是辅助，保护能力还是不够。强力保护型召唤兽，郑宇已经准备好了，准确的来，应该是烟云派系给他准备好的。但对于召唤师来，保护性能力越多越好，只要召唤师还在场上站着，就不算满盘皆输，还能创造奇迹。雄风长袍的装备技能能够让他快速躲避，也能在战场上实现快速脱战的效果。另外3件装备，先祖的祝福项链拥有1次祝福回血的效果，可以给自己或者召唤兽使用，正好替换下只有5级的冰晶吊坠。宠母能量纺织手套能够吸收能量，让下一次技能的伤害值增加 20%， 主要是手套的基础属性非常高，替换下黄皮子手套。召唤兽装备电浆原石，装备等级20级，装备品阶钻石级，装备属性血量加7000，攻击力加1500。装备效果电浆攻击，召唤兽佩戴该装备，每次远程攻击会携带电浆标记，4次将会触发电浆爆炸，爆炸将会造成4次普攻综合的伤害。这装备让郑宇想到了一个熟人。总之，钻石级的召唤兽装备属性都非常强，但对于这件电浆原石装备给谁，郑宇稍微有些纠结。最好是给哥布林将军，因为他自身带有剑术精通的远程技能，但他身上还带着鲨鱼刀。巨翅灵蝶攻击力低，也没有强攻技能。双魔火蛇根本就不拼 A， 全都是火焰光环、火蛇地狱等范围性技能。战争牛头没有远程攻击能力，如果一只召唤兽能携带2件装备就好了。郑宇决定暂时将鲨鱼刀转给战争牛头，让他去鲨鱼，把唢呐暂时给了巨翅灵蝶，让哥布林将军带上电浆原石，尽可能的打出远程伤害的电浆效果。将装备全部更新了一遍之后，郑宇的血量增长到了7万多，智力因为雄风长袍和先祖的祝福项链全部都加智力的原因，直接破1000，达到1040的智力。接着郑宇将视线集中到那5个战利品宝箱上，这才是重头戏，战利品宝箱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文章羁绊的最主要来源。郑宇直接将5个宝箱一口气全部打开。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200点，获得随机文章1枚。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500。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200点，获得装备锻造器1件。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200点，获得随机文章1枚。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2阶段，获得负点200点，获得极客扳手1件。看来并不是每一个战利品都出文章。郑宇感觉自己之前确实有点想多了，战利品宝箱的奖励一定是随机的，5个宝箱能出2个文章已经是很高的概率了。除了2枚文章之外，
还有一个装备锻造器和一个郑宇从未听过的极客扳手道具。极客扳手，发明家黑墨丁格制作的高毒具，能够为你的召唤兽增加一个装备槽。死！郑宇一愣，这是好东西啊！召唤兽正常来只能装备一件召唤兽装备，这也是限制召唤兽实力的一个原因。但没想到战争财宝强化符文竟然再一次帮他解决这个一个召唤兽实力上限的问题。他之前没怎么瞧得起的战争财宝，不仅帮他解决了文章的来源，还解决了召唤兽装备槽的数量问题。战争财宝真强！郑宇真香的道，顺手将2个随机文章打开。你获得精灵龙文章，你获得精灵龙文章。精灵龙2-4-6-8-10，提供专属精灵龙随机装备，这些装备会给召唤师提供大量附点。2. 随机2件精灵龙装备。4. 随机3件精灵龙装备。6. 随机4件精灵龙装备。8. 随机5件精灵龙装备。10. 全部8件精灵龙装备，并提供群英冠冕神级精灵龙装备。卧槽，我还有这运气！郑宇想到2个随机文章竟然开出了相同的羁绊，并且还是经济类羁绊，精灵龙。因为精灵龙羁绊并不增加属性，只给装备，郑宇便随便把文章丢给了巨翅灵蝶和双魔火蛟。反正文章不限制数量。精灵龙羁绊已激活，获得投机者之刃精灵龙装备，获得御金狮法杖精灵龙装备，召唤兽装备投机者之刃，装备等级5，装备品阶精灵龙装备，装备属性攻速正 20%， 攻击力正 5%， 装备效果每存储1000附点获得 0.1% 的攻速，在20万附点时达到最大值，每次攻击有 0.1% 的几率掉落10附点，几率随攻速加成而增加。召唤兽装备御金狮法杖，装备等级5，装备品阶精灵龙装备，装备属性法术伤害正 20%， 攻击力正 5%， 装备效果每存储1000附点获得 0.1% 的法术伤害，在20万附点时达到最大值，击杀一名敌人后有 0.1% 的几率掉落20附点。郑宇看着2件精灵龙装备，搓着下巴计算着，1000附点增加 0.1% 的几率，1万附点就是 1% 的几率了，20万附点就是 20% 的几率，这么算下来感觉也不低。如果这能存到20万附点，每次战斗附点都能源源不断的进入。刚才一波战利品宝箱下来，弄了大概有1300点附点，加上之前剩下的附点，以及这一波从训练假人领取下来的60点附点，一共兜里有1680点，也就刚好让2件装备提升到 0.1% 的几率。0.1% 有和没有差不了多少，但总比没有强。郑宇总得留1000附点来激活这2件装备的 0.1% 几率，万一能爆呢？虽然爆的也很少。郑宇接着用极客扳手将哥布林将军的装备槽打开一个，把提升攻速的投机者之刃给哥布林将军，配合电浆原石，他能更快的打出电浆伤害。把御金狮法杖给双魔火蛟，召唤兽里唯一的法术性伤害就只有双魔火蛟。2件装备配上，算是将黑暗谷底和祠堂深渊的所有战利品全部更新了一遍，剩余的垃圾装备、不用的材料、爆出来的技能书全部丢到圣殿商店里，只留下锻造石、强化石。这2个材料消耗量巨大，还贵得要死。现在还差一个召唤兽。郑宇拿出之前柴方给自己的20级召唤兽技能书，画出契约法阵，直接召唤。哗啦哗啦哗啦，铁链摩擦在地面的声音从契约法阵迷雾中响起，从远及近，一股阴寒的气息让郑宇都打了个哆嗦。一只浑身漆黑的黑影从迷雾中走了出来，召唤兽恶鬼兽。他浑身笼罩着黑色烟雾，无法看清煞鬼的面容，手腕、脚腕、脖子都拴着铁链，如同身负重罪从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鬼。呵，恶鬼兽那没有五官的脸看向郑宇，从胸口里发出破风箱的喘息声。没有语言，但郑宇身为召唤出他的召唤师，能够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恶鬼兽不属于保护性召唤兽，它的攻击属性很强，移动能力、法术能力、刺客能力都是一流。如果按照职业来划分，恶鬼兽应该算是法刺这类稀有职业。但之所以契约它，一是因为恶鬼兽足够强，二是因为恶鬼兽拥有一个让召唤师不得不契约它的技能——主仆共生。主仆共生，恶魔兽能够和召唤师签订主仆契约，链接双方生命。主人、召唤师拥有生命操控权。当主人、召唤师死亡时，恶魔兽会成为主饶第2条生命，自身进入地狱形态。当恶魔兽死亡时，主人、召唤师可将进入地狱形态的召唤兽重新复活。地狱形态，恶魔兽在生命降低至0时不会立刻死亡，会进入地狱形态。地狱形态可保持3分钟的超强战斗状态，也可由签订主仆契约的召唤师将其复活。恶魔兽1之内只能进入1次地狱形态。换句话，恶魔兽就是召唤师的第2条命。恶魔兽的主仆共生这个技能，在张安全的教科书上曾重点提及过，一个召唤师必须要得到的召唤兽，没有之一。可以这么，除非将召唤师和恶魔兽一起杀死，否则召唤师就可以做到不死。召唤师最怕的是能够隐身的刺客，具有超高伤害的剑客，能够定点秒杀的法刺。有了恶魔兽，就能克制他们的偷袭和爆发。杀死自己，恶魔兽能够直接给自己提供1条生命，自身也能进入地狱形态，再次复活。虽然只能进入1次地狱形态，但足够了。复活十字架能复活，这就等于2条命，安全感直线提升。
再加上训练假人能挡伤害，巨齿灵蝶能够提供护盾，因神血的30%伤害减免，先祖的祝福项链的回血技能，郑宇敢保证同等级的职业者根本秒不掉他。别秒了，能破开巨齿灵蝶的盾都算他们伤害高，破了盾还有训练假人2个。郑宇现在还真有点期待使徒孤岛深渊里的其他空间职业者了。正常职业者在面对召唤师的时候，一定会直接对付召唤师。设想当刺客一刀下去，发现盾都没打破，会是什么表情？在吞噬了血石之后，郑宇血量在3阶段职业者档次里不算高，但也绝对不低。总之，安全感十足。郑宇对于张安全这个人很好奇，因为恶魔兽这个召唤兽技能书非常稀有，圣殿商店内是不可能找得到的，还是通过派系的关系才得到的这本张战他们认为是最顶级的召唤兽技能书。但张安全又是怎么知道恶魔兽的呢？相比于之前对于这本教科书的轻视，认为教科书更偏向儿戏，现在的郑宇认为张安全这个人确实是有点东西的，起码在召唤师领域上，他的认知算是第一人了，给郑宇提供了不少帮助。哗啦！此时郑宇已经跟恶魔兽签订了主仆契约。身高2米多，面容被黑雾笼罩，气息阴暗且充满暴躁气息的恶魔兽对着郑宇深深的鞠了一躬。先给你提升一下副吧。目前的恶魔兽只有4阶副，太低。它不像巨齿灵蝶是纯辅助召唤兽，作为拥有高输出属性的召唤兽，副等级自然是要拉满的。郑宇留下1000点副点作为存储基金，保证金玲珑装备有那么 0.1% 的几率，剩余680点副点，再简单计线出3200血量，获得320点副点。恶魔兽4阶到5阶需要1000点副点。召唤兽恶魔兽4阶副进化召唤兽上为恶魔5阶召唤兽上为恶魔，等级22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7280 1040，召唤师智力星号7系数负5阶，距离升级还差5000点负加。技能1恶魔枭首 LV22， 上为恶魔会以枭首的形式展现自己在种族里的地位，对敌人会优先进行枭首攻击，造成巨额伤害。技能2屠戮杀意 LV22， 在魔界久经杀戮爬上上位的恶魔兽，拥有可以凝结成实质的杀意，战斗时可压制等级不高于他的敌人，并造成持续的伤害。技能3恶意斩击 LV22， 一击充满恶意的攻击，命中敌人后会给对方标记恶意痕迹，上位恶魔对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伤害提升 25%。 当上位恶魔处于地狱形态时，攻击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时必定暴击。技能4主仆共生。技能5地狱形态召唤兽装备5。进阶到5阶的恶魔兽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多了一个上位的称号，估计是他们世界里的品级。上位恶魔5阶升6阶需要5000点副点，如果全部用血量极限的话，就是5万生命上限。思来想去，郑宇还是暂时放弃了给上位恶魔升6阶的打算。一是需要的副点太多，哥布林将军和双魔火蛟都还卡在5阶呢；二是下一场要进入4星难度深渊，面对其他职业者的威胁，他必须先保证血量，也就是得先保证生存能力，哪怕有上位恶魔和巨齿灵蝶，也得保证血线。并且他现在其实已经有了除了恶魔契约之外的获取副点的途径，战争财宝、精灵龙，这都是副点的来源。所以郑宇不打算冒险升6，目前5只召唤兽的实力还够看。再了，他还有一根璀璨级，花费了1.6个亿的费用打造的幻灵法杖。算算时间，也该去取我的法杖了。烟云派系总部，一名少女直接推开盟主房间，开门见山的问道：所以我和郑宇的组队计划泡汤了？正在伏案写着什么的柳南烟抬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笑着道：你都知道了。柳恨和一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道：刚知道，无痕哥告诉我的，是郑宇选择一个人进入4星使徒孤岛，不组任何人。那我怎么办？我不太想和荣明剑组队，他是剑客，我是战士，我抢不过他，到时候我可能连新人榜第3都保不住。柳南烟听完自己女儿的埋怨之后，笑道：我以为你是来找我要名额的。柳恨和脸一皱，实话，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确实是想找你利用一下特权，毕竟我老爹是盟主嘛，如果你去2句话，估计也有希望。但转念一想，我凭什么要主动找他组队？这不显得我有些低三下四了吗？并且他既然有信心独自挑战4星深渊，那我跟他组队就显得我有些多余了。但我又不想和荣明剑组队。柳南烟眼里带着笑容的看着自己这个喋喋不休的女儿，道：其实即使你不和荣明剑组队进入，你也挤不进前3的。看到柳恨和刚要不满意的时候，柳南烟直接解释道：西北今年2个 SS 级负者，东荒区3个，藏区1个，咱们南方大区有你和荣明剑，以及这个看似是 S 级但比 SS 还强势的召唤师郑宇，再加上中州区的4名，今年 SS 级负者比前5年加起来的都多，更别提 S 级负者了。这就是为什么郑宇的资源会那么容易被李家拿走，因为数量多，所以政府今年并不是太重视 S 级副职业者。柳恨和皱了皱眉头道：你的这些我知道，但我有信心压制住那些 SS 级副职业者。那如果我告诉你，李家派系很有可能出现一个 SSS 级职业者呢？ SSS 级职业者。柳恨和一愣，然后马上喊了出来：这可是一件大事！自圣殿出现以来，唯一一个 SSS 职业者，只有如今霸占3个总榜榜1的南木云。也正是因为南木云，才让九州成为世界霸主地位。如果再来一个 SSS 级副，九州未来实力会更上一层楼。但马上柳恨和就疑惑地问道：SSS 级这么高的副，
不应该到现在还寂寂无闻啊。郑宇都成了新人榜热门讨论人物，西北的那个 SS 级领域副的武僧也出名了，但我可没看到关于 SSS 级副职业者的讨论。柳南烟笑着解释道，消息不会是假的，只是李家暂时给他保护起来了。李楠这次回中州也是为了这件事。为什么隐瞒？柳恨和不解。你以为我们的对手只有深渊和其他空间的职业者？不，还有我们身边的人。一个南木云已经让其他国家难受很多年了，再多一个 SSS 级职业者，他们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深渊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就是资源，两个 SSS 级职业者都在九州，高级深渊就会彻底被九州垄断。毕竟现在南木云被卡在了8阶段深渊的位置，很难保证其他国家会为了不让南木云多一个自己国家的帮手，而提前暗杀掉李家那个 SSS 级职业者。柳恨和问道，他们真的会做到这个地步吗？那可是 SSS 级职业者未来开荒9阶深渊的机会啊。柳南烟认真的对自己女儿道，不要怀疑你对手的贪婪以及他们的下限。虽然我讨厌李成功这个人，但李家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是没问题的。因为李家 SSS 级副者的出现，荣明剑做出了和郑宇一样的选择，单独进入其他的4星深渊。你有这方面打算吗？柳恨和想了想，最终摇头，我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4星深渊，如果我等级再高一些，或许可以。4星深渊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深渊副本，还有其他空间职业者，没有队友的照应，很容易死亡。听到柳恨和的话，柳南烟并未失望，反倒很欣慰的点零头。职业者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一定认知，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毕竟只有活着能升级，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柳南烟道，我会帮你联系其他3阶段的新职业者，争榜尽力而为，争不到也无所谓。职业者真正的战场不是内战争榜，而是在觉醒之后。努力吧。柳南烟完，不再理会柳恨和，继续低头写着什么。柳恨和也一脸无奈，争榜还怎么争？一个实战能力诡异的高于副的召唤师，一个继承了他爹超强爆发的剑客荣明剑，这2个就已经让他只能屈居第3了。现在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强的 SSS 级副者，他也就没有了争前3的想法了。算了，能保证个前10也笑。柳恨和自我安慰道。与此同时，荣家，荣明剑恭敬地站在荣家祠堂最前排，父亲荣离站在他的右边，身后是荣家几十口人。在荣离的示意下，荣明剑按照祖训的规矩进行跪拜。跪拜之后，荣离对荣明剑道，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除了让你祈求祖上庇护之外，不能再帮你什么了。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我赞同。无论你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你要记住，你身上的责任不仅仅只有荣家，还有九州，不要辜负上给你的父。我们荣家在圣殿出现之前，世世代代都是忠烈。圣殿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我希望不会改变你心中对于英雄的定义。世界早已不是我们看到的一片祥和，它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到了即将坍塌的临界处。它需要英雄，而英雄不是单指我和你，而是所有职业者。上于是圣殿，郑宇从锻造师孟震那里拿到了自己的法杖，再次拿到这把璀璨级武器，早已和当初有了很大不同，颜色更加亮鲜艳，释放着柔和的淡青色的光芒。杖头处的水晶球内部，灰白色的迷雾中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黑色阴魂闪过，重量沉了一些，释放出来的气息也比之前强了不少。先看看属性吧。孟震一脸笑容的道。很显然，从孟震的表情就能看出，这次打造很成功。郑宇抬起幻灵法杖，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法杖精通职业，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450，施法速度正 50%， 元素伤害正 80%。装备效果，幻灵法杖可以吸收元素力量，在元素力量达到 100% 时释放主动技能幻灵。幻灵下一次释放的技能将会复制一个相同的幻灵技能进行释放，幻灵技能拥有原本技能的 80% 的强度。锻造12，锻造属性智力加586，按属性加120，按属性召唤兽伤害增加 21%。锻造特殊属性召唤按属性召唤物时，将会降低周围所有生物按属性抗性。强化9，强化属性召唤兽的无视伤害加6740，强化特殊属性暴击时附加 9% 的额外伤害。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一旁的孟震怕郑宇看不懂这根幻灵法杖现在的厉害之处，给郑宇讲解道，锻造时我们用了非常多的魂珠作为属性材料，魂珠是典型的暗属性材料，所以现在这根幻灵法杖拥有暗属性攻击能力，又因为您的职业是召唤师，锻造的特殊属性自然就变成了召唤兽的暗属性附加。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20点暗属性强化。正常职业者的属性强化是0，元素法师拥有被动的属性强化，但一名20级的元素法师属强也就在100左右。现在这根幻灵法杖属强能够达到120点，几乎等于一名元素法师的属强被动，更不用锻造的特殊属性拥有降低对方暗抗以及增加暗属性召唤兽的属强伤害。孟震很兴奋地跟郑宇讲解着，郑宇也没有打断他，只是耐心地听着。他能感受到孟震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服，毕竟有些锻造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摸到一件璀璨级装备。孟震曾经在省区当学徒的时候，曾跟着师傅锻造过一把璀璨级装备，现在能有机会自己主持亲手锻造一把璀璨级装备，还锻造得如此成功，不激动是不可能的。郑宇也非常满意，虽然贵0，但值。原属性450的智力，锻造12层增加了586的智力，
一根法杖就能增加1036的智力，120的鼠强，21%的暗属性伤害，6740的无视伤害，9%的附加暴击伤害，这数据绝对是顶级的。最重要的是，召唤兽的攻击享受武器属性，自己还刚好添置了一个纯暗属性的恶魔生物上位恶魔。上位恶魔本就是暗属性的强攻召唤兽，和这把锻造后变为暗属性伤害的璀璨极幻灵法杖，简直就是绝配。一旁的梦阵还在喋喋不休，郑宇已经卸下了寒玉法杖，换上了远古的幻灵法杖。此时，郑宇的属性面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姓名：郑宇，称号：一阶段深渊寒阶深渊纪录保持者，二阶段深渊祠堂深渊纪录保持者，二阶段深渊黑暗谷底深渊纪录保持者，火炎王，红衣的青睐，灭虫者，职业召唤师，等级22级50万，距离下次升级还差46.9万经验。血量：魔力1160，力量177，智力1926，敏捷47，暗属性强化120，无视伤害6740，技能契约法阵召唤兽狂化，召唤兽空间哥布林将军5阶副，双魔火蛟5阶副，巨翅灵蝶3阶副，莽荒血脉战争牛头6阶副，上位恶魔5阶副，海克斯强化符文副，恶魔契约冷采集执事之心白银级，主打一个陪伴2黄金级，书库卡片白银级，意外之财冷采金蛋冷采，公里圆弧白银级，神龙尊者之心白银级。召唤师装备：远古的幻灵法杖 LV20 璀璨，虫母能量纺织手套 LV20 钻石级，雄风长袍 LV20 钻石级，黄皮子长裤 LV20 黄金级，黄皮子帽 LV20 黄金级，阴神靴 LV20 钻石级，阴魂手镯 LV20 钻石级，散发着怨念的订婚戒指 LV10 铂金级，先祖的祝福项链 LV20 钻石品阶。召唤兽装备：索命唢呐 LV20 钻石级，巨翅灵蝶佩戴，投机者之刃精灵龙装备，哥布林将军佩戴，玉金狮法杖精灵龙装备，双魔火蛟佩戴，电浆原石 LV20 钻石级，哥布林将军佩戴，鲨鱼刀 LV10 铂金级，蛮荒血脉战争牛头佩戴，尖利的刃牙 LV1 上位恶魔佩戴。郑宇仔细打量着自己的面板，看似豪华，但还有很多可以补强的细节，比如只有10级的铂金级戒指，之所以没换，主要是郑宇还比较喜欢怨念戒指的护盾，一直没有找到替换他的戒指。2件黄皮子装备，帽子和长裤都还是黄金级的，也可以稍微花点钱更换。上位恶魔缺个召唤兽装备，因为只剩下1级的尖利的刃牙，就先给上位恶魔带上了。3阶的巨翅灵蝶也得尽快提升日程，存储副点只有1000点，也很缺，得尽快攒多一点，提升精灵龙装备的触发概率。羁绊现在最高也才是3个 VIP 执事，甚至还不足以触发4执事的羁绊。极客扳手也需要，缺的东西有点多呀。一种路还长，任重而道远的情绪涌出。现在就等进入4星深渊了，希望能多一些其他空间的职业者。其他人生怕遇到其他空间职业者，职业者越多，深渊越难。但郑宇却正相反，他唯恐职业者太少。毕竟一个职业者就是一个战利品宝箱，对手不是困难，都是资源啊。6转瞬即逝，这几郑宇基本上处于休息状态。2阶段深渊进不去，3阶段深渊要等待，闲下来的时间稍微补充了一下自身细节，将黄皮子帽和黄皮子裤子全部换掉。当然不是用的自己的钱，而是省区发下来的3阶段 S 级补助，一套散件铂金装备，帽子、裤子、上衣、手套、靴子，只留下帽子和裤子，剩下的全扔给柴方，让柴方从派系里帮自己换一批锻造石和强化石。这也是加入派系的一点好处。像郑宇这种级别的财，省区发的补助一般都没有太大提升作用。派系里的财，像柳恨和他们基本上也这么做，将资源交给派系，派系会交换一下需要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打造装备的材料，剩下的换成现金留着备用。郑宇替换的2件装备分别是法师的礼仪高顶帽和法师的礼仪长裤，2件铂金装备，出自西北的某处2阶段深渊，并且是2件就成套的装备。法师的礼仪套装效果：被动属性智力加200，魔力值加500，技能缩减 5%。 主动效果：精致的礼仪会增加法术伤害，释放的法术伤害正 8%，8% 的伤害不多但够用。主要是这2件装备还加智力，套装智力加了200，帽子和裤子各加50，一共增加300智力，让郑宇原本就很高的智力达到了2226点智力。如果忽视掉对方的防御能力，2000多的智力能让双魔火蛟的火焰光环伤害达到每秒4万伤害。如果再算上玉金狮法杖的法术伤害加成，以及礼仪套装的法术伤害加成，5万伤害是能够达到的。不过3阶段的深渊，每只怪都身怀绝技，不可能没有保护能力。他要面对的也是装备齐全、有各种保护能力的职业者，只能每秒5万伤害是理论数值，真正伤害还是要在实战中测试。除了更换了2件装备之外，郑宇还利用了3个培养技能，培养了战争牛头的体型、双魔火蛟的法术伤害以及哥布林将军的攻击速度。召唤兽体质培养，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1000点血量上限。
召唤兽技能训练，火焰光环技能伤害提升 1%， 召唤兽属性培养，哥布林将军敏捷属性加15%，提升量不算高，却也用了3周的时间才培训完第1周目，再次培训还需要再等3周。召唤师是个需要漫长培养周期才能见到效果的职业，好在有海克斯强化符文。在这集等待的时间里，郑宇也从柴方那里得知了 SSS 级职业者的消息，并且也拿到了其他城市 SS 级职业者的信息。今年新职业者中 SS 级职业者的数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足有12名之多， S 级副者更是足有100多名，这在往年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去年整个南方大区没有 SS 级副者7名 S 级副者，去年整个九州就只有3名 SS 级副者，可以整体实力不止翻倍，更出现了 SSS 级的职业者，这让政府的整个重心基本上都扎在了这名 SSS 级副职业者以及 SS 级职业者身上。但从周云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上面对于 S 级职业者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往年。要不是郑宇自己靠着实力打出连续通关噩梦级深渊的成绩，都不好拿不拿得到资源。这还是张战找的派系帮忙。不过现在郑宇在派系里的受重视程度是最高的，深渊选择权优先，装备和技能书的购买权也是最优先的，甚至比柳南烟这个盟主优先级还要高。毕竟年轻职业者才是联盟最重要的计划，没有新生力量，光靠柳南烟和诸葛无痕是不够的。下午，郑宇便接到了柴方的电话。准备好了吗？柴方第一句话直接问道。没什么问题了。嘿，就喜欢你们年轻人这股子自信，我要是你，我现在得紧张死了，毕竟是单挑4星深渊。郑宇没有回话，柴方也不在意，直接道，一会我派车去接你，你提前到南青市休息1晚上，深渊开启时间是明晚上的7点左右。好。哦，对了，你让我找到25级召唤兽技能书，我给你找到了。找到了。郑宇声音太高了一些，他现在22级，不定能在这个4星深渊里提升到25级，正好能当做一个底牌使用。市面上25级的召唤兽技能书都垃圾的要死，他就拜托柴方帮自己找找，其实就是利用派系的势力。没想到派系还挺上心，2时间就找到了。是光属性的召唤兽？是。25级的？没错。几阶副？4阶。不高，但足够了。放心吧，派系现在对你是一切满足，你想要什么只管提，没有派系办不到的事情。多少钱？不要钱。不要钱？这倒是让郑宇比较意外。柴方解释道，其实这本召唤兽技能书是从荣家那里拿到的，荣离听是你要便没收钱。剑神？对，就是那个九州第一剑客剑神荣离。没想到他人还挺好的脸。柴方笑着道，就算荣离不要钱，柳南烟盟主也不会收你的钱，毕竟如果你真的能够在4星深渊里通关并取得胜利，你就将会是第2个诸葛无痕。这对于派系来，你的实力成长和这丁点资源相比，孰轻孰重谁都明白。行了，不这些了，等你等级再提高一点，尤其是到40级之后，你就明白派系的重要性了，比你想象的要重要。技能书我给你用邮件发过去了，还有派系大佬们给你的礼物，一会司机会给你。我就不跟你去南青市了，最近我也要进深渊，先祝福你一切顺利，活着回来，也祝我自己一切顺利，活着回来。对于职业者来，进入深渊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死亡，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祝福。南青盛位于九州、梭婆和缅北地区的边境处，在这郑宇的保姆车刚进入南青市就接受了军队的盘查。司机解释道，南青市的治安一直不好，主要是搞诈骗的团伙总是在这里偷渡、抓人、搞事情。现在还有搞诈骗的？郑宇很疑惑，他倒是真没关注过这个事情，没想到这个世界的缅北地区也和他前世一样，多得很。司机经常游走于南青市，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很离谱，经常骗你们这些新职业者，是能够让他们不进深渊就提升等级、提升实力，就有一群年轻人相信。还有一些是骗他们，免费给他们30万，让他们过来赌。哦，对了，你也在赌注范围内。我？郑宇一愣，没想到这里还有他的事情。赌你的通关时间，赌您下一场通关概率，杀死职业者的数量以及被杀死的时间，还能赌这个？关键是他们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论坛信息、圣殿信息以及好友等等都能够查看，因为您进入的是4星深渊，所以杀死几个职业者，圣殿都会通知。司机倒也门清，估计也没少赌。郑宇却表示很离谱，没想到自己除了在上虞市和江水市人气很高之外，在南青市的人气竟然也这么高。一路和司机谈着，车进入了南青盛。在南青市的使徒孤岛深渊大厅里，郑宇见到了南青市的市长闵墨，42级牧师，这也是郑宇目前见到的等级最高的牧师职业。闵墨身上穿着非常典型的牧师长袍，一副温尔儒雅的气质，面相消瘦，身体也不健壮，很难想象这种气质的事竟然是这么乱的南青市的市长。闵墨市长很热情，又是欢迎又是招待的，毕竟使徒孤岛的深渊是在他的势力，如果能通关，对于南青市也是有好处的。一般选择3阶段深渊都是在同派系的管辖城市里选择，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也是因为上虞市3阶段深渊近2个月都没有开启迹象，唯一一个4星级深渊已经有6个月没有开启过了。除了闵墨市长，郑宇还见到了盟主的女儿柳恨和以及他找来的队友，倒是没什么交流，只是柳恨和的队友对他很好奇，一直在远处打量着他。郑宇也不在乎，毕竟自己很难低调的起来。S 级副还是召唤师职业，
现在要挑战连柳恨和这个 SS 级副职业者都不敢单独进入的4星深渊，的确很容易被人关注。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同一时间进入使徒孤岛深渊，不是同一场次，但却是同一时间，这就有的比较了。谁先通关深渊，谁先失败，谁被杀死，谁杀得多，都会有比较。其他地方的论坛正语不清楚，但上虞市关于他和柳恨和谁更强的讨论帖已经是最热门的帖子了。南青市边境之外的那些赌场也有关于他俩的赌注，营销号更是针对他俩同时进入深渊做了不少文章。毕竟这个世界职业者和明星其实差不多，比明星更有知名度，也更有地位和权力，但依旧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看看职业者的信息、职业者的比赛、职业者近况，或者一些高级职业者的生活八卦之类的，郑宇倒是不在乎。经过江水市周云事件，他已经能够很淡定地看着他们消费自己。嗡，一声嗡鸣音打断了郑宇的思考。他抬头看去，深渊大厅的前方升起一个虚幻的孤岛。来了！郑宇起身看着逐渐升起的虚幻孤岛，这种异象只有在3阶深渊开启时有，1、2阶深渊没有异象。郑宇倒是感觉比较新奇，一直关注着孤岛异象，直到面前弹出系统提示：3阶段深渊使徒孤岛已开启，选择难度1星、2星、3星、4星，4星为竞技深渊，将匹配5队职业者队伍共同进入深渊。弹出提示之后，郑宇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4星深渊。正在匹配中，请稍后。就在匹配的等候时间时，柳恨和走到了郑宇面前，对郑宇道：别有心理负担，我没有要和你比的意思，毕竟你一个人进入，我带着队伍进入，怎么比都不公平的。我会多等你一会，如果你能单刷通关的话。柳恨和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他不会仗着人多去抢郑宇的历史通关记录。对于想要单刷最高难度深渊的职业者，他们这些知道更多信息的二代们都会抱有尊重心理，因为这已经超过了比拼范畴，而是一种挑战极限的行为。总之，希望你能通关。如果你真的能单刷过4星深渊，我即便掉出前3，也输得心服口服。完，柳恨和转头对他的队友道：走吧，我们的对手已经匹配好了，先走一步。柳恨和对着郑宇潇洒地摆了摆手，从孤岛虚影上投下来几道光束，将柳恨和他们笼罩在其正，下一刻消失在原地。匹配成功，当前匹配队伍5，当前匹配人次21人，正在进入使徒孤岛4星难度深渊，请等待传送。嗡，在柳恨和离开之后，郑宇也被这道光束笼罩，在闵墨市长等饶注视下进入使徒孤岛深渊。郑宇进入深渊之后，闵墨自言自语的道：希望一切顺利。燕云联盟已经很多年没有单刷4星深渊的职业者了，如果郑宇能成，未来有他一席之地。与此同时，郑宇漂浮在半空中，看到了一个遮蔽日的身影，身体连接地，一道光束闪过，这道遮蔽日的巨大身影轰然倒地，身体化作一座岛屿。神的死亡带来了新生，这座由神死后的尸体构建的岛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能量，得到它们，你将会拥有神的能力。但请心，这里不止一个猎人，是猎物还是猎人，就看你自己的实力了。落地的一瞬间，郑宇便直接召唤出巨翅灵蝶。嗖！也就在巨翅灵蝶给郑宇套上护盾的一刹那，一根如流星般破空而来的长矛直接扎在郑宇的护盾上。咔！负8258，护盾瞬间掉落8000数值。好在因为郑宇的智力达到2000多，巨翅灵蝶的护盾也达到了2.6万，一般的攻击根本破不了郑宇的盾。其实早在郑宇通过光束传送到使徒孤岛上时，他就已经在自上而下的降落过程中看到了隐藏在草丛里的一名野人，姑且算是野人。棕色的皮肤，身上画着部落纹身，牙齿尖利，棕色的头发扎成辫子，非常符合人们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嗖！又一根长矛射过来，no！ 这一次没能命中郑宇，而是被战争牛头直接挡住了伤害。负2547，打在战争牛头身上，伤害降低了数倍。一是战争牛头本身的防御能力，二是神龙尊者的属性提升，不到3000的伤害打在拥有7万血量的战争牛头身上，无伤大雅。眼见自己攻击无效，那名野人毫不犹豫，直接转身开逃，速度极快，这能让你走了？郑宇直接甩出一条染血的黑色绳索，铂金装备阴魂手镯的主动技能吊死鬼阴魂，主动释放一条吊死绳索，束缚住敌人，向你的方向拉近一段距离。唰！绳索准确的命中野饶脖子，直接锁喉。郑宇根本不用费力，轻轻一拽，套住野人脖子的吊死鬼绳索瞬间收紧。啊！野人发出痛苦的闷声，身体向后倾斜，朝着郑宇的方向位移了一段距离。战争牛头看准时机，直接冲了过去，蛮牛冲撞，直接将野人顶飞到半空正。飞到半空中的野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开启莽荒血脉战斗模式的战争牛头，无需什么连招，一顿猛砍就行了。负5414，负6478，负6874。别，这野人防御力还挺高，过万攻击力的战争牛头砍在野人身上，竟也只能砍出6000左右的伤害。郑宇发现，战争牛头每一次砍在野人身上时，他身上的彩色纹身就会发光，应该是这些纹身吸收了一部分伤害。不过，在拥有3个控制技能且伤害极高的战争牛头面前，他防御力再高，也只有挨打的份。想逃，直接战争践踏踩住；想反击，战争怒吼吼晕。野人没有任何还手能力。0，
与此同时，巨翅灵蝶唱起蝶鸣，不仅给战争牛头增加攻速，还利用自身携带的召唤兽装备索命唢呐的破甲效果，给野人降低防御力，效果显著。最后3刀带走野人性命，击杀使徒岛屿土着 LV25，获得经验加10000经验。郑宇本来还觉得杀一个土着用的时间有点长，但10000经验算下来跟2阶段精英怪差不多了。没报战利品，明这只土着也就只是个普通怪。不过郑宇想了想，又觉得经验不算太高，毕竟这是3阶段最难的深渊，普通怪给10000经验也就一般。自己现在22级升级到23级需要50万经验，不过不愧是4星深渊，平时随便秒杀的普通怪，竟然需要战争牛头开启莽荒血脉才能砍得动。击杀了土着之后，郑宇看到土着身上的纹身正在慢慢消散，能量扩散到半空中，最后回归到零面。因为很清楚背景，郑宇知道他现在站着的土地其实就是刚开始那具神的尸体，所以土着身上能够吸收伤害的纹身就是所谓的神的力量吗？那为什么没有继承给我？郑宇很不满，他理解了神的力量是什么，但他以为杀死土着之后，那个力量就会继承给他。很显然并不是。就在郑宇心里吐槽的时候，系统提示接连弹出，使徒印记已刷新，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使徒印记坐标，请尽可能多的获取使徒印记，获得使徒印记，你将根据使徒印记的能力暂时获得实力的提升，获得印记越多，实力提升越高。请心，你将面对的不仅只有守护使徒印记的生灵，还将面对生长在使徒岛屿内的原住民，以及来自其他区域的外来者。使徒印记。郑宇看向已经死去的土着，提示中只是明了获得印记会提升实力，但没有最终结果，也没怎么算是结束这场深渊。难道是杀光所有竞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郑宇露出笑容，那可太好了，杀的越多，战利品越多。他现在可太缺副点和文章了。如果是类似于大逃杀类型的深渊，他收获的会更多。郑宇不再耽误时间，直接打开系统弹出的地图，看到地图上出现了10几个不同颜色的标记，一处绿色标记距离他很近。郑宇直接将战争牛头收回空间内，然后拿出一个特殊的座架挂在巨翅灵蝶身上，自己爬上座架，跨坐在上面。这是他休息的时间里找工房做的一个飞行座架。巨翅灵蝶皮肤全是蝴蝶的那种绒毛，不太好抓，索性就做了一个架子，系上安全带，双手抓住架子的两端，自己这点体重对于足有3米多高、展翅宽度超过5米的巨翅灵蝶来绰绰有余。走，加速！郑宇催促道。0。巨翅灵蝶非但没有因为郑宇挂在他身上不满，反倒非常兴奋地发出铃铃的声音，扇动翅膀快速起飞。别看巨翅灵蝶的敏捷不高，但它飞行的速度绝对不慢，瞬间飞到空中，朝着郑宇指向的方向飞去。因为有制空优势，郑宇能够在空中俯瞰岛屿情况，能够直接看到不远处一片区域内冒着绿色的光芒的使徒印记，以及从其他方向而来，正在朝着绿色使徒印记奔跑而来的一队职业者以及数名土着。好，来的越多越好。郑宇不怕竞争，就怕他们不和自己竞争。老大，你看上。在郑宇看到他们的时候，那支和郑宇选择同一个印记的职业者队伍也看到了飞在空中的郑宇。我擦，大扑棱蛾子！队长脸上戴着一张蠕动的面具，嗓门很粗地喊道：那是职业者。不是当地的土着怪物。不是。一名游侠利用鹰眼技能看到了空中巨翅灵蝶身后坐着的郑宇，估计是德鲁伊或者召唤师之类的职业。那我们岂不是暴露了？他很明显是发现了我们。真好，要是我们有一个能够飞的职业多好。那名游侠道，对方堂而皇之的飞在空中，很明显的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要么是有自信，要么是有埋伏。队长点头道，埋伏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到了印记那里的时候，先不要抢印记，先打架，赶走这支职业者队伍，我们再抢印记。好，空正。郑宇将那支队伍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队长是标准的战士，就是不知道是血气流战士还是狂战流战士。剩下4个分别是1名游侠、1名牧师以及2名战士。3名战士搭配1名牧师是职业者最喜欢的配置。游侠到了3阶段这个等级已经就不算弱了，甚至是最强的侦察兵，拥有鹰眼技能以及强攻超远射术。实话，相比于3名战士，郑宇更忌惮这名游侠，一会先秒游侠和牧师。郑宇对召唤空间里时刻准备出来战斗的战争牛头他们道 ：“No。”在得到了回应之后，郑宇示意巨翅灵蝶提前降落，因为他发现那名游侠已经开始瞄上自己了。呼！巨翅灵蝶落地，郑宇嘱咐道：“护盾始终给我，记得帮我分担伤害。”0。巨翅灵蝶轻声回应。郑宇接着将2个训练假人挂在巨翅灵蝶身上的架子两侧。与此同时，那支职业者队伍也落好位置。嗖！一支箭矢试探性的射出，命中到郑宇身边的树干。游侠射程远，但缺点是命中率不高，距离一旦过远，想要命中只能看实力和运气。郑宇快速隐藏进森林里面，被一个游侠盯上，一定要快速找掩体，不然只能被当活靶子。他就一个人。游侠瞄准着郑宇的方向，再三确认之后道：“一个人。”队长皱了皱眉头，妈的，遇到茬子了。见到郑宇是一个人，队长非但没有开心，反倒很认真的道：“我就5队职业者，这么只有21人，原来真有独狼存在。都认真点，这种人要么是不要命的傻子，要么是他们世界的才。”
后者的可能性最大。毕竟在哪个空间里，四星深渊都属于稀有资源，不可能让傻子进来的。队长那张蠕动的面具上展露出一张扭曲且认真的表情。牧师问道：那现在怎么办？队长道：既然碰到了就得打，不管他有什么实力，总得拼上一拼，况且德鲁伊的强度又不高，如果他是召唤师的话，那就更好对付了。一会不要管他的召唤兽，直接突他脸，秒了他。他是才不假，但我们也不是水货，能够进入四星深渊的职业者最低也是 S 级副，队长和游侠更是 SS 级副，2个 SS 级副职业者加上3个 S 级职业者，这种高配置的队伍是他们的底气。换句话，对方哪怕是 SSS 级职业者也有一战之力。他过来了，游侠惊讶地发现那名独狼职业者竟然主动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应战！队长沉声道：神圣祝福，唐眷顾，光明之力。牧师二话不直接上技能给队员加群体 buff， 神圣祝福加双力，唐眷顾加3速，光明之力增加武器伤害。牧师是最强的辅助，没有之一。有了3重 buff 的加持，3名战士感觉自己一拳能打死一头牛。然后哞，他们就听到了牛剑，一头身高3米的直立牛头人发动着不可阻挡的冲击，朝着他们毫无技巧地撞了过来。阻挡住战争牛头的树木全部被掀翻，如同一辆全速前进的坦克，轰鸣般朝着他们碾压而来。操！一名战士忍不住直接骂道：他能一拳打死一头牛，但没一拳能打死一头牛头人。别担心，我设置了陷阱。还没等游侠完，就看到战争牛头直接碾压过游侠提前设置的陷阱，丝毫没有任何被阻拦住的痕迹。如果不是看到战争牛头头顶上弹出4000多的伤害，他们甚至会以为游侠根本没有设置陷阱。不可阻挡技能，躲开！队长立刻认出这种技能形态，能够无视游侠的捕兽加陷阱，除了不可阻挡技能，没有其他可能。我能抗住。其中一名战士根本没听队长的话，身上瞬间泛起荧光，手上的巨剑正立在战争牛头的正前方。荆棘光环，战斗反击，这是这名战士的最精通的能力，硬抗伤害，然后反击回去。不过，轰！就在战争牛头即将撞到战士的时候，2团火球一左一右的朝他袭来，直接在他身上炸开，竟然直接破掉了战士的反击技能。然后战争牛头紧随其后，一声巨响将战士直接撞飞出去。虽然自身也受到了荆棘光环的反伤效果，相比之下，那名战士受到的伤害更多。治愈术，牧师立马一个治愈术给战士快速回血。远处看到这一幕的郑宇一脸笑意的自言自语道：没想到竟然有人敢硬抗战争牛头的冲撞，胆子真大。蛮牛冲撞的技能伤害不高，但关键不在于伤害，而是一旦被撞飞，那等待对方的就将会是战争牛头那一套不讲道理的控制连铡。如果没有反制控制技能的招数，那就只能被战争牛头活活控死。只见战争牛头在对方被撞飞的同时，一脚战争践踏将半空中的战士直接踩到地面，开启莽荒血脉战斗模式，一边践踏一边抡圆了斧头，照头就砍。救人！队长喊道。但战争牛头扬一声怒吼，直接震晕了另外一名战士。队长倒是没有被震晕，但他却被2只黑色的哥布林拦住了去路。浑身包裹着黑色布条的哥布林眼里泛着骇饶光芒，队长心中一凛，毫不犹豫直接后退。轰！就在他离开的地方，被2只死士哥布林的自爆炸出2个大坑。他能免疫控制。远处的郑宇坐在巨翅灵蝶身边打量着的战场，并分析道：到目前为止，他判断出实力最强的一定是那名戴着不断蠕动面具的队长，不仅满意了战争牛头的战争怒吼，还非常敏锐地察觉出死士哥布林的自爆，是个硬茬。郑宇做出了和队长同样的判断。灵蝶、奏乐、蝶鸣和哀乐同时响起，直接破掉战士的荆棘光环。正巧一斧暴击命中，那名战士竟然被打死。嗡！复活十字架效果触发。操！那名被眩晕刚恢复过来的战士眼见同伴被打出复活，怒骂一声，手上的战士长剑泛出红色光芒，瞬间冲刺到了战争牛头身后。吃！一剑竟然刺穿了战争牛头的腰部，他的腹是极强的穿透效果 ，S 级穿透腹。哞！战争牛头吃痛，血量骤然下降。但拥有莽荒血脉的战争牛头属于那种越战越勇、血量越低战意越强的召唤兽。换句话，战争牛头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生物。只见战争牛头身上的血纹亮起，反手对着那名穿刺腹的战士就是一斧横扫。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见到气势十足的战争牛头，快速后退。而那名被打出复活状态的战士也抓住时机，快速复活，身上亮起荆棘光环，对战争牛头投出嘲讽技能。虽然战争牛头被压制住，但却是2打1，而且是2名 S 级副战士打一个召唤兽，并且队长看到正要加入战场的一名骑着巨狼的气势非凡的哥布林，以及他身后一群各种兵种组成的作战队，他感觉到了不妙。阿桑，掩护我！队长知道这名独狼不简单，一只召唤兽就能限制2名战士，甚至还打出了其中一名的复活十字架，再拖下去，吃亏的是他们，必须秒掉那名召唤师。慢剑雨，被称之为阿桑的游侠直接释放技能，空中落下箭雨，每一支箭矢落在地面，竟然炸出烟雾，阻挡了已经锁定了队长为目标的哥布林将军的视线。队长以极快的速度冲进烟雾内，躲过哥布林将军的阻击，径直穿越战场。
来到郑宇藏身的位置，死！没有废话，对着郑宇就是一刀血气斩击下去。轰！地面直接被斩出一道沟壑，典型的血气战士，有爆发，有续航，有速度。这一刀气势非凡，但却完全没能打中郑宇。此时，郑宇被生风斥，早已撤离簇，在不远处看着队长脸上的面具，不是装备，很有可能是这名战士的负能力。见到郑宇躲开自己的攻击，队长压下心中的诧异，脸上的面具更加扭曲，瞬间爆发血气之力，冲向郑宇。他必须尽快结束战斗。那边2名战士竟然被一只召唤兽反压着打，游侠也被哥布林将军和一只双头火蛇围攻。如果他不解决掉眼前的召唤师，自己队员都会遭殃，再失去几个复活十字架，他们之后就根本没有争夺胜利的资格了。但他还没冲到郑宇面前时，就被一只身材巨大、长相极其丑陋的巨魔挡住了去路。吼！巨魔举锤怒砸，队长刚想反击，却发现自己脚下不知道何时出现了树枝，缠绕住了他的双腿。雕虫记！队长冷哼一声，毕竟也是 SS 级副职业者，各种噩梦级深渊他都挺过来了，一只巨魔，一只哥布林巫师根本阻挡不住他。血气怒斩！一道圆形的血气斩击直接切开巨魔的身体，并向外扩散。脚下的藤条树枝被血气直接震散，他脸上的面具竟然呈现出郑宇的脸庞。嘿，锁定你了！只见队长伸手，身上的战士血气竟然蔓延出来，笼罩在郑宇周边。死吧！吃！笼罩在郑宇身边的血气竟然化为数把血剑，刺向郑宇。锁定型技能。郑宇看着刺向自己的血剑，没有丝毫担心，无法闪躲，那就硬扛。这很明显是这名队长的压箱底技能，对方是想要快速秒掉他。不过郑宇可没那么好秒。咔！护盾碎掉。训练假容挡了一部分伤害，看似惊艳的技能，甚至只是没能过得了训练假人这一关。就这，你好弱呀，连召唤师都秒不掉。郑宇看着自己一丝都没掉的血量，看向面具战士。队长也愣了一下，你真的是召唤师吗？来自心底的发问。他引以为豪的攻击竟然被挡了下来，很难想象郑宇身上那层盾有多厚。其实训练假人已经死了一个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丝血皮。2个训练假人4万血量，护盾接近3万，也就是刚才那名战士的一击足有7万伤害。抱歉，你就差了那么一点。郑宇笑着道。话虽这么，即便他的伤害过了训练假人，也还有巨翅灵蝶分担 50% 的伤害。郑宇为了保险起见，甚至开启了阴神靴的主动技能 30% 伤害减免。他靠什么秒自己？恶魔！郑宇直接召唤上位恶魔，一只浑身充满煞气的上位恶魔在郑宇身后缓缓出现。哗啦！锁链声响动，上位恶魔出现的一刹那，锁链便已经锁定住了队长。而与此同时，从角落里射出4发箭矢，嗖嗖嗖嗖，精准射中并打出电浆效果。4件伤害的电浆效果爆发出的伤害，竟然带走了战士1/3的血量。原来哥布林将军始终没有加入战斗，一直在锁定着战士的位置，瞅准时机直接放冷箭。至于那名游侠，根本扛不住双魔火胶的高额伤害，游侠射出的高伤害攻击也被哥布林死士和哥布林盾牌兵全部用生命挡下。2名 S 级战士被战争牛头1打2，还压制着。SS 级副的游侠攻击被哥布林作战队阻挡，又被双魔火胶持续攻击，双魔火胶的伤害极其的高，牧师想拉都拉不回来。好了，秃脸杀死召唤师的计划到现在为止完全落空。他看着眼前的这只浑身黑雾的召唤兽，竟然升起一种我可能打不过的念头。不是打不过这只上位恶魔，而是远处还有一个实力不弱于上位恶魔的哥布林将军在守着。撤！队长做出判断，再打下去必输无疑，果断转身离开。你已经被上位恶魔标记了，往哪走？而且你敢背对上位恶魔，认真的吗？郑宇哪能让到手的战利品跑了？只有杀死对方才能有战利品宝箱。既然不是一个空间，不是一个种族，存在竞争关系，以这名队长的实力，未来发展起来一定是个隐患。杀起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吃！只见上位恶魔化成一道黑影，袭向他的头颅。恶魔枭首！恶魔枭首！上位恶魔划出一道黑色的痕迹，直接抹过队长的脖子。吃！但并没有伤害出现。没伤害，郑宇也并不意外，毕竟对方再怎么也是 SS 级副职业者，自己都有阴神靴这种免疫伤害的钻石级装备，对方一定也有保命的手段。虽然挡住了上位恶魔的枭首攻击，但这位队长并未回身反击，因为他还有同时挡住哥布林将军又射来的4箭血气护盾。一层非常厚的护盾包裹住他，轻松挡住哥布林将军带有电浆的攻击，也让他防住了上位恶魔的恶意斩击。队长，救命！远处拥有穿刺腹的战士也抵挡不住战争牛头的攻击，冲着队长呼叫着。拥有莽荒血脉的战争牛头越战越勇，已经杀到眼红的战争牛头根本不是他能够抵抗得住的。但队长却完全忽视了队友的求救，他很清楚这名召唤师甚至连召唤兽狂化技能都没有释放，就已经将他们压制到了这种程度。最关键的是，2个废物队友竟然被一只召唤兽压制住。那名召唤师手上除了召唤兽狂化技能没有释放，他手上那把很有可能是璀璨级的装备，也是他忌惮的一点原因。自己的面具能够感知危险，郑宇的召唤兽和他的法杖让他感知到了危险。无论如何，再打下去一定是吃亏的，所以队长选择只救走牧师。
有牧师和使徒岛屿的应急规则在，他就还有可能翻盘。至于队友，只要游侠阿桑不死，剩下2个废物注定要被这名召唤师吃掉，到时候谁还会指责他？队长直接掠过2名被战争牛头蹂躏着打的队友，径直朝着牧师跑去，然后对那名游侠喊道：“阿桑，你自己能逃，不用管其他人。”阿桑是一名 SS 级副的游侠，以游侠的速度想要脱离战场还是很轻松的事情。至于那2名战士，正好留着能够拖住郑宇的追击，也算是给郑宇留下的猎物了。想走？郑宇看到快速逃离的队长，直接坐到巨翅灵蝶身上追。巨翅灵蝶起飞，与此同时，哥布林将军发动冲锋，上位恶魔也朝着队长释放出锁链攻击。队长眼见攻击在前，也不再犹豫，血气爆发。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队长身体内炸开，血气突然旺盛的燃烧着，整个人如同一个即将要爆炸的血气炸弹一般，以惊扰速度冲了出去。灵！但与此同时，巨翅灵蝶再次鸣奏起蝶鸣，诡异的哀乐降临在哥布林将军身上，敏捷加600，并且加在了哥布林将军召唤出来的所有重骑兵团上。22级的重骑兵团，44名全副武装的重骑兵，600的敏捷速度，加上冲锋的加速能力，没有什么能够形容眼前的画面。重骑兵团就是力量、速度、团队战斗的极致代表。轰隆，轰隆，几个呼吸之间便直接追上了血气爆发状态下的队长。队长心中大惊，召唤兽竟然能够追上血气爆发下的自己。眼见重骑兵团就要撞上自己，队长也干脆直接停下，右手拍击地面。轰！地面瞬间被一股强大的血气力量展开，平坦的地形瞬间被改变。他想利用血气力量改变地形，进而阻止了重骑兵团的冲锋。跳！但随着哥布林将军的命令，重骑兵团跟随着哥布林将军高高跃起，竟然直接跨过了被改变的地形。别队长了，就连郑宇都有些惊讶，能够负着如此重的重甲，还能跳得这么高这么远，可能也只有这种堪称魔兽级别的巨狼能够做到。神圣惩罚！就在此时，牧师出手了，光落在队友身上是祝福，落在敌人身上就是惩罚。嗡！重骑兵团的速度瞬间被降了下来，巨狼的腿如同陷入泥潭一般，前行变得艰难，跳跃降低了一波速度。牧师又给了重骑兵团降低了一波速度，竟然直接化解了冲锋技能。其实郑宇倒也不指望冲锋去打伤害，虽然目前来哥布林将军的冲锋技能是系数最高的伤害性技能，但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冲锋能够打出伤害的次数很少，基本上都是被哥布林将军当做一个位移技能使用。虽然冲锋技能被化解，但哥布林将军和他的重骑兵团也成功阻拦住了队长去路，上位恶魔也及时赶到，拦截住了牧师的位置。你这是打算赶尽杀绝？队长眼见无法离开，干脆释放出血气至到郑宇。郑宇坐在巨翅灵蝶身上，飞在半空中，认真地回答着他的话。在进入这里的时候，我们不都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吗？既然如此，又为何要做女子姿态？乖乖把战利品交出来吧！放过谁，郑宇都不会放过这名队长。一是战争财宝是根据击杀目标实力而定的，击杀2阶段深渊精英怪获得的战利品一定不如击杀这名 SS 级副职业者多。二是这个使徒岛屿深渊里有使徒印记的存在，就足以让对方有翻盘的机会。这名队长无论是在实力还是在战斗判断、应对、决断力上都不容屈。他知道穷寇莫追的道理，也清楚放虎归山的危害，更知道猎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猎物的规矩。召唤兽狂化，郑宇没有任何留手，直接给哥布林将军和上位恶魔套上召唤师的最强状态技能。在召唤兽狂化的作用下，整个重骑兵团的气势直接翻倍增长。上位恶魔的屠戮杀意竟然开始压制等级比郑宇高的队长战士。郑宇笑着道：“虽然你们人多，但面对召唤师，你们还是要做好被群殴的打算。接下来便是单方面的碾压了。血气战士虽然全面，但一旦血气消耗量过多，就会出现疲软的现象。连续用过血剑阵和血气爆发的队长，再次时刻保持杀意十足的上位恶魔，以及44名重骑兵战斗欲望正强的哥布林将军时，根本无还手之力。击杀职业者战士 LV26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荆棘护甲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副26级战士。先死的不是队长，而是1打2还被战争牛头反杀的那名防御力极高的战士。防御力再高，也经不住触发了残血状态后的战争牛头。开启蛮荒血脉，触发残血状态下的战争牛头和平时憨厚的战争牛头可不是一种生物。换句话，那名具有穿刺能力的战士反倒加速了他们的死亡速度。战争牛头杀死荆棘战士之后，又轻松地打出了那名穿刺战士的复活十字架，然后按照郑宇的命令就守在那里等着对方复活。没想到杀死职业者竟然奖励这么丰厚，郑宇欣喜，6万经验，外加一件他身上的装备以及一个战利品宝箱。战利品宝箱也和郑宇想的一样，杀死职业者的奖励是根据对方实力来定的，也就是对方越强，副越高，等级越高，战利品宝箱给的东西越好。郑宇就越期待队长的战利品宝箱了。击杀职业者牧师 LV24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秘术权杖 LV20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副24级牧师。第二个死的是牧师，职业者战斗先杀牧师，可能是急于给队长加 buff， 也可能是看到了穿刺战士被手尸的一幕，
也清楚哪怕是拖着复活时间也逃不掉，索性就直接复活，然后当场死亡。不过郑宇还是低估了队长的求生欲，先后杀了3次才将队长最终杀死。一次是他自身的复活十字架，一次是牧师临死前给队长套的复活术，一次是那个面具给队长的生机。面具竟然硬生生夺走了郑宇一半的血量，加在了他自己身上。郑宇这才明白，当初队长为什么会将面具的脸变成郑宇的脸，可能就是为了这一闸。不过这也是队长最后的底牌了，即便抢走了郑宇一半的血量，在众骑兵团的围殴下也支撑不住片刻。只要秒不掉郑宇，被召唤师围住，等待的只有慢性死亡。最终队长在脑袋被上位恶魔直接切了下去。郑宇等了一会，示意巨翅灵蝶飞下去。郑宇落地，走到队长脑袋掉落的地方，一脚踩了下去，咔，连同脑袋戴面具直接踩碎。击杀职业者战士 LV27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血气手镯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S 级副27级战士。不是郑宇有暴虐倾向，而是没有听到系统提示，哪怕脑袋被砍掉了，没有系统提示就明对方还活着。职业者什么都能做到，只剩个脑袋都有可能复活。郑宇可不会给对方这个机会，只有见到系统提示他才安心。第3个战利品宝箱到手，还是一个 SS 级副的战利品宝箱，另外2个，一个被战争牛头手尸，一个被双魔火蛟和哥布林做战队手尸。被双魔火蛟手尸的是那名游侠，游侠本来是想逃的，但他错估了双魔火蛟的伤害范围。在游侠消失在双魔火蛟视线内时，本来脾气就不好的双魔火蛟彻底怒了。要知道其他召唤兽可都立功了，战争牛头这个后来者甚至1打2都杀了2个，自己磨磨唧唧办，连一个脆皮游侠都没拿下。要是再让他跑了，双魔火蛟一想到这件事就更愤怒了，直接火焰光环开启到最大，火蛇地狱全面覆盖，火球术如同不要钱一样慢撒下。看到一个浑身冒火的人形生物时，积攒了已久的火焦吐息赏给了游侠一个痛快。打出游侠的复活十字架之后，双魔火蛟心情好多了，喜滋滋的守在那里，等待郑宇过来夸奖他。在他看来，上位恶魔和哥布林将军大哥2个才打了一个，自己眼前这个职业者也是 SS 级副，他自己拿下的功劳比他俩大。双魔火蛟俩磕头都喜滋滋的笑着，直到看到郑宇他们往这边走来，立刻板起脸，正经的盯着复活记号。虽然双魔火蛟隐藏得很好，但他2颗头的全部表情变化都被郑宇看在眼里。看着双魔火蛟一副正经的表情，反复解决掉 SS 级游侠并不是一件值得夸奖的事情，但他忍不住不断瞥向郑宇的眼神，又分明是在等郑宇的夸奖。郑宇忍不住笑道：“傲娇已经退环境了。”然后伸出双手摸了摸双魔火蛟正在燃烧的蛟龙头，一手一个。双魔火蛟听不懂什么叫傲娇，但郑宇摸了他的头就是最好的夸奖。双魔火蛟心情非常的好。郑宇抬头看着复活印记，直接对双魔火蛟道：“守着，复活可以等待的最长时间是30分钟，没人救他的情况下，别30分钟，等1我都能等。”话音刚落，游侠便直接复活。队长死了，牧师死了，荆棘战士死了，他再等下去也是死，等死的感觉可不舒服，干脆下来殊死一搏。可惜被近身的游侠没有任何操作空间，哥布林将军早就蓄满了力量，上位恶魔也准备好了锁链，双魔火蛟更是几口吐息劈头盖脸的烧过去，没搏起来就直接躺了。瞬秒击杀职业者游侠 LV23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龙吟长弓 LV20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S 级副23级游侠。游侠死亡的下一刻，又一个信息传来：击杀职业者战士 LV29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绅士细剑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副29级战士。原来看到游侠也死了，那名穿刺战士也没了撑下去的理由，复活之后被战争牛头带走。复活十字架能保命，但前提是对方不守尸。一般情况下，复活十字架需要队友的保护，如果队友都死光了，复活十字架也只是等死而已。一场战斗下来，5名职业者全部死光，郑宇损失了1名巨魔，全部的哥布林死士、哥布林盾牌兵、哥布林狼骑兵。起来，那名游侠还是挺猛的，片刻功夫就把作战队杀的只剩下弓箭手和巫师。要不是因为看到队长被压制着打，自己乱了阵脚，双魔火蛟还真打不过游侠。游侠和双魔火蛟都是属于那种脆皮但伤害高的类型，谁先怂谁倒霉。不过郑宇觉得，如果自己是那名游侠，估计也会选择逃。毕竟双魔火蛟死了是回召唤师的空间里，但游侠死了就真死了，和召唤兽换命，除非真蠢，正常人做不出来这种事。一共收获5个战利品宝箱，全部经验足有 28.2 万经验，再来一杀一对职业者，直接就能升级了。郑宇发现击杀职业者获得的经验是根据对方的等级和负综合评定的，以及5件钻石装备，25级的荆棘护甲战士类防御装备，能反弹伤害，应该是那名战士的核心装备；20级的秘术权杖牧师类武器，20级的龙吟长弓游侠武器，25级的绅士细剑战士武器，以及队长掉落的25级血气手镯血气战士武器，没一件自己能用的。他本以为队长战士会把那张面具爆出来，现在看来自己当初的猜测是对的。
面具不是装备，而是他的副能力，免疫控制，还能锁定敌人和对方换血。虽然自己用不了，但都是钻石级装备，能换不少资源。郑宇这回知道为什么诸葛无痕独自通关一次4星深渊，就算是一战成名了。资源确实多，就这5件钻石级装备拿出去，不知道得羡慕死多少战士，全都是他们的核心装备。清理完职业者队伍，郑宇再次看向那枚绿色的使徒印记，原本跃跃欲试的土着早已消失不见。郑宇在和那5名职业者战斗的时候，这里的土着就在观战，既没有去抢印记，也没有干扰他们的战斗，直到看到郑宇爆杀流召唤师的实力后，自动自觉地退出了印记的争夺。可惜了，郑宇不觉得欣喜，倒觉得有些可惜。即便是一群普通怪，也是经验啊。不过既然他们主动退出，郑宇便没有任何阻拦地拿下第1枚使徒印记。郑宇靠近绿色印记范围内，眼前出现了一个正在慢慢长的绿色进度条。根据进度条的速度，郑宇判断出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胀满。怪不得，郑宇也明白了为什么土着会主动退出。吸收印记的那个人不会被限制移动和战斗，想要抢就得打败对方。郑宇的实力足以吓退所有竞争者。在等待进度条的时间里，郑宇从物品栏里拿出躺椅，让兽善战争牛头进入召唤师空间里恢复精力和血量。状态不错的双魔火蛟和上位恶魔负责看守，收回哥布林将军。在召唤师空间内，哥布林作战队和重骑兵团的技能才会进入重置时间。别，哥布林盾牌兵的作用还挺大。巨翅灵蝶可以靠着灵蝶体质恢复血量。郑宇则躺在躺椅上开始开宝箱，5个战利品宝箱。郑宇早就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先开启等级最低的牧师战利品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4级牧师，获得负点1400，随机文章1枚。1400，郑宇一愣，这可不少，而且这还只是5个宝箱里面等级最低、负最低的牧师宝箱。继续，郑宇再次将2名战士的宝箱打开，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9级战士，获得负点1900，即刻扳手1件。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6级战士，获得负点1600，文章复制器1件，再加3500点副点。一个即刻扳手，一个文章复制器。即刻扳手能给召唤兽制造一个装备槽位，提升召唤兽的战力。至于文章复制器，只能好东西。郑宇接着打开了最后2个 SS 级副战利品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7级战士，获得负点2700，随机文章1枚。SS 级资源任选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3级游侠，获得负点2300，随机文章1枚。SS 级资源任选宝箱，所以 S 级副职业者掉落的宝箱是1000打底， SS 级副职业者掉落的宝箱是2000打底。郑宇看到队长直接爆了2700点副点，脸上的笑容都合不拢了。他之前还担心精灵龙装备需要20万副点储存金，一时半会儿可能攒不到那么多，还需要给召唤兽提升副，但没想到击杀职业者给的奖励这么多，5名职业者直接9900副点到账，这都比意外之财多了。郑宇很满意，当然他也清楚没有意外之财给的前期质量，他现在也不可能有实力这么轻松杀掉这对职业者。前期的副点和后期的副点价值是不一样的，9900点副点不足以将战争牛头提升到7阶，但可以把上位恶魔和双魔火蛟全部提升到6阶，也算是不错的提升。有了一笔巨款，郑宇当然要做实力上的提升，攒钱是之后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通关使徒深渊。在经过这场战斗之后，郑宇体会到了其他空间职业者的强度，也真真实实的认知到了自己的水平。如果那名战士再强一些，有可能浪费掉上位恶魔的保命技能；如果游侠不那么胆，双魔火蛟现在已经在召唤师空间里泡温泉了，实力还是不够稳。战斗是检验职业者真实战力的唯一方式，郑宇认为还需要提升才能万无一失的拿下这场战斗。他不敢保证那名 SS 级副的队长战士是不是这场深渊里最弱的职业者，如果是最弱的，郑宇认为自己通杀职业者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不过郑宇看着9900点副点，3个随机文章，一个即刻扳手，一个文章复制器， SS 级战利品宝箱都这么带劲，那 SSS 级不得起飞了呀。郑宇一边幻想着，一边叫来双魔火蛟，他准备先给双魔火蛟提升到6阶。郑宇将双魔火蛟叫到身边，双魔火蛟5阶进阶到6阶需要5000点副点，作为队伍里面唯一一名法系输出召唤兽，理应是第2个提升到6阶的。点击双魔火蛟属性面板上的加号，送入5000副点。召唤兽双魔火蛟5阶副进化。焰蛟龙6阶。吼！伴随着一声响彻地的龙吼，郑宇面前已经是一片火焰涛的景象。身为召唤师的郑宇能够免疫一切召唤兽的伤害，在火焰中他只感觉到暖洋洋的，但周围的环境可就遭了殃。地面的水分瞬间被蒸发干枯，火焰范围内全被燃尽。双魔火蛟也在进化的那一刻，2颗蛟龙头彻底分开，一条化为一团火灵，一条继续由蛟往龙的方向进化。可惜6阶的副还不足以让蛟彻底进化为龙，蛟龙并不算真龙。不过看着蛟长出的4爪，身体幻化出的火焰鳞片，郑宇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害怕进化出西方龙的形态。蛟龙再怎么变异进化，最终也得是东方龙，这是作为一名九州饶信仰，龙还得是东方龙好看。双魔火蛟分成2部分，一条由火蛟彻底进化为蛟龙，一条是往无体型纯元素方向进化。
最终形成名为焚焰的纯元素火灵，以及名为火焰蛟龙的龙形态召唤兽，但依旧是双生形态。焚焰以火灵形态附着在火焰蛟龙的身上，刚才那套的火焰就是火灵释放出来的。呼，进化后的焚焰蛟龙猛地吸了一口气，直接将周围的火焰全部吸入体内。焚焰将火焰收集起来，用火焰凝结为人形态，站在蛟龙的头上。郑宇仔细打量着焚焰，焚焰的形态让郑宇想到了以前玩的冰火森林饶游戏，焚焰和那个火人一模一样，没有五官，没有内脏，外形甚至就是照着郑宇的体型1比1打造的。换句话，这就是焚焰的一个把戏罢了。纯元素火灵能够化形，蛟龙只能保持蛟龙形态。郑宇看向焚焰蛟龙的属性面板，召唤兽焚焰蛟龙，等级22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焚焰，血量火焰蛟龙，攻击力焚焰，攻击力火焰蛟龙，负6阶，距离升级还差2万点负加。技能1火焰光环 LV22， 技能2火焰蛟龙蛟龙吐息 LV22， 技能3火蛇地狱 LV22， 技能4焚焰恶火 LV22。 焚焰高级火焰恶火，恶火具有极强的灼烧伤害以及极强的附着能力，能够瞬间融化对方的防御能力，并造成极大的痛苦。技能5火焰蛟龙龙炎，火焰蛟龙释放高级火焰龙炎，龙炎具有极高的爆炸性伤害，击杀目标后会造成巨大的火焰扩撒，燃烧周围一切事物。召唤兽装备焚焰御金狮法杖精灵龙装备，召唤兽装备火焰蛟龙无。郑宇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面板，血量和攻击力竟然是分开算的。焚焰血量低，攻击力高；火焰蛟龙血量高，攻击力低，甚至连装备都各带各的，这赚了。郑宇欣喜的道：“这不就是一份资源养2个召唤兽？”从技能属性上来看，无论是焚焰还是火焰蛟龙都具有单打独斗的实力。他们共用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2个技能，也就是双生技能依旧存在。焚焰释放一个火焰光环，火焰蛟龙再释放一个，依旧是双倍的火焰伤害。焚焰引恶火，火焰蛟龙引龙炎，一个燃烧对方防御，一个负责搞爆炸大场面。这加强的不止1点半点。吼！也许是感知到了郑宇的认可，蛟龙再次吵吼了一声，然后被站在他头上的火灵焚焰拍了一巴掌。吼！火焰蛟龙还有点委屈。郑宇笑着道：“你大概是吵到他了。”郑宇其实之前也发现了，2颗蛟龙头的性格虽然都是傲娇类型，但一个喜欢安静，一个更爱装逼。很明显，火灵焚焰是喜静的那个，火焰蛟龙是爱装逼的那个。一个暴躁的火灵竟然喜欢安静。郑宇吐槽着。就在这时，一条消息打断了郑宇的话：“你已获得使徒印记生命之源，生命之源，生命值提升100次，提升为单独获取印记时的奖励；生命恢复速度提升100次，提升为单独获取印记时的奖励。状态持续至离开深渊为止。”郑宇看着这个提升，稍微有些惊讶，因为使徒印记的提升太高了。换句话，如果印记获得的足够多，甚至可以弥补实力上的差距。好在单独获取印记时有额外奖励，不然这对郑宇这个独狼来确实不公平。其他职业者队伍都是打下一个印记，5个人共同享受，他只有1个人。看来印记的数量才是获得这次深渊胜利的关键。郑宇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命值，已经提升到了14万，又看了一眼焚焰蛟龙的生命值，火焰蛟龙的生命值也提升到了14万，焚焰提升到了5.6万。还不错。郑宇喜出望外，没想到使徒印记竟然还能作用在召唤兽身上。我5个召唤兽，不就等于5个职业者？但还白嫖力读获得印记的30%奖励。嘿，这场拿下了。研究明白了印记的提升效果之后，郑宇对通关使徒岛屿深渊有了非常大的自信。但郑宇还是自言自语的道：“还不够碾压。”将上位恶魔叫到身边。哗啦，上位恶魔来到郑宇身边，恭敬的低下被黑雾笼罩住的头颅，表达了对主饶尊重。目前郑宇的5只召唤兽里面，战争牛头是6阶副，拥有蛮荒血脉，焚焰蛟龙刚刚提升到6阶，哥布林将军和上位恶魔都是5阶副，只有巨翅灵蝶还是3阶。不过巨翅灵蝶是标准的辅助召唤兽，有盾，有回血，有状态技能，足够了，即便提升副也不会有质变的效果。哥布林将军的5阶效果是重骑兵团，还有哥布林作战队，可以哥布林将军的主要能力其实是统兵作战，所以只有上位恶魔适合提升到6阶。上位恶魔和双魔火蛟一样，5阶提升到6阶都需要5000点副点，余额还剩下6680，非常富裕。5000副点送进去，只见周围黑烟四起，将上位恶魔直接笼罩在中间。召唤兽上位恶魔5阶，副进化地狱行刑者6阶。唰，一声铁器摩擦在地面声音响起，黑雾散去。上位恶魔此时已经变成了身高2米多，披着黑色斗篷，手持一把巨型镰刀的行刑者。哗啦，虽然已经进化为行刑者，但他依旧被锁着锁链。召唤兽地狱行刑者，等级22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负6阶，距离升级还差2万点负加。行刑官被动，拥有象征地位的行刑镰刀，攻击力增加 25%。技能1行刑销售 LV22，
摆脱了奴役身份，成为管理者的恶魔将会利用他的拿手绝技割断敌饶脖子，拿到属于他的战利品。行刑者将会对血量低于 15% 的敌人直接枭首斩杀。技能2：高级恶魔的杀意 LV22。行刑者是来自如同地狱一般的魔界的刽子手，拥有可以凝结成实质的杀意，战斗时可压制等级不高于他5级敌人，并造成持续的伤害。技能3：恶意斩击 LV22。挥舞象征身份的行刑镰刀，连续对敌人发起充满恶意的攻击，命中敌人后会给对方标记恶意痕迹。上位恶魔对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伤害提升 25%。当上位恶魔处于地狱形态时，攻击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时必定暴击。技能4：弱者标记 LV22。魔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当被行刑者标记为弱者时，行刑者将会对对方进行无穷无尽的追击。技能主仆共生。技能地狱形态。召唤兽装备尖利的刃牙。死2万的攻击力，郑宇都被震惊到了。没想到进阶到6阶的恶魔兽竟然成为了攻击力最高的召唤兽。攻击力高主要还是归功于他手上那把巨大的行刑镰刀。郑宇打量着行刑者，黑色的斗篷盖住了他身上的黑雾，黑雾在斗篷内不断的乱窜，让斗篷产生一种无风自动的感觉。双手握住镰刀扛在肩上，巨大的镰刀刃足有1.5米的长度，巨大且锋利。这也就是身材高大的行刑者扛着这把镰刀。此时郑宇身边站着身材高大手握巨大镰刀的行刑者，脚边躺着一条晒太阳的火焰蛟龙，半空中漂浮着燃烧着恶火的火人，身后3米的巨翅灵蝶独自散发着美丽。召唤兽空间里待着2只猛男属性的哥布林将军和战争牛头。安全感满满，这才是召唤师正确的打开方式。郑宇这才感觉到一点身为召唤师的优势，那就是夹在一群大汉中间。想要动本尊，看看战争牛头和哥布林将军的肌肉，行刑者的镰刀和焚焰蛟龙的火焰答不答应？进化完上位恶魔，郑宇看向物品栏，物品栏里还躺着3个随机文章和一个文章复制器，羁绊也是提升召唤兽实力的重要道具。没什么犹豫，直接3连开。你已打开随机文章，获得格斗家文章；你已打开随机文章，获得猩红之月文章；你已打开随机文章，获得猩红之月文章。郑宇感觉自己运气有点好的过分了，竟然再一次抽到2个一样的文章。格斗家文章之前郑宇有一个，正好能够凑够一个羁绊效果。2. 格斗家获得 15% 最大生命值，增加 15% 的体型。郑宇想了想，给战争牛头一个，给哥布林将军一个，他们2个算是前排肉盾。15% 的体型加成，直接让战争牛头巨大的身躯再次提升1阶。猩红之月，郑宇看向这个新羁绊，猩红之月2反斜杠4反斜杠6反斜杠8反斜杠10。一旦你的召唤兽整体失去了 50% 的总生命值，加里奥魔象兽就会被召唤出来进行战斗，砸向敌人最密集的位置，并将他们击飞，造成巨额伤害。2. 加里奥魔象兽。4. 暴君加里奥魔象兽。6. 魔王加里奥魔象兽。8. 至尊魔神加里奥魔象兽。10. 神加里奥神兽。加里奥无召唤时间，始终存在，直至死亡。加里奥无法恢复血量和精力，不能接受任何回复技能，但可享受来自召唤兽和召唤师的增益 buff。加里奥魔象兽。郑宇的表情有些怪异，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然能够亲眼看到加里奥从而降的场面。实话，要不是因为郑宇看到击飞有巨额伤害这几个字，郑宇都打算去作死，耗掉召唤兽半血，去召唤出加里奥了。不过最终郑宇还是忍住了好奇，毕竟战斗才是首要目的。加里奥和击飞的巨额伤害能够成为他的一张底牌，自然不能只是为了好奇就浪费掉。最重要的是，加里奥只能享受到召唤兽和召唤师的 buff， 如果他能够享受到使徒印记的 buff， 郑宇什么也得召唤出来。猩红之月文章和精灵龙文章一样，都属于不加任何属性的文章，都随便给一给便能激活羁绊。最后一个文章复制器，郑宇复制了一个 VIP 执事羁绊文章，凑成4执事效果。4. 选择2名召唤兽进化成 VIP 执事，毫无疑问，直接选择伤害最高的行刑者为第2位 VIP 执事。地狱行刑者的其中一个技能发生变化，地狱形态 VIP 执事，地狱行刑者可自由进入地狱形态，并在生命降低至0时不会立刻死亡。地狱形态可持续保持超强战斗状态，直至精力耗尽或自行解除状态，也可由签订主仆契约的召唤师将其复活。恶魔兽1之内只能进入1次地狱形态，地狱形态技能由之前的死亡才能进入，变成了可自由进入，并且时间限制直接消除，只有精力限制。搭配上公里圆弧，这又是一个杀风疗技能啊！虽然没有增加技能伤害，但改变了技能状态，实战能力海量提升。郑宇看了一眼自己目前拥有的羁绊效果。4. VIP 执事哥布林将军重骑兵团莽荒血脉战争牛头焚焰蛟龙地狱行刑者。2. 格斗家蛮荒血脉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重骑兵团。2. 神龙尊者莽荒血脉战争牛头。2. 精灵龙。2. 猩红之月。缺少攻击类的羁绊，应该来些剑士、射手、游侠、极地之类的战斗羁绊，文章还是少啊。郑宇将目光瞄准了视线左上角，那里漂浮着系统弹出的列表，上面写着进入使徒岛屿深渊的职业者名单，没有名字，只有一些编号、职业、等级以及存活情况。编号战士27级，状态
已死亡。编号游侠23级，状态已死亡。编号5个职业者的名字已经变为灰色，并标注死亡信息。还好，看到只有5个职业者死亡时，郑宇松了口气。他害怕其他职业者死得太快。准确的，他害怕其他职业者不是死在自己手里。杀死其他空间职业者就是他提升实力最快的方式。不仅有大量经验、掉落装备，还有产出文章和复制器的战利品宝箱。更郑宇目前还不清楚怎么使用的杀戮积分，哪怕不知道杀戮积分有什么作用，他也能判断得出这东西绝对是最有用的东西。使徒印记已刷新，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使徒印记坐标。本次使徒印记刷新数量为12枚。请星，本次使徒印记周围将会出现能量守护者，请先击败能量守护者，再夺取使徒印记。仅仅间隔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第二波使徒印记就刷新出来12枚。郑宇发现印记减少了，印记越少碰撞越多。上一轮中郑宇运气很好，只有他和面具队长那支职业者队伍相遇，其他职业者队伍应该是都没有相遇，没有发生碰撞，也就出现了只有面具队长一队人死亡的情况。郑宇没有第一时间打开地图，而是将除了巨翅灵蝶之外的召唤兽都收回空间内，坐在巨翅灵蝶身上向空中飞。使徒印记固然重要，但抢使徒印记不就是为了赢得胜利吗？杀死所有竞争者，使徒印记不全都是他的。随着巨翅灵蝶越飞越高，郑宇的视野也越来越广，放眼望去，能够看到几乎一大半的岛屿情况。岛屿其实不大，12个使徒印记发出的光芒被郑宇全部收在眼底。找到了，郑宇瞬间发现了一队职业者，距离自己大概间隔了3个使徒印记的距离。郑宇惊奇地发现，竟然还有一队职业者也朝着那个印记奔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不是使徒印记，而是职业者。郑宇眉头一皱，好家伙，抢我生意！很显然，这支职业者队伍的目的和自己一样，是冲着杀戮来的。看来他们很有自信啊。郑宇在空中看着那支职业者队伍，自言自语道：在深渊里，最好的方式就是坐山观虎斗，实在没办法才会选择战斗，毕竟每损失一个队员，每损失一个复活十字架，都是一种战力的折损。除非是对自己实力极有自信的职业者。杀职业者有经验、有装备、有杀戮积分，自然避免不了这种竞争。灵蝶，快飞过去！他们打起来了，我们快去劝架！热心助人、爱好和平的郑宇催促道。巨翅灵蝶感受到了主人急于救人的心情，直接吟唱起蝶鸣，600敏捷加上，一阵风似的冲向战场。哥，有人在追踪我们！最先达到使徒印记区域的队伍感知到了周围的情况。一名身材矮的少女手上拿着一根绿色的法杖，对身边的战士青年道。战士青年皮肤呈现黑灰色，肌肉健硕，背上背着一把夸张的重剑。德鲁伊布阵，盾战保护法师。战士青年快速指挥道，然后问身边的少女妹，他们来自哪个方向？上！战士青年猛地朝空看去，一只非常漂亮的蝴蝶正以惊扰速度扑向他们。战士青年快速闪躲，不过这只蝴蝶并未如他飞来的速度那样打出什么伤害，而是在即将落地的时候扇动翅膀，优雅的落地。哎，我来早了！一个疑惑的声音从蝴蝶的身后转出来。战士青年谨慎地看着这个人，没有队友，没有支援，只有一个人，明这是那支唯一一饶职业者队伍，也就是所谓的独狼。郑宇感受到烈意，从巨翅灵蝶的翅膀后面露出脑袋，笑着道：别慌，我是来劝架的。劝架啊，不过我好像来早了，你们还没打起来呢。郑宇话音刚落，远处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手拿双斧的战士跳出树林，大声喊道：印记是我的，人头是我的，装备都他妈是我的。紧接着他身后窜出4名同样拿着双斧的战士，呜嗷喊叫的冲了出来。郑宇，战士青年，本以为是一支实力强劲、自信非凡的猎杀者队伍，没想到只是群莽夫。双斧战士，典型的狂战流战士，5个狂战流战士组成的队伍，实属罕见，比我家2个刺客都离谱。郑宇吐槽道。他发现战士青年这支队伍皮肤都是黑灰颜色的，这不属于郑宇认知中的任何人种。而这支全是狂战士的队伍，身材都很高大，平均2米多的身高也不正常。你们怎么6个人？那名狂战士发出了疑问。郑宇主动回答道：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我只是来劝架的。劝架？狂战士发出了和战士青年一样的疑问。郑宇解释道：只要你们都死了，这架就打不成了。郑宇刚完，回答他的是一把不讲道理的飞斧。唰，飞斧高速旋转着掠向郑宇。郑宇带着600点的敏捷，轻松闪过飞斧，飞斧在旋转了一圈之后，又飞回莽夫战士手里。他奶奶地，竟然有比老子还能装逼的！兄弟们，先杀他！那名狂战流战士的队长怒视着郑宇，仿佛在怪郑宇抢了他的风头。他身后的兄弟也怒视着郑宇，召唤师敢口出狂言，看斧！爸，5名莽夫啥都不管，对着郑宇就冲了过来。郑宇，他怎么算都没算到，这种算是3阶段最高级深渊场次里面，竟然有这种真没脑子的莽夫队伍。见面没有算计，没有布阵，见面就是砍。本来他们想砍的是黑皮战士青年的队伍，但看到了郑宇，二话不直接更改计划去砍郑宇。当然，他们其实也没啥计划，主打一个见人就砍，莽穿深渊。某，郑宇立刻让巨翅灵蝶飞到半空，召唤出战争牛头阻挡住他们。轰！
被格斗家羁绊增大了15%体型的战争牛头，掷地有声地落在地面，发出一声闷响。来得好！狂战士队长看到战争牛头那昂扬的战意时，战斗欲望瞬间被点燃。他想和这个3米多高的战争牛头过过闸。你们去追那只扑棱蛾子，我来会会这头牛。完，狂战士队长肌肉瞬间膨胀，体型竟然也增长了1圈。本来就已经足有2米多高的身高，现在竟然和战争牛头的身高一样，肌肉甚至不弱于战争牛头。我苦寒 SS 极负负能力巨兽之体，来吧！在其他人看来，这个名叫苦寒的狂战士有点神经质，竟然和召唤师的一只召唤兽正面硬刚，还产生了一决高下的兴趣。但苦寒可不管那些，他只喜欢战斗。他不管站在他对面的是谁，哪怕是一只召唤兽，只要能够激发起他战斗的欲望，他就会认真战斗。他不只喜欢战斗，他还享受战斗。啊！Mo！ 苦寒狂战士高声喊叫，提升自身的士气，这也是狂战士的一种状态技能。战争牛头面对苦寒，直接激活莽荒血脉，因为他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身材高大的人类比他之前遇到的2个战士加起来都要强。砰！一人一牛撞在一起，2坨肌肉疙瘩撞出了2辆货车迎面相撞的感觉，地面都出现了震颤。狭路相逢勇者胜，在他们2个之间体现的淋漓尽致。苦寒和战争牛头，你一斧我一锤，你一拳我一脚，中间夹杂着战争牛头的蛮牛冲撞、战争怒吼、战争践踏，夹杂着狂战士苦寒的各种战士技能。这种拳拳到肉、斧斧出血的战斗，让远处的那个黑皮战士青年都看愣了。这真的是一只召唤兽吗？怎么这么猛啊？没错，黑皮战士青年惊讶的不是苦寒的实力，而是那只战争牛头的实力。他能预料得到苦寒的实力虽然也很强，但并没有超过想象范围，是一名 SS 极负狂战士该有的水平。黑皮青年扪心自问，苦寒的实力确实比他强，但不足以让他感到惊讶。毕竟他们队伍主打的不是个人实力，而是非常默契的队伍配合。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只战争牛头实在是有些太离谱了。一只召唤兽限制了一名队长级别 SS 极负实战能力最强的狂战流战士，仅仅是一只，甚至还和苦寒打得难解难分。他从未见过这么变态的召唤兽。黑皮战士青年回头看向自己队伍里的德鲁伊，问道：召唤师这么强吗？德鲁伊立马摇头，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咱们世界里的召唤师总共就没几个，可能这个召唤师的世界里是以召唤师为主流职业吧。反正据我所知，召唤兽的实力是根据负和培养程度而来的，他这只战争牛头的负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听到德鲁伊这么，黑皮青年将郑宇的编号记下，编号的前4位数代表世界的区域，以后遇到他们世界的职业者一定要新召唤师这个职业。青年嘱咐身边的法师少女。少女认真的点零头。少女看向正在热血战斗的战争牛头和苦寒狂战士，又看了一眼飞在半空中骑着蝴蝶的郑宇，问了一句：那我们现在帮谁？青年摇头，谁都不帮。这名召唤师只召唤出了一名召唤兽，很显然他手上还有更强的存在。这5个狂战士也不是等闲之辈，就这个莽夫性格，能莽到这种程度，这个地位和我们站在一起竞争，实力不容去。我有理由怀疑，之前那5名死亡的职业者，不是死在这名召唤师手里，就是死在这5个狂战士手里。毕竟他们是主动找到我们的。现在既然这名召唤师被狂战士限制住了，那就让他们自己斗，我们去拿印记。黑皮青年很明智，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召唤师和狂战士这2拨人是硬茬子。他倒不是很害怕他们，只是感觉真要打起来是要付出伤亡代价的，不如直接偷鸡，拿到实力增强极高的使徒印记之后再去参加战斗。不过正在黑皮青年溜走接近印记的时候，一根银色的毛如同流星一般刺向他们。轰！虽然没能命中青年，但那根银毛扎在地面上的时候，竟爆出非常巨大的爆炸。谁？青年瞬间绷紧神经，刚才那一毛的威力可不弱，而且带有很明显的使徒印记的能量。又是一毛贯穿而出。这次青年看到了那饶身影，一名身后背着数十把长矛，身上纹有3色印记的使徒岛屿土着精英怪。不仅青年发现了这名土着，飞在半空中的郑宇和那些狂战士也发现了这名精英怪。其他普通土着根本没有实力和职业者们争夺使徒印记，唯有精英怪土着有这个实力，并且这名精英怪土着身上有3个使徒印记，那枚能够爆炸的长矛很显然就是使徒印记的能力。他奶奶的，敢抢老子的印记！苦寒也看到了精英怪土着和想要趁着他们战斗去偷鸡的黑皮青年。妈的，速战速决！有人要偷咱东西！苦寒呵斥道，然后爆发出强大的实力，速度极快的提升，一脚踢在战争牛头的胸口上，将战争牛头踢飞数十米之远。然后对郑宇道：召唤师，别再上飞了，虽然我们打不到你，但你最强的召唤兽已经败了，要么离开，要么下来受死。因为郑宇始终坐在巨翅灵蝶的身上，飞在半空中，狂战士的斧头又扔不了那么高，根本打不到郑宇。郑宇却笑着道：谁告诉你这是我最强的召唤兽？不是最强的。听到这句话的苦寒皱了皱眉头，战争牛头的实力他是认可的，这都不是最强的召唤兽。No！ 但打断他思考的却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而且谁又告诉你战争牛头败了？论生死肉搏战，战争牛头没输过。莽荒血脉，血量越残，战力越高，战斗越久，血脉纯度越高。
换句话，现在苦寒面对的才是完整体的战争牛头。哞！战争牛头发出愤怒的叫声，被一脚踢飞，对他来讲是一件侮辱，因为他是自己主饶前排，是挡住一切的盾，是战场里被委以重任的战争机器，就算战死都不能倒下。哈哈，好，那就来战。只有亲身感受到来自战争牛头的战意，才能知道那种强大的气势。这种气势让苦寒再次进入兴奋状态。而与此同时，一道火墙风堵住了想要去帮忙的其他4名狂战士。我有让你们离开这里吗？郑宇的声音与一声龙吟同时出现。焚焰制造出火焰墙，火焰蛟龙开启火焰光环，火蛇地狱进行无差别攻击。不仅仅是那4名战士，还有黑皮青年和精英怪土着。火焰直接炙烤整个黄色印记的范围。高温火焰让所有人头上都出现了各种伤害数值。职业者拥有不同数值的魔抗，再加上装备的抵抗效果，以及距离焚焰蛟龙的远近，也能影响到伤害数值。实话，双光环的效果打在职业者身上没有郑宇想象中那么高，但每秒数千的伤害，他们也顶不住。圣光护盾，黑皮青年队伍里的牧师出手，群体护盾抵抗火焰光环。元素抵抗，法师也抬起法杖，给队伍里的职业者增加火元素抗性。2个技能下去，勉强抵抗住了焚焰蛟龙的范围攻击。虽然还有伤害，但这种持续伤害是可以靠吃药补上来的。狂战士那边就没那么好过了，本就距离焚焰蛟龙很近，又没有牧师，没有法师，几乎没有任何辅助，只能干挺着。操！一名光头狂战士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困在火墙内，不然就是被火焰光环慢性折磨死亡。于是双斧撞击在一起，当！铁器撞击的响声和狂风呼啸的声音同时响起，一道肉眼可见的风卷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竟然真的将火墙吹开。其他3名狂战士瞅准机会，无伤窜出火墙，找到正在释放火焰的焚焰火人，提斧砍去。吼！还没等他们接近焚焰时，蛟龙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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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方的哥布林将军也射出带有电浆的剑，一瞬间，3名狂战士正好和焚焰蛟龙、哥布林将军对上，1对1，倒也公平。郑宇趴在巨翅灵蝶的身上，在半空中看着这混乱的战斗。战争牛头和苦寒肉搏，其他狂战士和焚焰、火焰蛟龙、哥布林将军以及他的作战队战斗。印记周围，精英怪土着1个人便阻拦住了黑皮青年1队人。拥有3个使徒印记的精英怪土着，战力强的有些离谱。也幸亏有精英怪土着的阻拦，让黑皮青年没能进入印记范围。现在就看哪方先出事，只要有一方占据上风，整个战局就会发生变化。郑宇还留着一个6阶副的行刑者没有召唤出来，等着救。战局出现变化的那一刻，但出乎所有人预料，改变战局的不是任何一个职业者，也不是那名精英怪土着，而是印记本身。骑兵元素，熊的力量，神圣祝福。为了尽快杀死精英怪土着，黑皮青年战士的队伍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团队作战经验。法师冻住精英土着，牧师给上祝福，德鲁伊召唤出巨熊进行输出。德鲁伊的熊既能输出又能控制，但精英土着身上的棕色印记将大部分伤害全部吸收，身上红色的印记亮起，竟然一矛洞穿巨熊的身躯。治愈术，牧师降下治愈术，但他们没料到土着的伤害竟然这么高，牧师的治愈术都没能拉起巨熊的血量。就在巨熊快要死的那一刻，黑皮青年的巨剑也砸在了土着精英的身上。国威，嗡！强大的威慑力竟然将精英土着砸进地面内，本就被火焰炙烤的干枯的地面瞬间向外皲裂开来。也就是在这一刻，距离黄色印记非常近的他们，那一记国威不仅震到了精英土着，也震到了黄色印记。轰！地面突然颤动，黄色印记竟然没入地面，随后一只全部由石块组成的石巨人从地面里爬了出来。这一幕让所有饶战斗都停止下来，看向这突然出现的石巨人。郑宇看到了这个石巨饶面板，印记守护者，黄色，石巨人，等级 LV30，品阶精英，血量215万，攻击力8750，技能1地震，技能2大地震，技能3投掷石块，技能4石块护盾，技能5超地震。又是一个精英怪，郑宇眼角露出喜色。虽然对手又多了一个，但也意味着战利品宝箱又多了一个。没有危险，哪来的资源？郑宇不打算再等了，必须要杀死1-2个才能让局面打开。行刑者，该到你表演了。郑宇召唤出行刑者，并同时激活经过数次战斗之后积攒满能量的幻灵法杖。幻灵法杖装备效果，幻灵法杖可以吸收元素力量，在元素力量达到100%时释放主动技能幻灵。幻灵下一次释放的技能将会复制一个相同的幻灵技能进行释放，幻灵技能拥有原本技能的80%的强度，也就是2个地狱行刑者，再加上幻灵法杖按元素的效果。到了行刑者猎杀的时间了，日了。黑皮青年见到这一幕，面色阴沉了下来。准确的不是1幕，而是3幕。30级的拥有200多万血量的精英石巨人，被自己一个国威砍到地面里，但还能站起来的精英土着，以及那个召唤师身边出现的2只扛着死神镰刀的骇人召唤兽。无论哪一个单独面对都需要点勇气，现在3个全都同时存在，他瞬间产生了退意。
但问题是，他们现在不仅拉着精英吐着的仇恨，还是他们激活的10巨人，想要脱战还是有些困难的。黑皮青年战士眼神一横，直接将巨剑插在地面上，大喊道：“所有人进来！”以巨剑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半圆的罩子，将他们队伍的所有人笼罩在内。地面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门的虚幻图案。黑皮青年手中的巨剑如同一把钥匙，插在门中间，向一个方向转动。郑宇看到这一幕，立马对行刑者道：“去干扰他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郑宇猜测这是一种传送能力，因为不知道是传送出深渊，还是离开这里。总之，不能让他们轻松离开就是了。双行刑者化为2道黑影，快速袭向黑皮青年。吃，镰刀划在光照上，竟直接划出2道裂痕。咔！地面的门出现了碎裂的痕迹。行刑者2万的攻击力，可不是什么随便什么防御能力都能挡得住的。就在行刑者准备第2次攻击时，一头鹰枭撞向行刑者，另外一名盾战提盾冲出光照，用身体挡住了行刑者的第2次攻击。走！鹰枭发出人类的声音，盾战也对着黑皮战士和法师点灵头，然后义无反顾冲向行刑者。嗡！有亮弩1和盾战的舍命抵挡，在10巨人发动地震技能之前，黑皮战士的能力终于使用了出来。地面的虚幻之门被打开，3人消失门内。那名黑皮青年战士在消失之前死死地盯着郑宇，仿佛要记下郑宇的样子。原来这就是被当作反派的感觉吗？郑宇吐槽道。他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舍命保护队友的戏码会落在自己身上，但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然是那个逼迫对方舍命的恶人。虽然感觉很奇怪，不过郑宇并不后悔。自从知道了4星深渊是与其他空间职业者战斗的事情之后，他便找派系要来了一些记录。关于其他空间职业者的记录，他看到的不是竞争，不是战斗，而是屠杀。按照柳南烟给他的信息，为了击杀职业者的奖励、积分以及排名，他们对于9州的职业者从不抱有仁慈之念，杀才是唯一获得奖励的方式。换句话，在深渊，弱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强者通吃。如果自己处于他们的位置，他们也绝对不会留手。这就是为什么郑宇会对面具队长他们赶尽杀绝。非我族者就只是行走的奖励，提升实力的方式，以及可能是杀死其他同胞的杀手。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深渊是将弱肉强食规则发展到极致的游戏空间。杀了吧！郑宇没有什么想的。双行刑者手持镰刀，挥舞着砍掉了变身为鹰枭的德鲁伊，以及那名早就被精英吐着刺扇盾战。击杀职业者德鲁伊 LV25，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树神法杖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25级德鲁伊。击杀职业者盾战 LV26，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巨鹿盾牌 LV26，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26级盾战。先入账2份收获， 10.6万经验，以及2把他同步到的钻石装备，一个德鲁伊专用法杖，一个盾战的盾牌，2个战利品宝箱。郑宇当场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25级德鲁伊，获得负点1500，随机文章1枚。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26级盾战，获得负点3600。与此同时，郑宇看到了系统的另外3个通知：职业者、战士编号星号强行退出深渊，将会受到强退惩罚；职业者、法师编号星号强行退出深渊，将会受到强退惩罚；职业者、牧师编号星号强行退出深渊，将会受到强退惩罚。竟然这么果断的退出了，可惜了3个战利品宝箱。那名黑皮战士的传送能力只能用来脱战，不能用来退出深渊。郑宇也没想到对方这么果断，就没有一颗翻盘的梦想吗？郑宇叹气道。黑皮青年战士队伍死亡2个，强退3个，并且郑宇发现还有4名职业者的名字变成灰色，真不争气啊！郑宇可惜的摇了摇头，又少了4个战利品宝箱。到目前为止，面具战士队伍5人死亡，黑皮青年战士2人死亡，3人强退。那支郑宇未曾谋面的第5支队伍也因不知名原因死掉4人。21饶深渊现在只剩下7人，看来这次深渊应该会结束的很快。郑宇其实也没有想过收到全部的战利品宝箱，伤亡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黑皮青年这个老六拥有强制传送这个能力，是他的失误。本来想着先解决掉最强的苦寒，有10巨人和吐着精英的仇恨，加上2只行刑者，怎么也能限制住黑皮青年他们。只是没算到还有强制传送这一闸。羡慕，想要一个能够无视任何仇恨和战斗，直接脱战离开的技能，在深渊里称一声神技都不为过。哪怕是刺客的隐身、暗影者的隐化，都不能这么顺利的脱战。但郑宇只是可惜，却不后悔，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掉苦寒这名狂战士。在郑宇看来，苦寒和他之前一样，是一神带4个挂件，其他4个狂战士也就是比挂件强一点的存在。真正有实力的是苦寒。郑宇认为，苦寒的实力很有可能是那种能够单独进入4星深渊的存在，类似于烟云派系里的诸葛无痕。打到现在，战争牛头已经有些撑不住了，要不是哥布林将军及时插手战斗，不定战争牛头已经回召唤师空间了。但苦寒依旧处于昂扬的战斗状态中，就这种战力，单挑一队面具战士队伍不成问题。郑宇看向还在挣扎的几名狂战士，没错，挣扎。在焚焰释放了恶火技能之后，
狂战士们的护甲和魔抗全部被腐蚀为零，根本抵抗不住火焰光环和火蛇地狱的持续攻击，只能靠着不断嗑血药来快速回血。但相同血药是有冷却时间的，狂战士们虽然早就准备了不同种类的血药，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可惜他们打不到飞到半空中的郑宇，只能被平白无故的消耗血量。即便顶着焚焰的恶火攻击到了火焰蛟龙，也会被巨翅灵蝶瞬间恢复上来。这就是郑宇为什么给他们4个狂战士评定为挂件水准的原因。看似莽夫，其实就是抱着苦寒大腿的普通 S 级职业者，甚至不如之前那名穿刺妇的战士。当苦寒被战争牛头和哥布林将军限制住时，这4个狂战士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结束吧，郑宇想要尽快结束这场战斗，要不然印记就真的被那名精英土着给抢走了。灵，巨翅灵蝶再次唱起蝶鸣，召唤兽狂化。郑宇也释放出狂化技能，并给战争牛头释放了阴神靴的效果，防止战争牛头被暴走之后的苦寒秒掉。与此同时，哥布林巫师祭献生命，为已经残血、体力下降的战争牛头恢复全部实力，并赋予一层巫师 buff。战争牛头发出狂怒之声，一直被苦寒压着打，他憋了一肚子气，但确实是技不如人，只能苦苦支撑。但现在不同了，3重 buff， 蝶鸣的敏捷和速度提升，巫师 buff 的力量和生命提升，召唤兽狂化的整体提升，让战争牛头觉得自己还能再战。眼见着一直被自己碾压的战争牛头再一次恢复状态，莽夫苦寒眉头皱了一下，2次了，每次都差一点就能将这个阻挡在自己面前的战争牛头彻底解决，但每一次都差那么一点。他更在意的是那2只扛着黑色镰刀的召唤兽，气息比战争牛头只强不弱。他想起这名召唤师的话，他没有谎，这只战争牛头确实不是他最强的召唤兽。唯一的好消息是，那2只黑色镰刀召唤兽吸引了10巨饶仇恨，不能参加他们这里的战斗。坏消息是，就算那2只黑色镰刀召唤兽不来，他可能也要坚持不住了，因为一旦那条火焰蛟龙过来，平衡将会彻底被打破。苦寒立马对自己的队友喊道：“送死！”2个字听得郑宇有些奇怪。送死！就在此时，郑宇看到一名狂战士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竟然消耗血量换取力量，然后猛地冲向火焰蛟龙。其实这一招郑宇倒也不陌生，狂战士的成名绝技主动消耗血量换取力量，主打一个只要进攻不要命。但郑宇从未见过将血量全部置换，只剩下一丝血皮的操作，这不就等于送死？那名狂战士开启狂战状态，速度非常的快，竟然真的在火焰蛟龙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砍到了他。5万的巨额伤害看得郑宇眼皮一跳，不过其实也还在接受范围内，毕竟是狂战士用一条生命换来的一击，这些伤害也还算能够接受。而且在绿色生命之源使徒印记的加成下，火焰蛟龙的血量高达14万，这舍命一斧甚至达不到半血的程度。而狂战士因为只剩下血皮的原因，在斧头砍下去的一瞬间便被火焰融化，地面上只留下一个复活十字架的标记。正当郑宇对狂战士的行为感到迷惑时，他看到战争牛头被苦寒直接抱住，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背摔。郑宇看着苦寒再一次变大的体型，他终于明白那名狂战士送死的意义了。苦寒根本不是普通的狂战士，他是隐藏职业送葬者。送葬者，战士类隐藏职业，目前9州排行榜总等级榜第21名的就是送葬者。郑宇之前被苦寒的狂战士打法误导了，以为苦寒就是战士流派中的以血换力的狂战士，没想到竟然是送葬者。送葬者将会继承同一队伍里已死亡的职业者的力量和血量，并暂时获得操控对方尸体的能力。此时苦寒已经继承了那名死亡僚战士的力量和血量，复活中也算死亡状态，这是送葬者的合理利用机制规则。再加上苦寒本身的负能力，血量越多体型越大，现在苦寒的体型早已超过战争牛头，并具有极高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那名狂战士会在送死之前利用狂战士的能力换取力量。怪不得要组4个狂战士，原来不是挂件，而是战术储备。所有职业中只有狂战士的职业士能够以血换力。最重要的是，苦寒继承的是对方的血量上限的百分比，无论对方掉了多少血都不影响他获得血量的数额，而力量则是越多越好。换句话，狂战士和送葬者是绝配，他们不是莽，而是合理运用自己的优势。只有这把他们当作莽夫的才是真傻。郑宇在看到苦寒的真正实力之后，也庆幸自己一开始没有用全部实力去杀那个黑皮老六，不然浪费大量精力和血量，还真有可能在苦寒这里郑宇想起了诸葛无痕，能够只身一人在这种满是才和变态的深渊里赢下来，确实是有实力的。以后不能瞧任何一个单独通关4星深渊以上的职业者。郑宇嘟囔着。此时狂战士送死的节奏依旧没有断，又一名狂战士死在了火焰蛟龙的身前，只不过这一次他没能摸到火焰蛟龙。同一个亏，郑宇不能吃2次，但他也不能阻挡对方死亡，因为换取力量之后的狂战士血量低得可怕，火焰光环一烧就死，更不能关掉火焰光环，这样击杀可能就不算是自己的了，毕竟自己人也是能够造成伤害的。连续4名狂战士全部变成复活状态，苦寒的体型增长到了巨饶程度，足足比战争牛头高了2米多。一个5米的巨人浑身肌肉疙瘩，让郑宇感到离谱的是，他的装备竟然也会跟着变大，手上的巨斧足有2米多长，看起来骇人十足。这还没完，
地面上复活十字架下面4具尸体爬了出来，这才刚死就成僵尸了。郑宇吐槽道。吐槽归吐槽，郑宇还是非常认真的。在进入深渊之前，南青市的市长闵墨就曾提醒过他，遇到任何隐藏职业都要谨慎对待，因为隐藏职业一定比普通职业更有强度。行刑者，郑宇召回正在和石巨人纠缠的行刑者。石巨人眼见2只行刑者离开，便快速跟上。好在精英土着急于获得使徒印记，拦下石巨人，想要先一步杀死石巨人，获得使徒印记。他对于身后召唤师和送葬者之间的战斗一点都不关心。唰唰，2名行刑者直接对着身体巨大的苦寒掠去，黑色的镰刀上闪烁着恶意的斩击。苦寒抡起巨大的斧头，动作敏捷的砍去。轰！即便身形被放大，但动作依旧非常的快。好在行刑者有叠名的 buff， 不仅躲过了巨斧攻击，还直接绕到了苦寒的身后。2道恶意斩击化成一个黑色十字，砍在他的身上。吃！血液和恶意印记同时出现。滚！苦寒转身一声怒吼，竟直接震晕了一真一假2只行刑者，然后右脚踩在地面，身体炸出令人惊骇的气势，不仅震退了2名行刑者，还同时震退了扑咬上去的巨魔。某，唯有战争牛头顶着这波攻击，利用蛮牛冲撞的不可阻挡特性，撞到了苦寒的腰子上。呵，牛，现在你不是我的对手了。苦寒硬接下了蛮牛冲撞，然后将双斧扔到空中，腾出双手抓住战争牛头的双脚，使劲向后甩去。轰！他竟然仅凭力量将战争牛头摔到身后，再接住掉落下来的双斧，用力砍去。咔！砍碎了巨翅灵蝶，快速转移到战争牛头身上的护盾，同时砍出了不的伤害。只不过有巨翅灵蝶分担了 50% 的伤害，有阴神靴免疫了 30% 的伤害，并未秒到残血的战争牛头，还挺硬。苦寒冷哼一声，不以为意，继续砍去。但这时，一团黑色的火焰朝着苦寒扑面而来，阻挡了苦寒的攻击。吃！恶火灼烧着苦寒的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并减弱了苦寒的所有抗性和护甲。虽然你很强，但你面对的是一人便是一支队伍的召唤师，战斗才刚刚开始。随着郑宇话音的落下，空中一个巨大石块瞄准着苦寒快速砸下来。加里奥登场！苦寒很强，短短瞬间就打掉了双行刑者的大半血量，差一点秒掉了血量最高的战争牛头。但这也正好激活了猩红之月羁绊。加里奥正在如陨石般砸向苦寒，火焰蛟龙此时也解决掉了4个僵尸，与加里奥一起加入战场。龙炎没有给苦寒思考空上掉落的到底是什么的时间，直接吐出一团最强火焰。焚焰也同时出招，恶火再次袭来。对于苦寒来，尚有不知名的东西砸向他，看起来不仅仅是一块石头那么简单。左有龙炎，右有恶火，在遭受了恶火的灼烧痛苦之后，苦寒根本不敢应接这个火焰法术，再被灼烧一遍，估计防御就彻底归零了。一旦防御归零，那2只速度极快、攻击力极高的行刑者会分分钟要了他的命。他只能后退，因为那团龙炎看起来比黑色的恶火还要人命。瞬间的思考让苦寒做出后退决定，但这恰恰是郑宇希望或者是逼迫苦寒做的决定，因为后面是12只隐身起来，早就准备好自爆的哥布林死士。什么东西？苦寒看着身边突然出现的10几只黑色哥布林，眉头一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12只死士哥布林同时炸开。轰！苦寒直接被紫色的血毒物直接包裹住，一阵头晕目眩、恶心难受的感觉涌上来，皮肤瞬间被死士的毒腐蚀到开始溃烂，血量蹭蹭的开始掉落。这也正好阻挡住了苦寒继续往后吞速度。与此同时，加里奥落地，轰！地面开始剧烈震动，在震动的范围内，包括土着精英与石巨人，以及距离加里奥最近的送葬者苦寒，全部被震到半空正。3个爆炸伤害分别出现在苦寒、石巨人和精英土着的头上。因为苦寒被恶火灼烧了防御，收到的伤害甚至比精英怪土着的伤害还要高，并且在落地的时候，再一次战争牛头抓准时机顶了起来，双行刑者追加伤害。关种，苦寒也不得不使出保命技能，一个棺材突然出现，将苦寒关在里面，不仅保护住了他，还释放出关种领域，镇压住了双行刑者的追击。此时苦寒也终于看清楚流落下来的石块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具比他体型还要巨大的石像兽。与身后那个石块组成的石巨人完全不同，这个石像兽是由更加高贵的禁魔石制作而成，双翼展开足有数十米之长，城墙般的身体，坚实的眼神，就如同一座城市的守护神般让人安心。但这份安心仅限郑宇，对于苦寒和莫名其妙被攻击到的精英土着来，石像兽加里奥就是他们的梦魇。只见加里奥双手抓地，用力地将自己的身体弹射向苦寒的方向，轰！竟直接撞碎苦寒的关种。吃！同时2声尖锐的爆鸣音出现在他的两侧，分别是进入地狱形态的真地狱行刑者，以及同样能够进入地狱形态的幻灵行刑者。2只伤害巨高的行刑者对准苦寒的脖梗砍去，苦寒勉强抬起双斧准备阻挡，但此时加里奥将双翼包裹住自己的身体，释放出一种奇怪的力量。下一刻，苦寒竟然放弃阻挡双行刑者的攻击，转而拿着斧头去砍加里奥那禁魔石制作的身体。当！唰！苦寒砍到了加里奥，行刑者也斩到了苦寒的脖子。双行刑者，双地狱形态，双面夹击的地狱枭首技能，哪怕他是继承了4名狂战士血量的送葬者，也扛不住。
更何况还有接踵而至的龙炎、恶火、电浆4件。苦寒的血量瞬间见底，在最后一刻，他看到了那头被他反复打倒又站起来的战争牛头朝着他冲了过来。哈哈！苦寒竟在这时用双手按住被斩断的脖子，和他最初的对手那个唯一让他产生战斗意志的战争牛头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砰！他选择站着死在战争牛头的手上，也不愿意死在那2个如同死神一般的召唤兽手上，因为在他看来，死神不配收走他的命。苦寒，对不起兄弟，对不住了，先走一步。击杀职业者、送葬者 LV27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关种项链 LV25 璀璨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7级隐藏职业送葬者。随着苦寒被战争牛头撞掉了最后一丝血，郑宇也收到了高达10万的经验值，并且得到了一件璀璨级装备。怪不得这么难杀 SS 级负隐藏职业送葬者，再加上一件璀璨级的项链，这种装备，这种实力，如果不是遇到郑宇，这场深渊的胜利绝对是苦寒的囊中之物。只能深渊实力是一部分，匹配的运气又是一部分，而且苦寒也没有那种能够脱战的技能。战斗到这种程度，不是郑宇死，就是苦寒死。最终，苦寒也放弃了使用复活十字架的机会，直接将人头送给了战争牛头。苦寒死了，其他的狂战士也没有必要拖着复活继续等待了，直接落地。妄图最后与郑宇决一死战，为自己的队长报仇。可惜，击杀职业者、战士 LV26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白银战斧 LV25 钻石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6级战士。击杀行刑者真就如同收割生命的死神，接二连三地斩下狂战士们的头颅。4名战士经验累加 19.1万，加上苦寒的10万经验，等级提升至23级。郑宇看着死去的苦寒，没有什么心理波动，甚至忽略掉了其他狂战士死前那种怨恨的眼神。别怨我，要怨就怨这逼迫我们不断厮杀才能存活下来的深渊吧。郑宇并不冷血，他只是认为在深渊设置的游戏规则下，只有真正的反派性格才能够存活下来。优柔寡断、圣母成性，最终只会让自己丧命，因为他们是敌人。苦寒也只能被郑宇称上一句可敬的对手，仅此而已。郑宇看向自己的物品栏，区别于其他 S 级战利品宝箱，苦寒爆出来的战利品宝箱隐约发着金光。SS 级隐藏职业战利品宝箱。郑宇抬头看了一眼石巨人，发现石巨人血量还有一半，但那名精英土着早已消失不见。都不傻呀，郑宇算是明白了使徒岛屿里的土着的性格了，那就是遇到不可敌的对手，毫不犹豫直接逃跑。可能是看出郑宇具有碾压自己的实力，那名精英怪土着早就在苦寒被消手之前就消失了，这可能就是他身上有3个精英印记的原因，都是当老六偷来的。郑宇顺理成章地接手了石巨人战斗，在杀死苦寒他们几个战士之后，宫里圆弧也提供给了战争牛头和双行刑者精力，让他们可以接盘石巨人。郑宇则满怀期待地打开了这个冒着金光的战利品宝箱。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7级隐藏职业送葬者，获得3700副点，获得自选文章宝箱星号1，获得随机海克斯装备1件，获得 SS 级任选资源宝箱星号1。这奖励有些出乎郑宇预料。首先是高达3700的副点，比面具战士的 SS 级副战利品宝箱还多1000。其次是自选文章宝箱，自选。郑宇现在缺羁绊，但更缺高数量的羁绊，比如猩红之月的魔神加里奥，2羁绊的普通加里奥都这么强了，10羁绊的魔神加里奥不直接起飞。不过就一个自选羁绊，目前还凑不出什么好东西，暂时放在仓库里压箱底。除了自选文章，还有第一次出现的海克斯装备。是我想的那个装备吗？郑宇满怀期待地领取海克斯装备。你已领取海克斯装备暴风大剑。海克斯装备可为6阶以上的召唤兽佩戴，不同散件海克斯装备汇合成为成品装备。6阶召唤兽可佩戴1件海克斯装备，8阶召唤兽可佩戴2件海克斯装备，10阶召唤兽可佩戴3件海克斯装备。海克斯装备为单独属性，不和召唤兽装备冲突，佩戴之后只能利用装备卸载器取下。装备卸载器由资源任选资源宝箱里获取。海克斯装备可由 SS 级副隐藏职业战利品宝箱、SSS 级副战利品宝箱、SSS 级副隐藏职业战利品宝箱中获取。哦，果然是你。看到熟悉的蓝把宽刃大剑，郑宇感觉到非常熟悉和亲切。装备名称暴风大剑，装备类型海克斯装备，属性攻击力正 20%， 可合成为死亡之曲巨人杀手、海克斯科技刀、青龙刀、银血剑、无尽之曲斯特拉科挑战护手、夜之风取艾欧尼亚徽章。所以宝箱泛金光，指定出货。先布暴风大剑的 20% 的基础属性，郑宇可是非常清楚海克斯成品装备的威力。3件成装，直接造神。幻想一下10阶的召唤兽配上3件海克斯成装，带着一堆文章羁绊，再搭配上极客扳手，带一堆召唤兽装备，直接送一个称呼神兽。郑宇现在也明白了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的用途。他目前仓库里有3个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郑宇尝试着打开了一个宝箱，请从以下资源中选择一个：1. 装备锻造器， 2. 装备卸载器， 3. 经验星号20万， 4. 副点星号2000， 5. 极客扳手， 6.
超品质极速培养券。7、随机符文，符文等级随召唤师等级。8、随机精炼核心石，核心石等级随召唤师等级。怎么呢？都是好东西，郑宇都想要，也确实都是资源，并没有文章和装备这些直接提升实力的东西。7值装备锻造器、装备卸载器、极客扳手，郑宇都知道是什么。20万的经验和2000点的副郑宇是绝对不会选的，杀一个职业者就2000了。职业者常见，但 SS 级任选资源宝箱可不常见。至于超品质极速培养券、随机符文、随机核心石都是养成类的关键资源。SS 级隐藏职业者不太好遇到，海克斯装备6阶也只能开启一栏，暂时用不到卸载器。锻造器仓库里有一个，极客扳手仓库里有一个，而且召唤兽装备现在都不够分的，也暂时不需要这俩。经验和副直接 pass， 对我现在有用的大概就只有培养券、符文和核心石了。郑宇思索着，但符文和核心石开出来是按照自身等级出货，23级的符文得多垃圾啊！郑宇放弃了选择符文和核心石，那就暂时开一个培养券吧。郑宇之前正愁召唤兽培养的时间周期过长，没想到现在竟然能够依靠战利品宝箱来缩短培养周期。郑宇在8个资源里面选择了超品质极速培养券，你已开启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获得超品质极速培养券星号1。超品质极速培养券可以瞬间完成15次召唤兽的技能培养。15次，要知道一次技能培养周期就是3周，10次就等于45周左右的培养周期，几乎等于缩短了接近1年的培养时间。对于召唤师来，培养时间越长，实力越强。最重要的是，不需要任何资源，完全免费。还有这种好事，郑宇乐呵呵的直接在战争牛头身上使用了这张超品质极速培养券。是否使用超品质极速培养券？是，请选择召唤兽体质培养反斜杠召唤兽技能培养反斜杠召唤兽属性培养中的一种，进行15次极速培养。体质培养，作为血量最后的坦克战士型召唤兽，郑宇希望战争牛头能没那么容易死。在和苦寒的战斗中，战争牛头虽然坚持了很长时间，但缺点也很明显，太容易进入残血状态。虽然激活了莽荒血脉，但如果没有巨翅灵蝶的分担伤害以及阴神血的伤害免疫，他早死了。面对苦寒这种高攻高防的对手，战争牛头需要顶得住。并且郑宇在见识到了身材巨大的苦寒之后，深深感受到体型对于召唤兽的影响，所以郑宇先给战争牛头培养体型，正在进行急速培养。战争牛头生涯第2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1200点血量上限。战争牛头生涯第3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1400点血量上限。战争牛头生涯第4次，战争牛头生涯第16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7000点血量上限。如果不算上使徒印记的加成，加上第1次的培养以及15次的急速培养，一共培养16次。战争牛头的总血量真实增加血量，以及 16% 的体型。得劲！看着血量飙升的战争牛头，郑宇想了想，犹豫了很久，最终做了一个决定，用了。他不打算继续留着，因为未来他进入4星深渊的机会很多，甚至会进入更高级的深渊，战利品宝箱是一定会有的。核心石到了30级才能有高品质，符文需要到40级。现在用箱子开核心石和符文就属于纯浪费，其他物品郑宇都有，也不缺，唯独这个培养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提升实力的。血牛就该有个血牛的样子，得让敌人看到你的血条望而生畏，不敢战斗，才能达到目的。郑宇干脆将剩下2个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全部换成15次的高品质极速培养券，一共30次，全部兑给战争牛头，主打一个培养无上限。正在进行极速培养，战争牛头生涯第17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7000点血量上限。战争牛头生涯第18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8000点血量上限。战争牛头生涯第19次，战争牛头生涯第46次培养成功，增加战争牛头 1% 的体型，增加点血量上限。到临20次之后，每次培养就只增加1万血量了。再度培养30次，共获得血量30万血量到手，这样太爽了吧！战争牛头现在身高4米半，但从体格上就已经拥有了极大的压迫力，再加上那厚厚的血条，安全感十足。提示：战争牛头目前已培养46次，6阶副战争牛头最高培养次数为60次，剩余14次培养次数。系统温馨提示道。郑宇也不意外，因为这一点也是张安全那本教科书上提到过的，父决定了召唤兽的上限。所谓的上限，也就是培养次数。例如，现在的战争牛头能培养60次，但如果是最初的3阶牛头饶化，只能培养15次。相比之下，父对于召唤兽的影响可见一斑。将60次全部培养满，需要180周的周期，也就是将近4年的时间。这仅仅是时间成本，还不包括巨额的材料成本。一只召唤兽的材料成本就足以打造出一个强力的战士职业了，并且培养满的召唤兽还真不一定是战士的对手。这就有了召唤师既烧钱又无用的传言。最关键的是，培养技能只能单线作业，也就是这4年里只能培养战争牛头，但召唤师到达40级就有9只召唤兽。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都不足以让召唤师支撑下去。很多召唤师看到了这样的未来，才放弃这个职业的。所以，这个超品质极速培养券对于郑宇来，简直就是神器。
作用比一枚符文、一枚核心石大多了。目前战争牛头的总血量达到了43万，这是不算上使徒印记的效果，算上使徒印记86万血量，直接就是 BOSS 的血量了。召唤兽能有这种血量，多少是有些变态的。关键是郑宇才23级，可惜使徒印记只能维持这个深渊。郑宇培养完战争牛头，抬头看了一眼石巨人那里的战斗，基本上也快要接近尾声。石巨人这只精英怪其实也就只有血量高一些，战斗行为还是挺傻的，只会地震、大地震、超大地震。只要看到石巨人抬手的动作，战争牛头、双行行者、哥布林将军、焚焰蛟龙就会提前退出震动范围，直接规避伤害。超大地震的范围太大，但伤害不高，直接硬扛就效。慢慢的，石巨饶血量也见底了，吃，最终被地狱行刑者以地狱形态直接一招消手带走。击杀石巨人 LV30获得经验加，击杀精英怪获得战利品宝箱，3阶段深渊。你已获得使徒印记石巨人之源，石巨人之源获得生命值的100护盾值，此提升为单独获取印记时的奖励。物力护甲提升100，此提升为单独获取印记时的奖励。状态持续至离开深渊为止。一层白色护盾出现在郑宇以及所有召唤兽的身上，厚厚的盾让郑宇都为敌人感到头疼。击杀石巨人之后，郑宇看了一下视线右上方的列表，21饶深渊在短短的几个时内竟然只剩下了2人，看来这是个有梦想的孩子，那就让他看一下现实的残酷吧。郑宇看着血量86万，护盾86万，就这数值让战争牛头站在那里，让那位面具战士去砍都得砍到明早上的程度。郑宇露出了标准的反派笑容，才也得拜倒在数值之下。在等待下一个使徒印记刷新之前，郑宇有着短暂的休整时间。郑宇趁着这个功夫将4名狂战士的战利品宝箱打开，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5级战士获得负点1500，随机文章1枚。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9级战士获得负点1900，装备锻造器星号1。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4级战士获得负点3400。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8级战士获得负点1800，文章复制器星号1。然后打开石巨饶精英战利品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3阶段深渊获得负点800。算上之前黑皮青年战士队伍中的德鲁伊宝箱和盾战宝箱，以及苦寒的3700点负点，这波战斗一共获得0负点，距离2万还差一点点。郑宇打算憋一下，在这场深渊里就造出一个7阶副的召唤兽，剩余2枚随机文章，1枚文章复制器，又多了一个装备锻造器。将文章打开，恭喜获得格斗家文章，恭喜获得变异战士旺盛胃口文章。变异战士旺盛胃口3反斜杠6，旺盛胃口没有1名友军阵亡时，所有变异战士获得攻击力和法术伤害。3每名友军阵亡正 2% 攻击力，正 2% 法术伤害。6每名友军阵亡正 5% 攻击力，正 5% 法术伤害。郑宇看着新的文章，自言自语的道：所以变异战士的随机效果变成了固定的吗？郑宇隐约记得变异战士除了旺盛胃口之外，还有像破蛹之变那样的能够随着时间而成长的效果，还有虚空降生这种具有斩杀的效果。友军，郑宇有注意到这次羁绊里的用词，往常羁绊介绍里的用词都是召唤兽，这次是友军，那是不是意味着哥布林作战队也算友军单位，重骑兵也算，甚至连幻灵行刑者也应该算是？这羁绊真是对友技法力无边，而且没有上限。郑宇粗略的算了一下，23级的哥布林作战队拥有13名死士哥布林，13名盾牌兵哥布林，13名哥布林弓箭手，1名巨魔，1名巫师哥布林，7名哥布林狼骑兵，共计48个友军。重骑兵团46名，如果全部死亡，能够获得 188% 的攻击力加成，这个加成有些太高了，导致郑宇本想用手头上的一个自选文章和一个复制文章来造4级半的加里奥来着，现在看来变异战士更猛一些。本来哥布林作战队每次战斗时就是炮灰的作用，死士更是直接送到敌人面前自爆，现在好了，不仅自爆有伤害，还能给拥有变异战士羁绊的召唤兽增加实力。郑宇从自选文章中选出变异战士文章，实话，郑宇其实更想选福星、海盗、皮尔特沃夫这类羁绊，不过自选文章虽然称之为自选，但只能在已开出来的文章中选择1枚。郑宇选择了变异战士旺盛胃口，再配合复制文章器复制1个，将变异文章分别给了焚焰、火蛟、哥布林将军、地狱行刑者。旺盛胃口加攻击力和法术强度，自然要给输出更高的3只召唤兽带上，再把格斗家文章给巨翅灵蝶带上，稍微增加一下巨翅灵蝶的血量，让它能够更多的分担伤害。至此，所有战利品清理完毕，战争牛头成为郑宇最可靠的大前排。变异战士羁绊提供了一种自杀流的战斗方式，能够翻倍的增加焚焰、火蛟和行刑者的输出能力，负点也差一点就能够积攒到2万。7阶召唤兽近在眼前。与此同时，系统再度发布通知，检测到外来者阵营剩余2人，使徒岛屿土着剩余344人，印记守护者剩余32个。外来者阵营剩余1人时，自动结算本次能量争夺战。阵营唯一胜利者将会获得随机印记1枚，印记离开使徒岛屿后会被削弱。使徒印记已刷新，本次刷新的印记为特殊印记擂台。剩余2名的阵营将会决出胜负，获得最终神赐奖励。5分钟后，所有阵营参与者传送至擂台处。
郑宇挠了挠头，怪不得那土着不争不抢，也不参与我们之间的战斗，原来他跟我们就不是竞争关系。外来职业者是一个赛道，土着与土着之间是一个赛道，印记守护者又是一个赛道，所以是我杀得太快了，导致这么快就要通关了。使徒深渊明显不是一个带有剧情的深渊，完全不像之前的寒阶深渊和祠堂深渊，就是单纯的竞技类深渊。匹配职业者互相争夺使徒印记，随着使徒印记的减少，会增加职业者之间的摩擦战斗，也会出现像另外一支郑宇没有遇到的那支职业者队伍被印记守护者或者是精英土着杀死，最终决出最后一人，就算通关。至于这个使徒深渊里的其他生命，就还得持续争斗下去。就像那名从石巨人和他眼皮子地下溜走的土着精英一样，不需要应战，慢慢的寻找躲的印记的机会就效，因为对于他们未来的战斗还长着呢。这种深渊其实还挺常见的，尤其是在3阶段深渊之后，但一般存活率都很低。就像郑宇手上死掉的苦寒和面具战士，以他俩的实力，在九州是会被派系捧起来当宝似的供起来，就像现在的自己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财，最终结果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竞技类深渊就是如此残酷，比故事性深渊、纯刷怪深渊更难，因为这种深渊会逼着职业者相互战斗，哪怕你想躲起来，苟到最后也会被所谓的擂台强制战斗。也行，尽快结束战斗，尽快去下一个深渊，反正该杀的也都杀完了，就差最后一个了。郑宇对于这次深渊的收获比较满意，换算时间下来，这个深渊是他经历过最短时间的深渊了，但收获却是最多的。郑宇看到5分钟准备时间快到了，便将召唤兽们暂时收回召唤空间，任由使徒岛屿的力量将郑宇带到擂台。所谓的擂台其实就是一片空地，黄色的能量在地面画出擂台区域，除了郑宇和一名黑发青年在区域内，区域外站满了成群的土着以及几十名不同种类的印记守护者。他们和石巨人一样，身体庞大，有兽形，有植物形，有元素形，在使徒岛屿规则的制约下，以互相竞争的身份在这里和平的看着比赛。郑宇此时对这片使徒岛屿充满了好奇，如果土着代表着这里孕育的新人类，那么印记守护者是否代表着这具死去神尸体的能量化成的生命？那他们这群外来者代表着什么？神又为什么会死？死亡之后又为什么要定制这里的规则？或者为什么会成为一片竞技深渊？带着这些疑问，郑宇视线扫过场外的观众，他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藤蔓印记守护者巨大的藤蔓身体上碾压着4具人类尸体。郑宇转头问那名黑发青年，那4个不会是你的队友吧？很明显问到他的痛处了。黑发青年满脸怒意，直接拔刀，去死吧，我会赢的，为了我的队友我也会赢。郑宇鼓掌应和道，好棒，好有气势，那就奖励给你一个牛头人吧。完，召唤出战争牛头，4米半的身高轰然落在黑发青年的面前。发青年第一眼便看到了战争牛头那敦实的血条，86万血量，86万护盾。一瞬间，黑发青年眼神清澈无比，他一怒之下愤怒了一下，然后认清了自己现在状况。郑宇看出了这个黑发青年的意向，很明显是想逃，但已经进入了擂台，就走不出去了。哪怕是之前的黑皮青年战士，都无法用强制传送的符离开擂台。擂台上只有生死。No！ 战争牛头发出战争怒吼，直接将想要逃的黑发青年震晕。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被战争牛头顶到了空正。此时，黑发青年几乎生不起任何反抗的想法，心中早已被即将死亡的恐惧笼罩。他之前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其他职业者死得这么快？不可能进来的所有职业者都和他们一样，是被迫进入4星深渊的倒霉蛋。在看到郑宇之后，他知道了答案。这局有怪物，只有存在一个足够碾压其他所有职业者实力的怪物时，竞技类的深渊才会结束得如此突然。很显然，那个怪物就是眼前这个召唤师。他从未见过一个召唤兽拥有 BOSS 级别的血量，哪怕有使徒印记的加成，这血量也高得有些离谱了。他现在只想逃，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郑宇看着逃窜的黑发青年道，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你队友都死了，而你活着，感情你是这么活下来的呀。看着只知道逃窜，丝毫没有任何反抗想法的黑发青年，郑宇不再多什么，释放出地狱行刑者，斩了吧，尽快结束。地狱行刑者没一句话，直接化为一道黑影袭向黑发青年。在战争牛头的控制和地狱行刑者的高输出下，黑发青年甚至没有挺过10秒。临死之前，黑发青年看向郑宇，眼神中满是怨恨。你们不用高兴太早，早晚有一，你们会像我一样，如同狗一般的被碾进深渊。你也一样，你能在这里取得胜利，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遇到真正的强者。等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你那些实力在他们面前如臭虫般渺。噗！没等黑发青年完，头颅便飞到了半空。行刑者在郑宇的命令下，直接切断了他的脑袋。聒噪！郑宇不满的道，像谁不知道似的。他的这些，郑宇都知道。毕竟，地球的职业者，这几十年来见过的其他空间职业者，比郑宇可多多了。这种被逼迫进入深渊的职业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身份也被前辈职业者们挖了个干净。简单来就是，他们没能守住深渊，被神给占领了。这也是为什么九州会将大量只给高富职业者，而降低普通职业者资源的原因。深渊就是神用来掠夺空间的游戏，而职业者必须不断的消灭深渊，才能阻挡神的入侵。这是世界第一强者南木云从一名被逼迫的职业者那里得来的信息。神和职业者一样，也在玩游戏，
一个和职业者不同规则的游戏。这是郑宇在加入派系第2后从柴方那里知道的内容。派系只接收40级以上的职业者以及 S 级副以上的年轻职业者，只有这2种群体能够知道这个消息。郑宇清楚地记得那和柳南烟的视频对话。以人类现在的进度，到10阶深渊出现的那一，恐怕只有少数几人能够达到90级，有资格进入10阶深渊去阻挡所谓的神的入侵。政府会将资源和重心倾斜到2个方面：一、派系；二、有希望达到南暮云那种层次的潜力新人。今年的有潜力的新职业人井喷的状况，其实也在预测范围内。当9阶深渊出现，就预示着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资源倾斜给派系，能够让南暮云、李成功、荣离等等级高的职业者成为先锋队，给你们这些新人足够成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资源会这么容易被转移给李峰的原因。因为在省区的审核判断中，你虽然是 S 级，但不是能够走到南暮云那个程度的职业者，不在最后计划中。因为9州的未来10年计划里，普通 S 级副职业者根本不是重点。这些资源，实话是你自己争取来的。这些是当初柳南烟给自己的解释，也让郑宇明白了为什么李楠和周云会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很清楚9州未来的计划，能不能渡过难关，依仗的就是派系的强者和那些真正有富的年轻职业者。这让郑宇莫名想到了自己潜意识上大学时被夺走了所谓的贫困助学基金的事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0阶深渊，郑宇摇了摇头，还远着呢。他现在才23级，甚至距离觉醒去狙击周云都还有一段时间。再了，他俩有个子高的顶着呢，不是还有南暮云吗？郑宇知道了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压力，未来的事情未来在，现在最重要的是提升当下的实力。思考间，几个系统通知弹出，第一个便是黑发青年的击杀信息。击杀职业者 LV24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黑铁衬衫 LV25 铂金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副24级战士。果然好穷。虽然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这里是深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看着只有24级，最核心的装备竟然只是一件铂金级的衬衫，在这个4星深渊里多少有些寒酸了。郑宇大概也清楚了为什么他们会被一只印记守护者精英怪杀死人，实力太弱。使徒岛屿通知，你已击杀最后一名阵营者，获得阵营战的胜利，得到能量神的馈赠，获得生命之源印记。生命之源印记在离开使徒岛屿后将会失去能量神的加成，削减9%的效果。你已通关使徒岛屿4星深渊。南清盛，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使徒岛屿深渊大厅门口，市长闵墨迎了上去。从车里下来一位戴着眼镜的儒雅男人，一见到闵墨就直接问道：现在什么情况？杀戮积分已经12分了。闵墨语气中难掩惊愕的情绪。一旁的助理道：已经13分了，又杀了一个。太离谱了。闵墨吃惊的道。这才进入不到3个时的时间，每一个杀戮积分就代表着杀死1名职业者。使徒岛屿除去郑宇之外，一共才20名职业者，他已经杀了大半了。盟主，咱们捡到宝了。没错，这个风尘仆仆赶来的人正是烟云派系的盟主柳南烟。柳南烟面带微笑的道：这得感谢张战，是他执意挖来郑宇，还坚持要给郑宇索要一份 S 级资源。总之确实是捡到宝了。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郑宇能不能通关4星深渊已经是没有任何质疑的了。3个时连杀13名职业者，获得13个杀戮积分，只要不出意外稳稳通关。柳南烟此时表情也难掩喜悦之意，能单独通关4星深渊，未来最差也是无痕那种实力。一旁的闵墨眼神中露出些许羡慕的道：咱们烟云盟又多了一个能挑大梁的职业者了。柳南烟立马道：别奶，上一次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王辉进入5星深渊那次，后来他就再也没出来过。对于郑宇、荣明剑、海银、柳恨何来，想要成为最终计划里重要的角色，光是按照诸葛无痕的路子走不够，还差点。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创造奇迹，但同时我又希望他们能够活下去。话题有些沉重，提起王辉，闵墨也沉默了下来，因为他和王辉是同期的职业者，当年风头最盛的职业者 SS 级副隐藏职业，谁都认为他有朝一日会是烟云妹继承人，甚至有可能追逐南暮云的步伐，但他却在一次5星深渊的挑战中永远的留在了里面。几十年来，9州的才出现了不少，能够成长到柳南烟、李成功这样的强者却少之又少。这条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游戏，而是一条血肉模糊的生杀之路。不过咱们真的可以开始准备庆祝的东西了吗？助理虽然不想打破气氛，但他还是有些担忧。虽然死了13个职业者，但这不是还剩7个吗？总有种半场开香槟的记事符。闵墨解释道：放心准备，使徒岛屿的机制是每获得一个使徒印记，实力就加强至少1倍。最重要的是，单独获得使徒印记能够额外获得加成。毕竟使徒岛屿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他曾经也是通关过使徒岛屿的职业者，对于使徒岛屿的机制了解的一清二楚。他很清楚，在使徒岛屿里杀死这么多职业者的难度，以及能够获得的奖励。通关不成问题。听到自家市长都这么了，秘书也就放心的去准备庆祝的横幅和晚宴之类的活动。但他刚转身就被闵墨叫住：别准备了。秘书疑惑的问道：为什么？人家已经通关了。一则消息弹出在南清市所有职业者的面前：通知，恭喜职业者郑宇、召唤师打破使徒岛屿深渊4星难度，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2时57分25秒。队长，郑宇、召唤师。
队员无。看到这则消息，就连一旁的柳南烟的表情都有些绷不住了。这才多长时间？不到3个时，4星深渊通关了。柳南烟马上抿墨，你们这个使徒岛屿4星难度历史通关记录是多少？抿墨如数家珍的道，最快2，还是我保持的记录。柳南烟，郑宇又破了一个市长的记录。柳南烟笑着道，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他打破我的记录，很期待啊。柳南烟心情很好，本来他之前还因为李家派系那个 SSS 级职业者而担忧，因为一个 SSS 级副，所以让李成功以这个理由要去九州大半的资源。自己派系里唯一一个能打的只有自己女儿，但和 SSS 级副一比根本没有优势。荣明剑还是人家荣家剑，克派系的人根本不是他燕云派系的。现在好了，郑宇虽然只有 S 级副，还是人人唱衰的召唤师，但人家实战能力强啊，能单通4星深渊，还能打破历史记录，目前双星人榜单稳稳的第一，实战成绩才是潜力最好的证据。想到这里，柳南烟搓着下巴自言自语道，看来得感谢李楠和周云，如果不是他俩，郑宇也不会去上虞氏，也不会加入我们燕云派系。不对，得主要感谢张战。话，张战人呢？柳南烟记得自己好几都没有见到张战了，一直都是柴芳在汇报工作。柳南烟身边的秘书道，张战市长已经进入深渊，无痕安排的。是。柳南烟笑道，看来无痕很看重郑宇吗？当初那句重点关照，机会优先的话，就是诸葛无痕出来的。张战的实力在燕云盟里的排名靠后，地位也不高。本来组队的排名近期是轮不到他的，毕竟5阶段深渊，要是没有大腿带或者4名实力强劲的队友，以张战的实力还真过不去。能够这么快组上队伍，一定是诸葛无痕安排的，因为诸葛无痕就是燕云派系里负责调整组队阵容、安排高端深渊入场权力的负责人。张战最近没有功劳，也没有什么战绩，能够提前安排上组队，就是诸葛无痕对张战挖来郑宇这个行为的奖励。毕竟到现在为止，好不容易进入李家派系的周云，可还没有队伍着落呢。话间，只听一阵嗡鸣音从深渊深处传出来，郑宇出来了。郑宇通关的消息瞬间通过南青市的论坛传了出去，上虞市论坛瞬间炸开了锅。我就知道这子笑，我擦，3个时，我查了一下使徒岛屿4星深渊的记录，最快也才2，这也太恐怖了吧！陶钱，哎，坐下，都坐下，场面，这是我宇哥正常发挥。话，4星深渊和噩梦级深渊不一样吗？不懂了吧？4星深渊是比噩梦级深渊更难的级别。不是，为啥郑宇不通关咱上虞市的4星深渊啊？因为没有呗，咱上虞市虽然有2个3阶段深渊，但4星难度是随机开启的，至今都没开启过。难受啊，这荣誉应该是咱上虞市的。不过也没多少影响，3阶段深渊也没啥奖励，也不是完美级通关。等5阶段时，郑宇回上虞市当市长了，只要通关任何一个深渊，咱们都有奖励。话虽如此，但郑宇要是到了40级来上虞市当市长，那张战呢？让位置呗。伙子花心变哦，这有啥新不新的？一看你们就不了解。一般如果有城市新进入40级的职业者，原市长都会给让位置。职业者在20级之前算是新手阶段，在本市的普通深渊练级。20级到30级是外派阶段，需要去挑战不同的深渊。30级到40级要去中州集训和全9州的职业者训练，组队共同升级。到了40级，也就叫做毕业阶段，需要下派到各自的城市。原先身为市长的职业者就会退出城市，进入派系历练。如果在职期间达到觉醒级别，会升职；如果没有觉醒，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后期也不会得到派系的资源支持。这是完整的职业者升级的一套流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有的职业者不喜欢执政，就会选择其他路子。有的一个市里同年份里有多个40级职业者，就会像张战和柴芳一样，一个市长，一个资源部部长。兄弟懂得多啊。觉醒之后呢？觉醒之后就是派系的内部竞争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论坛里有董哥，有看戏的乐子人，有闻风赶到的路人，还有江水市已经快要被气炸聊职业者们。因为就在刚刚，他们的论坛又被封了。刚刚解封不到半的时间，在得知郑宇再一次破纪录的消息，都不需要周云下达命令，管理员直接拔掉了服务器的电源。沉默。周云办公室里一片沉默。不过这一次下面的几个人表情没那么难过了，因为这种沉默的气氛已经不是1次2次，他们习惯了。就算不习惯，也得学会慢慢习惯，因为未来办公室里这种压抑沉默的气氛将会经常出现。如果郑宇通关祠堂深渊、黑暗谷底深渊是侥幸，是找到了聪明的通关方式，那这次4星深渊就将这句谣言直接击碎。使徒岛屿竞技深渊4星难度真单通关破历史记录，连杀13外界职业者，这一个个的词语罗列起来就是最好的证据。谁敢反驳？此时周云的脸上还挂着笑，只不过这次的笑容有些特殊的意味在里面，有些崩溃，有些烦躁，还有些阴狠。实话，郑宇通关4星使徒岛屿深渊并不是让他产生复杂情绪的主要所在。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张战和柴芳进入深渊的消息，同样都是被困在45级的职业者，同样都是在派系地位不高，得不到派系的支持，未来几乎就卡在觉醒之前的职业者。他甚至为了进入李家派系，放弃了之前的派系，都已经算是背负着叛徒之名的破釜沉舟行为。最后竟然是张战他们比他先得到派系的帮助，组成队伍进入深渊。最关键的是，张战和柴芳能够比他先组成队伍，竟然是因为郑宇，那个被他亲手赶走出去的郑宇。我到底在忙活些什么啊？
周云看着逐渐不受自己控制的发展，他已经有些茫然了。郑宇展现出来的实力，未来达到40级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甚至40级都有些侮辱郑宇。单独通关4星深渊，这可不是无法判断未来的赋，而是实打实的战绩。燕云派系甚至可能会倾尽一切去培养郑宇，就像当初培养诸葛无痕一样，因为他们值得培养。但他呢，早晚有一会被郑宇碾压。周云开始为当初踢走郑宇感到后悔，但这种后悔的情绪只持续了不到几秒钟。周云眼神里的阴狠更多了几分，仿佛一个被逼急聊疯子。与此同时，郑宇在传送阵里看着眼前的一串串提示：你已通关3阶段使徒岛屿深渊4星难度，获得奖励使徒岛屿深渊宝箱4星难度，职业者经验加。恭喜你打破使徒岛屿深渊4星难度，历史通关时间为2时57分25秒，获得历史通关礼包使徒岛屿4星难度深渊，职业者经验加，使徒岛屿通关成就4星难度，70万经验。郑宇看了一眼经验表，正好能够提升到24级，没想到竟然没有升级到25级。郑宇本以为这次深渊怎么也能升到25级，把第6只召唤兽搞到手，但没想到才刚刚达到24级。20级之后升级的速度明显变慢，怪不得那些张战用了8年才升到40级。这句话要是让张战听到，估计得气死。这还嫌慢？30提升了4级，慢。郑宇准备领取奖励时，发现还有一个系统提示：本次深渊共击杀职业者13名，获得杀戮积分13分。你在本区133区杀戮积分排名未进入1000名，你在深渊区域杀戮积分排名未进入10000名。提示：杀戮积分商店开启。杀戮积分商店。郑宇看到传送可能还得一段时间，便打开圣殿界面，找到了新出现的杀戮积分排行榜选项，点入进去。映入眼帘的是2张排行榜，一个是深渊杀戮积分排行榜，一个是133区杀戮积分排行榜。简单来，一个是所有空间职业者的总榜单，一个是地球积分榜单。深渊总榜单看不到排名，全部都是被屏蔽的信息，也不清楚进入10000名需要多少杀戮积分。郑宇猜测自己看不到信息，可能有2点原因：一是自己等级和积分过低，没资格去查看榜单；二是地球还未进入10阶深渊阶段，可能还没加入榜单争夺战的行列里面。133区的杀戮积分排行榜，郑宇倒是能够看得到，排在第一的还是那个熟悉的人南暮云，杀戮积分2451分。第2名也是9州人廖宁，杀戮积分2011分。廖宁也是9州的名人，军区的廖将军，廖杀神。等级排行榜在全球排名第7，战力排行榜也仅排名在第10，但杀戮积分却紧随南暮云之后。但杀神之名却不是因为杀戮积分，大部分普通职业者和普通人都不知道有杀戮积分这件事。杀神是因为廖宁的职业名为杀神， SS 级隐藏职业杀神。第3名是英国的国民女神，拥有现世自由女神之称的戴安娜，同样是 SS 级副的隐藏职业，积分1944分。除了这3个之外，第4名和前3的积分几乎是断崖式的差距。第4名是熊国的暴君，积分只有1144分，相差一半。而第5名甚至还不到1000分。郑宇大略扫了一遍积分榜单，在第10名的位置找到了剑神荣离，在第12名的位置上找到了柳南烟。副盟主诸葛无痕排名第50名，积分为289分。李成功排名第9，李楠排在700多名，积分只有30分。周云榜上无名。张战和柴芳同样查无此人。郑宇发现排行榜上的第1000名正好是14积分，可惜就差1分。榜单上的积分差距很悬殊，前3名一个梯队接近2000分，前20名一个梯队在500分左右的成绩，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的大人物，要么就是剑神荣离，要么就是火神李成功，以及各妹钢顶人物，比如柳南烟、柯明等强者。第3梯队是以诸葛无痕为首的职业者，曾经的新人，如今的中坚力量。李成功、荣离、柳南烟属于第1代职业者的话，那诸葛无痕、张战、李楠、周云他们就属于第2代职业者。诸葛无痕算是第2代职业者里面发展算是不错的职业者，100名以后得职业者就没有超过100积分的了，甚至14积分都能上1000名。要知道圣殿到地球发展时间虽短，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不过也很正常，有人一辈子也没有进入过4星深渊以上，和其他空间职业者正面战斗过，就连张战也1个积分都没赢。毕竟像张战、周云、柴芳这种职业者连升级都困难，别和其他职业者厮杀了。让郑宇唯一感到意外的是，李楠竟然只有30积分，没有想的那么强吗？郑宇关掉排行榜，找到了所谓的杀戮积分商店。欢迎进入杀戮积分商店，这里是深渊中重要的商店之一，无需花费任何费用，只需积分达到一定数额即可从商店中选择对应的商品。你当前积分13分，1分物品已解锁，可领取100万经验；5分物品已解锁，可领取1极品技能书一本，本职业技能等级随领取者等级而定，可领取2任选精炼核心石一枚，属性自选，技能自选，加成自选，核心石等级随领取者等级而定。10分物品已解锁，可领取1比200万经验，可领取2随机璀璨装备一件，本职业装备部位随机，等级随领取者等级而定，可领取3极品技能书一本，本职业技能等级随领取者等级而定。郑宇表情很精彩，他之前隐约能够感觉到杀戮积分会有很大作用，
没想到作用这么大，300万经验，什么概念？意味着连续提升3级，加上使徒岛屿的通关和历史记录2份奖励，70万经验提升到24级，24级到25级需要80万经验，25级到26级需要100万经验，26级到27级需要120万经验，300万经验正正好好又是3级。到了20级后，每提升1级都非常困难，这连升3级简直无诞。最重要的是，郑宇获取杀戮积分的时间早，让这300万经验显得更多了。等级还不是关键，还有一件璀璨级装备和2本极品技能书，1枚自选核心石，每一个拿出去都是能够让职业者抢破头的装备。加上苦寒爆出来的那个璀璨级关种项链，郑宇现在拥有3件璀璨级装备，13分就这么多奖励了。那2000多分的楠木云得什么样子，不敢想象。郑宇喜滋滋的将奖励全部领取，包括2份通关奖励，370万经验入账，等级猛地上涨。等级 LV23 LV27 140万，距离升级还需140万点经验。血量魔力11001550，智力23452766，力量188252，敏捷4979，获得第6个召唤师空间。你已达到25级，可以进行职业深化，获得更强大的专属职业技能，并确认职业未来发展方向。血量11万，一个召唤师能够达到11万的血量，算是非常惊扰了。这其中血石增加的血量成长上限功不可没，生命之源印记的10%生命加成也增加了上限。除去装备血量，郑宇的基础血量达到7万多，稍微祭献一点血量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了，不会像前期那样需要梭哈来保证召唤兽的进阶。升级之后，仓库里剩余了一个通关宝箱，一个历史记录宝箱，一个击杀黑发青年的战利品宝箱，以及2本本职业随机极品技能书，1枚自选核心石，1件本职业随机璀璨级装备。总之，这次深渊赚得盆满钵满，没来得及开箱，传送便已完成。落地之后的郑宇看到了迎面走来的柳南烟和闵墨，郑宇惊讶地问道：“盟主。”柳南烟儒雅的道：“见到我很惊讶。”郑宇摇头道：“只是以前从深渊出来时见到的都是张战市长和柴方部长，这次竟然升级成盟主了，有些受宠若惊啊！我可没看出你有什么受宠若惊的感觉。”画的是一旁的闵墨。柳南烟笑着问道：“感觉怎么样？”郑宇开了句玩笑：“通关太快了，没什么感觉。”柳南烟：“好子，让你给装到了。当初诸葛无痕都没你这么装。不过诸葛无痕也没有第一场就杀13个职业者。南暮云呢？”郑宇好奇地问道。“我记得好像也是10几个，但南战神是最初的第一批转职者，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数据可以参考，他们那一批人可是走了很多弯路啊。”柳南烟感慨道。南暮云是真第一批转职者，是当初被征服推进去的白鼠。当初的第一批转职者，如今还活跃在深渊战场上的，也就只剩下战神一人了，而且还是世界第一人，保持了将近有30年的时间，一人霸榜30年，这份成绩让其他国家的职业者都对南暮云抱有尊重。柳恨和没有出来，郑宇问道。一旁的闵墨无语的道：“你不看看现在才过了多少时间，不到3个时，他那场甚至都没有爆发过任何一场伤亡呢。”伤亡？郑宇这才看到大厅的屏幕上显示着进入深渊内的名单情况，和他在使徒岛屿深渊里的职业者列表是一样的，唯一区别是看不到对方代表世界区域的编号，能看到职业、等级以及生死情况。目前柳恨和的那场深渊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亡，节奏这么慢的吗？郑宇非常奇怪，为什么我在使徒岛屿里遇到的不是莽夫就是老六？他3个时打了3场战斗，杀了13个职业者，夺取了2个印记，但柳恨和这里竟然风平浪静。一旁的闵墨给郑宇解释道：“使徒岛屿深渊是一个战斗越激烈，进度就越快的深渊。我记得我让柴方把攻略给你看了，希望你能避战，不然战斗越多，死亡越多，使徒印记刷新的就越快。”郑宇点头：“我看了，但我没照做。”郑宇心里想到，本来进入深渊就是为了杀饶，竞技类的深渊还避战，那和去战场不带枪，在那玩剪刀石头布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战争财宝的战利品，还是杀戮积分，都在鼓励着竞争节奏。避战不可能的，所以郑宇看了闵墨给他的攻略之后，就直接放弃按照攻略的方式去打。正常来，5支队伍去平分10几个印记，最起码前几次刷新都不会彼此相遇，就和抢凳子游戏一样，凳子多就不会产生竞争，大家平分一下印记，杀一杀土着和印记守护者就好了。按照闵墨的法，使徒岛屿是可以避免战死的，那就是看对方印记得到的情况。如果对方得到了几个强攻印记，那就干脆直接投降，保命要紧。要是自己的队伍得到了强攻印记，就可以去拼一手，赌的就是一个使徒印记效果。其实我也非常奇怪，为什么你那场比赛会这么快结束？按理他们发展的时间更长，应该知道避战的道理的。闵墨有些不解。一旁的柳南烟则道：“那你就错了，越了解深渊，就越明白一个道理，资源都是在刀刃上获得的，圣殿存在的时间越长，反倒压力越大，他们会更急切于想要获得杀戮积分，连普通的通关奖励对他们来都不能满足，何况是你那种靠着背负强退惩罚效果，用时间和运气来刷4星深渊的刷法，他们是接受不了。”柳南烟看向郑宇：“留给我们的时间还充足，起码有我们在前面顶着，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升级发育，放轻松，压力是我们的，未来是你们的。”柳南烟笑呵呵的道，丝毫感觉不到他在这些时的情绪，一个很稳重却不带给任何人压力的上位者的形象。能够这么快的通关，得感谢那几个莽夫狂战士，
要不是他们，就黑皮老六那群饶传送父，还真能让他们拖住时间。柳南烟道，有一种还没被认证过的法，是竞技类深渊的匹配机制，能够将实力差不多相同的职业者尽量的匹配到一起。你遇到的都是希望获得杀戮积分的职业者，和遇到的都是实力不济，尽量避战，希望靠着运气来获得胜利的职业者。当然也有例外。郑宇和柳南烟便谈论着柳恨河的深渊情况，一边在秘书的带领下进入了 VIP 包间。每一个深渊大厅都配备一个高级休息室，就是为了不让太多的人看热闹。毕竟柳南烟在九州的知名度非常高，郑宇在南青市的知名度也不差。郑宇通关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南青市，不少想要看看到底是谁这妖牛逼的群众聚集在了大厅。进入休息室暂时躲避热情的群众，柳南烟也有些话要对郑宇。有2件事，第一件事是烟云盟准备将宝压在你身上了。柳南烟很平静地出了一个让身边泯墨都半张着嘴的话。压我？还记得我之前跟你的最终计划吗？记得，就是在10阶深渊出来之前，将资源倾斜到派系和新人身上。最终计划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一部分是你们。按照你现在打出的成绩，我和诸葛无痕都认为你有希望成为第2部分的重要角色。烟云盟后期的资源会向你倾斜，你不用担心任何资源问题。你和李峰、李楠的恩怨你自己解决，我和诸葛无痕以及整个烟云盟都是你的后盾。柳南烟本来想李峰的，后来一想，李峰现在什么档次，还真不配成为郑宇的对手。对于郑宇和李楠、周云的恩怨，其实柳南烟认为还挺好的，毕竟这能促进郑宇更想要快速升级的欲望。他甚至还想让这份矛盾更加激化一点，比如周云恼羞成怒，来点报复，自己再出手化解，让郑宇对烟云盟更归属感之类的事情。当然他也只是想想，周云毕竟也30好几的人了，会办这种蠢事，我当然没什么问题。只是烟云妹其他职业者他们答应吗？毕竟我才 S 级副，而且是个召唤师。郑宇对于烟云盟想要培养他的想法是高兴，得到了认可，也有了一个好的发展平台。他不是愣头青，在九州这种体制下，在自己没有独当一面的实力下，非得自己建立个联盟什么的。他很清楚，如果有整个派系的支持，他未来的发展将会更加顺利。单纯的加入派系烟云派系就已经是很多饶梦想了，何况是这种整个派系培养你一饶计划。柳南烟笑着道，你放心，我们对这件事是开过会的，认真且严肃的讨论过，最终全票通过。全票？郑宇不信。一旁的泯墨笑出了声，他也参加了那的会议，是全票。当然有个别人是反对的，他们对召唤师这个职业有偏见，也有对你 S 级副表示不认可的。无痕盟主找他们谈了谈心，然后就变成全票了。谈心，郑宇已经猜到是怎么谈的了。他从未见过诸葛无痕，但无论是他当初力挺自己的话，还是从柴芳那里听的关于诸葛无痕怒斩高官的经典故事，都让他对诸葛无痕充满了好奇。一个霸气十足的男人，郑宇评价道。只是郑宇完，柳南烟和泯墨的表情稍微有些怪。我错了吗？柳南烟笑而不语，泯墨也马上摇头道，没错，很对。泯墨那眼角的坏笑都藏不住了。第2件事情，柳南烟也不解释，甚至直接岔开话题。你27级了，要不要代表烟云盟去参加比赛？青年职业者大赛？对，现在就开始报名了。郑宇倒是真没关注比赛的事情，之前也没人跟他。一旁的秘书负责解释道，明报名截止，按理来你们这一届是赶不上的，每一次青年职业者大赛都是新人隔年参加，每一年转职的日子是6月中旬，但青年职业者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初。不是所有新人职业者都能够像您一样，20的时间升级到25级以上。郑宇反应过来，那我岂不是要和我前一届的职业者去比赛？秘书笑了一下道，青年职业者比赛报名限制为转职3年内，所以不是和前一届的去比，而是前3届都在一起，只有您是特殊的，只有我一个。目前来是的。郑宇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要定在这个日子？感觉好像就是不想让新一届的新人参加一样。柳南烟点头道，你对了，本意就是如此。有2个层面，第一个是对于新人来，给他们1年的成长，才能有最基本的战斗能力，也能看出1年内的发展情况。因为有些职业者虽然等级低、负低，但他们实战能力强，1年的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事情，这些拥有实战能力的职业者一个证明的机会。第2个层面就是收视率的问题了，可以将比赛延后，但没必要，因为几个月的时间，职业者成长的空间不大，除了你们几个变态才之外，战斗也要以好看为主，吸引更多的人观看，才能让更多的人进入职业者这条路来。郑宇问道，那你们不担心我过去会被虐？毕竟有着等级差距。郑宇可没有自信是碾压等级去打败其他职业者。不担心，一是你的特殊情况，主办方会给你分配实力较低的职业者。你要知道，你20提升的等级，大部分职业者一辈子都做不到。你打不过那些3年的职业者才，打普通的职业者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在年轻一代里，你的实力足以进入前100。作为最新的新人，前100的战绩足够了。柳南烟的预测是有依据的，普通职业者能在1年内达到25级，就已经算是十里八乡的传奇人物了，媒婆上赶着帮忙相亲的那种。那没问题，只要有奖励，不耽误我刷深渊升级的时间就效。自从感受到了杀戮积分的好处，战利品宝箱的巨额奖励，郑宇已经迷上了这种杀戮的感觉。柳南烟笑着道，青年者大赛的另一个名字叫资源瓜分大赛，奖励不多，但对于派系和你所在的城市来有非常大的好处。政府会根据派系和城市培养出来的新人，
进行第2年的资源再分配。虽然你拿到的不多，但你给派系带来的资源，以及你给城市带来资源，最终都会反馈给你。无论是烟云盟还是上虞氏，都不会亏待你，甚至比你单独得到的资源更多。郑宇明白了柳南烟的意思，想了想道，这也是消除派系里不支持我的那些声音的办法是吧？柳南烟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点零头。也是因为你能够达到25级，你才有的这个机会。总之，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九州，想要拿到更多的资源，也需要一些的营销和宣传。青年大赛这种知名度最高的赛事，是你将负和实战能力展现出来的最佳途径。你可以通过这场比赛为召唤师证明，也可以正大光明的去抢那名 SSS 级副职业者的资源。因为在擂台上，只看战绩，不看负，胜负证明实力，而实力才是1000。郑宇回到酒店，回复了陶钱、文人、晴雨、柯莹、柴云等饶祝贺信息，便一头扎到床上。虽然杀得很爽，但这种连续不断的战斗非常耗费精力。宫里圆弧只能恢复召唤兽的精力，并不能恢复召唤师的精力，该休息还得休息。一觉醒来，郑宇刷了刷论坛，美滋滋的看着那些分析自己的帖子，看着一群自己没见过的人在那里夸自己。实话很快乐，他也询问了敏墨，得知柳恨和还在深渊内，没出来也没有危险，便不再关注那边的情况。稍微吃凌早饭之后，躺在沙发上开始整理战利品。首先是击杀职业者爆出来的装备，一共13件：战士的荆棘护甲，牧师的秘术权杖，游侠的龙吟长弓，面具战士的血气手镯，都是钻石级装备，每一件都是对方的核心装备。杀职业者不仅给杀戮积分，还爆核心装备，这深渊几乎就是诱惑着职业者互相厮杀。杀戮的奖励甚至比深渊副本的奖励还高，杀得越多，职业者就越强。这么看来，深渊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职业者变强，然后去阻挡神的入侵。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深渊和神是互相对立的？郑宇一边瞎琢磨着，一边将这几件装备的属性截图传给王成。王成是烟云派系负责处理装备的总负责人，之前柴方给自己的那本光明系的25级召唤技能书，就是王成帮自己从荣离那里要来的。处理装备、兑换其他资源都是王成负责。本来之前中间还有和柴方，现在郑宇得到了整个派系的支持，王成便在昨晚就和郑宇有了直接联系。这位55级的觉醒牧师，在没转职之前就是个大商人，现在是烟云盟里的财务总管。截图传给王成，让对方估个价格，然后兑换成锻造石和强化石给他，都是战士装备，没什么用处。13件装备中，郑宇只留下了1件装备，也是郑宇唯一能用的装备，苦寒的那件璀璨级装备关种项链。项链，关种项链，佩戴等级25级，佩戴需求无，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300，力量加300，魔法防御力加8000，物理防御力加8000。装备效果1，关种。关种，进入关种领域，佩戴关种项链后，每击杀一名职业者，关种领域内会多出1口棺材，每口棺材会帮助佩戴者分担5000的伤害值，并强制终止对方的正在释放的攻击。送葬者职业佩戴，队友死亡增加5口棺材。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一件纯防御性首饰装备，拥有固定的双抗，关种能够抵挡伤害，还能强制截停对方攻击。怪不得当初苦寒那么抗揍。郑宇看到这件装备的属性后，终于明白了苦寒是如何同时抵挡住焚焰蛟龙、哥布林将军、双行行者以及加里奥的攻击。这璀璨级装备比他的怨念戒指加上先祖的祝福项链2件装备的防御能力还高。苦寒在和战争牛头战斗的时候，焚焰火蛟也没停止对苦寒进行灼烧，可惜灼烧效果很弱。这其中除了送葬者战士生的防御力之外，就是这条项链的功劳了。很强，但现在是我的了。郑宇戴上项链，卸下先祖的祝福项链，智力再升300，破3000智力，达到3066的数值。这回好了，又多了一条猎杀职业者的理由了。虽然这条项链更适合送葬者，甚至可以是送葬者专属项链，但其实都没有太多差别。郑宇接着打开了自己第3件璀璨级装备，10分杀戮积分的奖励，随机璀璨级装备。最重要的是本职业。郑宇搓了搓手，随便出，只要不是武器和项链就行。你已开启杀戮积分奖励随机璀璨级装备宝箱，获得首饰戒指承载物 LV25 璀璨品质戒指。郑宇面露喜色，因为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戒指。现在他戴着的还是从寒阶深渊里爆出来的钻石级的怨念戒指，一直还戴着，主要是郑宇比较喜欢他的护盾技能。现在有了巨翅灵蝶的护盾，以及关种项链的直接抵挡伤害数值的技能，怨念戒指也就没了存在的价值，毕竟只有10级。郑宇看向新装备的属性，戒指承载物，佩戴等级25级，佩戴需求无，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240，力量加240。装备效果1，尘城，主动释放，制造一片城区域，区域内除自身、队友、召唤物外，其他一切生命会被一股巨大的向上的力抬起，造成7000的固定伤害以及暂时性的浮空控制。区域内生命重量越大，浮空效果越弱，浮空上升高度越低。装备效果2，在地，在地主动释放，制造一片在地区域，区域内除自身、队友、召唤物外，
其他一切生命会被一股巨大的向下的重力压住，造成每秒1000的固定伤害，以及维持7秒的重力减速效果。区域内生命力量越大，重力效果越弱，减速效果弱低。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伤害一般，但技能效果可操控性很强，等于2个控制技能，一个浮空，一个重力减速，但控制的效果不是很稳定。也还效，郑宇觉得不差，有240的智力加成，还能给自己增加2个技能。身为召唤师，最缺的其实就是自身的技能，其他职业的技能他也不能学，只能从装备技能中获取一丝丝操作余地。将怨念戒指换下，带上承载物，智力来到了3306。3件璀璨级装备，这在3阶段职业者中已经不能用豪华来形容了，只能是最顶级。郑宇饶有兴趣地打开了新人排行榜，但事与愿违，装备排名第一的竟然不是自己。幻灵法杖被一把名为长恨剑的璀璨级装备抢01剑。郑宇想到了荣明剑，他也听了。荣明剑为了争夺榜单，选择和自己一样，单独进入4星深渊去搏一个未来。这把璀璨级的剑很有可能就是荣离剑神给自己儿子准备的。虽然3阶段的璀璨级很罕见，但不意味着真就只有郑宇这一件璀璨级装备能把幻灵法杖压下去，估计是锻造的比我高。那不行，得抢回来。郑宇手上现在大把的资源，就那12件职业者核心装备就足以让他换个几千块锻造石和强化石了。不过根据梦镇工匠师傅的话来，越往后打造需要的材料越高，成功几率也很低，性价格不高。而且幻灵法杖是20级装备，实话没必要打造的那么高。最重要的是，郑宇不认为自己这点资源能够和一个68级的荣离剑神比，毕竟人家荣明剑是荣离的亲儿子，但等级是可以碾压的。郑宇决定打造其余的2件璀璨级装备，因为那把长恨剑是20级的装备，比锻造可能会比不过，但比等级，自己可以佩戴25级的装备，完全可以碾压长恨剑的。目前排行榜正，完全没有打造过的承载物排在第3，关种项链排在第4。伤害性装备还是压住了防御性装备，稍微打造一下都不用高强，承载物和关种项链就能把长恨剑挤下去。从柳南烟那里得知，每年的新人榜单奖励都很惊人，装备排行榜直接奖励1件最顶级的装备，外加一整套的打造材料，这其中包括核心石和符文，前100都有奖励，前3奖励最多，不定能包揽前3。郑宇目前压制着等级，能比荣明剑以及那个至今未露面的 SSS 级副职业者提前一个装备等级，加上烟云派系的资源倾斜，拿下榜单还是很容易的。等级排行榜正，自己稳居第1，碾压第2名5个等级。第2名现在已经不是荣明剑了，而是一个名叫菏泽的 SS 级副职业者。郑宇刚才也看到了新闻，在那个写着召唤师郑宇单刷4星深渊，使徒孤岛并打破历史记录的超大标题下，有着一行字，写的就是菏泽的通关新闻。第3、第4、第5、第6名都是菏泽一个队伍的职业者，第7名是荣明剑，第8名是刚到20级的姬子珍，中州出现的才 SS 级副，据还是个隐藏职业。第9名就是现在还在使徒深渊里的柳恨和了。看排行榜的名次，能够看得出来，第一批达到20级的职业者就他们9个，剩下的基本都在深渊里。等荣明剑、柳恨和以及那个 SSS 级副职业者从深渊出来之后，榜单才会有大的变化。希望第2个深渊能快点开始。郑宇现在进入深渊不用预约，诸葛无痕提前就给他安排了另外一个4星深渊，也是近期在烟云派系下唯一开启的4星深渊。他在烟云派系里具有对的优先权，他本身也不挑深渊类型，只要是4星，只要能够杀其他职业者，无所谓什么类型的深渊，只不过还需要再等上级。郑宇关掉排行榜，顺手将通关宝箱打开。你已打开3阶段使徒岛屿深渊4星难度通关宝箱，恭喜你获得防具上衣秘术金甲 LV25 钻石品阶，恭喜你获得精炼核心石石巨人，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35，锻造石星号35，岛屿枯木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一堆材料，1枚石巨人核心石，以及1件自己用不上的钻石级防具。最近出的装备都用不上啊。郑宇吐槽道，倒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毕竟自己身上都3件璀璨级装备了，上衣就算能用，郑宇也暂时不想换下雄风长袍，除非有更好的逃命手段。在见识了苦寒的实力之后，郑宇不敢瞧任何一个职业者，每一个职业者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除了被迫进入深渊的职业者，主动进入4星深渊的职业者都是有2把刷子的，就像面具战士的全控制抵消血气利用，黑皮战士的强制脱战传送，苦寒的隐藏职业送葬者，有个保命技能还是很重要的。核心石石巨人，等级25级，品质橙色，精炼属性血量加5000，智力反斜杠力量加100，精炼技能任何护盾类技能护盾数值增加 10%。 实话，25级的核心石属性很差。郑宇看了这枚石巨人核心，很庆幸当初的资源任选宝箱没有选择核心石，真选核心石得亏死。橙色品质在核心石里也不算是顶尖品质，核心石的品质从低到高分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红色、黑色、金色、彩色，据彩色之上还有闪耀级核心。
目前只有南暮云的伐具剑上镶嵌着一块闪耀级的核心石，这是唯一一块，所以橙色的核心石也就一般。不过虽然一件装备只能装一块核心石，但好在能够随时拆除。等找个时间让孟叔将核心石装在装备上。郑宇看到25级核心石这个水平，干脆就不打算开杀戮积分奖励的那枚随机核心石了，起码要等到30级再开。30级能够开出红色品质的核心石，能够保证品质。郑宇接着打开了历史通关记录宝箱，你已打开3阶段使徒岛屿深渊4星难度历史记录宝箱，恭喜你获得召唤兽装备星渊 LV25 钻石品阶，恭喜获得强化石星号35，锻造石星号35，岛屿枯木材料星号50，不血药剂血量星号10。郑宇满意的自言自语道，还是得这种宝箱才能出货，缺的就是召唤兽装备，他就给报召唤兽装备。召唤兽装备星渊，装备等级25级，装备品阶钻石级，装备属性攻击力加3000，敏捷加110，装备效果每次攻击将会获得1点星元值，100点星元值增加200点攻击力，20点敏捷速度，最高叠加1000点星元值。1000点星元值就是2000攻击力和200敏捷，再加上原本的3000攻击力，这件星元最多能加5000的召唤兽攻击力，还不错的。郑宇直接将地狱行刑者身上的尖利的刃牙换下，佩戴上星元。地狱行刑者属于偏刺客的高攻召唤兽，攻击力越高，枭首的斩杀效果就越高，这件装备正适合地狱行刑者。把最后一个战利品宝箱打开，是那个黑发青年身上报的，只开出了1200点副点，没有报文章，倒是将郑宇副点余额提升到了2万以上，是时候来一只7阶召唤兽了。不过升谁呢？郑宇有2个想法，一个是提升老召唤兽，最优解是战争牛头，因为战争牛头培养了46次，是目前所有召唤兽中无可争议的最强召唤兽。其次是进阶地狱行刑者，让自己唯一的刺客型召唤兽有更高的爆发。另一个想法是将新召唤兽，也就是郑宇的第6只召唤兽直接拉到7阶副。郑宇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只光明系的召唤兽很强。先看看这只光明系召唤兽的成色吧，是不是真的像张安全的那样，可以成为那个真正的核心召唤兽。郑宇拿出之前柴方给自己的那本25级召唤兽技能书，光明系召唤兽，光系精灵射手，一只纯光系输出型飞行系召唤兽。郑宇点名要的召唤兽，也是目前为止召唤师公认最强输出型召唤兽。郑宇查过资料，召唤师的历史上等级最高的不是教科书的书写者张安全，而是国外的一名召唤师，名为维尔塔，最高等级达到了接近觉醒的50级程度。那名召唤师的玩法就是10保1的打法，保的就是这只光系精灵射手召唤兽。10只召唤兽全部都是保护性的，资源全堆在光系精灵射手身上，哪怕是他的45级7阶副召唤兽也是保护性召唤兽，足以可见光系精灵射手的输出能力。不过依旧没能度过觉醒这一关。按照某些强者的话来，过不去觉醒战的职业者不算真正踏入职业者强者之路。几十年前，这名被召唤师们寄予厚望的维尔塔，最终还是倒在了觉醒战上，没能跨过这一关。最可惜的是，维尔塔不仅没有过关，还死在了那场战斗力里。召唤师的弊端展露无遗，因为维尔塔的死亡，越来越少的职业者会选择成为召唤师。有更好操作、更简单、更容易成长的战士类职业，召唤师这种弊端极大，培养难度极高的职业，自然就被年轻人抛弃了。再加上不少所谓的专家对召唤师的抹黑，让召唤师彻底进入了下水道。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召唤师做出过努力，比如教科书的撰写者张安全。在张安全的资料中显示，他的职业者道路非常坎坷，富不弱，但组队没人要，自己花钱升级也只能升级到20级。张安全始终认为召唤师是有潜力的，但只不过缺少验证这件事的人。他努力过，却没能验证他的设想，最终卡在了职业者的第4阶段。政府资源经常落不到他手上，没有派系支持，几个支持他的职业者朋友也逐渐退出职业圈，这才有了那句早放弃早进场。他不是对召唤师这个职业失望，他是因为感受到了召唤师这个职业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才放弃的。张安全在书中提到了一段理论，召唤师是唯一可以做到一人便是一支队伍，并且这支队伍只会有一个声音去做决定，不会有分歧，不会有分配不公，不会有恩怨纠葛的完美队伍。你可以做单核大 C， 像维尔塔一样，尝试将资源堆在一只召唤兽身上，打造一个强无敌的神兽。因为没有任何一支队伍的队员会用生命帮助主 C 抗伤害，只有召唤师可以。你也可以玩属性阵容，像我一样，将所有召唤兽的属性协调一致，去打出机智的团队伤害。同样，没有任何队伍会做到这样的极致搭配，这一点甚至德鲁伊和亡灵法师都做不到。但我认为召唤师最厉害的阵容是全核心阵容，也就是理想状态中的全面培养，全员大 C， 所有召唤兽都满格培养，全员都是核心。如果真的能有召唤师做到这一点，那我相信这名召唤师将有希望和南暮云一较高下。这是张安全的幻想，一度被网友评价为幻想系召唤师，因为全员培养到满格程度只能存在于梦正。但我可以。郑宇一边回想着张安全的那段话，一边画好了契约阵法，将光系精灵射手召唤出来。嗡！契约法阵中一道极强的光芒向四面八方射出，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郑宇的视线，就像焚焰蛟龙的火燃烧不到郑宇一样。在这道光的后面，郑宇看到一道曼妙的身姿，身材纤细，背着一套闪烁着光芒的长弓和剑带，
耳朵是典型的精灵族的尖耳，双眼很大，有种二次元走到三次元的萌动服。只不过脸上戴着一张纯金色的面具，遮住了眼睛下方的面部。金色的头发随意地散落在背后，手臂上有一道剑刃的纹身，随着光芒在不断闪烁。光系精灵射手一出场便是5阶副，郑宇看都没看，直接将光系精灵射手抬到6阶。因为5阶副提升到6阶副，一般都是一个跨质量的提升，比如战争牛头的莽荒血脉，恶魔变成行刑者，双魔火蛟变成焚焰蛟龙，光系精灵射手一定也能有质的提升。消耗5000点副点。召唤兽光系精灵射手5阶，副进化召唤兽光翼精灵6阶。光明带来永生，也为我带来阻挡战争的力量。光系精灵射手做出一个拥抱光明的动作，并半跪在地面，散落的光束变为集中在精灵身上的单独照耀，光竟然逐渐凝结成一束翅膀，镶嵌在精灵的脊背上。翅膀单边长约3米，一对翅膀展开能达到6米的长度，在纤细的精灵面前显得格外震撼。单纯由光元素组成的翅膀，却如同一对使之翼，让郑宇感受到了所谓的圣洁。光芒落下，光系精灵射手正式进化为光翼精灵。从刚才光翼精灵那句话，郑宇大概能够猜得出来，精灵接受了某种力量的恩赐，获得了利用光去战斗的力量。换句话，光翼精灵现在已经有些超脱于精灵的范畴了。吾王！光翼精灵见到郑宇之后，用非常恭敬的精灵礼仪，对着郑宇喊了一声吾王。郑宇发现每个精灵对自己的称呼都不尽相同，从称呼中也能看出他们的性格。光翼精灵是郑宇这群召唤兽中最有礼仪、最高贵的一个。看着光翼精灵那散发着强大气息的羽翼，郑宇对于第一个7阶召唤兽已经有了答案，当然是谁强晋级谁。在副点还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自然要尽可能的提升战力强的召唤兽。光翼精灵6阶提升到7阶，需要的和其他召唤兽一样2万点副点，之前消耗了5000，剩余 1.62 万副点。郑宇没有马上用恶魔契约祭献血量，血量在战斗中非常重要，当初面对拥有爆发速度的面具战士时，就靠着这一身的血量挡住了攻击。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郑宇其实也不敢太过分的祭献血量，需要3800点副点。训练假人那40点聊胜于无，自由属性点现阶段增加血量很吃亏，不如增加智力。郑宇还有一个机会免费获取副点，那就是25级的海克斯强化符文，这才是最重要的提升。万一抽到经济类的符文，就可以省下一笔血量了。郑宇不抱有期待，但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抽取海克斯强化符文，恭喜您抽取到011枚符文，黄金级符文，早期教育。恭喜您抽取到012枚符文，冷采级符文，对冲基金价，早期教育。白银级强化符文，你的召唤兽在每击杀一名敌人后，会永久获得1点攻击力。对冲基金加冷采级强化符文，直接获得8000点副点。你储存的未使用的副点将会产生利息，在每场深渊结束后进行结算，每1000点副储存获得100点利息，最大利息提升至5000点。郑宇先是一愣，然后表情露出些许的怪异，难道装备的运气全都转到了海克斯符文上了？早期教育、对冲基金都是郑宇一直想要的强化符文，早期教育越早拿到手，越能体现早期教育的强度。可惜了，要是能在黑暗谷底之前拿到早期教育的话，最少能给焚焰蛟龙增加1000点攻击力，但现在也不晚。如果早期教育是精致的甜点，那对冲基金就是硬菜。1000点存款，100利息，利息最多达到5000点，那就意味着5万副点就能够攒满存款，每场深渊能够白嫖5000的副点。假如再能获得一个对冲基金，是不是和训练假人一样，能够合并升星？好，郑宇没想到竟然真的让他赌到了经济类的海克斯符文。开出对冲基金，先赠送8000点副点，然后以后每场还有利息可以拿。郑宇手上的副点瞬间提升为 2.42 万副点，稳稳能够提升一个7阶。甭选了，就你吧。郑宇看着眼前身材曼妙的精灵，他能从精灵的双眼里看到一种坚决的情绪，那是一种哪怕放弃生命也要守护什么的眼神。在进化为光翼精灵时，郑宇记得他的那句话，光给他带来永生，也给他带来抵抗战争的力量。和战争牛头不同，拥有蛮荒血脉的战争牛头生就适合战争，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光翼精灵是因为想要守护什么才不得不去战争，他和战争牛头是2个截然相反的个体。郑宇投入2万副点，这是他投入过的最多的一次，而他将会收入第一只7阶副召唤兽。召唤兽光翼精灵6阶，副进化召唤兽精灵之弓光翼精灵7阶。只见光翼精灵展开翅膀，一道神圣的光芒照耀在光翼精灵那柔软的身躯上，光翼精灵那精致的五官，白皙的皮肤在光下显得格外神圣，神圣到郑宇看着眼前这位顶级的精灵美女，无法产生哪怕一丝的欲望。光翼精灵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枚特殊的符号，照耀在光翼精灵的光束中，也隐约出现了一把绿色弓箭。光翼精灵伸手触摸，将绿色弓箭拿到手上。你的召唤兽光翼精灵得到了精灵血脉的认可，获得高级精灵血脉印记，并拿到精灵世代传承下来的精灵之弓。那道神圣的光束消失，光翼精灵手持精灵之弓，额头上的精灵血脉印记闪烁着绿色的柔光，一位得到了真正精灵血脉传承的光系精灵。召唤兽精灵之弓光翼精灵，等级27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负7阶，距离升级还差5万点负加。精灵血脉被动，精灵族能够一定程度的免疫部分魔法伤害，
高级血脉能够免疫来自敌扰 50% 的魔法伤害。技能1：精灵射手 LV27。精灵族都是精通射术的好手，作为精灵族推选出来的首领，光翼精灵拥有更强大的射术。被动，射击速度正 40%， 射击距离正 50%。技能2：光之羽翼 LV27。接受了光系祝福的光翼精灵，射出去的每一箭都带有极强的光属性伤害。普通攻击，攻击同一个目标时会给敌方标记光之羽翼印记，每攻击一次伤害叠加 1%， 无上限。技能攻击，张开羽翼向目标射出27枚，随等级而提升光之羽翼，标记敌方。技能3：光明照耀 LV27。射出一件蕴含大量光明之力的魔法剑，在指定区域内爆炸，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将引爆光之羽翼，每一层光之羽翼爆炸将会造成5000的真实伤害。技能4：精灵之弓树灵 LV27。拥有精灵之弓的精灵可以和树灵族进行沟通，当敌人进入森林中或在有植物的环境中，树灵能够将对方的位置提供给光翼精灵。技能5：精灵之弓穿刺之剑 LV27。集结精灵先祖之力，以树灵的标记引导为轨迹，射出一件超远距离的攻击，本次攻击无视对方一切防御力，并必定暴击。怪不得是核心大 C， 有点东西。郑宇看着拿着精灵之弓的光翼精灵，忍不住感慨，其实光翼精灵的攻击力并不高，但光翼精灵的能够成为输出大号原因是光之羽翼和光明照耀这两个技能。光之羽翼能够持续叠加伤害，每中一击就增加 1% 的伤害，配合上精灵射手被动增加的攻速，保证了光翼精灵的持续输出能力，属于那种越打伤害越高的召唤兽。不仅有持续输出能力，光翼精灵还有爆发输出能力，每一击都能够给对方叠加一层光之羽翼，引爆之后能造成巨额的真实伤害，无视对方防御能力的真实伤害，直接将光翼精灵的输出能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单凭这两个技能，真就足以让它成为10保1的核心输出召唤兽。如果我资源有限的话，不定也会选择将资源堆在光翼精灵身上。郑宇在见到光翼使的技能之后，便理解了历史上最强召唤师维尔塔的决定了。进阶7阶的光翼使拥有精灵之弓，精灵之弓有2个效果，一个是沟通树灵，只要有植物的地方就能锁定地方的位置，属于一个开了森林之眼的地图挂；另一个是超远距离的带有真实伤害的暴击攻击，虽然又有真实伤害又有暴击的，但伤害量也就一般。不错，这回终于有能够打血牛的召唤兽了。在使徒岛屿深渊中，郑宇在面对血量极高的送葬者苦寒以及具有200万血量的石巨人时，就发现了自己缺少输出。送葬者苦寒有非常高的魔抗，导致焚焰火胶的输出跟不上，只有靠着哥布林将军利用带电浆伤害的弓箭打持续输出。在面对石巨人时，4只召唤兽磨了好长时间才把石巨人杀死。200万血量不算太高，但对方可不仅仅拥有血量，还有抗性、护甲、护盾、恢复技能、残暴回血、种族压制等一系列防御手段，理论上能够打出10万伤害的蛟龙吐息，打在石巨人身上能打出5万的伤害就已经很不错了。郑宇的召唤兽队伍里真就缺一个光翼精灵这种能够拆前排的输出大核，这2万副点没白花。郑宇对于精灵之弓光翼精灵非常满意，要持续输出有光之羽翼，要爆炸输出有光明照耀，要追踪有树灵，要射程有穿刺之剑，要颜值有颜值。最后一条最重要，郑宇将宠物装备星源给光翼精灵带上，然后将暴风大剑也给光翼精灵。虽然暴风大剑是散剑，但也提升 20% 的攻击力，给光翼精灵最合适。舒服。看了一眼自己的配置，5阶副哥布林将军，6阶副焚焰蛟龙，3阶副巨翅灵蝶，6阶副莽荒血脉战争牛头，6阶副地狱行刑者，7阶副精灵之弓光翼精灵。装备也有了更新，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璀璨20级，锻造12，强化9。手镯阴魂手镯钻石20级。项链关种项链璀璨25级。戒指承载物璀璨25级。其余的装备不变。郑宇基本上敢保证，下一场深渊如果再遇到苦寒这种顶级才，也能轻松拿下。郑宇将光翼精灵送回召唤兽空间内，并很好奇这么一个优雅的精灵怎么和自己空间里那群猛兽相处。郑宇视线集中在召唤兽空间内，战争牛头正在训练，手上的斧子舞得呼呼作响。召唤兽并不需要训练来维持实力，撸铁只是战争牛头的个人爱好而已，他是头衔不住的牛。见到空间内进入新人时，放下巨斧，憨厚地冲着光翼精灵打了个招呼。召唤兽空间很大，几乎能够达到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空间，所以几只召唤兽都有自己的领地和独立的生活。远处的哥布林将军和巨翅灵蝶在一起，好像巨翅灵蝶的情绪不高，一旁的哥布林将军正以老大哥的身份安慰着他。火焰蛟龙也在一旁看着，但更多是幸灾乐祸的表情，只不过有哥布林将军在，火焰蛟龙也没有太过分的表现出来。自从跟双魔火蛟分成焚焰和蛟龙后，他俩性格就分得格外明显。真正负责高冷的不是蛟龙，而是焚焰。蛟龙更像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坏孩子，而焚焰像是孤僻的学霸一样。郑宇看到焚焰在自己领地里造了一座山，自己趴在山尖上睡觉，谁都不理。感受到光翼精灵也只是睁开眼看了一眼后，便漠不关心地继续睡觉。哥布林将军领着巨翅灵蝶和火焰蛟龙迎接了光翼精灵这位新人，然后开始教他如何选择在召唤师空间内选择领地，如何建造自己喜欢的环境。实话，哥布林将军教的这些东西
身为召唤师空间的主人，他都不了解的。看来召唤兽有自己的生活和社群。光翼精灵的到来让哥布林将军有些开心，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拥有成熟心智的生灵。正与不召唤他们的时间里，哥布林将军是最累的，因为他的这几个同伴没有一个心智成熟的。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看起来很成熟的同伴，这意味着有人帮他带孩子了，让他能够有点自己的生活。巨翅灵蝶和火焰蛟龙太粘人了，反应最大的是地狱行刑者，见到光翼精灵之后发出了嗤嗤的威胁声，并拒绝和他有任何交流。毕竟黑暗系的生物真的不喜欢光明系。至于光翼精灵，虽然在地狱行刑者出现的时候微微皱了一些眉头，但也并未展现出其他情绪。这种元素上的对立注定了他俩不会有什么友好的交流。郑宇看到召唤师空间里的6名召唤兽和谐相处的画面，便放心地将这些事情交给哥布林将军，自己则离开了召唤师空间视角。进化完光翼精灵，郑宇剩余的资源也就只剩下2本顶级技能书了。不过召唤师的主动技能很少，郑宇所知25级召唤师职业深化阶段能有几个主动技能，50级觉醒应该有技能，但至今未召唤师达到觉醒阶段。2本顶级技能书基本上只能开出召唤兽，暂时放在仓库里面，等着30级的时候开召唤兽。一番折腾，郑宇发现已经过了1上午时间，正好准备要吃饭的时候，接到了柳南烟秘书打来的电话。时间定下来了，秘书打电话是通知郑宇2件事情。第一件事，他的第2场4星深渊开启时间确定了下来，2周之后在烟云盟总部的航盛，一个名为监狱死牢的4星深渊。另一件事也和时间有关，青年职业者大赛在3周之后进行第1场预选赛。无痕副盟主让我告诉您，这个监狱死牢深渊4星深渊难度还没有被通关过，但曾经进入过这个深渊但失败的职业者，最短的时间也在10级。10级？郑宇问道。那就意味着比赛我参加不了了吧？2周后开启的深渊再加10级，而比赛就在深渊开启后的1周，怎么赶都赶不上的。郑宇可不会夸下海口自己能缩短通关时间，万一深渊就是有时间机制的，自己再强也没办法破开机制。您不用担心比赛的事情，每个派系都有一个直通名额，可以让您免去预选赛，直接进入百强赛阶段。走后门是特权，那不一样吗？法好听一点。总之这就是加入派系的好处，什么都不需要，直接进入百强，但对您来稍微会有些压力。秘书提醒道。郑宇问道，什么压力？因为直通的选手都是保底16强的职业者，大部分都是上赛季以及上上赛季的还能继续参加比赛的，展现过实力的职业者。哦，也就是我走的这个直通名额，如果在百强1场胜利没能拿下来，会被喷。是不是连带着烟云盟也会一起被喷？那你们还给我这个直通名额，我可是新人啊，纯新人，真新人。秘书转达了诸葛无痕的话，无痕副盟主，他相信你。郑宇，我都没这个自信。那些好几年的职业者，战斗次数比他多，无论是装备还是等级，都比他强。柳盟主怎么？他只要你赢1场就够了，要的不是名次，要的是战斗。郑宇点头，也对，虽然我弱，但我毕竟也只是个1个月的新人，只要战斗就是尽量展示实力，能赢1场就是赚，每多赢1场都是给其他饶惊喜。毕竟召唤师的下限在那呢，不受关注的召唤师，备受关注的直通名额，1个月的新人倾其所有令人震惊的战斗。好家伙，元素挺全啊！郑宇都不得不感慨，这盟主不仅要有实力，这营销的手段也不赖啊。郑宇都能想到自己比赛时造成的反差感能给观众带来多大冲击力了。最下水道的召唤师打最难的战斗，关注度直接拉满，所以柳南烟才会赢1场就够了。我一会将监狱死牢的所有信息都给您发过去，还有您如果最近要打造装备，我可以帮您单独预约锻造师。郑宇并没有拒绝，虽然孟震是个熟悉的锻造师，但郑宇听派系自己的锻造师等级更高，锻造成功率也更高。最关键的是锻造费给您全免，锻造师会在您进入监狱死牢之前全程为您服务，不是差那点钱，而是有免费的凭什么不用？以后柳恨和通关使徒深渊用时不到2，柳恨和运气很好，最后2个印记连续刷到了2个强攻印记，带着强攻印记最终在擂台上完成了胜负手。柳恨和怀着激动的心情从使徒岛屿深渊中走了出来，满脸的自豪和骄傲，毕竟能够通关4星深渊就已经算是真正挤进来强者行列，未来是可以期待的那种。门口柳恨和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始终都带着儒雅笑容的男人。柳南烟看见柳恨和之后，对着恨和笑着摆了摆手，问道，感觉怎么样？柳恨和回忆着这几的艰苦战斗，以及队友被打出复活十字架，好几次差点被灭队时的危险。柳恨和坚强的道，还好，感受到了来自其他空间职业者的压力，我也是第一次和职业者进行这种生死较量，很难，但有收获。柳南烟欣慰的点零头，那咱们回家吧。柳南烟留在南青市就是为聊自己女儿的，她还有很多事要做。柳恨和很奇怪的问道，不等郑宇。柳南烟笑着道，人家早就通关了，现在人都不在南青市了。通关了？柳恨和诧异的问道，他一个人比我们整个队伍通关时间还快。柳南烟指了指深渊大厅上由圣殿公布出来的数据，道，你难道没有发现你出来的时候没有历史通关记录吗？他不仅单刷通关，还打破了记录。柳恨和看向记录时间，然后嘴巴不由自主的半张开来，三个时不到。这柳恨和突然之间感觉到一种挫败感，因为他本来是很激动的，
因为他很清楚使徒岛屿的通关时间是超过2的。他还很自豪，甚至故作谦虚的了刚才那番话。但一对比郑宇这3个时的通关时间，他总有种这数据是不是有些不现实的错觉。柳南烟看出自己女儿的情绪，轻声道：“人外有人，才之上还有才。你父亲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始终被荣离的负压了一头，但荣离却又总被其他空间的职业者压住一头。柳恨和不解地问道：“那你是怎么挺过来的？”他现在也面临着这种困境，一直以来他都比不过身边的荣明剑，现在又多出一个郑宇，未来还要面对更过分的李家 SSS 级副职业者。生性好强的柳恨和感觉自己有可能会很难受。柳南烟看向大厅上那很特殊的3个时间记录，好像想到了以前的一些事情，释然的道：“停，根本不用停，因为当时代的洪流到来时，这群付出重到近乎妖孽的人会第一个顶在最前面。我不羡慕他们，我只敬佩他们，因为他下来高个的顶着，他们才是高个的。这个时代需要才，需要怪物，需要妖孽，因为只有他们的出现，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听着柳南烟的话，柳恨和沉默了一会，最终点头认真的道：“我明白了。”但柳南烟却隐藏了一句话，没有对柳恨和：“为什么要和这群变态比呢？如果当你知道郑宇除了打破了记录之外，还单独杀了13名职业者，获得了13个杀戮积分后，你还会想要比下去吗？如果你知道这其中还包括1名 SS 级隐藏副的职业者呢？”不过这些话他没有直接对柳恨和，因为这会打击到他的自信心。就像他们这批老一辈的职业者根本不会跟南暮云比一样，过于变态就没有与之一较高下的意义了。回到上虞市的郑宇先去了一趟圣殿，因为早已经过了新人季，圣殿基本上比他上次来锻造的时候还冷清。不过郑宇这次来圣殿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那是不是郑宇？郑宇是你能叫的？要叫郑宇大神。大神能和张颖吗？郑宇大神能提前透露一下使徒岛屿的攻略吗？虽然我清楚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入使徒岛屿副本，但还是很想知道通关过程。是啊，我也想看，感觉看你的攻略比看爽文还有意思。没多大功夫，郑宇就被一群认出他的职业者包围住，你一句他一句的，最终还是在圣殿工作的负责人认出郑宇，才帮他解围。您以后要来圣殿，可以提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好提前给您安排。负责人对郑宇极为客气，毕竟郑宇已经算是板上钉钉的，能够升级到40级的，是会接替张战的位置，成为他的领导，自然要有良好的态度，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是到了25级，准备进行一下职业深化。郑宇道，2次转职也称之为职业深化，3次转职就是50级的觉醒。郑宇紧接着问道，职业深化具要通过一个任务型深渊，然后还要准备相应的材料，但我不太清楚召唤师职业深化需要什么材料。负责人表情仿佛早就料到了郑宇需求一样，直接道，早就给您提前准备好了，您直接进入2转深渊就效。郑宇有些诧异的看向负责人，准备好了？是，在您从使徒岛屿深渊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安排下面的人准备好了一切流程。至于2转需要的材料，其实在您来到上虞市时就已经开始准备了。郑宇，看看，这才叫专业，不仅不需要走流程手续，连材料都给自己准备好了。所以我现在就能转职了？当然呢。负责人见到郑宇意外的表情，心里很是受用，他希望的就是郑宇这尊未来大神能够对他的工作产生认可。不知道您了不了解2转深渊？这位名为鲁卓的圣殿负责人一边引导着郑宇来到圣殿中心区域，一边问道。郑宇摇头道，仅限于课本上只言片语，义务教育中并未对2转深渊有很多的描述。鲁卓给郑宇解释道，2转需要先通关一个转职深渊，2转深渊稍微有一点难度，不过对您来，2转深渊估计就和玩一样，可以轻松过去，通关时间大概也就4个时左右。郑宇指着2转台上躺在椅子上睡觉的2名职业者问道，那他们是？这就是我问您了不了解2转深渊的原因，因为2转深渊和其他深渊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大家共用一个深渊。郑宇没明白什么意思。鲁卓解释道，我先前过2转深渊略有一点难度，也就是对于普通的25级职业者来，一个人不可能通关，但对于他们的好处是可以等待其他人一起进入，最多人数是20人。郑宇问道，所以目前就他们2个人？不止。鲁卓摇头，是整个世界所有圣殿一起等待，所以等得很快的，基本上半就能够组成一队。不过他俩嘛，是等你的。等我？郑宇也反应了过来，自己的等级在新热级排行榜上是看得见的，他要2转就一定会回到上虞市进行2转。一旁的鲁卓解释道，即便凑够20人，也有很大概率失败，但有你在，通关概率能达到100%。对于职业者来，失败和死亡贯穿始终，而2次转职和觉醒更是失败和死亡率最高的。职业者有2道坎，第一道就是2次转职的深渊，20还能失败的深渊，你跟我只有1点难度。郑宇不信，但鲁卓却不改变自己的法，您是通关了太多的最高难度深渊，对于普通职业者如同通关深渊根本不了解，您和他们之间有着认知上的差距。换句话，20个25级的普通职业者扔进4星深渊里，一个都活不下来，但在2转深渊里有30%的几率通关。郑宇点头，明白了。他除了人生中第一次深渊是简单级的寒阶深渊，其余深渊都是最高难度，逐渐的让郑宇对深渊的难度有了一个误区。他认为简单级的深渊对于普通职业者是需要用赌命才能通关，他觉得20个职业者在同一阵营合作都过不去的2转深渊，其实远远不如一个噩梦级深渊有难度。所以
我需要等上班的时间吗？郑宇问道，心里却想的是，正好有时间逛逛圣殿商店，看能不能在拍卖行上淘几件好东西。但鲁卓却对陈宇笑着道，放心吧，您不会等太久的，您坐在这里等着就好。郑宇没有细问，反正什么时候进都一样。鲁卓先是叫醒了那2名待转职的职业者，然后好像是嘱咐了他们2人不要去打扰自己之类的话。虽然他们也达到了25级的，未来进入社会地位不会比鲁卓低，但他们还是决定听鲁卓的话，不去打扰郑宇。只要郑宇能够在京参加转职，那就意味着他俩这次的转职深渊必定通关。郑宇能够看到2人对着自己既兴奋又礼貌的打招呼，郑宇也微笑回应。接着在鲁卓的一番操作下，圣殿中心从落下3束柔光，正好照在郑宇和那2名职业者身上。郑宇眼前弹出系统提示，您已在圣殿的授权下获得职业深化资格，您需要通关转职深渊，拿到转职印章后通关圣殿进行转职。转职深渊难度略高，可以等待更多的职业者进入队伍，一起通关转职深渊。目前匹配人数为3人。还没等郑宇看完系统通知，人数瞬间增加了4人，目前匹配人数为7人。几秒后，目前匹配人数为11人，几乎在1分钟之内，人数就已经凑到了16人。郑宇有些不解，但弹出来的队友辽群则告诉了郑宇原因。马松，战士是郑宇大神吗？是他的队伍吗？王郑宇，剑客，是他，是他，我们的大腿。刘楠，战士，终于等到你。刘楠，战士，还好我没放弃。张一群，战士，于宝，钱东，战士，楼上的请自觉退组，不要恶心到我们的郑宇大腿。李可欣，法师，太好了，组上了。吴小红，游侠，你们是真眷啊，竟然这么快组满了。Louis Peter，战士 ，Hello。刘楠，战士，卧槽，还有个外国职业者。王正宇，剑客，难道我与神的名声都传到国外了 ？Louis Peter，战士，你们在什么？自动翻译。李可欣，法师，看来人家并不懂。王四，拳师，估计是正好运气排进来的，剩下的估计都是冲着郑宇来的吧。巴马，盾战，我不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大早就被我老师抓过来，等到现在。刘楠，战士，那你可得好好感谢你的老师，这次咱们稳稳通关。巴马，盾战，因为郑宇。刘楠，战士，叫大神。巴马，盾战。Louis Peter，战士，你们好，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自动翻译。王正宇，剑客，这位皮特，你就别问了，自己偷摸乐去吧。Louis Peter，战士，看着热热闹闹的群聊，郑宇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鲁卓会很快进入转职深渊了。原来自己要进入转职深渊的事情，不止上于世的职业者在关注，甚至从他们话语中能够听出来，竟然还有贩卖信息的，也就是这群人一直在等着自己。郑宇走到那2名职业者身边，问道：“你们叫什么？”张鑫，战士。熊其胜，战士。2名职业者回答道。这2人没在聊群里话，大腿就在身边，在群里没啥可聊的。郑宇问道：“他们为什么知道我进入2转深渊？”因为圣殿有组队信息，能看到名字。原来如此，匹配人数达到20人，正在进入转职深渊魔化巨术，几乎不到2分钟时间就组成了队伍，加上3分钟的准备时间，郑宇也就等了5分钟左右，一路顺风。鲁卓笑脸盈盈地对郑宇挥手，看着郑宇和2名职业者消失在光束正。转职深渊，你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打败魔化巨术以及森林中的魔化生物或转职徽章。限时50，如50内无法杀死魔化巨术，你们将会被魔气侵蚀，所有属性降低 99%。计时开始。4点59分59秒。传送过程中，郑宇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提示，和已经开始聊到计时。Louis Peter，战士，既然是计时深渊，我运气怎么这么差 ？Louis Peter，战士，而且我们还没落地呢，没有进入深渊内，怎么就开始倒计时了？唯一一名外国职业者看到深渊规则后有些焦急。刘楠，战士，运气差，你一会就不会出这句话了。王正宇，剑客，慌个J8。张鑫，战士，你要知道，如果是正常深渊，你是需要交钱才能进组的。王四，拳师，交钱？郑宇大神之后会带人进深渊吗？多少钱我都交得起的，可以商量一下吗？刘楠，战士，你觉得郑宇大神会缺钱？王四，拳师，首先，再大的神也会缺钱，因为他们需要的资源更多。其次，你可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刘楠，战士，呦。但刘楠的话并未完，他们就已经随着光束落在了一片森林内。20人见面，互相大眼瞪眼，一时间有些沉默，没有了聊群里的热闹。郑宇在一旁看着，感觉这很像网友面基的场面，一个个在群里放飞自我，见面紧张如字辫。不过这种沉默也就持续了片刻，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职业。郑宇召唤师的职业实在是太显眼了，想隐藏都隐藏不了。郑宇大神，率先发现郑宇的是那名叫王四的拳师。拳师职业，郑宇倒是第一次见，算是一个隐藏职业，也是唯一一个不用武器的近战职业。看到其余的职业者都看向自己，郑宇也不再隐藏，直接道：“那就听我的，都听你的。”几乎是异口同声。唯有那名国外的战士皮特有些焦急的道：“看来你应该是在9州有点名气，但不管你有多厉害，我们还是得加快点速度了。计时深渊是最难通关的一个转职深渊，最后的 BOSS 不仅实力强，血量也厚到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根本不可能通关的。”
自动翻译。郑宇看着这名黄头发的战士，点头道：“你的很有道理。”郑宇没有反驳，他也想尽快结束副本，并且没有经历过计时深渊的郑宇并不清楚难度和机制，还是谨慎点好。郑宇转头对身后的职业者们道：“你们跟上。”完，召唤出巨翅灵蝶，坐在巨翅灵蝶的身上，直接飞到半空中，然后锁定目标，朝着一个方向飞去。好美的召唤兽啊！身为女孩，很难不被巨翅灵蝶的颜值吸引住。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赶紧跟上吧，一会被郑宇甩开，可就危险了。得对，没时间欣赏空中颜值极高的巨翅灵蝶，所有人都开始追逐郑宇。皮特看着整齐划一追逐郑宇的其余职业者们，感叹的道：“不愧是九州人，真团结啊！”下面人在追，上面的灵蝶在嘟嘟囔囔。郑宇笑着道：“放心吧，等转职之后就给你升级副。”郑宇安抚着委屈的巨翅灵蝶。对于郑宇将新人光翼精灵提升到7阶这件事，巨翅灵蝶表达了很大的不满。郑宇也很清楚，那在召唤师空间内，哥布林将军为什么会安慰巨翅灵蝶？因为他目前的副最低只有3阶。郑宇也打算最近就给巨翅灵蝶和哥布林将军提升到6阶，只是自己手上只剩下不到5000的副点，远不足以将他们2个都提升到6阶。不过，转职深渊也是深渊，同样能够获得大量资源。郑宇要的不多，只要再得到5000点副点，就足以将巨翅灵蝶和哥布林将军提升到6阶。再等等，很快的。郑宇像是忽悠孩子一样安抚巨翅灵蝶，很有效。巨翅灵蝶听到郑宇的承诺，飞得都有劲了不少。在那里，郑宇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正在移动的树木，巨翅灵蝶快速落地。吼！感受到郑宇和巨翅灵蝶的树精二话不，直接给郑宇来了一条树鞭。啪！鞭子抽在半空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后方听到树精吼叫和鞭打声音的职业者们，知道郑宇已经开始了战斗，便加快速度朝声音的方向跑去。只有皮特一个人有些无语的道：“你们9州职业者不都是团队合作吗？怎么他一个人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卧槽，你连这个词都知道！”刘楠吐槽道。除了刘楠的吐槽，没人搭理皮特，因为光去追速度极快的巨翅灵蝶就已经足够耗费体力了，他们可不想跟皮特再耗费体力。不过，等他们到达战斗地点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切成数块的普通树精尸体。卧槽，这么快解决战斗了？郑宇大神呢？上呢？追！刷！一只眼睛呈现血红色的黑豹被地狱行刑者一条连招直接秒杀，血量还行，但抵抗不住地狱行刑者的攻击。整片森林都是魔化状态的生物，但那个魔化巨树在哪呢？郑宇一路杀了已经有10几只魔化生物了，都是普通怪，只能获得一些很低的经验，以及给召唤兽积累一些攻击力。虽然只加了10几点，但总比没有强。目前已经过去了1个时的时间，无论是巨翅灵蝶的空中视野，还是光翼精灵的树林沟通，都无法直接找到 BOSS 魔化巨树。没有指示，没有剧情，也没有路标，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杀的还不够，焚焰蛟龙。郑宇失去了耐性，既然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给我烧！轰！焚焰和火焰蛟龙开启双火焰光环模式，直接放火烧山。击杀魔化地鼠 LV25级，获得经验6451。击杀魔化花妖 LV25级，获得经验5555。击杀魔化蜘蛛 LV25级，获得经验7111。击杀！郑宇在空中飞，焚焰蛟龙在下面一边狂奔，一边放火烧山，双倍的火焰光环，双倍的火蛇地狱，可谓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攻击力+1，攻击力+1，攻击力+1，副点+20，副点+20。早期教育和精灵龙装备同时生效，杀得多了，概率再少也能生效。郑宇看着不断增长攻击力的焚焰火蛟，感觉就这个收获也挺好，起码也是一种增长。但维持了没多久，所有击杀数据全部消失。你激怒了森林之主魔化巨树。轰！地面颤动，一棵身高数十米的餐具树以郑宇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出现，它竟然是从洞里钻出来的。你是树还是鼠？没有回答郑宇，巨树面对空中的郑宇就是无数条树枝扎过来。好，很干脆，那就开战。郑宇豪不犹豫释放出全部召唤兽，刷刷刷！地狱行刑者开启地狱模式，将向郑宇发动攻击的树枝全部斩断。某战争牛头冲在最前方，一个无法阻挡的撞击，竟然将如此庞大的巨树身体撞了个趔趄。哥布林将军开始射箭，光翼精灵飞在半空中，就在郑宇身边。起手先是27枚羽翼洒下，先给巨树标记出27层光之羽翼，这能让光翼精灵射出的第一箭就是增加了27%伤害的攻击。巨翅灵蝶不吝惜自己的血量，以消耗血量为代价的蝶鸣吟唱起来。27级的蝶鸣增加700敏捷，光翼精灵的射速增加到了极致。嗖嗖嗖！一根接着一根的绿色箭矢射出，伤害越打越高，数值越来越变态。哥布林将军在下方也是一根接着一根的电浆箭矢射出，焚焰火蛟也在卖力的输出。火焰在攻击到巨树这种植物类生物，伤害接近于翻倍，大量巨额伤害爆出。巨树身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害值，不仅有灼烧痕迹，还扎着全是箭矢，血很厚，但攻击机制少得可怜，没有防御，没有抗性，没有特殊技能，果然比噩梦级深渊的怪还要弱。速度解决了吧？
虽然魔化巨树体型很夸张，血量非常厚，但在焚焰蛟龙、光翼精灵、哥布林将军、地狱行刑者4个输出召唤兽的攻击下，完全顶不住。并且不是魔化巨树没有技能，也不是他没有回血方式，而是每当魔化巨树刚要有动作，战争牛头就直接打断，要么是直接踩晕，要么是直接吼晕，甚至可以利用无法阻挡的撞击打断魔化巨树的技能释放。魔化巨树不像4星使徒孤岛里的石巨人，他们连石巨人这种拥有10夫防御和霸体的精英怪都轻松拿捏，何况是一只的魔化巨树？更何况现在还有专打血猴 BOSS 的光翼精灵。光明照耀，在魔化巨树浑身几乎被光之羽翼扎满燎情况下，光翼精灵张开双翼，双翼上的光系能量不断的涌入精灵之弓上，逐渐凝结为一件蕴含大量光明之力的魔法剑。轰！直接引爆魔化巨树身上所有的光之羽翼印记，光芒瞬间照耀了整片森林。远处等待火焰熄灭的众人看到眼前魔化巨树死亡的信息以及通关消息时，本来气喘吁吁的他们全都沉默了。就这么通关了？谁能告诉我郑宇到底是怎么杀死的魔化巨树？没人回答，因为他们除了赶路就是赶路。刚找到郑宇的战斗地点，郑宇就已经秒杀了魔化生物，他们又得继续赶路。我本以为和郑宇组队了，就算是追上了大神，那只是开始，进入深渊才是真正的追。那名唯一的国外职业者皮特一脸错愕且迷茫地看着还在闪耀的光芒，呢喃的道：“9周又出彩了，还是个召唤师。”击杀 BOSS 魔化巨树 LV 30级，获得经验，获得转职徽章星号1，获得战利品宝箱星号1。你已完成转职深渊，正在离开。郑宇看着弹出的提示，发出不满的声音，因为奖励太少了，就1个战利品宝箱就没了。不过郑宇也预想到了，毕竟这只是一个转职深渊，最大的奖励是那枚转职徽章。趁着还没有离开深渊，郑宇直接打开魔化巨树报的战利品宝箱，原因是为了多一点利息。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获得负点2800。有时候就会这样，光有负点，没有其他奖励。2800点负点，加上自己兜里剩余的4600点负点，一共有7400点负点，等于740点利息。你已通关转职深渊，获得奖励：转职深渊通关宝箱、职业者经验加。随着郑宇重回圣殿，通关奖励也到账，只有2万的经验。郑宇也好奇地打开了转职通关宝箱。你已打开转职深渊通关宝箱，恭喜你，获得防具上衣重铠护甲 LV 25白银品阶。就没了，一件白银装备。郑宇随手将装备扔进圣殿商店自行拍卖，然后在鲁卓的安排下进行稍微有些繁琐的转职流程，比如投放资源、等待圣殿的回应以及一系列的承诺之类的。郑宇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只要跟着鲁卓一路走下去就效。最后在那个郑宇很熟悉的转职台上完成了职业深化。你已完成召唤师的职业深化，获得召唤师专属职业深化技能能级。召唤师拥有修改召唤兽能力的力量，这种力量作用在召唤兽身上被称为能级。能级分为1到10级，每一层能级将为召唤兽提升额外的属性值。提升能级需要召唤师能量、指定材料。能级提升到10级时，可激活专业培养技能进行召唤兽的深化培养。召唤兽深化培养1星级。星级在召唤兽的能级达到10级后，可为召唤兽提升1颗星级，每颗星级将会影响到技能伤害、技能形态，甚至召唤兽形态。召唤师能量，召唤师会从召唤兽的战斗和击杀中获得召唤师能量，召唤师能量用于提升召唤兽的能级和星级。召唤兽深化培养2负逆转。负逆转，当召唤兽的星级达到10级，培养次数达到满培养状态，会开启一次专属于召唤兽的深渊。通关该深渊可提升召唤兽副等级。郑宇果然过了25级才是真的职业者，之前完全就是新手村啊。召唤师就是一个以培养为主的职业，所有技能基本都是培养型技能。10级的召唤师拥有召唤兽体质培养、召唤兽技能培养、召唤兽属性培养。25级职业深化后，召唤兽便出现了新的培养进度，能级和星级。10个能级提升1个星级，每个能级的提升都需要金钱和时间，更别提升星级需要的资源了。资源倒不是真正为难住召唤师的理由，难住召唤师的是召唤师能量，能量只能从战斗和击杀中获得。就算是当初的召唤师第一人维尔塔，也只能做到培养一只精灵射手。维尔塔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召唤兽提升到了10星，并成功提升精灵射手副等阶，最终获得光翼精灵的召唤师。也就是除了恶魔契约之外，是有正常途径去提升召唤兽副等级，只是难度比较大。战斗和击杀获取能量，那看来又多了一个猎杀职业者的理由了。郑宇手上现在有战争财宝，早期教育都是击杀获得大量提升的海克斯符文，现在召唤师本职能力也鼓励他战斗和杀戮。深渊和圣殿真的是把弱肉强食的规则发展到了极致啊！职业深化不仅有培养技能，还有主动技能。你已进行召唤师的职业深化，获得召唤师主动技能群体驱散、召唤师群体恢复、召唤师群殴。群体驱散，召唤师可以驱散所有召唤兽身上的负面效果，该技能只针对本饶召唤兽使用。群体恢复，召唤师可以为所有召唤兽进行一次高额恢复，该技能只能对本饶召唤兽使用。群殴，召唤师可以标记一个敌人，所有召唤兽对标记的敌人拥有更高的仇恨值，并造成更高的伤害。3个培养技能，3个主动技能。深化之后，
召唤师才终于有点召唤师那味儿了。职业深化在郑宇看来，只是意味着走出了新手村罢了。按照柳南烟的法，人类职业者最终要面对的是那一尊尊甚至可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神，光靠这点深化后的强度远远不够。另外2名职业者也转职成功，特意跑过来给郑宇道谢，甚至要给郑宇钱和资源。但郑宇确实也不缺他们这点钱，便婉拒了。毕竟他也不是特意带他们过深渊，只是顺手罢了。对于郑宇来是顺手的事情，但对于某些人来，这场转职深渊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个对手。不过起初谁都没有注这件事。不是吧，皮特，你昨晚喝了多少？你一个召唤师秒杀了魔化巨术。噗，秒杀？你真的知道魔化巨术多少血量吗？早告诉你少嗑药，少嗑药，现在好了吧？脑子嗑傻了。哈哈。面对朋友的嘲笑，皮特瞬间红了脸。虽然他们这种肤色的人脸本身就很红，但现在的红是涨红。你们根本不知道九州这名召唤师有多强。有多强？皮特瞬间愣住了。对啊，有多强呢？我他妈甚至没见过这人战斗，没见过他是怎么那么快杀死魔化巨术的。看着愣住的皮特，众人笑得更欢快了。皮特又道，他在九州新人榜里排名第一，那只能明今年九州的新人弱得可怜，竟然能让一名召唤兽拿到第一。行了，皮特，自己弱就承认，被一个召唤师带通关的事迹可不好听。哈哈哈！皮特涨红了脸，额头露出青筋，争辩道，被召唤师带飞不能算丢人，通关这种事能算丢人吗？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巨大蝴蝶，什么满山的火焰，什么圣洁的光芒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了起来。酒吧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转职之后，郑宇接下来的几就是休息，没事逛逛圣殿，和召唤兽们培养一下感情，住在早就过户到他名下的别墅里晒太阳，或者出门逛街。但逛街需要戴墨镜和口罩，毕竟自己现在也是个名人了。至于陶钱他们比自己要忙。陶钱、文人、晴雨、柯莹、柴云4人组成了队伍，正在为了20级而努力。他们4人要装备有装备，要经验有经验，困难级的祠堂几乎没有难度，在上于世也算是成为灵异梯队的职业者。郑宇不在梯队之内，他是独一档。这集里也发生了几件大事，真正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以九州杀神为队长，由熊国暴君、英国现世自由女神戴安娜、娑婆国世界第一武僧以及日不落帝国的铁女组成的队伍，成功通关了位于英国的7阶深渊极渊裂缝，并且杀神廖宁、熊国暴君以及英国戴安娜成功升级到70级。越高级的深渊数量越少，每通过一个都是为了稳定世界做出了贡献。因为深渊如果长时间搁置，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一个5阶段深渊如果不稳定，将有可能吞噬掉一整个城市。一个7阶段深渊甚至能够吞噬掉1/3的英国。这不是预测，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各国的最强者才会放下恩怨和利益组成队伍去攻克那些7阶深渊。毕竟60级以上的职业者并不多。第二件事也是大事，和第一件事有直接关联，那就是在杀神廖宁等人通关极渊裂缝出来之后，战神南木云宣布准备进入8阶深渊。队友自然就是刚升级到70级的廖宁、暴君和戴安娜4人，实在凑不出第5个人了。但位于赤道处的8阶深渊，如果再不压制一下，很有可能进入不稳定状态。位于赤道的深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深渊，而南木云也将会是第一个进入8阶深渊的职业者。郑宇这鸡闲的无聊，基本上就是在论坛里看这些事情，以及他们对于南木云进入赤道深渊的反应。几乎没有人认为南木云会失败，郑宇也对南木云抱有一种莫名的信任。这是这位战神曾经打出的战绩，让大家根本不认为南木云会失败，会赢，但压力应该会很大。郑宇感觉自己有点理解南木云现在承担的压力，自己甚至还没有达到南木云的那种高度，就已经在派系和上于世里感受到了这种肩扛重任的压力。就像论坛里的一篇帖子上写的那样，南木云不能输。是的，没有人去分析战力，没有人去揣度赤道深渊的难度，甚至连专家都放弃了分析，所有人都自动忽略掉8阶段的恐怖字眼。不是南木云能不能打得过的事情，而是南木云只有一条路，不能输。战神压力很大呀。郑宇看着新闻照片中南木云那张不苟言笑的表情，全世界的压力都压在了一个50多的中年人身上。希望柳南烟和荣离能够快点升级，给战神分担一下压力吧。至于他自己，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承担多少压力，自己只是一名召唤师而已。他了有南木云，在他有柳南烟和诸葛无痕他们，如果在他不是还有那名 SSS 级副的职业者吗？郑宇从各大论坛里都能看到议论自己的声音，虽然他目前是新人榜第一，但好像并没有太多人看好自己。这里的看好指的是达到荣离或者是诸葛无痕的那种程度，也就是他们依旧对于召唤师的未来不是很看好。有帖子预测自己有希望达到70级，但那饶推论原因并不是基于郑宇自身的实力，而是因为今年这一届新饶整体实力，后期的深渊注定是要他们同期的新人共同完成，也就是他们认为郑宇是占了便宜那个。至于郑宇目前极具压制力的等级数，有也没有得到论坛大神们的承认，反倒是他通关深渊的思路和创新套路的能力在论坛里直接封神，从而出现了一个新词通关智商，继情商、智商之后出现的新的智商衡量标准。郑宇等级高，也是因为郑宇通关智商高，在前期能够利用各种机制来缩短通关时间，所以比其他职业者多刷了2个深渊。
但4阶段以后的深渊需要凭借真材实料的战力才能通关，到那时郑宇的优势将会降低。郑宇更好的定位是军事，我个人认为他的实力和他的深渊敏锐度相比相差很多。从郑宇发布的那些攻略可以看出来，如果队伍里面有一个郑宇这样的队友，能够避免很多失误和错误的路线。最重要的是，郑宇很适合开荒，所以我不是预测，更是希望郑宇能够提升到70级以上，去帮助战神南暮云开荒。有这么一个智囊存在，绝对是人类的幸事。这是中州论坛里一名比较有名的分析师对于郑宇的分析。郑宇看完之后表情有点奇怪，这是夸我呢，还是我实力不行呢？总感觉看完之后有点开心，是怎么回事？其实也不错，没有期待就没有道德绑架。郑宇看着院子里正在和自己一样晒太阳的几只召唤兽，还是提升实力最重要。郑宇对着趴在院内草坪里和真蝴蝶玩的巨翅灵蝶招了招手，来，灵。巨翅灵蝶像是一只召之即来的狗，听到郑宇叫它，非常兴奋地扑向郑宇，巨大的身躯一整个给郑宇压在了躺椅下面。嗨嗨！郑宇推开过于热情的巨翅灵蝶，吐掉嘴里的扑棱蛾子毛，问道：哥布林将军呢？灵，做饭。他还会做饭？因为最近别墅内没人，陶钱他们在深渊里面，郑宇也闲得没事，将他们全都放出来培养一下感情。比如水池里拿坨几乎将水池沾满聊战争牛头，以及和郑宇一模一样的躺在躺椅上晒日光浴的光翼精灵，还有在那里装太阳的坟燕和一整个懒洋洋的挂在树上的缩聊蛟龙。除了不太喜欢阳光、宅属性贼强的地狱行刑者留在召唤兽空间里，剩下的都出来玩了。只是哥布林将军在做饭，这郑宇实属有些想不到。别，哥布林将军的厨艺是顶级的，不仅味道好，竟然连卖相也不错。郑宇看着一脸绅士模样，动作一板一眼，礼仪有致，谈吐优雅的浑身肌肉的哥布林将军，忍不住吐槽道：原来 VIP 执事还有这功能。郑宇不认为哥布林这个种族能够培养出这种优雅的个体，哪怕他是将军。而且哥布林将军不更应该是如毛饮血的那种杀伐果断的恶兽？一切归功于执事羁绊。当然郑宇感到疑惑的是，同样是佩戴了 VIP 执事羁绊的战争牛头、坟燕蛟龙和地狱行刑者，哪个都没有哥布林将军有饭。难道这东西也分兽？想不明白。郑宇一边背着战争牛头偷摸吃着牛排，一边嘟囔着：主人有什么苦恼吗？哥布林将军问道。郑宇摇了摇头，没什么，就是在想是时候提升你和巨翅灵蝶的副了。哥布林将军听到这句话之后，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将军。倒是身后的巨翅灵蝶发出开心的铃声，还好郑宇躲得快，不然又被巨大的扑棱蛾子给平桌子底下了。一方面是我们午后要去一个4星深渊，名为监狱死牢，目前没有人通关，难度应该不。另一方面是那个青年职业者比赛都是高手，也需要提升实力。郑宇将牛排3下5除2的旋进嘴里，然后带着巨翅灵蝶和哥布林将军来到院子里。郑宇害怕巨翅灵蝶的进化会变得太大，将房子弄坏，还是院子里比较合适。区市上于是高端别墅区，别墅之间有很大的间隔，并不会打扰到其他邻居。郑宇决定先提升哥布林将军。其实在召唤师达到25级以后，都会放弃和哥布林，主动和哥布林解除契约关系。对于召唤师来，是一定都有一只哥布林的，因为1级的召唤兽技能书只有哥布林。但郑宇已经在哥布林将军身上投入了不少副点，并且一起战斗了那么多场，哥布林将军不仅战力很强，而且还是召唤师空间里的老大哥，自然不可能和哥布林将军解除契约。毕竟自己的情况和其他召唤师的情况不同，哥布林将军早已是自己的一大战力，无论是哥布林将军自身的强度，还是哥布林作战队以及重骑兵团，每在战斗中都能起到奇效。最关键的是，哥布林将军5阶提升到6阶只需要3000点，是所有召唤兽中需求最低的。郑宇投入3000点副点，召唤兽重骑兵团哥布林将军5阶，副进化精英战队哥布林将军6阶。好，好，好！随着3声气势如虹的吼叫声，哥布林将军手中出现了一把军旗。军团。郑宇马上看向6阶哥布林将军的属性，除了属性增长，其他技能系数提升，哥布林作战队发生了变化，并多出了一个新技能——哥布林精英战队，由哥布林将军精挑细，经过严格训练，跟随着哥布林将军征战过沙场的精英战士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精英哥布林重骑兵54名，精英哥布林射手27名，精英哥布林死士15名，精英哥布林盾牌兵27名，精英哥布林工程炮兵6名，精英战争巨魔2名，精英哥布林魔战士1名，精英哥布林巫师1名。重骑兵团直接融入进了精英战队里面，所有的作战队成员全部进化为精英战士级别，巨魔变为战争巨魔，并变成2只，多了1名哥布林魔战士，估计战斗力会很强。刚才那气势非凡的吼声，就是这支精英战队的发出的声音，一支真正由哥布林将军组建的战队。哥布林将军多出了一个技能，战争军旗。哥布林将军手持军旗，带头冲锋时，精英战队中所有成员增加气势、速度、攻击力。群体增益型技能，但只增益精英战队，还可以。郑宇已经能够看到哥布林将军未来的进化路线了，基本就是往数量上开始进化，更多的哥布林军队，更强的哥布林战士。至于哥布林将军，就是一名带兵打仗的将军角色。都哥布林弱，只是因为他的起点低，想要按照能级再升星级的方式提升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哥布林将军的未来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期待。战队、军团、灾，不定有朝一日能够看到和真正的亡灵灾比拼人数的时候。郑宇手上的几只召唤兽副升级路线其实都非常明确。哥布林将军是进化数量和哥布林战士的质量，战争牛头进化的是体型、抗击打能力和控制能力，地狱行刑者进化的是刺客的爆发，光翼精灵进化的是持续输出能力。至于巨翅灵蝶，郑宇直接投入5100点副点，300副点将巨翅灵蝶从3阶提升到4阶，800副点从4阶提升到5阶，4000副点从5阶提升到6阶，正好用完剩余的副点。召唤兽巨翅灵蝶3阶，副进化巨翅灵蝶 S 4阶，召唤兽巨翅灵蝶 S 4阶，副进化减巨翅灵蝶5阶，召唤兽减巨翅灵蝶5阶，副进化破减灵蝶女王6阶。巨翅灵蝶从3阶提升到6阶的过程是郑宇第一次见到的景象，他竟然在4阶到5阶期间将自身化为一颗茧，5阶到6阶时破茧而出，成为真正的灵蝶女王。虽称之为女王，但依旧是蝴蝶状态，但巨大的身躯、美到不可方物的翅膀颜色、优雅的触须、扇动翅膀都带有数种花香的气息，称一句灵蝶女王并不过分。郑宇却笑了下，自言自语的道：我这算是快速快进了5阶段的茧的过程了。破茧灵蝶女王等级27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负6阶，距离升级还差2万点负加。技能1，灵蝶女王的守护 LV27， 灵蝶女王将与一名召唤兽绑定守护关系，为绑定的召唤兽提供灵蝶女王攻击力星号5系数点护盾值，护盾碎裂后造成灵蝶女王攻击力星号3系数点伤害，并帮助其分担 50% 的伤害。技能2，灵蝶 LV27， 灵蝶女王身为精灵体，拥有快速的恢复能力，被动恢复速度提升 50%， 主动立即恢复灵蝶女王攻击力星号6系数点生命值，为自身恢复时治疗效果增强 50%。 技能3，蝶鸣 LV27， 灵蝶女王每秒消耗 3% 的生命值进行咏唱，为召唤师所有的召唤兽增加730点敏捷速度、730点移动速度。技能4，减 LV27， 灵蝶女王突出丝为一名死亡的召唤兽同伴做茧，一段时间后茧内的召唤兽将会获得新生。技能5，万蝶舞 LV27，灵蝶女王展开蝶翅，召唤成群的幼年体灵蝶，每只灵蝶对友军回复250的血量，并增加150的护盾，对敌方造成150的伤害值，并削减对方的恢复能力。召唤兽装备5，复活。郑宇看到减这个技能之后，立马眼睛亮了起来。这就是一个复活技能，虽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总比24时的空间复活要强。只不过这个技能只能复活召唤兽，牧师25级的时候就复活技能，50级觉醒之后更是能够群体复活，召唤师的局限性还是太大了。不过我也不太需要队友，召唤兽就是我的队友。郑宇想起来，好像牧师是无法复活召唤物。灵蝶女王的第5个技能万蝶舞是一个既有恢复又有伤害的技能，并且这个恢复是友军恢复，也就是能够恢复职业者的血量。每只幼年灵蝶附着在友军身上恢复血量，附着在敌人身上造成伤害和恢复削减。进阶到6阶副的灵蝶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伤害技能，伤害不高，每只才能造成150点伤害，甚至郑宇认为大概率是破不列方防御的，毕竟不是真实伤害。但万蝶舞最重要的不是伤害，而是恢复削减，面对一些拥有强大恢复能力的职业可以起到奇效。现在所有的召唤兽全部6阶以上，光翼精灵7阶，虽然没有剩下副点，但副点可以依靠战利品宝箱获得。郑宇又稍微调整了一下召唤兽装备，将哥布林将军身上的投机者之刃和电浆原石取下，用仓库里剩余的2个极客扳手给光翼精灵撬2个装备槽，将投机者之刃和电浆原石放在光翼精灵身上。精灵龙装备投机者之刃能够增加攻速，副点触发条件也是攻击而非击杀。电浆原石配合上极高攻速的光翼精灵，能够做到更多的打出电浆伤害，都非常适合拥有持续输出能力的光翼精灵。目前光翼精灵佩戴了星渊召唤兽装备、电浆原石召唤兽装备、投机者之刃精灵龙装备，以及不和装备栏产生冲突的暴风大剑，将一件名为战西军鼓的召唤兽装备给哥布林将军换上。这是他拜托派系给他找的召唤兽装备。召唤兽装备战西军鼓，装备等级25级，装备品阶钻石级，装备属性血量加，攻击力加2580，装备效果敲击军鼓，增加召唤兽 15% 的血量上限，增加面对敌人冲锋时的 35% 的速度，持续3分钟。团战利器价格不菲，但派系免费。另外一件铂金级的风盾护石装在哥布林将军的第2个装备槽上，之前因为只有哥布林将军1个射手，所以用极客扳手给他打过装备槽，正好装上。召唤兽装备风盾护石，装备等级25级，装备品阶铂金级，装备属性血量加，攻击力加2000，装备效果每间隔半个时自动生成一层能够阻挡3万伤害的护盾，护盾破碎后 5S 内移动速度提升 150%， 还是派系免费送的。所谓的资源倾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郑宇看着3件装备的光翼精灵，2件装备的哥布林将军，以及身边虽然成为了女王，但还是很黏绕灵蝶，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申渊开门了。郑宇已经按耐不住要去让那些其他空间的转职者
见一见世面，见一见什么叫暴杀流召唤师。郑宇提前离开了上虞盛，一是因为自己的住处被狂热粉丝找到了，虽然是高级区，但这帮人总有办法进来，并拍了好几张偷拍。当然，拍的不是自己，而是灵蝶女王。一时间，上虞市的论坛里关于灵蝶女王的话题讨论度直接碾压郑宇。颜值巨高的灵蝶女王甚至上了新闻，被称之为最美召唤兽。为了躲避这群人，郑宇提前离开了上虞盛。另外一个原因是，算时间，张战和柴芳也该从深渊里出来了。之前都是他们接自己，怎么也得礼尚往来。可惜郑宇在青兰市等了2时间，依旧没有等到张战和柴芳出来。郑宇便找到了跟着张战一起来的秘书，我的深渊后就开了，跟战哥和柴哥一声，我就先走了。张战的秘书和郑宇也很熟悉，当初很多手续其实都是这位秘书帮忙处理的。您放心去吧，张战市长和柴芳部长进入的只是困难难度的深渊，而且有派系高手当队长，不会有事的。期待过几听到您再次通关4星深渊的消息，祝您能够安全归来。安全归来就是对即将进入深渊的职业者最好的祝福。秘书给郑宇安排了车和司机以及1名助理，送郑宇离开青兰盛。郑宇没有直接去监狱死牢所在的静川盛，而是先来到了烟云盟总部所在的杭盛，因为他寄存在这里让派系负责锻造的2件璀璨级装备，前得到消息已经锻造完毕，据锻造非常成功。杭盛1线成盛，比上虞盛江水市这种偏僻6线城市经济状况高了非常多。杭市甚至有2个9州前5联盟，其中一个就是柳南烟带领的烟云盟，另外一个郑宇也很熟悉，荣离的剑客盟。杭市也因为这2个派系的原因，近几年的发展突飞猛进，甚至有一种要超过广市和深市的势头。郑宇来烟云盟总部的消息也通过秘书被很多人知道，一大早就有一群年轻人聚集在烟云盟总部的大门口，等待着这个来自城市却碾压了所有他们的职业者。直到一辆车停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了郑宇的模样，这就是那名召唤师，一名满头纹着纹身、没有一根头发的光头火盯着郑宇。他身边的一名矮个子女生失望地嘟囔道：“我以为最少得2米呢。为什么这么？”女生旁边的一名背着巨剑的战士少年不解地问道。女生理所当然的道：“你想啊，召唤兽那么弱，要不是召唤师强，怎么可能达到郑宇那种成绩？他也不是战士，怎么也得壮实一点吧？”巨剑战士，女生接着道：“在了，他肯定不舍得让那么漂亮的灵蝶女王去战斗吧？”巨剑战士，你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驳。对于女孩独特的脑回路，巨剑少年没有觉得奇怪，他一边和女孩这话，一边打量着走过来的郑宇，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他一起组队。够呛，少女直接道：“人家现在都27级了，如果再通关一个4星深渊，估计能到30级，和咱们差着一整个阶段呢。”巨剑少年却道：“也不一定，前3个阶段像郑宇、柳恨和这种副高的职业者升级确实很快，但到了5阶段，升级速度都会慢下来，不定咱们有追上的机会。”蹲在台阶上的一名胖子道：“这也是，咱们派系也就柳恨和他实力和潜力强，在5阶段能够成为队长的角色，就算他俩组队，也得还能再带3个人。”“不用了，那个人就是我。”“啊，没点志气，咱们和郑宇一样都是 S 级副，凭什么让他做队长？”那名光头青年不满的道。“铁头，你认真的吗？你真觉得 S 级副能单刷4星使徒岛屿，还是你能一场刷出13个杀戮积分？”胖子毫不客气的回怼道。不过被称为铁头的纹身光头少年并不生气，他们是自从转职之后就一直组队刷深渊的搭档。但铁头也并未回答胖子的话，因为他确实做不到。他从未质疑过郑宇的实力，战绩就是一切，能够单刷4星深渊，能够在3阶段里就获得13杀戮积分，别自己的就是 SS 级副，身为盟主女儿的柳恨和都没做到。胖子接着道：“我罢了，郑宇很有可能不是 S 级副，或者不是召唤师职业。”“为什么这么？”巨剑少年问道。“我爸，历史上出现过这种事情，刚开始圣殿给予的评级是 S 级，然后经过觉醒之后，竟然成为了 SS 级副。还有一种是看着像是普通职业，但却是需要某种条件才能激活的隐藏职业，这2种都有历史记录的，郑宇大概率是这2种，而且很有可能是双重效果。”巨剑少年若有所思的道：“也就是郑宇有可能是 SS 级副隐藏职业，只是可能，除非人家郑宇自己出来明，不然谁都不知道。”胖子职业者纠正道：“他的父亲是烟云妹首席分析师，是顶尖的学者，这种话一般都有可信度的。”“那就合理了。”巨剑少年点头道：“SS 级副隐藏职业和咱们无痕副盟主的资质一样，当初无痕副盟主也是单刷了4星深渊，所以啊，我就觉得政府单凭复发放资源这件事不靠谱。”胖子接着道：“像郑宇，甚至被李家那个废物子抢过资源，就因为郑宇是召唤师，简直就是将职业歧视挂在了脸上。而且我觉得你的实战能力也不弱于某些 SS 级副的职业者，凭什么你不能拿到资源大头？”胖子对着巨剑少年道。很显然，他对郑宇和巨剑少年都有打抱不平的情绪在。巨剑少年却无所谓的笑着道：“都过去了，现在不仅郑宇得到了整个烟云派系的资源倾斜，我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一切还是靠战绩化。”话间，郑宇已经来到了大厅前，和他们相遇。带领郑宇的那名工作人员也很有眼力见的将巨剑少年几人介绍给郑宇。他们和你都是同期的职业者，上周刚从深渊里出来，现在都已超过了20级，你们可以先聊着，我帮您联系锻造师。好。郑宇并不是社恐，也很清楚这几个热在这里大概也是为了和自己认识认识。能在派系中的职业者最低就是 S 级副，也就是第2种加入派系的方式，被派系提前引进，
提前培养的那一批。经过介绍，郑宇知道了这几个饶职业和等级。那名背着巨剑的少年名叫吕红 ，S 级副，战士职业。胖一点，但面相和眼神都很成熟的少年名叫戴俊明 ，S 级副，但他的职业是很稀有的隐藏职业，炼金术师。个子矮矮的少女是名法师，名叫玉嫣，同样是 S 级副者。那名眼神一直很锋利，但却很少和郑宇对视的少年名叫柳豪，一名战士 S 级职业者。还有几个职业者站在远处，郑宇没来得及挨个认识，而且他们好像也不太敢过来的样子。郑宇见到几人之后，第一个被问到的问题竟然是灵蝶女王平时吃什么？她是喝露水长大的吗？问问题的当然是那名个子矮矮的、眼神有些燃的女孩玉嫣。面对这个问题，郑宇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灵蝶抱着一块牛排，一边啃着，一边被战争牛头追着骂的画面。虽然郑宇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身为蝴蝶种的灵蝶也喜欢吃肉，而且它拥有口气和嘴两种进食方式，但为了灵蝶在外的形象，以及不打破女孩对于灵蝶的幻想，郑宇只好撒谎道：不仅喝露水，还不拉屎。仙蝶怎么会拉屎呢？参观了一圈派系总部，然后在比上于世圣殿还要大的锻造室里，拿到了已经锻造好的承载物和关种项链、戒指。承载物佩戴等级25级，佩戴需求无，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240，力量加240，装备效果1沉，装备效果2载物，锻造17，锻造属性智力加725，浮空力增加100%，重力增加100%。锻造特殊属性，在使用成时，浮空时间增加1倍，在使用载物时，重力将会造成眩晕效果。强化11，强化属性，佩戴者抵消11%的魔法伤害。强化特殊属性，对控制技能产生11%的抵抗效果。精炼召唤师晶石，核心石召唤师晶石，等级25级，品质黑色。精炼属性血量加，智力反斜杠力量加200。精炼技能召唤师的所有召唤兽伤害提升7%。符文为镶嵌符文。项链关种项链，佩戴等级25级，佩戴需求无，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300，力量加300，魔法防御力加8000，物理防御力加8000。装备效果关种锻造15，锻造属性智力加602，关种抵消伤害数值加4500。锻造特殊属性，佩戴者拥有护盾时血量提升15%。强化10，强化属性佩戴者抵10%的魔法伤害。强化特殊属性，对控制技能产生10%的抵抗效果。精炼召唤师晶石，核心石召唤师晶石，等级25级，品质红色。精炼属性血量加，智力反斜杠力量加200。精炼技能召唤师的所有召唤兽伤害提升7%。符文为镶嵌符文。郑宇发现除了非常高的锻造和强化数据外，竟然还有2块黑色品质的核心石，还是召唤师专属的核心石。郑宇记得自己仓库里有一块橙色品质的核心石，橙色、红色、黑色，竟然跳了2个品质。也许是看到了郑宇惊讶的神色，那名给郑宇打造装备的锻造师道：这是柳盟主亲自送来的核心石。是，人家有的，你也应该得应。毕竟你这2件装备，无论是从属性还是从品阶上来看，都属于顶级装备，值得2颗黑色品质的核心石。最重要的是，这2块召唤师核心石价格也比较亲民。这位锻造师有点情商，但不多。虽然大家都知道召唤师的装备资源都很便宜，但自始至终都没人主动提过。这件承载物戒指一路锻造的非常顺利，消耗到1300块锻造石的时候，成功锻造到了17，1300块锻造石市场价超过4亿，虽然很贵，但这已经是非常高的锻造水平了。师傅有些遗憾的道：如果不是因为您的装备只有25级的等级，其实我是想继续往上锻造的。我锻造过最高的是咱盟主的武器，最高26，但盟主的武器等级是65级，25级的装备在我看来17已经是极限了。每一件武器都有自己的打造峰值，锻造到一定程度，锻造师都能感受到装备的状态是否能够继续锻造。郑宇基本也明白师傅的意思了，不是资源不够，而是装备打造的到极限了。无论是锻造还是强化，都已经算是极限打造，甚至2枚黑色核心石都是强行安装上去的。这位名叫魏南的锻造师是烟云妹最重要的成员之一，锻造能力排在全国前10。一个派系能有这种实力的锻造师，基本上都当宝石的供起来。这期间魏南能够有限给郑宇打造装备，可见烟云派系对郑宇是真心培养的。2件白送的召唤兽装备，2块算是惊喜的黑色品质的核心石，优先的打造，优先的深渊选择。郑宇从未想过自己在离开江水市后，竟然能够遇到这种大气的派系。2件装备，承载物锻造17，强化11，关种项链锻造15，强化10，一共花费了2500块锻造石，2000块强化石。锻造石和强化石是他那10几件从职业者身上爆出来的核心装备换得，虽然都是核心装备，但实话郑宇很清楚换不了这么多材料。烟云盟给自己垫付了很多，原来资源倾斜是真的会倾斜啊。郑宇以为那只是柳南烟给自己画的大饼，没想到落实的速度比自己想象的快。看来以后派系让我带人，我不好推脱了。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烟云盟看似付出了很多资源，但这种不声不响的投入资源的方式，背后也有他们的计划。
那就是郑宇的实力能够带动整个派系的发展。郑宇完全不反对带人，毕竟他前期也是带着陶潜、文人、秦羽等人过的深渊。现在陶潜、文人、秦羽、柯莹、柴云4个人已经拥有了独立过深渊的能力，虽然上限可能有限，但郑宇确实为上虞市带出了4名高等级职业者。郑宇认为这很合理，吃着资源自然也需要进行回馈。最重要的是，带出更多的高级职业者，也能为将来的最终计划做出一份贡献。将2件装备带上，培养熟悉性增加了1327的智力，2块核心石增加了400的智力。郑宇的总智力直接飙升到了5000。召唤师的智力其实就是召唤兽的攻击力，这种数值甚至让郑宇产生了如果带人或许也能够通关的想法。不过，如果不是柳南烟或者诸葛无痕亲自开口，他是不会主动带人进入4星深渊的。拿到了打造好的装备，郑宇没有停留，连夜赶到静川盛，简单的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凌晨3点，郑宇依旧一个人，表情淡定的进入深渊。3阶段深渊监狱死牢已开启，你已选择4星深渊，将匹配6队职业者队伍共同进入深渊，正在匹配中，请稍后。匹配成功，当前匹配队伍6，当前匹配人次26人，正在进入监狱死牢4星难度深渊，请等待传送。这里是关押触犯了规则的最饶监狱，而规则是神建立的，请选择阵营：犯人偶尔管理者、犯人或者管理者。郑宇在黑暗中漂浮，还没有进入深渊，眼前出现了选择画面。之前诸葛无痕给他发了大量的攻略，虽然攻略都不完整，毕竟至今为止还没有人通关监狱死牢深渊，但基本上也都在监狱死牢里度过了7曜时间，对监狱死牢的游戏规则有了一个基本的梳理。监狱死牢属于阵营战，6组队伍，选择阵营，选择犯人阵营，以逃离监狱为通关目标；选择管理者阵营，以抓住特殊犯人为通关目标。3队为一个阵营，哪一组选满，剩余3组自动结为一个阵营，进行犯人阵营和管理者阵营的对抗。监狱死牢为大背景，职业者对抗的过程需要严格遵守监狱死牢的规则，并要面对监狱囚犯、监狱长官等精英怪。每个阵营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缺点。犯人阵营，犯人可以违背监狱长定下的规矩，因为本身就是因为违反规矩才被抓进监狱的。但犯人无法自由活动，一旦踏足公共区域，将会获得逃狱者的负面效果，可在特定时间进行越狱，特定时间内无负面效果。管理者阵营，管理者需要严格遵守监狱长定下的规矩，如果违反规矩，将会受到违规者的负面效果，并会遭受监狱长的惩罚，掉落部分血量，甚至被直接杀死。但管理者可以自由出入监狱任何位置，可以惩罚犯人，但也会遭受到犯扰反抗，可在特定时间内惩罚犯人，对犯扰攻击力增加100%。简单来就是管理者需要遵守规则，但行动自由；犯人可以触犯规则，但只能在牢房里。根据以前职业者的攻略，大多都推荐选择犯人阵营。虽然犯人阵营行动受限，但也好过被监狱的规则限制。监狱的规则非常要命，比如其中一条不能忤逆上级的命令，就单这一条就很大限度地限制住了职业者。监狱长定下的规矩包括时间规矩、行动规矩、行为规矩，甚至是战斗规矩，所以犯人阵营便成为了优选，并且拥有特定越狱时间，也就能够解决不能自由活动的问题。请选择阵营：犯人偶尔管理者。目前犯人阵营2队，管理者阵营0队。选择犯人阵营需要在管理者发现特殊犯人并消灭之前逃出死牢。选择管理者阵营需要在监狱长发现有外来者入侵之前消灭所有的特殊犯人并稳定监狱秩序。相比之下，犯人更加简单。但郑宇选择管理者。目前犯人阵营3队，管理者阵营1队。职业者队伍都抢先选择了犯人阵营，只有自己主动选聊管理者阵营，真的没人愿意选择管理者阵营。虽然从通关角度来看，虽然管理者阵营更容易通关，但以往曾经尝试过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给出了血的教训，犯人阵营没那么好抓。只要犯人阵营有心隐藏在囚犯当中，管理者很难抓到，一旦抓错就要承担被监狱长惩罚的后果，还要解决掉反抗的犯人，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被反杀。但郑宇依旧选择了管理者，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他单纯的不喜欢蹲监狱而已。管理者是拿鞭子的角色，郑宇不喜欢躲躲藏藏的犯人角色。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拥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职业者就一定是罪的狱卒。内卷在那个世界都存在，只要在监狱内地位爬得足够高，规矩就限制不了我。这是郑宇在看到前人攻略后做出的属于自己的计划，那就是将才压力带到监狱死牢的管理者制度里面，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柳恨和荣明剑的压力。我准备将我的父带到监狱死牢。阵营缔结成功，犯人阵营15人，管理者阵营11人。管理者阵营通知，最近监狱长总感觉监狱里面进来了些虫子，准备加大对于犯扰管理。你被分配到3层监狱西区进行巡逻，你的巡逻时间为12个时。郑宇缓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穿着一身监狱狱警的衣服，和一群同样穿着的狱警站在一起。面前一名身材高大监狱长官正在训话。巡逻时间12时，你们要确保12时之内没有任何动荡发生。最近监狱长的心情非常不好，要是谁坏了规矩，被监狱长杀了，可别怪我不管你们。另外，这里的囚犯脾气都很不好，不要轻易进入牢笼内，哪怕是惩罚时间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死了，没人会给你们收尸，因为你们的尸体会被他们吃得一干二净。郑宇趁着这名监狱长官话的时间打量着周围，他发现同样有一名狱卒和自己一样看着周围，
正好和郑宇对视上，两人心领神会的明白了对方的身份，是职业者。郑宇思量着，只有一个人，也就是狱卒巡逻队伍的安排，并不是按照队伍来分的。接着，监狱长官分配巡逻方向，郑宇被安排在了西区3号区域，那名职业者被安排在了西区的1号区域。那名职业者抽空来到郑宇面前，职业者，郑宇点头。和以往的深渊不同，监狱死牢的机制屏蔽了职业者探查数据的能力，无法直接看到对方的等级和职业。王听，战士。对方主动道。郑宇，召唤师。郑宇也不隐瞒，毕竟一会要是战斗起来，也会暴露自己的职业。对方显然是愣了一下，原来在其他空间对于召唤师也是有偏见的。郑宇心中吐槽道。很显然，在4星难度的深渊里，见到一名召唤师是会让对方惊讶的事情。王听打量了一下郑宇，然后问道：之前进入过监狱死牢深渊吗？郑宇摇头。王听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对于和自己匹配到一个狱卒队伍里的郑宇，他有些失望。他认真地对郑宇道：我进过2次4星监狱死牢深渊，第一次虽然失败强退了出去，但我对监狱死牢的经验比你多。巡逻是寻找犯人阵营的机会，但你我没有分到巡逻的方向，第一不要轻举妄动，先观察再下手。郑宇老实的点头，好的，大愧。王听对于听话的郑宇很满意，嘱咐道：总之一切听我的，不能保证你必定通关，但起码不会坏了管理者阵营的节奏。咱们俩这边先稳住，和我一起来的队伍里有一名非常厉害的大腿，稳住，等他 C。 郑宇点头，好的。看着郑宇随着巡逻队伍走开，王听费解的自言自语道：怎么会有人带着召唤师来监狱死牢呢？不知道监狱死牢对于个人实力的要求有多高吗？王听摇了摇头，算了，不管他了，我自己都还没着落呢。哎，队长你在哪？你可怜的队友现在没有大腿抱了，希望那群发疯的犯人消停点，最起码让我撑到监狱混乱日的那一。哎，希望别遇到其他职业者。王听念念碎的跟着巡逻队伍走向一区方向。新人拿着这个。郑宇这边，巡逻队的队长将一堆东西推到郑宇面前，郑宇仔细一看，是清扫工具。这是？郑宇疑惑的问道。谁曾想刚问出来话的，被这名巡逻队长直接呵斥了回去。这就是新饶待遇，每一个新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在我们巡逻期间，你负责将3区的卫生清理干净。郑宇，好家伙，从未遇到过的职场霸凌，竟然在深渊里遇到了。所有职业者进入管理者阵营的身份，就是新人狱卒的身份，属于最底层的最底层，经常会受到其他狱卒的欺负。这也是为什么职业者不喜欢选择管理者阵营的原因，往往为了应付这群人，都耗费了大量精力。哈哈，又在欺负新人啊！一个嬉笑的声音从牢笼里传出来，郑宇看去，看到了一个满脸阴翳、泛着坏笑的囚犯，正坐在里面笑盈盈地看着郑宇。这没你的事，不想挨揍就把嘴闭上。巡逻队长瞪了囚犯一眼，但那名囚犯却仿佛丝毫不害怕一样，笑着道：那你竟然揍我啊？嘿嘿，非常明显的挑衅行为，但巡逻队长却选择无视的方式去应对。很明显，这名巡逻队长也害怕这间牢笼里的犯人。嘿，没劲。犯人看着转身离去的巡逻队长以及其他狱卒，表情戏谑又有点失望。只是在这时，一个声音询问道：地上那些骨头是你的狱友？问这句话的当然是郑宇。在巡逻队长和犯人对话的时候，郑宇就一直观察着。牢笼内的空间很大，不是单独只关押一个人，但这间牢笼里面却只有一名犯人。地面上的骨头、满墙的血迹，以及那可以从牢笼里面溢散出来的戾气，都在告诉着郑宇，这个犯人非常残暴，多半实力也很强。所以郑宇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子是精英怪。你没跟着他们走？犯人很奇怪地问道。新人见到自己没有不害怕的，哪怕是老狱警都忌惮自己3分。难道这子是傻的？犯人看着郑宇，好奇地打量着自己以及自己身后的尸骸，做出了这子脑壳有问题的判断。这座死牢里关押的都是最穷凶极恶的犯人，没有实力的狱卒都会避免和犯人有过多的交流。郑宇举起来手中的拖把和笤帚，我不能走，不还得打扫卫生吗？这，郑宇指了指犯人房间内的尸骨，一脸嫌弃的道：都臭了，我帮你清扫一下吧。犯人见过愣的，没见过不要命的，这子好像真的有点问题。犯人立刻收敛起脸上的戾气和阴笑，立马退后3步，道：那太好了，我正愁房间里太脏呢，其他狱警都嫌弃这里太臭，不想进来，如果你真能帮我清扫一下，那真是帮我了大忙了。死溜！犯人一个没忍住，口水差点流出来。他太久没吃肉了，馋得不叫。正在犯人懊恼自己没有演得很像的时候，就见到郑宇真的走到牢笼面前，拿出监狱钥匙就要开门。真有傻子！犯人心中大喜，演技再差也不要紧，对方傻呀。犯人已经将一把骨刃藏在了身后，就等着郑宇开门进来，好饱餐一顿。郑宇其实早就发现了犯饶动作，但郑宇不在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装作弱，希望郑宇进去，但无论对方装不装，他都会进去，因为他目标就是这名犯人。犯人以为自己是猎人，但谁是猎人，谁又是猎物呢？郑宇将门打开的同时，笑着道：这屋太脏了，清扫一下吧，都清理干净。你在和谁话呢？犯人发现郑宇没有对着自己话，便直接问道。不过他也不是很在乎，管他呢，先杀了再。就在犯人准备先下手，省得郑宇发现不对逃走时，他竟然看到郑宇转身将监狱门反锁了起来，然后笑着道：外面很干净，可不能让垃圾逃出去，不然我会被上司骂的。看着一脸笑意的郑宇，以及郑宇身后那逐渐显现出来的黑影，
犯人终于反应过来一些不对的地方，但为时已晚。一道黑影和一道红色火焰朝着犯人袭去，一名闪着光耀的羽翼展开，射出数道羽毛，是开启灵域形态的地狱行刑者和单独出现的焚焰，以及输出能力最高的光翼精灵。牢笼内的空间非常大，能够容纳下焚焰和地狱行刑者的战斗。吃，火焰燃气，唰，地狱行刑者消手而去。那名犯人身上爆出强大的气息，妄图阻挡，但面对3名拥有顶级输出的召唤兽，根本抵挡不住。别，这名犯人实力确实不错，竟然抵挡了1分多钟，才被地狱行刑者削掉了脑袋。你以击杀精英囚犯 LV28级获得经验，获得战利品宝箱星号1。果然是精英怪，赚到了。郑宇非常满意。队长，那名新人好像没有跟上来。匆匆离开的巡逻队，这才发现郑宇没能跟上来。他不会真的去打扫了吧？也太实诚了。但愿他别被那些囚犯蛊惑去开监狱门。要我，为啥监狱长要给每个人都分配钥匙呢？给新人钥匙实在是太危险了。巡逻队长却不以为意的道：没关系，死了再招新人就好，反正新人有的是。得也是，咱也不清楚为什么这破地方每年有那么多新人来了死，死了还来。但我觉得那名新人挺老实的，希望他不要出事吧。此时被他们议论的郑宇正在用铲子埋刚才死去的那名犯人，嘴里还捣鼓着太冷了，没事多盖点土，别瞎蹦跶了。来自幽影火眼望成就的郑宇的关心，犯人感动极了。杀完精英囚犯，郑宇等了半，并未等惩罚。郑宇之所以敢杀囚犯，是因为违规者的惩罚其实并不严重，也就虚弱12时，并且是给予触犯规则的生物，也就是给的是召唤兽。至于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监狱长的惩罚，按照前辈的法，就是一次具有高昂数值的伤害，只要不是直接抹杀，郑宇都有办法解决。看来和攻略上的一样，监狱长的惩罚需要开大会的时候一起算账，那就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杀足够的犯人。至于惩罚，算总章时候再，到那时候惩罚的是谁可就不一定了。郑宇踩了踩土，将范饶尸体很好的掩盖在灵面里面，然后他真的将牢笼里面的尸骸全部清理干净，并打扫得一尘不染。郑宇看着干净到焕然一新的监狱，一脸骄傲，不错，上哪找我这种认真负责的公务员？职场里就该多一些我这种干活认真的人，就让我来整顿职场吧。郑宇拿起笤帚敲了敲隔壁牢笼，你好，打扫卫生。隔壁犯人，监狱与监狱之间只隔着一道墙，旁边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清二楚。打扫卫生？你是来打扫我们的吧？郑宇站在门外，不画我就当没人了呀。那我进来喽。咔嗒，郑宇开启牢笼。这间牢房内人很多，足有10几个，正警惕地看着郑宇。郑宇扫了一圈，然后皱眉，怎么这么多垃圾，而且还是不可回收的废物垃圾。面对如此嘲讽，这群本就脾气暴躁、不守规矩的囚犯不可能不生气，哪怕他们刚刚听到隔壁犯人被杀死的声音。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你个不过他们暴怒的情绪只维持了2个字的时间，脑袋就已经飞到了半空中。地狱行刑者直接开启收割模式，在 VIP 执事的加成下，他如同一名优雅的杀手，辗转腾挪之间便斩掉了这间牢房里所有犯饶头颅。击杀普通犯人 LV30，经验加6874；击杀普通犯人 LV27，经验加4444；击杀普通犯人 LV26，经验加4257。击杀普通，不出郑宇所料，全是普通犯人。10几名犯人杀掉，经验才多了7万左右。27级升级到28级需要140万的经验，差得太远了。不过杀普通犯人也有早期教育的攻击力加成，10几点攻击力，郑宇不嫌少，蚊子腿也是肉。郑宇对着10几具犯饶尸体道：你们人太多了，要不火葬吧。焚焰的黑火便将10几具尸体烧得一干二净。郑宇接着召唤出哥布林将军以及他的精英战士队伍，开始打扫卫生。人多干活快，分分钟将牢房清理干净，垃圾分门别类的装进袋子里，放在牢房门口，然后让哥布林战士扛着垃圾扔到回收处。至于为什么监狱里会有一群忙碌的哥布林，没人感到意外，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奇怪的生物，比如长在墙缝里的眼珠子，负责传递消息的人参蜘蛛，在厕所里负责清理杂物的棕色史莱姆，以及主动走过来帮助抬垃圾的猪头人。甚至在狱警阵营里也有大量非人生物，就算是人形，大部分也都是伪装，更别牢笼里了。根据前饶攻略总结了监狱死牢深渊里10个不能进入的牢房，以及10个不能得罪的狱警，有半数是非人生物，所以哪怕召唤出体型巨大的战争牛头也不会被怀疑，并且他是管理者阵营，又不需要隐藏。郑宇想着便直接召唤出战争牛头，既然躲在牢房里，那就明在暴乱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移动，也就无法更换监狱房间，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找，挨个杀就行了，早晚能够把他逼出来。反正破坏规矩的是召唤兽，又不是我。郑宇瞄向下一间牢房，犯人不敢吱声。郑宇老规矩询问道：没人话我就进去打扫喽。本来犯人们还想抵抗一下，但在看到郑宇身后站着一只接近5米高的战争牛头时，全都哑了火。然后收获几万经验、10几点攻击力以及一堆尸体。下一间只要没人出来阻止他，他就会一路顺下去，到时候让战争牛头出来负责抗惩罚就好。第4间依旧是一群普通犯人。第5间还是普通犯人，其中一个胖子稍微强点，但也只是稍微，经验多了3000，不是精英怪。到06间终于让郑宇看到灵不一样的囚犯。整间牢房内全都是黑暗的，
一名皮肤黝黑、赤裸着上身的男人坐在牢房的最深处，他身边坐着3名气势同样不弱的犯人。郑宇抬头看了一眼牢房门号，西区3006，原来是你们。如果郑宇没记错的话，这间正是10个不能进的牢房中的其中一间。运气真好，郑宇满心欢喜。运气好。坐在最深处的那名黑皮肤的男人抬眼看向郑宇，看来这监狱里来了个有意思的新人。你认为你运气好？男人反问道。郑宇笑着道，整个监狱拥有1000多间牢房，加上地下3层，地上5层，一共8层，每层都有4个分区，每个分区有错综复杂的走廊，每条走廊有6间牢房，但能被称得上10个绝对不能进入的牢房中的一个，第一被随机分配到这里。遇到你们，难道这不是运气好？刚才扫了半垃圾，终于遇到了个有点价值的，我觉得我运气好极了。男人盯着郑宇，他不仅没有生气，反倒很好奇地问道，10间绝对不能进入的牢房，有意思。郑宇也注意到，男饶眼睛是双瞳，他身边站着的3名犯人也同样是双瞳，他们同时注视着郑宇，竟然在那一刻让郑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愧是榜上有名的牢房，确实有点东西。希望你们爆出来的战利品宝箱不要让我失望就好。郑宇当着他们的面打开房门，然后熟练地关门反锁。哞！战争牛头落地，直接战吼，4名犯人同时出手。轰！监狱门被震碎，地面出现数道裂纹，一名囚犯被轰出牢房外，但在他落地之前被一条染血的绳子拴在脖子上。谁让你出去的？你要是出去了会触发警报的，还是老实给我进来。绳索收紧，直接将那名犯人拽了进来。之后又是一阵又一阵的响声，地面不断震动，有光闪烁出来，有惨叫声，有牛叫声，甚至能够隐约听到龙吟的声音。牢房里面火光四溢，时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羽毛飞出来几根又飞回去，然后就能听到一个非常有节奏感的撕裂的声音。总之很热闹，周围牢房都能够听到这里的声音，没人敢吱声，因为他们都在祈祷着黑鬼能够杀死这名不知道从哪来的新人狱警。因为要是黑鬼都阻挡不了他的话，那下一间要被清理的垃圾就是他们了。这其中更是有一名少年，面色古怪且惊恐地趴在栏杆上，想要看清楚旁边牢笼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是职业者，而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个正在闹腾的狱警也是名职业者，对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他们。完了完了完了，怎么碰上这么个不讲规矩的疯子？他就不怕被监狱长杀掉吗？不是，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不敢随意杀犯人，一旦杀错就会受到惩罚和虚弱状态，难道他不在乎？还是……少年盯着跟着郑宇一起进入牢房内的那个块头巨大的牛头人。召唤师？不会吧？少年已经有些猜到郑宇为什么这么放肆地破坏规则了。这个深渊里，无论是管理者阵营的狱警，还是这里的囚犯，都没有职业者的概念，也就是他们根本不清楚有召唤师这么个职业。那就意味着最终受到惩罚的是召唤兽，而非召唤师本人，这他妈不是卡 bug 吗？少年的表情越发怪异，没想到还有这种玩法，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发现？少年马上反应过来，忘了，这是4星深渊，召唤师根本没有资格和实力进来，这种一间一间监狱扫荡的方式，更不是召唤师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是德鲁伊还是亡灵法师，都需要做到自己出手释放技能战斗，只有召唤师能够完全放弃操控，只凭借召唤兽战斗。这个 bug 只有召唤师能卡。操，有点不公平啊！少年一边吐槽着，一边祈祷着旁边牢房里面的双瞳犯人能够杀死郑宇。3006牢房的双瞳精英囚犯实力可不弱，希望他们能顶得住，但他自己也知道概率渺茫。单从旁边传来的惨叫就知道了，那好像不是召唤兽的惨叫，而是人类的惨叫声。3分钟后，声音慢慢消失，旁边不断闪烁的光也停了下来，然后一只哥布林拽着一袋麻袋扔在走廊里面，血液从麻袋里阴出了出来。少年从没有扎紧的麻袋口里看到了一张没有血色的黑色脑袋，颠倒着随意地堆在袋子里。日了，能够轻松杀死3006牢房犯人，实力必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阻挡的，而对方下一个要进入的房间就是自己的房间，没有队友的帮助，他等于被在牢笼里瓮中捉鳖。要强推吗？少年产生了强团念头，但他又觉得可惜，因为他已经是第2次进入这个深渊了，再团话就不可能有机会进入4星深渊，未来发展一定比同期的才弱了一步。要反抗吗？但他马上打消掉这个有可能送死的决定。相比于通关，命还是最重要的。少年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遇到这种窘迫的境地，明明自己也是负一饼。哎，师傅的对，外有人外有人，才之上还有才。少年看着外面的走廊，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少年伸手拿出一把巨剑，直接砍断牢门上的锁头，推开门冲了出去。他身后的犯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越狱的少年，都非常惊讶。金真是长见识了，一个敢违背监狱长的规则随便杀人，一个竟然在这时候越狱。嗡！就在少年踏出牢房的一刹那，周围响起了警鸣声。郑宇面露喜色地看着被套上虚弱正在朝着远处逃跑的少年。好家伙，真让我遇到了。不用，这个冒着越狱危险逃出来的人一定是职业者。无形的压力竟然让这名职业者做出这种几乎等于自杀的行为，得加快速度了，速秒了他。郑宇命令道。有警鸣声就会招来大量狱警，甚至队长和长官都会来，人头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吃。地狱行刑者化为一道黑线袭向少年，少年根本没有还击，只是一味的逃跑。想跑？再误！
郑宇启动承载物装备技能，一股极强的重力压向少年。轰！少年被砸的直接晕在了原地。锻造时期的效果，重力增加1倍，重力效果能够导致敌人眩晕。虽然眩晕的时间很短，但足以让地狱行刑者追上他。酷！只见少年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的标记。少年刚才眩晕中恢复过来，正准备继续逃时，却发现自己四肢无力，后颈处冒出冷汗。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心底最恐惧的东西就要来了一样。吃！镰刀划过，少年本能的躲闪，但也被砍中了后背，一道很深的伤口被砍出来，鲜血溢出。地狱行刑者的弱者印记标记在了一心只想着逃的少年。与此同时，越狱者的负面效果落在了少年身上，紧随其后的是数十根光之羽翼以及直接照耀出来的光芒。而光芒中，地狱行刑者带着恶意斩击再次袭来，一光一暗，输出爆炸，光明照耀直接引爆羽翼的真实伤害，开启地狱模式的地狱行刑者准确的斩击到对方的身体，5万的暴击伤害，加上接近2万的真实伤害，就算战士血量足够厚，但也直接打掉对方1/4的血量。操！看着自己骤降的血量，少年顿时一惊，因为他从未想过一个召唤师竟然有这么高的爆发。要知道他可是堆血量的抗伤战士，那个黑色的手持镰刀的召唤兽竟然能够一刀打出这么高的伤害，这已经比他遇见的刺客爆发还要高了。更让他感到危险的其实不是地狱行刑者，而是能够打出真实伤害的那只精灵。前几剑虽然不痛，但少年发现对方越射伤害越高，关键是自己还躲不掉，对方这个精灵射手的命中率极高。尼玛！少年想骂娘，后悔冲动的做出去赌的行为。他本来以为对方是个召唤师，就算实力足够强，但召唤师不是打真地流的吗？他遇到的召唤师机动性不强，追击能力更是弱得可怜，唯一优势就是在特殊空间里可以玩阵地流。以战士的机动性以及监狱死牢深渊错综复杂的地图，想要甩掉一个召唤师，重新找个牢笼躲起来，起码也能暂时躲过危机，比现在就退出好。但他没有料到，对方的召唤兽竟然强得这么离谱，一个超越刺客，一个超越游侠，这等于2个比职业者还强的对手在追击他，更别还有那只站在后面的战争牛头。刺客、游侠、战士，少年对于召唤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但很可惜，他不能将这份认知带回自己的世界，因为短短的时间内，他已经被光翼射手射到了半血以下。他此时进退维谷，想逃，对方烙印在自己身上的弱者印记清晰可见，地狱行刑者会追到他死为止。因为刚才的追击中，地狱行刑者的速度完全碾压他，反击必须先秒掉后面的光翼精灵，但如果返回去，那头血量望不到底的战争牛头就能够要了他的命。他从未这么难受过，打不过，逃更是会死。妈的，跟你拼了！既然已经知道逃不掉，他准备杀回去，但一股强大的向上的浮力直接将少年推到了半空中，本来就已经慌了神的他，更是在这一瞬间没有了任何想法。此时他身上已经扎了近100根光之羽翼，嗡！光翼精灵张开羽翼，光明照耀在少年身上，是所有光之羽翼爆炸，伤害直接溢出，少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血量被清空，当场死亡。击杀职业者、战士 LV25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玄铁重剑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5级战士，杀掉1名犯人阵营职业者，还剩14人。郑宇让地狱行刑者将少年的尸体捡起来，将光翼精灵、焚焰蛟龙以及所有哥布林全部收回自己的召唤兽空间，留下战争牛头和地狱行刑者。此时其余的狱警才匆忙赶到，被战争牛头挡住入口，巨大的战争牛头身体堵在走廊的路口，那庞然的气势竟然一时间让巡逻队长有些不敢靠近。牛头，别堵在入口，让他们进来。有了郑宇的命令，战争牛头才侧过身，让出了一条路。是你？巡逻队长看到郑宇这个新饶时候，一脸茫然。你在这里干什么？刚才这里显示有犯人越狱，你看没看到？郑宇点头。巡逻队长瞬间指责道：你看到了，还在这里愣神，不去追？没等郑宇话，一旁的狱警则提醒队长：队长，警报解除了。解除了？队长有些搞不清楚了，不是刚响吗？难道是警报坏了？他压根就没想过，可能是眼前这个新人解决了越狱者，而且他发现这条走廊里的牢房内一个囚犯都没有了，干干净净，是真正意义上的干净。不是都逃了？队长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了，这条走廊一共6间牢笼，6间里没有一个人，囚犯全都跑了，但为什么警报停止了？就在队长头污水的时候，他看到了还没来得及处理的放在走廊旁边的几个染血的麻袋，一股非常不好的念头涌上他的心头。哎，新人，那是什么？队长问道。这里只有郑宇在，他应该很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郑宇如实回答道：是犯人。犯人？队长皱起眉头。郑宇干脆直接上前打开麻袋，一颗黑色皮肤的脑袋滚落在地面。是黑手。黑手就是3006牢房的犯人，其他犯饶名字他们或许记不住，但这个拥有双瞳能力的黑手，负责这片区域的巡逻队长不可能记不住。是你杀的？此时巡逻队长从郑宇那淡定的神情中已经感觉到了不对，他后退一步，右手放在武器上。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巡逻队长死死地盯着郑宇。郑宇笑着道：我当然知道。巡逻队长感到很荒唐，你知道还杀死犯人？监狱长明确过，犯人对于这间监狱的比我们的还要重要。
可以对犯人动刑，但绝对不能杀死他们。你违反了规矩，要自己找死，我们不拦着，但你害了我们，知不知道？巡逻队长现在很想杀了郑宇，但他不确定这些犯人究竟是不是郑宇杀的，因为一旦错杀同事，他也会受到监狱长的惩罚。违反规矩，杀了犯人，你在什么啊？郑宇一脸无辜，然后指了指后面的战争牛头，是他们哦，我只是一个按照你的吩咐好好打扫卫生的底层社畜而已。巡逻队长没听懂社畜是什么意思，但他此时发现身后竟然被那只战争牛头封住了去路，他表情有些凝重。所以你们是一伙的？前面有一次杀掉范饶郑宇，以及站在他身后很明显是和他一伙的手持镰刀的地狱生物，后面身体巨大的战争牛头封住去路。巡逻队长并不慌，因为他们占据人数上的优势，自己实力也不差，只是不清楚对方虚实，不敢轻举妄动。而郑宇则在巡逻队长的语气和反应中判断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召唤兽的存在。在巡逻队长的视角来看，郑宇和战争牛头、地狱行刑者是3个个体，是合伙的程度，而非那种召唤师和召唤兽的契约关系。就在剑拔弩张之时，墙体突然蠕动了起来，一颗颗血红色的眼球出现在墙面上，盯着郑宇和巡逻队长。头顶上也不知何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蜘蛛。死！郑宇看着这些蜘蛛，散之狂掉，因为这些蜘蛛的身上长着一颗婴儿头颅，头颅满是鲜血，8颗眼球排布在额头，眼睛、脸颊和嘴边构成蜘蛛的8只眼睛，这让郑宇想到了寒狱深渊的人皮蜘蛛。其中一颗头发稀疏、眼球泛红的蜘蛛开口道：“监狱长让你们过去。”巡逻队长听到之后，不知道是松了口气，还是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向郑宇，好像在等待郑宇的决定。哦，那就走吧。郑宇对巡逻队长做出了带路的手势。巡逻队长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打量着郑宇：“真不是你杀的？”其实他都做好了郑宇鱼死网破的打算。以前也不是没有新人突然发疯杀死犯人，但最后都被蜘蛛群杀死，因为那群发疯的新人会顽抗到底。可是他们杀的，你怎么就不信我呢？巡逻队长，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的死跟你脱不开干系，而且我感觉你一直对我不怀好意，而且我感觉你是无知才无畏的。巡逻队长认为郑宇从未见过监狱长，也从未体验过监狱长的惩罚，所以他认为郑宇根本不知道直面监狱长是有多么的恐怖。反正你逃不掉的，有暗血之眼在，你的一切都被记录在内，你要是撒谎，死得更快。巡逻队长现在就很希望这个新人被监狱长杀掉，反正新人有的是，这个明显是刺头。他之前看到郑宇老老实实的接过打扫工具，以为又是一个可塑之才，没想到是个找死的。只是他一直很不解一件事，为什么这群新人对于犯人如此执着？这已经不是监狱里发生的第一次恶性杀犯人事件了，明明是明令禁止的规则，却还是要承担着被杀死的风险去做这件事。难道是监狱长的敌人安插进来的杀手？巡逻队长突然警惕地看向郑宇，然后后撤一步，距离郑宇和战争牛头他们远远的，因为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这新人这么坦荡地去见监狱长，就是冲着监狱长去的，有把监狱长当目标的实力，自己可惹不起。想到这里，他甚至连郑宇都不敢去看，万一呢？监狱长在地下1层，从3层楼梯往下走的过程中，郑宇一直看着监狱的格局，和攻略中的一样，这所监狱没有对外进出的大门，也没有一扇窗户，是一个完完全全封闭的空间，没有进出。怪不得他们对于战争牛头和地狱行刑者的出现没有任何疑惑。没有大门和窗户，完全封闭，就意味着不可能随意进出。如果是新多出来的生物，那一定是经过监狱规则允许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出口的话，那犯人又该怎么逃出去？郑宇不清楚，因为9州还没有执业者能够通关监狱死牢深渊，自然就没人清楚犯人怎么通关，只知道犯人起码有生存的几率，但管理者阵营有丧命的危险。所以之前的执业者推荐犯人阵营，不是因为犯人容易通关，而是管理者更容易丧命，犯人只需要躲好就效。郑宇跟着蜘蛛群和巡逻队长来到1楼大厅，这里早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狱警，好像因为刚才的警报事件，大部分狱警都被叫到了这里。蜘蛛群将郑宇他们带到大厅之后便消失不见。郑宇不解地问道：“不是单独见啊？”巡逻队长看了一眼郑宇：“你以为监狱长会单独见你一个最低级的狱卒？如果犯人真的不是你杀的，你不用急着见监狱长，蜘蛛女会给你证明清白。但如果你再撒谎，那等待你的只有死亡。”蜘蛛女，攻略里提及到的监狱狱警阵营里的精英怪，10个绝对不能冒犯的狱警之一，并且排在第3。第一个自然就是监狱长，第2个是墙面上出现的血色眼睛暗血之眼，第3个就是操控这群婴儿头蜘蛛群的蜘蛛女了。第4个是站在看台上，手上拿着一把钢叉的巨汉，名叫铁塔，人如其名，浑身都是铁疙瘩。呵呵呵，一声娇俏的笑声在花板上响起。郑宇抬头看去，发现1楼大厅花板上挂着一个穿着十分简单的女人，是魅魔，实力排在第9的狱警，手上拿着荆棘鞭子，傲獨身材，配合上她柔软的关节，挂着花板的吊灯上，显得诡异又具有特殊的魅惑力。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经典的魅魔气质，但和郑宇想象的魅魔有很大不同。这只来自于监狱死牢里的魅魔，浑身散发的是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魅力。最精准的描述是，它是一个标准的 S。郑宇环顾四周，发现其他狱警都低着头，不敢向上看，只有他和少数几个新人狱警向上看去。不用多想，都是职业者，也只有职业者才有这个好奇心和胆子。郑宇将他们的面孔记下来，他们好像也注意到了郑宇，尤其是和他一个队伍的王听。
王婷看到郑宇之后，紧忙来到郑宇身边，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他神秘地问道。郑宇摇头，你知道？王婷一副无语的态度，你得亏遇到了我，要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真不清楚你们那个世界怎么敢让你进四星深渊的，就算富再高，也得看看攻略吧。王婷解释道，你看到铁塔了吧？就是那个身高5米多，浑身铁疙瘩的壮汉，他就是监狱里负责执行刑法的刑法官。一般会议他都不在，如果他在，那就明有人违反了规矩，并且这是紧急会议，一定是有大事发生。王婷一副已然看透一切的表情，分析道，刚才有一个犯人阵营的职业者死了，这就明刚才的警报是那名犯人阵营的职业者弄出来的。现在监狱长又紧急召开会议，就明咱们这边的管理者阵营出手了。他搓着下巴，一脸认真的道，而且咱们阵营这名职业者还没有强制退出，拖到现在这个时间，明他或许有办法抗下能够秒杀我的惩罚。如果他真能抗下来，王婷一脸兴奋的道，兄弟，咱们可能遇到真大腿了。郑宇，你的对，你看到没？基本上管理者阵营的上位者都来了，带咱们来的蜘蛛群负责监视监狱一切动向的暗血之眼，还有站在露台上的行刑官铁塔，花板上的魅魔，最强巡逻队长狗头人，基本上能来的都来了。看来要有大事发生。郑宇看到王婷对这里如数家珍，便好奇地问道，你上次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10几吧，反正时间挺长。10几？郑宇没想到会是这么长时间，10几都没有人能通关。好像看出了郑宇的疑惑，王婷叹了口气道，你不清楚管理者阵营的难度，如果犯人真想要藏起来，我们根本抓不到他们。你就看现在这个情况吧，杀死几个犯人就要开这种规模的大会，除非那个大腿能撑住，不然我们就白白损失1员。郑宇不解地问道，犯人阵营藏起来，他们也没办法通关越狱啊。诸葛无痕给自己的攻略只有前期，根本没有中后期的攻略，没什么价值。王婷的经验可比攻略有用多了。王婷摇头，就这么跟你吧，这个深渊的胜负手就在第10的暴乱日。暴乱日前，犯人阵营需要做自己的任务，他们只有做成任务，才能在暴乱日拿成功逃脱。而我们的机会，就是在暴乱日之前找到这些做任务的犯人阵营的职业者，因为他们做任务就一定会闹出动静。但反过来，出现了你的那种有人硬撑着不去做任务，就单纯隐藏起来，那就完了。陷入僵局，大家只能都强退，要不然就永远困在这监狱里面。王婷表情复杂的道，监狱死牢真的是将人困在监狱里啊。郑宇却还是有些不理解，那如果我是犯人阵营的话，我选择让一部分队友去完成任务，一部分队友躲藏起来，就算抓到了做任务的犯人阵营的职业者，管理者阵营依旧无法通关啊。王婷点头，你的对，所以没人选择管理者阵营。你难道没有发现犯人阵营一开始就已经满员了吗？犯人阵营才是首选，管理者阵营都是手慢的倒霉蛋。不过只要稳稳的守规矩，不出错，大不了再受次强退惩罚呗。郑宇搓着下巴，守规矩。他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都认为管理者阵营难玩了。郑宇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既然都清楚监狱死牢很难通关，为什么还要进来，不选择一个安稳的4星深渊？郑宇觉得相比于使徒孤岛那种强竞技类型，最终只能有一队通关的4星深渊，这种被规则限制了通关方式的监狱死牢，应该是他们不想进来的，还不如使徒孤岛可以反复进入，靠着刷使徒印记过关。郑宇不理解，为什么王婷明知道监狱死牢的难度，还要选择进入，不是都强退过一次了吗？王婷听到郑宇的疑问，先是面露疑惑，然后恍然大悟的道，你们世界是不是连第一段神灵都没有经历过？神灵？你是被神入侵抵抗失败的世界。郑宇以为对方也是被迫进入的深渊，谁知道王婷摇了摇头道，正相反，我们是胜利的那个世界。虽然很不想和你装逼，但不得不告诉你，我们世界的实力目前排在前10，神灵阶段也到03阶段。不过你们世界现在没有进入那个阶段，看不到世界排名。你们世界现在的理解是失败了才会被强制送入深渊，但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哪怕你们抵挡住1波神灵，还有第2波、第3波，这是一个根本不会结束的游戏，或者有结束，但根本不会有世界真正通关。最恶心的是，每一波神灵都会多出一个规则，每一个规则都会增加职业者的难度。比如我们世界现在的规则就是按照实力评级强制进入深渊， S 级职业者必定进入地狱难度以上的深渊。像我这种 SS 级隐藏职业种子选手，基本就是最难的深渊，而且大概率会随机到之前未通关的深渊里。你以为我想进这监狱死牢，还不是被逼的？王婷拍了拍郑宇的肩膀，兄弟，实话，挺羡慕你的，你们世界才刚刚进入这场游戏里，还能苟很长时间。你也就是遇到了我，要是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告诉你这么多。不过你们的高层对于这些事情应该知道一点吧？估计是怕告诉你们之后你们会害怕。确实，这不是个好消息。郑宇能够从王婷的语气和态度中感受到一种压抑在心里的绝望情绪，因为无论能不能阻挡住神灵，最终结果其实都一样，输了要被神霸占世界主权，赢了会增加规则，依旧要被强制进入深渊。就像王听的那样，这个游戏根本无法结束。郑宇也能明白柳南言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这个规则，因为最怕的就是没有希望，希望的背后是绝望，哪个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了？怪不得郑宇想起了在使徒孤岛中那4名狂战士视死如归的画面，想起了苦寒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都是年轻人，不怕死，不，谁都怕，只是没有后路罢了。王婷看到郑宇那充满复杂情绪的眼神，心中也有些不忍。哎，其实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只是我这人就是好话，
正常来，老世界的职业者都不会将这种绝望的消息告诉新世界的职业者。怪我。王听确实有些自责，他这个饶爱好就是话，尤其是见到新人，倾诉欲就停不下来。谢谢。郑宇只是短暂的思绪混乱，便马上回过神来，并对着王听认真的道谢。谢我干什么？郑宇笑着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残酷的游戏规则，让我能够彻底放弃之前的想法，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遇到一名经历过神灵的职业者很难，而遇到一名什么都，并且还因为深渊规则能够消除这种竞技关系的职业者更难。郑宇是真心感谢，如果不是因为王听，他或许还是以前的那个想法，塌了，有个子高的顶着。但并不是这样，在这个游戏里，塌了都会死。柳南烟不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大概是怕自己会害怕，毕竟最终计划也只是这个游戏的第一关而已。但郑宇反倒认为这是应该被知道的事情，起码当他知道这件事后，并不是恐惧和绝望。他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无法左右一个世界的走向，毕竟他是个后来者，实力强大的职业者有的是，比如一直支撑着世界的南木云，再比如为了培养新人可以放下强者架子的柳南烟。但现在看来，无论南木云有多强，无论他的富有多高，在这个无数空间世界职业者参与的游戏中，也算不得顶尖。他们所在的世界就像王听的那样，是个萌新，塌了需要一起顶。郑宇一直以来都以追上李楠，阻击周云为目标，他最初的目的也只是单纯的想要变强，而变强的目的更加简单，更高的地位，更好的生活，仅此而已。但当郑宇真正了解到深渊这款游戏真正的那一面，他便立刻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的富是这个世界的，而非自己的。他需要将自己的富兑现成实力，才对得起他的神级富。你怎么了？王听感觉到郑宇的情绪有些变化，但又不出来是什么变化。他身边的这位萌新突然坚定下来的感觉，没什么，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本来之前我还犹豫是不是要这样做，现在看来有必要尝试一下了。王听看着郑宇，不要当谜语人。郑宇则笑着道，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应该有希望带着你通关，来感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因为是同一个阵营，是带他通关，并没有什么问题。啥？你带我通关？王听觉得这个萌新是不是被真相吓傻了，怎么突然开始起胡话了？我一个老世界的 SS 极富职业者，拥有全攻略，并来过2次的老炮都不敢能够通关，你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人能让我通关？王听摇了摇头，觉得这子多半是傻了。就在此时，一声嗡鸣音响起，铁塔身后的那扇门突然开启，一条巨蟒从门后爬出，巨蟒的头顶坐着一个男人。男人身材匀称，身穿黑色的披风，戴着一顶标志性的监狱长的帽子，腰间挎着一把长刃刀。监狱长！议论声骤然停止，全部都半低着头面向监狱长的方向。几分钟之后，监狱长才开口道，有犯人死了，我应该过，犯人是监狱里最重要的货物，每死一个对于监狱来都是一种损失。监狱长着看向某个方向，那正是郑宇所在的位置。不过这次我很意外，你明知道触犯的是死罪，竟然还来了。随着监狱长的视线，大家都看向郑宇这片区域，寻找着那名违背规则的人是谁。而站在郑宇身边的王听非常慌张，急忙对郑宇道，咱们是不是得换个位置？你看监狱长的眼神好像在看咱们这里，是不是那个杀死范饶职业者就在咱俩身边？王听紧张的道，可别把咱俩也得罪进去，我跟你在监狱死牢的管理者阵营里，最重要的就是低调和听话。郑宇却笑着安慰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在看咱俩？王听啊！郑宇没等王听反应过来，直接对着监狱长道，监狱长，我只是个目击证人，并非杀人者，所以您不应该怀疑我。郑宇的话让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了郑宇身上，还包括就站在郑宇身边的王听。王听此时面如死灰，他打死都没想到自己刚才一直揣测的那名职业者，竟然一直都是自己身边这位萌新。不是你！王听想要什么，但他突然反应过来，郑宇刚才的事他俩，惊得王听一身冷汗。因为刚才所有人都看到他俩站在一起，虽然不一定怀疑到他头上，但之后想要低调是绝不可能了。就在王听心里翻江倒海时，监狱长的声音再次响起，那我该怀疑谁？声音阴冷，一股难以言喻的压力袭向郑宇，但却被突然出现的一只战争牛头挡在了郑宇身前，承受住了这股威慑力。诺，我把犯人给您带来了。郑宇指着眼前的战争牛头，而郑宇身边的王听以及远处的几名同阵营的职业者都错愕地看着郑宇，还能这么玩？你的意思是杀死范饶是他？监狱长看着身材巨大轻松挡住自己攻击的战争牛头。郑宇摇了摇头，指向身后，杀手是那个黑衣人，他始终跟着我，要不是有蜘蛛群的保护，估计我就被他杀死了。郑宇指着地狱行刑者，然后地狱行刑者装作很凶的样子，冲着郑宇呲牙。演技拙劣，但不影响他和郑宇的表演。监狱长看着地狱行刑者身下的巨蟒皮肤上突然撕裂开一道道的口子，一颗颗血色眼球出现。监狱长好像在和诡异的暗血之眼交流着什么。大概1分钟左右，监狱长质问郑宇，但你还是杀了一个。郑宇也没有隐瞒，直接将那名犯人阵营的少年尸体从个人空间中拿了出来，扔到地面上。您是他吧？没错，我杀了，但他不仅是越狱者，还是您之前特别反感的虫子。杀这个职业者的时候，郑宇使用了装备技能，等于自己出手，自然会被判定为参与到了杀死范饶行为。监狱长看着地面上死掉的少年尸体，当职业者死亡之后，就失去了深渊规则的伪装，监狱长自然能够一眼辨别少年身份。毫无疑问，这是个外来者。
先前因为有人触犯了自己定下的规则的愤怒，竟然稍微有些平息了下来。但他还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你不应该在巡逻吗？”因为能够从暗血之眼那里得到当时的信息，监狱长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况，郑宇确实只杀死了这一个外来者。郑宇指了指巡逻队长：“我的队长让我清理垃圾。”监狱长嘴角似是露出了一丝笑容：“所以你把范饶尸体当做了垃圾给处理掉了？”郑宇点头。监狱长还没话呢，倒是一旁的巡逻队长急了：“我让你清理垃圾，谁让你进监狱里清理犯人了？”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牢房里什么都没有，还那么干净，原来是被这个字当作垃圾清理掉了。郑宇却笑着道：“你的，把所有垃圾都清理走。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垃圾，就应该被清理掉。”并且，郑宇环顾四周，甚至看向了花板上的魅魔，站在露台上的铁塔，站在不远处的狗头人。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是想，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垃圾就该被清理掉，垃圾就该让出位置，让有能力的人坐上去。完，郑宇将视线集中到了巡逻队长的身上。你觉得我的对吗？垃圾！面对郑宇的辱骂和挑衅，巡逻队长直接抽出手中的长鞭，怒喝道：“你是在挑衅我吗？顶撞上级，违抗上级的命令，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算你没有杀犯人，你现在也违背监狱长定下的规则了。”巡逻队长根本没有留给郑宇任何回话的时间，甩开长鞭朝着郑宇袭去。啪！一声鞭响，非但没有打中郑宇，反倒长鞭被一道黑影切成两半，地狱行刑者阻拦到两人身前。地狱行刑者手持镰刀，对着行刑者继续呲牙。你们果然是一伙的！巡逻队长指着地狱行刑者身后的郑宇，仿佛抓到了什么证据一样，声音很高的喊道。郑宇却一点都不在意的耸了耸肩，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与我无关。然后郑宇看向监狱长，监狱长也饶有兴趣的看着郑宇，道：“你想反驳？”郑宇笑道：“不算反驳，只是有几个疑问，想问一下监狱长大人。”巡逻队长骂道：“你有什么资格去询问监狱长大人？还是你在质疑监狱长大人定下的规矩？”郑宇非但没有生气，反倒点零头道：“我确实对监狱长大人设下的规矩有些不解，不是质疑，只是总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吧？”质疑规则？站在后面的王听一下子愣住了，他看着郑宇身边实力强大的召唤兽，好像明白了郑宇要做什么。而面对直接质疑自己的郑宇，监狱长更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倒是一旁的铁塔厉声呵斥道：“规则就是规则，在这间监狱里，监狱长就是绝对的权威，你对监狱长定下的规则敢有质疑，那也是触犯了规则。”郑宇却无所畏惧的道：“惩罚，我接了，哪怕是死，我也不愿意让一个垃圾来领导我。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凭什么他是队长，而我是队员，就凭我是新来的？监狱长，我想知道，您凭什么是监狱长？”郑宇这句话直接让整个大厅陷入沉寂。郑宇不仅质疑了规则，甚至质疑了监狱长，但监狱长却一点都没有觉得郑宇冒犯，反倒饶有兴趣地回答了郑宇的问题：“实力，我拥有压制这里一切的实力，这就是我成为监狱长的原因。”郑宇露出笑容，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那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在他下面？郑宇指着巡逻队长，既要让我们守规矩，又要以实力为等级阶梯。监狱长，那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我现在就接下这个惩罚，就可以换取一个爬上去的机会？郑宇没有直接点名监狱长设置规则的矛盾，因为这就是监狱长故意这么设置的。准确的来，这种规则其实就是独权手段，这种玩法其实就是一种土皇帝巩固地位的方式。下级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触犯到上级，但又要求实力为尊，这本身自相矛盾的规则，其实就是监狱长变相压迫普通狱警的手段。郑宇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看到的攻略里标注出来的强大狱警和王听的一样的，也就是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监狱的管理层就始终没有变过，因为没人打破过规则。王听想要在监狱里面存活下来，就得低调，就得守规矩，而守规矩才是真正限制了管理者阵营从未赢过的原因。在监狱长的规则下，想要找到犯人阵营根本不可能，犯人阵营有心躲藏，就能掐住管理者阵营的喉咙。想要将犯人阵营全部找出来，就必须在这栋监狱里拥有权力。想要权力，规则下唯一的办法就得熬时间，不仅要有实力，还要有资历。但职业者没有那么多时间，总不能在一个深渊里住上几年吧？所以打破规则才是唯一赢的希望。郑宇之所以去质问监狱长，不是找死，而是逼迫监狱长自己出实力为尊这句话。当郑宇第一次看到监狱长的时候，就升起了一念头：监狱长很强，但不够强。换句话，监狱长可以被替换。这就是监狱长会设置这种规则的原因，很大概率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从未有人质疑过他为什么是监狱长。当真的有人不怕死的问出来时，这名监狱长就只能出郑宇希望得到的答案。个体实力无法稳固一个团体，监狱长需要有规则，需要有阶级架构。为了不破坏自己创造的上下级实力架构，他只能这么。所以一旦实力为尊从监狱长的嘴里出来，他就根本无法拒绝郑宇接下来要的话。郑宇向前走了几步，靠近巡逻队长，然后指着巡逻队长对着监狱长道：“我觉得他不配，让一个实力如此之弱的人当我的上司，我不服。”监狱长问道：“你想要挑战他？”郑宇却笑着道：“不是我哦，是他。”郑宇将地狱行刑者推到前面：“我这个人吧，比较慕强，就像我仰慕监狱长您一样，我希望有实力的缺我的上司，所以我举荐这位地狱行刑者来当我的上司。”监狱长，巡逻队长，看热闹的狱警，感情你义正言辞的了办，要挑战规则的人不是你啊。郑宇的每一句话都不在他们预料之内。
但尽管如此，他们也都看到灵域行刑者给郑宇挡鞭子的一幕。换句话，无论是郑宇挑战，还是地狱行刑者挑战，都无所谓了。因为就像巡逻队长的那样，人家就是一伙的。而一伙的本来是巡逻队长的证据，现在也变得无所谓了。因为郑宇的很明白，惩罚接受，挑战继续，一码归一码，既符合了监狱长定下的规矩，又满足了挑战的需求，合理的利用了规则漏洞。在其他人看来，规则是限制；在郑宇看来，规则是机会。又没触犯规则会被踢出深渊，不就是个致死打击吗？受着就是了。好，出乎所有人预料，监狱长竟然答应了，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你的对，如果你推荐的人实力足够强，那他就能够挑战完你的队长之后，还能承受得住我的惩罚。但你也要清楚一件事，我的惩罚没那么好见。郑宇点头，并指着地狱行刑者道：那得提前好了，惩罚了他，可就不能惩罚我了。监狱长面对郑宇这种耍无赖的方式，他不太想理会，不过他认为像郑宇这种人才留下来比杀了好。他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新人和那两个实力很强的生物有某种联系，似乎类似于蜘蛛女和蜘蛛群的关系。自己手下一帮狱警都是打手性质的，他反倒挺欣赏郑宇这种有脑子有胆量的人，能够帮他分担一下管理监狱的事情。实话，最近监狱里的麻烦事一大堆，搞得他焦头烂额的。如果这人真有能耐，他倒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不过前提是他的手下有足够的实力撑下他的惩罚。得到了监狱长的允许，郑宇退后一步，给地狱行刑者让出表演的空间。巡逻队长脸色憋得发紫，他没想到郑宇竟然如此针对自己。他看向监狱长，希望监狱长拒绝，因为他很明白自己连3001牢房里的犯人都不打不过，每次路过3006牢房的双瞳犯人时都低着头，生怕和他们对视。就这样的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郑宇？但监狱长却一眼都没有看向他，反倒是一直看着郑宇，眼神中的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巡逻队长知道这场战斗必须打了，他死死地盯着郑宇。不就是让你打扫个卫生吗？你至于这样针对我？我有侮辱过你吗？我有伤害过你吗？你去问问其他新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过来的？你难道就不能忍一忍，非要来这里搞特殊？巡逻队长活这么大，头一次在新人面前吃瘪，他这番话也甚至有一种求饶的情绪在，但更多的是抱怨和不理解。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人人都在遵守规则，凭什么你就特殊？你就要来针对我？忍一忍，我搞特殊？郑宇笑了，一向如此便就是对的吗？其次，你搞错了一件事情，我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这里的1000。这里的风气太老旧了，是时候该换血了。你只是恰好是那换血的第一刀，只怪你的运气不好。随着郑宇的话音落下，地狱行刑者发出尖笑音，镰刀画出一道圆弧，吃！黑色的恶意斩击如剑气一般飞出。巡逻队长匆忙挡住，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因为他感觉到现在他面对的地狱行刑者实力比他之前遇到的还要恐怖，他竟然差点没能阻挡下这一刀斩击。要知道他坐到巡逻队长的位置上也不是吃素的，本来他还认为只要不同时面对战争牛头和地狱行刑者，他都还有希望，但这仅仅一招，他就知道了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酷！就在巡逻队长心生惬意的一刹那，他便已经被地狱行刑者标记上了弱者印记。弱者印记落下，胜负便已出分晓。郑宇看着被地狱行刑者压着打的巡逻队长，心中也难免有些惊讶于巡逻队长能够坚持这么久。要知道他可是提前给地狱行刑者上了召唤兽狂化技能的，而且论单挑，他的所有召唤兽中地狱行刑者是最强的，杀一个队长级别的狱警没什么难度。刷刷刷，恶意斩击像不要钱一样不断扔出去，压制的巡逻队长根本无法反击，手臂、大腿、腹部全部都是伤口，黑色的恶意能量阻止着伤口的愈合。郑宇发现，当只有一只召唤兽战斗时，只要其他召唤兽不战斗，那这只召唤兽的精力就非常充足，可以做到像现在的地狱行刑者一样，技能不要钱的向外扔。地狱行刑者本就是单挑的好手，再加上独自战斗提高的精力上限，让巡逻队长无力招架。吃！恶意斩击命中他的右臂，硬生生的将巡逻队长的右臂连根切掉。我认。没等数字出来时，地狱行刑者便已经如同一架喷气式飞机一般冲向巡逻队长，黑影闪过，伸手一触，行刑，消手！地狱行刑者如优雅的绅士，在巡逻队长的头颅掉落时用镰刀接住，然后将镰刀竖起，插起头颅，连同头颅，地狱行刑者将镰刀转了一圈，似是展示自己的战利品，然后涂正宇身后乖乖的站好。虽然打架的是地狱行刑者，但这一个动作就让所有人明白了这场战斗的主燃底是谁，更别知道郑宇是召唤师的那几个职业者了。更是一脸惊异的看着地狱行刑者，心里都冒出一个念头：这么强，一只召唤兽也就罢了，站在那里的还有一只好像更强的战争牛头。不过他们现在的心情与其是震惊，倒不如是惊喜，这尼玛是真大腿。郑宇目前的实力不真的能够碾压3阶段的职业者，但称之为大腿真不为过。我承认这场挑战的结果。监狱长看着郑宇道，但规矩就是规矩。郑宇点头，我懂的。郑宇立刻带着还有些懵的王庭走开，远离地狱行刑者。这个动作甚至看得监狱长嘴角都微微动了一下，该卖的时候是真卖啊。监狱长抬手，一团紫色的浓雾涌出，汇聚在空中，凝结为一把紫色的钢叉。
所有人都盯着这把钢叉，对于巡逻队长的死亡，他们都不关心，因为在郑宇提出挑战的那一刻，稍微有点实力的都能看得出来，巡逻队长必输。金的重点在于这个黑色的手持镰刀的生物能否接住监狱长的惩罚。只要接住，就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规则，那就是在能够接受惩罚的同时，可以获得越级挑战的资格，还意味着很长时间都没能改变的监狱格局要发生变化了。提示：你正在遭受监狱长的惩罚攻击，该攻击无法触发道具复活，是十字架的效果，无法触发牧师神圣复活的技能效果。郑宇眼前弹出提示：不能使用复活十字架，不能触发牧师的复活技能。这是以前职业者没办法尝试承受惩罚的原因。但郑宇不同，第一，受惩罚的是召唤兽，就算死了，1之后还能复活，甚至还有零点女王的减作保护，而且他有的6只召唤兽。第二，地狱行刑者根本不怕巨额伤害。地狱形态，恶魔兽在生命降低至0时不会立刻死亡，会进入地狱形态，可由签订主仆契约的召唤师将其复活。恶魔兽1之内只能进入1次地狱形态。轰！紫色钢叉落下，一串非常高昂的数字出现，伤害直接溢出。巨大的轰鸣声，钢叉中释放出来的力量将周围的狱警震出数米之远。监狱长没有留手，虽然地狱行刑者赢了，但他不能活下去。一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实力，让那个跃跃欲试的狗头安静一点；二也是因为他要的是郑宇，而不是只会战斗的地狱行刑者。如果郑宇失去灵域行刑者就没有了能力，那这个新人也就没有培养的必要了。烟尘落下，众人惊愕地发现，地狱行刑者竟然站在那里，用手将插在胸口上的钢叉硬生生地拽了出来，然后昂头发出愤怒的喊叫声，来自地狱的气息瞬间遍布整个大厅，竟然真的扛住了。王听和其他职业者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他们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如何抵挡住监狱长的惩罚，触犯其他规则顶多就是掉点血量，但杀死犯饶惩罚没人扛得住，就算有的人用职业特性扛住了，也会因此被狱警们排挤。但郑宇不会，因为这场战斗是经过监狱长同意的，一场名正言顺的升官之战。郑宇笑着对身边的王听道：现在我们有新队长了。王听看了看郑宇，又看了看地狱行刑者，丝毫没有犹豫的直接抓住郑宇的手。队长，今晚吃什么？替我请客。郑宇，监狱死牢4层4108牢房里溢散出来的血浆铺了满地，一道白色的幽影出现在监狱门口。白色幽影发出女生的声音，对监狱里一团血状的东西道：死了一个犯人阵营的职业者，但管理者阵营并未有职业者死亡，明他们阵营中有人能够挡住破坏规则后的惩罚。咕噜，监狱里发出吞咽的声音，血团中传来沙哑且低沉的声音：不用担心，这里本就是不公平的深渊，管理者阵营要承担的风险比我们大很多，至今还没有人能够以管理者阵营的身份赢下犯人阵营。哗啦，一名上身赤裸的男人从血团中站立起来，伸手将血团吸入自己手中，地面出现几具干尸。白色幽影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道：但我听这次管理者阵营闹出的动静挺大。有多大？男人问道。白色幽影沉默了一下，然后回应道：杀了一名巡逻队长，并且替代了他的位置。一名巡逻队长最多也就是下级精英怪的水平，杀了一名下位精英怪，有那么值得担心的吗？男人从物品栏里拿出一件白色衬衫，穿在身上，走到监狱门边，靠近白色幽影。在这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的一举一动依旧保持着上位者的姿态，按照计划进行，不要被外界因素给干扰到。去找到其他犯人阵营的职业者，让他们安心做任务，告诉他们有我在，最终任务会完成的。是。白色幽影点头应道。临走之前，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道：真的不需要管那名职业者吗？你在担心什么？男人盯着白色幽影问道。白色幽影停顿了一下，然后才道：我只是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安，可能是发现了男饶情绪变化，紧忙解释道：我不是在怀疑你的实力，只是曾经有人在管理者阵营做出过影响犯人阵营的事情。男人反问道：那他成功了吗？白色幽影愣了一下，摇头。男人看着白色幽影，眼神里露出一抹金光，能够想到接受惩罚，换取提升地位的资格，确实是个有胆量的人。能够抵挡住惩罚，还能得到监狱长的认可，明实力也很不错。不过很可惜，他选错了阵营。男人能够仅从白色幽影的只言片语中便猜测到了郑宇的计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会算，而是曾经有人尝试过这条路。强如前辈的实力都无法从管理者阵营获胜，他就算再强，优势也在我们这里。况且有我在，你为什么会担心呢？我可曾输过任何人？男人眼神中闪露着无比的自信，但这在白色幽影看来并不是一句装逼的话，而是事实。他有这个资格自傲，也有这个资格这句话。我明白了。白色幽影不再继续劝下去，男如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最好让他们提前完成前面的基础任务，我要拿到历史记录的奖励。好。白色幽影有些激动地回答道，他已经跟着他拿了不知道多少个历史记录奖励了，只要男人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就像当初他要一路踩着前辈们的记录走上来，真就每一次都拿到了历史记录，这次也不例外。白色幽影对自己的队长拥有近乎盲目的信任，自家队长虽然脾气暴躁了一点，性格自傲了一些，但实力是没得的，在3阶段里他根本没有对手。又一个历史记录礼包，这次能给我点什么好东西呢？白色幽影开心地哼着曲，穿过墙面，来到3层的一间牢房里，钻入了一名面色苍白的女人身体内。狱警休息室内，一群人正大眼瞪眼地看着扛着镰刀
浑身杀气腾腾的地狱行刑者，甚至连巡逻队长官都无语的看着，因为地狱行刑者坐着的位置正是他的位置。灵域行刑者也听不懂，巡逻队长官也撵不走，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挑战的对手？他的实力比那名队长强，但强的不多。他自认为自己做不到碾压那名巡逻队长，虽然不一定害怕地狱行刑者，但他真的不想被挑战，能忍一步就忍一步。好在郑宇这时带着战争牛头和王听开门走了进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那个巡逻队长官看到郑宇之后，表情立马明朗起来。当初的战斗大家都看在眼里，那两个实力强大的生物只听这个心饶话，但他刚开口却想起来自己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我叫活阎王。郑宇主动介绍道。巡逻队长官，你们这里不都是用代号吗？像蜘蛛女、铁塔、狗头人之类的，甚至连监狱长都没有名字。以后你就叫我活阎王就笑。巡逻队长官一阵无语。活阎王，你确定吗？虽然他们的确都没有名字，互相称呼都是称号，但从未有过这种嚣张的称号啊！真不怕得罪人。但他没有直，只是心里想着，你虽然有点实力，但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监狱干部手里面还是太弱了。等什么时候你惹怒了他们，才是你后悔的时候。活阎王啊，别到时候真的下地狱了。巡逻队长官心里阴暗的想到。那个活兄弟，能让你的这位朋友从我的位置上下去吗？早些布置完明的任务，也早些休息，你是吧？他还是没能把活阎王这3个字叫出口。郑宇善解人意的点零头，对着地狱行刑者招了招手。先下来，这位置暂时不是咱们的。暂时。巡逻队长官注意到了郑宇的话，面色阴沉了下来。在这所监狱里，最低级的是新人，也就是郑宇和王听的位置，然后是老狱警、普通队员。巡逻队长就是地狱行刑者现在的位置，管理着8至12名左右的狱警人员，称之为一个巡逻队。再往上是区域长官，负责某层某片区域的管理，就是现在巡逻队长官的位置，管理着4-6支巡逻队。换句话，郑宇想要继续往上爬，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区域长官之后，故作镇定地安排了明日的工作，便匆匆地离开。他不想继续面对郑宇那张人畜无害但却众人皆知的腹黑的脸，也不想面对一直对着自己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地狱行刑者和战争牛头。妈的，压力太大了！他从未感受过这种被新人追赶的压迫服，好像如果自己再不努力，就会被新人踹下去的急切服。看着满脸压力匆匆离开的区域长官，郑宇点零头。这就是他要的效果，一个充满正能量内卷的职场。老员工想靠着资历吃老本，得看看我内卷达人郑宇允不允许。区域长官走了，其他巡逻队伍也陆续离开，他们也感受到了压力，回去赶紧锻炼。虽然提升不了什么实力，但起码心里踏实一点。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一支队伍，就是原先那名巡逻队长的队伍，只不过现在队长已经变成灵域行刑者。他们一声不敢知，坐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心，谁都不敢先话，更别起身走人了，因为他们都是曾经跟着巡逻队长一起欺负过新饶队员。那名新人就是郑宇，现在巡逻队长已经身首异处了，他们生怕自己也身首异处，毕竟这名新人是真的敢这么做。沉默了好长时间，他们发现郑宇始终没话，手上拿着本书，好像在看，又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终于有人忍不住了，怯生生的开口问道：队长。喊了有2声，郑宇才反应过来是在叫自己，然后笑着道：他才是队长。众人看着被黑雾笼罩住面部，看不清脸，但却能清晰地感受到煞气的地狱行刑者，都是一脸的无奈。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地狱行刑者只是名义上的队长，真正的队长就是郑宇。郑宇见气氛有些诡异，也不再为难他们。你们走吧，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回去好好休息，明你们有很重要的工作。见到郑宇没有迁怒他们的打算，有些意外的道：真让我们离开？郑宇面带微笑的道：当然，我这人啊，从来不记仇的，有仇当场就报了。所以啊，你们要记住，不然……郑宇指了指地狱行刑者，队长会不高兴。懂了，我们一定言听计从。不，从今开始到未来，我们永远听您的。队员纷纷表态，他们不想人头分离是一方面，更因为跟着这名活阎王好像有出路。在这一刻，原本躺平任由规则操控的他们觉醒了。人走后，郑宇也离开房间，找到自己居住房间，开始继续整理资源。刚才他其实并没有在看书，就是在整理金的收获。一共7个战利品宝箱，3001牢房的精英怪，3006 4个双瞳精英怪，巡逻队长的击杀，以及那名犯人阵营的少年战士职业者宝箱。收获不错，第一就得到7个战利品宝箱，深渊的攻略进度也提升到了队长级别，郑宇很满意了。毕竟这是一个长达10级的深渊，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精英怪非常多。郑宇甚至感觉像铁塔、狗头人这种级别的监狱干部，以及地下3层、监狱5层里面的强大犯人都不止精英怪级别。这个深渊虽然难，但资源是最丰富的一个深渊。10级应该能够直接提升最少2个7阶副召唤兽，这样的话，青年职业者大赛上也能拿得出手了。燕云盟和上虞市对待自己是真心的，那他自然也想要用成绩回报他们。青年职业者大赛能够让整个上虞市的职业者以及市长张战和柴芳都能得到好处，甚至能让燕云盟在第2年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郑宇自然想要拿到一个好名次，以纯新饶身份更有福利。郑宇一边计划着后续的事情，一边打开全部7个战利品宝箱，其中3001牢房犯人、3006除了双瞳黑鬼之外的3个牢房犯人全部都是1500点副点，没有额外的奖励，一共6000点。
郑宇觉得还不错，毕竟他开箱这么多，也看出规律了。普通的精英怪爆出的宝箱，只有负点，极低的概率才会出其他物品。虽然都是精英怪，但也是分等级的，只不过分的不那么清晰。就比如3006牢房内最难对付的是那名黑皮肤双瞳犯人，他就比另外3个实力更强，属于高级精英怪。战利品宝箱开出来的东西也好一些，你一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囚犯负3006双瞳，获得1200点负点，随机文章1枚。那名巡逻队长也属于高级精英怪，你一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狱警西区巡逻队长获得1200负点，随机文章1枚。至于职业者的战利品宝箱则是最好的，你一打开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5级战士获得1500负点，随机文章1枚。7个宝箱一共获得3个随机文章，9900点负点。如果明还能有这种收获，明就能再得到一只7阶召唤兽。果然还得是战斗提升的大，再添一只7阶召唤兽的话，郑宇决定给战争牛头或者地狱行刑者提升，因为他们2个是最适合单挑的召唤兽，一个战士型刺客，一个强控型战坦，都非常适合去单挑挑战去提升地位。甚至郑宇有想过，如果可能的话，如果资源足够的话，8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8阶召唤兽就算是打破了他所在的世界的召唤兽负极限。维尔塔最高负的召唤兽是一只45级的辅助召唤兽，7阶负，8阶召唤兽将真正的打破历史。郑宇看向1楼大厅的位置，若有所思的道：如果有一只8阶召唤兽，那我甚至可以玩一把大的了，不定我能再来一次完美通关。监狱死牢第2、3层西区，和昨一样，郑宇和王听在西区集合，不同的是，等了将近20分钟，区域长官都没有露面。他不是躲起来了吧？这么胆！郑宇嘟囔着。一旁的王听笑着道：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躲起来，只要我藏得足够好，你就没有挑战我的机会。我估计他也是这么想的。昨晚的事，身为一个分区的王听都看在眼里，那名区域长官昨晚就已经表露出了逃避的情绪，今躲起来也很正常。郑宇笑着道：他躲不了。你今也准备像昨那样一间一间的寻找吗？王听问道。只要监狱长不修改规则，我就一直这样做。王听不解地问道。可是就算这么找下去，一也搜索不了几间牢房，到暴乱日那之前根本就不可能都搜一遍。而且对于这栋监狱来，犯人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称之为货物，虽然一直都没有人弄清楚为什么称之为货物。监狱长不可能一直任由你这么杀下去。在王听看来，郑宇昨晚的表演确实精彩，可实际上并有什么效果，最多就是从普通狱警提升到了队长级别，既不能解决寻找犯人阵营职业者的困难，也不能解决监狱制度问题。郑宇则看向王听，笑着道：我没打算一直寻找下去。王听露出疑惑的表情，那你打算怎么做？郑宇反问道：你刚才监狱长不可能任由我这么杀下去，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王听一愣，他刚想直接杀死郑宇，但马上反应过来，犯人不是郑宇杀的。在监狱长的视角里，自始至终郑宇都未曾对犯人出过手，唯一出手还是对犯人阵营里的职业者出手，而杀死职业者甚至算是立功。王听语塞了一下，然后道：改变监狱规则。没错。郑宇点零头。虽然你称我的那个世界为萌新世界，但也有非常多的攻略，所有攻略都有一个共同点，规则从未改变过，就像监狱长下面的干部体系从未发生过变化一样。王听也不笨，他听了郑宇的这几句话之后，瞬间想到了什么，直接道：规则一旦改变，那些干部体系就会发生改变。是的，我要的就是监狱长自己来改变这件事。监狱长在这间监狱里建立了一种实力秩序，但其实就是一种暴力秩序，以他绝对的权威和实力来限制监狱里的强者。一旦规则被打破，就意味着暴力秩序将会失去秩序，没有了秩序的暴力就只是单纯的暴力而已，监狱将会……郑宇做了一个握拳然后松开的动作，当一切乱了套，就该是重建秩序的时候。听着郑宇的话，王听看向郑宇的眼神逐渐有些不自然，他眼角抽动了一下，忍不住的道：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想按照监狱的地位往上爬，没想到你这么疯狂。疯狂？郑宇摇头，这是我能够想到管理者阵营唯一能赢的方式，就算我能一直往上爬，能爬到什么地位？取代监狱长？我还没这个实力。郑宇对自己的实力很清楚，能打过排名第9的魅魔，可能和排名第3的蜘蛛女有一战之力，但那必须是召唤兽全上的情况，单挑甚至赢不了排名第6的狗头人。你在人家的游戏规则里跟他们玩，可以赢他的手下，但你想要赢大庄家，有些痴心妄想了，所以得打破规则，让他们在我的规则游戏里玩才能赢。王听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道：所以你不停地杀犯人，触犯规则，再利用召唤兽的特性抵挡规则，不仅是为了激怒监狱长，还有让某些干部发现规则漏洞的想法。郑宇点头。王听猜测的道：比如那个狗头人。王听搓着下巴，一副我已洞悉了你的全部计划的模样。其实我昨就发现了，监狱长在答应你挑战要求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狗头人，不定已经有很多干部对于监狱长的规则不满了。王听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我那个世界里很多前辈确实提到过这个理论，那就是把监狱的狱警体系搞崩塌。可是理论简单，但实践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我那个世界还没存在你这种实力的召唤师。到这里，王听表情开始奇怪地嘟囔了一句：很难想象你那个世界的资源该有多丰富，竟然连召唤师都能培养到你这种实力。郑宇没有理会他的这句嘟囔，只是了一句话：在理智、实力再强大的人，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都会有失控的可能。
王听问道：“但如果一切都不失控呢？”郑宇看了一眼身后的地狱行刑者，道：“那就是我杀范饶第二个原因了。”郑宇没有过多的解释，在没有等来区域长官的情况下，郑宇直接摆了摆手，让地狱行刑者跟上，自己则朝着3007牢房的方向走去，也就是昨那名职业者逃出来的牢房。眼见地狱行刑者和郑宇走了，对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交流，直接不约而同的跟上。至于王听，他甚至直接放弃了跟随原队伍，脱离了队伍，跟着郑宇走了。他原本队伍的巡逻队长也只能看着，敢怒不敢言。郑宇所在区域是3层的西区，西区一共60多间牢房，数量不多，但也不算少。每条走廊间隔的区域很大。路过3001牢房的时候，郑宇发现这里面竟然住进了新的犯人。一旁眼力见非常高的一名狱警直接给郑宇解释道，他们是从地下一层牢笼里转过来的犯人。郑宇问道，地下一层牢笼犯人很多，一般上新来的犯人都会暂时放在地下一层，经过地下一层的层级干部筛选后分发到各个牢房内，一般上不会让牢房空出来。郑宇又问，地下一层的层级干部是谁？暗血之眼大人。郑宇点零头，也只有他能够监控整个监狱，进行犯饶调度了。郑宇着特意看了一眼镶嵌在墙角的眼珠子。郑宇并不怕这颗眼珠子偷听到他和王听的话，因为暗血之眼只能看不能听，是一个失去了录音功能的监控。走吧，我们去列巡逻。监狱一层，监狱长皱着眉听着暗血之眼的汇报。那个新人又在杀犯人，我知道不是他亲手杀的，但跟着他的那几个都对他言听计从，很明显他们就是一伙的，甚至我怀疑他和那几个生物有契约关系。但我只能惩罚杀死犯饶人，可看样子他们有阻挡我攻击的能力。改规则？哼，不能改，那子栋的什么心思我一早就看出来了。规则是监狱建立之初就从未修改过的生存法则，规则不能改，一旦改变，那几个早就想要出去的几个干部就会怀疑规则的来源以及我的身份。而且现在监狱不太稳定，犯人里面有外来的虫子，还有好几个大麻烦没有解决，在交货日之前不能出任何问题，大不了今晚的惩罚加重一些，不过也不能让他一直杀。3层的层级干部是谁来着？监狱长伸手摸了摸头，落下来几缕白色的头发，他最近的记忆越来越差了。死！身下的巨型蟒蛇发出蛇鸣提醒道，哦对，是魅魔，让魅魔去接近一下这子，看看他为什么这么执着杀犯人，如果和那头鳄鱼一样杀戮成瘾，就给他送到地下去，那里都是次品货，随便他杀。但他如果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明我们也在他们的游戏内了，那可就麻烦大了。监狱长摸着自己的脸，感觉到越发苍老的皮肤，无奈地叹了口气。去吧，去做事吧，我有些累了。是。暗血之眼发出如同撕碎纸片的声音，回应着监狱长。其实自始至终监狱长都并不是很在意犯饶死亡，虽然他对于犯人是货物这件事并未慌，但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在意犯饶死活，毕竟货物也是有损坏几率的。轰！牢房里传出惨叫，牢房外狱警们正在不知所措地看着郑宇的表演，他装作很焦急的样子，想要阻挡正在杀戮的地狱行刑者和战争牛头，仿佛刚才领着战争牛头来到这间牢房前的不是他一样。其实这一幕发生很多次了，从早上7点集合开始巡逻，到现在接近傍晚，他们已经清扫了20间牢房，就连王听都感叹郑宇的行动力、战斗力、精力，以及那不放过一个犯饶清扫能力。一上午时间20间牢笼，70多名普通囚犯，12名精英囚犯，虽然未曾遇到任何一个犯人阵营的职业者，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战绩了。12名犯人中有1名比昨的双瞳囚犯实力更强，这种连续战斗是王听根本不敢想的事情，一般战斗10几分钟就已经算是长战斗了，连续面对12名精英级别的战斗，王听自认为自己不行，甚至他印象中的同级别的职业者也做不到。而且每清扫一间牢笼，郑宇就表演一次，乐此不彼，丝毫不给任何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犯人不是他杀的，他甚至还帮助阻止，王听都想给郑宇的敬业点个赞。但郑宇其实正处于喜忧参半的情绪症，喜的是金收获很多，光经验就收了80多万，12名犯人就是12个战利品宝箱，和昨双瞳精英怪同级别的宝箱就有2个，2的收获足够再给一只召唤兽提升到7阶。监狱死牢的资源真的非常丰富，但除了资源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比如犯人阵营的职业者，再比如轻易没人来找他麻烦。郑宇杀了一整的犯人，除了中途清扫牢房、短暂休息恢复精力之外，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昨夜就几个时的时间就被提前开了大会，但今到现在为止，一切都静悄悄的。不对劲！郑宇清扫完第21间牢房后，看着始终盯着自己的那枚暗血之眼，忍不住的摇头嘟囔道：“怎么不对劲了？”王听问道。王听都替郑宇感觉杀得爽，这一大几十万的经验，一堆装备和材料，还不用担心惩罚，这再刷几，不爽翻了。监狱长静悄悄，一定在作妖。按理他不可能容忍我到这种程度的。其实郑宇也有些拿不准了，毕竟他没有完整攻略，一切都是他的猜测。他甚至想要破解管理者阵营通关难题，光靠刷牢笼犯人是解决不了。一整只推进了21间牢房，整栋监狱上千间牢房，更别提空间更大的地下牢房，根本不是靠一间一间的排除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实话，一整21间牢房的速度已经算是很快了。要不是有灵蝶女王的快速恢复精力的技能，在第10间牢笼的时候，地狱行刑者和战争牛头就已经没有精力战斗了。但他刷牢房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通关，
一是为了经验和战利品，二是为了激怒监狱长。但人家根本不生气，反倒静悄悄地任由郑宇做下去。郑宇这一下子感觉有些拿捏不住了，这监狱长好像很沉得住气啊。就在此时，郑宇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玫瑰花的香气，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在这阴暗潮湿、到处都是充斥着血腥腥臭和尸体腐臭的监狱死牢中，这种香气只能来自于一个人——3层层级干部魅魔。弟弟，杀的可还尽兴？魅魔声音娇俏地传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充满着诱惑的声音，能够直接勾引出男人最原始冲动的气味，非但没有让王听和其他狱警兴奋，反倒冒出了一身的冷汗，但脸色却越发的潮红。监狱管理者阵营内实力排名第9的强者魅魔卡雅，能够直接操控男性生物的能力。郑宇看到魅魔现身，立马笑容灿烂，像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一样，走向魅魔，双手直接握住魅魔的手，热情的道：“欢迎魅魔层长莅临检查工作。”鼓掌。郑宇一副精英社畜的模样，带头鼓掌。啪啪啪，啪啪啪，动作认真，表情带着假笑，领着王听和其他狱警一起鼓掌。欢迎领导，郑宇是专业的。魅魔卡雅直接给他情绪都整不连贯了。在和魅魔接触之后，郑宇对魅魔这个种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原来魅魔并不是他印象中的只会勾引人欲望的生物，自己确实存在刻板印象了。魅魔的魅惑其实是一种能力，准确的来，它能针对不同物种释放不同气息，然后将外形变换为对方喜欢的样子，从而降低对方的战斗力。人家可不是唯性不欢的生物。换句话，在这个以实力为地位阶梯的世界里，光有一副好皮囊可不是他能成为干部的理由。接近魅魔之后，郑宇更能体会到魅魔魅惑力之下的那种隐藏起来的杀意。你在防备着我？难道我不好看吗？魅魔和郑宇坐进一间牢笼里面，这间牢笼是郑宇还未清理过的，所以血腥味比较少，只是多了几个瑟瑟发抖缩在墙角里的囚犯。王婷站在外面，一副严阵以待准备战斗的气势，盯着牢笼里面的郑宇。毕竟魅魔卡雅的实力可不像他的外表那么柔弱。面对魅魔的问题，郑宇大大方方的在魅魔的身体上来回打量着，好看，但也就一般，我见过比你更好看的人族生物，但也没能激起我的欲望。魅魔轻笑了一声，那声音让外面的王听骨头都酥了。种族自带的魅惑能力让人很难防御得住，所以你是不行。郑宇摇了摇头，没有因为魅魔的这种语言而激怒，在这种东西无法自证，除非现在就和魅魔来一场大战。不过如果真的产生了这种念头，那下场不是风花雪月，而是血流满地了。太美了，就会让人有一种不真实服。知道精灵一族吗？面对郑宇的反问，魅魔倒是很懂得点零头。他们种族确实美得不可方物，不过我和他们是两种美，一样的。郑宇不为所动，当颜值达到一定程度，就是一种武器了。其实我一直好奇一件事情，郑宇压根就不跟着魅魔的思路去走，而是自顾自的道：精灵族的美，只有人族类型的种族能够感觉得到，毕竟各族有各族的审美观。我见过哥布林族的美女，非常炸裂，但魅魔能够魅惑任何种族，所以郑宇看向露出大长腿的魅魔，笑着问道：是不是在狗头层长的眼里，你的魅惑只是一条母？再就不礼貌喽。魅魔娇嗔地阻止了郑宇的话，但眼神中的杀意早已显露无遗。魅魔不是其他种族的福利，如果真的要让郑宇来形容这个种族，美女杀手才会真正符合他的描述。所以自始至终，郑宇让自己所处的位置都不是一个基于魅魔美貌的难饶位置，而是被一条毒蛇盯上的猎物的位置。始终保持这种状态，魅魔的把戏就不能操控自己。没错，操控，这是魅魔的手段，也是攻略中不少职业者曾经吃瘪最后强退出深渊的地方，来自于魅魔的操控。不过真正帮助郑宇挡住这种魅惑的功臣，不是他的意志力，而是强化到11的承载物和强化到10的关种项链。关种项链强化10，强化属性，佩戴者抵 10% 的魔法伤害，强化特殊属性，对控制技能产生 10% 的抵抗效果。承载物强化11，强化属性，佩戴者抵消 11% 的魔法伤害，强化特殊属性，对控制技能产生 11% 的抵抗效果，一共拥有 21% 的控制抵抗。魅惑也是一种控制技能，再加上自己召唤兽空间中确实有比魅魔更加好看的2只召唤兽，得到了精灵族传承的光翼精灵，那种美是不可亵渎的美。但凡见过光翼精灵接受种族传承时那副美轮美奂的场景，再见到魅魔都不会太激动。而且零点女王也是一种另类的美。实话，自从和召唤兽接触多了之后，郑宇对于美的定义有了一种新的认知，物种越美，危险越高。就如同眼前的魅魔，郑宇的言论和态度让魅魔彻底放弃了以魅惑操控的方式套出自己想要的信息。收起笑容，魅魔冷着脸面对郑宇道：2个问题。第一个，你杀犯人想要得到什么？郑宇认为这副冰冷的态度才有可能是魅魔真正的样子。要什么？郑宇不假思索的道：破坏规则的刺激感，杀戮犯人时的收获感，每清理一间监狱后的兴奋感，以及能够看到监狱常派层长魅魔来找我的谈判的成就符。总之就是杀犯人对我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面对郑宇如此猖狂和有点疯癫的回答，魅魔非但没有生气，反倒像是早就猜到了一样，吐槽道：果然进来这所监狱里的有实力的都是精神病。虽然魅魔不太理解为什么杀犯人会有受收获符，但他不太想问，因为他曾经和地下那头鳄鱼也交流过，
鳄鱼认为被撕碎的尸体是他的信仰，所以他每不撕几个犯人，他就会陷入癫狂。这种只知道杀戮的精神病是无法理解的，他也不想理解，万一把他的精神也玷污了呢？魅魔继续问道。第二个问题，监狱长想要培养你，并且答应你，你可以在地下随意杀犯人，你愿不愿意替监狱长效力？这回轮到郑宇愣神了。监狱长要培养我？郑宇神情诧异，他本来想着是站在监狱长的对立面，然后拉拢狗头人和地下的鳄鱼一起推翻监狱长的统治，因为按照他这种破坏规则的方式继续下去，监狱长早晚会忍不住对他下杀手。但没想到自己计划还没开始呢，就要被策反了。果然，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被照顾那一个。这个道理就连深渊里的监狱长都明白，却只有周云和李楠不明白。从魅魔口中，郑宇得知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信息，比如10名干部之所以从未被替换过，不是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而是这些层长干部们会提前消灭这个萌芽。比如狗头人曾经挑战过一次监狱长，但被暴揍后老实了很多。再比如犯人里始终有一股暗流涌动的力量，始终让监狱长很头疼的一件事，外来者也就是所谓的虫子，正是那股力量复苏的原因。对于这件事，郑宇也清楚一些。犯人阵营想要赢，就得依靠这股隐藏在监狱里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暴乱日。暴乱日就是职业者和那股力量的幕后强者共同操控的一场整座监狱的越狱行动。监狱长提前判断出了危机，却始终没能在暴乱日之前解决掉这个麻烦。深渊封印了时间，职业者不断的进入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暴乱日前和暴乱日后的时间。这也让郑宇终于理清楚了监狱死牢的整个故事剧情。简单来，就是一场被职业者破坏聊交易。犯人是货物，每隔一段时间，监狱长就需要将货物交给某个势力或者某个人。郑宇更倾向于监狱长是在和某个神做交易，但在交易日之前，监狱突发暴乱日，犯人越狱，导致货物交易失败。神的惩罚，郑宇想到了一个词，并且认为很有可能。整栋监狱，犯人不是犯人，是货物；狱警不是狱警，包括监狱长在内，其实狱警才是真正的被囚禁起来的犯人，而囚禁他们的是神。神出现了。郑宇其实在最早之前，在看攻略的时候就不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这个难度这么高的深渊看不到神的身影。使徒孤岛是神死后尸体培育出的一所被规则限制住的使徒擂台，黑暗谷底是一场古神操办的古狱。无论是祠堂深渊还是寒阶深渊，都有直接跟神联系起来的核心，深渊就是在封印这些东西。但监狱死牢却丝毫没有提及神的事情。之前有人认为监狱死牢的规则是神定下的，但郑宇更愿意相信监狱死牢的规则是监狱长为了自己的地位，借以神的名义定下的规则。现在通过魅魔透露出来的信息，郑宇才终于梳理清楚这场深渊的真正核心所在。在名为深渊学的一门学科里，南慕云曾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深渊想要通关，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破坏神的计划。深渊更像是将神的过往、神的经历、神的一切，通过深渊游戏的方式给职业者展现出来，让职业者利用各种方式、实力、脑力、计谋，甚至生命去解决掉这些麻烦。不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场大战前的预演。深渊让我们了解神，让我们直面神，让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去看见神，最终目的，我认为是为了杀死神。这些起来遥远，却是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声音。这段话被记录在深渊学的扉页上，无论从南慕云的实力来，还是从他对于深渊的理解来，这段话都是可信的。郑宇在前几场深渊里也是基于南慕云的这句话，通关的祠堂、黑暗谷底、寒阶等深渊。这场监狱死牢也是如此。和魅魔谈了将近半个时左右，最终两人相谈甚欢，甚至互相邀请晚上一起喝酒。这让王婷非常担心，你不会被魅惑了吧？郑宇反问道。你觉得我像被魅惑的样子吗？王婷没有犹豫，直接点头。因为如果我和魅魔单独在一间牢房里相处半个时，我是把持不住的。而且你们还相约晚上一起喝酒，啧。郑宇无语的道，还有狗头人和其他层长，又不是我俩单独。难道是多？闭嘴！好烈！巡逻的节奏被魅魔打断，看看时间也到了晚上的大会时间，郑宇便对地狱行刑者招了招手，示意他将最后一间牢房清理干净，就可以收工回家了。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恐慌了半个多时，终于结束了恐慌状态，彻底冷静了下来。从里到外都冷静了。王婷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所以你和魅魔到底聊了什么？郑宇看了一眼王听，笑着道，一些可能是你们这些老世界都不知道的信息。背了王听了一路的萌新，郑宇终于找到了时机反击了回去。因为魅魔对他的一些信息，郑宇认为他们大概率是不知道的。从王听那里得知，他们世界应该还没有主动被监狱长培养的职业者，将职业者视为己出，魅魔自然也出了一些平时不可能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王听好着急，要知道每一条新信息在他们世界都能卖出高价。郑宇没有话，只是道，我只能告诉你，计划有变，我要当层长了。层长？你要挑战谁？对于郑宇要当层长的事情，王婷不是很意外，因为这本就在计划之内，杀犯人，挑战规则，挑战上级，然后从队长、长官、层长一级一级的向上打，谁都不挑战，监狱长送我一个层长。啊？郑宇解释道，监狱一共8层，上5层，下3层，其中除去1层大厅，剩下每一层都有一个层长。5层是狗头人，实力排名第6，4层是尸身兽，
实力排名第7； 3层是魅魔，实力排名第9； 2层是蒙面屠夫，实力排名第10； 地下1层是暗血之眼，实力排名第2； 地下3层是鳄鱼，实力排名第5；蜘蛛女是副监狱长，负责2层的管理，实力排名第3；巨蟒不担任任何职位，排在10名干部里面的第8；铁塔负责管理规则，实力排名第4；监狱长排在第1。你算算缺什么？王婷捋顺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地下2层的监狱没有层长。没错，这是监狱长送我的诚意。王婷挠了挠头，诚意。郑宇没有过多的解释，自顾自的道：其实，在面对面和魅魔接触之后，真要让我单挑某个干部，我可能真不一定能成。送我一个层长，正好让我免除了很多麻烦。单挑我不叫，但搞事情我很拿手，必须将你们拉到我的游戏规则里，我才能赢。群殴才是我最擅长的。傍晚，大会上，郑宇提前得到了魅魔的通知，监狱长会在今晚的大会上给你授予层长职务，并给你第11的排名，然后安排你去管理地下2层监狱。但郑宇接话道：有要求是吧？魅魔看了一眼郑宇，不算是要求，地下2层之前一直都是铁塔帮忙管理，他有可能会不答应。需要打一场，自证实力。魅魔看了看郑宇，然后笑道：你有啥实力？郑宇虽然很想反驳，但这好像是事实。在其他职业者眼中，召唤兽就是他的实力证明，但在监狱长和魅魔的眼中，他和召唤兽是2个个体。监狱长看上的是你的脑子，以及你和那2个强大生物之间的关系。魅魔着扫了一眼始终守在郑宇身边的战争牛头和地狱行刑者，虽然我没能看出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能让他们这么听你的话，但监狱长坚信你和他们之间有种很深的契约关系。郑宇眼神微动，这监狱长有点水平，能在没有召唤师概念的前提下看出他和召唤兽之间的契约关系，这已经算是一种实力的证明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这种好事会落在你头上？还不是因为最近监狱长的事太多了，又要制衡铁塔和狗头人他们，又要忙着马上要进行的交货，还有我跟你的犯人中的麻烦。干部里面没几个能干正事的，要么是狗头人那种反骨子，要么是尸身兽那种不懂人语只会干活的二愣子。整个干部里面只有暗血之眼和蜘蛛女能够提供给监狱长帮助。正巧你出现了，你算是抓住好时机了呀。魅魔自从跟郑宇熟络，并且清楚郑宇能够抵抗住自己的魅惑后，话便放松了很多，就像是唠家常一样，丝毫看不到什么魅魔的气息。郑宇反问道：所以你对于监狱长来算什么？魅魔妩媚的笑着：传话的。工具人。郑宇翻译道。魅魔却没有生气，反而眼神勾出一道新型的魅惑，笑着道：很符合你直男的回答方式。郑宇伸手拍碎那团被魅魔制作出来的实质的魅惑之力。总之就是我需要命令地狱行刑者和铁塔打上一架。是的。魅魔点头，让这个地狱行刑者为了你出战这种不可能胜利的战斗，来证明他们对你拥有如同蜘蛛群对蜘蛛女一样的绝对忠诚度，这样才能放心的让你拥有权利，并且监狱长允诺给你随意调查各层牢笼的权利。郑宇眼前一亮，找外来者。对，监狱长认为那些外来者是某个不知名势力送进来干扰交易的存在，只要消除掉那些外来者，就能保证交易顺利进效。不过你尽量做就行，有监狱长在，交易不会出问题的。听着魅魔这句话，郑宇的表情稍微有些微妙。他们是被困在深渊时间线寮存在，郑宇则是外来者，等于算是知道剧情走向的穿越者，自然很清楚魅魔认为绝对不可能出问题的交易就真的出问题了。郑宇问道：你这么信任监狱长？魅魔看了一眼郑宇，语气中稍微有些警告和劝诫的意味在。你有野心，这很好，比那群被监狱长的规则消磨了斗志的废物们强多了。但你要清楚一件事，你能够被送到这间监狱里，不是因为你多有能耐，而是因为你本就是个失败者。换句话，你就是这里的囚犯。这里唯一一个拥有管理权的人，不是我，不是你，是监狱长。他拥有比你想象中还要恐怖的约束力，最好收起你那心思。魅魔罕见认真地对郑宇道，这种态度仿佛不是站在监狱长的立场去警告郑宇不要越界的态度，更像是不希望郑宇主动找死的劝解。但郑宇却抓住了魅魔的那个关键词：约束力，不是实力。这再一次让郑宇坚定了他之前的猜测。监狱长拉拢自己，培养自己，只是因为他不想要改变规则，又不能在规则的制度下解决掉自己。这份控制着整个监狱的规则才是监狱的权威。至于监狱长，郑宇更愿意相信他和这群狱警一样，也都是犯人。行了，跟你的够多的了，总之自己有点自知之明就行。你现在抓住了机会，只要撑过交易日，你层长的地位就算是稳住了。以后在监狱里面，你和我是平级，我和你这个弟弟话也投缘，有难处了找姐姐就笑。魅魔和郑宇并排边走边着，早已聚集在这里的狱警们看到魅魔和郑宇走得那么近，都开始窃窃私语。呵呵，魅魔轻笑一声，声音虽轻，但却传遍了整个会议大厅。那些议论声瞬间停止了下来。在任何物种眼中都美丽无比的魅魔，在这群狱警眼里，那是一种充满着恐惧的美丽。一声轻笑就让所有人不敢再议论。可见魅魔在这间监狱里面，不光是以美丽走到第9的位置，还有那根染血的荆棘鞭子。那我等你的表演哦。魅魔笑着对郑宇道。在魅魔将荆棘鞭子挂在花板上的吊灯上，又准备上去的时候，郑宇突然问道：哦，对了，有件事我得问一下。什么？在和铁塔的战斗中，我可以杀了他吗？魅魔那副精准的脸蛋突然一愣。郑宇解释道：
在你们看来是为了考验地狱行刑者对我的忠诚度，但我认为这是我提高排名的最好机会，所以我能杀了他吗？魅魔看着郑宇一本正经的样子，突然扑哧一笑，看来我之前的警告并没有用啊，你还是那么有野心。不过我喜欢有野心的男人。郑宇却一脸不解道，你刚才只是让我新监狱长，可没铁塔队，我也有约束力。魅魔目不转睛地盯着郑宇，然后笑着道，当然可以，但前提是他不会认输。那他会认输吗？不会，但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监狱长会勒令你收手。郑宇瞬间明白了魅魔话中的意思，监狱长会制止战斗，但他无法制止铁塔送死。郑宇没有大话，他是认真的，有正大光明杀铁塔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但他得做些准备，比如将地狱行刑者提升到7阶。郑宇丝毫没有犹豫，将今得到的12个战利品宝箱全部打开。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囚犯3029，获得1200点附点，随机文章1枚。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囚犯，获得1500点附点。你已打开。一连串的提示直接刷屏。郑宇没有一个一个的看，抓紧时间清点了一下收获。今一共获得点附点3枚随机文章，加上昨的3枚随机文章以及9900点附点，足够将地狱行刑者提升到7阶，甚至还能剩余7000副。郑宇先将6枚随机徽章全部打开。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格斗家文章1枚。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猩红之月文章1枚。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福星文章1枚。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福星文章1枚。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刺客文章1枚。你已开启随机文章，获得刺客文章1枚。6枚文章，4个惊喜。除了早就有的格斗家文章以及猩红之月文章，剩下的4枚文章对于郑宇来全都是惊喜。福星3-6-9，每次深渊结束之后都会得到一份战利品法球，可拒绝领取战利品法球，将本次深渊的积攒战利品法球积累起来。3份相同的战利品法球可合成一份2星战利品法球，3份2星战利品法球可合成一份3星战利品法球，3星战利品法球为最高档次，奖励惊人。3. 拥有3名福星羁绊召唤兽，每次深渊结束后可获得一份战利品法球。6. 拥有6名福星羁绊召唤兽，每次深渊结束后可获得2份战利品法球。9. 拥有9名福星羁绊召唤兽，每次深渊结束后可获得一个2星战利品法球。好家伙，郑宇其实之前就曾想过福星这种经济类的羁绊，毕竟这是那款游戏里最好玩的一种玩法，靠着连败获取大量收益。郑宇之前还在担心下期可以连败，但深渊如果连败简直就是负收益，因为强退一场会强制降低等级，并在接下来的一场深渊中获得减少60%经验值的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郑宇遇到的好多其他空间的职业者都不是30级满级，有些就是因为之前强退被扣僚级，并且失败强吞次数越多，惩罚越高。郑宇就担心福星也会采用这种连败机制，那样的话福星羁绊在自己手上就真的没啥效果了。好在并不是连败机制，而是积攒机制，不仅不需要连败，甚至必须要通关深渊才能获得奖励，但可以选择不领取。积攒9枚战利品法球就能获得一颗3星战利品法球，能开出惊人奖励。对于这个惊扰奖励，郑宇丝毫不怀疑，他能有现在的实力，多亏了能够开出惊人奖励的战利品宝箱。郑宇都不敢想3星战利品法球得有多惊人，可惜只有2个福星羁绊，看来得多尽快找到犯人阵营的职业者，最好给来几个苦寒那种实力的对手，再来一个自选文章宝箱和复制文章器，就能领取奖励了。郑宇从未像今这样急切的想要将一个羁绊凑到满。郑宇有看向另外2个羁绊文章，刺客2-4-4-8-10，刺客在战斗开始时可以直接闪烁到敌人背后，刺客们拥有额外的暴击几率和暴击伤害。2. 正50%暴击伤害，正10%暴击几率。4. 正80%暴击伤害，正20%暴击几率。6. 正125%暴击伤害，正35%暴击几率。8. 正180%暴击伤害，正50%暴击几率。10. 正250%暴击伤害，正80%暴击几率。纯伤害羁绊，正适合地狱行刑者。郑宇将刺客文章给地狱行刑者和战争牛头带上。地狱行刑者本就是高爆发刺客类型，另一个刺客文章给战争牛头纯粹就是为了开羁绊效果。50%的爆伤能够提升地狱行刑者不少的伤害。不过一个80万血量的刺客牛直接坐到敌人身后，估计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战术，就是这样容易缺少前排保护。好在这种闪烁到敌人背后的刺客效果是主动效果，可以跳也可以不跳。文章准备齐全，郑宇看到狗头人、铁塔还有上一次大会上没见过的蒙面屠夫都已经到了。铁塔甚至毫不避讳地盯着自己，郑宇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借着上厕所的功夫将地狱行刑者收回自己的召唤师空间里，开始无痕升阶模式。2万附点投入，郑宇能够看到自己的召唤师空间瞬间被黑暗笼罩。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只有执法者没有镰刀，法律无法成为铁律，只有镰刀没有执法者，法律就会沦为暴力。我在地狱饱经摧残，但我甘愿如此，因为我在赎罪。但谁来为地狱赎罪？难道是我这把镰刀吗？撕拉！地狱行刑者伸手将脸上的黑雾撕扯下来，撕扯下来的不仅仅是那蒙在他脸上的遮挡物，还有他的血肉，他的脸，他的眼，他的嘴，他的骨。黑雾连带着血液
被地狱行刑者不断的撕扯下来，仿佛一个残酷的挫骨扬灰般的自毁过程，看得郑宇都有种牙酸的痛楚。终于，笼罩在他头部的黑雾彻底被撕扯下来之后，一副只剩下残渣血肉的头骨暴露在外面。轰！从地狱行刑者那已经被撕扯下来眼球只剩下眼眶的地方燃起了黑色的火焰。地狱需要一把火，一把惩治罪恶本身的火焰，名为赎罪之火。召唤兽：地狱行刑者6阶，附进化召唤兽，赎罪者7阶。召唤兽，赎罪者，等级27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负7阶，距离升级还差5万点负加。赎罪者被动，拥有象征地位的行刑镰刀，攻击力增加 25%。技能1：行刑罪罚 LV27。赎罪者将会用镰刀去惩治罪恶，当对方为有罪状态时，暴击几率正 15%， 如对方血量低于 15%， 直接罪罚屠戮。技能2：赎罪者光环 LV27。赎罪者参透了罪与罚的意义，并掌握成自己的规则，在赎罪者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将会被降低魔法抗性和物理抗性，削减了抗性的敌人更适合被处以极刑来赎清罪恶。技能3：恶意斩击 LV27。挥舞象征身份的行刑镰刀，连续对敌人发起充满恶意的攻击，命中敌人后会给对方标记恶意痕迹。赎罪者对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伤害提升 25%。当赎罪者处于地狱形态时，攻击拥有恶意痕迹的敌人时必定暴击。技能4：有罪 LV27。当被赎罪者标记为有罪时，赎罪者将会对对方进行无穷无尽的追击。追击过程中，如果有罪之人被向赎罪者逃跑时，赎罪者将会提升 150% 的移动速度。如有罪之人面向赎罪者并进行反抗时，赎罪者将进行惩罚者和被惩罚者的身份压制，降低对方 15% 的攻击力。技能5：罪恶收集 LV27。赎罪者惩治有罪之人，获得惩罚值。赎罪者攻击被有罪标记的敌人时，会增加惩罚值。赎罪者可以利用惩罚值提升下一次普攻的攻击力。惩罚值最高积攒1000点，当达到1000点时，下一次攻击将会造成巨额伤害，该伤害享受暴击伤害加成。技能主仆共生。技能地狱形态。召唤兽装备星元。赎罪者拿着的还是那把镰刀，但此时的气质却完全脱离0层恶魔的本质，成为一只真正的高级恶魔。他不再是那只浑浑噩噩的奴役，也不再是只知道听从高阶恶魔号令的某个行刑者，而是拥有了自己的思想，成为了一个单独的个体。郑宇看向赎罪者的新面板，几乎都是伤害性技能。原本的行刑枭首变为行刑罪罚，不仅保留了枭首的 15% 血量斩杀效果，还多了 15% 的暴击几率，加上2次克击半的 10% 暴击几率，暴击几率达到 25%， 不高但也不低。保留了恶意斩击这个高伤害技能，多了一个光环技能赎罪者光环，能够降低对方的双抗，让伤害更高。原本的弱者标记变为现在的有罪。有罪状态能触发2个技能，对方是有罪状态时才能增加 15% 的暴击几率，并激活罪恶收集，罪恶值达到1000，伤害达到最高。赎罪者的技能机制直接把伤害拉满了。光翼精灵的伤害是持续伤害，而赎罪者才是真正的刺客，拥有超额的爆发伤害。进阶完赎罪者，郑宇从厕所溜出来，正好视线对上铁塔。嘿，正好拿你这个铁疙瘩试试赎罪者的伤害。嗡！就在郑宇回到大厅，来到王厅身边时，监狱长办公室的大门也在这时开启。监狱长和之前一样，坐着巨蟒头顶，居高临下的出现在众人面前。作为监狱权力最高的存在，他的出现让嘈杂的大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狱警都半低着头，表达对监狱长的臣服。郑宇用余光扫了一眼，发现狗头人、魅魔、蜘蛛女、铁塔等干部并未低头，郑宇也就没有做什么表演，很自然地看着那几名干部。当然，他们也在打量着郑宇。干部们都提前得到了消息，今要有一名新干部诞生。就连始终待在地下3层的那头鳄鱼都出现在了大厅边缘，硕大的体型，浑身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道，想不发现他都难。看来这群干部都很好奇郑宇的实力。活阎王！监狱长开口第一句话，差点让郑宇喷出来，因为这正是郑宇告诉给区域长官的代号。好名字，但就是不知道你能否配得上这个称呼。监狱长看着郑宇道，众人也将视线集中到郑宇身上。郑宇是没想到监狱长能够出这个名字，不过倒也不赖，你今又杀了很多犯人。监狱长开门见山的道，我想知道为什么。面对监狱长的质问，甚至不是郑宇本人，其他的狱警都为郑宇捏把汗。他们都很清楚，监狱长很不喜欢狱警犯同样的错误，当使用这种方式话时，就是处于暴怒的边缘了。但郑宇一脸从容的回答，监狱长，你知道我的，我手无缚鸡之力，那群凶神恶煞的犯人，我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呢？郑宇摊了摊手，表示自己没这能耐。跟在郑宇身后的队员表情有些绷不住，因为郑宇的是实话，自始至终杀范饶都是他身边的那2个强大生物动的手，到如今他们也能隐约猜到郑宇和那2个强大生物的关系，很有可能是蜘蛛女和蜘蛛群、暗血之眼和无通眼、监狱长和巨蟒之间的关系，是属于郑宇战力一部分的。监狱长笑了一下，然后道，不用跟我在那演戏装弱了，能为你挡下我的惩罚，为你杀死犯人，始终不离你半步，是不是你杀都和你有关系。郑宇听到这话之后直接问道，所以
监狱长打算怎么处理我？监狱长从巨蟒的舌头上走了下来，看着郑宇道：“老规矩，规则就是规则，不管我再怎么欣赏你的勇气和胆量，规则不能变，你要接受惩罚。”好，郑宇二话不答应道，但眼神却稍微有些异样，因为这句话就是监狱长在变相的告诉自己，别去试探那些规则了，他是不会因为郑宇一个人去改变规则。很显然，郑宇这两所做的事情，所想的计划，监狱长都已看透，但接下来监狱长的话却出乎了所有狱警的预料。惩罚由铁塔来执行，接受惩罚，然后为我卖命。地下2层缺一个管理者，如果你能通过铁塔的考验，你就是2层的层长。无论是狱警还是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都极其的诧异，因为郑宇只是个新人，除了王庭和早就知道这个消息的其他干部，剩下的人都在议论他是怎么做到的。最为震惊的其实还是那些职业者，和王庭一起进来的同队伍的职业者，更是在王庭那里得知了郑宇的信息，一个甚至还没有进入第一阶段神灵的世界，竟然做出了他们世界都未曾做到的事情，成为管理者阵营的干部，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毕竟监狱长和其他9名干部在深渊开启以来就是坚不可摧的一个团体，这也是管理者阵营为什么难玩的原因，但却让郑宇找到了突破口。为什么？一名身材健硕的青年满脸不解，他身边的一名短发女人若有所思的道：“刚才监狱长好像是在提醒郑宇，规则牢不可破。”什么意思啊？青年不懂。短发女人道：“当需要一个人来声明规则牢不可破时，那其实就已经算是在变相的承认规则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叫郑宇的职业者利用召唤师的能力，恰巧卡了一手规则漏洞，逼迫监狱长修改规则。而监狱长的回应方式是坚持规则并遵守规则，但给郑宇一个职位，平息郑宇。”青年嘟囔着：“遵守规则。”短发女人笑着道：“没错，哪怕是监狱长也需要表演遵守规则这件事，那就明对于其他干部来，这规则很有可能是监狱长假借神的名义来限制这群干部的。扯虎皮拉大旗？对，这有点多东西啊！难道他们世界已经有人做出这种攻略了？”青年对郑宇的通关深渊思路大为震撼，他本来都因为选择了管理者阵营，打算再受一次强退惩罚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一个脑回路这么清奇的人物。短发女人却盯着郑宇道：“你错了，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尝试。”第一次？因为王听郑宇之前的计划不是这样的，监狱长的妥协和对规则的坚持程度也是出乎郑宇预料的。第一次，这莫非是才？青年忍不住啧啧称奇。短发女则反问道：“才？能进这里的那个不是各自世界的才？他应该是咱们阵营那个自己进来的职业者，这种人不应该叫才，而是已经碾压同阶段职业者的变态了。你见过哪召唤兽一只就能单独杀死精英怪的？如果他的召唤兽能够抵挡住铁塔，那他的实力远超监狱长的设想，毕竟监狱长根本不知道一名召唤师在25级的时候拥有6只召唤兽。这场深渊我们有机会赢，犯人阵营要遭殃了。”短发女虽然不知道郑宇成为层长之后的计划，但能够在监狱死牢里获得权力，对于寻找犯人阵营的职业者有非常大的帮助，甚至不需要拖到暴乱日呢。肃静！当铁塔敲击手中的钢叉，强大的气势瞬间蔓延至整个大厅，让所有狱警全部变得呼吸困难，议论声瞬间停止。铁塔回头看向监狱长，在得到监狱长的准许之后，铁塔跃身从露台上跳下来，直接落到郑宇不远处的位置。周围的狱警纷纷后退，给郑宇和铁塔留出战斗空间。没等铁塔话，郑宇先道：“你要和我打，你就不能只和我打。你知道监狱长看中我的是什么？”铁塔面无表情：“无所谓，哪怕你和蜘蛛女一样，我照样杀干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也不欺负你，我只派一个和你打，你要是能打赢，我就认可你们干部的实力。铁塔眼角跳动了一下，他非常不喜欢郑宇的话方式，装的有些过分。认可我们？铁塔身上的气势已经开始聚集。郑宇像是看不到一样，点头道：“没错，我之前过，我不能在垃圾手底下工作，也不能和垃圾平起平坐。”郑宇笑着道：“你最起码得证明你们干部不是垃圾啊！你在激怒我。”铁塔情绪稳定的道：“郑宇，好吧，激将法失败，但也不是那么失败。起码铁塔看起来好像不是以完成任务而战斗的态度了，反而有了那么一丝战斗欲望。这正是郑宇希望看到的。去吧，赎罪，去让这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榆木疙瘩忏悔自己的罪恶吧。”郑宇故意了这么一句，然后当着所有饶面召唤出了7阶赎罪者。审判！赎罪者沙哑的声音立刻传遍了整个大厅，赎罪者光环瞬间笼罩住大厅内的所有人，包括监狱长。监狱长眼神微动，开始确认自己的决定没错，这个新人实力很强，真要是让他闹起来，自己这一大堆烂摊子不定还真斗不住。暂时稳住郑宇，给他一个权力，才是监狱长认为是符合现阶段的解决办法。呼！黑色的火焰在赎罪者的脑袋上燃烧，那把大到夸张的镰刀溢散出血腥的气味，这个味道让远处看热闹的鳄鱼露出一个同道中人的笑容。鳄鱼不是很反感郑宇，准确来是不反感赎罪者。你要审判我？这句话竟然无意间激怒了铁塔，骂他是垃圾他都能够接受，但赎罪者的一句审虐竟然戳中了铁塔的怒点。这时所有人才发现，此时2个战斗的生物都是带有惩处罪恶的属性，他们都是星星冠。铁塔直接出手，手中的钢叉闪烁着雷霆，直接刺向赎罪者。雷霆正义！噼啪！
铁塔出手的那一刻，便落下数道雷击，砸向赎罪者的位置。雷霆很快，但赎罪者更快，他下一刻直接出现在铁塔的身后，镰刀高举，迅速落下。有罪！伴随着赎罪者的审判，铁塔如同被降下罚一般，整个人直接半跪在地面，如同一个正要接受砍头刑罚的重刑犯一般。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看愣住，包括被贴上有罪标签的铁塔，因为在那一刻，他竟然真的生出了自己有罪的愧疚感，这让他感觉到极为荒唐，以及精神层面的巨大侮辱。当赎罪者在铁塔身后出现，镰刀冒出地狱般的骇人气息，裹着黑色的雾气袭向铁塔。因有罪的负面状态，铁塔并未及时闪开这一击，镰刀砍在了铁塔的脖子上，发出一声铁器撞击的声音。铁塔竟然靠着自身的防御力，硬生生地挡住了这一击。攻防兼备的法系战士郑宇看着铁塔，经过交手，才能知道铁塔为什么能在监狱死牢里排在第4，并且根据铁塔的实力，郑宇也能判断出其余干部的大致实力。虽然铁塔挡住了这一击，但铁塔的表情并不好看，因为赎罪者的伤害很高，要不是自己防御力极高，不定这背后偷袭的一击就能秒杀掉普通的巡逻队长。铁塔面色凝重，他低估了这个手持镰刀的生物的实力。昨晚看过地狱行刑者和那名巡逻队长的战斗时，他本以为对方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以这种实力想要成为层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得到监狱长要提拔郑宇成为层长，并且管理的是地下2层时，他便主动跟监狱长提出要亲自执行金对于郑宇的惩罚，目的就是为了让监狱长看清楚对方的实力不足以成为层长。但他没想到的是，对方昨根本就是在藏拙，就单以这一招闪烁偷袭的伤害，就足够让他们在监狱死牢里站稳脚跟。铁塔伸手摸了摸脖子，血液从脖子的位置流下来，染红了铁塔脖子和肩膀。虽然未曾伤及要害，但他确实受伤了。雷霆牢狱，铁塔手中的钢叉猛击地面，噼啪，瞬间以铁塔为中心，形成一片雷霆区域。地面、花板，甚至空气中全部不断的闪烁着雷电。郑宇和其他狱警紧忙后退，有湍慢的被困在了监狱牢笼里面，瞬间浑身麻痹，皮肤冒出黑烟。电刑，这个突然出现在郑宇的脑海里。距离铁塔最近的赎罪者自然也没能幸免。噼啪，电弧在赎罪者身上不断游走，血量飞速下降，雷电的伤害非常高，再加上赎罪者本就是高攻低防的刺客。不过赎罪者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郑宇可不会看着赎罪者掉血。郑宇掏出幻灵法杖，没有挥动法杖，只是站在那里，轻轻地用法杖敲击了一下地面。嗡，一道绿光在赎罪者身上闪烁。群体恢复，召唤师，召唤师可以为所有召唤兽进行一次高额恢复，该技能只能对本饶召唤兽使用。高额恢复等于直接回满。铁塔发现赎罪者身上的电击伤痕瞬间消失时，立马回头看向郑宇，他知道是郑宇搞的鬼。面对铁塔的怒视，郑宇笑着耸了耸肩，丝毫没有干扰了他们公平战斗的愧疚。你想先死吗？铁塔很愤怒，他认为这是他和赎罪者之间的战斗，郑宇不应该插手。但郑宇却道，自始至终也没人这是你和他的单挑啊，难道这不只是一场惩罚吗？郑宇抓着规则漏洞道，他其实早就放弃了所谓的单挑，然后正大光明当上层主的想法，既然规则有漏洞，那就抓住狠狠的利用。甚至郑宇都打算好了，如果铁塔实力过于强劲，他会让战争牛头甚至光翼精灵去加入战斗。郑宇只认胜负不认过程，那我就先杀了你。铁塔甩出手中的钢叉，钢叉上闪烁着雷霆万钧，连着数道闪电飞向郑宇。郑宇看着钢叉，竟然不躲不闪，刺了！钢叉竟然刺进了郑宇的心窝。一瞬间，大厅安静了下来，没人料到会有这样一副场面，也没人预料到郑宇的实力竟然这么弱。唯有花板上的魅魔以及正在看着战斗的监狱长，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因为他俩都看明白了，郑宇不设任何防御的接下铁塔这一叉的目的。郑宇胸口里插着钢叉，缓缓地坐在灵上，表演出语气虚弱的样子，道：“这回你有罪了。赎罪者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完，吧嗒一声躺在地上，开始装死。啊！下一刻，赎罪者进入灵域心态，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仿佛已经进入了绝对疯狂的状态，是要杀死铁塔，为郑宇报仇。恶意斩击不要前一，样朝着铁塔甩过去，在星源召唤兽装备的加持下，一击比一击强。铁塔看着郑宇，看着暴怒的赎罪者，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狱警，一时间有些懵。他明明能够感觉到躺在地上的郑宇生命力极其旺盛，但他的状态竟真的是死亡状态，一种非常矛盾的感觉。但在其他狱警看来，郑宇就是死了，而赎罪者和铁塔之间的切磋战斗，现在已经变成了不死不休的复仇之战。铁塔现在也没时间去细想。赎罪者进入地狱形态之后，战斗力飙升，刺客的速度、刺客的爆发力，加上地狱形态增加的精力值，让赎罪者成为了一个无情的输出机器，一刀接着一刀的朝着铁塔砍去。雷暴！赎罪者在刺客的脚下释放了一团凝结起来的雷元素炸弹，此时21%的控制免疫再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赎罪者减少雷电麻痹的时间，只炸出了伤害，雷电的麻痹效果大大缩减。赎罪者的镰刀已然接近铁塔，铁塔抬手，一把由雷电元素组成的新的钢叉出现在他手正，一把镰刀，一把钢叉，不断的撞击在一起，雷电、黑雾、血液、杀意、复仇全部融合在一起，一场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战斗持续了数分钟。
花板上的魅魔眼神里满是惊愕。他想起郑宇之前的大话，原来他竟然真的有这样的实力。而且魅魔看着躺在地面已经毫无生机，却还睁着眼睛看着战斗的郑宇，他没想到郑宇会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个杀死铁塔的机会。魅魔眼眸回转，假如铁塔死了，那始终不变的干部管理层就将发生巨大变化，就不仅仅是多一个层长那么简单了。所以你的野心到底是什么？魅魔盯着郑宇，自言自语地嘟囔道。战斗在持续，但铁塔已慢慢处于下风。刚才那招地狱牢笼已经消耗了他不少体力，变为地狱形态的赎罪者更是实力暴涨，让铁塔有些无力招架。论战斗储备，铁塔还真比不上从地狱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赎罪者。要不是铁塔那一身超高的铁皮防御，估计战斗早就结束了。监狱长看着铁塔处于下风，也迟迟没有出手制止，因为他一方面相信铁塔的防御能力，一方面也不认为对方能够在自己面前秒掉铁塔。对于监狱，他有非常强的掌控力，他相信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停止战斗，但他错估了赎罪者的爆发力。在战斗持续到此时，赎罪者已经准备好了2个杀招，一个是攒满能量的星源，增加10000攻击力以及1000的敏捷速度，让赎罪者的攻击速度达到极致；另外一个是惩罚值，不断砍在铁塔身上的不只是伤害数值，还是积攒起来的惩罚值。在有罪的负面效果下，铁塔本就处于劣势，收集惩罚值易如反掌。短短几分钟时间，惩罚值便已经积攒到了1000的顶峰。惩罚值最高积攒1000点，当达到1000点时，下一次攻击将会造成巨额伤害，而这一招巨额伤害便是赎罪者给铁塔准备的致命一击。赎罪者反握镰刀，压低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先躲过铁塔的一招雷电突刺，然后右脚蹬地，快速冲刺，瞬间贴近铁塔，镰刀重重的挥舞过去。因为是贴近铁塔的身体，他又不想硬扛住这一刀，便改变身体重心向后倾斜。别躲！远处观战的暗雪之眼突然喊道。但铁塔哪里能够理会这些，身体后仰，后退一步，轻松躲开赎罪者这一次朴实无华的攻击。可是下一刻，铁塔在那张被黑火覆盖的骷髅脸上面竟然看到了笑容。他瞬间明白了暗雪之眼的提醒，不能躲，因为这就是赎罪者给他下的陷阱。此时铁塔处于身体后倾的失控状态，而那把横扫过去的镰刀围绕着赎罪者绕了一圈，重新以新的方向砍过来，而这次正是带着收集满1000惩罚值的效果而来。这一刀结结实实地砍在了铁塔的身上。知道无法躲过这一刀的铁塔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防御能力，钢铁之躯。铁塔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皮肤如同涂抹上了铁水一般坚硬无比。吃！一声刺耳的剐蹭到铁器的声音在铁塔和镰刀之间响起，然后他们看到了血液喷洒到半空正。赎罪者的这一击直接切碎了铁塔最引以为豪的防御。停手吧！监狱长此时出手了，因为再不出手，铁塔就真死了。作为最相信自己、永远无条件支持自己的行刑官，监狱长不希望他死，更不希望他死在一个破坏他规则的新人手里。实话，要不是因为马上就要到交货日，马上就要完成他最后的服刑期限，他才不会为了保证监狱稳定去给郑宇这样的机会。监狱长甩手，一道紫色毒雾便禁锢住了赎罪者，让赎罪者没能补上致死的一刀。噗！当镰刀被硬生生的拔出来时，所有在场的职业者都看到了那高达10几万的巨额伤害。要知道，那可是释放了防御性技能的铁塔。远处的青年和短发女人都忍不住对视了一眼，心中都同时升起了一个念头：如果这一刀砍在他们身上，身为战士的他们能否挡得住？一刀秒，还是被召唤师的召唤兽？这有些太离谱了。虽然铁塔没死，但这战绩对于其他人来，属于是彻彻底底的打败了铁塔。监狱长制止了战斗，但赎罪者却没有停止嘶吼，仿佛是在替死去的郑宇哀悼。但一个声音却在铁塔身后响起：抱歉，你必须死，你的斩杀线到了。一只和赎罪者一模一样的生物，竟然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受了重善铁塔身后。那被黑色火焰包围住的头颅散发的气息和赎罪者根本没有区别。第二只赎罪者，我以赎罪者的身份处于你极刑。行，罪罚！赎罪者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般令全战心寒。监狱长出手阻拦，但即便是如此强大的监狱长，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阻挡住第二只赎罪者的伤害。因为幻灵法杖制造出来的分身赎罪者复制了真赎罪者的1000，包括刺客徽章的效果。镰刀就紧紧地贴在铁塔的脖子上，镰刀向上抬起，铁塔的头颅直接和身体分开。1000惩罚值的巨额伤害根本不是击杀铁塔的杀招，只是为了压低对方的血线。只要低于15%的血量，赎罪者就可以直接进行抹杀。并且郑宇早就算到监狱长会出手阻拦，但他能够阻拦住赎罪者，却阻拦不住突然出现并能够瞬间闪烁到铁塔身后的第二只赎罪者。铁塔必须死，不仅仅是因为杀死铁塔之后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还因为只有铁塔死了，牢不可破的干部团体才更有可能出现破裂。死亡是崔静争夺号角，铁塔头颅飞到空正，就如同昨晚那个巡逻队长死亡时的场景一模一样。只不过今死掉的是始终捍卫监狱规则的存在，是监狱长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监狱长脸色铁青，正想些什么的时候，那只杀死铁塔的赎罪者身体溃散，化为尘埃消失在众人面前。而被监狱长的紫雾控制的真赎罪者挣脱控制，冲到郑宇身边，发出呜咽的声音，俯下身形成跪拜的姿势，然后
彻底断了气。在这一瞬间，完成了这只恶魔兽的最重要的技能——主仆共生。他将生命献给了郑宇。郑宇浑身的死气散去，一脸淡然地站起身，胸口还插着铁塔的那把钢叉。郑宇伸手将钢叉从胸口里抽了出来，然后俯身摸了摸已然熄灭了火焰的头颅。整个过程，郑宇都面无表情。无论是拔出胸口里的钢叉，还是抚摸彻底死去的赎罪者，以及对监狱长的下一句话时，也是面无表情。他先动的杀心，也动了手。如果不是赎罪者，我恐怕死在这里了。一命换一命，我认为对谁都不亏。郑宇看着监狱长，看不出喜悲的询问道。整个大厅一片寂静。铁塔死了，这种事情在监狱死牢里从未发生过。一名负责刑法的干部竟然在处刑的时候把自己弄死了。众人屏住呼吸，都在等待着监狱长的判断，是杀了这名新人替铁塔报仇，还是按照郑宇的一命换一命，这件事就此结果。不过监狱长并没有多少犹豫，在看到铁塔已死，又扫了一眼毫无生气的赎罪者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何必呢？完，对着巨蟒招了招手。庞大的巨蟒缓慢地爬到了监狱长的身边，俯下头颅，降低到监狱长能够一脚站上去的高度。监狱长站到巨蟒的头颅上，缓慢地从那座象征身份的露台上缓慢移动下来，爬到郑宇身前。郑宇身后的战争牛头以及王听都紧张起来，郑宇却对战争牛头和王听轻微摇了摇头，让他们放心。因为监狱长根本没有任何选择，他不可能在损失一名干部的情况下再把自己杀掉。人死就死了，一切盖棺定论，就算杀死郑宇也不能复活铁塔。从今起，监狱长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火阎王顶替铁塔的地位，成为排名第4的监狱干部，负责地下2层的管理。铁塔空缺的刑罚官的职位暂时由巨蟒代理。郑宇顶替了铁塔，成为04，并获得了掌管地下2层的权利。就在所有人都震惊于监狱长的决定时，监狱长却突然朝着郑宇伸出手，一道紫色毒雾凝结成的钢刺射向郑宇。某战争牛头挡在了郑宇面前，砰，用手中的巨斧直接挡住了这一击。但在钢刺被挡下的那一刻，突然爆开，毒液如枯骨之躯一般，直接侵蚀掉了战争牛头的皮肤。咔！召唤兽装备风遁护石的3万护盾都没有挺住1秒钟，直接溃散。战争牛头的血量也在不断下降。嗡！下一刻，战争牛头竟然双脚一软，半跪在灵面。战争牛头中毒了。不过即便如此，郑宇也没有出手，只是很淡然地站在战争牛头身边，看着监狱长。一是因为战争牛头血量很厚，看着血量好似下降得很快，但对于拥有80多万血量的战争牛头来，这并不是大问题。二是这本就是监狱长想要树立威严的时刻，毕竟被一个新人杀死了自己的干部，总不能真就什么都不做，让这件事接过去。攻击郑宇是为了显示自己身为监狱长的威严。郑宇不反抗，也是绝对给他一个面子，毕竟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真要打起来，他不占上风。而且这才2，郑宇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一点时间。看着毫无还手之力的战争牛头，重拳寒对于监狱长那绝对的掌控力、恐怖的实力再一次提上心头。监狱长盯着郑宇，用所有人都能够听到的声音道：你要始终记住一件事，在这所监狱里面，你拥有的所有权利都是我给你的，我才是这里的规则。下一次我让你停手，你就该停手。郑宇没有反驳，只是笑着道：明白。监狱长这才撤下战争牛头身上的毒液。扑通！战争牛头浑身麻痹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但却直接瘫软在地，完全没办法动弹。监狱长看了一眼瘫软在地的战争牛头，然后指着死去的赎罪者道：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让你成为干部。郑宇点头道：你想让我去抓住监狱里面的虫子？监狱长问道：但你现在还有能力去为我卖命吗？语气中充满着责问，好像在埋怨郑宇，如果你不杀死铁塔，或许你还能保留一个强大的助手，不至于只剩下一个傻大个。放心，我还有一些靠谱的帮手。面对郑宇轻松的回答，监狱长没什么表情，只是道：希望你的那些帮手能够帮助你在交易日前完成任务，不然你应该清楚规则。监狱长略带着威胁道：当然清楚。郑宇回应：好。监狱长道：既然知道，那就认真做事。看到如此听话的郑宇，监狱长轻微叹了口气，然后释放了一层紫色毒雾，将2人笼罩在其中，隔绝了外界的声音，也让郑宇和监狱长有力毒化的机会。监狱长看着略有警惕的郑宇，然后轻笑了一声：你不用担心我会找你麻烦，铁塔死了是他实力不较，你的野心我也能看得出来，但现在不是时候。监狱长出乎郑宇预料的，很直接的出了一些外人根本听不到也听不得的话，没给郑宇反应时间。监狱长继续道：监狱的存在就是为了期后的交易日，我已经为了这次交易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不希望在那之前出现什么变故。交货之后我便会离开，我允诺你一件事情，只要你帮我找到隐藏在监狱里的那些外来的虫子，如果交易成功，我会将你引荐给囚狱之神，让你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监狱长。郑宇抬起头，表现出略有诧异的样子，看着监狱长。监狱长却像是没看到一样，继续道：我要离开的这件事只有你和巨蟒知道，所以我只能答应你，你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监狱长，而这个机会便是和巨蟒进行竞争，赢得神的认可。从你杀死犯人，妄图让我修改规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其他人以为你只是想要一个地位，一个权利，但我看得出来，你想要我的位置。不过你知道无法战胜我，
所以你打算激怒我来让我修改规则，这样就能够激起狗头人和鳄鱼这两个反骨子的欲望，然后联合他们一起把我拉下去。哦，对了，应该还得再加上一个魅魔。监狱长竟然直接出了郑宇的计划。不过就算清楚你的心思，我也无法阻止你，因为你用的是阳谋。就算我能够看得出来，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规则，迟早这监狱会乱。一旦暴乱，我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监狱就会毁于一旦。不仅监狱会乱掉，最恐怖的是无法完成交易。你应该清楚我们要和谁交易，那可是囚狱之神。你得罪了我，顶多是死，但要是得罪了囚狱之神，那就是永世不得脱离的痛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你根本不清楚。面对监狱长的话，郑宇眼神里闪过一丝怪异。不，我很清楚，因为你现在就已经在囚狱之神的惩罚中了，永远卡在这个时间里，永远担惊受怕的准备着交易，无数次的尝试完成交易，却又屡次失败，永远在马上要离开监狱的那一碰到绝望。监狱长的这些正符合郑宇之前的猜测。什么管理者？什么监狱长？只是给囚狱之神抓进来的犯人罢了。唯一能够离开这里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顺利完成交易的监狱长。郑宇此时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监狱长如此实力，如此威严，却始终被自己牵着鼻子走。不是监狱长害怕郑宇，而是他不想在最后的时刻犯错。他曾预料过会有郑宇这种人出现，将一切弄得一团糟，将自己的监狱制度打破。有实力、有脑子、有胆量，甚至还能拥有破解他规则漏洞办法的人，真的不多。郑宇的出现印证了监狱长之前的担忧，但他没想到这一竟然到来的这么晚，以至于当郑宇出现的时候，监狱长甚至是长舒一口气的，因为郑宇出现的足够晚，距离交易日已经近在咫尺，他的终于要坚持到最后了，但又不够晚，因为还有最少期的时间。郑宇、外来的虫子、监狱里另外一股隐藏的力量，3种威胁都在临近交易日的这一逼近，让监狱长不得不做妥协，那就是稳住郑宇，先解决内部矛盾，再去解决犯人里面的问题。正好监狱长看出了郑宇不仅仅喜欢杀戮犯人，更加执着于寻找外来者，也就利用这一点，才有了今这场面。只是出乎监狱长预料的是，郑宇竟然能够杀死铁塔。其实我早就猜到会有这一，你要监狱长的位置，我给你，但只能是在交易日之后。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哪怕你拉拢了狗头人和鳄鱼，就算再加上魅魔，你们4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以为狗头人和鳄鱼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老实？因为我足够强。郑宇没有话，他只是在打量着监狱长，因为之前都是相隔很远，这次才终于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监狱长的身高非常高大，大概有2米半的身高，露出来的手背上全是皱纹，仿佛一名枯槁老人一般。监狱长见到郑宇没有回复自己，也看到了郑宇观察自己的动作，也不避讳的道：监狱长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个诅咒，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老了，我可不想在这里老死，所以在咱俩都没撕破脸的情况下，做个交易吧。郑宇问道：什么交易？你帮我找到虫子，帮我顺利完成交易日，帮我离开监狱，你和巨蟒竞争，下一次交易日离开的就是你。如果你坚持要搞事情，我也不介意直接撕毁规则，来一次内部大屠杀，把你和狗头人他们全部杀死。虽然这么做会彻底破坏监狱规则，但最起码能够镇压他们几十间，也能顺利完成交易。你想要哪一种结局，你自己选。监狱长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信心的。郑宇也顺着监狱长的话道：那我不是没得选择，监狱长，你也可以选择让你的帮手出来，来试一试我的实力。郑宇摇头：我自始至终的目的其实也不是你的位置，而是你口中的那些虫子，只不过只有你改变了规则，才能全部抓到他们，所以才盯上了你的位置。现在你想要完成交易，我想要抓到他们，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我自然就没有继续的打算。听着郑宇的话，监狱长审视的看着郑宇，问道：所以你也是外来者？郑宇也没有否认，两人摊牌都摊到这种程度了，而且郑宇从王厅那里得知了更多的事情，彻底将整个监狱死牢的前后全部串联了起来。你不早就猜到了吗？郑宇反问道。见监狱长没有回答，郑宇继续道：囚狱之神赋予你约束管理者和犯饶能力，但你却无法约束我，这才是你妥协的原因。不过就像你让我放心一样，你也不必担心，我的目的只是那些和我不同阵营的外来者，一直以来我们就没赢过，现在我终于知道赢的方式了，不是夺取你的位置，也不是破坏监狱体系，而是和你合作，共同完成交易。郑宇当初就一直在想，如果犯人是以破坏交易为通关方式，那管理者阵营就是以完成交易为通关方式。越狱，这本就是一个封禁的时间，哪有什么越狱？从王庭的攻略那里得知，对于监狱长来，监狱的权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犯人阵营通关的后果是整个监狱彻底混乱，也就是无法正常完成交易，这才是监狱长被困在这里的原因。所以对于监狱长来，最重要的是交易，只要能够完成交易，他什么都愿意做，那就需要一步一步的去逼迫监狱长向自己妥协，杀死犯人，抵挡惩罚，钻规则漏洞，展现实力，杀死铁塔，一步一步的让监狱长明白一件事情，再不管自己，别交易日了，再过几，郑宇就好带着狗头人和鳄鱼开始逼宫了，到时候你更没时间去完成交易。这就是郑宇的破局方式。郑宇做了2手准备，2个计划，一个是现在这种比较稳妥避战的方式，另外一手当然就是硬将监狱长拉下来的方式。实话，郑宇没想到监狱长会这么快的妥协，他以为最少得等到自己展露出8阶召唤兽实力时，才能有这种面对面的谈判机会。可见面对即将临近的交易，
监狱长比郑宇想象的更加着急和慌乱。那就合作。监狱长伸出手，郑宇握住监狱长那只枯槁的手，笑着道：“双赢的事情当然合作。哦，对了。”在监狱长将要撤下毒物时，郑宇突然道：“我有可能知道你最近变老速度加快的原因。”监狱长刚想询问，却听到郑宇：“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因为时候没到。等你要出去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吧。”监狱长，怎么样？怎么样？见到郑宇出来之后，王婷紧忙跑到郑宇面前，慌张地问道：“郑宇就是他通关的希望，王婷当然不希望郑宇出事。”郑宇摊了摊手：“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事？难道我现在是鬼魂？”王婷感觉到自己有些关心则乱了，她赶紧换了话题问道：“我是问你和监狱长谈什么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郑宇也没戏，但有这一句话就足以让王婷喜出望外了。郑宇接着道：“但有你们接下来必须要配合我，听我的安排。”没问题。王婷一口应道：“不需要跟他们商量一下？”郑宇笑着问道：“商量个屁，这是了算。大腿有郑宇这位腿大吗？而且就在昨晚，自己的队长才跟他过，可以答应郑宇的一切要求。”王婷非常了解自己的那位女队长，心高气傲，谁都不服。但现在人家服了，连自己认为的大腿都认为郑宇是大腿，那还商量什么？抱住就完事了。那笑。郑宇好笑地看着王婷，想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王婷时状态，和现在可是有180度的转变。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2件事，郑宇直接道：第一，你需要通知你的队友，就是你之前的那个大腿，然后再把管理者阵营的所有职业者都找出来。王婷抢答道：都去地下2层。是的。郑宇点头。那不需要我们在其他层寻找职业者了吗？王婷不解地问道。不需要，监狱长会配合我们一起找职业者。监狱长有寻找到虫子的方式。郑宇笑着道：如果他有，那他就不会拜托我了。那我们怎么找？很简单，一间一间的找。啊，这不是又回到原路了吗？王婷很疑惑，但他不敢问，也在心底里认为郑宇费劲做了这么多事情，不可能再重回最笨的方式。郑宇却笑道：其实最笨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而且这次不是我们自己找，监狱长会安排所有干部来协助我们，其中包括暗雪之眼和蜘蛛女。其实只要有他俩在，寻找职业者非常简单，具体操作我会交给你们。第2件事。听到郑宇玩第2件事时，王婷表情稍微有些凝重。真的要这么做吗？会不会有些冒险了呀？其实只要找出犯人阵营的职业者就能通关了呀。对于郑宇的第2件事，王婷有些犹豫。郑宇早就料到王婷会有顾虑，也没劝，只是道：不强求，你只需要把我告诉你的所有事情跟其他职业者复述一遍，愿意参加就来，不愿意参加可以在阵营游戏获胜之后通关离开。但郑宇盯着王婷的眼睛，充满蛊惑的道：人这一辈子总要为点什么事情拼一把，如果是一个完美通关的奖励，你愿不愿意？完，郑宇便带着战争牛头转身离开，留下王婷站在那里，双眼迷离的嘟囔着：完美通关，真的可能吗？看着郑宇离开的背影，王婷竟然莫名的感觉到，如果是这个饶话，不定真的有可能做到。王婷开始召集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们从来没有像今这么高兴，因为他们竟然在这个之前不可能完成通关的阵营里面看到希望，而且希望很大，因为从未有人做到过管理者阵营的干部位置，拿到过如此大的权力，竟然一下子将他们所有职业者们都拉到了一个队伍里面，这就等于你入职了一家500强企业，突然发现这家企业的股东竟然是自家直系亲戚，还将你拉到了最简单的职位上，拿着最高的工资，每只需要上班喝茶就歇的那种快服，爽妈了！所有职业者进入地下2层，包括那名短发女和青年。妍姐，王婷见到自家队长时，立马对着李岩打着招呼。李岩看着一脸精气神十足，站在那里昂首挺胸等着夸奖的王婷，失笑的道：不错，这身衣服是区域长官。一旁的青年认出了王婷身上的衣服。运气好，运气好，宇哥给我个职位，这样好办事。好啊，宇哥都叫上了，一会是不是连姐都不叫了？毕竟你现在是我的上司嘛。李岩半开玩笑的道。哪能啊？王婷语气有些着急，然后凑近李岩声道：在这里我得管郑宇叫哥，人家毕竟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怎么也得给一个情绪价值是吧？王婷郑重的道：他只是这一场的哥，而您是我一辈子的姐。李岩青年偷听到王婷的话之后感慨道：要不然老师为啥这么喜欢你呢？是够不要脸的。王婷不满地瞪了青年一眼：你不画，没人把你当哑巴。然后又对李岩道：妍姐，你觉得郑宇的那件事靠谱不？提起这件事，李岩倒是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件事就像郑宇的，他需要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不能给你太多的参考，但我会选择留下赌一把。一旁的青年也道：我也选择留下，反正在每次进入深渊之前，我都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遗书都写了好几份了，如果真能够完美通关，就能够给世界增加1分抵挡住神灵的概率，如果我死了，其实影响也不大。青年的话一下子点醒了王听，他也坚定下了决心。这时地下2层的会议室的门突然打开，本来李岩以为出来的是郑宇，没想到竟然是狗头人、鳄鱼、魅魔以及蒙面屠夫4名干部。呵呵，魅魔笑声充满着诱惑力，看到外面站着的全都是新人时，笑着对身后的郑宇道：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郑宇笑着，可不要瞧他们，他们每一个都身怀绝技。鳄鱼庞大的身躯凑到了李岩的面前，血盆大口中露出浓重的血腥味道。
他嗅了嗅李岩，这娘们味道不错，看来咱们有合作的理由了。完，直接掠过其他人，离开地下2层。魅魔直接坐在身材巨大的蒙面屠夫的肩膀上，笑盈盈地盯着郑宇。那我等着你的消息哦，可别辜负人家的期待。面对魅魔充满诱惑力的语言，郑宇面色如常的道：放心，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满足所有人期待，包括我的敌人。4名干部离开，其余职业者抱着一丝敬畏的心走进地下2层郑宇的专属会议室。他们能够从鳄鱼和魅魔的态度中看得出来，郑宇好像在下一盘棋，一盘有可能真正完美通关的棋。欢迎我的战友们！郑宇对着会议室里其余的10名职业者，也就是除了郑宇之外的另外2支队伍表示欢迎。我知道你们现在一肚子疑问，不过先别急，一个一个解决。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如何快速找到职业者？这确实是他们都关心的问题。先把完美通关这件事放在一边，通关才是首要的。郑宇笑着拿出一件道具，李岩认出了这枚道具，魂珠。没错，郑宇像是老师一样，伸手指了指李岩，看来你应该也是通关过鬼系深渊的。李岩也点头道，我曾通关过一个名为死亡隧道的鬼系深渊，魂珠是鬼系深渊里最常见的资源，属于消耗性物品。引爆魂珠能够给敌人添上一层负面效果，削减对方 2% 的整体实力。李岩到这里皱着眉头看着郑宇，你想用标记来区分深渊怪和职业者？没等郑宇回答，另外一支队伍的队长立马反驳道，做不到的，任何标记性物品都无法区分精英怪和职业者，如果能够区分的话，早就有人从管理者阵营通关了。这支队伍的队长是个很壮的胖子，身材很臃肿，但脸却一点都不胖，虽然是在反驳，但却一点都没有攻击性的那种，竟然给郑宇一种很安心的感觉。郑宇摇了摇头，第一，就算有人有那种标记性物品，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每一间牢房都释放进行区分，时间不够，人手不够，这一点胖子队长和李岩都赞成。他们也同时闭上嘴，耐心等着郑宇的解释，毕竟能够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算是管理者阵营的一次大突破了。第二，郑宇笑着道，谁我要用它来区分职业者的？王婷很恰到好处的捧哏，那宇哥你有什么办法？郑宇拿出颜料桶，将魂珠浸泡在颜料桶里，然后拿出来，一枚黑色的魂珠现在就被染成了红色。现在它不叫魂珠，而是监狱长给我的宝物，也是监狱长苦心钻研几十年终于研究出来的辨别外来虫子的极品道具，也是管理者阵营唯一赢的机会。男青年、胖子队长同时陷入沉思，只有王婷举手问道，我没听懂。男青年、胖子队长以及其他职业者都给王婷投以感激的眼神，因为他们也没懂，这不就是个染了色的魂珠吗？而且这颜料他们也都见过，就是圣殿商城里买的道具，能够改变任何道具和装备的颜色，是那种娱乐玩家玩穿衣搭配游戏的道具。他们这群硬实力硬核玩家从不搞这些。只有李岩若有所思的道，我们站在管理者阵营，从王婷那里得到了郑宇对深渊的全部分析，自然清楚监狱长没有这种道具，但犯人阵营的职业者不知道，他们也从未有过和监狱长面对面交流，成为监狱干部的这份攻略也就根本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这种道具。假的就是真的。李岩抬头看向郑宇，眼神中的诧异掩盖不住。没错，思路非常清晰。郑宇不吝啬自己的夸赞。男青年和王听在一旁看着李岩不自觉露出的笑容，心中五味杂陈。姐姐，你可是我们世界的翘楚才啊，怎么能因为人家一句夸奖就这么高兴？你的高冷人设呢？你的自傲霸气呢？我还是不懂。王听继续发问。我大概清楚了你的意思，但怎么操作？很简单，我们手上有蜘蛛女和暗血之眼，他们两个一个是散布谣言的工具人，一个是负责监视的工具人，而且有暗血之眼就能够在一之内将魂珠撒到每一间牢笼里面，然后散布出魂珠就是监狱长极品道具的谣言，静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就行了。王听疑惑地问道，就这么简单？那如果他们稳得住气呢？郑宇笑着道，总会有心理素质不好的，比如在地下2层的职业者。王听给我了一份数据。郑宇看向李岩，就是你们世界总结的数据，犯人阵营的职业者会均匀地分布每一层监狱里面，也就是地下2层嘛，至少有一名职业者。我又是地下2层的层长，又得到了监狱长的权限，可以和地下3层的鳄鱼一样肆无忌惮地杀死这里的犯人，那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们有魅魔。李岩瞬间明白过来，每一个进入监狱死牢的职业者都会准备沟通工具，比如宠物、重形信使，甚至有幽魂技能的离体技能。他们虽然被限制了移动，但一定还保持着沟通，必然清楚他的队友在哪。只要魅魔问出哪怕3间准确的牢房房间号，他们就会自乱阵脚。李岩突然感觉好像管理者阵营才是拥有优势的一方，又有权力，又有魅魔这种神奇的生物帮忙。但他转念一想，好像至今也只有郑宇才做到了差事魅魔帮助他们。他问道，那我们需要做什么？郑宇收敛起笑容，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职业者找到，然后什么都不要做，交给我，因为带你们通关的价钱就是这场深渊的杀戮积分，我全都要。面对郑宇非常霸道的做法，没有人提出疑问和质疑，甚至胖子和李岩都作为队长进行了允诺。没问题，只要你有把握能够通关，杀戮积分我们不要。成交。郑宇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监狱死牢第3，地下2层出现了一阵一阵的哀嚎声，一名少女满脸汗水的缩在墙角，惊恐的听着远处传来的哀嚎声。远处2名人头蜘蛛正在用孩的刺耳声音谈论着什么。真惨啊！是啊，
比地下3层的鳄鱼大人还要残忍。听这位新来的层长发明了一种残忍的折磨犯饶方式，好像要逼问出什么东西。逼问什么？外来的虫子呗。监狱长不是给他了一些东西，能够直接辨别出外来的虫子吗？听是这位层长的爱好，谁都杀，杀犯人，杀虫子，甚至还杀了干部铁塔。这么猛啊！还有啊，听新来的层长已经找到好多外来的虫子了，你知道吗？这些虫子都是有组织的进来的，互相都知道对方在哪个牢房，已经问出来好几个了。真的吗？而且听，没等这2只人头蜘蛛完，一道极其具有诱惑力的香味飘荡而来，2只人头蜘蛛马上灰溜溜地跑走，只留下妖娆的魅魔看着一身冷汗却装作无事的女孩。是女的，你行吗？站在魅魔身边的郑宇质疑道。魅魔翻了个白眼，老娘男女通杀。郑宇点头，不挑食，挺好。魅魔辛苦了。郑宇对着魅魔认真道谢。意思？魅魔擦了擦手上的血，笑盈盈地对郑宇道，想不想尝试一下？很舒服的。郑宇看了一眼躺在牢笼里面浑身是被鞭子抽打出来的血印，以及躺在那里时不时抽动的腿，还有女孩那一脸舒服的表情。郑宇立马摇头，我不好这口。哦，你喜欢主动？魅魔靠近郑宇，装作柔弱的语气道，姐姐我也可以做挨打的那个哦，只要你愿意。郑宇和魅魔相处真的好难，但一想到魅魔其实有可能根本没有性别，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还有一种可能他连蜘蛛这种虫类都能够魅惑，一想到这一点，郑宇突然感觉魅魔这个种族好像很牛逼啊，欲望随之降了下来。无趣的男人。魅魔看着冷静下来的郑宇，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道，等你好消息，姐姐我先走了。魅魔离开之后，郑宇才舒了一口气。其实见到了魅魔刚才对这名职业者的一些类操作，郑宇才明白一件事情，魅魔对自己根本没有用真正的魅惑手段。如果魅魔要是认真的话，就他那21%的免疫控制能力根本抵挡不住。牢笼里的职业者女孩还在回味。郑宇招了招手，让远处待命的2名狱警将牢笼门关上。你俩之后的任务就是守在这里，我会给你们再派2名狱警，保证这里24时都有人，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通知我。是。这2名狱警正是郑宇从3层带下来的老熟人了，非常清楚郑宇的手段，自然不敢怠慢。郑宇看了一眼瘫软在地面上的女孩，没有露出什么怜悯之意，哪怕他们本就没什么仇恨，但深渊即是战场，谁都想活下来。换句话，自己如果处于女孩的位置，对方也不会对自己有任何怜悯之意。魅魔已经从女孩手里拿到了2个牢笼的房间号，就像他之前猜想的那样，犯人阵营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沟通方式。可惜这名女孩只知道他队长的和另外一名职业者的牢笼房间号，但足够了。只要能够精准地杀死职业者，并让女孩继续活下去，对于其他犯人阵营的职业者来，就是一种慢性折磨。郑宇正琢磨着怎么继续后续的计划时，一声粗俗的骂声打断了郑宇的思考。你星号的，你个星号子就是新来的层长吧？是你杀了我兄弟，来，让老子好好看看你，你有什么胆子敢来这里当层长？最好别让我靠近你，不然让我抓到你可就死定了！哈哈哈。郑宇，地下2009。哦，我当是谁？原来是你，禽兽！哈哈，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算你子有点眼力见。这个满脸狰狞，身高3米多，身上有非常多纹身的男人对着郑宇狞笑。地下2009牢房，10所绝对不能进入的牢房之一，名为禽兽，排名第3。之前的双瞳排名第8，有点实力，但实力不多。郑宇看着这名高壮的犯人，不自觉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你笑你妈呢？问你个问题。郑宇不生气，反倒很淡然地问道：你是什么禽兽？禽兽一愣，没反应过来，你在什么东西？我问你，你是什么类型的禽兽？郑宇面带笑容，看着2009牢房内的男人，伸手召唤出了早就复活过来的赎罪者和战争牛头。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新来的层长，我是管理你们的生死，你可以亲切地称呼我为活阎王。阎王专收禽兽，不过垃圾还得分类处理，我当然得知道你是什么禽兽才笑。郑宇挥了挥手，气息骇饶赎罪者，在见到禽兽时就已经激发了赎罪者的兴趣，他嘴里嘟囔着有罪，扛着镰刀走进了牢笼。或许感受到了赎罪者强大的气势，男人立马道：你们不能杀死犯人。呵，回答他的是郑宇的一声不屑。原来是个睡禽兽，我还以为有点骨气呢。排名第3，就这，杀了吧。郑宇丝毫没有解释，他不信对方之前没有听到之前的惨叫声。战斗持续了没多长时间，犯人阵营中排名第3的精英怪现在就已经人手分离，那颗狰狞的头颅在赎罪者的手上如同一颗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气势。击杀精英犯人，禽兽 LV30 经验加，获得战利品宝箱，等级提升，等级 LV27 LV28 150万，距离升级还需143万点经验，3升1级。郑宇环顾了一圈地下2层的范围，然后满意的点零头，随便杀还不用担心违反规则，再有6应该就能够提升到30级了。郑宇也是成为层长之后才知道的，地下2层和3层其实是放置次品货的地方。新来的犯人会在地下1层经过暗血之眼的分辨，区分为4个等级，分别归类于2层、3层、4层和5层。次品货会放置在地下3层和地下2层。至于什么是次品货，什么是上等货，郑宇也不清楚。监狱长和暗血之眼对于这件事儿是守口如瓶的，所以
哪怕郑宇和鳄鱼将地下2层和3层的犯人屠光，也不会影响到交易日。用一堆垃圾来安抚2个嗜杀如命的他们，是最适合的了。对于你们来是垃圾，对我来，这可都是经验啊。晚上的大会，监狱长没有来，和往常一样，各部门的巡逻队长给层长们汇报工作。不一样的是，多了一个新层长，而且这名层长身上的血腥气味冲到刺鼻子。再一想到之前死掉的铁塔，所有人都开始躲着地下2层的狱警们，生怕被惦记上。这感觉太奇怪了。胖子队长挠了挠头，嘟囔道。一旁的男青年也叹了口气道，以往管理者阵营的基调就是低调，越低调越能减少麻烦，越能完成任务，哪有过现在这样的情况，还能让他们害怕咱们？离谱，他们这些2次进来的职业者才最有发言权。确实离谱，就连李岩都忍不住道，毕竟他亲眼看到犯人阵营的禽兽尸体被抬出监狱，扔进焚尸炉。要知道，这可是排名第3的犯人。换句话，郑宇现在的实力，除了管理者阵营第1的监狱长以及犯人阵营第1的幕后之人，郑宇已经碾压其他所有人。他要是我们世界的职业者就好了，真羡慕他的世界啊，能有这样一个才强者。李岩看向郑宇，心里嘀咕着：4层，现在死了几个职业者？白色幽影道：5个。第一个是第1死掉的，来自2876世界的队伍；第2个和第3个是第5死掉的，都是来自0719世界；第4个是在第6 2876世界队伍的职业者；第5个就是左死掉的男了。男人压低着声音问道：男是怎么死的？白色幽影摇头：他死的时候我不在，那里布满了暗血之眼，我找不到视野盲区。男人想到了什么，抬头问道：地下2层那个职业者是0719世界队伍的职业者吧？是。男人又问道：除零下2层那个你找不到的职业者之外，剩下2个0719世界的职业者现在状态如何？很不好，他们有想要强团想法，他们担心一旦被对方盯上，会失去脱战强团机会。愚蠢！男人罕见地丢掉了优雅的一面，嘴角如捏着一丝愤怒。好一招囚徒困境，好一个有脑子的对手。白色幽影有些焦急的道：队长，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不仅0719世界的职业者有强团想法，2876世界的队伍也一样，他们都不确定前2只猪群扔进牢笼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货，他们不敢赌，甚至白色幽影不敢再下去。男人却气急反笑：不会是您和大古他们2个也想要强退吧？白色幽影的沉默给了男人答案：真是蠢得要命，他们就不会动脑子想一想，如果真有那种道具，还用拖到现在？如果真有那种道具，还需要留着地下2层职业者的性命？脑子是屎做的吗？白色幽影解释道：因为从未有人在管理者阵营成为过层长，他们担心万一。没有万一，就不可能存在这种道具。男人语气坚定，但眼神却有了一丝犹豫，只不过他隐藏得很好。我们现在该怎么继续下去？白色幽影没有反驳男人话，他不管是真是假，他只希望队长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算是被架在火架上烤的蚂蚱了，再不挣扎就真的死了。简单。男人表情坚定，杀了那个职业者，一切就都解决了。这个深渊不是什么权谋战，也不是什么心理战，比的依旧是实力。只要杀了那个职业者，剩下的职业者根本就没有能耐担任层长。只要他死了，这个困境就不攻自破。完。男人抬手，一团血球顺着牢笼缝隙钻了出去，然后蔓延到了周围的2间牢笼里面。随着几声惨叫声，旁边2间牢笼的犯人全部死亡，血液蔓延出来，侵染了整个走廊。紧接着，血液向外扩散，将更远处牢笼的犯人继续杀死，将整个走廊都染成了红色。这应该足够明显了吧？白色幽影却担心的道：如果他不来呢？他不可能不来，对于我和他这种级别的才来，深渊只是其次，杀戮积分才是最重要的。他很清楚我们这种级别的才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得到了我的认可，但他也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此时，郑宇正在开箱子。从当上层长到现在，一共4的时间，郑宇基本上已经杀掉零下2层所有的精英犯人，等级提升到了29级的70%经验条，共收集到32个战利品宝箱，其中1个是排名第3的禽兽犯人战利品宝箱，还有1个是排名第4的铁塔干部战利品宝箱，2个都属于高级精英怪宝箱。职业者的话，郑宇一共杀了5名职业者，第1杀死的青年战士宝箱已经打开过了，剩下4个职业者战利品宝箱，其中2个是地下2层那名女职业者爆出来的队友位置，2名竟然都是 SS 级副级别宝箱，另外2个就是郑宇所的那种心理素质不太好的职业者，几乎在魂珠谣言释放出去的第2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异样，其中1名女职业者竟然开始攻击狱警，见到狱警进入他的牢房如惊弓之鸟，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主动强团职业者，看来心理素质比我想的还好。郑宇嘟囔着，他其实一点都不担心找不到他们，因为这场深渊哪怕不将这群犯人阵营职业者都找出来，郑宇也有通关的办法。换句话，他就压根没有打算全都找出来，他是奔着完美通关去的，阵营战赢不赢无所谓的，找他们也只是因为会有战利品宝箱和经验拿。叩叩叩，门口传来了敲门声，魅魔站在门口。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个？好消息是一名外来者主动现身，杀了周围的犯人，看样子像是为了引你过去。郑宇并不惊讶，他只是道，看来终于是忍不住了。对于犯人阵营的职业者来，继续拖下去是长痛，选择直接退出深渊是短痛，而像这名职业者正面硬刚的选择则是剧痛。
他在长痛和短痛之间选择了剧痛。坏消息呢？魅魔媚笑着道：尸身兽现在已经在路上了。那个家伙可没脑子的。魅魔看得出来，郑宇对于亲手杀死外来者有执念，或者有什么利益是他不知道的，所以故意逗着郑宇道。但郑宇却一点都不着急的道：那我得准备一下。魅魔不解的问道：你不着急？郑宇笑着回答：既然是主动现身，那就明他知道了唯一的破局方法，那就是杀了我。能想出这种办法的外来者，实力可不是尸身兽能够杀死的。可以稍微等一等，如果尸身兽受伤严重，我一会帮他收尸，如果两败俱伤，那就是双赢。魅魔，双赢？我赢2次。魅魔，你就这么瞧不起尸身兽的实力？郑宇摇头，我很清楚尸身兽很强，他排在第7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智商。只是你们有些低估了那名外来者的实力。我相信他一定是我想要的那种才，正好缺一个东西，希望他能够给力一点。魅魔听不懂，可以，郑宇有时候的很多话他都听不懂，但他也习惯了。所以你要准备什么？郑宇一边笑着回答，一边打开了所有的战利品宝箱，给他一个惊喜。一共32个战利品宝箱，弹出的信息直接在郑宇眼前刷屏了。开启战利品宝箱，3阶段深渊普通精英怪，获得负点加1500。开启战利品宝箱，3阶段深渊普通精英怪，获得负点加1500。开启26个普通精英怪宝箱，无一例外全部都是负点。3阶段深渊的普通精英怪，战利品宝箱里只有类似于保底的1500负点。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囚犯地下2009禽兽，获得1800点负点，随机文章1枚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星号1。你已打开战利品宝箱精英预警铁塔，获得2300点负点，随机文章1枚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星号1。SS 级资源任选宝箱，郑宇没想到铁塔和禽兽的实力竟然是和 SS 级副职业者相媲美的，因为只有击杀 SS 级副职业者时才会爆出资源宝箱，而资源宝箱是快速训练召唤兽的重要道具。在管理者阵营里排名第4的铁塔是2300点负点，但犯人阵营里排名第3的禽兽只有1800点。看来管理者阵营的整体实力是要高于犯人阵营的，唯一变数是那个隐藏在监狱里面的幕后黑手。郑宇也明显发现杀铁塔比杀禽兽简单得多。当然，杀禽兽时是7阶赎罪者和6阶战争牛头一起上的，如果换做铁塔，面对一个肉盾加一个刺客的组合，他也挺不了多长时间。郑宇将弹出的信息刷到最后，开启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9级战士，获得负点2900，文章复制器星号1。SS 级资源任选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 SS 级负26级刺客，获得负点2600，即刻扳手一件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7级战士，获得负点1700，随机文章1枚。开启战利品宝箱 S 级负26级战士，获得负点3600负点。不错，到底还得是职业者，不仅有大量的经验，还有杀戮积分，负点也多，资源也丰富。4名职业者，2个 SS 级资源任选宝箱，一个即刻扳手，随机文章1枚，还有1枚文章复制器，福星加1。文章复制器当然要复制福星，现在他的战斗力是足够的了，就是缺资源。7阶召唤兽升级到8阶需要5万的资源点，最重要的是他有6只召唤兽要进阶，这可是笔大数字，就等着福星和那枚还在孕育的金蛋来获得资源呢。福星越早凑够9羁绊，越能提高资源获得速度。郑宇整理了一下资源，32个宝箱共获得点负点，足够将赎罪者或者光翼精灵任意一只拉到8阶。4个任选资源宝箱，3枚随机文章，1枚文章复制器被郑宇直接复制了福星。目前福星已经3枚触发了羁绊，只要通关深渊就能获得1枚异星资源法球，1枚即刻扳手给赎罪者开了个装备槽。目前赎罪者是郑宇手上的主战斗力。3枚随机文章开出了2枚格斗家文章，1枚战斗机甲文章。战斗机甲3反斜杠6，使用至尊选择器来指定一个至尊机甲。战斗时，至尊机甲可以选择2名拥有战斗机甲羁绊的召唤兽进行合体，吸收这些义子的90%基础生命值。召唤师可进入至尊机甲中进行操控。3. 至尊机甲获得60%攻击力，60%血量。6. 至尊机甲获得180%攻击力，180%的血量，并升级为使徒机甲。郑宇表情亮了，召唤师控制还真他妈能开机甲，有哪个男人能够经受得住机甲的诱惑？机甲和魅魔放在一起，郑宇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机甲。好，郑宇喜出望外。虽然现在只有1个战斗机甲羁绊，但凑齐3机甲羁绊其实难度不高，只需要再来2个就够。机甲既可以当做战斗手段，也可以当做我的保命手段，而且不是强制合成，也就是假如有危险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将血量最高的战争牛头合成起来，80万血量的90%也有72万血量，这个羁绊是非常完美的保命底牌啊。郑宇没想到文章羁绊又给了他一个惊喜，开战斗机甲的召唤师就问你怕不怕。另外一个惊喜是6格斗家凑齐了，刚才开出的2枚格斗家文章，之前杀死的第1名犯人阵营的战士青年职业者得到1枚格斗家文章，再加上之前本来就有的3枚，正好凑够6枚格斗家文章。格斗家2反斜杠4反斜杠6反斜杠8，你的格斗家召唤兽获得额外的最大生命值，并增加体型。2. 格斗家获得15%最大生命值，增加15%的体型。4. 格斗家获得50%最大生命值，增加50%的体型。6.
格斗家获得100%最大生命值，增加100%的体型。8. 格斗家获得200%最大生命值，增加200%的体型，增加100%的最大生命值，100%的体型。郑宇将格斗家文章分配下去，没啥选择，因为郑宇现在一共就6只召唤兽，6个文章正好1只1个，就连光翼射手这种后排输出都带了1枚。反正文章不限制佩戴数量，所有召唤兽佩戴了格斗家文章后，立刻触发6格斗羁绊，体型开始膨胀，血量开始暴涨。郑宇甚至直接听到了召唤师空间里战争牛头发出的喜悦的声音。体型基数本就非常大的战争牛头，现在更大了。当初郑宇在面对送葬者苦寒的时候，就体会过体型的在战场上的优势。如今战争牛头的血量飙升到了140万，因为格斗家羁绊增加的是基础血量，装备血量和额外加成的血量并不翻倍，但140万的血量可是足足一名 BOSS 级的数值了。可惜想要8格斗家羁绊的话，需要到35级8只召唤兽才能触发。郑宇已经开始幻想200%体型增长的战争牛头的压迫力了。不过郑宇倒是觉得光翼射手焚焰不应该带格斗家羁绊，一个射手一个法师，体型太大的话容易成为集火目标。先这样吧，之后再想办法。起码现在来翻倍的血量能够保证光翼射手和焚焰的生存能力。一个身材高大的精灵其实也是挺离谱的。6格斗提升巨大，战斗机甲给了郑宇惊喜，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5万副点的8阶召唤兽，是提升赎罪者呢，还是提升光翼精灵呢？郑宇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了赎罪者。因为光翼射手需要阵容搭配，需要保护和装备，并且现在来光翼射手的输出是足够的，赎罪者不算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利用恶魔契约祭献血量，硬拉一只6阶召唤兽到8阶，这样郑宇就能拥有2只7阶和1只8阶召唤兽。但问题是血量不够，从27级提升到29级，在血石的提升下，血量涨了不到3万，总血量达到14万多一点。除去装备血量，能够祭献的基础血量正好有8万。不过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郑宇可不敢祭献这么多的血量，14万的总血量都有被秒掉的可能，何况是再祭献下去。最关键的是，不少高级技能是拥有生命削减效果的，可以直接越过护盾防御能力进行削减血量，还有真实伤害，监狱长的毒液伤害，哪怕有赎罪者的复活保命，灵蝶女王的伤害分担，阴神靴的误伤免疫，郑宇都不敢再去赌了。白了，恶魔契约只有前期有非常好的效果，一旦度过前期，恶魔契约的收益就会减少，主要还是因为深渊难度增加，保证健康的血量才是最重要的。抉择之后，郑宇选择放弃恶魔契约，走一条更加安稳的路子，将赎罪者提升到8阶，将5万点副点投入进去。我明白了。召唤师空间内，沙哑的声音从赎罪者的领地里响起。赎罪者漂浮在半空中，身上之前混乱的气息竟然在晋升到8阶之后变得顺畅了起来，就如同他的一样。他明白了一些事情，让本来被困于自我纠结中的赎罪者彻底放下了心结。我明白了。赎罪者再一次嘟囔道。他身上的黑雾扩散出去，在他身后凝结成一把巨大的王座。赎罪者将镰刀斜着插在王座上，一把镰刀和黑雾组成的王座。就在赎罪者坐在王座上的那一刻，从他身上传出巨大的气势。召唤兽，赎罪者7阶，附进化召唤兽，恶魔罪罚君主8阶。这是自立为王吗？郑宇看着赎罪者的变化，也大概知道了，他明白了什么。赎罪者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在地狱赎罪，而地狱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罪，所以地狱的罪谁来赎？解决答案也很简单，就和郑宇解决监狱死牢的方式一样，成为这里的掌控者便能解决1000，成为地狱的掌控者便可以实现赎罪者心中的执念，创造王座，成为君主便是赎罪者走出的第一步。所以8阶便是君主，名为罪罚的君主。召唤兽，恶魔罪罚君主，等级29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42万，攻击力负8阶，距离升级还差20万点负。罪罚君主被动1，拥有象征地位的行刑镰刀，攻击力增加 25%。 罪罚君主被动2，拥有象征地位的黑雾王座，削减敌人 20% 的双抗。技能1，行刑罪罚 LV29。 技能2，恶意斩击 LV29。 技能3，有罪 LV29。 技能4，罪恶收集 LV29。 技能5，地狱黑雾 LV29。 身为被地狱认可的君主级恶魔，罪罚君主可以操控地狱黑雾进行战斗，被地狱黑雾侵蚀的敌人会进入恐惧状态。技能6，死罪 LV29。 罪罚君主宣判对方死罪，地狱黑雾将幻化为一把巨大的镰刀，对目标进行一次巨额伤害，抹杀效果从 15% 提升至 20%。 技能主仆共生。技能地狱形态。如郑宇所料，其实7阶晋级到8阶的提升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原本的赎罪者光环现在变为罪罚君主的第2个被动，由那个黑雾王座驱动。行刑恶意斩击有罪，罪恶收集4个高伤害技能都不变，多出了一个控制地狱黑雾的能力，让罪罚君主从单一的刺客变为攻击手段更加丰富的君主类型召唤兽，并且地狱黑雾能够恐惧敌人，算是多出了一个控制技能。控制技能能够让罪罚君主的输出更加稳定。黑雾还能化为镰刀，原本能够抹杀剩余 15% 血量的敌人，现在能够直接抹杀剩余 20% 血量的敌人。别看只增加了 5%， 就单单这 5% 就
就能提升非常大的斩杀率。总的来，8阶的罪罚君主整体实力变强，多灵域黑雾的攻击手段，但攻击方式依旧还是赎罪者的那一套。终于有第一个8阶召唤兽了，这应该是真正的历史记录。郑宇感受着罪罚君主身上传来的霸道的君主气质，郑宇感觉现在的罪罚君主应该能够轻松秒掉铁塔。不过8阶升级9阶需要20万的附点，这几乎打消了郑宇近期想要造出一个9阶召唤兽的打算。20万都能提升好几个8阶召唤兽了。拥有了8阶罪恶君主，得到了6格斗加羁绊，郑宇这才满意的起身，走吧，去看看这个聪明的外来者。滴答滴答，当郑宇来到4层的时候，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尸身兽竟然被倒吊在了房梁上，巨大的身体干瘪成一团，最后的血液也如同凝干抹布里的水一样，被什么力量挤了出来，滴落在地面。地面上布满了血迹，仿佛一个巨大的陷阱，只要你踩进这片被血液涂满了走廊里，就会和这只尸身兽一样被抽干血液，变得干瘪。你怕了？声音从走廊正中间的牢房里传来，一个低沉的气泡音，听着郑宇有些不太舒服。然后郑宇后退了2步。呵，郑宇的动作让牢房里的那名职业者更是发出了嘲讽，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原来只是个胆鬼。面对这饶嘲讽，郑宇不为所动，继续后退。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那个声音充满着自信，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郑宇回头看到了一道白色幽影，白色幽影挡住了郑宇的去路。接着白色幽影当着郑宇的面，利用技能从白雾中拽出了2名职业者。我没想到你会自己来，我倒是低估了你的贪婪，也正是你的贪婪害了你。你本来就差一步就赢了，只要你忍耐住。可惜男人语气轻松，甚至有一些骄傲的情绪在里面。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他的鬼域，他是鬼系的隐藏职业，你出不去的。我现在真的很想看到你错愕的神色以及懊悔的情绪，但可惜你可能连我的牢房都到不了。你很强也很聪明，可惜你遇到了我。男人自顾自地着，走廊尽头的白色幽影却很想提醒自己的队长，这个被他们困住的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非但没有错愕和惊讶，反而是一副惊喜的表情，就好像被包围的不是他们，而是他找到了心仪的猎物。郑宇看着白色幽影、2名职业者以及血池里的职业者，嘴角的笑意已经压不住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来就来呗，还带了3个礼物来，欢迎。郑宇笑了几句之后，伸手召唤出了罪罚君主、战争牛头、光翼射手、焚焰、蛟龙。下辈子星点正在后端职业者，他可能不是害怕你，而是想找个安全的地方释放召唤兽罢了。毕竟这种无聊的战斗还不需要召唤师自己下场战斗。身为召唤师，要做好的第一件事，不是召唤出多么酷炫的召唤兽，也不是如何恰到好处的释放召唤师技能，而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尽量不去影响到召唤兽的战斗。毕竟都转职成召唤师了，那就放弃亲自上场战斗的体验吧，好好的观赏战斗，然后等着拿奖励就好。郑宇转身开启一间牢笼进入，然后熟练的反锁，并找了个好角度观看战斗。牢笼里面已经被那名控制血液的职业者弄得全都是血液，郑宇甚至从物品栏里面拿出一把椅子躺在上面。这就是召唤师的战斗，任何职业，甚至是和召唤师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亡灵法师，都做不到如此惬意的战斗，因为亡灵法师需要操控他的亡灵生物，而郑宇不需要。召唤兽们自己很清楚自己的任务，该输出的输出，该进攻的进攻，该保护的保护，该开团的开团，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召唤兽们到了6阶这个程度，智商几乎可以用碾压这个词来和亡灵生物对比。而且当8阶罪罚君主出现的时候，已经杀死了比赛。8阶召唤兽已经是进入了统治者级别的生物。郑宇认为还不够质变，还是因为他对于8阶召唤兽的期待有些过于高了，毕竟5万附点。但其实现在的这只恶魔召唤兽早已从普通的恶魔成为了权威一方的君主，这种提升是无法从技能和面板介绍上直面体现出来。可是一旦有了比较直观的对比时，罪罚君主的强制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罪罚君主出现时，那名转身就要逃走的职业者直接证明了这一点。罪罚君主真正的实现了碾压。跑！怯弱者死罪！罪罚君主声音沙哑的道。只见罪罚君主伸手，地狱黑雾涌现，阴冷的黑雾将本就空间不大的走廊笼罩在内。黑雾中响彻着呓语，在将那名白色幽影以及另外2名职业者席卷进入之后，黑雾中传来了2个男饶惨叫声。此时郑宇也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有些乔灵域黑雾这个东西了。之前看罪罚君主的8阶新技能，只是以为多了一个攻击形态，现在看来，能够创造象征着君主地位的王座，这地狱黑雾好像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甚至有可能是地狱本体。郑宇猜测着，系统传来了提示：击杀职业者，盾战 LV25，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密银盾牌 LV25，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25级盾战。击杀职业者，战士 LV30， 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钻石重剑 LV30， 钻10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 级-30级战士。黑雾散去，罪罚君主手持镰刀，已经将2名职业者的头颅割了下来。面对8阶罪罚君主不到30级的 S 级实力的职业者，根本抵挡不住，这秒杀。而那名白色幽影早已消失不见，那个被控血职业者吹得很厉害的鬼域出现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那名控制血液的职业者，则有些沉默。这不对吧？
他根本没看到发生了什么，2名 S 级职业者就被秒了，其中1名甚至等级都达到了30级。发生了什么？在地狱黑雾出现的时候，其实马格已经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对，但当时他还只是以为对方是虚张声势，毕竟他面对的1名召唤师，甚至只是其中1只召唤兽。1只召唤兽能有多强？哪怕那释放出来的君主气势让他感受到了压力，但他始终认为召唤兽都是垃圾。难不成召唤兽还能比职业者强？如果1只召唤兽就这么强的话，召唤师这个职业早就是顶尖职业了。但他没想到的是，真的就这么强，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强，瞬秒30级 S 级副职业者，甚至对方连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马格原本优雅的身姿早已经因为逐渐靠近过来的罪罚君主而变得肌肉紧绷，整人如同坐在马桶上用力的姿势，极为不雅。额头上流下来的冷汗滴落在眼睛里面，提醒了他现在还有机会，有机会强制退出。你不会是想强退吧？一个声音出现在马格的身后，他转身发现，不知道何时那名召唤师竟然出现在他的身后。最让马格感到恐惧的是，1名身高差点就能够顶破牢房花板的巨型生物就蹲在自己身后。是蹲。监狱死牢的层高其实很高，足有4-5米的高度，但对于这只生物来，蹲着都差点要将牢房撑满，可见其体型的巨大。虽然气势上这只庞大的生物没有那只拿着镰刀的召唤兽强大，但庞大的体型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却给了马格非常大的压迫力。虚张声势，马格知道自己最后的退路已断。虽然他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但他很清楚自己并非毫无胜率。一个刺客型召唤兽，一个肉盾型召唤兽，这2个召唤兽应该消耗了你很多资源吧？真不知道你们世界为什么会培养一个召唤师。你的这些资源如果放在其他职业者身上会更强，而那个职业者就是我，我才是只骄子。血之女王。马格身上的血突然膨胀开来，他体内的血液不断的涌出，里面蕴含着大量不同生物的鲜血，突然之间全部凝结为1名身高3米多的女饶身形，全身由血液组成。血雨。随着马格的操控，血之女王抬手朝着郑宇释放出密密麻麻的血滴，血滴如同子弹一般密不成雨的形状射向郑宇。No！ 战争牛头起身挡在了郑宇面前。轰隆！超过8米多的身高，战争牛头直接撞碎楼上的花板，监狱警鸣响起，因为马格和血之女王直接被战争牛头顶出了牢房外。而位于5楼，也就是马格牢房上面的那间牢房的犯人，看着破碎的地面、撞上来的牛头，以及敞开大门的可以随便逃出去的空间，其中1名犯人将挂在角落里马上要掉下去的牢房门给捡了回来。你们继续，我的牢门由我来守护，我绝对不会踏出一步的。犯人很坚决，因为如果不坚决，他担心自己会被战争牛头碾成肉饼。监狱一片混乱，因为站起身直接顶破了花板的战争牛头，马格离开了牢房，触发了警报。只不过警报一直在响，却没有任何一个狱警或者干部敢来，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名新层长在办正事。自从铁塔死后，谁都不愿意面对这位活阎王，生怕自己会步入铁塔后尘。而如今见到了体型如此庞大的战争牛头和罪罚君主时，他们都感觉自己当初的那点怂是非常正确的。不仅那名杀死铁塔的镰刀生物更强了，那只始终跟在郑宇身后的牛头人竟然拥有如此庞大的体型。No！ 战争牛头挡住了血雨，受鳞皮外伤，很生气，因为有几滴血滴竟然绕过了自己的阻挡，扇了自己的主人。虽然也没有对郑宇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不可原谅。战争怒吼，直接吼晕马格，但眩晕的状态竟然转移到了那名血之女王的身上。鲜血汲取，马格朝着郑宇伸手抓去。他的战略思路很明确，就是以杀死郑宇为目的。对付召唤师，一定不要和召唤兽纠缠过多的时间，尤其是郑宇这种强大的召唤师。虽然马格从未见过强大的召唤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召唤师职业者战斗，但杀召唤师本人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正确。只不过在他吸取郑宇血液时，他发现郑宇早已消失不见，站在战争牛头身后的竟然是一只浑身黑色衣服的哥布林。哥布林死尸的血液直接被马格吸收到了自己身体里面，然后噗，马格一口黑血吐出。他从未吸过这么恶心的血，不仅含有剧毒，还有腐蚀性，还是酸的，血液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吐出来，一方面是恶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这血液的毒有点强。血之献祭，马格没办法，直接献祭了自己身体内的血液。血液如同海浪一般，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扩散，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只不过在爆炸的那一刻，地狱黑雾包裹住了马格和血之女王，与此同时也包裹住了战争牛头和哥布林将军的军队。郑宇站在地狱黑雾外，笑着道：“都知道我是召唤师了，还只防着罪罚君主和战争牛头。我又不是只有2只召唤兽。”进阶到8阶的罪罚君主所掌握的地狱黑雾已经超过了郑宇的预期。郑宇之前还在好奇，为什么地狱黑雾的技能介绍里没有具体的数值和使用方式，只是罪罚君主可以操控地狱黑雾。现在郑宇明白了，地狱黑雾其实就是地狱里君主级生物操控地狱的手段。地狱黑雾就是地狱。此时被包裹在地狱黑雾里的马格终于明白了那2名职业者在黑雾里遭受了什么。黑雾里竟然是另外一个空间。虽然他还能感受到自己身处深渊内，但他周围却变得十分空旷，黑雾在空中如同连绵不绝的黑云，地面则是干裂灼热的地面。恐惧不断地侵袭着马格的心里。轰
轰！他能听到战争牛头正朝他冲过来，但他看不到。吃！他也能听到罪罚君主在摩擦镰刀的声音，但他也看不到。他感觉到自己眼前好像有些模糊。奇猛了，竟然看到了一支哥布林军队。现在的召唤师都能召唤军队了吗？马格的视觉逐渐恢复过来时，这支碾压过来的哥布林重骑兵团已经快要到他的面前了。看到这支重骑兵团身后跟着的其他兵种，其中有一群黑色的哥布林死士时，他才明白过来，自己刚才失去的视觉应该是吸了这个黑色哥布林死士导致的。短暂的失明让他失去了战斗先机，而且在地狱黑雾的空间里面，他要面对的是8阶的罪罚君主，身高8米的战争牛头，扛着军旗一往无前的哥布林将军，以及精英哥布林射手、精英哥布林战士、精英哥布林死士、巨魔、巫师。总之，他毫无胜算。血魔，马格没有放弃，他张开双手，从这里的每一只召唤兽身体内都吸走了一部分血液。虽然马格始终处于下风，但他确实有点实力。他的血液汲取的伤害非常高，竟然能够瞬间杀死掉哥布林精英战队的部分哥布林。哥布林射手瞬间被抽干血液，变为和尸身兽一样的干尸。吸取出来的血液在马格的头顶上汇聚，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血球。血之女王阻挡住了闪烁过来，想要抹杀掉他的罪罚君主。一团血池困住了战争牛头，无数的血滴汇聚成血雨，挡住了哥布林重骑兵团的冲锋。与此同时，那团血球在马格身上。啊！马格身体膨胀，竟然一瞬间变为身体巨大的由血液组成的血魔战士。亮底牌了。郑宇在地狱黑雾外，身为罪罚君主的主人，他是能够看到地狱黑雾内发生的一切的。看来你并没有让我失望。郑宇看着拼到现在的马格，对罪罚君主下达了结束战斗的指令。有罪！罪罚君主竟然只用一刀便斩死了阻挡他的血之女王。死罪！罪罚君主汇聚黑雾，一把巨大的镰刀出现在地狱黑雾的空正。战争牛头挣脱出了血池，哥布林将军敲响了战息军鼓，摇起军旗，越过血雨，来到马格身前。血魔，管你是什么形态，碾压过去就完事了。本来马格还想要抵挡一下的，直到他看到了远处出现了另外3只召唤兽，一只手持绿色弓箭，美的不可方物的光翼射手，一个同样美丽但却是那种颜色上极致搭配的灵蝶女王，以及那跃跃欲试想要烧点什么的火焰蛟龙和焚叶。还反抗什么？人家甚至还有3个这么强大的召唤兽在看戏。即便成功激活了自己最强的底牌、最强的形态，但马格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欲望。黑雾汇聚的镰刀落下，擦！不可一世的他，认为已经碾压了所有同阶段职业者的他，在弥留之际想到了自己进入深渊前盟主的嘱咐：人外有人，外因，不要瞧深渊里的任何一名职业者。马格到临死前都不认可这句话。我就是人外的人，我就是外的。但盟主啊，你好像没有提醒过我，外还尼玛有神仙啊！操！翻滚下来的头颅吐露出了不甘，他甚至放弃了复活十字架的使用，因为没必要了。击杀职业者，血法师 LV30，获得经验，获得杀戮积分+1，获得装备吸血权杖 LV30，璀璨级，获得战利品宝箱 SS 极负30级隐藏职业血法师。滴答滴答，血液渗入墙缝，顺着墙面缝隙流淌到其他牢房。一名身穿囚服、面相非常不起眼的女犯人看着血液，眼神满是震惊。她就是那名白色幽魂的职业者，也是马格为了通关监狱死牢从其他联盟重金挖来的鬼系职业者。因为他能够利用幽魂的能力进行沟通和组织。本来他是拒绝进入监狱死牢的，因为监狱死牢在3阶段是最难的深渊，没有之一。就算是相对来比较好通关的犯人阵营，每年也有很多职业者死在这里。但当他听带队的队长是一名马格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马格从未失手过，全部都是最高难度的深渊，并且每一次都能够打破记录。最重要的是，马格曾有过一次监狱死牢的通关记录，这一次再进入监狱死牢是为了刷新记录才进来的。按照正常概率来，通关的概率几乎能够达到 99%， 更别他们还第一时间选择到了犯人阵营。10拿9稳的事情，谁知道对方的管理者阵营竟然出现了一个实力近乎于变态的召唤师。哪怕是亲眼看到马格的头颅被那名手持镰刀的召唤兽砍掉，他到现在都还是难以接受，甚至无法理解，召唤师竟然能够这么强。他总感觉这名召唤师好像比其他召唤师多了些什么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他又不上来。哗啦，走廊外传来锁链撞击铁器的声音，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连忙看向外面。哗啦，声音越来越近，他的后背被冷汗浸透，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他选择了强退。在他从牢房里消失的下一刻，蒙面屠夫拖着一名病死的犯人从这间牢房门口路过。原来哗啦哗啦的声音是这名犯人腿上的镣铐撞击在鳞面产生的声音。蒙面屠夫看了一眼牢房里，有些疑惑地挠了挠蒙在脑袋上的黑布袋子。我记得这间牢房里原先有人啊，怎么没了？不过蒙面屠夫也没有细想，毕竟自从那名活阎王上任以来，整个监狱都透露着各种古怪，失踪1-2个犯人也不算什么大事。好像真要通关了。第8晚上的大会之前，李岩、王听、青年、胖子队长等人都提前聚集在了一起，脸色激动地议论着今发生的事情。死的那个好像是个 SS 极负隐藏职业，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宇好像还捏着底牌。王听道：你怎么知道人家有底牌？王听一脸嘚瑟的道：我亲眼看到的，就在他解决完那个血魔法师之后，黑雾散去的一刹那，我看到了郑宇的所有召唤兽，一共6只，杀死那个血魔法师的时候，只有3只召唤兽动的手。
战士青年猜测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只有那3只召唤兽实力最强？王听没有急着否认，而是想了想道，我记得召唤师里公认最强的召唤兽应该是光翼精灵吧。其实他们都不太了解召唤师这个职业，也正是因为郑宇的出现，他们这鸡没少恶补召唤师的知识。在他们的世界里，最高阶副的召唤兽也是光翼精灵，最强的光翼精灵可没动手哦。李岩道，你的推论有道理，但不能当真，因为以我们世界召唤师的实力来，根本不能当做参考。我猜测郑宇世界对于召唤师的研究，是我们世界根本无法理解的高度。最强光翼精灵，可能对于郑宇来只是个召唤兽挂件。一旁的胖子队长也赞同李岩的法的对，无论是郑宇的实力，还是他召唤师的职业，以及他对于召唤师这个职业的理解，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总之，我们现在距离通关也只差最后一步了。李岩看了一眼阵营对战列表道，就在5分钟之前，又有一个犯人职业者退出了深渊。到现在为止，死亡8名职业者，强退了3名职业者，还有1名被郑宇关在零下2层。剩下3名犯人阵营的职业者，其中2名已经基本锁定了位置，就像郑宇的那样，在巨大的压力下，在不清楚魂珠是否是真假的情况下，他们总会撑不住露出马脚。有暗血之眼和蜘蛛女的监视已经发现他们2个的异样，就剩下1名职业者了。我估计他应该也撑不了多长时间。明就是交易日，他要是不想被当作商品交易出去，就必须装成次品货进入地下。以往的深渊中，他们哪怕全部进入地下监狱，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他们，因为有鳄鱼和铁塔在，有监狱长的规则，有身份的限制，让我们无法进入地下寻找。但现在不同了，他们进入地下监狱，就等于进入了我们的地盘，自投罗网。地下监狱对于他们来就是地狱。按照李岩的分析，他们几乎是100%的能够通关了。虽然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都是拥有财头衔，享受丰厚资源待遇的知交子，但能够通关监狱死牢深渊，还是以犯人身份通关，在他们世界依旧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最重要的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一人未死，这已经算是奇迹了。就在这时，可能是仅存的那名犯人阵营职业者也想清楚了自己的状况，在临近大会开始的之前，强退出了监狱死牢深渊。李岩和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中的喜悦难以掩饰，因为他们算是真正的通关了。管理者阵营职业者郑宇已击杀最后1名犯人阵营职业者，犯人阵营失败，管理者阵营获胜。所有管理者阵营职业者获得阵营获胜礼包星号1。因交易日未到，管理者阵营职业者可选择继续留在监狱死牢，度过交易日，或以阵营胜利者的身份退出深渊。继续留在监狱死牢，可完整体验深渊全部剧情，有概率获得更高奖励，但大概率会遇到危险，请慎重选择。以阵营胜利者的身份退出深渊，算作通关深渊，不会扣除任何奖励，并完整获得通关所有奖励。李岩他们立马反应过来，那名藏在地下2层的职业者应该是被郑宇给了痛快了。李岩、王听、胖子队长等人都深吸一口气，因为真正需要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到了，是躺着拿走通关奖励，还是赌一把完美通关？郑宇来到大厅的时候，发现原本2队10饶队伍现在剩下了8个人。李岩、胖子队长、王听、战士青年这几个熟悉的面孔都在，数量有些出乎郑宇预料，竟然一队只退出了1个人。郑宇笑着道，这事已经做好决定了。李岩道，其实没人想走的。郑宇意外地看了李岩一眼。李岩解释道，你所做的一切，你的实力，你的计划，你对于深渊的理解都是顶级的。换句话，能带动我们几个的职业者几乎不存在，但一旦出现这种人，但凡脑子正常的职业者都会选择赌一把。郑宇好奇地问道，那为什么一队退了1个？胖子解释道，这是我的想法，系统的提示中明确明了，交易日会有危险，你的完美通关计划应该也是在交易日吧？郑宇没有隐瞒，直接点头。所以如果有危险，我们不能全死在这里，起码要有人将你的攻略带出去，管理者阵营的攻略非常珍贵。郑宇觉得确实有道理，但又直言不讳的道，你确定有人能够按照我的攻略完成这一切？郑宇不是自大，而是他的攻略真的只适合召唤师，但如果没有海克斯科技符文、羁绊、海克斯装备、战利品宝箱，他很难想象召唤师能够培养到他这种程度。不能。胖子队长回答的也干脆，但现在不能，不代表以后不能，不定有朝一日，你们世界那对于召唤师的高深理解能够被我们世界学到，到时候监狱死牢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常驻深渊。郑宇，高深理解，你确定吗？郑宇想到了自己因为召唤师的身份在自己世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心中也是生出了一个自己是否可以为召唤师这个职业做点什么事情的冲动，但仅仅只是冲动，他甚至还未觉醒，谈什么改变？更何况，胖子队长接着道，如果真的能够完美通关，监狱死牢深渊的难度就会下降，难度一旦下降，通关概率就会增加，不定未来会有新的攻略出现。郑宇听着胖子队长的话，有些感慨，能够成为队长的职业者确实都是有东西的。无论是使徒孤岛里遇到的面具战士，逃脱掉的具有强制传送能力的黑皮战士，实力强大到第一次让郑宇感受到棘手的送葬者苦寒，这个深渊里的李岩、胖子队长都是头脑清晰的存在，哪怕是有些自负的那名血魔法师。换句话，如果这场没有遇到郑宇，以血魔法师的实力是绝对能够通关的。那就跟我赌一把吧，虽然我不保证一定能够完美通关，但既然监狱死牢里有交易日这个剧情，那就明这里面有奖励，总要是一把的，万一成了就是大奖。
郑宇体会过一次完美通关的奖励，他至今都忘不掉。晚上的会议比以往的更正式，因为明便是交易日。白发生了2件大事，一件就是郑宇杀那名血魔法师时闹出的动静，全部外来者都被解决掉，破坏监狱的事情非但没有责罚，反倒成了功劳。不过郑宇并不是很在意这份功劳，毕竟明之后监狱死牢就要彻底消失了。第2件事来自于监狱长，他成功找到了隐藏在犯人阵营里面的那个幕后之人，也就是传中犯人实力榜单里排名第1的。可惜郑宇他们并未见到那饶实力，也没有见到战斗过程，缺少了很多信息。2件大事直接预示着交易日那的2个大麻烦都解决掉了。监狱长心情很好，没有了外来者，没有了一心想要破坏交易的别有用心者。监狱长认为交易一定会顺利进行，自己会走出这座监狱。想到这里，监狱长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并感激地看向郑宇。他认为自己能够走出这栋监狱，这名新来的郑宇有很大功劳，因为他在杀幕后犯人时，发现那名犯饶封印竟然已经被外来者解除了90%多了。如果封印全部被解除，以幕后犯饶实力，很有可能真的搅黄交易。监狱长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发现掉发更严重了。他笑着问郑宇：交易日之后我就会离开，你不妨今就告诉我，为什么我最近老得这么快？其实监狱长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只要能出去，老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今心情很好，也就产生了好奇心，想知道郑宇的解释。郑宇道：时间有时候不是真的，尤其是在被时间困住的那些人，他们有的度秒如，有的度日如年。监狱长笑着道：原来是这样，交易日的这几，我确实度日如年，生怕出现一点差错，压力大确实让人老得快。监狱长对郑宇的解释不以为意，坐上巨蟒离开了大厅。看着监狱长的背影，郑宇眼神中闪过一丝特殊的神色。而你用奥时间过完了一生，交易日呢异常的顺利。暗血之眼和蜘蛛女负责清点犯人，狗头人、鳄鱼、蒙面屠夫、尸身兽、魅魔负责运送和看守犯人。在临近中午时分，监狱长打开了监狱死牢的唯一一扇门。郑宇这才知道如何逃出这间监狱，门其实在5层最顶上的花板的位置。打开之后，一道光照耀在了监狱里面，将阴暗潮湿的监狱死牢全部照亮。从上至下落下来一个黑色的楼梯，咔！所有监狱门全部自动打开。那群犯人就如同失去了神智一般，朝着黑色楼梯走去。他们有秩序地走上楼梯，一步一步地登上光亮的上空。犯人逐渐减少，但监狱长的表情却没有了昨的兴奋和喜悦。监狱长，这时郑宇不合时宜出现在他身边。监狱长眼神复杂地看向郑宇，没有理会监狱长的眼神。郑宇自顾自地道：我曾完美通关过一个深渊，在那个深渊里有一个被困在里面的女鬼，她因为一些不能告诉我的原因被困在了那个深渊里面，但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困，也很清楚地知道怎么离开，因为困住她的深渊远远低于她的实力。监狱长看向郑宇，声音有些低沉：你在什么？你不是应该想起来了吗？郑宇也看向监狱长，应该越到交易日，你被囚狱之神封锁的记忆就会慢慢恢复，因为这本就是他惩罚你的方式，让你迷茫，让你痛苦，让你充满希望，却又在最后一刻给你绝望。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囚狱之神设置的名为惩罚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的主角是你。你不是短短的8里变老的，而是你一直在这重复着要生活。但囚狱之神最残忍的是，只有你的身体在慢慢变老，让你实力慢慢减弱，让你老态龙钟，却依旧保持着你的希望，最后让你绝望。郑宇伸出手对着监狱长道：结束这座深渊的唯一方式就是你的死亡，你才是这间监狱存在的理由。监狱长，让我带你离开这里吧，永远的离开，就你。监狱长不是为了故意激怒郑宇，而是他真的有信心碾压郑宇，这是单纯实力上的差距，是任何阴谋诡计所不能破解的。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聪明，来到这里时间并不长，却能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早猜测到一切。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计谋都是徒劳。监狱长淡然地看着郑宇，丝毫没有任何慌张的情绪。换句话，你知道了一切又怎么样？该死的，还是要死。死！率先出手的竟然是那条巨蟒。郑宇其实早就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巨蟒并不是一个个体，准确的来，这条巨蟒只是监狱长的一个分身，因为巨蟒的眼睛和监狱长的眼睛一模一样。哪怕不存在时间牢笼这件事情，这个监狱长的位置也不可能是郑宇的。巨蟒算是监狱长留下来的后手，可能监狱长也在担心走出监狱之后会不会比留在监狱里还要危险。这也正是监狱长能够一眼辨别出郑宇和战争牛头之间的契约关系，因为监狱长和巨蟒应该也是这种关系。死！巨蟒发出蛇鸣音，朝着郑宇扑来。吼！但下一刻，龙吟响起，一条浑身燃烧着火焰的蛟龙和巨蟒缠绕在一起，阻挡住了巨蟒攻击郑宇的路线。一蟒一蛟率先打响了战争的号角。轰！在不远处，狗头人已经和蜘蛛女纠缠到了一起。原来狗头人想趁着监狱长被郑宇吸引注意的时候上来偷袭，被蜘蛛女发现，提前用蛛网阻拦住了狗头人。还在等什么？随着郑宇的呵斥，地面发生震动，史前巨鳄突然从地面钻了出来，张嘴朝着监狱长咬去。畜生，又皮痒了是吧？监狱长完全不惧鳄鱼的攻击，伸手向下一压，一团紫色毒雾在半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紫色拳头向下砸去。砰！将鳄鱼死死地砸在鳞面上。蒙面屠夫此时已经和伤势刚刚恢复过来的尸身兽战斗上，
但蒙面屠夫实力远不如尸身兽，李岩等人上前帮忙。监狱长脸上怒不可遏地对郑宇吼道：“你以为你蛊惑了这些废物就有胜算了？我收回刚才的话，你非但不聪明，反倒愚蠢的可怕，连我都出不去的监狱，你以为你有方法出去？既然你想打，那就成全你。”镇狱之威，监狱长身上突然散发出绝对的威严。砰！狗头人直接跪倒在地，鳄鱼被毒拳砸到地面，刚要站起来，却又一次被压制在地面上。来自监狱长的权威，也就是魅魔当初提醒郑宇的约束力。你要是再不出手，他俩可就要死了。魅魔不知何时出现在郑宇身后。郑宇点头：“罪恶君主，让我们换个地方去打架，这里太狭窄了。”郑宇召唤出罪恶君主，罪恶君主手持镰刀，竟然直接砍在了自己的黑雾王座上。呼！黑雾王座碎裂的那一刻，黑雾如决堤的大坝，瞬间灌满整个监狱。所有人，包括监狱长，包括郑宇自己，全部被地狱黑雾笼罩。地狱黑雾可不仅仅只是黑雾，它是真正的地狱空间。欢迎来到我的地狱，在这里，你可不是监狱长了。郑宇对监狱长做了个邀请的姿势。在进入地狱黑雾的一瞬间，狗头人、鳄鱼、魅魔、蒙面屠夫身上的压力和来自监狱长的约束力一下子全部消失。监狱长看着周围，这里非常开阔，远比监狱死牢更加宽敞，更加适合战斗。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第一道菜，感觉如何？郑宇询问道。监狱长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轻道一声，无趣的把戏。完，右手伸出，一把紫色的钢叉出现在他的手上。钢叉的出现让原本消失的压力竟然又重新归来，不过不是那种约束力，而是实打实的气势压制，超越璀璨级的武器。郑宇心中一热，这可是好东西，璀璨级之上便是传。如果真的能杀死监狱长，这把有可能是传级的武器，就是他的了。我看到了你的贪婪，这便是你的死因。监狱长挥动钢叉，一团紫色的液体被甩出来。盾战！郑宇喊道。盾挡！一名盾战职业者在这时站了出来，手持一把红色的盾牌去阻挡这团飞向郑宇的毒液。吃！那名盾战硬接下了这团毒液。毒液的腐蚀性极强，但盾战生就是为了吃伤害而存在的职业，这种伤害甚至还没能穿透他的盾。哞！战争牛头的一个冲撞，将团开了起来。夸张的体型，重装起来如同一辆载满水泥的巨型货车一般，碾压似的冲向了监狱长。滚！监狱长面对比他大了数倍的战争牛头，丝毫不惧，钢叉抬起，竟然硬顶向战争牛头。轰！哪怕是体型有巨大的差距，但在数值上、等级上、品质上，还是不能和监狱长有较量的水平。不过战争牛头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已然闪烁到监狱长身后，手持镰刀砍下去的罪罚君主，并且监狱长低估了战争牛头的技能，蛮牛冲撞是不可阻挡的。监狱长虽然钢叉捅在了战争牛头的身上，但也同时被撞了出去。罪罚君主抓住时机，一刀斩下。擦！暴击，有罪效果，刺客增幅，镰刀被动，抗性减免，所有效果加在一起，一个10万左右的伤害在监狱长头顶爆出，一刀10万，着实有些夸张。要知道监狱长的防御可不低。不过当罪罚君主准备挥舞第二刀时，紫色钢叉挡住了镰刀，并顺势插入罪罚君主的胸口。噗！罪罚君主血量直接掉落一半，并且头上出现了10几层的中毒记号，血量疯狂下降。与此同时，罪罚君主身上溢散出毒雾，接触到毒雾的狗头人、鳄鱼都开始疯狂掉血。牧师！郑宇喊道。李岩和胖子队伍里留下来了2名牧师，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回血技能将罪罚君主、战争牛头、狗头人、鳄鱼的血量全部拉了上来，并释放驱散术，暂时驱散了他们的中毒状态。被驱散了中毒状态的狗头人重新恢复战斗实力。我早过，他们都身怀绝技的，给我杀了他们！监狱长此时也有些稳不住自己的心态了。监狱长虽然口上喊着绝对实力，但如果他真的有绝对的实力压制，又怎么会担心修改规则会让这群干部起疑心呢？如果他真的能够依靠实力碾压一切，监狱里的麻烦早就解决了。即便他没老的时候，也得依靠规则来限制这座监狱。此时的监狱长已经有些急了。不过目前为止，监狱长还是占据着上风。除了监狱长的实力之外，他还占据人数优势。监狱的狱警非常多，包括实力强劲的巡逻队长、区域长官等，数量众多，他们自然不会跟着郑宇一起造反。哪怕这里是罪罚君主的地狱黑雾中，他们也依旧在监狱长的手下。在他的逼迫下，监狱里的狱警不得已开始攻击郑宇他们。呵呵，魅魔出手，瞬间魅惑了大片的狱警。无论是男狱警还是女狱警，甚至是兽人形态的狱警、虫族、非人形态，甚至是液体形态，都被魅魔魅惑。大量的狱警开始倒戈，但魅魔只能阻挡一部分的狱警。胖子队长以及其他职业者上前阻止另外一部分狱警。狱警们的实力并不弱，胖子队长的实力虽然不错，但他面对2-3个区域长官实力的狱警还能够阻挡一下，但狱警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你不打算去帮忙吗？虽然吃了战争牛头的亏，被罪罚君主斩了几刀，监狱长的血量依旧非常健康。他甚至有闲心对郑宇话，因为他始终认为这场只是一场闹剧，很快就会停止。优势在我。郑宇看了一眼辛苦战斗的胖子，李岩等人也不是很担心的道，虽然我也很想去杀点狱警，获得点经验，但我的任务就是对付你。他们是我拉来的帮手，能够做到替我阻挡除了你以外的障碍，我已经很感激了。总不能不给他们喝点汤吧？郑宇的回答让监狱长有些意外，因为郑宇非但没有露出担心的情绪，
反倒认为这是在给他们的奖励一样。而且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第2道菜。啵啵啵，一声声清脆的声音隐藏在嘈杂的战斗声中，被提醒的监狱长才终于发现一个问题：暗血之眼在哪？啵，又是这个声音。监狱长对于这个声音可太熟悉了，这是暗血之眼开眼的声音，类似于撕开皮肤的声音。啵！就在此时，一个尖锐的声音在黑雾中响起：万眼阵，第一阵，盲狱。一瞬间，地面、空、黑雾里，狱警的身体上一颗颗眼球突出，全部睁开眼睛，所有的狱警全部失去视觉。第2阵，死亡凝视。突然之间，大量的狱警死亡。这是郑宇未经战斗准备的第2手底牌，被策反的暗血之眼。暗血之眼才是混战的最大杀器。其实面对金的战斗，郑宇最担心的反倒不是监狱长的实力，而是这场混战的胜负。为了金的战斗，郑宇早就拉拢了狗头人、鳄鱼2个监狱反骨柱，服了魅魔，并收获了魅魔的追求者蒙面屠夫，加上李岩、胖子这些职业者，总战斗力依旧还差很多。从魅魔那里得知暗血之眼拥有让所有人失去视野的超强团控时，郑宇便知道，只要策反暗血之眼，这场混乱的团战他就一定能赢。面对监狱长的沉默，郑宇道：暗血之眼对你很忠诚，就和蜘蛛女一样，但他要更聪明一些。其实暗血之眼一直在观望，直到现在才出手，你难道还不清楚为什么吗？郑宇慢条斯理的道：你难道到现在还在期待交易日结束之后你会离开监狱？我告诉你真相吧，交易日结束之后，无论你是成功交易还是交易失败，对你来都无法离开监狱。你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变得疯狂，变得孤独，变成一个遗忘一切的神经病，然后监狱会被重置，犯人依旧还是那群犯人，而你还是那个忘记了一切的被折磨到神经的监狱长。暗血之眼能够看到能量波动，你看到的犯人被囚狱之神运走了，不，他们只是回归了最初的能量状态，等到监狱重置的那一，他们又会回来。你已经输了。有了暗血之眼的加入，胜利的平早已经倾向了郑宇。我没输。监狱长没有暴怒，没有嘶吼，只是平静的着，因为他现在自己也理解不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情绪。愤怒？该对谁愤怒？对郑宇，还是对将他如玩物一般困在这里的囚狱之神？难过、委屈、焦躁，这些情绪都不足以来形容他的心情，因为郑宇的其实他都已经想起来了。他不知道在这座监狱里生活了多久，无论是狗头人还是犯人阵营里的那名幕后之人，他们的身体、记忆都会在监狱重置时跟着重置，只有他不能。就像郑宇的那样，长期积累的记忆和负面的情绪让他变成了一个神经病，让他在不断重复的时间牢笼中执着于完成这次的交易。他认为只要完成了交易就能够赎罪，就能够离开这里。但经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哪怕是有人帮助他完成了交易，他依旧离不开这里。总会有办法的，我会出去的。监狱长原本沉着稳定的情绪在这一刻全部崩塌。不，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崩塌，因为原本那副高高在上，在监狱里具有绝对威严的形象，只是监狱长的伪装，其实他早已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了。囚狱之神会原谅我的，他不会放弃我不管，他不会永远的关着我，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监狱长开始歇斯底里的冲着郑宇吼道：你不懂，囚狱之神答应过我，只要我好好表现，就会放我出去。我坚持了这么久，不在乎再坚持一阵子。马上了，马上了。监狱长捣鼓着，身体逐渐膨胀，眼神早已失去了理智，手中的钢叉滴落着毒液。吃，仅仅是一滴毒液就直接洞穿地面，将一大片区域全部染成了深紫色。唉，郑宇叹了口气，身后灵蝶女王吟唱起蝶鸣，光翼精灵开始疯狂输出，战争牛头、罪罚君主也在郑宇的召唤兽狂化下阻挡住监狱长的攻击，但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的监狱长实力正在惊扰增长，这大概就是监狱长最巅峰的状态。不过监狱长那掉落的头发开始出现褶皱的皮肤，明这种巅峰是用生命力换来的，类似于 BOSS 和精英怪的残暴状态。郑宇看着监狱长，表情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从物品栏中拿出了一件物品，这是郑宇的压箱底物品，真正的底牌，也是郑宇敢去面对监狱长尝试完美通关的底气。郑宇拿出这件道具，霎时间周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不是他们停止了战斗，而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压制了这一切。这个声音是郑宇熟悉的唢呐声。唢呐响，冥婚来，红色轿子，红衣女鬼，白纸漫，哀乐飘远，在灰蒙蒙的黑雾地狱内出现了一抹红，不似血那般残忍，也不是愤怒的红，本是喜庆的红轿子却透露着极度的悲哀。唢呐素的哀鸣，黄皮子迈着虚浮的步伐，看着红轿子在纸人吹奏着的哀乐中缓缓从一片白雾中走了出来，轿子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阴冷的气息瞬间满布整个黑雾空间。死！远处的李岩打了个哆嗦，眼神充满震惊地看着那顶红轿子，忍不住道：怪不得郑宇对杀死监狱长这件事这么有信心，原来他竟然还有这种底牌。一旁的胖子手上拿着斧头劈碎了一名狱警的脑袋后也道：这红轿子的实力好像比监狱长更强，他之前就已经完美通关过一次，不意外，像他这种实力很有可能成为他们世界的第一名开拓者，手上如果不掌控几个深渊都配不上他的父。李岩将郑宇的名字和1331的世界编号记在心里，这很重要，能够结交一名世界级别的开拓者对未来有很大帮助。
虽然可能时间会等待很久，但他等得起。此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战斗，除了鳄鱼、狗头人和蜘蛛女之间有前仇旧怨外，其他无论是狱警还是职业者，都因为红轿子的出现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时间。其实，他们也不想拼得你死我活的。狱警这边占据人数优势，但郑宇策反了暗血之眼，就让整个战局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狱警们不想打，职业者们也需要休息，毕竟经验再重要，也得有命拿才行。这才打了没多久，就已经有3名职业者挂上了复活十字架，待在那里也不复活，就等着最终结果了。这场战斗最终的胜负手不在他们，而是郑宇和监狱长。谁赢，这场胜利就是谁的。黄皮子将红轿子抬到了郑宇面前，一双纤细精致但却苍白无血色的手拉开了红轿子前的帘子。红衣女鬼这次并未盖着盖头，因为红盖头早已给了郑宇，丝毫不弱于光翼精灵的脸蛋，精致到能够让人忽略了鬼怪身份的五官，此时正在郑宇和监狱长之间打量着。郑宇笑着道：“这么快就见面了？”红衣女鬼瞟了一眼郑宇，那神情好像在：“为什么这么快见面？还不是因为你。”此时，半疯癫状态的监狱长也在打量着红衣女鬼，他感受到了红衣女鬼的实力。如果郑宇的实力让监狱长感到惊讶，但也就仅仅只是惊讶而已，远不到棘手的程度。可眼前突然出现的红衣女鬼，是真的有能够杀掉自己实力。你是谁？监狱长问道。他能够感应得到，郑宇和红衣女鬼之间并不是契约关系。他此时确实处于疯狂状态，但强者的疯狂并不意味着失去理智，对于危险的本能畏惧感，让他不想和这名红衣女鬼战斗。红衣女鬼走出轿子，环顾周围的情况，然后捂住了鼻子，不满的道：“我不喜欢监狱，阴暗潮湿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郑宇惊讶的发现，红衣女鬼竟然能够直接看透黑雾，看到外面监狱的情况。你想要做什么？红衣女鬼问道。当初红衣女鬼将红盖头给郑宇的时候，曾跟郑宇过，如果遇到解决不了事情，可以摇晃红盖头叫他出来，他会帮忙解决。郑宇当初甚至谨慎地问了一句：“能够帮助几次？”红衣女鬼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她没有几次，只是了一句：“没事别总找我就行，我不是每次都会出来帮你的，只是还你一份情面罢了。”情面？郑宇理解为他的完美通关不仅获得了奖励，还解除了祠堂深渊对于红衣女鬼限制，所以这份情算大还是算？郑宇认为不足以成为让红衣女鬼为自己送命的程度，也就是绝对不能在面对不可能战胜的对手时召唤出红衣女鬼，因为红盖头从某种意义上来并不算是用了就会有用的道具。如果是面对过于强的对手，红衣女鬼很有可能选择不帮助自己，甚至连出面都不会出面。所以杀死监狱长这种帮助对于红衣女鬼来应该属于那种不难也不算是情面一笔勾销的事情，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忙，而且只需要帮一手就效。这样郑宇下次就还能厚着脸皮继续召唤红衣女鬼，毕竟有这种强而有力的免费帮手，需要合理的利用，还得照顾对方的情绪和帮助的尺度。郑宇指着身上还在不断冒着毒雾的监狱长，我猜测杀了他，这个由囚狱之神的监狱死牢就会处于无主状态。想要完美通关这个深渊，监狱需要换一个主人，并完全断开和囚狱之神的链接，让监狱死牢处于和您一样的状态。所以我想让您帮我当上这座监狱的主人。郑宇不仅出了自己的要求，还把自己的推测也简短地告诉给了红衣女鬼。短短几秒的思考，红衣女鬼看向郑宇道：“你对于深渊还是这么敏锐。”红衣女鬼的回答印证了郑宇的推测，但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掌握越多的深渊，你被神盯上的程度越高。郑宇问道：“那你会保护我吗？”红衣女鬼好笑的道：“你觉得我有能力保护你吗？如果你真的倒霉到遇见了神，你放心，我是不会出现的。”欢迎。红衣女鬼气息慢慢提升，周围阴气瞬间增长的过程中，她轻声对郑宇道：“下次不要再做这种试探了，不然我会让你成为我的新郎的。相信我，你不会喜欢上成为鬼新郎的感觉。”郑宇后脊一凉，一滴冷汗从额头滴落。与此同时，红衣女鬼释放出来的阴气已然汇聚成了害饶攻势，朝着监狱长席卷而去。没错，郑宇的确是在试探。他对于红衣女鬼有很多的猜测，比如为什么他会被困在祠堂深渊里面，为什么完美通关之后，红衣女鬼能够出现在监狱死牢深渊内，他通关的其他深渊是否也有红衣女鬼这样的存在，比如寒阶的旗，比如黑暗谷底的蜂王。郑宇唯一能够确认的一件事是，红衣女鬼站在神的对立面，或许是神的敌人。能够成为神的敌人，那实力一定不会很弱，最起码有能够对抗神的资本。所以郑宇才会去问红衣女鬼是否会保护自己。言外之意不是询问红衣女鬼是否真能保护自己，而是询问红衣女鬼帮助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还一份恩情，还是利用自己，亦或者是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去阻挡所谓的神？郑宇认为和恩情关系不大。郑宇总是相信一句话，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也没有上赶着的买卖。陌生人之间，利益才是最能稳住关系的链接。可惜自己的试探并未得到回应。不过郑宇也不急于一时，在郑宇思索的期间，红衣女鬼的阴气已经和监狱长的毒雾混在了一起，监狱长的钢叉不断地阻挡着红衣女鬼的红色仇钉。能看得出来，监狱长根本打不过红衣女鬼。离开了祠堂深渊的限制，红衣女鬼的实力恢复了很多。当初郑宇还认为战争牛头不定能和红衣女鬼碰一下子，现在看来根本碰不了。按照监狱长的实力来看，哪怕是 SSS 级的职业者都未必能够杀死他。完美通关不仅要还原整个深渊所有隐藏的信息，还要有一些压箱底的手段，也就是其他完美通关深渊的职业者不定也利用了深渊的力量。
完美通关等于掌控深渊。红衣女鬼是祠堂深渊中的核心所在，得到了红衣女鬼的认可，也就得到了完美通关的方式。深渊也是职业者的武器。如果按照红衣女鬼的法，掌控的深渊越多，被神盯上的几率越大，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神惧怕掌控深渊的职业者，或者掌控的深渊越多，对神的威胁越大？郑宇感觉好像抓到了这个深渊游戏的真正玩法，但只是明白了一个表面规则，真正的规则依旧很模糊。比如圣殿存在的目的，红衣女鬼和监狱长为何被限制在深渊里，深渊和神又是什么关系？总之还是一团乱麻。要是有机会能够和南暮云交流一下就好了。郑宇不喜欢整个人处于迷雾中的状态，这些事情总要弄个清楚的。思考间，红衣女鬼和监狱长那边几乎要分出胜负了。很快，因为实力根本不对等，红衣女鬼本就强于监狱长，如果深渊是限制他们的枷锁，早就解脱枷锁1个多月的红衣女鬼，实力不完全碾压监狱长，也能做到打得监狱长不能还手的程度。再加上带着召唤兽狂化、灵蝶女王的增益效果、牧师给予的 buff 等各种效果的罪罚君主、战争牛头、哥布林将军，哪怕是进入了残暴状态，化身为疯魔的监狱长也抵挡不住。就像监狱长自己的那样，实力才是1000。刷刷刷，3道红绸如穿刺一般刺穿了监狱长的身体。红绸抽出时，甚至没有甩出一滴血液，因为血液全部润进了红绸内。No！ 战争牛头用身体不断地阻挡住监狱长的攻击。拥有140多万血量的战争牛头，加上因神血的伤害免疫、关种的护盾保护、灵蝶女王的护盾和回血，成为了最可靠的前排。甚至连红衣女鬼都对战争牛头侧目。巨大到夸张的体型，几乎能够挡住一切攻击，无论是钢叉的连续突刺，还是毒液、毒物、毒针、毒雨，全部吃下，让红衣女鬼、光翼精灵在后方安心输出。灵蝶女王的回血更是夸张。这一套召唤兽组合，看得远处的李岩等人都不知道该什么。胖子，这战争牛头比如肉啊！战士青年，那只哥布林将军最起码也是一名 S 级负30级血气战士的水平。李岩，那个刺客召唤兽原来叫罪罚君主吗？王听，我就是吧。光翼精灵是强的，只不过是正与其他的召唤兽更强，将他比下去了。战斗已经见了分晓，他们也累得懒得去收割经验了，开始对郑宇的召唤兽评头论足。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他们竟然不如一只召唤兽。战士不如哥布林将军，盾战不如战争牛头，牧师不如灵蝶女王，刺客不如罪罚君主，法师不如焚焰蛟龙，游侠不如光翼精灵。总之就是，他们终于弄清楚了郑宇为什么敢一个人进入4星难度深渊，因为人家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甚至比一支队伍还要强。轰！一声巨响，狗头人、鳄鱼、蜘蛛女那边也分出了胜负。在暗血之眼的帮助下，狗头人和鳄鱼终于2打1的赢了蜘蛛女。李岩等人杀死了尸身兽。哥布林精英战队正在清点死去狱警的战利品。郑宇没有要求全部杀光，第一是监狱还需要运转，需要有大量狱警去工作；第二是也根本杀不完，数量太多。至于监狱长这边，监狱长的右臂已经被红衣女鬼完全撕扯下来，身上插着早已引爆过的光之羽翼，胸口几乎是粉碎状态，在反复被战争牛头撞击之后，防御力再强也挡不住了。更何况还有罪罚君主的减防被动。吃，又是一声撕裂的声音，监狱长的肚子被红绸划开，鲜血喷射，内脏流出，但他依旧没有停止抵抗。断掉了右手，便用左手持叉，肠子流出，便直接扯断扔出去。在疯狂的加持下，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疼痛，不知道死亡，他只知道他如果再努力一点，或许就能够出去了。还不够，还差一点。监狱长左手的钢叉朝着罪罚君主扔去，但他最后的攻击竟连距离都无法把控，钢叉落在了罪罚君主的身前。他身上不仅血液在止不住的流，生命力也在不断流逝。原本半白半黑的头发瞬间全部变为白色，皮肤干枯，老年斑爬满了他的手臂。放弃吧。郑宇走到了监狱长面前，监狱长死死地抓住郑宇的衣襟。郑宇阻止了罪罚君主的攻击，语气很温柔地对监狱长道：我答应你，会带你的尸体离开这座监狱，我无法带走你的灵魂，但我能让你不会永久地留在这里，这是我唯一能够帮你的了。监狱长松开了抓住郑宇衣襟的手，脑袋深深地沉了下去。他看着地面那片他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监狱地面，那被自己血液阴湿的大理石，那让他恶心的气味。我真的累了，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谢谢。监狱长对着杀死他的郑宇了他最后的一句话。监狱长的头再也没有抬起来，就像他这辈子都没能抬头去看一眼囚狱之神一样。你已击杀 BOSS 监狱，死牢监狱长。在看到击杀了监狱长的信息之后，郑宇这才放心下来，然后他示意罪罚君主撤回地狱黑雾。在大厅中央，郑宇站在监狱长低着头的尸体旁边，环视着所有的监狱干部、区域长官、巡逻队长，所有狱警。监狱长已死，从今起，我活阎王便是这里的监狱长。谁赞成？谁反对？郑宇所视之处，无人敢和他对视。跪着的监狱长，低下的头颅，以及寂静的监狱。没人想到过监狱长真的会死，哪怕是答应了和郑宇一起造反的魅魔等人，也只是想要拼一把。至于能不能杀死监狱长这件事，他们真的没有在意，因为郑宇的剧透让他们清楚，哪怕他们继续隐忍下去，换来的也只是被重置时间，永远困在这里，永远在监狱长手下苟活，这才和郑宇一起造反的。一向暴躁的鳄鱼也收敛起了脾气，看着身体支离破碎，跪在郑宇身边，
皮肤早已枯槁成碎片的监狱长乐于挪动自己的身体，慢慢的爬到郑宇面前。没有话，动作代表了1000。这个看似暴躁、嗜杀、疯狂的野兽，却比所有人更加明白局势，就像曾经的他从未挑战过监狱长一样。狱警们放下了武器，魅魔看了一眼气质高贵典雅的光翼精灵，又看向那只美到令人窒息的灵蝶女王，最后瞥向一副正宫模样的红衣女鬼。身为一名魅魔，他能够理解一切 XP， 无论是精灵族那种直观的美，还是灵蝶女王如同艺术品般颜色构图的美，亦或者是红衣女鬼的气质美，都是魅魔无法模拟出来的。他终于理解了郑宇为什么能够忽视自己的魅惑，因为他真没谎，他见过比自己美很多的生物，并且不止一只。那么，监狱长，你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吗？魅魔直接改口称呼郑宇为监狱长，这是在这座监狱牢笼里面最高的称呼。郑宇指了指花板，拆掉它，让我们远离牢笼。西南区凤凰体育场，每年一度的青年职业者大赛就在这所9州最大的体育场中进行。此时100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一名身材壮硕的男人坐在 VIP 看台的正中央，满脸笑容的道：今年新饶质量是真不错，哈哈哈，比我们那届强多了呀。男人嗓门很高，震得前方椅子都轻微颤动，但却没人有怨言。一是不敢，二是尊敬，哪怕这个男人声音再高一些，他们也会容忍。身穿军装，脸上有一道极深的刀疤，从左眼一直劈到胸口的位置，面向凶恶，甚至从他身边路过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寒气，这种气息被人称之为杀气。军区最强职业者，全球杀戮积分排名第2的杀神廖宁，也是最近最大的热搜之一的一员，最让9州乃至全世界人都振奋的一件事情。南暮云带领着杀神廖宁、自由女神戴安娜、熊国暴君以4人之力通关赤道深渊，世界上唯一一个8阶段深渊。这次通关让全世界再一次认识到了战神南暮云的实力，并从南暮云放出来的一些8阶段深渊片段中了解了8阶段深渊的难度比7阶段深渊难了不止1点半点。今年还只是开始，真正的质量在明年呢。画的是坐在廖宁身边的一名中年女性，同样身穿军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时不时的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我很期待啊。廖宁哈哈笑道。虽然常年在外搞外交，但廖宁对于今年新饶事情可是了如指掌的，毕竟9州未来的10年的重心计划就是根据今年新人质量才定制出来的。李佳莲妹那名 SSS 极富职业者，荣明剑、柳恨和、何泽、郑宇等都是名单上重点的培养对象。不过你们几个怎么这么沉默啊？有心事？廖宁看到坐在后面一排的几个人都心不在焉的模样，便直接问道。坐在廖宁身后的正是被誉为剑神的荣离，以及9州唯一的稀有职业机关师柳南烟，都心不在焉的看着比赛，甚至都没听到廖宁的话。一旁的中年女性解释道，荣离的儿子荣明剑现在还在深渊里，这都已经快1个月了，他可没心情看比赛。哦，我记得是他们家族的剑种深渊吧？对，一般来剑种深渊最多也就8时间，但荣明剑已经用1个月没出来饿了。会不会是荣明剑自己进去的？深渊还在封闭状态，鸣人还活着，可能有点变故。怪不得。廖宁搓着下巴道，那柳南烟应该是姑娘没从深渊出来吧？我记得她姑娘是 SS 级的战士，值得培养一下。中年女性摇头，柳恨和前阵子去中州了，没进深渊。中年女性几乎是秒回答的，仿佛任何信息都集中在女饶脑海里。那她这是郁闷啥呢？还记得今年重点培养对象中有个召唤师吗？中年女性反问道。廖宁点头，记得是叫郑宇对吧？我看过他的资料，对他印象还挺深刻的，因为李家的原因以及南方省区的不作为，导致 S 级资源补助被提前给李峰的那个召唤师嘛。别，我还挺想见见这伙子的，有勇气，有实力，有骨气，而且懂得据理力争，对我脾气。中年女性道，她现在也在深渊里没出来。燕云盟前阵子定制了以郑宇为主要培养对象的未来发展计划，如果郑宇没能从深渊里出来，计划就泡汤了。廖宁倒是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柳南烟，看来他们挺重视这个召唤师的呀。能不重视吗？至今为止的所有战绩，只有比你9州战神噩梦级深渊4次，4星深渊1次，等级直接碾压一众比他副高的才稳坐第一。现在进入的深渊是监狱死牢，等级已经实时刷新到了29级，估计从监狱死牢通关的时候，就是他升级到30级的时候。这种战绩，如果在咱们军方，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如果在深渊里出了事情，是很可惜的。到郑宇，中年女人终于肯放下笔，抬起头认真的道，好似对郑宇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一般的出了郑宇的信息。廖宁并不意外，因为这名中年女人就是军区的一名神话，记忆力极强，处理数据的速度超过超级计算机，几乎看过一遍的事情，她都能够记住。名为人形计算机的贺文霞，但至今都没人知道何文霞拥有这么高的记忆，为什么始终拿着一个本子，本子上又记得是什么？监狱死牢。廖宁听到这个深渊名称之后，皱了皱眉头。这不是我当初失败的那个深渊吗？监狱死牢算起来是第一批出现的深渊，廖宁曾经进入过，他也算是第一批进入监狱死牢的职业者。他进入监狱死牢的时候，甚至连一点攻略都没因，根本没有抢犯人阵营的意识，最终毫无疑问的在管理者阵营失败，选择了强退。在9州，第一个提出一定要选择犯人阵营的攻略就是他写的。对于监狱死牢，他记忆非常深刻，因为那也算是他第一个失败撩深渊。希望郑宇能够选择到犯人阵营，不过就算是犯人阵营，也未必那么好赢啊。如果要是选择了犯人阵营就能赢的话，那监狱死牢就不可能一直都没有4星记录了。
当初的我并不是很强，如果是南暮云或者是荣离这种水平的职业者进入，或许能够通关。如果郑宇能够通关监狱死牢，又是首通，又是破纪录的，这奖励赢妈了呀！廖宁甚至有些羡慕。身为一名72级的高等级职业者，他深知前期打好基础的重要性。郑宇到目前为止没有走错一步，几乎是完美的。这大概也是柳南烟这么重视郑宇的原因。他真的有成为第3代职业者中顶梁柱的位置。不过，这已经第10了。贺文霞提醒道。对于什么都知道一点的贺文霞，很了解死牢深渊的流程。一旦超过8没能在交易日完成犯人阵营需要做的任务，那就意味着需要在监狱里时间。等到管理者阵营的职业者强退，因为一旦交易失败，监狱长就会陷入疯狂和不可理喻，职业者根本无法在那种压迫下继续拖下去。这种方式不会通关，但可以以阵营获胜者但通关失败者的身份安全离开监狱死牢，一样要受到强退惩罚，但还能获得一份安慰奖。时还没出来，那就明郑宇通关已经失败，正在等待。虽然浪费时间，但也还能拿个低保，毕竟阵营奖励也不少。可惜了，但监狱死牢确实很难，只要不死就好。虽然话很不吉利，但这恰恰是职业者们最长的一句话，甚至是一句非常吉祥的祝福语。不死对于职业者就是最大的祝福。廖宁知道这个话题好像有些沉重，故意转移道，不过到郑宇就不得不提他在江水市的遭遇。这资源审批流程是需要简化一下了，不然可运作的内容太多，要不是郑宇有实力，又不惧怕李家和周云的淫威，估计咱们九州又得失去一个才。贺文霞摇头道，那就需要改革。市里目前分为市长和资源部2个分管部门，由于资源部的权力过大，连市长都无权过问，这种问题出现不是1次2次了。再加上派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同派系掌控的资源也越来越多，除非一刀切。廖宁摇头，一刀切不可取。贺文霞又在本上记录着什么，所以得慢慢来。但好在郑宇把这件事捅破了窗户纸，我们就好做些动作了，让某些人收敛一下。得有道理。虽然转移了话题，但这个话题也依旧不是那么适合在这里谈。VIP 看台里面又再一次陷入沉寂，直到被一些嘈杂声打乱。就连身后的柳南烟都猛地站起来，表情有错愕，有震惊，有难以置信，但更多的是惊喜。他嘴角上的笑容都快要裂到后脑勺了。怎么了？廖宁问道。因为他看到一向稳重的贺文霞也是一脸震惊，贺文霞能够比其他人更早一步的收到圣殿的通知。贺文霞看向柳南烟，对他道，看来你们妹计划又要稍微改变一下了，准备好竞争第1盟会的计划吧。到底怎么了？廖宁很急。你们这群谜语人。贺文霞拿出手机，找到论坛里的一则帖子，递给廖宁。老年人就该与时俱进一下，多玩玩论坛吧。廖宁拿过手机，上面是来自于上虞市职业者论坛的一篇帖子。恭喜郑宇再次完美通关深渊。完美通关。廖宁一愣，然后找到了只有上虞市和晋川市收到的全面通知。通知，恭喜职业者郑宇召唤师以管理者阵营打破监狱死牢深渊4星难度，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107时12分。队长郑宇召唤师。队员无。通知，恭喜职业者郑宇召唤师成为以管理者阵营首次通关监狱死牢4星难度的职业者。通知，职业者郑宇召唤师完成4星级监狱死牢深渊隐藏任务，成为监狱死牢新一任监狱长。职业者郑宇召唤师已完美通关4星级监狱死牢深渊，4星级是监狱死牢深渊最高等级难度，该深渊所有难度等级均下降 20%， 奖励增加 20%， 永久有效。授予职业者郑宇召唤师完美监狱死牢深渊成就徽章。因郑宇召唤师身份归属于上虞市圣殿，监狱死牢深渊位于晋川市，所以2市区域共享该福利。上虞盛晋川市圣殿中将会出售郑宇召唤师成员限时专属祠堂金卡，购买金卡的职业者在进入监狱死牢时将会得到该金卡职业者虚影帮助，购买限时48时过期下架，价格由队员自己设定。4星深渊的完美通关，甚至是公认3阶段最难的没有之一的监狱死牢的深渊。但管理者阵营，这才是让贺文霞和廖宁2位大佬惊讶的事情。他们深知管理者阵营的难度，竟然是以管理者阵营通关的，还是完美通关。廖宁这回终于明白了贺文霞对柳南烟刚才的那句话的含义了。他们比谁都清楚完美通关得到的利益有多大，可不仅仅是那点金卡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郑宇手上现在拥有2个深渊的掌控权，未来不可限量。但廖宁此时却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经理家的人好像没来，我倒是很想听听李成功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哈哈，不知道他对他儿子当初的决定是赞成的还是否定的。廖宁对柳南烟道，你得感谢李楠和周云啊，如果不是他俩，现在郑宇就是人家李家派系的人了。柳南烟笑容都止不住了，是，等啊，我带着郑宇亲自登门拜谢。晋川盛，郑宇在人群聚集之前便已经在晋川市长的带领下提前离开这里，坐上早就准备好的保姆车去往西南区。我还能赶得上比赛？郑宇问道。司机道，本来是赶不上的，因为百强比赛马上就结束了，咱们就算是再快，开车也得6个时才能到。但盟主杀神廖将军给您开了个后门，让你和报送32强名额一起进入。杀神？郑宇其实是有些懵的，他刚处理完监狱死牢里的事情，刚从深渊里出来，连奖励都没来得及领取呢，就被晋川市市长拉到了车上。司机是当初送他去使徒孤岛的那名司机，原本算是烟云妹公用司机，现在属于郑宇的专属司机，单独为郑宇服务。您是不知道啊，
您完美通关深渊的消息传开之后，杀神廖宁、人形计算机贺文霞都惊呆了。后来听你因为监狱死牢深渊的原因，可能会错过青年职业者大赛的百强战，就直接给你保了一个名额。郑宇表情古怪的道：“还能这么晚？”司机解释道：“百强进50强，50强再随机抽取两对决进25强，再加上7个直通名额，组成32强。一般是由去年青年职业者大赛的前几名再次参加，都会直通到32强。如果直通名额不够，军方会塞进来几个军区的职业者。”郑宇，所以我走的是军区的名额？这我就不知道了。司机摇头道：“要不您休息会儿？”可能是看到郑宇稍微有些疲倦，便止住了一肚子想要的话。也叫郑宇其实不算累，只是在监狱死牢里待的时间有些长，有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异样福。司机贴心的给郑宇释放了一些舒缓的音乐，将车窗关上。您休息一会，到西南区大概还有6个时的时间，等到了我喊您。好。烟云盟给郑宇配的这辆保姆车非常高级，虽然不是郑宇认识的品牌，但这种舒适度档次的保姆车怎么也有几百万上下了。郑宇将车座放平，躺在椅子上。他并不是要休息，而是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清点战利品。其实郑宇3前就已经将监狱长杀死，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从监狱死牢里面出来，主要是因为光杀死监狱长还不能达成完美通关。3的时间里，郑宇修改了监狱规则，甚至破坏了监狱的构造，将花板完全打碎，断开了和囚狱之神的联系，找到了反复杀都杀不死的幕后之人。不能是人，只能是一团能量汇聚成的钥匙。这把钥匙才是整个监狱死牢真正的掌控物，控制了这团能量，便也就真正的成为了这座监狱死牢的主人。那些被运送的犯人也以能量的形式被掌控了钥匙的郑宇重新送回监狱内，让监狱恢复到只有犯人和狱警，没有交易日，没有神，变成一个安稳的空间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完美通关的所有条件。完美通关的奖励和祠堂深渊的完美通关一样，一个只加2%属性的完美通关成就。目前郑宇有2枚完美通关的成就徽章：完美监狱死牢成就徽章，完美通关监狱死牢。成就基础属性：智力正2%，力量正2%。成就特殊属性：所有控制系技能控制时间增加10%。成就徽章只是彩头，真正的奖励是这个传级的宝箱。传级宝箱必定开出和自身等级相同的传级装备，无法超过35级。2阶段的祠堂深渊，一个完美通关给一个璀璨级宝箱；3阶段的监狱死牢完美通关，竟然直接给传级装备。传级装备哪怕是在50级觉醒之后，都是稀有的非卖品。如果是4阶段的完美通关呢？郑宇已经开始有些期待第4阶段的深渊奖励了。郑宇没有急于开这个传级宝箱，因为他等级还卡在29级。如果现在开启传级宝箱，根据佩戴等级最高规则，他只能开出一件25级的传级装备，要先提升到30级再开宝箱，才能开出30级的传级装备。郑宇先将通关奖励全部接受。你已通关3阶段监狱死牢深渊4星难度，获得奖励：监狱死牢深渊宝箱4星难度，职业者经验加。恭喜你打破监狱死牢深渊4星难度，历史通关时间，通关时间为107时12分，获得历史通关礼包：监狱死牢4星难度深渊，职业者经验加，监狱死牢通关成就4星难度。恭喜你首次通关监狱死牢深渊4星难度，获得首通礼包：监狱死牢4星难度深渊，职业者经验加3个礼包，105万的经验，等级瞬间提升到30级，等级 LV29 LV30 200万，距离升级还需168万点经验，血量 16.7 万，魔力2410，智力4250，力量320，敏捷110，获得第7个召唤师空间。你已解锁新的召唤师技能便携式召唤兽，提升到30级后，郑宇终于获得07个召唤兽槽位，实力有提升，但也意味着需要的资源更多了。便携式召唤兽终于解锁了。郑宇等这个技能等了很长时间，一个不增加任何属性，不是战斗形态的技能，就如同技能名字一样，只是为了召唤兽的方便性而已。简单来就是，郑宇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召唤战争牛头时直接顶破花板了。一个可以缩召唤兽体型的技能，便携式召唤兽可以缩召唤兽体型，并在缩之后可以隐藏气息和原本样貌，方便召唤师携带和隐藏召唤兽身形和气息。只可缩，不能放大，缩的程度取决于召唤兽的类型。郑宇进入召唤师空间内，对着8米多高的战争牛头尝试着使用了一下。哞！一头的牛出现在地面上。战争牛头最能够到狗大的程度。的也很可爱。郑宇夸赞道。战争牛头等级顺利提升到30级之后，郑宇开始开箱。经过监狱混战，郑宇获得的箱子很多，但积攒下来的箱子却很少，因为在离开深渊监狱时他都提前开了，主要是为了福星，并且还真让他凑够了6福星羁绊，获得2枚异星法球。那名血魔法师的 SS 级隐藏职业战利品宝箱里面获得了一个文章复制器，监狱长 BOSS 的战利品宝箱里面同样获得1枚文章复制器。他后期杀死的3名职业者的战利品里，2枚随机文章，1枚是精灵龙，1枚是福星，完美6福星羁绊。郑宇都有点吃惊自己收集羁绊的速度，在通关后获得了2枚异星法球。郑宇强忍住开启法球的冲动，他深知越到后期奖励才会越高，异星法球估计也就是一些附点，只有3星法球才会有惊扰奖励。郑宇深信不疑，他看了一眼还在孕育中的那枚金蛋，金蛋冷采集强化符文，已孕育7次，剩余15场深渊开启7次。郑宇算了一下，
他是在通关噩梦级寒阶深渊之后得到的金蛋，之后祠堂深渊2次，黑暗谷底深渊1次，使徒孤岛深渊1次，监狱死牢深渊1次，那就是4星深渊算2次孕育。那我还最少需要8场深渊才能彻底得到这枚金蛋。郑宇感觉8场深渊自己大概都能快要觉醒了，时间有些长，但郑宇等得起。希望你别让我失望。金蛋需要8场孕育，3星法球会更快获得。2个都是属于顶级资源运营的海克斯强化符文，之后的召唤师进阶基本上就指望着他们了。除了文章附点之外，从血魔法师的 SS 级隐藏职业战利品宝箱里面还爆出了一件海克斯武器全套，装备名称巨人腰带，装备类型海克斯装备，属性增加 15% 生命值上限，可合成为斯特拉科挑战护手、纳什之牙、莫雷洛密典、救赎、日炎斗篷、薄木法袍、狂徒铠甲、破防者、新之刚文章。之前郑宇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现在却发现了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名字。这些装备他都耳熟能详，就算是斯特拉科挑战护手，他也知道其实就是血手，莫雷洛密典就是鬼书。但新之刚文章，他知道新之刚这件装备，但有这种新之刚这种羁绊，郑宇完全回忆不起来，自己的记忆中不存在这种羁绊，也就是羁绊。郑宇有些好奇新之刚的效果，不过自己手中没有金铲铲，他也不知道从哪去弄金铲铲，大概只能从海克斯强化符文中获得。郑宇也不是很着急，毕竟新之刚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是加血量的羁绊，他现在有6格斗羁绊了，并不是很想要这个羁绊。目前郑宇手中有2件海克斯科技装备，一件在光翼精灵身上的暴风大剑，一件是刚刚得到的巨人腰带。暴风大剑和巨人腰带能够合成斯特拉科挑战护手，也就是所谓的血手。血手的属性不适合光翼精灵，因为佩戴上的海克斯装备无法卸下来，合成过的装备也没办法重新拆解，需要一些特定的道具。郑宇暂时将巨人腰带放在仓库里面，接着郑宇打开了3个通关宝箱，3件25级钻石级装备，并且没有一件是自己能用的，但郑宇其实也无所谓。目前他的装备基本都是最适合他这个阶段的装备，想要换也只会得到30级装备之后再更换。25级左右的装备最起码也得是璀璨级别才可能会换。一堆材料，一堆强化石和锻造石，2枚橙色的核心石，都是能够卖上价格的物品，郑宇都不会留下来，哪怕是橙色的核心石。因为经过这次监狱死牢的战斗，郑宇感觉橙色的核心石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烟云盟给他的那2块核心石都只是起到了一点作用而已。真想用核心石提升实力，最起码要黑色以上，也就是金色品质的核心石。上了金色的核心石一般都是非卖品，而且是需要5阶段深渊才有可能出。郑宇也不去想这些，监狱死牢给的装备唯一有用的只有监狱长爆的那根钢叉武器，是一把传级别的骑士武器毒渊钢叉，30级传级武器。骑士类武器、枪斗士、枪战士以及一些可以使用双手武器的特殊职业都能使用，召唤师无法使用，能用但效果不会被触发。传级武器在不符合职业的手里和烧火棍没什么区别。不过郑宇并不是很担心，反正他有装备锻造器，而且是3个。资源任选宝箱里面还能选择装备锻造器，这东西郑宇确实不缺。郑宇先没有转换这把传级的钢叉，而是拿出唯一剩下的那个宝箱传级宝箱，这是第2件传级装备。还有第3件。郑宇接着打开了圣殿界面，找到了杀戮积分排行榜。此时拥有22杀戮积分的郑宇已经排在了1331世界的第878名的位置，并再次解锁了一档奖励，20分物品已解锁，可领取1比300万经验，可领取2随机璀璨装备1件，本职业装备部位随机，等级随领取者等级而定，可领取3随机金色核心石1枚。郑宇在监狱死牢里一共杀死了9名职业者，加上使徒孤岛的13积分，一共是积攒了22积分，解锁了20积分档次的奖励，300万经验，还能再提升1级，一件璀璨级装备，以及1枚金色品质的核心石。嘿，别，你还真别！郑宇刚才还想着想要1枚金色核心石呢，这就来了。郑宇先将璀璨级装备宝箱和传级装备宝箱全部打开，你已开启杀戮积分奖励随机璀璨级装备宝箱，获得防具帽子黑毒之翼 LV30 璀璨品质。你已开启完美通关随机传级装备宝箱，获得防具长袍监狱长的黑影长袍 LV30 传品质。2件武器，一件传级，一件璨级。防具黑毒之翼，佩戴等级30级，佩戴需求无，品阶璀璨，属性智力加350，血量加8500。装备效果，被动效果，穿戴该装备时毒抗属性加150，每1时免疫一次中毒属性，攻击中毒的敌人时伤害增加 17%。主动效果，开启黑毒之翼主动效果，攻击时有 30% 几率使敌方进入中毒状态。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防具监狱长的黑影长袍，佩戴等级30级，佩戴需求无，品阶传级，属性智力加780，血量加，魔法减伤正 7%， 物理减伤正 7%。装备效果，黑影长袍可以隐藏穿戴者的身形和气息，被第1次攻击时减免 99% 的伤害，该效果每1时刷新1次。传奇装备效果，被暴击时减免 15% 的伤害。锻造0，强化
零，精炼零，符文为镶嵌符文。郑宇直接将礼仪帽换成黑毒之翼，将雄风长袍换成监狱长的黑影长袍。黑毒之翼属于标准的毒属性装备，如果给专精毒属性的刺客使用，将会如虎添翼。有些隐藏职业，比如毒王、毒师等，都很适合这件装备。但就算不是用毒的职业，也可以用。毕竟黑毒之翼自带中毒属性，攻击时有概率给对方增加中毒状态，中毒之后可以增加17%的伤害，增幅算是很大的了。并且黑毒之翼还能免疫中毒效果。传级的监狱长的黑影长袍则完全是一件标准的防具，传级的装备比璀璨级多一个传属性，这也是传级装备成为非卖品的原因。多一个属性就多了很多战力。而且这件监狱长的黑影长袍简直就是召唤师的本命装备，一般需要隐藏身形和气息的职业只有刺客、法刺、暗影者之类的职业，属于偷袭专用装备。但对于召唤师来，简直就是摸鱼神器。召唤兽一招，利用黑影长袍隐藏起来，既安全又省心，省得郑宇每次战斗的时候还得找个地方藏起来。毕竟总躲在战争牛头身后，多少有些耽误战争牛头发挥了。最重要的是，这件装备竟然拥有被击不显形的效果，虽然只有一次，但够用，并且这一次还能抵消99%的伤害，就等于完全免疫一次伤害技能。不愧是传级装备，郑宇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那把传级的钢叉。传级的装备提升很大，传级的武器提升将会更大。虽然幻灵法杖确实很不错，但毕竟只是一把20级璀璨级法杖。郑宇拿出装备锻造器，装备锻造器可将无法佩戴的装备转化为自身可使用的装备，必定转成自身可使用的装备。郑宇将毒渊钢叉放在装备锻造器上，是否将毒渊钢叉 LV30 传品质锻造为其他同等阶装备？提示1，无法锻造已打造过的装备。提示2，锻造时会根据锻造者的职业进行转变，转变为相同类型装备，如防具上衣只能转变为相同类型的上衣装备，武器只能转变为锻造者职业的武器装备。提示3，锻造之后锻造器消失，已转变的装备无法进行逆转。使用，您已将武器毒渊钢叉 LV30 传品质锻造为法老王的权杖 LV30 传品质，武器法老王的权杖，佩戴等级30级，佩戴需求法杖精通职业，品阶传级，属性智力加1450，召唤兽伤害正10%，增加25%召唤兽恢复力、精力、体力、血量。装备效果，释放召唤技能、释放召唤师技能、收回召唤兽、释放召唤兽狂化技能时都将激活法老王的祝福。法老王的祝福强攻，释放召唤技能时为召唤出来的召唤兽赋予一层全能，该全能为强攻。强攻，召唤兽的攻击力增加10%。法老王的祝福增幅，释放召唤师技能时会激活增幅效果。群体驱散，增幅驱散时间，驱散效果会持续进行10s，随强化等级提升驱散时间。群体恢复，增幅恢复数值，恢复效果增幅10%，随强化等级提升恢复数值。群殴，增幅群殴时间和伤害值，群殴时间增加10s，伤害值正5%，随强化等级提升时间和伤害值。法老王的祝福保护，收回一名召唤兽时，将根据回收召唤兽的血量，给其余在场的随机一名召唤兽增加被回收的召唤兽的恢复30%血量，并赋予一层30%的护盾值。法老王的祝福召唤木乃伊，当召唤师释放召唤兽狂化技能时，将召唤树枝木乃伊帮助战斗。木乃伊的等级为30级，木乃伊的数量为1，木乃伊的等级为固定等级。木乃伊的召唤数量随强化等级而定，强化0级时召唤1只，强化1级时召唤2只，以此类推。传级属性，召唤兽死亡重生时间缩减20%，锻造0，强化0，精炼0，符文为镶嵌符文。啊，实话郑宇都有些愣了，竟然是召唤师的专属武器，而且装备属性有些逆。可以这么，只要是召唤师的任何动作，这跟法老王的权杖都会给予一层祝福。而且最让郑宇感到意外的祝福是回收召唤兽的那个保护祝福。郑宇预演了一下，假如被收回的召唤兽是血量高达140万的战争牛头，那就意味着将会给其他召唤兽提供一个42万血量的护盾。这个祝福实话有些超模，对于30级的职业者来，42万的血量几乎比盾战的血量还要高了。刺客的偷袭，剑士的爆发，可能连这个盾都打不破，不愧是传级武器啊！得到了法老王的权杖之后，郑宇将杀戮积分奖励的300万经验领取，等级 LV30、LV31 250万，距离升级还需118万点经验，等级再次提升，装备全部更换。如今郑宇的装备有6件上榜装备，武器法老王的权杖 LV30 传级品质，防具长袍监狱长的黑影长袍 LV30 传级品质，防具帽子黑毒之翼 LV30 璀璨级品质，首饰项链关种项链 LV25 璀璨级品质，首饰戒指承载物 LV25 璀璨级品质，武器远古的幻灵法杖 LV20 璀璨级品质。榜单一共50名，郑宇的这6件装备不仅全部在榜单上，而且都是前10。法老王的权杖直接登顶第1，哪怕没有打造，法老王的权杖依旧碾压所有装备。排名第2的不是郑宇的关种项链，也不是承载物，而是荣民剑的一把无痕剑。
并且他原先的那把排名第2的武器已经消失。这把无痕剑也是传级装备，并且没有打造过。看来荣明剑在深渊里的收获不成长型武器。郑宇猜测道，这种武器一般人弄不到，这里的一般人也包括郑宇自己。荣离至今未从荣家的剑种深渊里出来，但武器排行榜和等级排行榜是实时刷新的，能够看得出来荣离在深渊里过得应该不错。第3是监狱长的黑影长袍，前3件全部都是传级装备，这在往年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新人榜单里哪怕有一件璀璨级装备都足以镇压榜单，但今年的璀璨级装备都进不了前3。第4是郑宇的承载物，关种项链排在第7，幻灵法杖已经掉到0时。新热级排行中，郑宇以31级的高等级稳居第1，第2是荣离26级，第3是张真25级。这个张真出身军区大院，隶属于军区，不会加入任何盟，据是一名 SS 级隐藏职业，今年军区的主要培养对象。第4是何泽24级，自从上次被郑宇抢了风头之后，这名备受关注的才终于开始发力。郑宇看了一下排行榜，在第11的位置找到了柳恨和，这倒是让郑宇有些意外，以柳恨和的实力，竟然连前10都没能进去，可见今年的新人质量有多高。郑宇等级提升如此快，一方面是他独自进入深渊，另一方面是让杀得多，杀其他空间的职业者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经验，还有杀戮积分的近1000万的经验奖励，光杀戮积分的经验奖励就足以让郑宇甩开他们好几个等级。但郑宇自己并不满意，因为距离南暮云的2000多积分差得太远了。如果有机会，真想和南暮云聊一聊啊，有太多想问他的问题了，更想知道他如何获得那么多积分的。郑宇感觉自己都够能杀的了，一场最多13积分，这场监狱死牢折腾了接近半个月才9积分，想要2000积分需要几百场深渊，就算是南暮云这种第一批职业者，到现在也就几10场深渊，应该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规则，能够刷更多的杀戮积分。郑宇摇了摇头，不去想这些。杀戮积分固然很香，但对于郑宇来，当下有更能提升实力的资源。30级的海克斯强化符文，每5级获得2个海克斯强化符文，现在已经是第13个强化符文和第14个强化符文了。恭喜您抽取到013枚符文，冷采级符文，潘多拉备战席。恭喜您抽取到014枚符文，黄金级符文，无剑听命于您。潘多拉备战席，冷采级强化符文，你现在拥有9个备战席，拥有的备战席可允许你在不签订契约的情况下召唤出技能书中的召唤兽，该召唤兽无法进场战斗，需要签订契约后方可召唤。备战席中最右侧3个位置的召唤兽，每24时变成其他的随机召唤兽，负相同。如备战席中有3名相同的召唤兽，将会合成为更高负的召唤兽，合成最高负等级无法超过召唤师所拥有的召唤师的最低负召唤兽。如召唤师目前最低负召唤兽为战争牛头6阶，备战席中无法合成出7阶召唤兽，最高只能合成出6阶召唤兽。无剑听命于您。黄金级强化符文提供2件暴风大剑，佩戴暴风大剑的召唤兽获得 15% 的攻击力。备战席，郑宇仔细看了一遍备战席的内容，简单来就是多了9个能够存储暂时不用契约成为召唤兽的空间栏，其中3个空间栏每24时会将召唤兽随机变化为其他召唤兽。如果运气好的话，我甚至可以在备战席里直接造出一个高阶负的召唤兽。潘多拉备战席是个非常有用的海克斯符文，无论是在游戏里面还是在现实里，我现有的召唤兽的下限决定了备战席召唤兽的上限。郑宇之前还有些犹豫，是先全员7阶，还是硬憋出20万负点，先造出一个9阶召唤兽。造出一只9阶召唤兽很强，但备战席的出现，如果想要提高备战席的利益，白嫖一只更高阶的召唤兽的话，就不能有短板，起码全员7阶，备战席才能出现7阶的召唤兽，这样就能直接省下2万负点了，这可是一大笔钱。不过郑宇也清楚，自己现在考虑这些也没什么用处，没有负点，哪个都完成不了。郑宇领取了强化符文，将2把暴风大剑暂时扔到仓库里，然后进入了召唤师空间内。此时自己的召唤兽空间里多出了9个类似于展台一样的空间，上面目前是空着的。最右边的3个展台发出紫色的光芒，并写着24时的倒计时。郑宇看着备战席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因为备战席对他的用处可太大了，因为他可以直接在圣殿商店里买相同的召唤兽技能书，然后直接利用备战席合成出高阶召唤兽，哪怕最高只有6阶也能省下一大笔负点，并且郑宇现在正好缺第7只召唤兽。至于5阶负的技能书昂贵，郑宇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来，开始氪金。郑宇在圣殿商场里寻找了很长时间，别5阶负的召唤兽了，就是3阶负的召唤兽都很少，因为他只能找30级的技能书。30级的技能书中虽然有高达5阶的负的光翼精灵，但那本光翼精灵召唤兽技能书还是烟云盟从荣离的收藏里要出来的，市面上一本5阶负的召唤兽技能书都没赢。主要原因是这种高品质的技能书一般只有2个出产路径，一个是高等级副本，一个是杀戮积分奖励，这都不是一般职业者能够达到要求的。能够通关高难度副本或者达到杀戮积分奖励的职业者也不会选择召唤师的技能书，这就导致市场上技能书稀缺，并且不只是召唤师的技能书稀缺，其他职业也是一样的。不过虽然没有5阶，没有4阶，甚至连3阶技能书都很少，但2阶有的是。
3个二阶副技能书就是3个相同的二阶副召唤兽，能够合成一个3阶副召唤兽，3个3阶合成一个4阶，3个4阶合成一个5阶，3个5阶合成一个6阶。也就是我只需要81个二阶副召唤兽就可以获得一只6阶副的召唤兽。司机可能是为了不影响郑宇休息，车开的不是很快，车很平稳，也给了郑宇很多时间在路途上筛选想要的召唤兽。二阶副的召唤兽技能书不贵，最贵的也就在20万左右一本的价格，最便宜甚至有2万一本。二阶副召唤兽技能书的种类也非常多，首先需要排除一些潜力低的种类，然后再从中排除掉市面上售卖总数量低于81只的召唤兽，因为郑宇需要81只完全一样的二阶副召唤兽，再排除掉刺客类型召唤兽。刺客型有罪罚君主一个就暂时够用，输出型召唤兽其实也足够了，但谁又能嫌弃输出少呢？哪怕郑宇已经有了物理输出的光翼精灵，魔法输出的焚焰蛟龙，团队输出的哥布林将军，最终郑宇从商店里面选择了可以升级到6阶的4个二阶副召唤兽：辅助型二阶副召唤兽水精灵，肉盾型二阶副召唤兽毛绒熊，战士型二阶副召唤兽深渊血腥虫，保护型二阶副召唤兽岩甲龟。郑宇没有做什么选择和犹豫，直接全部买下。二阶副召唤兽水精灵技能书每本售价6万元，81本总价486万。二阶副召唤兽毛绒熊技能书每本售价14万元，81本总价1134万。二阶副召唤兽深渊血腥虫每本售价21万元，81本总价1701万。二阶副召唤兽岩甲虫每本售价3.7万元，81本总价300万。郑宇几乎将圣殿商店里这4种召唤兽技能书扫荡一空，一共花费3621万元。这些召唤兽技能书在商店里摆放了都不知道多长时间，突然被售出，不少卖家都很意外，因为召唤师本就很少，这种30级的技能书更是没人买。郑宇花费将近4000万买到3多本召唤兽技能书，接着一本一本的扔进备战席展台上，无需召唤，无需契约，直接将召唤兽技能书扔进去即可。咕！只见郑宇将水精灵的召唤兽技能书扔进展台之后，出现了一只趴在地上的水球，发出咕噜咕噜的水泡声。二阶副的水精灵和当初的火精灵差不了多少。郑宇接着扔进去2本相同的水精灵，咕咕咕。在同时出现3只同样的二阶水精灵时，3只水精灵同时移动到了一个展台上，汇聚成一只3阶副的大水精灵，体型更大，水元素含量更多。郑宇没有去看其属性和技能，3阶副在郑宇的召唤兽阵容里根本不配上场。郑宇将剩下的6个备战席用2阶技能书填满，6只2阶副的水精灵先是合成为2只3阶副的大水精灵，接着3只大水精灵又汇聚在一起，进化为一只4阶副的水人。看着这只4阶水人，郑宇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算了一下，如果只用2阶技能书进行合成的话，最高也就只能进化出6阶召唤兽，因为备战席的席位不够。如果不能将备战席上的召唤兽拿下来的话，假如只用2阶副的召唤兽进行合成的话，最终会出现22、33、44、55、6的组合，无法排列出7阶召唤兽。郑宇尝试将一只备战席上的2阶副召唤兽拿下来，噗！备战席上的水元素精灵竟然回归成了召唤书的模样，并且郑宇将那只4阶水人拽下来时，竟然成为了一本4阶水人召唤书。呼！郑宇长舒一口气，要是和云顶一样只能上场和卖掉的话，备战席的席位是真的不够用，只能增加备战席的数量，但遇到相同的海克斯有点难。郑宇一边想着，一边不断地将2阶的水精灵扔进备战席内。好在备战席能够将进阶之后的召唤兽变为技能书，不然他可能真要头疼进化的数量了。此时备战席上已经出现了2个3阶大水精灵，2个4阶水人，2个5阶水元素牧师。郑宇扔入3本2阶水精灵，3个3阶大水精灵，紧接着进化为3个4阶水人，再进化3个5阶水元素牧师，最后3个水元素牧师汇聚在一起，成为一名6阶的水之守护者。郑宇直接将6阶的水之守护者拽了下来，变成一本6阶的水之守护者技能书。郑宇又如法炮制，将2阶召唤兽毛绒熊合成为6阶召唤兽熊王，将2阶召唤兽岩甲龟合成为6阶召唤兽黑金岩甲龟，将2阶召唤兽深渊血腥虫合成为6阶召唤兽深渊猎手。看着4只6阶副的召唤兽，郑宇已然有了自己第7只召唤兽的选择。第188章，首先熊王不要，没有战争牛头肉，也没有战争牛头的控制，熊王可能7阶之后能够质变，但6阶暂时不需要它。其次是黑金岩甲龟，前排召唤兽，防御力很高，如果郑宇还有召唤兽位置的话，应该会选择黑金岩甲龟，但它的功能性和另外2只相比还是差0。最后郑宇在具有超高输出的深渊猎人与具有稳定保护能力的水之守护者之间选择了水之守护者，因为稳定。郑宇现在不缺输出，8阶罪罚君主爆发，7阶光翼射手持续输出，6阶焚焰蛟龙范围输出，6阶哥布林将军数量输出足够，缺保护和辅助。零点女王辅助效果不错，但还不够，再加上一个既有保护又有回血还有一定战斗力的水之守护者，能够让郑宇的召唤兽阵容实力更加扎实和稳定。郑宇将深渊猎手暂时收起来，把熊王和黑金岩甲龟放在了最右侧的备战席中，看看能不能运气好的转成质量更好的6阶副召唤兽。同样是6阶副，强度是有差距的。
如果能够变成深渊猎手，也是可以的。郑宇躺在保姆车里，意识则在召唤师空间内直接契约了水之守护者，然后直接花费2万副点将水之守护者提升到了7阶副。召唤兽水之守护者6阶，副进化召唤兽怒涛之影7阶，召唤兽怒涛之影等级31级，随召唤师的等级而提升。血量、攻击力负7阶，距离升级还差5万点负加。怒涛之影被动，免疫 50% 的水系伤害。技能1，怒涛波涛 LV31，怒涛之影掀起巨大海浪，对敌方造成伤害的同时，可以将其困在水正。在有水域的区域里，怒涛波涛的范围增加 350%。技能2，水之守护 LV31，怒涛之影给队友释放水盾，水盾可以阻挡伤害，拥有水盾效果的队友持续恢复血量。技能3，水系建设 LV31，怒涛之影给友军释放水系魔法，队友接下来的攻击带有水系建设伤害，建设伤害为队友攻击的 40% 伤害。技能4，水之影 LV31，怒涛之影利用水系能力制造拥有 50% 实力的自己的水影，并进行战斗。水影拥有2个技能，水之影技能1，水系突刺，对同一个目标进行3次突刺。水之影技能2，水影祭献，水之影死亡时，如周围存在敌人时，造成大量水系伤害，如周围存在友军时，恢复友军血量。技能5，水之领域 LV31，怒涛之影释放领域能力，水之领域，在水之领域内，敌人减速 31%， 水之影的伤害增加 150%， 友军获得 15% 的加速，所有友军恢复性技能效果提升 100%。怒涛之影属于全面型辅助召唤兽，有伤害，有保护，有回血，还有减速和加速的增益。进阶7阶时，和罪罚君主一样，多了一个领域性技能。这个水之领域算是怒涛之影的核心技能了，并且原本水之守护者是没有怒涛波涛这种高伤害技能的，这2万点副点算是没白花。目前郑宇已经有了2只7阶召唤兽，精灵之弓、光翼精灵和怒涛之影；1只8阶召唤兽，罪罚君主；4只6阶召唤兽，蛮荒血脉、战争牛头、精英战队、哥布林将军、焚焰、蛟龙以及灵蝶女王。基本上全了。之后的召唤兽再补一补输出，补一补前排能力，补一补功能性召唤兽，基本上就完美了。也不知道觉醒之后召唤师会有什么变化，毕竟这个世界还没有过觉醒的召唤兽，觉醒将会让一个职业发生质变。实话，郑宇实在想象不出来召唤师如何质变，难道是变得更容易培养了？郑宇一边猜测着，一边退出召唤师空间。到目前为止，他基本上算是将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完全了，除了剩余的副点和4个任选资源宝箱，以及那一枚金色品质的核心石，副点还剩下 1.5万点左右，留着激活精灵龙装备效果，还能留着补充对冲基金的利息。4个资源宝箱准备开极品培养券，节省培养时间。不过郑宇没想好培养哪只召唤兽，暂时放在了仓库里。金色盒星石准备直接给烟云妹锻造师，让他帮忙选择一个适合他的核心石。整理完资源，郑宇在车上气了一会，被司机叫醒时已经到了西南区的凤凰盛。城市并不大，但很富足，因为每一年的青年职业者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哟，这不是上虞市的大名人郑宇吗？郑宇一下车就听到了一个爽朗的声音，虽然是调笑的话语，但郑宇听着很亲切，因为每次从深渊里出来的时候都是他迎接的自己，也是从江水市将自己接出来的市长张湛。看到张湛的那一刻，郑宇也露出了笑容，因为他还活着，满面红光，看来收获不错。郑宇看着笑容都有些遮不住的张湛道，如今以郑宇的战绩和未来的成长，他和张湛的关系已经不能用市民和市长之间的关系形容了。甚至在看到郑宇4星监狱死牢完美通关的战绩时，张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初的他那一句戏言，不定他们还真需要抱郑宇大腿。而那一并不遥远，是有点收获，但跟你比不了。张湛也不隐瞒，甚至没有个市长的城府，直接跟郑宇了自己在5阶段深渊里的收获，得到了不少资源，更新了装备，最重要的是等级提升了2级。如今张湛已经达到了47级，距离觉醒也就只有2个深渊副本的时间。刚才诸葛盟主答应我了，下个月就能给我安排下一场深渊，还是大腿带，还能混一局。张湛毫不避讳混这个字，甚至很正大光明的跟郑宇，不定你要是在完美通关一个深渊，我都能有机会竞选一下盟内干部职位。嘿嘿，张湛已经开始幻想未来的生活了。原本他觉醒无望，卡在45级，根本没有进入深渊的机会。现在好了，要深渊有深渊，要资源有资源，要面子有面子。而这一切只因为自己当初做了一个不算什么轰轰烈烈的决定，一切的源头只是因为他想接一个 S 级召唤师来到他的城圣。没想到就这个简单的决定和动作，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柴哥呢？郑宇问道。回上虞市了，你又完美通关了深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因为你的身份隶属于上虞市的圣殿内，所以上虞市的职业者也能享受到福利。而且诸葛副盟主跟我了，只要是咱上虞市的3阶段的职业者，拥有优先进入监狱死牢的权限，再加上你的金卡特权，降低 20% 难度，上虞师未来可期。张湛笑容止不住的道。郑宇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他的个人升级问题，甚至还解决了上虞市2阶段和3阶段职业者的升级问题。哪个深渊副本给你降低 20% 难度啊？而且只有上虞市的职业者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现在上虞市的2阶段、3阶段的职业者，
论坛上甚至管郑宇叫父亲的都大有人在，因为这福利吃得太爽了。之前上虞市2阶段的职业者感激你，现在3阶段的职业者也对你感激不尽。最重要的是，4阶段甚至5阶段的职业者也对你表示期待。郑宇笑着看向张战，没有话，但仿佛又了什么。这个饱含期待的5阶段职业者，恐怕就是张战和柴芳他俩了，因为整个上虞市也就他俩是5阶段职业者。张战嘿嘿一笑，他本就不是那种极其好面子的职业者，哪怕他已经站在了市长的位置，在职业者中也是具有实力的那一批人，但他性格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当初也不会想方设法拉郑宇来上虞市，也不会每次亲自去迎接结束深渊的郑宇。如果让郑宇来评价现在的张战，郑宇会，这是他应得的。先休息一把，50强得晚上才能结束，明加上你们这几个直通名额，32强的比赛才是青年大赛的重头戏，同时也是关注度最高的阶段。你要把握住啊，一炮成名的机会。郑宇疑惑地问道，不是才100强吗？我这车上一觉睡过来，50强都快结束了。赶进度，解释的是一旁的秘书。这名秘书郑宇也熟悉，是柳南烟的秘书。他解释道，在战神南慕云和杀神廖宁将军通关赤道深渊之后，世界同时出现了3个8阶段深渊，以及一个新的9阶段深渊，并且圣殿发出了特殊深渊任务，不少职业者需要尽快进入深渊，所以便压缩了比赛的进程。特殊深渊任务，郑宇对这个比较好奇。秘书带着郑宇和张战往休息的酒店走去，一边对郑宇道，这个之后柳盟主会亲自跟您解释的。一旁的张战笑着道，那些需要尽快进入深渊的职业者，其中就包括你。郑宇愣了愣，没想到自己刚出来就又有深渊刷了，还是圣殿指派的特殊深渊。郑宇非但没有工作无缝衔接的疲劳，反倒兴趣十足，每通关一次深渊，不算上杀戮积分和经验，单单通关就有对冲基金的收益、福星法球的收益、金蛋的培育收益，总之全是收益。郑宇没去凤凰体育场，而是在秘书的强制要求下，在酒店的总统套房里躺下休息。他们总觉得自己很累。50强的比赛是郑宇在电视直播里看的，参加比赛的职业者实力都很强劲，毕竟参加比赛的要求是从转职开始3年之内都能参加。前几年那几个顶尖副的职业者，经过3年的历练，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职业者。郑宇看到最高等级竟然有45级的职业者，3年45级，这战绩算是他们那一届里实力顶尖的职业者了。要知道张战从转职到现在的47级，一共用了将近8年的时间，张战算是职业者中的典型了。有点副可以称之为优秀，但仅仅只是有点，绝称不上顶尖。深渊之路是走走停停，40级之前都是和柴芳2人摸爬滚打升上来的，后来运气好进入烟云盟，1年能混上一次深渊都算是幸运了，因为能够保证通关5阶段深渊的大佬真的很难找。有大佬，但大佬的队伍一早就定好了人选，根本不是张战他们这样的职业者能够混进去的。要不是张战给烟云盟找来了郑宇这种堪称变态级别的人才，他不定还和周云一样卡在45级。有些人这一卡就是一辈子，所以这名参加比赛的45级大佬可以称之为真大亏。郑宇也查了查这名职业者的信息，发现果真是大佬，没有派系，因为人家来自军区，如今已是军区重点的培养对象。之所以不是直通名额，是因为去年他因为深渊原因没有参加比赛。看了几场比赛之后，郑宇发现这种竞技类的比赛是真的好看，因为凤凰体育场的特殊存在，职业者无需收手，无需担心对方被打死，因为结束比赛之后能瞬间恢复体力、伤势、精力、道具冷却、技能冷却等一切状态，甚至死亡的职业者会立刻复活。因为凤凰体育场不是人为建造的，而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的主人便是南慕云。最早以前，郑宇会很惊讶于南慕云竟然能够收服一个深渊来打造成自己的体育场，但自从郑宇拥有了监狱死牢深渊之后，他也就不那么惊讶了。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职业者，可以毫不顾忌地打出伤害，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数值满飞的比赛很难不吸引人。怪不得每年青年大赛的收视率都是第一，看得确实热血沸腾，好想上去参与一下。不过郑宇看了一眼肩膀上趴着睡觉的蝴蝶，忍住了这个想法。他的比赛顶多是在初次召唤召唤兽时会有点关注度，真要打起来还真不如2个战士互搏来的好看，而且他自己也热血不起来。召唤师就是个纯子职业，只要会躲伤害，会找墙角，就是召唤师的最高技巧了。晚上7点左右，比赛还没结束时，柳南烟便提前从体育场离开，来到了郑宇房间。一见面便盯着郑宇看了好长时间，都差点给郑宇看毛了。柳南烟才开口道，还真不是我眼光有多差，你这也看不出有啥特殊的，为什么诸葛无痕当初就一眼看中你了呢？柳南烟看着郑宇，越看越开心。就在郑宇满脸疑惑时，柳南烟解释道，当初让你成为烟云盟未来培养计划主要人选的人就是诸葛无痕，他还你不可能是 S 级副。郑宇一愣，下意识地反问道，那我该是什么等级的副？柳南烟道，谁知道呢，这件事只有你自己清楚，不过其实都无所谓的。到了 S 级副这个阶段，比的就不是副了，而是实战能力。我虽然是 SS 级副隐藏职业，但我曾经败给过一个 S 级副的其他世界的职业者。你虽然是 S 级副的召唤师，但你的成绩早已碾压了比你副更高的职业者。相比于上次见面，这次柳南烟话更加放松了一些，少了很多盟主的威严，多了一些废话。点正事，柳南烟让秘书通知酒店的餐厅，送来了一些饭菜以及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一边吃着一边问郑宇，对于深渊你了解了多少？
郑宇其实没想到柳南烟第一件事竟然问的是这个。郑宇沉思了一下，也没有隐瞒，道：被一个已经经历过第3次神灵的职业者城市萌新职业者，最后被我这个萌新职业者带通关了。柳南烟眼神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红酒，抬头看着郑宇：既然你知道了神灵这件事，那你对未来怎么打算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郑宇淡定的道，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神来杀神，魔来是魔。可能是郑宇感觉稍微有些严肃，便开玩笑的道：就算狗来了咱们这里，我都得踹上一脚。放心，我不是那种悲观的人。郑宇很明白柳南烟为什么先跟他谈论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他需要知道郑宇的想法，才能将未来联袂重心放在郑宇身上。在来之前，柳南烟就曾被廖宁提醒过，杀了足足22名职业者的郑宇，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政府一再隐瞒的神灵，所以柳南烟才会这样试探。其实也不上是试探，只是想知道郑宇知道多少。但现在看来，郑宇知道的比他想象的要多。神来杀神，魔来是魔。好，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柳南烟松了口气，他就担心郑宇会因为知道真相而没有了心气，因为这件事太常见了，其之就包括他自己。当知道阻挡住10阶段深渊之后的第1次神灵仅仅只是这场游戏的开始时，他一段时间内是很消极的，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郑宇看向柳南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自己想得了出来，毕竟都已经聊到了这个程度。郑宇道：其实我挺感谢那个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职业者盟主，你知道吗？他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眼中的绝望，但对于我来，我更愿意知道事实。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是这时代洪流中的一个或许有点富，但不足以改变时代的人物，就像我之前的想法，塌了，有个子高的顶着。郑宇看向柳南烟，意思很明显，你就是那个个子高的。这个动作让柳南烟有些哭笑不得，因为柳南烟曾经也是这么想到，但10几年过去了，他现在却成为了9州最强大的职业者之一。但在知道了这可能会塌的有些大，连你们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便找到了为之努力的理由，不是让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高看我一眼的理由，也不是让周云和李楠后悔的目标，更不是地位、权力、资源、名声，而是一个成为历史的机会。郑宇到这里失笑了一下，如果是以前，我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很难，我真的想在这历史上留名，但真当有了这个机会时，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放弃吧。郑宇的笑容很简单，完全不掺杂任何私心和利益。他看着酒杯中的红酒，缓缓的道：希望中的绝望会让人丧失斗志，但最让人动容的应该是绝望中的希望。如果机会允许，如果实力足够，如果时代的洪流需要我，那我愿意去当这个希望。郑宇的是心里话，也是当初王听在告诉他神灵事件之后，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在神灵到来的时候，那个个子高的人不是柳南烟，不是荣离，而是他自己。郑宇的那句话也不是随口，如果不做到神来杀神，魔来是魔，那死的就是他。简单来，就是为了活着。盟主，你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坚持梦想，面对现实。郑宇几乎摊牌的对柳南烟道：我不是那种愣头青，也不是非要靠自己的自负少年。我很清楚，想要成长，需要靠烟云盟，而我也将我要表达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我不会退缩，就像当初我面对张战和李楠的不公平待遇一样，就像我面对其他世界的职业者一样。郑宇很完整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想藏着掖着，也不会因为出这些话而感到难为情什么的。因为郑宇不是孩子，他很清楚一个联盟组织不会轻易的完全信任一个人，更别倾尽全力的培养一个人。但他们需要的东西也很简单，一个态度。那郑宇就将态度展现给柳南烟，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结果。柳南烟看着郑宇，好半才道：很难想象，我竟然在跟一个刚刚高中毕业没几个月的孩子谈话。请允许我继续称呼你孩子，虽然你成熟的足够让我清楚你想要什么，以及我们之间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但你和我女儿相同的年纪，我依旧想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既然你表达的如此清楚，那我也就放心的将计划执行下去了。以后烟云盟将会正式以你为培养重心，烟云盟将会是你未来的靠山。柳南烟正式的完，然后看着郑宇，忍不住的道：真的希望你尽快升级，不定有一你我可以一起进入深渊。我真的很想亲眼看一看你那精妙的通关方式，以及能够杀死 SS 级隐藏职业者的召唤兽。面对67级的大佬的邀请，郑宇笑着道：会有机会的。柳南烟笑得很开心，他喜欢这种既自信又成熟的职业者，甚至郑宇出这种话，他都感觉不到一点猖狂的意思。笑过之后，柳南烟对郑宇道：那正是关于名比赛的事情。郑宇直接道：我可不敢保证能赢。郑宇不是谦虚，是真的不敢保证。随机匹配，万一匹配到了那位45级的职业者，郑宇根本打不过，10多级的差距可不是一只罪罚君主能够拉平差距的。而且32强内比那位45级职业者更强的还有很多，同样都是才，有的甚至是 SS 级隐藏职业，人家还比自己多3年的发育时间。柳南烟笑着道：你放心，可以不用赢，只需要你展现几只战力比较强的召唤兽，在直播前露露脸就笑。不用赢，你都2个完美通关了，战绩证明1000，而且你也不一定输。好像是知道了郑宇的担心，柳南烟直接给郑宇透露道：拥有特权的直通选手都会被分开的，你也不一定遇到很强的对手，因为你可是召唤师啊。郑宇好像明白了什么，为了收视率，柳南烟点零头，毕竟主办方那种抽签的随机匹配方式太好做手脚了。
你在赛程里走得越远，收视率就越高。相信我，你明会遇到一个很合适的对手的。郑宇和柳南烟聊到了半夜，从柳南烟那里得知了更详细的深渊信息，比如第一次神灵有可能在第10阶段深渊出现之后的几年时间内就会出现。郑宇也清楚了，完美通关之后掌控的深渊是可以信任的，因为其他世界的职业者抵挡住第2次甚至第3次神灵的主要力量就是这群掌握深渊的职业者。深渊的一切都和神有关，通关深渊，了解那群所谓的神，而掌控深渊就有可能握住阻挡神的方法和力量。这句话同样是南暮云的，因为郑宇手中已经掌控了2个深渊，所以柳南烟才将这些事情告诉郑宇。郑宇也询问了柳南烟关于圣殿的问题，柳南烟的回答是，至今都没有人敢保证圣殿到底是在帮助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南暮云不清楚，其他世界的职业者哪怕是经历过第3次神灵的职业者也都不清楚。柳南烟认为圣殿更像是一个媒介，将世界拉到这场神与职业者之间战斗的第3者。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圣殿算是帮助了职业者，但从另一方面去看，将他们拉入这场战斗，将世界变成水深火热的战场，也是圣殿。之后郑宇又问了他最想知道的问题，南暮云是如何在几十场深渊里就达到2000以上的杀戮积分的。柳南烟在回答郑宇这个问题时候，也给郑宇科普了一下高级深渊的类型。知道为什么阻挡神灵失败的世界的职业者会被神强迫进入深渊吗？柳南烟反问道。郑宇摇头，他之前也很好奇这件事。柳南烟给郑宇解释道，你可以理解为阻挡神灵失败的世界就自动加入了神的阵营。你现在也知道掌控深渊的重要性，神同样也知道。换句话，神只是个代名词而已，他们实力很强，但远达不到无所不能的程度，不然就不会被关在深渊里面了。也就是神也需要掌控深渊，也需要职业者进入深渊内，让深渊变得稳定下来。所以等你觉醒之后，你就会面临一个新的深渊类型，深渊争夺战，而你的对手将会是被神俘虏的阵营里的职业者，数量很多。当深渊变成战争时，杀戮积分就不难获得了，南暮云和廖宁的杀戮积分就是这么得到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资格参加争夺战，也得有实力杀死那么多的职业者。除了深渊争夺战之外，还有需要几百名职业者同时进入的大逃杀类型深渊，需要几十个世界一起攻略的灭世级深渊，这些都是能够快速获得杀戮积分的方式。而且并不是只有杀职业者才有杀戮积分，如果你能杀死一名使徒，那你一次最少能获得不低于100的杀戮积分。使徒？郑宇想到了使徒岛屿。柳南烟点头道，你之前进入的使徒孤岛深渊确实和使徒有些关联，那个深渊其实就是在给你展示使徒是如何诞生的历史。郑宇现在终于明白，当初进入噩梦极寒阶深渊时出现的提示，最高难度的深渊是真实的历史，使徒孤岛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对了，我的秘书告诉你圣殿特殊深渊的事情了吗？柳南烟到这里才想起这件正事。郑宇点头。柳南烟解释道，圣殿特殊深渊也是一个快速获取杀戮积分方式，圣殿会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个特殊深渊，这种特殊深渊不再是5人为一队，有的甚至能达到几十人，最多的一次是100人进入。这个特殊深渊名为流放之路，和其他深渊不同，它没有难度等级，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深渊的难度都很高，但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圣殿发布的特殊深渊，圣殿会给予保护，也就是你在特殊深渊里死掉是不会真正的死亡，而是直接退出深渊，并且不会扣除任何经验。郑宇却问了一个问题，既然无法真正被杀死，那杀戮积分呢？在郑宇的理解里，只有杀死才叫杀戮积分。柳南烟笑着回答，你不用担心，你在深渊里杀死的和圣殿从深渊里复活出来的是2回事，该得到的杀戮积分还是一样会得到。具体关于流放之路深渊的攻略、内容、规则以及更多的信息，等你去了中州之后，会有人给你更详细的讲解。郑宇问道，这个深渊在中州？郑宇对于中州是比较感兴趣的，毕竟是9州的中心，也是才聚集地。郑宇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还从来没有去过9州。谁知柳南烟却摇了摇头道，严格意义上来，这个流放之路不属于任何城市，随便在哪个主圣殿里都能进入，只不过这次带领队伍的队长选在了中州。柳恨和前姬去中州，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研究流放之路的攻略去了。等你到了中州，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郑宇点零头。柳南烟还是不放心的对郑宇道，这次带队的队长实力很强，也是进入流放之路深渊要求中接近极限的职业者。圣殿发布的特殊深渊难度很高，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通关这个深渊，会加快深渊出现的速度，神灵也会更快降临。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政府邀请了你们，这也是我让你和柳恨和去这个深渊的原因之一。政府会给你们很高的报酬，特殊深渊内的奖励也比其他深渊高，你想要的杀戮积分也能获得。欢迎。柳南烟看着郑宇，认真的道，你的加入能够提升深渊通关率。不知道为什么，哪怕郑宇是一名召唤师，但柳南烟一想到自己女儿进入的深渊里有郑宇在，他就笃定的认为这个深渊再难也能够通关。第二上午，凤凰体育场32强的比赛定在了上午8点，时间很早，因为今役时间会将32强、16强、8强、4强决赛全部比完，这样万众瞩目的4强和决赛就将会在晚上收视率最高的时间段里进行。郑宇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进入凤凰体育场的后台，进入后场时，郑宇明显感觉到了很熟悉的气息，深渊的气息。凤凰体育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拥有实体，观众可以进入观赛，录像设备可以直接转接直播，而选手则是处于深渊当政。
柳南烟曾告诉过他，这个凤凰体育场就是南暮云掌控的深渊，一个名为竞技场的深渊。郑宇进入选手备战时，并没有他之前想象的那样会因召唤师和萌新的身份而被关注，因为备战室是单区间，而且很豪华，甚至配备了按摩师给选手赛前放松身体，有各种食物、各种训练器材，以及一扇视野非常好的观赛角度。比赛没有开幕式，没有开幕表演，只有主持人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直接开战，给观众上硬菜。先抽签决定对手，为了公平性，主办方邀请了杀神廖军作为嘉宾来抽签。郑宇第7个被抽出来，对手是一位名叫张浩的35级武僧。就像柳南烟昨晚的一样，他遇到了很合适的对手，而且是主办方认为的合适。这名 A 级副的35级武僧在网民的实力投票排行榜中，在所有32强选手中排在倒数第4。虽然是 A 级副，但实战能力很强，也是打败过 S 级副职业者之后才进入的32强。武僧到达30级之后，攻防兼备，还拥有梵音这种精神攻击能力，有控制、有输出、有防御，在实战中很占优势。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副不高的武僧脱颖而出，甚至曾经有过 B 级副的武僧在32强里出现过。A 级副都能排进32强，确实不能和王听他们世界相比。郑宇曾和王听了解过他们世界的目前的实力，也是经历过才井喷的时代。A 级副在他们那个世界确实上不了台面，但在9州都能抢自己的资源了。不过郑宇也没有资格去评判这名武僧，因为他在网民的实力投票排行榜中排名倒数第1。郑宇估计是因为投票的都是普通人，而非职业者，大多都不清楚自己的深渊战绩，仅凭借一个召唤师的职业便直接进行投票了。提到武僧，郑宇就想到了陶潜。自从黑暗谷底分开之后，陶潜就和柯莹、文人晴雨、柴云在深渊里面努力升级，一直都没有时间联系，不知道他们几个深渊顺不顺利。作为被自己带出来的第一批职业者，郑宇确实挺关心的。郑宇没有等太长时间，抽签结束之后，前几场比赛也进行得很迅速，甚至有2场碾压局，都是强对弱，保证了强者能够留到后面，让16强的更有可看性。但32强的比赛也需要一些看点的，这个看点自然就是郑宇这个召唤师了。轮到郑宇上场时，直播的评论区就已经开始讨论这名罕见的职业者，真的是召唤师，而且是直通进来的，不会是走后门了吧？你但凡看看论坛都不会出这句话，2个完美通关的大佬，你他走后门？可他是召唤师啊，召唤师又如何？有实力就足够了，就这么跟你吧。现在上虞市的职业者都恨不得叫郑宇父亲，这么卑微吗？卑微个屁！我想叫都没得叫。你知道深渊难度减少20%是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一张不到50万就能够买到手的金卡有多香吗？身为上虞市的职业者，我作证。虽然但是有依依，他也只是个召唤师而已。如果我们看郑宇攻略之前，我会你的对，但现在我只想，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职业歧视呢？评论不断的弹出，热度因为郑宇的出场竟然在早上这个收视率不高的阶段里出现了峰值，这让主办方非常开心，希望郑宇能赢。如果他能赢的话，话题度、收视率又能提升一大截。在8强之前，热度就全靠郑宇撑着了。但可惜啊，召唤师面对有防御有输出的武僧很难赢，但这已经是最适合他的对手了。如果再过1年，郑宇再来参加，不定是夺冠热门了。主办方有些可惜，召唤师能够进32强，还是直通进来的名额，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点。不管是质疑的，还是看热闹的，都是能吸引观众的观看。与此同时 ，VIP 看台，柳南烟一改昨日的沉默，满脸笑容，对着身边的荣离道：“快看，那是我们烟云盟2次完美通关的新人。”荣离一脸冷漠，没有回应。他不想回应，因为这是柳南烟第3次了。虽然2次完美通关确实值得拿出来吹嘘，但你有必要一直吗？廖宁此时也在认真地看着赛场，在郑宇走上擂台时，很好奇地问身边贺文霞：“你谁能赢？”贺文霞摇头道：“缺少郑宇的数据信息，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赵31级的召唤师不是35级武僧的对手，但郑宇 S 级副，并且拥有单独通关监狱死牢的战绩，这就很难判断了。”廖宁却笑着道：“这还用数据？监狱死牢那深渊什么德行，你也不是不知道，能以管理者阵营通关，张浩根本不可能赢。”哈哈，要不赌一赌？廖宁对郑宇抱有很高的期待，要不然也不会给郑宇弄一个直通的名额了。不赌。贺文霞果断拒绝，他从来都不喜欢赌这种不确定因素的赌局，尤其是这里面还存在着郑宇这种不确定因素。擂台上，郑宇看到了那名武僧，身材不高，肌肉时刻紧绷着，整个人处于时刻备战状态。这是武僧独有的被动技能，能够提高武僧职业者的本能战斗机制，就算有刺客突然闪烁到他身后偷袭，武僧也能够瞬间反应过来，这是其他职业没有的优势。武僧张浩看着郑宇，脸上的笑容已经很难掩饰了。郑宇笑着问道：“看来你匹配到我，很开心。”张浩也不隐瞒，直接道：“看来我自从转职武僧之后，行善积德的福报终于来了。我以为我进32强已经足够幸运了，没想到32强还能这么幸运。”张浩手持武僧棍，身上金光闪烁，他已经打算速战速决晋级16强，甚至都开始考虑16强的奖励资源该怎么使用了。然后他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因为他看到如山一般的牛头正朝着他的脸上坐去。幸运？郑宇笑容古怪：“你确定吗？”轰！战争牛头落地的巨大声音不仅将台上的张浩震晕了，也直接让观赛的观众目瞪口呆，甚至负责解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语塞了半。身高8米的战争牛头被郑宇直接召唤出来，
当做抛掷技能一样扔出去砸伤害的场面，让混迹职业者圈子多年的嘉宾都不知道些什么。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召唤师原来是这么玩的吗？因为缺乏对召唤师这个职业的理解，往年的青年大赛里也没有召唤师这个职业。嘉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怎么。还是应变能力出众的主持人直接喊道：这就是召唤师。很没有营养的一句话，但也直接点燃了观众的热情。看惯了战士互砍、武僧实战、法师的大招、游侠和剑客的操作，召唤师这种离谱的扔召唤兽杂痨操作，他们看得很是新奇。No，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战争牛头冲着空咆哮。巨大到夸张的体型，极其热爱健身的膨胀的肌肉，从鼻子里喷吐出来的气息，以及莽荒血脉那充满杀气的战意，让主办方邀请来的这名55级的觉醒嘉宾忍不住道：怪不得郑宇能够拥有2次完美通关。你可以郑宇通关的深渊，一部分功劳来自于他对于深渊的完美解读。你也可以，郑宇一场未战进入32强，是因为廖宁将军给他担保了一个直通名额。但你绝对不能，郑宇没有实力。告诉你们一个冷知识，31级的召唤师拥有7只召唤兽，虽然我不敢保证每一只都拥有这只战争牛头的强度，但我们最少可以去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郑宇这名召唤师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嘉宾的这番发言算是拉高了这场比赛的期待，也打破了刚才主持人那句尴尬的场面。主持人接着嘉宾的话问道：所以您认为这场郑宇能赢？这还能输？嘉宾直接反问道：虽然我已经有好几年不进入深渊了，但我也是有经验的。单从这头牛头召唤兽的气息来看，35级的张浩完全不是对手。这气息甚至能让间隔数百米之外的我产生一种想要下去和他战斗的冲动。这只召唤兽的负绝对不低。最重要的是，武僧是以实战能力出名的职业，但这只牛头的实战能力看起来可不弱。另一位嘉宾补充道：抛开实战能力不谈，就单以这只召唤兽的体型就足以磨平实战的差距了。嘉宾的讨论很轻松，观众的热情也在高涨，唯独场上的张浩一脸冷汗。他刚才好不容易躲过了战争牛头的撞击，然后才发现这只战争牛头的体型有多么的夸张。张浩有些沉默。实话，他刚才因为匹配到郑宇这个召唤师的高兴是真的高兴。虽然他确实也知道郑宇有过2次完美通关，他也对郑宇这名召唤师的实力有高一层次的预期，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刻板印象。换句话，真正明白完美通关意义的职业者是廖宁、柳南烟这种老职业者。他甚至都没有仔细调查郑宇，因为他觉得一名召唤师再强能强到哪去？他根本就没有把郑宇当做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对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郑宇是单独完成的完美通关，没有队友，没有帮助，纯凭实力。No， 给张浩思考的时间不多，战争牛头已然发起冲锋，不可阻挡的蛮牛冲撞掀翻地面的瓷砖，撞向张浩。日了狗了！张浩骂道。一个身高8米、体型健硕、腰围比半挂卡车都粗的巨型生物朝着自己撞来，他想淡定下来都不可能。不能挡！张浩本能的闪躲。战争牛头给他的压力完全不弱于一名职业者，他能够判断出一旦硬接下这一撞，多半就会直接结束比赛了。所以张浩决定赌一把。近身咒！张浩给自身施加速度 buff， 然后直接向右侧躲闪，因为他发现战争牛头的冲锋是直线，虽然体型大，但想要躲避还是能够躲开的。张浩手持一根金色的武僧棍，棍头冒出红色的光晕，朝着郑宇冲去。虽然没人清楚郑宇的召唤兽是什么，但所有职业者都知道一件事：和召唤师战斗就不能去管召唤兽，只要杀死召唤师，一切就都解决了。所以张浩直接什么都不管，奔着郑宇就是一个武僧冲刺，同样是不可阻挡技能，并且速度极快，属于武僧技能中比较好用的突进技能，只要撞到郑宇就能够接住一套武僧连铡。他不敢保证能打过战争牛头，但他能够保证一套连招带走身板脆弱的召唤师。问 on 妈你 ni 八贝咪妹哦轰，6字泛音咒落下，每一个音节都代表着一种技能：力量、速度、防御、攻击、控制、精神扰乱。拥有6字泛音的武僧非常克制战士类职业，但当张浩施展了6字泛音之后，却刚才还近在咫尺的郑宇早已不见了踪影。呼！一阵风袭来，张浩抬头看去，发现了一只同样巨大的蝴蝶在半空中，而郑宇就坐在蝴蝶后背上，淡定地看着自己，让张浩颇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他不是没有遇到具有飞行能力的职业者，法师的浮空术，德鲁伊的音消变形术，有些隐藏职业也能飞啸。他惊讶的是，这只灵蝶女王的实力，虽然没有战争牛头蛮荒血脉那么具有杀意，甚至灵蝶女王的气息非常柔和，但就这种柔和的气息，让张浩生出一种无力符。辅助型召唤兽能将一名辅助召唤兽培养到这种程度，张浩便已经清楚自己可能没有机会赢下这场比赛了。这就等于一名带着辅助进场战斗的战士，并且辅助的还是战争牛头这种强力战士。怎么打？张浩咬了咬牙，他决定拿出底牌，说可以，但不能认输，反正在凤凰体育场里也不会真正的死掉。不过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郑宇的提醒，心身后，张浩后颈一凉，不知何时，那只正在冲锋的战争牛头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并且距离自己只有不到10几公分的距离，根本躲不掉。轰！张浩飞到了上，他在眩晕中不断的回想，战争牛头是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那种惯性，那种速度，怎么可能做到180度的调转方向？在了，
就算战争牛头能够调转方向，他又是怎么悄无声息的来到自己身后的？张浩不明白，但观众看得很清楚，战争牛头没有转向，也没有隐匿气息，他直接闪烁到张浩身后的刺客羁绊效果。佩戴着刺客纹章的战争牛头，相当于一支拥有150万血量的坦克型刺客。郑宇之前就曾考虑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牛头最出色的开团技能蛮牛冲撞太容易被躲闪了，曾经好几次都没能命中敌人，反倒是耽误了时间，所以才有了坦克型刺客闪烁流蛮牛冲撞技能的诞生。因为没有尝试过，所以张浩算是第一个吃到这个技能的人，效果还不错。你可以躲掉蛮牛冲撞，但你绝对躲不掉闪烁到你身后的蛮牛冲撞。郑宇甚至让战争牛头冲了一会才闪烁的，因为冲得越久，速度越快，伤害越高。蛮牛冲撞的一瞬间，让战争牛头的牛角向上抬起，便能够实现击飞效果。现在飞到半空中，带着眩晕的张浩就已经是战争牛头的玩物了。莽荒血脉加刺客羁绊的爆伤效果，伤害非常可观，暴击出来的伤害让评论区直刷问号。你告诉我这是召唤兽？这伤害是什么鬼？这么高吗？不只是伤害啊，你们没看到武僧的金钟罩的反伤效果，打在他身上的时候只掉了一层血皮，保守估计这召唤兽最少80万血量。那你确实太保守了，我估计100万都有了。又肉又有输出，控制稳定，实战能力出色，还尼玛有刺客的闪烁背刺技能，这不就是大号版的武僧？没想到召唤师竟然这么强，早就跟你们过，那武僧根本不可能赢，我们上鱼市的郑宇无敌好吗？同阶段确实无弹。评论区在讨论着郑宇的强度，而观众席和嘉宾席正在为张浩祈祷，因为战争牛头太暴力了，其实就是正常的战斗，但因为战争牛头那夸张的体型，蓬勃爆发的蛮荒血脉，让战斗看起来一边倒的血虐。在战争牛头的控制链连招里，张浩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应。主持人甚至开玩笑的道，为什么郑宇的对手的名字叫眩晕啊？眩晕、击飞、践踏，再衔接战争怒吼，吉林蝶女王的蝶鸣加成，增加攻速，让战争牛头能够多衔接一个平 A 伤害。噗！最终张浩被锤得只剩血皮，被战争牛头一斧子结束生命。胜利！郑宇眼前出现了2个字，赢得很轻松，也让观众看得很激动。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召唤师的战斗，也是第一次让大众认识到什么叫做顶级召唤师。他甚至只召唤了2个召唤兽。始终板着脸的荣离终于开口道，因为他是清楚郑宇还有一只光翼精灵的，因为那只召唤兽的技能书就是从他这里得到的。光翼精灵绝对不可能是挂件，也就是郑宇最少拥有3只顶尖实力的召唤兽，甚至不止。你们萌算是捡到宝了。荣离罕见的夸赞道，嘿嘿，也就一般，只能我们媚人眼光比较好，当初要不是张战和柴房据理力争的将郑宇拉到上虞市，也不会有现在。柳南烟笑容都止不住了，嘴上着谦虚，但语气很嘚瑟，就好像郑宇的成长比他自己通关一个深渊更让他高兴。荣离看向柳南烟，若有所指的道，有时候责任是激励，但更多的时候责任是泥潭，你别陷进去。柳南烟却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和恨和当初建立烟云妹时候，我就向他保证过，一定会让进入烟云盟更大更强，让每一个进入烟云妹职业者都能够茁壮成长，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泥潭，我甘愿陷入其中。荣离没有继续话，因为他很清楚柳南烟的一生。恨和不是柳恨和，而是柳南烟的妻子伊恨和。赢下比赛，郑宇一脸不爽地走出擂台，在选手通道上等待郑宇的张战不解地问道，不是你赢了咋一点都不开心啊？整得我都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该安慰你了。郑宇摇了摇头道，不是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没有杀戮积分啊？郑宇本来还想着，如果打不过那几个40级以上的职业者，8强的奖励也就一般，但杀戮积分也能勉强弥补一下。杀了张浩之后，等了半郑宇也没等到任何奖励，没有战利品宝箱，没有杀戮积分，也就是在一个已经被其他职业者掌控辽深渊里面是无法做到刷分的，这让郑宇很不爽，因为这意味着他手上的监狱死牢深渊也不能刷分。张战作为只有1分的老职业者，在听到郑宇的言论之后有些无语，你都22个积分了，都排在全球1000名以内了，还不满足？不过张战转念一想，如果他拥有郑宇的实力，他也会不满足的。哎，人和饶差距是真的大。32强除了郑宇这个亮点之外，没有其他亮点。在公平的抽签下，16场比赛除了2-3场菜鸡互啄之外，都是碾压局。虽然郑宇这局也是碾压局，观众看着新鲜，热度也就很高。各大市区的论坛几乎被战争牛头和零点女王的照片刷屏了。男生喜欢战争牛头，女生喜欢零点女王。一个块头大，气势足，看着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一个美到极致，没有女生能够拒绝零点女王的颜值。郑宇刷着论坛嗤笑道，都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要是我把战斗机甲弄出来，你们不得羡慕死。在郑宇刷论坛的时候，最后一场32强比赛已经结束，16强的对手不需要抽签，按照32强的抽签顺序自动匹配对手。郑宇看着名单上47级的等级以及这名选手的名字，郑宇知道自己估计止步于此了。他遇到了上一届的第2名，因为去年第1名已经转职超过3年，所以今年他是夺冠大热门。郑宇也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他之前的打算就是赢一场，在观众面前刷刷脸就可以了。至于夺冠，等级相差10几级，为了一个他现在不怎么看得上的奖励去底牌进出，
有燕云妹全力扶持，这种政府的奖励确实不算顶尖。对于现在的他来，深渊里面的资源才是最重要的，不如留给他们。不是郑宇大方，而是给他也不见得有多少提升。最关键的是，他不一定赢，那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吧。郑宇决定好好的为召唤师这个职业出风头，改变一下大家对于召唤师的刻板印象。召唤师也是可以很帅的。不是，这谁安排的？郑宇怎么能和他碰上？主办方现在很急，因为郑宇现在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足以排进8强，就算没有争冠的实力，但很有可能成为一匹进入8强的黑马。这样8强赛将会非常好看，不仅有强强对决，还有黑马逆袭等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但郑宇16强的对手竟然是夺冠热门的唐尊。没有人回答，因为谁都想不到郑宇能够晋级16强，更想不到的是郑宇有这么高的热度。罕见职业，绝对新手，新奇的战斗，每一个都是收视率的保障。但16强并不需要抽签，所以他们想操控都操控不了，因为原本他们认为张浩会进入16强，这样张浩在16强淘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郑宇遇到了唐尊，唐尊是连续2年第2的那个 SS 级副的战士。看到郑宇和唐尊上场，评论也开始讨论起来。可惜了，还想看郑宇这个召唤师多打几场呢。起来，郑宇应该是历史以来唯一一个第1年就参加比赛并成功进入16强的职业者吧？是，今年刚转职的那批职业者，只有郑宇进入16强了。不还是直通进来的？有啥可吹的？就郑宇那头战争牛头的实力，就算他不直通，也妥妥的进入16强啊！你不会真以为张浩的武僧很弱吧？换句话，人家刚刚转职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将已经转职了2年的张浩打败，这已经值得吹了好吧？确实，战神南暮云创建青年大赛的初衷就不是给新人准备的，真正能够夺冠的职业者都是最少发育了3年的职业者。所以期待明年的郑宇。仅仅1场比赛，郑宇就已经有了一批粉丝，甚至会帮助郑宇去化。职业者在这个世界几乎碾压了明星的地位，就像南暮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顶流的存在，长相出众的柳南烟更是拥有一批拥趸。郑宇入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大量粉丝举着柳南烟的立牌，就连一副凶神恶煞模样的廖宁都有大量的粉丝，甚至还不少女粉。普通人几乎将出名的实力强的职业者当成了明星，重大场合顶多是邀请几个唱歌的，并且出场费连嘉宾席上那位55级的觉醒职业者1%的费用都不到。郑宇临上场前看了一眼评论区，也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柳南烟要求郑宇一定要上一次比赛，有时候人气也是一种资源。唐尊，郑宇的对手47级的唐尊上场时得到了巨大的欢呼声，不少女观众发出了冠绝全场的尖叫声，这让郑宇想到了他那个世界的顶流明星。郑宇不是瞧不起明星，但对比对面这位气息平稳、身材魁梧、眼神坚定的青年，郑宇觉得这才是真正明星应该有的样子。能够在3年内将等级提升到47级，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深渊的洗礼，经过厮杀和战斗，失去过队友，战胜过强敌，克服过生死绝境的强者。这样的明星值得他们的尖剑。你好，唐尊看到郑宇打量着他，露出笑容对郑宇打着招呼。因为等级原因以及在联盟中的地位，唐尊很清楚完美通关的意义，所以他对于郑宇具有非常高的好服。唐尊的友好是对于郑宇实力的认可，郑宇也友好的打了招呼。毕竟这种比赛只是切磋，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胜负的悬念，赛前嘲讽给压力什么的也就不存在了。唐尊对郑宇道，因为很好奇你其他的几只召唤兽，所以我不打算留守。一是对你2次完美通关的战绩表示尊重，二是听今年的新人整体质量都很高，你是这一批中的佼佼者，我想试试成色。唐尊的很认真，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的那个最终计划就是以今年这批新人来计划的，他在计划中不是主角，不是心里不满，他最起码算是他们那一届的最强新人，心中也是有落差的，所以他有资格去试一试今年新饶实力是否真的值得他成为这个绿叶。好，郑宇也没有多回应什么，因为战争牛头的出现便是最好的回应。战争牛头的出现的那一刻，战斗的钟声响起，唐尊也在迅速拿出后背的那个巨剑，直接插在地面上。就像唐尊的那样，他并未留守，哪怕他碾压郑宇16级的等级，在数值上就已经是完全碾压，但唐尊依旧全力以赴。这是唐尊的 SS 级副血鬼之阵。嘉宾席中，了解唐尊的那名嘉宾直接道，主持人不解地问道，我也听过唐尊的 SS 级副是罕见的主动输出型副，但面对只有31级比唐尊低了16级的召唤师，至于一开始就用这招吗？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这名职业者嘉宾反倒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况且郑宇可不是兔子，我不认为这是在欺负郑宇，反倒是对于郑宇的一种认可，对于职业者来，全力以赴才是最大的尊重。况且反正也不会真正的死亡，让我们看看郑宇在唐尊的强势压力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些惊喜。还没等他的话完，惊喜就已经出现了。面对唐尊的血鬼之阵，郑宇召唤出他的新召唤兽怒涛之影来应对。哗啦，怒涛之影的出现伴随着大量波涛的声音，怒涛之影的水之领域和唐尊的血鬼之阵交错在一起，一个是具有生杀气息的攻击阵法，一个是具有绝对守护之力的水之领域，但唐尊的数值在郑宇之上，仅靠怒涛之影绝对无法阻挡，所以郑宇把零点女王也召唤出来，第3只召唤兽了。观众也时刻关注着郑宇的召唤兽，这只怒涛之影的出现再次刷新了大众对于召唤师的印象。
以及对于郑宇实力的认知。第三只召唤兽依旧水准之上，血怒鬼斩。唐尊看着郑宇召唤出来的怒涛之影，直接挥舞出一剑，黑色的斩击划出破空音，朝着怒涛之影斩去。某战争牛头放弃攻击唐尊本人，挡在怒涛之影身前，硬接下斩击。吃！斩击打在战争牛头的身上，直接砍掉1/5的血量，并且附带着鬼气灼烧，还在掉血。要知道，战争牛头的血量高达150万，一刀就是30万的血量，并且这一刀还同时打碎了灵蝶女王的护盾，怒涛之影的水之护盾。等级压制不仅仅是属性，还有装备的差距。唐尊手上那把红色巨剑品质应该不低，再加上他的 SS 极负就是增加攻击力的。换句话，唐尊是主点攻击力的战士类型，爆发是唐尊的优势。郑宇毫不犹豫地召唤出了自己的第4只召唤兽，是光翼精灵。哪怕是对召唤师不了解的人，也听过光翼精灵这只召唤兽的名字，因为历史上最强召唤师维尔塔的光翼精灵太出名了，也是职业者界内人士认为唯一具有培养潜力的召唤兽。光翼精灵张开双翼，飞到半空正，手持精灵之弓，圣洁的光芒甚至驱散了部分血鬼之阵的负面效果。灵，在光翼精灵出现的一刹那，灵蝶女王吟唱起蝶鸣。哗啦，怒涛之影给光翼精灵释放水之箭射和水之守护，攻速直接拉满。光翼精灵连同箭矢带着翅膀上的光之羽翼开始输出。你觉得我会让你有输出空间吗？给我下来！唐尊右脚向前，地面上的血鬼之阵突然降下巨大引力，将半空中的光翼精灵和灵蝶女王全部从空中压了下来。每一个职业者都拥有对付空中敌扰办法，唐尊选择直接进控，而且他拥有等级压制，想要进空非常简单。在光翼精灵落下的一瞬间，唐尊已经一步来到了光翼精灵的身前。没错，是一步，不是闪烁，单纯的速度。某战争牛头也跟着闪烁到了唐尊的身后，目的就是保护光翼精灵的输出。老实待着！地面突然出现无数血手，竟然将战争牛头巨大的身躯牢牢控制住。沉默。郑宇发现战争牛头在被血手触摸之后，便释放不出任何技能了。不愧是夺冠热门，一个血鬼之阵亟待增伤，又有控制，自身的数值和技能也是顶级的，并且血手的伤害也不低。要不是灵蝶女王和怒涛之影一直在给战争牛头回血，战争牛头血量会掉得更快。就在唐尊的刀斩向怒涛之影时，一道黑色的影子带着锋利的光芒斩向唐尊的脖子。在那一刻，唐尊真实的感觉到了威胁，来自生命的威胁。这让唐尊很是意外，因为他面对的可是一名只有31级的召唤师。吃！唐尊立刻做出判断，收回斩向光翼精灵的刀，阻挡这道黑影。但他依旧晚了一步，因为这道黑影和当初他看到的战争牛头的闪烁一样，攻击戛然而止，下一刻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血液喷出，最先受到伤害的竟然是唐尊，是郑宇的第5只召唤兽。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与唐尊互砍的那道黑影，谁都没想到郑宇在第4只召唤兽光翼精灵之后，竟然还能拿出战斗力如此之强的召唤兽，甚至这一只实力更强。罪罚君主的出现让唐尊的表情认真了起来。他尊重郑宇2次完美通关的实力，但好像尊重的还不够。郑宇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这只手持镰刀的召唤兽强得离谱。某战争牛头终于挣脱了血手的控制，一个蛮牛冲撞再一次顶在了前面，帮助罪罚君主分担压力。罪罚君主虽然强，但单独面对唐尊几招之内必败。但郑宇是召唤师，召唤师主打的就是一个群殴。战争牛头负责吸引火力吃伤害，尽量挡住唐尊的攻击，罪罚君主和光翼精灵负责侧翼输出，怒涛之影和灵蝶女王负责辅助。有2个辅助召唤兽，就算唐尊的伤害高，只要不是超高爆发的密集输出，战争牛头就能一直顶住。但怕什么来？什么？唐尊最擅长的就是爆发性输出，一个47级的输出战士手上怎么可能没有1-2个输出性的底牌技能呢？血怒，鬼影刺杀。唐尊灼烧自己的血气，全面提升实力。血怒是血气战士最常用的技能，并且战士在45级时能够强化血怒技能，45级之后的血气战士拥有更强的爆发能力。而鬼影刺杀则是唐尊手上的顶级技能，一刀蕴含着血怒加成和血鬼之阵的高爆发斩击，直接砍在了战争牛头巨大的身躯上。哪怕知道这一招不能硬接，但面对唐尊的速度战争，牛头根本躲不了。这也是体型变大后的缺陷，目标太大，躲不开技能。轰！这一刀直接切开了战争牛头的胸膛。很难想象，拥有那么多保护的战争牛头，血量直接见底，可见唐尊这一刀的伤害有多么高。郑宇直接收回战争牛头，因为郑宇早就将法老王的权杖送到了总部打造，所以收回召唤兽也没有效果产生。在看到战争牛头消失之后，唐尊并没有很高兴，因为他竟然没有秒杀掉战争牛头。两饶等级相差这么多，自己甚至不是一名普通的47级职业者，竟然还做不到碾压的程度。而郑宇这边也同样没有很高兴，因为唐尊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和自己的召唤兽战斗，并没有想着去攻击召唤师本人。假如那一刀落在自己身上，哥布林将军，郑宇决定将人海战术彻底执行下去。第6只召唤兽战斗到了现在，激烈程度超出了所有饶预料。他们有设想过具有完美通关实力的郑宇一定会再给他们惊喜，但没想到这个惊喜有些太大了。连续5只召唤兽，一只比一只强。
第5只罪罚君主甚至将战局拉成平分秋色的程度，要不是唐尊拿出压箱底的技能，估计还打不破这种微妙的平衡。谁知道郑宇还有货。第6只召唤兽，1只哥布林。不过无论是赛场上的唐尊，还是嘉宾席中见多识广的嘉宾，亦或者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观众，都没有瞧这只哥布林，因为他身后跟着出现的是一群密密麻麻的哥布林大军。唐尊，他没想到有意在擂台上也能享受到刷副本的待遇。好的单挑呢，你给我召唤了一支军队。列阵，哥布林将军扛着军旗站在最前方，身后是骑着巨狼的精英哥布林狼骑兵，一共62只。精英哥布林战士站在狼骑兵的后面，两侧聚集着一群黑衣死士哥布林，正暗戳戳地等待入场时机。哥布林盾牌兵看着1人来高的巨大盾牌，挡住身后的哥布林射手。光翼精灵也在齐正，甚至不少哥布林射手还跟着光翼精灵学习过射术。哥布林巫师站在最后方，手中的法杖摇晃。进化为精英哥布林巫师的他，能够长时间持续地为哥布林军队释放增益技能。巨魔站在哥布林将军身边，最为瞩目的是率先冲进战场，作为先锋的哥布林魔战士。2只魔战士浑身深紫色的皮肤，附着一些金属碎片，眼神疯狂，不惧死亡。他俩和哥布林死士不同，哥布林死士是虽然也不惧死亡，但他们拥有明确的战斗目的性。但哥布林魔战士就是完全为了杀戮而诞生的生物，没有理智，只有杀戮。冲锋！在哥布林魔战士沾上唐尊的那一刻，哥布林将军发起冲锋，咚咚咚，战息军鼓敲响，军队气势陡然增高。此时，就连 VIP 看台上的廖宁都忍不住站起来，盯着哥布林军队。曾经有人跟我过，大成召唤师1人便是1军，现在看来，那需要大成这还没觉醒呢，就已经有军队规模了。虽然数量上比亡灵法师要少，但质量比亡灵法师要高很多。贺文霞在一旁道：“可惜，历史以来只有郑宇一个拥有高富的召唤师。召唤师之所以一直职业者抛弃，还是因为资源问题。职业深化后的召唤兽需要10个能级提升1个星级，10个星级提升1个能级，才能有进化1层副的可能。培养难度不仅仅是堆砌资源就能拉起来的，因为提升能级的能量需要战斗获得。召唤师理论上可以做到1人1军，甚至要比稀有职业亡灵法师的强度更强。但问题是，培养难度是所有职业中最难的。贺文霞这个什么都知道一点的特殊职业者，自然很清楚召唤师的体系。所以，我猜测郑宇一直隐藏起来的副，应该是一个养成类副，是可以越过能级星级体系去直接提升召唤兽的副。我所认知中的光翼精灵，并没有他手上的那把弓箭。张安全的大成召唤师理论中提到过，召唤师本就是冷门职业，想要真正的达到大成，需要很高的副，并且这个副一定得是养成副。贺文霞抬头看向廖宁，你想要大量推进召唤师的设想是不成立的。召唤师要是真的仅仅只是堆资源就能培养到郑宇的程度，那就不可能历史上都没有一名觉醒的召唤师了。廖宁这才失望地坐下，的也是，身为9州的将军，他希望每一个职业都能够拥有战斗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遍地都是战士。战士虽然属于万金油职业，但其他职业升级的难度会让9州损失很多职业者。在培养高端战力的同时，基层战力也需要累积起来。当廖宁看到郑宇召唤出哥布林军队时，他想到的是，哪怕其他召唤师没有战争牛头、罪罚君主、光翼精灵这种强大的单体召唤兽，一支哥布林军队就可以横推普通副本了。毕竟哥布林不有的是。但经过贺文霞的提醒之后，他才察觉到，特殊的不是那支哥布林军队，特殊的是那支扛着军旗的哥布林将军。轰！哥布林军队冲锋，震得地面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唐尊看着朝着他冲锋而来的重骑兵团，表情非常复杂。这是他从未预料过的战斗，但唐尊也并不慌。虽然哥布林军队气势很足，但每一支的强度其实不高，还在掌控之内，拥有等级压制的唐尊还不至于陷入被动。只是他被一个只有31级的召唤师逼到需要释放底牌的程度，这场战斗对于他自己来，已经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什刹阎罗，炼狱之阵。唐尊身后出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血人，血人模仿着唐尊的动作，做出拔剑的姿势，一道360度回转的斩击扫向周围。与此同时，炼狱之阵开启，地面上的出现无数血鬼，就是之前控制住战争牛头的那些血手，现在已然涌出半个身子。无数血鬼控制住一切身处血鬼之阵中的所有召唤兽，群体驱散。郑宇坐在灵蝶女王的身上，躲开血鬼阵的控制，并对整体召唤兽进行驱散。但很可惜，驱散失败。不能完全失败，但大部分的召唤兽依旧被死死地控制在原地。还是因为等级差距，召唤师的群体驱散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解除控制技能，但对于高等级的控制技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唰！那道红色的圆弧斩击扫过哥布林重骑兵团，一片一片的收割，死亡的提示不断出现。1刀、2刀、3刀。唐尊的脸色有些泛白，毕竟这种范围性高伤害的攻击，耗费的精力和体力是巨大的。郑宇收回光翼精灵和怒涛之影，他俩仅仅只是挨了1刀，血量便已见底。从观众的视角来看，这场比赛应该已经胜负已分。郑宇拖到了现在，逼出了唐尊的底牌。作为一名等级相差16级的战斗，郑宇已经虽败犹荣了。但作为郑宇本人，他则一点都不慌，因为哥布林军队就是送给唐尊去杀的。虽然是一场表演赛，但郑宇也想借着这个没有死亡风险的比赛，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极限，比如旺盛胃口羁绊的效果。
变异战士旺盛胃口3，旺盛胃口，每有一名友军阵亡时，所有变异战士获得攻击力和法术伤害。3，每名友军阵亡正 2% 攻击力，正 2% 法术伤害。每一只死亡的友军生物就能给其他变异战士增加攻击力和伤害。罪罚君主已经蓄势待发了。还有就是，此时召唤兽的整体血量已经降到一半，空中正有一团猩红的正义石像砸向唐尊。前一刻大家还认为郑宇必败的时候，下一刻所有观众几乎都站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奇观。这种奇观只有在高等级法师释放超阶法术时才能够见到。尼玛，是陨石？不，好像是个雕塑。召唤师用雕塑砸人，那是郑宇的第7只召唤兽吧？他不是31级了吗？一共有7只召唤兽，这好尼玛离谱啊！观众有的都忍不住吐出了脏字，他们实在是很难想象，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郑宇竟然还能往外掏东西。召唤师的底牌这么多吗？31级的召唤师和46级的战士打到难分秋色的程度，是我们瞧了召唤师这个职业，还是郑宇太变态了？这个疑问伴随着魔像加里奥的坠落，直接得到了答案。就算再一流的职业，也无法在31级做到这种程度。猩红之月羁绊的效果，当召唤师的所有召唤兽整体血量降低 50% 以下，召唤魔像兽加里奥，轰！地面碎裂，唐尊竟然在那一刻被震飞到半空正，汲取了数百个哥布林军队死亡后的旺盛胃口，羁绊加成的罪罚君主抬起镰刀释放黑雾，将加里奥、唐尊以及自己全都笼罩在内。站在黑雾外的郑宇笑着道：“这是最后的表演了。”黑雾内传来兵器对撞的声音，血鬼的咆哮，加里奥的震战，罪罚君主高喊着有罪。黑雾不断的扭曲变形，哪怕外面的观众看不到黑雾内的场景，他们也能脑补出一场大战。郑宇则并不关心胜利与否，因为赢不了，最多是平手，除非郑宇掏出压箱底的红盖头以及监狱死牢。但就算是输了，郑宇也觉得这场战斗受益匪浅，因为他很确定自己不会惧怕任何40级以下的职业者，甚至可以做到杀死他们。因为郑宇在上场前就将那2件30级的装备卸下，传级的法老王权杖也没有拿出来，焚焰蛟龙也还在召唤兽空间里面。他展现出的实力并非全部实力。轰！一声爆响，黑雾中的声音逐渐消失，战斗好像结束了，但观众看不到结果，很是着急。之前他们根本不认为郑宇会有胜算，但自从见识到了从而降震撼登场的加里奥，他们竟然真的有些担心唐尊会输。毕竟谁都不知道黑雾中发生了什么。随着黑雾逐渐散去，众人才慢慢的看到了里面的场景。地面一片狼藉，坐落在正中间的是浑身伤口，后背插着一个巨大镰刀的唐尊。石像加里奥碎成2截，早已失去了光泽和驱动石像生命的魔法。血鬼正在缠绕着罪罚君主，在罪罚君主的身前，一张黑雾王座上插着唐尊的巨剑。过程让人惊讶，结果更让人出乎预料。郑宇抬手收回了罪罚君主，死掉的石像加里奥郑宇没有去管，因为加里奥只是羁绊效果，下一次在生效的时候又是一个完整状态的加里奥。随着罪罚君主被收回，插在唐尊身上的镰刀也消失不见，困住唐尊武器的黑雾王座也随之消散。当啷，巨剑落地，唐尊深深地看了一眼郑宇，然后起身捡起地面的巨剑。他问道：“你还有召唤兽吗？”郑宇摇头，他虽然还有焚焰蛟龙，但郑宇并不打算召唤出来，战斗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了。那算我赢。唐尊并没有因为狼狈的战斗而恼羞成怒，反倒自嘲的了一句。郑宇没有否认，只是道：“如果你一开始就攻击我的话，我没有机会展示这么多的召唤兽。”唐尊笑了一下：“不用替我画，就算我输了也不会那么做，我也是要面子的。”其实，唐尊苦笑的看了一眼周围观众诧异的表情：“我赢了，但我又输了。如果我再去攻击你的话，那我输的就不仅是实力了。总之，你只是有实力的。”唐尊揉了揉腰，刚才被石像加里奥撞了一下，腰椎好像都断了，好在下场之后就能恢复，不然他不知道得恢复多长时间。行吧，赶紧结束吧，我现在也明白了国家的计划。你们这代新饶确实是比我们强，不仅是你们这批新人里还有个巨媲美南木云的新人吧，还有剑神的儿子巨也很强。总之，其他人不清楚，你确实配得上最终计划。郑宇看到唐尊浑身伤口，这种伤用恢复药剂都止不住的那种，因为罪罚君主的死罪攻击能够削减对方的恢复能力，索性也就不聊了。郑宇收回全部零散的召唤兽，直接走下擂台。观众一脸懵，所以谁赢了？郑宇先走出的擂台，所以当然是唐尊赢了。如果不是看了整个过程，如果不知道郑宇是召唤师，就单看现在这副场面，我还以为是郑宇赢了呢。确实，唐尊浑身是伤，郑宇毫发无损，这就是召唤师啊，根本不需要亲自战斗，在一旁看着就行了。实话，有些羡慕。羡慕郑宇可以，别羡慕召唤师。你如果真转职成为召唤师，就会发现你和郑宇转的根本就是2个职业。但实话，召唤师这个职业总算是除了维尔塔和张安全之外，终于又出现了个领军人物。虽然冷门职业，但职业第一人听起来还挺爽的。好期待明年的比赛啊！不知道郑宇1年之后能不能成为夺冠热门？很难，毕竟唐尊可没有直接去攻击郑宇。明年高等级的职业者再遇到郑宇，可不会像唐尊这样战斗了。高等级？你认真的吗？郑宇3个月31级，等到了明年，谁是高等级职业者还不一定呢。也是，走出擂台，
郑宇发现自己的一切状态全部恢复，包括残血的战争牛头和罪罚君主也全都恢复了巅峰状态。郑宇对于后续的比赛不是太关注，所以跟柳南烟等人打过招呼后便离开了凤凰体育场。临走之前，郑宇见到了杀神廖宁以及被称之为九州智库人形计算机的贺文霞。廖宁一身军装，很正气，和郑宇想象中的杀气凛然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哪怕是有些凶相的脸也挡不住那一身军装的正气。真正杀伐果断的人是会控制自己的杀气的。和廖宁并没有谈很长时间，廖宁只是单纯的询问了郑宇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不像是谈工作，更像是长辈想要见一见晚辈，单纯的看一眼。或许也是不想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关于职业者，关于深渊，廖宁几乎半个字都没有提及，倒是问了郑宇有没有女朋友这件事，而且问了2遍。对于深渊的生物，其他世界的职者，其他国家的侵犯者，廖宁是当之无愧的杀神。但对于自己家里的才职业者，廖宁更像是一个喜欢八卦的大叔，没有杀气，全是爱护。贺文霞始终没话，只是打量着郑宇，但这种打量和其他人不同，郑宇甚至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这个九州堪称传奇的没有战斗力的女职业者，罕见的让郑宇产生了一种恐惧服。所以简单聊了一会之后，郑宇逃似的离开了。你吓到朋友了？廖宁看着郑宇稍微有些仓促的背影，哈哈大笑的道。贺文霞推了一下眼镜，淡然的道，心中有秘密的人面对我总是会慌张的。对于这个秘密，廖宁非但没有询问，反而是若有所思的道，我倒希望他这个秘密更大一些。哪个成长到我们这种程度的职业者没有点自己想要隐藏的东西呢？我应。南慕云更多，你就更不用了，至今都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职业，连职业都能隐藏起来。但这些秘密不正是九州的未来吗？廖宁根本不在乎郑宇藏了些什么，用他的话来，他甚至希望郑宇藏的东西再大一点。贺文霞却提醒道，你的没错，有些组织可不那么认为。到这里，廖宁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冷光。呵，郑宇的出现以及今年整体辛劳成长，让他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不过也好，我好久没在深渊以外的地方出刀了，这把刀已经有些生锈了，就拿那些准备放弃人生的畜生们帮我磨磨刀吧。郑宇离开凤凰体育场，马师傅早已经在外面等着了。马师傅便是郑宇的专属司机，站在马师傅身边的还有一名穿着 OL 西装的女青年。郑宇想起来，柳南烟昨晚过竟会给自己配备一个专属秘书，每一个高级职业者都拥有自己的秘书，这已经算是形成一个职业体系了。只不过一般都是40级之后有机会成为市长才会配备一名秘书，秘书负责管理职业者的财务问题、装备倒卖、装备锻造、深渊信息、盟内的各种信息传递，总之就是帮助郑宇处理各种杂物事。郑宇现在不需要自己跑到总部锻造装备，交给秘书就可以。这是中州发过来的资料。车上，秘书递给郑宇一份机密文件，中州的资料。郑宇马上反应过来，应该是关于流放之路的。郑宇从凤凰市离开，第一时间便准备往中州走。虽然他很想回上虞市休息几，但陶钱他们还在深渊里，郑宇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提到陶钱，郑宇不得不，他们最近是真的努力，深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看着努力的陶钱等人，郑宇也便放弃了休息的想法，直接往中州去。早些到中州，也好和柳恨和他们早点了解流放之路这个深渊。按照柳南烟的法，特殊深渊很难，那就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郑宇虽然每次进入深渊都是难度拉满，有时候甚至会冒着风险进入深渊，但他从来不做无准备的战斗。无论是进入祠堂深渊，还是进入黑暗谷底，包括后来的使徒孤岛和监狱死牢，他都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进入的。每个深渊，他几乎能将攻略全部看完，一些重要的攻略甚至会直接背下来，防止突发情况自己没有准备。至于没有攻略的深渊，那就只能靠命了。自始至终，郑宇都不认为自己对于深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更多的是运气好。不管其他人怎么看，郑宇是这么认为的。秘书在路过杭市总部的时候下了车，带着郑宇的2件装备去锻造了。流放之路开启之前，法老王的权杖、监狱长的黑影长袍、黑毒之翼应该都能够锻造好。这3件装备是郑宇进入流放之路的最大提升。杭市到中州区的路程不远，开车需要5个时间。郑宇趁着这个时间打开了中州发来的资料。圣殿特殊深渊，流放之路，类型大型团队深渊，时长估算最少20。现有关于流放之路的记录资料其实不多，因为根本就没有攻略。所谓的攻略是圣殿透露出来的信息。圣殿发布的特殊深渊几乎算是一个全新的深渊，别九州了，就是其他世界都不存在流放之路的攻略。为了降低难度，或者是给进入的职业者一个提前准备，圣殿会放出大量的信息，让职业者去提前了解特殊深渊，进行准备并搭配阵容。这些资料便是圣殿放出的信息。柳恨和提前去中州也是为了研究这些信息去的。郑宇打开信息，第一条便让郑宇皱起了眉头。这是一条追寻神的踪影的朝圣之路。朝圣之路，那为什么深渊的名字叫流放之路？郑宇继续往下看去，资料上显示圣殿一共给了5个提示，其中那句朝圣之路是最为明显指向神明的提示。每一个深渊都意味着神的一段过往，或者和神有关的故事、历史、人物等，可以理解为圣殿在为职业者们解释什么是神。而朝圣之路和这个深渊的名字流放之路有着截然相反的意境。朝圣、流放，郑宇琢磨着这2个词，继续往下看去。圣殿透露的第2个信息是人物介绍，一共7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一个佝偻的老头，
光头，头上纹着红黑的纹身，穿着很破旧的衣服，眼神浑浊，应该有视力障碍。人物照片下方备注了一句话，可惜郑宇看不懂。这句话后面被标注了3个问号，很明显，目前中州负责解读《流放之路》攻略的那些职业者也没有看懂。除了佝偻老人，还有壮硕但缺了一条胳膊的断臂中年人，浑身包裹着黑衣，看不清面容和年龄的疑似女性，瘦骨嶙峋蓝色眼睛的男孩，坐在马上，浑身是血的毛人，只有一个背身，周围全是尸体和火焰的黑影，以及一颗人头。一共7个人物，下面都有一句特殊文字：任务。这是郑宇的第一想法，圣殿给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领取任务的 NPC 人物，并且这7个都很有特点。资料后面有很多职业者提出的想法，其中最多的就是任务猜测。郑宇看到柳恨和也写上了自己的看法。柳恨和猜测和任务差不多，但他提到了一个保护的想法，就是这7个人很有可能是流放之路走到目的地的关键。因为圣殿给出的第3个信息明确表明了这是一场没有竞争的大型跑图副本，朝圣即为走到圣地。第3个信息是一张类似于戈壁荒漠的地区上数万衣衫褴褛的难民在移动的画面。看着这群难民，郑宇也理解了为什么朝圣之路会被称之为流放之路。柳恨和在这张图下面写了备注，可能不仅仅走到就能完成副本，走到圣地一定是有目的性的，而这个目的能否完成很有可能是通关的决定性要素。这7个人中有可能存在最终圣地需要的某个要素，这是柳恨和的想法。郑宇看完了圣殿给的全部信息，没有得出结论，因为信息太少。圣殿给的第4个信息是一张地图，推测为去往圣地的地图。第5个信息，2幅刻着大量文字的石板画，在石板上面被人用红色圈出来的文字和人物下面的备注文字相同，明两者有关联。一条朝圣之路，有地图，有路线，有目的地，任务应该也不难猜，大概是跟着或者保护这群难民走到圣地。柳恨和的猜测应该是靠谱的，不可能仅仅只是跑图那么简单。如果按照柳恨和的想法，需要保护这7个人，那为什么还有个死人人头？物品吗？而且这个老人身上的纹身有些熟悉啊。郑宇见过这个纹身图案，并且柳恨和应该也见过。使徒孤岛里刚开始的过场画面中，化为使徒孤岛的神的尸体上面就有这种纹路。郑宇得到的那几枚使徒印记也是这样的纹路，是文字。那经过使徒孤岛的柳恨和应该能够认得出来。郑宇翻阅着中州传递来的资料，果然找到了柳恨和的一份被采用的信息。字符井号103，推测为雷或电，推测人柳恨和，推测依据使徒孤岛的使徒印记。字符井号34，推测为命或生，推测人柳恨和，推测依据使徒孤岛的使徒印记。当然，除了柳恨和的推测外，还有更多其他职业者的推测。这种特殊符号，其他深渊也曾出现过，不过集合起来也才认出了7、8个字，距离推测出石板内容还根本不够。郑宇揉了揉眉心，放下资料，仔细想了想，也没想出什么，毕竟信息太少。不过郑宇倒是有个资料上没有的提出的发现，那个周围全是尸体和火焰的背影，郑宇有些熟悉，但他实在是想不出来是谁。最开始看这张图时，郑宇一度认为这个背影就是他，但图中的背影肩膀很宽，背部的肌肉很扎实，腿和手臂的肌肉也很发达。这种过度训练的肌肉很明显不是自己这个召唤师该有的形象，所以应该是郑宇记忆中的某个人。难道是这个世界的父亲？郑宇眼神微微缩了一下，他没见过这世界的父母。如果按照基因学来推论的话，这个背影极有可能是。可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还是关键信息？中州。经过严格的盘查，郑宇和司机终于进入了位于九州中心的中心九州主圣殿。主圣殿不愧是主圣殿，非常大且豪华，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厅，无数忙碌的工作人员，密密麻麻的工会房间，让郑宇颇有一种进城聊感觉。郑宇来接郑宇的是柳恨和，那个短发飒爽的 SS 极富少女柳南言的女儿。可以啊，有2下子，差点把唐尊打败。一见面，柳恨和便调侃道：“这次深渊我可得借你点光了，要是有通关思路，可不能把我扔下。”柳恨和带着郑宇一边走一边着。郑宇失笑的道：“哪有思路啊？看了你们给我传的圣殿信息了，现在也是一头雾水。那就对了，你要是看2眼就看出门道的话，我们这集在这里就白忙活了。”柳恨和带着郑宇来到主圣殿的3楼，3楼是西区4间大会议室，暂时是咱们的区域，圣殿发布的信息也会直接传递到我们这里。你知道咱们的队长是谁吧？柳恨和问道。郑宇点零头，之前传给他的资料里面就有队长的信息，一名35级的特殊职业，也是郑宇当初最想转职的职业，战斗法师。本以为柳恨和会嘱咐他一些关于不要太自负，要重视互相之间关系之类的提醒，但谁知柳恨和却对郑宇道：“不认识有没关系，反正我们跟着你。”跟着我？哦，忘了你没有参加早上的会议。柳恨和给郑宇解释道：“因为意见有分歧，而且谁都不服谁，所以决定推选出几个队长，每个队长带几个愿意跟着他的队员，队员听从队长的命令。”郑宇问道：“分队，那不会导致大家分散吗？”郑宇以为这是一场没有竞争的深渊。柳恨和笑着道：“这也是为了保证通关效率的方式，更多的尝试方法，概率更大嘛。而且你们几个队长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是有分工的。”郑宇：“所以我是队长。”柳恨和点头。经过投票之后，你以22票的票数成为5名队长中的1名。22票。郑宇记得一共就50人。第一哦，而且今早投票的人数只有40人，
包括你在内，有一些人还没来到。柳恨和笑着道：“这其中有我一票。”因为比赛，郑宇问道：“自己人还没到，就有除了柳恨和之外的其他票？”郑宇猜测是青年大赛里和唐尊那一战的效果。有一部分原因，毕竟流放之路的副本限制是35级，这里就算是徐朗也不能扛着唐尊的攻击。徐朗就是那名战斗法师。那徐朗呢？他也是其中一名队长，并且他负责管理你们其他4名队长。但进入深渊之后，瞬息万变，徐朗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协调得了这么多人。而且根据我们的推论，我们进入流放之路后，应该会被混入数万难民当中，以队的形式会更方便联络。郑宇点头，也是。柳恨和又道：“另外大部分人选你还有一个原因，你那2次完美通关，证明了你对于副本的敏锐程度。这里的职业者没看过你祠堂深渊攻略的，对于你祠堂深渊的独特通关思路佩服不已，所以你压力很大哦。”柳恨和笑着对郑宇示意了一下西区那里正在看向郑宇的那群目光。前有2次完美通关，后有青年大赛差点打败唐尊，2个成绩摆在那里，什么召唤师，什么最弱职业，所有偏见全都不再出现。郑宇也确实从这群职业者眼中看到了期待，就像柳恨和的，这确实是压力。顶着2次完美通关的光环，自然就会有人期待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压力是有，但不大，毕竟自己进深渊又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的。宇哥，宇哥，几个熟悉的声音。郑宇看去发现确实熟悉，但也只是见过一面。背着巨剑的吕红，燕云盟首席专家的儿子炼金术师戴俊明，战士柳豪，矮个子少女法师玉嫣，还有一个肌肉健硕的少年，郑宇上次没有见过，估计是吕红后来找到的队友。当初郑宇去杭氏总部的时候就见过他们，郑宇对他们的感官还可以。除了他们5个，还有3名郑宇没见过的职业者，但胸口上别着烟云魅徽章。柳恨和解释道：“吕红他们你见过，今年烟云盟除了咱来之外，新加入的4名 S 级副的职业者，吕红和戴俊明都是隐藏职业，另外3个是去年的职业者，都没超过35级，都是烟云魅人，你得带着。”柳恨和很直接的道，他是清楚郑宇目前在烟云魅地位的，整个烟云魅未来资源将会大部分倾向于郑宇，至于部分当然是倾向于他。可能因为郑宇多次单刷给柳恨和留下了独狼的印象，柳恨和怕郑宇会嫌弃他们拖后腿，便多了一句：“不需要保护他们，不需要将重心放在他们身上，甚至在考虑通关时也不需要考虑到他们。当然，他们中也包括我。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脚步去走，我们会跟紧，生死我们自己保障。”其实这不是柳恨和他们自己的想法，而是整个高级职业者圈内不成文的规矩。特殊深渊还好一点，因为有特殊规则，不会死亡。那种会直接死在里面的普通深渊也是这样的规矩。负责带队的大佬职业者只负责通关，没有保护他们生命的义务，毕竟大佬不是保姆，通关就很难了，根本不能面面俱到。并且能够进入高等级深渊的职业者都是有实力的，不仅能够保住性命，也能对通关有帮助。郑宇也是听过这种规则的。到了高等级的深渊后，很多深渊都不再是一个职业者就能通关的了，要不然强如南暮云这种的职业者也不会选择带上。廖宁和其他国家的强者一起进入8阶深渊，郑宇和柳恨和他们2个人吃了资源，自然是有义务带一带联袂职业者。这件事郑宇之前也是有过想法的。本来进入监狱死牢的时候，郑宇就曾想过带几个人进去，给烟云盟提升一下实力。郑宇在了解了神灵之后，是希望在自己升级的同时，也能多给9州增加一些等级高的职业者，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不给自己添麻烦，其实和单刷没什么。别，只是当初并没有人主动提出要跟着他进入监狱死牢。柳恨和对郑宇道：“吕红他们5个，赵南他们3个，就是你的全部队员了，都是烟云魅人，自己人你带起队来也方便。你放心，赵南他们不敢不听你的，哪怕他们比你年龄大，无论是在深渊里还是在烟云盟里，都是按照实力排序的。吕红他们更听话，甚至都有点崇拜你的意思了。你就更放心了，100%听你的，只要你带我通关就效。”郑宇看了看自己的队员，有些不解地问道：“咱们烟云盟就占了10个人？”柳恨和笑着道：“徐朗他们的虎旗阁还有15个人呢。哪个组织进入多少人都是有要求的，虎旗阁因为有徐朗，所以他们可以进来15个职业者。舒佐悟是5星楼派来的，也是10个人。烟云盟自然就是你了。除了烟云盟、虎旗阁、5星楼的人多，其他的都是3、5个人，为了匹配队伍配置邀请来的。流放之路不仅对于等级有要求，对于转职时间也有要求，要不然这名额是抢破头的。我们几个实话还是借了你的光，烟云盟才有这么多名额。荣离和何泽也能来，但他们现在还在深渊里，那个 SSS 级职业者至今未露面，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柳恨和很健谈，该讲的不该讲的都跟郑宇解释得很清楚。郑宇看着50个饶配置，也大概明白连出张战对自己的深渊也是资源这件事了。换句话，流放之路也是作为政府放给派系的一种形式的资源。郑宇、徐朗、舒佐悟就是这次队伍里面最强的3个职业者。在了解了这些之后，郑宇在柳恨和的介绍下认识了徐朗和舒佐悟，2人都很好交往。徐朗很沉稳，舒佐悟更像是开朗大男孩，没什么心眼。接下来的集里，郑宇一边培养着召唤兽，一边跟着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圣殿陆续给出的信息。午后，郑宇在收到了秘书送过来的已经打造好疗装备后，和柳恨和等人全副武装的等待着晚上流放之路的开启。当晚上，主圣殿的工作人员也为了他们全部清场。嗡，熟悉的深渊开启声。徐朗立马对所有人道：“按照我们这几的推测进行，
进入深渊后先找各自的队长，如果队内联络方式被限制，就先稳住，不要暴露身份，然后利用炼金术师戴俊明发给你们的道具尝试沟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通关深渊，如果我们失败了，下一阶段的深渊就会更快到来，所以必要的情况下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能够复活，所以徐朗这句牺牲也都不是那么的重。等到徐朗话音落下，数道光芒落在他们身上，郑宇眼前弹出信息，正在进入特殊深渊流放之路，入场世界1331，入场人数50人。郑宇眼前一黑，身体便已经处于一片黑暗中，在始终状态中，郑宇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讲述着，在不懈的努力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与神沟通的方式，但当我们迫不及待接受神的信息时，却只收到了2个字：救命！实话，郑宇看到这个都有些懵，救命！神呢？郑宇认为这个准确性有待考证，毕竟这次的背景介绍和以往不同，不是直接弹出文字，而是一个老饶声音。郑宇瞬间想到了圣殿给的信息中的那个老人，这是那个老人呢？郑宇思索着，突然一阵坠落的失重感打断了郑宇的思考。呼，风声在郑宇耳边不断响起。当坠落停止，耳边的风依旧呼啸。再坚持坚持，还有2个时的路程，我们就能到避风港了。只要到了避风港，就一定有食物。伴随着粗犷的声音，郑宇眼前的黑暗逐渐消失。他第一个感受到的是打在脸上刺痛的大风，以及虚弱无力的双腿。他发现自己被一位女性搀扶着，女性的声音沙哑：“亲爱的，好些了吗？”郑宇没有抵触女人亲昵和关切的问候，因为他第一时间便反应过来，这是角色扮演类的深渊。他此时就是这数万难民中的一人，并且还是这名女性的丈夫。郑宇不动声色地点零头，并打量着周围。女人脸色蜡黄，皮肤和手背都被巨大的风沙吹得干裂。她手上拿着一个牛皮水袋，从水袋晃动出空荡荡的声音，以及自己不那么干渴的喉咙，可以判断出他们家最后的一点水源已经被自己喝掉了。女人身边有一个孩子，孩子大概7、8岁，皮肤和其他人一样干燥。她看着水袋，不时地抿着嘴唇，但当察觉到自己的目光时，便立马闪躲，装作自己不渴的样子。一家人。郑宇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事情了，刚才虚弱的双腿也开始恢复正常。郑宇问道：“我刚才怎么了？”女人有些着急的道：“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就是突然晕倒了，我以为你是饿的，就给了你一点糖水，然后你就醒了。”郑宇点零头，顺着女饶话道：“可能是低血糖了，但没关系，快到避风港了，那里有食物和水。”但很明显，这并没有安慰到女人和孩子，他们的表情很明显的出现了躲避的神情，就好像并不是很期待避风港里的水和食物一样。郑宇眼神微动，一种猜测涌上心头。郑宇看向远处，可能是因为大风和黄沙的关系，他能够看到的难民只有100多人，互相搀扶着埋头前进。从眼神和动作可以判断出，他们互相大多都认识。郑宇此时发现自己的物品栏竟然被锁上了，无法打开，取不出任何能够使用的道具，包括食物和水源。在郑宇脸色变得不太好看的时候，他发现队内语音竟然可以使用，因为有人发送另一条信息：徐朗，战斗法师，所有人，能看到我的信息吗？程雨辰，战士，朗队，能看到。王强，刺客，太好了，队内语音可以用，不用担心找不到队伍了。钱多多，圣骑士，你们的物品栏可以用吗？王强，刺客，不能。钱多多，圣骑士，那完了，我圣骑士的强化药物都在物品栏里面，这可怎么办？徐朗，战斗法师，所有人，先不要这些问题，各自队员先联系自己的队长，跟队长汇报自己在队伍中的大致位置以及安全情况。在徐朗通知之后，郑宇第一个收到了来自柳恨河的单独信息，目前安全，以及一张照片，能够从照片的内容里判断出柳恨河大概的位置。柳恨河并不在风沙内，它的位置在整个队伍的前方，从照片中能够看到后方巨大的风沙，并且柳恨河的照片中显示，数万难民并不是共同出发，不同队伍之间也相隔着一段距离，甚至能够跨越一整个沙尘的距离。这导致郑宇完全看不清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只能估算出自己和柳恨河的位置相隔很远。物品栏不能用，是为了限制食物和水资源。好在圣殿给的地图已经烂熟于心，队内语音是有效的。不幸中的万幸。郑宇看着远处刮来的漫黄沙，嘟囔着：“亲爱的，怎么了？”好像是听到了郑宇的自言自语，妻子非常担忧地问道：“没什么。”郑宇摇了摇头，身边的妻子也没有刨根问底，她同样看着远处巨大的风沙，叹气道：“你刚才晕倒的时候，真的是吓死我了，好在你醒了，要是你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这些话，郑宇有些局促的不知道该回应些什么，只能是伸手拍了拍妻子肩膀。滴，好在一声哨子声打断了尴尬的气氛，妻子紧张的抬头，是哨兵。郑宇刚想问，就听到之前那名喊话的中年男人再次喊道：“哨兵！所有人躲起来，能战斗的跟着我冲进去，不能让那群畜生靠近女人和孩子。”完，中年男人便抽出一把长刀冲进沙尘阵。队伍中不少男性也都拿着武器冲了上去，但也有少数男性没有动弹。郑宇观察到，这些男性大多是身上有残疾或者有疾病，有些能够明显看出虚弱的状态，而这其之就包括郑宇。此时郑宇确认了自己之前的猜测，为什么提到避风港有食物和水时，妻子和孩子会是那副表情？从留在这里的男性身边的亲人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很显然是饿了很久了，但那名中年男人却中气十足，明他有力气。有力气就意味着他和自己不一样，他是吃饱了，
也就是在这个难民队伍里面，只有贡献才能够食物和水源，才能有地位。再结合自己刚才晕倒，喝掉了他们家仅剩的一口糖水，自然能够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地。不过，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靠实力上位，这我熟啊。食物吗？我没硬，但实力吗？我有的是。而且郑宇也想见一见什么是哨兵，他得去。郑宇正被妻子拽住手臂，不要去。妻子央求道：“我得去。”郑宇看着妻子那双已经红了眼睛，心情出现了莫名的情绪。郑宇用自己最温柔的语气道：“相信我，我们会带好消息回来的。而且这次我必须去，如果再不去的话，别带领队伍找到圣地了，他很有可能因为怯战先被踢出队伍。”郑宇并不认为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郑宇能够从这群扰眼中看到一种熟悉的狂热，那是对于信仰的狂热。郑宇只在一个群体里见到过这种眼神。妻子被劝住了，他也很清楚，如果再继续下去，他们无法继续跟着队伍去朝圣了。妻子做了一个郑宇不懂得含义的手势，郑宇理解为一种祷告祈福的手势。那个孩子也拽着自己的衣襟，郑宇一时间有些不适应，但还是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脑袋，却没有什么。一是不知道什么，毕竟自己虽然两世为人，但并没有身为一名父亲的经验。二是郑宇眼前终于出现了有用的信息：你已进入特殊深渊流放之路，请跟随朝圣的队伍找到圣地。你当前距离第一目标的避风港还有11公里的距离。提示：请不要暴露你身为外来者的身份。提示2：请尽可能的帮助朝圣队伍走到圣地，因为按照原历史，朝圣队伍将无法走到圣地，请更加努力一些。看着眼前的提示，郑宇有种被老师监督学习的感觉。不过这个提醒倒是很有用处。50名职业者分散进入难民队伍中，对于数万的难民来，数量很少。但根据郑宇的观察，这里的难民实力都不强，顶多算是有些实力，但实力不多，所以是很需要职业者的战力。但是既不能暴露外来者的身份，又不要帮助他们走到圣地，怎么可能？郑宇一时间没有想到解决办法。对于柳恨和他们这些战士职业还好，但对于玉烟这种法师、带具名的炼金术师、自己的召唤师以及其他特殊职业，可不好解释。总不能是神给的力量吧？郑宇稍微愣了一下，别，还真叫。郑宇一边想着，一边依依不舍地告别妻子和孩子，冲进风沙内。呼，大风刮在脸上生疼。郑宇隐约地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但根本看不清。至于哨兵，很好认，因为体型比人类大1倍。郑宇周围看了一圈，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担心好像有些多余，因为他看到距离他不远处的地方，一名男性操控着一团黑色的虚影在战斗。郑宇感觉自己召唤个召唤兽什么的也不算是离谱，便召唤出战争牛头。哞！郑宇特意让战争牛头叫得响一点，吸引距离他最近的那饶注意。那名操控黑影的人只是看了郑宇和战争牛头一样，眼神中略带惊讶，但这种惊讶郑宇很熟悉，是熟悉召唤师，并很意外战争牛头站立的表情，并不像第一次接触召唤师的表情。郑宇便放下心来，自己有些过于谨慎了，毕竟当初郑宇在监狱死牢时，对方是不知道召唤师的。轰！此时战争牛头已经和一只哨兵纠缠到了一起。哨兵浑身发白，类似于巨型人类，没有五官，只有一张大理石铸成的圆脑袋。哨兵的实力并不强，战争牛头几乎3-2下便将哨兵击溃。击杀哨兵 LV25级，获得经验加2123。经验很少，因为哨兵本身的等级就不高，而且属于那种非常弱的兵的存在。虽然体型大一点，但血量和防御都很弱。在郑宇杀死一只哨兵之后，远处冲过来一名中年男人，正是之前喊话的那个男人。他有些着急地来到郑宇这里，但当他看到地面上已经死掉的哨兵之后，愣了一下。你杀的？郑宇发现对方并没有对战争牛头的存在表示疑惑时，便点头承认。男人终于正眼看了郑宇，然后又看了看战争牛头一眼，对郑宇道：恭喜你，记得带上哨兵的眼珠子，证明是你的战绩。战斗并没有持续很久，男人们在10几分钟后就被哨子的声音集结，然后从风沙中归来。可能是担心进入风沙太远会失去对队伍的保护，进入风沙中的男人没有死亡出现，但是有2名男人伤势很重。那名之前喊话的类似于这里队长职位的男人对着女人们招了招手，道：来祈祷。妻子看到郑宇安全过来，先是很激动地走了过去抱住郑宇，然后又捏了捏郑宇的手，我先去祈祷，你带着孩子等我。郑宇点头。去伤者身边祈祷的有10几名女性，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也许更年轻，毕竟风餐露宿的状态并不能看清一名女性的年龄。之后郑宇便见到了神奇的一幕，随着10几名女性吟唱着类似于颂歌之类的祷告语，那名胸口几乎碎裂的男人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碎裂的骨骼快速愈合，溃烂的皮肤也恢复如初。牧师？郑宇马上否定，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力量的气息，哪怕是牧师在使用恢复技能时，也会有光属性的圣洁之力存在。这群女人只是单纯的在祷告，怪不得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朝圣，这种只需要祷告几下就能够救活一个饶神迹，会让他们对神坚信不疑。与此同时，风沙后面又出现了一群难民。沙克，你们怎么了？这群难民的领队问道。沙克便是郑宇这支队伍的领队。沙克指了指正在祷告的女人们，道：遇到了哨兵群，伤了2个。前方还有吗？这支队伍的领队担忧地问道。沙克不确定的道：不清楚，风沙太大，几乎挡住了所有视线，我们和前面的队伍相隔有些远，不清楚前面的情况，在这里稍微等待一下吧。风沙不是问题，但如果风沙里还有哨兵群，
女人和孩子会有危险。对方的领队犹豫了一下，但看着身受重伤、正在被祷告恢复的伤者，他做出了暂时休整的决定。两支队伍汇合，郑宇突然感应到手腕上的一块类似于腕表的装置开始震动。郑宇立马望向和他们汇合的这支队伍，在其中找到了同样东张西望的一个青年。他看到郑宇后，仔细地辨认了一下郑宇的样貌，并且是反复辨认了2次，才终于露出惊喜的笑容。不仅找到了队友，找到的还是最稳的那个大神。